剑士，不错，初始战斗职业里最实用的几个之一。负责转职情况记录的老师点了点头。刚刚完成了转职的学生笑得合不拢嘴，从转职神石旁走开。斗士，你这一身腱子肉，看来转职前是没少花心思啊。紧跟其后转职成功的少年欲哭无泪，长得强壮一点怪我喽，我想要转的是高贵华丽的法呀。但很显然，转职既然完成，那他与法师职业便注定再无缘了。负责转职的老师笑了起来，没事，这才是一转而已，等到以后进阶转职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办法走魔斗士路线，也可以算是半个法师了。健壮少年苦着脸站到了一旁，显然并没有被安慰到。战士、农夫、铁匠、盗贼、弓箭手，随着转职神石上一道道光芒闪过，学生们一个个完成了转职。白圣骑排在后边，静静地看着前方一道道光芒闪耀个不停。即便已经穿越过来许久了，但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他仍旧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重生到了原来的那个世界，正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先做高冷学神，再当霸道总裁，完成人生的华丽逆袭。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学校里要学习的课程居然是这样的：5年升级，3年刷怪。别说你懂组队，副本原来可以这样刷，怪物属性与技能初探，1到60级常见怪物装备掉落大全，一传职业前景详细。这竟是一个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怪物，以及更强大怪物所聚集的副本秘境等。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在18岁后便可以通过转职神石进行转职，成为法师、战士、弓箭手、骑士等战斗职业。当然，也有人会转职成诸如裁缝、铁匠、农夫、厨师等生活职业。这些生活职业虽然缺乏跟怪物直接面对面搏杀的强大战力，但同样以自身的特殊能力组成了这个世界的根基。在白圣骑发呆的时候，前边转职的已经差不多了，马上就要轮到他们的班级。同学们别太紧张了，只要按照一转方向引导，好好准备了，肯定是能够有一个好结果的。看着因为转职在即而显得兴奋又忐忑的学生们，带队的教导员这样说道。随着教导员的话语响起，学生队列嗡地变得嘈杂起来。教导员笑了笑，对此表示理解。毕竟无论对于谁来说，这都会是此生最重要的时刻，心情有些激荡也是正常的。白圣骑平静地走在队伍里，他知道教导员的意思。一般来说，一转转职的时候会转职成什么样的职业是完全随机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转职为满意的职业。只是游戏降临现实那么多年，人们也渐渐摸索出了一些技巧，不再是单纯的碰运气了。在18岁正式转职以前，除了学习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外，学生们还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一转方向引导这门课程上。比如想要在一转时转职成剑士类职业的，便会提前学习一些基础剑技，实在不行经常拿把剑乱劈砍几下也是好的。想要转职成战士、斗士等偏力量型职业的，则会提前锻炼身体，将自身躯体的强壮度提升起来。而更多想要在一转时转职成法师类职业的，则会依据一转方向引导的指引，有意识地进行冥想锻炼，提升自己的精神力。当然，这样的锻炼十分粗糙，往往花费好几年的功夫，也顶不上转职后随便升一级的增益。尽管如此，这一切却并非是毫无作用的。大量的数据表明，在这门课程上花费足够多的心思之后，转职时的随机性确实是能大大降低的。成功转职心仪职业的几率跟自身的准备完成度有关，准备的最完美的，据说成功几率接近 50%。 从完全随机走到这一步，已经算是极大的提升了。行走之中，白圣骑察觉到从前方投过来的冰冷目光，那是班里的另一名学生周生明。两人之间的纠葛有些深，关系可以称得上是恶劣。白圣骑回以淡淡的一瞥，然后就再也不理会对方。所有的一切终究还是要等到转职之后再说。广场的中心，一座神石耸立，正是可以助他们完成一转的转职神石。前面的班级已经转职完成，正在离去，他们班级无缝接上。又是一道道光芒闪耀而起，班级里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完成了转职。既有前途不可限量的战斗型职业，同样也不乏从此告别了战斗的生活职业。周生明果然成功转职成了一名法师，正站在一旁以阴冷的目光注视着白圣骑。压力一下子来到了白圣骑这边，他想要转职的当然也是法师了。作为攻击能力强大无比，后续转职路线多种多样，且能够掌控火焰寒冰、风暴雷电的酷炫职业，法师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梦幻职业，甚至被戏称为法爷。可见这个职业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旦成功转职为法师，那往后组队练级刷怪打宝，直接就成为香饽饽，根本不用愁。
好处是多种多样的。白圣琪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他这段时间也没有闲着，一直在努力冥想，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力。特别是因为穿越者的身份多了一份灵魂力量的情况下，自己的精神力强度比一般人要强大许多。周生明都能够成功转职为法师，那自己转职成功的几率怎么也不会比对方低才对。白圣琪缓缓将手掌放到了转职神石上，耀眼的光芒从神石上喷涌而出。法师，法师，法师！有几位跟白圣琪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同学已经在一旁打气起来。他们的转职结果早已经出了，不是十分理想。在这个时候，当然希望白圣琪能够成功转职成法师了。那样的话，关系比较好的几人也能够跟着沾点光，和一位法师一起组队练级，享受法爷强力输出刷怪的优势。只可惜事与愿违，当转职神石的光芒敛去之后，他们瞪大眼睛呆立在原地。医师，好吧，也不错，以后可以当一名光荣的奶爸。负责转职的老师也有些错愕，旋即例行公事的安慰了一番。他认得白圣琪，本以为对方作为一名四传大法师遗留的血脉，转职成为法师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才对，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么个令人意外的走向。但他的安慰多少显得有些不走心了。如果是100年前游戏刚刚降临现实的时候，一名奶爸当然是光荣且抢手的。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职业者都处于开荒阶段，医师类职业的补给与辅助举足轻重。当时的医师类职业是跟法师战士一起，同时被列为御3家之一的。只可惜时代在变化，如今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切需要辛苦开荒的阶段了。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某个平稳的阶段，各大公司、各个工会，甚至一些挂靠在商行的私人药师，都有大量加血加蓝的补给药品摆上货架销售。补给药品的价格早就被打了下来，如今只要花费不多的钱财，便能够在练级中享受嗑药刷怪的快感。低级别医师的存在已经不是那么必要了，其地位也因而变得尴尬起来。很显然，转职的结果显然也给白圣琪带来了一定的打击。只不过此时此刻的他却来不及纠结这个了。在刚刚转职成功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轰隆一声震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穿越过来后，就存在于脑海里的一团灰色物质，在成功转职的这一刻，竟发出了无比强大的吸力，将他的精神体彻底拉扯过去。精神体瞬间被拉扯到了一个灰蒙蒙的所在。白圣琪的眼里首先便看到了一座黑色的石碑，一个提示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黑铁炼工房激活成功。第2章属性水晶。转职流程已经结束了，白圣琪等人又回到了教室里。成功一转后，他们并不会马上离开校园，还有半年的时间，他们都可以继续留在学校里学习。当然，区别于先前的基础教学，转职后的这种学习很自由，并不像先前那样需要时刻要坐在教室里了。与其说是学习，倒不如说是实习。这半年中，学生们主要的任务是练级打怪，继续进阶转职等，不断提升自己。半年之后，不管学习成效如何，学校都不会再留他们。到时候，学校会联系各方各面，举办一场招聘会。接下来，学生会是要参加工会，还是加入公司，亦或是独自发展，就全看个人的选择了。同学们都兴奋地讨论着刚刚转职的事情，同时展望未来。只有白圣琪一言不发地坐在位置上，有几人投去怜悯的目光，并不打搅。转职成了见习医师，那升级发展的速度肯定是极慢的了，说不定到时候还会被下个月、下下个月转职的班级追上，甚至超过。在他们看来，白圣琪应该是因为转职结果不理想，此刻正在自怨自艾之中。事实上，他们想多了，一言不发的白圣琪并没有空闲去纠结。此刻的他正在探究转职时突然出现的那个黑铁炼工房。当时变化陡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敢多做停留，在目光看到黑铁炼工房几个大字的瞬间，便已经下意识地将意识抽回。果然，一瞬间而已，他就从中挣脱，再次回归到了清醒状态之中。自己脑海里的那个黑铁炼工房，即便是近在咫尺的人也没有办法察觉到。此刻的白圣琪坐在座位上，双目再次失去了焦点，而同一时间，他的精神体已经再次来到了脑海中那个灰蒙蒙的所在。灰蒙蒙的四壁，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地板，这是被灰蒙蒙的一切包围起来的一个空间。空间方方正正，看起来并不算太大。空间靠边一点的地方有一座黝黑的石碑，上有文字，正是白圣琪先前见过的那一块。心念一动，他的精神体已经来到了黝黑石碑的边上。他看清楚了上边的文字，这一次靠近了，仔细看来，发现除了黑铁炼工房这几个大字之外，上边还有许多极细小的字眼。黑铁炼工房 LV1， 外界击杀归属的怪物可于此炼工房内无限重现，于外界每击杀一只怪物，可获得此炼工房内100次重现机会，亦可转换成相应的充能点数，
以刷新其他种类怪物。注意，在本练功房内血量清空死亡不算死亡，可无限复活。当前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1，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加1，杀怪经验值加成 10%， 物品掉落率加成 10%， 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1点。除此之外，白圣琪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这个练功房空空落落，冷冷清清的，除了他之外，并没有其余个体存在。白圣琪从练功房里将自己的精神体退了出来，他看了一眼教室墙上的挂钟，发现当下的时间和自己精神体进入练功房时只差1秒，也就是说，自己的精神体在那个练功房里待了好一会，现实中却只是过去了1秒，甚至可以认为自己精神体进入练功房的这个阶段，现实中的时间是停止的。挂钟上那走过去的1秒钟，不过是自己抬头看时间的误差而已。经过确认之后，白圣琪放心下来，同时他对于这个黑铁练功房有了某种猜测，心里隐隐有着一股喜悦。如果这面黑色石碑上写的没有错的话，那这个练功房的价值简直无可估量。但事实是否会如自己所想，却是要真正试验过才能知晓了。他站起身来，决定趁热打铁，马上就前往最近的新手练级地。白圣琪、周生明，教导员让你们往办公室去一趟。一个声音直接让他的计划延后。周生明站了起来，瞥了白圣琪一眼，抬腿往教导员的办公室走去。教导员会因为什么事情同时找他们两个？显然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总之，那个属性水晶，校方已经交给转职神殿那边保管了。到时候你们之中谁最早升级到30级，前往转职，便可以理所当然的拿到手。办公室中，教导员隐晦的看了白圣琪一眼，接着说道：“你们两个也别因此而伤了和气，竞争第二，友谊第一嘛。这也是校方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校方研究的决定？白圣琪嘴角微微翘起，脸上泛起了一个讥讽的笑意。教导员假装没有看到，下了逐客令。好了，你们刚刚转职成功，想必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体验一下了吧？我就不留你们了，记得下周这个时候过来就行了。微微点了点头，白圣琪转身就走。白圣琪，你还是尽早放弃幻想吧，那一枚属性水晶必然是属于我的。从教导员办公室里出来，周生明冷笑着看向身旁的白圣琪。白圣琪两眼微眯，心中略有些恼怒，但这时候却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人之间的摩擦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一辈的恩怨。以前的周生明虽然看自己不顺眼，但总的说起来，其中却是嫉恨的意味更多一些。但某次清水城组织的秘境攻坚战后，被自己称为父亲的那个男人却再也没能回来。经过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结果之后，白圣琪这才发现周生明对待自己的态度跟以前比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没想到连校方的态度也同样有了180度的转变。本来说好只是替自己暂时保管，转职后便给自己的属性水晶，归属问题上一下子出现了变化。白圣琪没有浪费力气去争论，他看得出来校方的态度发生变化，显然是因为周生明的父亲从中运作了。这一次秘境攻坚战，自己的父亲作为核心攻坚队的一员，周生明的父亲作为外围援助队的一员，两者都有参与其中。只是周生明的父亲回来了，自己的父亲却没能回来。那属性水晶本是父亲进入秘境前为自己争取到的，但事到临头，知道自己失去了靠山之后，某些人显然是想赖账了。不然以四传大法师的威势，校方哪敢如此行事？果然是人走茶凉嘛。父亲不在了，曾经的那些人脉交情，此刻也就半点也派不上用场了。在周生明略显得意的目光中，白圣琪沉默向前走，他没有回教室，而是直接走向校门，目标直指新手练级区。在尘埃落定之前，说什么都是假的。校方明显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难看，所以找了个理由。按理来说，一名只有辅助能力的见习医师，练级速度上显然是没法跟一位法师相比的。校方给出的这个竞争方式，傻子都看得出来绝不公平。白圣琪却并未打算就此认输，刚刚出现的黑铁练功房给了他希望。第3章，见习医师的局限。嘿哈，是我大宝剑，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愤怒撞击，撕裂吧，现实，粉碎吧，怪物，锋刃术。来人练级了，刚转职的速度来输出，法爷优先，奶妈不要。清水城北郊的新手练级区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喊叫声，这显然是刚转职未久，正沉迷于练级打怪的新晋职业者们。白圣琪到来时，便看到了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显然，转职旺季的现在，新手练级区早已经人满为患。一眼望去，人比怪多，好不容易一只怪物刷新出来，便已经被茫茫多的职业者们淹没。白圣琪眼皮狂跳，
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将事情想得过分简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安心练级了，怕是连一只完整的怪物都摸不到。更让白胜奇有些心情阴郁的是，在身后跟过来的周生明。我还以为你会求班里的同学们带你练级呢，想不到你还挺要面子，竟然没有提出来，倒算是有自知之明。身后的周生明啧啧赞叹。白胜奇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并没有搭话。从转职成为医师职业开始，他便已经明白了，想要找班级里的同学一起练级，已经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了。组队是要分享经验的，如果是强强联合，那固然是好，除非是关系很好的，不然谁会愿意带着一个拖油瓶，把自己的练级速度拉低呢？事实上，刚刚在离开学校前，有几名相熟的同学本是好心想邀约他一起组队练级的，只是被周生明冰冷的目光警告了一下之后，这几名相熟的同学便心惊胆战地散了开去，再也不敢约白胜奇组队了。班里的同学大多知道自己与周生明不对付，先前还有观望的意思，但如今白胜奇转职成为了见习医师，他们更不会因此去得罪一名前途无量的法爷了。摇了摇头，将脑海里的这些想法驱赶出去，白胜奇无视了周生明，举步便往前边走去。他打算深入一点，外围练级的人太多了，自己一个医师根本就不可能抢到怪的。你想跑？不存在的。这一周我盯紧你了，你去了我就去了。周生明喃喃自语，眼看着白胜奇已经往练级区里深入，连忙举步跟上。很快，两人便已经远离了新手练级的大部队，往北郊森林深处而去。一边走，白胜奇一边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仔细了解起自己转职后的变化来。随着他的心念动处，一个半透明的只有他本人才能够看到的属性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像穿越前那个世界里玩游戏一样。这正是如今这个世界的特色。游戏降临现实之后，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可以像这样打开自己的属性框，最真切地了解到自己的状态。直接一转，职业见习医师，等级1，力量3，敏捷3，精神8，体质3，灵巧3，幸运3。这正是游戏降临现实之后，每一名职业者都拥有的6种基础属性。经过基础的学习后，白胜奇知道，未成为职业者的普通成年人虽然没有属性面板，但其身体素质换算成其各项基础属性值的话，大致上相当于1点左右。而转职成为职业者后，无论是哪一种职业，哪怕是其最薄弱的一项属性，都是最低3点起步。哪怕是法师、医师这种不以身体强壮程度见长的，转职后也能依靠单纯的躯体力量轻松胜过普通人。更不用说他们还掌握着各种神奇强大的本职业技能了。作为见习医师，白胜奇的各项属性基本上没有出奇之处，只有其中的精神一项是远胜过其他各项的8点，这得益于他转职之前的针对性锻炼。一般来说，即便是经过一些针对性锻炼，转职后的精神一项也顶多达到4点而已。但穿越者的精神力量加成，让他的精神属性达到了翻倍的8点。他估摸着，即便是如今转职成为了见习法师职业的周生明，顶多也不过只有5点精神而已。而精神属性影响了魔法攻击力和魔法值上限。白胜奇看了一眼自己的详细属性，生命值300，魔法值800，物理攻击力30+5，魔法攻击力80，是明显偏向魔法类的属性。如果有一个攻击类魔法技能的话，他想要自力更生的进行初期的练级，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很可惜，他只是一名见习医师而已。技能面板里可怜巴巴的躺着2个技能，那是一转后自动觉醒的。缓慢恢复 LV1， 主动，熟练度0-100，对一个目标使用施加一个持续10秒的状态，每秒恢复目标1精神技能等级的生命值。冷却时间20秒。负面抵抗 LV1， 被动，熟练度0-100，对所有负面状态抵抗效果为 1% 技能等级，幸运时转职次数。缓慢恢复没有什么好说的，作为一名奶爸，加血技能是理所当然的拿手好戏。曾经的开荒时代，这一口回血十分重要，但到了如今这个时代，缓慢恢复的加血量就显得有些可怜了。简单来说，这个技能有些跟不上版本了。好比如今白胜奇一个缓慢恢复技能扔出去，每秒只能恢复生命值8点，整个技能持续10秒钟，总共也只能恢复80点而已，哪有直接科血瓶来得爽快。至于另一个技能负面抵抗，至少在目前来说，效果同样不算明显。白胜奇理解这个技能对于医师职业的意义，它的存在是为了让医师尽量避免陷入负面状态之中，可以更好的为其他队友提供回复。但目前来说，1%都不到的负面抵抗根本就像是个笑话。看完了面板之后，白胜奇将目标投向了前方。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北郊森林的较深处。这里的怪物等级略高，对于刚转职的新手来说，
已经不是最优的练级选择了。尽管仍有一些配置合理的新手队伍在这里练级，但人比怪多的局面多少也是有所缓解。至于比他们早1个月甚至几个月转职的职业者们，则是早就已经离开了这片新手练级区，去往了更加高级凶险的区域。白圣奇很快盯上了一只刷新出来的怪物——赤峰兔 LV5 怪物。技能风血，使用之后攻击速度将大幅度提升，攻击能力大大增强。白圣奇脑海里浮现出课本上学过的知识。作为等级1的新手，刚转职就赶来找赤峰兔的麻烦，那跟找死没有两样。但他偏偏就来了，完全没有1级新手面对5级怪物时的踌躇。白圣奇自信的直接冲了上去，挥起硬木杖就往赤峰兔头上砸落。第4章，就抢你的怪，不服打我呀！砰！白圣奇挥起硬木杖，势大力沉的一击落到了赤峰兔的身上。见习医师没有攻击技能，由于自身的职业限制，即便装备其他职业的刀剑等武器，武器本身所附带的攻击力，他也只能发挥出1/10来。这是游戏降临现实后对这个世界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手里的硬木杖已经是白圣奇所能做到的最优选择了。3点的力量给他带来了30点的攻击力，加上硬木杖的加5攻击，足足35点的物理攻击打到赤峰兔身上，倒也不是全无用处。15，可怕的赤峰兔5级的怪物有着相应的防御力，直接抵消了白圣奇1半多的攻击。单靠这样的攻击手段，想要击杀生命值足足有500点的赤峰兔，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哈哈，我还以为你往这里来是打的什么鬼主意呢？感情你是想要越级硬刷5级的怪。身后传来了周生明的声音，显然他也一路跟了过来。才刚刚转职，你不会真想要直接刷赤峰兔练级吧？该说你是异想天开还是怎的？周生明呵呵笑着，别到时候命丧新手练级区，那真是把咱们学校的面子都丢光了。砰！白圣奇无视了他，直接又是一木杖砸到了赤峰兔的身上。12，可能受到周生明的影响，分心之下，这一击的力量甚至不如先前，而赤峰兔显然也已经被他的攻击所惹恼。砰！赤峰兔身躯一动，直接向着白圣奇的胸膛撞来。很离谱地，5级的怪物猛烈的撞击1级的见习医师，却竟然只造成了1点伤害，而这1点伤害很显然还是遵从这世界的规则强制性造成的。真实的情况是，那赤峰兔根本就破不了白圣奇的防。5级对1级，这怎么可能？白圣奇心中松了一口气，暗道果然如此。他敢直接进入新手练级区的深处，以1级的面板向5级怪物发起进攻，当然不是因为脑子被驴踢了。在赤峰兔攻击到他身上的时候，有一道淡淡的辉光在他身上亮起，一闪而逝。防御附魔，这是父亲曾经花费了大量珍稀材料，以4转大法师的魔力为他施加的附魔效果。受限于种种条件，这个防御附魔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并最终彻底失去效果。但至少保证他在新手练级区的安全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防御附魔，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4转大法师，周生明见识不算浅，自然也看出了名堂来。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眼红的不得了。哼，你那个父亲还真是舍得，就算是最基础的附魔，对于一名4转大法师来说，其材料也仍旧是极大的负担吧。不由自主的，周生明只觉得心里酸溜溜的。自己的父亲也同样是4转大法师，但是自己软磨硬泡了好久，父亲也仍旧不愿意为自己准备一次那样的附魔，理由是花费太大了，父亲承担不起。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这个时候，眼见着白圣奇凭借着防御附魔竟真的打算强刷5级的赤峰兔练级，周生明更不多等，直接掏出了一件道具来。那是一卷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卷轴。撕了！直接撕开之后，卷轴中飞出一道光芒，直接落到了周生明的身上，在他的身周形成了一道火红的光环。魔力提升卷轴。一边对赤峰兔进行着刮痧攻击，白圣奇一边也有留意身后周生明的动静。这个时候，看到周生明撕开的魔法卷轴，他不由得眼皮一跳，心中感觉到有些不妙。然后他的耳边便听见周生明开始念诵咒语，几秒钟后，一个火球飞来，直奔自己面前的赤峰兔。这正是见习法师的入门技能火球术，虽然也算是10分初级的技能，但是伤害却很不错，在练级刷怪上的作用跟见习医师的缓慢恢复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在魔力提升卷轴的作用下，这个飞来的火球体积上明显远远超出了常见的火球术。轰！一声巨响，体积较大的火球砸到了赤峰兔的身上，掀起了巨大的热浪。5级野怪赤峰兔发出了一声悲鸣，而近在咫尺的白圣奇也受到了这一击的影响，整个人被热浪推得向后退开，并且受到了伤害。473
一击之下，5级的赤峰兔直接被秒杀，化作了一道白光消失。而同样的，点点星芒从中飞出，落到了后方周生明的身上。周生明的身上一层青光涌现，白胜奇耳中已经传来了对方得意的笑声。哎呀，一不小心就2级了，越级打怪就是好，一只怪的经验就够升级了。目光落到周生明身上，白胜奇的脸色沉了下来。火球术的攻击力固然不错，但仅是1级的见习法师，又还没能使用什么强大的装备，想要一击秒杀5级的赤峰兔，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切显然都是那魔力提升卷轴所带来的。回想起课本上学过的知识，魔力提升卷轴的信息尽在心头。魔力提升卷轴低级，使用后临时提升15点精神，持续10分钟，1转级以上可使用。15点精神换算起来就是150点魔法攻击力，加上周生明自身的魔法攻击力，还有其手中1级法杖的加成，总体上的魔法攻击力达到250点左右，应该不是问题。以这样的魔法攻击力，配合上火球术的伤害系数，一击秒杀5级的赤峰兔显然是可行的。只是这一切对于想要击杀赤峰兔的自己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友好了。由于这个世界的打怪经验分配机制，刚刚那一只赤峰兔，白胜奇并没能得到哪怕1点的经验值。除了首领级以上的层次，普通级和精英级的怪物遵循的是谁击杀谁获取的规则，也就是最后一击受贿制。哪怕前一人造成了大量的输出，只要没有打掉最后一丝血，怪物的归属也仍旧未可知。更不用说白胜奇先前累计造成的伤害也少得可怜了。像他这样的见习医师职业，除非是组队混经验，不然是很难抢怪抢得过其他职业的。怎么不爽我抢怪？我就抢你的怪了，不服打我呀！迎着白胜奇的目光，抢走了一只赤峰兔经验的周生明一脸无所谓地摊了摊手。顺带一提，这一次我准备的魔力提升卷轴足足有几十张，你要玩多久我都乐意奉陪。事实上何须几十张，1张卷轴就能够持续10分钟，恐怕只要用个10来张，周生明自身的等级便能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了。到时候单凭等级提升后的实力，也足以恶心白胜奇，将他的怪抢完，让他白忙活一场了。心中转过种种念头，白胜奇张开嘴来，呵的一声，甩动着手中的硬木杖，向着周生明靠近。让我打你？既然你都盛情邀请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第5章，我偏要棍敲狗头。北郊森林深处，白胜奇手中紧握硬木杖，步步向周生明逼近。周生明脸色微变，旋即冷笑起来：白胜奇，你想要跟我打，就凭你那见习医师的刮痧攻击，是不是刮痧？你亲身体会一下不就知道了。说话声中，白胜奇已经冲到了周生明跟前，手中硬木杖高高抡起，呼的一声当头劈下。白胜奇的目标直指对方的头部。课堂上有教过，在这个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里，无论是人类还是怪物，身躯上都是有着薄弱点的。在攻击时，瞄准目标的薄弱点进行攻击，是能够大大提升弱点攻击几率的。而触发了弱点攻击的话，攻击伤害会提升到原来的 1.5 至2倍。根据所攻击的弱点部分不同而有所不同。只不过怪物种类众多，薄弱点的位置并不统一，不是学霸的话很难一一记得清楚。更不用说许多怪物敏捷性高，躲避能力强，想要成功命中其薄弱点并不容易。但面前的却不是怪物，而只是一名刚刚完成转职，如今也只有2级的见习法师而已。2级的见习法师，其敏捷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人类的身份注定了其头部就是显而易见的薄弱点之一。砰！结实而响亮的一击，是硬木杖与周生明额角进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弱点攻击38。作为一名2级的见习法师，周生明的防御力甚至还没有5级野怪赤峰兔高。成功达成了弱点攻击的硬木杖，直接敲掉了他38点血量，这让血条本就不富裕的他吓了一大跳。你来真的？周生明身躯一抖，瞪大了双眼。在大声喊叫的同时，他已经手忙脚乱地摸出了一瓶补血药，咕噜噜地往喉咙里直灌。加50，大公司出品的补血药就是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瞬间一口回满血条的周生明，马上感觉到身躯不颤抖了，腰杆也再次挺得笔直起来。笑话，你真以为凭借这点攻击力就可以吓到我？周生明嘴角翘起，泛起了讥讽的笑。你不会以为转职成见习法师的我就没有回复手段了吧？白胜奇没有多说半句话，神情平静地再次举起了手中的硬木杖，又是一木杖敲了下去。只不过这一次对方有了准备，身体向后退去，让他没能再次击中身上的弱点。19，很平常的一击，对比周生明如今好几百的生命值，确实跟刮痧差不多。好，你要玩我就陪你玩。周生明有点恼怒起来，手中新手法杖也举了起来，
口中念念有词地念诵起魔法咒语来。显然，他是打算以火球术来进行还击了。需要吟唱咒语的火球术，攻击速度当然比不过白胜奇的随手杖击了。就这么几秒钟里，周生明又被对方狠狠地敲击了好几下。即便伤害如同刮痧，但周生明仍旧不得不再次灌下了一瓶补血药。呼！被木杖一直敲击着的他，甚至念错了一回咒语。好不容易第二次咒语念完，他手中的法杖顶端光芒闪动，一道赤红的火光飞出。白胜奇迎着火光冲来，周生明下意识地往后退开。只可惜两人之间的距离终究是太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没能拉开，那火球才刚刚飞出，便已经猛然砸到了白胜奇的身上。轰！火焰爆炸，气浪翻滚。在魔力提升卷轴的加成之下，这一击的威势十分惊人。首当其冲的，白胜奇吃下了这一击的所有伤害。他有防御附魔在身，即便是经过了魔力提升的这一击，应该也不至于直接秒杀掉他吧。周生明心里有些忐忑。游戏降临现实到了如今，人类社会里还是有一些规矩需要守的。若是自己毫无缘由的随意击杀了一名职业者，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恐怕也要有些麻烦。但火光仍未彻底散去的瞬间，他已经看到了飘飞而起的伤害数字。白胜奇身上的防御附魔效果竟强大到了如此地步，连经过了魔力提升的火球术一击也没有办法对其破防。与此同时，周生明也感受的一股剧烈的灼痛感觉作用到了自己的身上。火球术贴身爆炸，仅仅只是余波而已，便已经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伤害。233，这股魔力气息很显然正是自己刚刚使出来的加强版火球术。就离谱！刚刚转职成为见习法师的他，何曾想过自己释放出来的魔法竟会对自己也造成伤害？难怪法师向来都有一个原则，绝不跟敌手近身作战。原来魔法出手了，未必只是攻击敌手，甚至还有可能会炸自己一脸的。周生明心里很难受，感到十分憋屈。对方有防御附魔，自己也有魔力提升卷轴，按理来说自己根本不需才对。然而真正的现实却是矛与盾的交战以自己的完败告终。对方虽然刮痧，但至少打得动自己，而自己虽然输出强力，但打在对方身上却连破防都做不到。见习医师伤害吊打法爷，这是什么见鬼的现实？周生明手忙脚乱的猛灌了好几瓶初级补血药，整个人都有些给整不会了。本来是想来恶心对方的，但如今看来被恶心到的反而是自己才对。那么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周生明有些踌躇起来。虽然表面上说着自己随便就能消耗几十张魔力提升卷轴的样子，但事实上他手中的魔力提升卷轴只有10来张而已。反正都是不破防，用这些价值不菲的卷轴往白胜奇身上砸，跟把钱往水里扔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行为。但是就算自己不再攻击对方了，对方却像疯狗一样，根本就不打算放过自己啊！砰！又是沉重的一击，白胜奇手中的硬木杖再次招呼到周生明的身上。周生明脸上青筋冒起，咬牙切齿间强忍住了一个火球闷上去的冲动。他知道这个时候再用火球术，吃亏的也只有自己而已。被近战类职业晋升后的法师就是这么无奈，特别是他这种刚刚转职、技能十分单一的见习法师，对此连半点应对的手段都欠奉。而对方虽然只是一名见习医师，但此时此刻却似乎是将自己当成了近战类职业。砰！白胜奇机械性地又是一击打落，像是不死不休一般。周生明疼得龇牙咧嘴。虽然自身的背包空间里还有大量的补血药，不愁被对方的攻击磨死，但是每一击落下时所带来的疼痛感却是无法消减的。在这个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里，越是造成强大伤害的攻击，所带来的疼痛感便越强。白胜奇硬木杖敲击造成的伤害不大，疼痛感并没有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但一次的疼痛可以忍耐，10次、100次呢？几乎被密集的疼痛所击溃的周生明终于大吼一声，喊道：“停！我不玩了！”然而白胜奇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手中的硬木杖仍旧挥击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说不玩就不玩，你脸就这么大，我偏要棍敲狗头，你咬我呀！”他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上用硬木杖敲人的感觉了。啊，你有种你就在这里等着别走开！周生明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单方面挨打的痛苦，掏出一张新的卷轴来，撕毁之后，一道清风环绕在他的身体上，令他的身躯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瞬间而已，周生明的移动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向着远处飞奔而去。白胜奇虽然握着硬木杖在后边直赶，但终究是追之不上。疾风卷轴，白胜奇遗憾地叹了一口气，放弃了追赶。周生明作为一名法二代，很显然手中各种各样的魔法卷轴很是不少，跟普通刚转职的新人完全不一样。白胜奇倒没有觉得不公平，
事实上，他自己也同样是一位法2代，身上的防御附魔便是明证。看着远去的周生明，白胜奇神情很是凝重。他心里明白，那周生明在自己手中吃了亏，以其睚眦必报的性格，必然很快就会喊人来帮忙了。自己继续停留在此地，危险性是十分高的。不知道这个防御附魔还能支撑多久，我得赶紧磨死一只野怪，趁早离开才行。那个黑铁炼功房是不是真能发挥作用，很快就能知晓了。白胜奇没有浪费时间，直接看准一只新的赤峰兔，冲了上去。第6章炼功房刷怪。北郊森林深处，白胜奇专心对付眼前的一只赤峰兔，经过了一番努力而持久的刮痧，终于将其击杀。他的攻击虽然低，但有防御附魔在身，早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会有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随着经验值涌入身躯，白胜奇身上闪过一道青光，直接升到了2级。1级到2级的经验值需求量并不多，又是越级打怪，一只怪便足够升级。感受着身体内涌现的力量感，白胜奇知晓自己的面板属性肯定又有了一定的增长。他没有先查看属性面板，而是看向了面前赤峰兔被击杀的地方。只见那被击杀的赤峰兔已经消失不见，原地仅留下了一个光团，光团里是一撮赤色的兔毛。白胜奇随手就捡了起来，放入自身的背包空间里。在课本上早已经学过，这是赤峰兔毛，是一种用途多样的原材料，可以卖钱的，掉落几率为 30%。 父亲虽然给自己留下了防御附魔，但其他东西留的却不多，自己必须要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只不过赤峰兔毛虽然用途广泛，但售价却并不高，想要靠这个卖钱来支撑生活，怕是刷几万只都不够的。而谁又会有那样的闲情，单纯的去刷几万只赤峰兔呢？白胜奇倒也没有想那么远，只是秉承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原则捡了起来而已。毕竟即便是一转职业，其背包空间也有10来个立方米，放点赤峰兔毛根本就不成问题。击杀了一只赤峰兔后，白胜奇并没有打算继续在这森林深处逗留下去。刚刚在击杀掉那只赤峰兔的瞬间，他脑海里响起了相应的提示音：击杀赤峰兔，充能点数加500。根据脑海中黑铁炼功房的规则，似乎是每击杀一只怪物可以增加100次重现机会。但对于此时的白胜奇来说，却并没有从容刮痧击杀第2只赤峰兔的闲暇。就这么点时间过去，周边的人已经变得多起来了。他并没有信心能够在这些练级大队手中抢到怪，继续当着众人的面越级刮痧的话，自己身具防御附魔的事情很可能会很快就流传开来，而这并不是白胜奇乐意看到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再待久一点的话，那周生明说不定就带人过来了。种种原因之下，跑了一趟远路，却只击杀了一只赤峰兔的白胜奇转身迈步，果断地离开了这片练级区。而就在他离去不久之后，周生明果然重临旧地，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一位3转职业者。该死的，他跑哪里去了？周生明懊恼不已，明知道你去喊人帮忙，傻子才不跑呢。他身边的3转职业者呵呵一笑，凭你们之间的职业差别，你还担心练级速度比不过他？周生明皱着眉头，心情显然并不很好。我当然不是担心这个，我就是看他不爽，想要教训他一顿。好了，既然人不在，那我就回去了。3转职业者摇了摇头，说道：别想太多有的没的，你就在这里好好练级。那属性水晶只是相当于暂时寄放在学校那边而已，1周之后还不是10拿9稳落到你手上。周生明咬牙纠结半晌，最终似乎也想明白了，一抬头对着身边的3转职业者说道：张哥，既然你来都来了，要么干脆带我练会级，咱们去更深处直接打20级的怪，那经验岂不是哗啦啦的？别！3转职业者摆了摆手，一脸严肃：我能带你1转，能带你2转，那能带你3转吗？以后4转甚至更高呢。你又去哪里找人来带你？无视了周生明尴尬的表情，3转职业者沉声道：会长，也就是你父亲说的，在你3转之前，工会里的所有人都不能带你练级。事实上，你有魔力提升卷轴之类的道具，练级之路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轻松得多了。记住了，没有经过自己一步一步练起来，哪怕是成为了高等级的职业者，也只是稍强一点的废柴而已。说话间，半空中传来一声鹰鸣，一只猎鹰振翅飞来，落到3转职业者的肩上。别想那件事了，我刚用猎鹰之眼巡视周边，也仍旧找不到你说的那人，想必他早就离开这片练级区了。于是3转职业者转身便走，留下后边似懂非懂的周生明。迈步之中，周边传来了众多新转职者的惊叹：哇，猎鹰是3转职业操鹰师，3转职业者怎么会来这样的新手练级区？难道这边有刷新什么变异 BOSS 吗？大佬求带，大佬带带我，我很好带的。无视了这一切，3转操鹰师很快消失在远处。
留在原地的周生明咬牙握拳，心中一发狠，暗道：算了，既然是父亲的安排，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靠自己努力了。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的他，顺手撕开了一个新的魔力提升卷轴。而这个时候，被他所心心念念的白胜奇却早已经离开了这片新人练级区，搭乘公交车往家中返回。父亲出事后，这家中便只剩下他一人了。回到家中，反锁房门，关上窗户，放下窗帘之后，白胜奇呼出一口气，躺到了床上。尽管先前试验过黑铁练功房似乎不对现实的时间有影响，但他仍旧尽量做足了前期准备。看了一眼时钟，确认了时间后，白胜奇心中念头一动，精神体便来到了某个灰蒙蒙的所在。映入眼帘的黝黑石碑表示他再一次成功的进入到了黑铁练功房中。目光所及，白胜奇神情一动，发现这个地方跟上次比起来已经有了些不一样。黑色石碑上面的信息有所变化，充能点数500，可刷新怪物赤峰兔，消耗充能点数5。随着白胜奇心念动处，黑色石碑上充能点数后边的数字忽而一跳，从500变成了495。而同一时间，在那灰蒙蒙的练功房中心，一只怪物突兀的刷新出来，血色的柔毛正是白胜奇先前击杀的野怪种类赤峰兔。他果然在这个练功房内重现了。白胜奇并没有马上靠近，而是远远地站在一旁仔细的观察。片刻之后，他能够肯定练功房里的这只赤峰兔跟外边练级区里的赤峰兔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半分差别。至少在他的眼中看来是如此。确认了这一点之后，白胜奇的心中不可避免地涌起了喜悦之情。他握紧了手中的硬木杖，一步步向那只赤峰兔靠近。很快，那只赤峰兔也察觉到了他的靠近，主动向他发起了进攻。白胜奇手中的硬木杖早已经先一步敲到了对方的头上，接下来便是愉快的单挑刮痧时间了。在这个不知处于何处的练功房中，没有旁人的打扰，白胜奇依靠着防御附魔，经过了熟练的一番刮痧之后，很轻松地将这只赤峰兔毙于帐下。跟外界练级打怪一模一样，有经验值飞来，有赤峰兔毛掉落。第7章无限刷属性。练功房中间，白胜奇击杀了原先的那一只赤峰兔后，又有一只新的赤峰兔刷新出来。这中间的空隙绝不超过2秒，简直就是无缝衔接。和在人比怪多的热门练级区里抢怪比起来，这里显然要舒服多了，完全就是贵宾待遇。白胜奇微微皱眉，心中闪过某个想法，又往前冲去。又是一番刮痧战斗下来，第2只赤峰兔倒下。他兴奋地继续等待第3只赤峰兔刷新。没有外人打扰的刷怪就是轻松愉快，经验值的飞速上涨让他的等级也在快速提升着。一阵青光涌现，代表着他已经升到了6级。白胜奇一时间有些唏嘘，若是没有这个练功房，单纯依靠自己在练级区里跟人抢怪的话，想要升到6级还不知道要多少天后呢。6级的属性面板有所提升，精神点数达到了28点，而其余的力量等点数达到了13点，加上硬木杖已经有135点物理攻击，击杀赤峰兔的效率明显提升了极多。终于，随着最后一只赤峰兔化作白光消散，白胜奇在这练功房内的杀怪数量已经刚好达到了100只。就在这个瞬间，他神情一动，脑海里一个提示音响了起来：击杀怪物100只，全属性+1。明明这时候并没有再次升级，但是他却感觉到自己的属性面板突兀的增强了。这种清晰的感觉应该不可能是错觉。为了确认，白胜奇连忙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一个半透明的面板框出现在面前，映入眼帘的信息让他大感欣慰。直接一转，职业见习医师，等级6，生命值1400，魔法值2900，力量14，敏捷14，精神29，体质14，灵巧14，幸运14。和先前相比，他的6项属性都凭空涨了1点。目光落向一旁的黑色石碑，上边的一行字显得如此亲切：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1点。很显然，先前的提示应不是虚幻，这条规则是正确的。当在练功房里击杀掉100只怪物后，自己的全属性果然全都涨了1点。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此刻的白胜奇心中已经被喜悦所充满。这才过去多久，自己就相当于凭空多了6点属性点。要知道，那周声明一心想要跟自己争抢的属性水晶，也不过只是能够提供总共10点的自由属性点而已。如果当前发生的这一切并非虚幻的话，那岂不是说依靠着这个练功房，自己可以依靠无休止的刷怪来无限提升属性？那样的话，总有一天自己的面板属性将会提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一刻，白胜奇对于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对于自己转职成为见习医师这件事，再也没有半点郁闷。即便是在大家眼中跟不上时代的医师又如何？只要坚持刷属性，总有一天自己的人生会迸发出不一样的光芒来。确认了练功房刷怪能够提升属性这一点之后，他表现得无比饥渴。他已经打算马上退出练功房，再去练级区里继续收集充能点数了。只是在将要退出练功房的瞬间，他目光一闪，却发现自己的前方虚影涌动，又有一只怪物将要刷新出来的样子。咦，白圣奇是真的十分惊讶。难道说自己先前获取到的信息是错误的？如今的练功房内并非只有100只怪的存量。他的视线落向一旁的黑色石碑，只见上边的信息如下：充能点数0。没错啊，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刷新出新的怪物来了。就在他心中惊诧之时，面前那只怪物已经彻底刷新出来了。血色的柔毛似曾相识，但是白圣奇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只跟先前的那些赤峰兔有些不同。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这一只赤峰兔的体型大了很多。这是精英级的赤峰兔，课堂上学过的知识瞬间浮上心头。100只赤峰兔当然是已经刷完了，看来这应该是练功房额外赠送的一只精英级怪物。精英级的赤峰兔等级比普通的赤峰兔高3级，无论血量、攻击还是防御，成长系数都会是普通赤峰兔的数倍。相应的，其能够掉落的道具种类与几率也胜过普通赤峰兔许多。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精英级怪物一般被职业者们戏称为小 boss。许多职业者实力不足以挑战首领级怪物时，精英级怪物便是最受他们青睐的怪物。一些职业者队伍，甚至部分小工会都会长期游走在各个怪物区域，专门猎杀这些精英级怪物，为的自然就是这些精英级怪物可能爆出的优良道具了。所以在外边的练级区里，不要说首领级怪物了，便连精英级怪物也不是普通的练级者可以染指的。白圣奇知道自己若是到外边的练级区里去，怕是连精英级怪物的影子都看不到。想不到在这个练功房里竟刷新出了一只精英级怪物，此刻的他是充满惊喜的。这只精英级赤峰兔一刷新出来，便红着眼睛向白圣奇撞来。啪啪啪！这只精英级赤峰兔才刚刚开始攻击，便直接进入了风雪状态，攻击速度远远胜过普通的赤峰兔。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跳起来。虽然是攻击力强大了好几倍的精英怪，但是白圣奇的防御附魔仍旧稳如磐石。对方的这一波攻击看起来如同疾风骤雨，但事实上并没能给他带来半点威胁。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只精英怪，白圣奇压抑住心中的兴奋，像带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双手紧握手中的硬木杖，重重一杖当头劈下。44，依旧刮痧的伤害数字出自他这位6级见习医师之手，从杖落之处飘了起来。从课堂上学来的知识得知，精英级赤峰兔的物理防御力大致在100点左右，而此刻的他物理攻击力为145点，一击之下打出这样的伤害值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以这样的攻击力，本来是不可能耗得过一只精英级赤峰兔的，但是无所谓，他有防御附魔，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加上无需担心他人抢怪，只是单纯耗费时间来慢慢刮痧而已。对于这种刮痧的现实，白圣奇并不心塞。知晓了练功房的作用后，他很有信心，自己的将来绝不会只停留在这10几点属性值的水准上，未来还大有可为。抱着这样的欣慰想法，白圣奇又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硬木杖。而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他抬起手来，顺便给自己施加了一个缓慢恢复技能。缓慢恢复可以施加一个持续10秒的状态，每秒恢复1精神技能等级的生命值。本来拥有着防御附魔的白圣奇根本就不会被赤峰兔破防，对方每一次攻击而强制造成1的伤害，也能够在自身的自动回血里轻松被治愈，根本就没有使用缓慢恢复的必要。但白圣奇还是这样做了，一股温暖且温和的力量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这是缓慢恢复的力量，接下来的10秒钟里，他都会不停地恢复一定量的生命值。当然，回血不是重点，重点是顺便使用一下技能，提高一下缓慢恢复的技能熟练度而已。啪啪啪！精英级赤峰兔不知道自己注定要灭亡的结局，奋力地往面前那人的身上不停撞击着。第8章风血技能书。练功房中最后刷新出来的精英级赤峰兔实力尚可，能够在白圣奇的硬木杖敲击之下支撑一段时间，但也仅止于此了。在防御附魔的支撑下，白圣奇底气十足，即便是精英级的赤峰兔在持续的木杖敲击下，也渐渐要血量见底了。咔嚓！突兀的声音响起，他手中的硬木杖断成了2截。而这个时候，面前的精英级赤峰兔仍剩下最后1截血条。看到白圣奇手中的武器断裂，
他似乎是看到了希望一般，更加奋力地发起攻击来，密集而大力的撞击不断地落到了白圣琪的身上。对此，白圣琪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的半截硬木杖随手扔下。只是最低级的武器而已，强韧度确实有限，能够支撑自己刷了那么多怪，已经很不容易了。面前的精英怪若是以为自己失了武器便收拾不了他的话，那只能说太天真了。扔掉了硬木杖的白圣琪面露笑容，捏紧拳头走上前去。少了硬木杖这件武器，很显然他的攻击范围又变小了很多，只能选择贴身搏杀了。39，少了硬木杖的5点攻击，对于他来说有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反正都是刮痧，只是从有点刮痧变成更加刮痧而已。赤手空拳的他左右开弓，一拳一拳地砸在面前怪物的身上。不久之后，这只精英级赤峰兔终于发出了一声悲鸣，化作光芒消散。笑纳了这比普通赤峰兔丰厚了许多倍的经验值之后，白圣琪的目光已经向下落到了地面上的3个光团上。不愧是精英级野怪，比起普通赤峰兔偶尔掉落一件，经常毫无掉落的表现，实在是大方太多了。先看第一个光团，赤峰兔毛一撮舞，不愧是精英级，连兔毛都掉落的比普通赤峰兔多许多。随手收起后，他看向第二个光团，赤峰兔血液一团，这在课堂上也学过，是某种魔法药剂的原材料之一，其掉落几率比赤峰兔毛低了数十倍不止，价值相对的也远胜过赤峰兔毛。白圣琪连忙从背包空间里取出药剂瓶子，将其收集起来。练级打怪总会掉落一些材料，收集这些材料的工具他也早就有所准备，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必备的生存技能，属于基本操作，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当目光落到第3个光团上时，他整个人都几乎窒息了。他深信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那在光团之中载浮载沉的，明显就是一本书籍的样子。以这种样子为载体的，很显然是技能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个光团中的东西捡起来后，这份战利品的详细信息他已经了然于心。通用技能书风穴，顾名思义，这种技能书是没有职业限制的，任何职业者都能够学习。而作为新手区常见的怪物之一，其掉落物之一的风雪技能书，在课堂上早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正因为熟知，白圣琪此刻才更加震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技能书的掉落几率简直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是刷普通赤峰兔的话，这本技能书的掉落几率为 0.001%， 也就是说，正常刷10万只赤峰兔的话，便有极大的可能掉落。当然，飞球和欧皇除外。而精英级赤峰兔好一点，在其掉落清单里，这技能书的掉落几率为 1%。白圣琪感觉自己只是击杀了一只精英怪就掉落了技能书，除了自身运气确实足够好之外，恐怕也跟这练功房的特性脱不开关系。他望向一旁的黑色石碑，视线落到其中的一行字上，物品掉落率加成 10%。 在这一次掉落大丰收里，这个特性肯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在外面的世界里，想要保证技能书的稳定掉落，恐怕得刷够100只精英级赤峰兔才行。看起来似乎不多，但在如今这个世道，工会与战队横行早就将这些包圆了。普通的职业者根本连见到一只精英怪都难，更别说刷够100只精英怪了。极低的掉落自然会匹配上相应的高昂价钱。在市场上，每一本技能书都卖出了天价，不是普通职业者能够消费得起的。要不要将这本技能书卖了换钱？穷困的白圣琪心里泛起的第一个想法，竟然就是要将之出售。本来作为一名4传职业者的血脉，他本不应该如此拮据，但父亲是一名追求极限的职业狂人，除了生活的基础消耗之外，其余所拥有的一切钱财资源都花费在了自身的装备与技能配置上。而随着攻坚秘境失利，一切都失陷其中，留给他的最大财富便是身上的防御附魔，以及这套还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身为4传大法师的父亲，贷款额度极高，因而能够住上这样的好房子。但当剩下白圣琪一个人的时候，这反倒成了落到他肩膀上的巨大压力。贷款没剩几年就还清了，而且这是父亲的心血之一，白圣琪更不可能让这套房子被收回。不应该卖掉。思索了片刻，白圣琪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钱以后还可以慢慢挣，在拥有着练功房的情况下，自己哪怕是单纯刷赤峰兔毛去卖，也都能保证吃饱穿暖。实在没有必要将这样珍惜的技能书卖出去，特别是自己身为目前没有攻击技能的见习医师，正是最需要通用技能提升实力的时候。最好的投资应该是投资给自身。心中转过了这样的念头，他终于不再犹豫，手中捧着技能书，选择了学习。一阵悦耳的轻音响过，手中的风雪技能书消失不见。白圣琪感觉到自身有所变化，他随手就打开了自身面板，来到了技能那一栏。在通用技能的那一栏里，果然多出了一项风穴 LV1
主动，熟练度0100，激发后自身将进入持续10秒的风雪状态，攻击速度增加 30%， 冷却时间20秒。白胜奇的心中霎时间充满了喜悦。对于只能依靠一下一下敲击打伤害的他来说，这个技能来的正是时候。10秒钟内攻击速度增加 30%， 等于说在这10秒钟内，他的输出能力也会顺势达到原本的 1.3 倍。对于他来说，算是一个挺大的提升了。而且这风血技能还可以往上升级，后续只会更强。而忙完了这些之后，白胜奇又一次打开了属性面板。刚刚击杀了那只精英级赤风兔的时候，先前的提示音再度响起：击杀精英级赤风兔，全属性+1。他感觉到自己的属性似乎又有所变化，力量15，敏捷15，精神30。果然没错，自己的全属性又各自涨了一点。这显然是击杀精英级赤风兔带来的。也就是说，在这练功房内，击杀普通怪物100只能够涨一点全属性，而击杀精英级怪物却只需要击杀1只就能够涨一点属性，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又在练功房内等了一段时间，白胜奇发现这一次练功房内确实不再刷新出新的怪物来了，这让还想着要刷精英级赤风兔的他有一点点失望。好了，就暂时到此为止吧。这样想着，白胜奇退出了练功房。第9章，侦查之眼。清水商厦是清水城最大的商店聚集区，在这里不但可以买到各职业的装备、技能书、各种效果的魔法卷轴和补给药也是应有尽有。不少刚刚完成转职的学生会由家长陪同，先到这里购置到合适的装备和补给药，全副武装之后再去投身于练级区中。这里同样也是各种生活职业者活跃的场所，职业者们采集到的各种材料也可以在这里轻易售出。白胜奇此次前来是为了将手中的赤风兔毛和赤风兔血处理掉，顺便再购置一点合适用的东西，为了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击杀一只野怪就可以为练功房提供100倍的充能点数，如今练功房内的充能点数用完了，白胜奇当然要继续前往练级区进行充能。49撮赤风兔毛，每撮1星元，总共49星元，看你是学生，给你凑个整50星元吧。一家商行老板看了白胜奇拿出来的赤风兔毛，直接伸出了5根手指，都是些常见的材料，收购价格已经比较透明，老板也没敢随便压价。白胜奇点了点头，又取出了装在瓶子里的赤风兔血，问道：连这个一起卖呢？一共多少钱？赤风兔血。商行老板眼睛一亮，嘴里下意识地说道：这东西得看品相，要是品质太差了的话，我出不了太高价钱收的。说话间，他已经从白胜奇的手中接了过来，拧开瓶盖往里看去，他的双眼处有异样的光芒凝聚。白胜奇心里暗暗点头，知晓这应该是鉴定术之类的技能。这种技能一般都是商户必备的，即便店主自己不会，也必须要请一位掌握了鉴定术的师傅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准确地判断出一样道具的真正价值。而不懂得鉴定术的白胜奇，只能任由别人说啥就是啥了，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或许等有机会，我也学一个鉴定类技能好了。白胜奇心中这样想着，旋即微微摇头。如今的自己正该是尽力提升战斗实力的时候，将一切资源用在刀刃上才是对的，可没有闲钱去购买鉴定类技能书。或许等以后手头稍微宽裕一些了，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吧。白胜奇心中这样想着的时候，面前的店主忽地抬头，猛地盯住了他。你这赤风兔血哪里来的？店主略显激动。白胜奇心中一咯噔，但面上尽量维持住了淡然，轻声问道：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店主的目光从瓶子里收回，并第一时间拧紧了瓶盖，接着说道：你这应该不是从普通赤风兔身上掉落的吧？而且看这血液的活性，也不像是以魔法技能灭杀的，而从其中精华保留的完整度来看，更不可能是刀剑之类利器击杀的。看白胜奇似乎不懂，店主又解释道：以魔法技能击杀的话，受到魔法能量的影响，这赤风兔血液中的活性将会受到魔法能量的冲击，很难保持原样不变。你知道的，赤风兔并不是太强大的怪物，承受不住多强的魔法能量冲击。不，我不知道。白胜奇心中吐槽，面前的店主又已经接着说了下去。至于刀剑等利器，击杀掉赤风兔后，必然会造成切割性伤口，其体内的血液流失过多之后，哪怕是掉落赤风兔血，其中精华的完整度也是10去5、6，质量堪忧的。所以你这份赤风兔血至少也是来源于一只精英级赤风兔，而且还得是以钝器敲打击杀的，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店主一口咬定，做出了这样的判定。擦，鉴定类技能这妖牛的吗？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就能看出这么多细节来。店主又抬头望了白胜奇一眼，摇了摇头，说道：以你6级见习医师的水准，肯定是做不到这种事的。这是你家大人让你拿来卖的吧？
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淋下，白胜奇整个人机灵起来，下意识就要拔腿逃离。你能看到我的信息？看到一副惊骇模样的白胜奇，店主哈哈大笑。这有什么的？你才刚转职而已，哪怕我没有掌握侦查之眼技能，也可以将你的信息看出来。白胜奇的脸色愈发难看起来，他紧皱眉头，又问道：那我的面板属性呢？你也能看到？店主又盯着他仔细看了一阵，严肃的样子让受到目光注视的白胜奇如临大敌。哈哈！在白胜奇脸上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时，店主又笑了起来，说道：我只是一名生活职业者而已，等级并不高，精神点数也低得可怜，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的面板属性？最后，经过这位店主的简单解释，白胜奇明白了一个事实：侦查之眼的查看能力跟技能的等级有关，同样也跟使用者的精神属性有关。辨别查看一些低阶的普通原材料还好，对于侦查之眼技能的等级和精神属性要求并不高，但若是要查看他人乃至于怪物的具体属性，要求就高得多了。像店主这样的生活职业者，等级不高，精神属性也不高，哪怕对白胜奇使用了侦查之眼，也只是能看到他的职业种类与等级而已，其余包括属性面板和技能之类的信息是半点也看不到。想要看清白胜奇的属性面板，侦查之眼使用者的精神属性必须要比他高很多才能做到，而眼前的店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不排除他已经看出来了，目前只是在假装看不到罢了，而这还只是正常的情况下。事实上，还有隐秘术之类的技能，学会了那个之后，侦查之眼想要观察到对方的详细信息，更加是难上加难。这两种技能等同是矛与盾之争。给白胜奇大略科普了一下之后，店主话锋一转，讶然道：我记得这东西学校就有教的，你怎么一副完全不了解的样子？面对店长的讶然，白胜奇尴尬一笑：这些都是副科，我们平时精力主要用在主科目上，也许是不小心漏过了。我懂。店铺老板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显然已经将面前的白胜奇跟那些上课摸鱼的学渣等同起来了。闲话过后，店主目视白胜奇，缓缓说道：我也不诓你，你这份赤峰吐血品质10分好，我打算出平常的4倍价钱收购，你觉得怎么样？第10章，我帮朋友带的。商店中，对于白胜奇的这份赤峰吐血，店主表示愿意出4倍的价钱。4倍是多少？普通的赤峰吐血一份100星元，你这份我给400星元，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补充条件。是什么条件？听到这份赤峰吐血能够卖出400星元的高价，白胜奇内心满是欣喜。只是店主的条件他打算先听一听，万一是自己难以接受的，那也只能取消交易，转身走人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顶多多花一点时间罢了。店主轻笑起来，说道：很简单的要求，万一以后你家里大人还猎取到了这样的赤峰吐血，又或者是其他怪物血液，要出售的话，还请优先选择小店。看出白胜奇只是一名6级的见习医师之后，店主并不认为他具备猎杀精英级赤峰兔的实力，还是固执的认为这是他家中大人所为。不过这样的误解正合白胜奇的心意，他也懒得去纠正。双方达成了默契的约定，很快总共450星元就交到了白胜奇的手上。而拿到钱后，他的视线落到了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上，开始计划自己要购置的东西。同学看看需要些什么？店主一看就知道生意又来了，这次位置调换，他成了出售商品的人。看看这些补给药吧，都是大公司大工会的新品，知名的大药师制作，抗药衰减性也是大大降低，不是其他补给药能比的。这个一罐回血200点，最是适合一转新手使用，一提6罐只需要20星元。啊，差点忘了，你是见习医师，那这回蓝药也是一样的，一罐恢复魔法值200点，同样的一提6罐，也是20星元。白胜奇只是目光往商品橱柜里扫了一下而已，店主便已经噼里啪啦的推销个不停。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本以为刚刚得到450星元，自己手头已经变得宽裕起来了，如今一看，果然还是个穷光蛋。450星元，哪怕全部用来购买补给药，似乎也买不了太多。果然，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想要快速的进行练级，宽裕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幸好自己有防御附魔，至少在防御附魔的效果没有消失之前，补血药什么的，自己是没有什么需求的了。而回蓝药，白胜奇本来是打算购入一些，以方便自己练习技能的。但一看价格，他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就算这一次的收益全部拿来买回蓝药，也支撑不住自己用多少次技能的。他的目光落向了另一侧的橱窗，那里摆放着的不再是补给药品，而是各种各样的装备。先前的硬木杖断掉了，再入手一件趁手的武器是必不可少的事情。这钱不能省。但白胜奇目光在橱窗里看了个遍，却始终没有看到适合自己使用的杖类武器。老板，你这里没有见习医师能用的武器吗？他只能向一旁的店主求助。见习医师？见习医师还要什么武器？
在如今这个世道，见习医师想要练级，基本上都是混队伍划水摸鱼的，在这期间装备更新换代，根本就是浪费表情。店主随口说了一句，似乎这才想起白胜奇的职业，尴尬的停了下来。他往后走进店铺的里间，很快手中就拿了一根黑黝黝的长条状东西走了出来。诺，坚韧1丈，5级可以装备，正适合你。值得一提的是，这法杖附加的力量值甚至比精神值还高，拿来揍怪物不比刀剑差多少。哈哈，店主随口开了个玩笑。当然，他并不认为有哪位见习医师会傻到提着1丈上去跟怪物贴身搏杀。坚韧1丈被店主随手扔到厨面上，显出其并不受重视的现实。事实上也是，这种等级、这种职业的武器，属实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新手铁匠的练手制作罢了。在这个世界里，战斗职业所要用的装备，大部分都来自于生活职业的制作，从怪物身上直接掉落的少之又少。当然，正因为如此，从怪物身上掉落的装备，相对来说品质都不会太差。店主已经忘记这是哪个职业者批量处理给他的了，反正摆在店里许久了，除了蒙着的灰厚了一层之外，根本没有半点能够卖出去的征兆。他后来干脆就将之扔到里间，腾出一个橱窗的位置，好摆放上其他更受欢迎的职业装备。白胜奇已经将坚韧1丈捧在手上，仔细看了起来。作为无主的装备，且是已经鉴定过的，他无需侦查之眼等技能，就可以看清这件装备的所有信息。坚韧1丈，品质普通，职业要求医师系，其他职业使用则装备属性减弱。等级要求5，攻击加10，力量加2，精神加1，坚韧，耐久度损耗减缓。很沉重的1丈，以金属铸造，力量不足者持之会极大影响敏捷性。坚韧是它的主要特性，据说某位医师已知成功治愈了某些个体的狂暴症。看到这些信息，白胜奇已经不难明白店主的态度了。这样的装备属性，对于一位救死扶伤的见习医师来说，根本就可有可无。而且这坚韧1丈十分沉重，一名正经的5级见习医师装备上之后，敏捷性必然会受到影响。不过对于如今的白胜奇来说，这却是刚刚好。他看向店主，问道：“老板，这个我要了，多少钱？”“你要？”店主讶异的看了白胜奇一眼，思索了一下，说道：“算了，这东西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你要的话就10星元便宜给你吧。”一件装备，价钱甚至还不如一提不给要。见习医师职业的装备竟沦落至此。不过此时此刻的白胜奇当然不会因此而为这件装备打抱不平了，能够用低廉的价钱拿下，他开心还来不及呢。目光一瞥间，他又看到了橱窗里的另外一件装备，眼里闪过亮光，问道：“老板，这个呢？这个怎么卖？”店主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见是一把长弓，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是弓手类职业用的，你一个见习医师不太用得上吧？”“没事，我帮我朋友带的，价钱合适的话，我就直接在这里拿了。”为免麻烦，白胜奇只好让自己那不存在的朋友出来临时串了一下场。“哦，这样啊。”店主不疑有他，点头道：“连弓带箭囊一起，收你80星元。同样是5级的新手装备，但是这弓箭的价钱竟是坚韧1丈的8倍。”白胜奇暗暗啧舌，刚刚出售材料赚到450星元的喜悦荡然无存。果然，只靠出售低级材料的话，想要走上人生巅峰实在是太难了。钱他根本就不经花呀。将5级的弓箭武器也入手后，考虑到自己这一趟的重大意义，白胜奇一咬牙，又购入了另外2样东西。第11章，弓箭手这么弱的吗？清水商厦，白胜奇大步走出门外。尽管心头仍有钱财瞬间离去的滴血感觉，但对于此行的收获，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乘车到了最为靠近练级区的站点后，白胜奇走下车来。公交车可以将职业者们送往附近各处的练级区外，但却不可能真的往怪物堆里开。剩下的路程就得靠职业者的2条腿了。跟他一起搭着班车前来练级的人并不少，才刚下车就一窝蜂地往前方冲去。白胜奇并没有急着前行，而是打开了刚刚从清水商厦购置的怪物地图册。一个半透明的信息框出现在他的面前。白胜奇仔细看去，只见上面铺满了各种信息，附近哪里有怪物，怪物都是什么种类、什么等级、掉落物为何等等，都详细的显示在其中。这份清水城区域怪物地图花费了白胜奇足足50星元，但他却仍旧觉得物有所值。有了这份地图，他便能够按图索骥，将附近所有的怪物种类一网打尽了。拥有练功房的他，心头早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走起！心中一动，白胜奇向着地图上显示的最近一个野怪区域走去。那里栖息着1级的野怪，如果没有防御附魔，也没有黑铁练功房的话，此刻找不到队伍的他，应该正在奋力的和这些1级野怪搏杀才对。此刻的1级野怪区，
依然还是热闹非凡。白胜奇虽然没有侦察之眼这种技能，但是随便看着装也能够看得出来，此刻在一级练级区里努力奋战的大多都是像他这样前期没有什么输出能力的职业。许多生活类职业者同样也在这里练级，为前期的发展做一些准备。生活职业虽然不需要追求极致的等级，但升几级提升一下属性面板，加强自身力量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作为铁匠，至少要能拎得动自己打造的武器吧，作为农夫职业，也至少要能挖得动的才行。咦，白胜奇，你现在才来练级？他才刚走进练级区没多久，便遇到了熟人。那是某位同班同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转职成了药师，一种前景不错的生活职业。看得出来，此刻的他正在努力练级中，和别人一起组队。白胜奇，你要不要也？那位同学才刚开口，他身旁不远处的队友便已经打断了他，目光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你是什么职业？见习医师。一句话出口，白胜奇明显察觉到对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李丽，我一个骑士带你这个药师已经很难了，再来一个打酱油的见习医师，怕是咱们今天都离不开这一级练级区了。作为白胜奇的同班同学，李丽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他明白同伴的意思，所以邀请白胜奇组队的话语便再也说不出来。白胜奇笑了笑，不以为意的说道：不用了，你们好好练级吧，我只是单纯路过而已。强行忍住了挥动坚韧依仗直接给面前野怪一击的冲动，他往远处离去。以他现在的等级与攻击力，真要一杖敲下去的话，这些才一级的野怪很显然是撑不住的，被秒杀是理所当然的结局。只是在认识自己的熟人面前，白胜奇不打算表现得过分惊世骇俗。而且刚刚那只野怪也是人家打了老半天的，自己直接伸手去抢，就有点不太讲究了。自己变强了，可不是为了来欺负这些只能混一级练级区的新手的。又向前走了一段距离，确认附近没有熟人之后，白胜奇收起了坚韧依仗，拿出了另外一件武器来，正是从清水商厦那边买来的5级长弓。剑在手，弓满弦，白胜奇的目光在这片野怪区域训视起来。目光所及，每一只野怪都已经有主，甚至还有站在一旁苦苦等待野怪刷新的新晋职业者们。这完美的阐释了什么叫做人比怪多。很快，视野范围内有身影浮现，一只野怪刷新出来，身旁不远处的几人嗷嗷叫着冲了过去。他们知道，只要第一下攻击招呼到野怪的头上，那么便相当于占据了先手。一般情况下，别人就会知难而退。这是练级区里职业者们的默契。不然的话，你能抢别人的怪，下次别人也能抢你的怪，谁也得不到好。除非有法师那样的暴力输出，能够直接秒杀掉这只野怪，才不用顾忌这些。但问题是，堂堂高贵的法爷又怎么可能沦落到来一级练级区捡垃圾度日的地步？冲上去的几人心里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们便看见了光，一道白光闪过，众人注视着的那只野怪便瞬间蒸发，就此消失不见。这守株待兔老半天的几人心中狂震，一时间有些冷然起来。正在这时，身边不远处又忽地刷新出了一只新野怪来。反应比较灵敏的某位新晋职业者一言不发地举起武器扑过去，咻，又是一道白光，这只野怪也同样消失不见。而这一次，新晋职业者看清了野怪消失时飘起的一个伤害数字149，然后他看到了落在地上的剑枝。其余几人显然也同样看到了。黎大普，弓箭手虽然地位稍逊于法爷，但也是输出能力数一数二的远程攻击手，怎么会来这一级练级区捡垃圾吃？你们有没有发现刚刚跳起来的伤害数字？看到了，一剑149血，这些只有100血量的一级怪当然是直接秒杀了。离谱，一级的弓箭手应该没有这样的攻击力吧？一级？你想屁吃呢？一位职业者梗着脖子大声说道：我表哥就是个弓箭手，听他说一级的时候他一剑也才打几十点伤害而已。才几十点伤害？有人皱眉，弓箭手这么弱的吗？弱个鬼啊，法师虽然号称法爷，但在同等级弓箭手面前，谁叫谁爷还不一定呢。毕竟和法师不同，弓箭手射箭是不需要吟唱时间的，要是每一箭都能像法爷的技能那么高伤害，那别人都不用活了。在几位新晋职业者争论不休时，白胜奇已经悄悄远离了这片区域。刚刚是他第一次尝试以弓箭来远距离攻击野怪，想不到效果还不错。随着怪物的刷新，他手中的弓箭马上微调对准，瞬间便击射而出，一箭命中目标。至少在攻击这些一级野怪的时候，他的灵巧属性还不算拖后腿。当然，即便经过在黑铁练功房里的一番锻炼之后，此刻自己的灵巧属性多涨了2点，白胜奇还是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能够超过专精灵巧的同级弓箭手。而且
弓箭手还有其他技能可以提升射击能力，就更不是他这个见习医师可以比拟的了。但至少在这1级野怪练级区里，这已经十分够用了。跨职业穿戴装备的他，只能享受到手中弓箭1/10的附加属性，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同样不算什么大问题。远远又看到一只野怪刷新出来，白圣骑再度弯弓。第12章首领级。练级区里找了一个无人也无怪的隐秘地点，白圣骑咬了咬牙，拿出了一个魔法卷轴来，正是他从清水商厦的店铺里买来的隐身卷轴。这是最低阶的隐身卷轴，一个卷轴能够提供个人30秒的隐身时限，100星元一张。买下这个的白圣骑可谓是大出血，他早就已经计划好，这个隐身卷轴就是要用在如今这种情况下的。早前他已经测试过几次了，无论精神体进入练功房多久，出来时也仍旧会在同一个瞬间的。虽然是在野外，但这一瞬间应该不至于会有大危险。但白圣骑仍旧不愿意冒险，自己的命怎么谨慎都不为过。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是真的没了。是的，他打算在这个野外直接进入练功房中刷怪提升自己的实力。每次都来回返程，对于他来说太费时间了，和快速发育的想法相悖。白圣骑本来想再多存一些充能点数，然后才进入练功房的，但是在这片练级区里游荡了许久，他也只是击杀了10几只野怪而已。这片区域练级的人太多了，哪怕他以弓箭远程攻击，但人比怪多的情况下，效率也仍旧有些低下。而且1级的野怪所能够提供的充能点数也有些少，不太满足他想要快速发育的心思。继续再待在这片区域跟其他职业者抢怪，显然并不是最优的选项。卷轴撕开，空气一阵荡漾，白圣骑的身躯消失在原地。趁着这个机会，他的精神体已经进入了练功房中。灰蒙蒙的练功房中，他的精神体已经显现出来，举目望向练功房里的黑色石碑。练功房里那黑色石碑明显得到了充能，正发出迷蒙的幽光。而此刻目光落处，他发现黑色石碑上的信息跟先前比起来有了一些不同。充能点数1800，可刷新怪物种类蹦蹦花、赤峰兔。刷新蹦蹦花每个消耗充能点数1，刷新赤峰兔每个消耗充能点数5。此刻要是选择刷新1级的蹦蹦花，可以刷新1800只，但若是选择刷新5级的赤峰兔，这些充能点数却只能刷新360只了。看得出来，这种变化是随着他击杀了第2种野怪才出现的。原先只能被动选择刷新赤峰兔，而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自行选择的余地。只不过不同的怪物刷新需要消耗不同的充能点数而已。心念一动之间，白圣骑已经做了决定。下一刻，一只蹦蹦花出现在练功房内，白圣骑换上坚韧衣杖，直接冲了上去，一杖就往这只1级的野怪头上砸下。178，只是一击而已，这只怪物便已经化作白光消散，留下了一个光团。正是蹦蹦花瓣，也是一种常见材料，价值略低于赤峰兔掉落的赤峰兔毛。白圣骑没有稍作停留，继续等待第2只蹦蹦花刷新。能够一击秒杀怪物的情况下，他这一次刷怪的效率十分理想，很快便又刷够了100只怪，所有属性理所当然的又涨了一点。而跟之前一样，在击杀了100只蹦蹦花后，练功房中果然又有一只体型更大许多的精英级蹦蹦花刷新出来。连精英级的赤峰兔都被白圣骑解决了，区精英级蹦蹦花当然也不会例外。很快，这只精英级蹦蹦花也化作白光消散，掉落了2个光团。只可惜这一次的运气并没有之前那次好，哪怕是精英级的蹦蹦花，也仍旧没能掉落什么好东西来。白圣骑倒也没有太过失望，毕竟击杀掉这只精英级蹦蹦花之后，他的全属性又上涨了一点。练功房内是他肆意挥动武器的身影，算上怪物刷新的时间，几乎是3秒钟就能够击杀一只蹦蹦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白圣骑便已经成功击杀了900只蹦蹦花。而下一刻，练功房内虚影晃动，同时刷新出2只蹦蹦花来。白圣骑没有感到太过惊异，黑色石碑上信息已经变成了这样：当前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2，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1。很显然，累计击杀1000只野怪后，条件达成，练功房内已经可以同时刷新2只怪物。对于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件好事。怪物刷新的效率有所提升，他击杀野怪的速度也因而提升了不少。而直到白圣骑击杀了第1000只蹦蹦花的时候，练功房内忽然有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一次刷新出来的并不是满100只怪后该刷新出来的精英级蹦蹦花，而是一只体型更大许多的存在。这是首领级的蹦蹦花。目光落到面前这只体型大了几倍的蹦蹦花身上，白圣骑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已经确认的是，这个练功房击杀同种怪物100只后，
会紧接着刷新出精英级来。没有想到，在击杀同种怪物1000只之后，竟还会刷新出首领级来。首领级怪物是什么概念？在如今的炼级区里，大公司与大公会的队伍横行，首领级怪物甚至是精英级怪物都是被控场包圆了的，普通炼级者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像白圣琪这种见习医师就更加不用想了。但因为练功房的存在，此刻的他得以独自面对一只首领级怪物。实打实的首领级，完全不用担心别人抢怪。尽管首领级野怪的实力远胜过普通怪，但是对于这只首领级蹦蹦花带来的威胁，白圣琪倒是半点也不担心。且不说保证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御附魔，单单是先前所刷的1000只怪，便已经让他的属性面板上涨许多，实力提升巨大。对付一个蹦蹦花首领，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嘎！蹦蹦花首领发出一声怪异的叫声，向白圣琪攻来。第13章，属性面板大提升。黑铁练功房中，蹦蹦花首领极力的蹦跳着，向白圣琪发动攻击。尽管这是一只首领怪，但是被攻击着的白圣琪却没有半点压力，不慌不忙地挥动手中的坚韧衣杖，一下又一下地击打在对方的身上。先前在野区击杀了18只蹦蹦花，后来又在练功房内连续刷了1000只，加上中间赠送的许多只精英怪，经验值的收益很是不错。此刻的他已经升到了10级，等级上升，属性面板自然有所加强，再加上练功房刷怪所得，此刻他的力量等属性已经达到了42点，精神属性更是达到了65点。可以说，在练功房的帮助下，他的力量属性已经不下于同级的战士与斗士等力量型职业了。加上坚韧依仗的加成，此刻的他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450点，根本就不像一名见习医师。361，一杖敲下去，伤害很令人满意。而此刻的白圣琪身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血雾，显然已经处于风血状态。经过多次的使用，风血技能熟练度提升，此刻也已经达到了2级，能够提升 40% 的攻击速度了。这对于他的输出能力是个很不错的提升。这一场战斗毫不出奇的以他的完胜而告终。击杀首领级蹦蹦花，全属性加10。在这只首领级蹦蹦花化作白光消失的瞬间，提示音出现，白圣琪明显察觉到自己的属性面板猛地有了较大的提升。狂喜之下，他下意识地打开了属性面板来，直接一转，职业见习医师，等级10，力量52+2，敏捷52，精神75+1，体质52，灵巧52，幸运52，生命值5200，魔法值7500，物理攻击力520+30，魔法攻击力750+10。一只首领级怪物直接就带来了10点全属性的提升，这是普通职业者连升好几级才能够有的提升。此时此刻，白圣琪兴奋的浑身战栗。兴奋过后，他的目光落到了地面上。作为他击杀的第一只首领级怪物，面前爆出了一地光团。不愧是自己遇到了第一只首领级怪物，看情形这是运气大爆发了。蹦蹦花瓣，蹦蹦花瓣，满地的光团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蹦蹦花瓣，足足有10几份。而除此之外，还有2个特别的掉落物。蹦蹦花种子以及蹦蹦花头饰。蹦蹦花种子由农夫类职业种植，可获得一整片农田的无攻击性蹦蹦花。蹦蹦花头饰优秀品质装备，等级要求1，无职业限制，力量+2，敏捷+2。白圣琪很是满意。蹦蹦花种子就不说了，可以由农夫职业种出食材来，处理给店铺的话，价钱应该不算低。而蹦蹦花头饰作为自己刷怪爆出来的第一件装备，还是无职业限制的优秀品质装备，正好适合自己使用。没有半点犹豫，白圣琪将蹦蹦花头饰装备起来，自身实力又略微有了一些提升。他没有浪费时间，继续在练功房内刷起怪来。以目前剩余的充能点数，还能够刷800只蹦蹦花。最终，在练功房内亮起最后一道白光时，白圣琪完成了再次击杀800只蹦蹦花的任务。看着黑色石碑上已经归零的充能点数，他没有半点留恋，迅速地退出了练功房。眼前景色变幻，白圣琪回过神来，明白自己又已经回到了外界。而此时的他仍旧处于隐身卷轴所带来的30秒隐身状态之中，仿佛先前在练功房内经历的1个多小时只是一场梦那般。但白圣琪当然知晓这不是梦。仍旧处于隐身状态的他再次打开了自身的面板。身处外界的情况下，他打算再度确认一下自己的属性。等级11，力量70+4，敏捷70+2，精神95+1。和先前相比，他的等级只是提升了1级而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蹦蹦花能够提供的经验值只有1点，哪怕击杀了足足800只蹦蹦花，也不足以让他提升更多的等级。但是
等级上的提升虽然只有1级，实力的提升却不止于此。再次击杀了800只蹦蹦花的他，在练功房的作用下，全属性又额外提升了16点。只是因为还没有刷到第2只首领级而已，不然的话，属性值将会有更大的跃升。即便如此，他也已经很满足了。11级的见习医师拥有70点的全属性面板，以及接近2位数的精神属性，这在以前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的他，随便一项属性都已经不弱于其余20级的职业者，但那些职业者只是擅长某一项属性而已，他却是6项属性全部都没有短板。1级的怪物只能够提供100点充能值，那看来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个练级区域了，应该往更高级的野区进发。确认过自己的当前属性之后，白胜奇略微思考，便离开了这片1级野区，往更深处走去。他接下来的目标是2级的野怪。2级的野区同样有很多人，但是白胜奇此刻只是打算猎取1只而已，问题并不大。以他如今的属性面板，不过是弯弓射出一箭的事情而已。接下来，好几个练级区都出现了白胜奇的身影，而不少萌新职业者也都见识到了一剑秒怪的惊人一幕。只不过白胜奇射一箭换一个地方，他们虽然隐约猜测这新手练级区里来了个厉害弓箭手，却并不知道是谁。伴随着这样的区域传说，白胜奇来到了某个熟悉的地点，正是先前他击杀了一只赤峰兔的地点，梦开始的地方。当时的他在这里和周生明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摩擦，对方似乎要去喊人帮忙教训自己。如今的自己经过回城再来，中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想必那周生明也不至于还傻傻的等在原地。以对方见习法师的职业，加上有魔力提升卷轴，完全拥有秒杀同级野怪的实力，这几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他升好多级的了。周生明即便还在这片练级区域里，也应该在更深入一些的区域，而不会在这外边的低级区域。而和几个小时前不一样，此刻的赤峰兔练级区里也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很显然，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练级，大部队的等级也跟了上来，已经可以跟5级的赤峰兔捉对厮杀了。白胜奇摇了摇头，看来5级野怪赤峰兔的区域也不是猎取充能点数的最佳选择。他知道，在这里跟许多职业者辛苦抢怪的话，猎取充能点数的效率必然是高不起来的。他没有冲到人堆里，此刻只是握着弓箭远远地游走在这片练级区之外。第14章负面状态攻击。咻！练级区里，白胜奇一箭射出，刚刚刷新出来的一只赤峰兔瞬间化作白光消失。500充能点数入手，赤峰兔的血量也不过只有500点而已。以白胜奇如今的攻击力，一箭射出，不管有没有击中要害，也是能够轻松秒杀的。人比怪多确实是个大问题，但以他如今的属性面板，论抢怪又怎么可能抢不过这些普通职业者呢？只是终究还是有一些问题。此刻的赤峰兔练级区人多眼杂，保不准就有人会注意到他，这并不符合他想要低调发展的初衷。这不，刚刚一箭秒掉了一只赤峰兔，让一旁苦等着野怪刷新的几名职业者眼都红了。他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通过剑之的来路往白胜奇这个方向看来。尽管这些职业者未必能够看清发出攻击的是白胜奇，但他仍旧是迅速收起了弓箭，小跑离开。赤峰兔区域很显然不能继续待下去了。白胜奇按照地图的指引继续深入，很快他就跨过了一条溪流，到达了森林的另一侧。明明只是间隔了一条溪流，他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边练级的职业者少了许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都是属于新手练级区，但是6级以上的野怪区域跟5级以下也是有很大差距的。能不能单刷6级野怪，也是判断一名职业者是否脱离了绝对萌新的分水线。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能够在短时间内脱离绝对萌新水准的，显然只是少数。白胜奇背着弓箭，手里握着坚韧衣杖，谨慎地向前行走。到了这个区域，人比怪多的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缓解，很可能会在身边近处刷新出怪物来，所以坚韧衣杖明显会比弓箭更好用。呱呱，吓人的叫声在身边响起，一只怪物平地刷新，向他扑来。是毒变蛙。白胜奇心中一动，这只怪物的资料信息已经泛上心头。毒变蛙6级，惯用舌头伸出进行攻击，其舌尖带有毒素，目标被攻击后将会受到持续中毒效果，缓慢扣除生命值。信息掠过心头，白胜奇手中的坚韧衣杖已经瞬间挥了出去。坚韧衣杖沉重无比，但在力量属性足够强大的他手中却舞出了一道幻影，砰的一声打在了那毒变蛙的身上。706，不愧是6级的野怪，防御力比5级的赤峰兔强了不知多少。白胜奇也注意到，这只毒变蛙的血条只是掉了不到1/2而已。显然这只毒变蛙的血条长度比赤峰兔的2倍还要多。当然，这对于白胜奇来说问题不算太大。他手中的坚韧衣杖连连挥舞，
不过几下就将这只毒变蛙打成了白光。只不过其中倒也发生了一些插曲，他发现自己的血量竟在缓慢下降，连防御附魔都防不住。他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很快他便找到了自身血量缓慢掉落的原因，源头是毒变蛙的毒性攻击。除了普通攻击之外，这只毒变蛙的攻击里还会夹杂着毒属性的攻击。毒变蛙的毒性攻击一旦发挥作用，便会持续5秒，每秒扣除血量10点，加起来最多也才扣除50点血量的毒性攻击，当然不被此刻的白圣琪放在眼内。他随便释放一个缓慢恢复，便已经将血量回满。但是这个小插曲却让他的心里敲响了警钟。要知道，这血量扣除是在自己处于防御附魔状态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自己身上的防御附魔，防御得住物理攻击，防御得住魔法攻击，但是对于这些带着负面效应的攻击，却等于是不设防的。所以说，自己因为防御附魔的存在，就显得有些激进的形式，其中是隐含着极大风险的。今天这个毒性攻击只是扣血每秒10点而已，万一哪天遇上了每秒扣血100点的，甚至扣血1000点的呢？哪怕血量上限已经提高了许多，哪怕是在防御附魔的保护之下，自己也极有可能会饮恨收场。而回想起先前与周生明的争斗，白圣琪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法师职业可不是单单只拥有魔法攻击的，就好比火系魔法，修炼到一定的程度，还可以附加一种负面状态，名为灼烧。按照如今的情况看来，自己的防御附魔应该也是抵挡不了灼烧伤害的。只能说，幸好自己遇到周生明的时候，对方还只是个刚刚转职的萌新法师，并没有掌握灼烧这种负面状态攻击，不然的话，自己将会死得很难看。清楚了这一点的白圣琪，并不打算什么也不做。思虑之下，他想起了自己刚转职时觉醒的另外一个技能来，负面抵抗，对所有负面状态抵抗效果为1%技能等级幸运时转职次数。打开技能面板，这一刻上边显示着的信息已经有所改变。负面抵抗 LV1， 被动，熟练度1%。刚才自己被毒变蛙施加了一次毒性打击，所以这个被动技能涨了1点熟练度。而哪怕只是等级1的负面抵抗，因为幸运点数比较高，算下来自己此刻也能够有7%左右的负面抵抗。也就是说，先前那只毒变蛙的毒性攻击，理论上应该只能对自己造成93%的效果才对。白圣琪仔细回想，似乎刚才自己陷入中毒状态时，确实是没有完全持续够5秒钟。当然，因为相差太过微小，他这时想起来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看了一眼周边，发现某个方向已经有别的职业者在渐渐靠近，白圣琪面色一整，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很快，他又找到了第2只毒变蛙。这片区域练级的职业者少了很多，找到跟毒变蛙单挑的机会还是不难的。白圣琪依然是挥动坚韧依杖冲了上去，只不过这一次的他留了个心眼，并没有第一时间以缓慢恢复补上自己被扣掉的血量。毫无意外的，这只毒变蛙同样只是给白圣琪施加了一次毒性攻击后，便在杖下化做了白光。受伤之后，他开始仔细观察起自己的血量掉落情况来。第15章，蚂蚱射手。城北森林，处于中毒攻状态的白圣琪站立原地，他仔细留意，发现这一次毒性攻击持续的时间确实是没有达到完整的5秒钟，大抵是持续了4.65秒左右，比完整的少了0.35秒。当然，他并没有办法分辨这样微小的时间区别，这是他根据中毒攻击总共扣除的血量算出来的。这个中毒攻击的总体扣血量确实是没有达到50点，很显然，这是自己的被动技能负面抵抗发挥作用了。本来是一个鸡肋般的技能，但是因为练功房的存在，自己的幸运属性点刷得比较高，进而令这个被动技能的效果也提升到了比较可观的程度。白圣琪打开技能面板看了一眼，发现负面抵抗这个技能的熟练度果然又涨了1点，到了2100%。7%的负面抵抗还是太低了，这个技能可以弥补防御附魔的短板，必须要尽量练起来才行。白圣琪心中这样想着，便一路往其他野怪区域走去。毒变蛙他已经击杀了1个以上，完全可以在练功房内再次重现了，足够他练习负面抵抗技能的。反正只要有足够的充能点数，便能无限重新刷新这毒变蛙，没有必要一直在这个练级区里打毒变蛙。毕竟毒变蛙区域练级的人虽然少了很多，但仍旧没有少到理想的程度。就这样一路按着野怪等级刷过去，不知不觉间，白圣琪已经进入到了10级野怪区域。此刻的他离升到12级也仍旧差了不少经验。以他这样的刷怪效率，升级也这么难，可想而知，普通的职业者想要升1级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了。这个野怪区域里刷新的怪物是10级的蚂蚱射手。白圣琪感觉在城北森林的这片练级区里，这是自己今天所能够深入的极限了。虽然说单论面板属性的话，自己几乎相当于某些20级的职业者了，但是
真实的实力却不是这么算的。作为辅助职业，见习医师并无加成输出能力的技能，单人练级本就是个伪命题。强大的属性面板让白圣奇打破了这个铁律，得以单枪匹马一路刷怪到了这里。但是10级的怪物对于新手职业者来说已经极强，哪怕是拥有攻击能力的职业，也得要15级左右才能比较轻松的对付。自己的攻击能力此刻也大致上相当于那些拥有攻击技能、穿上合适装备的15级职业者。如果硬要往上刷，咬咬牙道也能击杀更高几级的野怪，但那样会事倍功半，并没有必要。即便有防御附魔的保障，但自己的输出能力跟不上，刷怪的效率显然也是低到极点的。在这片野区刷10的野怪练级，应该是当前的最优选项了。毕竟这片练级区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练级的人比起先前的几个练级区来大大减少，几乎可以说是包场了。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有2个原因，首先就是10级的野怪已经足够强大，大部分新职业者刚刚转职未久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刷这种怪练级。其次，即便有个别极度优秀的职业者，又或者组成了不错的队伍，也不会自讨苦吃的来刷这种怪，因为蚂蚱射手很恶心，它是1到10级的野怪里唯一的一种远程攻击类怪物，然后它的弹跳力还十分惊人，若是有敌对目标靠近，它便会崩一下向后远远跳开，然后 bio 几下远程攻击过来，职业者只能单方面的吃下这几次攻击，然后再想办法靠近，然后蚂蚱射手又会崩一下跳开，如此反复，极度的折磨人。刷一只这样的怪需要付出的精力是刷9级野怪的好几倍，而10级野怪蚂蚱射手的经验值显然不可能有9级野怪的好几倍。于是权衡之下，大部分职业者都会选择9级野怪作为练级目标。会选择蚂蚱射手作为练级对象的，只有那些具备了强大远程输出能力，不畏惧他向后弹跳的职业者。而具备这种能力的职业并不多，法师和弓箭手便是其中最常见的2种。不过在刚转职未久的如今，新职业者中能够有这种实力的法师和弓箭手，想必也是少之又少吧。当然，不排除这个野怪区域还会有更高等级的职业者停留于此。那些高等级职业者明明能够刷更高级的野怪，却甘愿停留此地，自然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们是为了蚂蚱射手这种野怪能够产出的极品道具。虽然只是10级的野怪，但是蚂蚱射手拥有着对得起其恶心程度的掉落物。弹跳射击技能书，这是前期十分好用的一本通用技能书，深受许多职业者的追捧。当然，这本技能书的掉落几率同样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白圣奇摇了摇头，拉满弓弦，一箭射出。要对付蚂蚱射手，远程攻击的弓箭显然是要比近程攻击的坚韧依仗更好用。第16章突如其来的袭击。咻！丛林深处，白圣奇手中弓弦一松，一道箭枝已经闪电般飞出。Nice！ 箭枝明明击打到了那只蚂蚱射手的身上，但是却跳出了一个大大的未命中提示。白圣奇两眼瞪大，惊讶无比。从踏入这片练级区开始，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下意识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仔细地瞧了一眼。灵巧70，自己的灵巧属性明明已经达到了如此可观的地步，命中率已经足够令人满意才对。但是刚刚的那一击却还是让蚂蚱射手闪避开了。回想起课堂上学过的有关蚂蚱射手的详细信息，白圣奇不由得暗自叹了一口气。蚂蚱射手远程攻击会后跳躲避，而且攻击高，防御后连敏捷性都十分惊人，属实是初期最难对付的野怪。而且这蚂蚱射手还是小型怪，在躲避物理攻击的成功率上还有着一定的加成。虽然自己并非弓箭手职业，没有提升弓箭命中率的技能，但灵巧属性足够高的情况下，白圣奇相信对方不可能一直闪避开自己的攻击，这一次终究只是偶然罢了。咻！不信邪的白圣奇又是一箭射出581，果然这一次没有被闪避，而是成功命中。只是攻击落到实处后，击打出来的伤害值却让他的心中又是一震。早已经突破了700的攻击力，落到对方的身上竟只造成了这么点伤害，这蚂蚱射手的防御力之强可见一斑。而这一击之后，对方的血条只是掉落了1小节而已。这蚂蚱射手的血量果然和资料上所说的一样，达到了5000点。这样的水准实在是很难想象，能够有其他10级的职业者可以将之作为常规的练级对象。看来自己没有在这片野怪区域碰上那周声明，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拥有魔力提升卷轴的他，也不可能单纯依靠火球术技能就轻松击杀这样强的蚂蚱射手。当然，对方的具体情况白圣奇并不清楚，不知道对方是否有人带着练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暂时不碰面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白胜奇也只是感叹一下而已，并不影响他继续发动攻击。咻，又是一箭射出。为了提升输出效率，他还激活了风雪技能。这个来自于赤峰兔的通用技能挺好用的，一下子就将他的攻击速度提升了 40%。技能的熟练度太难提升，哪怕是经过了练功房内的刷怪阶段，此刻风雪技能也仍旧只是2级而已，离升到3级还有一大段距离。尽管只是2级的风雪技能，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弯弓搭箭的速度提升了许多，箭支射出的频率也明显变快了。受到了他的远程攻击，蚂蚱射手也不甘示弱，同样 bio 的向他发起了还击。只不过在白胜奇防御附魔的作用下，这连绵的远程打击也只是给他带来强制性的一伤害而已。蚂蚱射手虽然攻击强力，但是却没有负面打击状态能够给白胜奇带来的威胁，甚至还不如6级的毒变蛙。而且因为大家都是远程攻击，所以蚂蚱射手没有感受到来自近身的威胁，自然也就没有向后跳跃躲避的举动。双方只剩下互相倾泻火力的这个选择了，而这种选择能够笑到最后的，无疑只能是白胜奇。拥有4转大法师花费偌大代价弄出来的防御附魔，面对10级野怪的攻击，依旧是毫无压力的。接下来并没有迎来第2次攻击被 miss 的情况。8、9次攻击后，蚂蚱射手发出了一声悲鸣，化作白光消散。充能点数加1000。除此之外，还有经验值飞来，而蚂蚱射手被击杀的地方也掉落了2个光团，是蚂蚱脖翅、蚂蚱触角，那也是常见的材料，收集一定数量可以制作成相应的道具。比如蚂蚱脖翅可以制作成蚂蚱翅膀，那是一件比较神奇的装备，职业者穿戴之后能够进行短距离的低空滑行。白胜奇没有专门过去拾取掉落物，而是一边移动一边观察周边，寻找第2只蚂蚱射手作为接下来的攻击目标。很快，在不远的地方便有第2只蚂蚱射手刷新出来。他一边靠近先前那只蚂蚱射手的掉落物，一边向着新出现的蚂蚱射手发起攻击。这片野区就有这点好，练级刷怪的人大大减少，他找怪的效率也大大提升。顺手将先前的2件掉落物捡起来后，第2只蚂蚱射手也在他的攻击之中被打掉了差不多1半血条。很显然，只要坚持在这片区域里多刷一些蚂蚱射手，那赚取到的充能点数就足够自己在练功房里刷很久了，那才是自己提升实力的主要途径。终于，随着一道白光闪过，这第2只蚂蚱射手也化作了经验值，飞向了他。白胜奇虽然喜悦，却并没有被这种喜悦冲昏了头。他注意到远处有一位职业者在靠近，连忙时取起这只蚂蚱射手的掉落物，向着远处离去。自己的情况特殊，并不适合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之中。他谨慎地远离人群，找寻落单的蚂蚱射手动手。就这样，他迅速而高效地刷着蚂蚱射手，充能点数稳步提升。森林中，白胜奇又一次弯弓搭箭，正要开展新的一轮攻击。只是在拉动弓弦的一瞬间里，他却忽然感觉到一阵心悸。这股心悸毫无来由，白胜奇却不敢将之无视。他连忙停下攻击蚂蚱射手的举动，向着周边小心勘探起来。但入目的只有寂静且略显幽暗的丛林，除此之外，半道人影都看不到。是错觉吗？白胜奇喃喃自语，最终只能摇了摇头，弯起长弓，一箭向前射出。579，成功在蚂蚱射手的身上打出了这样的伤害。然而这一箭之后，白胜奇却并没有紧接着发起第2下攻击，实在是事情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计之外。一箭出手的瞬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阴冷袭击了自己的躯体。在他的身后，一道幽暗的身影突兀显现。身影显现的同一时间，已经有尖锐的利器从身后刺来，猛力扎向他的腰间。第17章无视规矩的盗贼。盗贼！在被袭击的一瞬间内，白胜奇脑海里炸开了这样的想法。先前自己明明已经勘察过周边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的，但是此刻却突然多出了一个人来。考虑到对方出现在背后并喜欢扎腰子的举动，可以猜想得到，那应该是众多战斗职业中的盗贼。盗贼职业最是喜欢背刺，而其拥有的隐身潜行技能更是正好满足了这种背刺条件。显然，刚刚自己感受到的那一阵心悸并非毫无来由。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已经有一名盗贼隐身潜藏在了自己的身边，只是自己并没有勘破隐身的能力，因而一开始只以为是错觉而已。此刻在被盗贼职业者袭击时，白胜奇心里也不由得泛起了大大的疑问。哪怕是跟自己有着诸多冲突的周生明，虽然也在野外向自己动手了，但出发点只是想要教训自己一下而已，并非真的要取自己性命。但如今身后袭击过来的这名盗贼，很明显却是冲着击杀自己而来的。白胜奇能够感受得到那扎向腰间的一击拥有着极度惊人的力量。
若不是拥有防御附魔的自己，换做其他任何一名11级的职业者，哪怕是血厚防高的骑士、斗士等职业，恐怕也要在这一击之下饮恨。到底是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练级区域悍然袭击他人？伤害数字飘起。这一击明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在这一击之下，白圣骑却承受不住腰间传来的大力，身躯踉踉跄跄的向前冲出几步。你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被击打的踉跄跌出几步，白圣骑又连忙退开好几步，视线向后投去，落到那名突兀出现的盗贼身上。即便是对方如此强力的一击，也仍旧未能超出防御附魔的极限，这让白圣骑心中有着相当的安全感，但看向那名盗贼的目光也变得更显冰冷起来。有点意思，看来是有什么保命的免伤道具。那名盗贼略显讶异地看着面前的白圣骑，旋即冷硬说道：“把你手中的极品弓箭扔下来给我，不然等会我认真起来，你一转才刚拥有的一次额外复活机会就要在这里消耗掉了。”似乎是觉得自己先前一击只造成1伤害的情况不够说服力，他又轻哼一声，加了一句：“别以为有爹妈给的某种防御手段就可以无视我的话了，我有很多办法可以破除你的防御手段，到时候单靠你11级见习医师的本领，将会死得很难看。”这名盗贼脸上泛起了讥讽的笑意：“小朋友，你也不想转职第一天就失去了一次复活机会吧？”原来对方是看上了自己手中的弓箭武器。按理来说，自己手中的弓箭只是最寻常的萌新武器，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应该是对方看到自己一箭打出数百点伤害，根本就不符合11级见习医师该有的强度，所以认为一切都来源于自己手中的极品武器。看这情形，对方可能只是依靠等级高看穿了自己的等级与职业，却并没有看透自己的面板属性和装备。你在野外公然对其他职业者出手，就不怕受到职业者协会和成卫队的制裁？感受到面前这名盗贼的危险性，白圣骑打算晓之以理，将对方劝离。制裁？盗贼哈哈大笑，那也要找得到我才行。你不妨仔细看看，下一次遇上还能认出我来吗？对方话音落处，白圣骑下意识地向对面仔细打量起来，结果对方的面容像是蒙上了一团迷蒙，根本就看不真切。而对方的等级、职业、姓名等等，在自己的眼中也只是显示为，根本就得不到半点有效的信息。自己只能从对方先前的攻击手段中猜测对方是盗贼职业而已。而会造成这种现象，首先肯定是因为自己没有侦察之眼这种技能，其次对方的等级肯定比自己高很多，甚至还掌握了某种类似于隐匿术的手段。这下子就难办了，哪怕自己从清水城中的存档点复活出来，联系上了职业者协会和成卫队，也根本就告发无门，因为自己根本掌握不了对方的半点身份信息。白圣骑的面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确实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压力。对方说的没错，他当然不愿意刚转职第一天就将自己的一次复活机会消耗掉。游戏降临现实之后，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中的一种变化便是事关职业者性命的。在18岁转职以前，人类只有一条性命，一旦死亡便灰飞烟灭，再不复存。所以在18岁转职以前，他们都是不被允许出城的。而这样的情况在18岁进行转职之后将会有一定的好转。转职之后，属于职业者的个人面板开启，生命力以血条的形式显现。到了这个时候，职业者便获得了额外的一次复活机会。在出城之前，只要将存档点设置在城里，那么即便在城外死亡，也能再次复活到城里的复活点中。当然，并不是说拥有了额外的复活机会后，职业者便可以随便浪了。因为对于一转职业者来说，这样的额外复活机会只有一次，用掉之后，下次职业者死亡便再也无法复活，是真正的消亡了。鉴于此，职业者协会和成卫队联合订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凡是职业者，绝不可无故向另一名职业者发起危及性命的攻击。一旦被发现，挑战规矩的人将会受到职业者协会和成卫队的联合制裁。这种制裁，想必并没有哪个职业者会喜欢承受，但总有铤而走险的人。眼前的这名盗贼，显然就是那样的人。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是要主动把弓箭给我，还是等我击杀你后再报出来？盗贼盯着面前的白圣骑，目光闪烁起来。白圣骑也一下子有些迟疑起来。老实说，如果有可能，他确实是不愿意跟这样等级未知、实力未知的盗贼硬刚的。自己手中的弓箭只是最常见的入门装备，并不是什么千载难逢的好东西。若是能够用它换来平安，似乎也是值得的。只是对方会愿意相信吗？而且一旦将这个暴露出来，自己不同寻常的属性面板似乎也就难以隐藏了，简直是进退两难。好，不舍得是吧？那我就自己来拿了，可别怪我以大欺小。
看到白胜奇没有回复，面前的盗贼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话音落处，他的身躯如同融入了空气里一般，彻底消失不见。第18章淬毒攻击。练级区中，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盗贼消失在自己面前，白胜奇的神情变得极为凝重起来。他知道先前的事情谈不拢，对方这是打算强行出手了。此时此刻，白胜奇的心里没有半分侥幸。他很清楚，在自己没有办法确认对方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对方是真的敢直接击杀自己的。尽管有着防御附魔在身，但此刻的白胜奇也仍旧不敢掉以轻心。先前那盗贼的一击明明只是对自己造成了1的伤害而已，但是对方却仍旧信心十足。这代表着什么？白胜奇很清楚，显然对方应该是拥有某种破除自己防御的手段。他差点就忍不住要转身往城里逃去，只是他很好的控制住了这种想法。在如今的这种情况下，转身逃跑的话可能会凉得更快。毕竟盗贼职业最为擅长背刺，从目标的背后发动攻击，威力反而更有加成。白胜奇收起了弓箭，手中握紧了坚韧依仗。那名盗贼如果要对自己发动袭击，必然是会近身的，那么自然是用坚韧依仗反击更为方便了。然而任他神情凛然，一双眼珠子滚溜溜的四处张望，却根本就看不到对方的半点踪迹。盗贼的隐身潜行技能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使用过隐身卷轴的他对此尤为有感触。啪啪啪，忽而左侧边腰间受力，那名盗贼的身影从空气里显现，迅雷不及掩耳般在白胜奇的腰间连扎了3下。100 100 100 100。白胜奇感觉到微微刺痛，手中紧握着的坚韧依仗已经旋风也似的挥了一圈，向着侧后方甩去。噗！弱点一击，1098。一声闷响，那盗贼已经极为迅速的向后避开了，但是这一仗仍旧重重的击到了他的脸上，打得他脑袋嗡嗡作响。这一击竟正好打击到了他的头部，是实打实的弱点攻击。那名盗贼吓了一大跳，猛地向后跳开，手中紧握一柄幽蓝的匕首，一脸骇然地看向白胜奇。我的敏捷极高，盗贼职业还有闪避加成，你竟然还能够击中我，你的命中怎么可能有那么高？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而且还那么巧的触发了弱点一击。这一刻，他的视线落在白胜奇手中的坚韧依仗上，满脸忌惮。刚刚的弱点一击打掉了他1000多点血量，让他的血条都掉了一小截，实在是有些吓人。他很清楚，11级的见习医师根本就不可能具备这样可怕的攻击力，所以这强大的攻击力又是来自于对方手中的武器。这到底是什么人啊？才刚刚一转而已，手上便已经掌握着2把超强的新手极品武器，不，再加上那令自己2次都不能破防的防具，对方的身上至少有着3件极品装备。莫非是某位神将的后辈，又或者是那些大公会大公司的2代？这名盗贼一下子有些犹豫起来。得罪这样强大的势力，似乎并不是件令人心情轻松的事情。但最终贪婪战胜了畏惧，他咬了咬牙，还是决定要干这一票。反正对方看不透自己的具体信息，不干白不干。而对方虽然有着超强的新手极品防具，但是自己作为一名盗贼，有着武器淬毒的技能，即便是防御再高的防具，对此也是没有办法的。心中这样想着，他面含微笑的向对面看去，但目光到处，他脸上的笑容却一下子僵住了。视线所及，对面那名11级见习医师非但没有陷入中毒状态的惊慌，反而是随手一抬，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治愈技能。这名盗贼认得出来，那应该是名为缓慢恢复的鸡肋技能。但是令他震惊的合不拢嘴的，却是对方的身上跳起来的回复数字：加192 100加192 100。以自己这样的等级，投入了极大心力来提高熟练度的武器淬毒技能，掉血量竟然还跟不上一名11级见习医师的恢复技能。天下间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这名盗贼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之中。不同于对方的沉默，白胜奇此刻却已经是怒火中烧。幸好在练功房内，自己的缓慢恢复技能熟练度已经练到了2级，加上高达96点的精神属性，才能够有这样的恢复速度。若非如此，而只是一名普通11级见习医师的话，那么此刻承受着那样的中毒状态，恐怕只剩下站着等死一个选项了。这个等级远高过自己的盗贼，是铁了心要击杀自己的。但幸好对方的攻击手段里似乎只有淬毒攻击能够伤到自己，而这种淬毒攻击却又正好能够被自己的缓慢恢复所覆盖，以至于自己可以稳稳地处于满血状态。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方想要自己的命，那么自己当然也不会让对方好过。思虑既定，白胜奇直接激发了风雪技能，向前冲了出去。手中的坚韧依仗
呼的一声，当头便打。想要打痛对方，显然是弱点攻击最为有效，而自己并不低的敏捷和灵巧属性，才是成功发起弱点攻击的坚实后盾。盗贼面色一变，到了这个时候，他心中已经萌生退意。当发现自己的攻击手段根本伤不到对方之后，他便明白今天的这一次突袭算是彻底失败了。虽然对方只是一名11级的见习医师，等级比了自己低了不知多少，但很遗憾，种种因素影响之下，自己实在是解决不了对方。像这样一身极品装备的直二代，既然不能迅速袭杀，那么就要尽快退去了，不然对方摇人过来帮忙，又或者还有其他强大的道具作为底牌，自己就会变得十分被动。心中这样想着，他根本就不打算跟白圣琪继续打下去，而是小跑着向远处撤去。隐身前行的技能刚刚用掉，还没有冷却好，不然的话就能够潇洒的施了符衣去深藏身与名了。这名盗贼跑得很快，但白圣琪也不太慢，他的属性面板很高，敏捷属性哪怕跟这名盗贼比起来，也并没有鸿沟一样的差异。追击之中，仍是一杖击打在对方的背上，只是对方有心逃窜，这一击的力道被卸去一些，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248，感受到背后的疼痛，那名盗贼心里有些恼火，但是仍旧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逃去。被一名11级见习医师打得狼狈奔逃，他一张脸长得通红，十分憋屈。等着吧，等哪天我弄到破甲短剑的话，再有机会见面，你绝没有这么好运了。心中发狠的同时，这名盗贼已经跑出了几十米远，以他的敏捷属性，奔跑的速度自然是十分惊人的。白圣琪没有跟着追上去，他知道自己追不上。敏捷专精的盗贼一旦开始全力奔逃，基本上没有哪个职业能够追得上。只是他也绝不打算让对方就这样舒舒服服地撤走。微微眯眼间，他已经将坚韧依仗放下，换上了弓箭。咻！箭如流星，眨眼间便已经来到了那名盗贼的背后。第19章，别让我再碰到你。城北森林某处，空气一阵波动，一道人影从中显现。这人影伸手擦了擦额上并不存在的冷汗，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好怪异的家伙，明明只是11级，还是完全没有攻击技能的见习医师，但攻击力却几乎不输给20级的弓箭手，太吓人了。正是从白圣琪面前成功逃脱的那名盗贼。咕噜咕噜，来不及想太多，他急忙从背包空间里掏出血瓶，往嘴里灌去。先前被对方的弓箭攻击的屁滚尿流，好不容易隐身技能冷却好了，他才连忙进入隐身状态，成功逃脱。但处于隐身前行状态之中，使用补血药会打断状态，不利于安全撤退，因而只能逃到这里才进行补血。此刻的他血条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状态，要是再来几下相当程度的攻击，只怕他就要血条清空，一命呜呼了。一瓶不够，他又灌了一瓶，一连3瓶，血条才终于恢复到了满状态。这补血药卖得那么贵，结果抗药衰减性一样高的要命，买来到现在，这喝了还不到10瓶吧？回血量已经只剩下原本的70%了。灌完了血瓶的盗贼脸色很不好，本想顺手捞一笔的，结果却偷鸡不着蚀把米，又把一种补血药的药抗性堆高了。不需多久，这种补血药便会对他彻底失效，又要准备新种类的补血药才行。而以那些大公司大工会一向的做派，其出品的新种类补血药价格显然绝不可能低。老张 ，boss 马上就要刷新了，你把周边探好了没？正思虑间，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一名职业者迟钝走来，向他问道。被称作老张的盗贼瞥了迟钝者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放心好了，我转了一圈了，没有其他有实力的队伍。”说话间，他又自嘲一笑：“说实话，你们担心的太过了，除了我们这些苦哈哈的，哪还有其他20多级的队伍看得上这种小 boss？ 别大意了，蚂蚱射手虽然只是新手练级怪，但掉落物很珍贵，所以这个蚂蚱射手首领会有很多有实力的队伍盯着也说不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再去盯着不就行了？”盗贼老张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很快就又进入隐身前行状态，向周边去。像他这种超过了20级的职业者，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新手练级区的。他们的队伍来到这里，正是为了攻略这片练级区的 BOSS 蚂蚱射手首领，为的当然是其珍贵的掉落物了。当然，这种珍贵是相对而言的。像他们这个整体等级都超过了20级的队伍，却还心心念念着要攻略这个，显然是属于混得比较差的那种。所以在勘探周边的时候，看到白圣琪手中的极品武器，他才会因而生出了贪念，想着要抢夺过来卖出去大赚一笔。会造成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他只能看清白圣琪的职业与等级，却看不透对方的属性面板和装备面板。看到那不合常理的攻击，自然以为是极品武器的缘故。但混得差到极点的他，却连一个11级的见习医师都收拾不了，反被打得狼狈奔逃。想想都心塞，别让我再碰到你！盗贼老张心里狠狠说道：“别让我再碰到你！”
同一时间，在蚂蚱射手练级区里，白胜奇也是如此狠狠说道。莫名其妙的被高等级职业者袭击了一番，他的心情显然也很不好。思虑片刻之后，他终于决定提前结束今天的野区练级，先回城去。反正这一趟自己也已经存了相当多的充能点数，在练功房里应该能够苦练一段时间了。既然已经遭受到了一次袭击，那么继续停留原地显然不是个好的选择。万一对方召集了队友再次折返，那自己就会变得十分被动。至于站在原地进入练功房刷怪，这种事情他更加是想都不敢想了。目光四处扫射，他心中总有着隐隐约约的不安，担心突然又会有一名高级职业者从旁边跳出来。白胜奇于是又慢慢的往原路返回，他手持弓箭一路扫荡回去。虽然练级的人越来越多，但以他的攻击力也仍旧是抢了许多野怪，又补充了一轮充能点数。最终白胜奇又回到站台处，搭乘公交车返程。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许多职业者也在等车回城。夜晚的野区会更加凶险，野怪属性翻倍，自身的视野范围也会受限，并不是很好的练级时机。回城之后，一个人独居的白胜奇当然懒得做饭，直接在外边餐馆随便解决了一顿。生活职业厨师所开的店口味确实很好，据说厉害的厨师所烹饪出来的美食甚至具备一些特殊的效果，这一点并不是如今的白胜奇能够了解得到的。只是当闲极无聊的厨师店主向他询问自己料理毒变蛙的手艺如何时，他的脸不由得直接变成跟天色一样黑了。强忍着反胃回到家里之后，白胜奇很快便进入到黑铁练功房中。充能点数36800，黑色石碑上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白胜奇心中估算一下，暗暗点头。只是略微思考了片刻，他便已经决定了要刷哪一种怪物。仍然是蹦蹦花。作为1级的野怪，刷新一只蹦蹦花只需要消耗1点充能点数而已。以如今的充能点数，足够自己刷几万只的，对于实力的提升必然是最具性价比的。想到就做，心念动处，练功房内虚影涌动，已经有2只蹦蹦花刷新出来。白胜奇抬手就给自己施加了一个风雪状态，挥动坚刃1丈冲了上去。在练功房内，他不光要刷怪提升属性值，还要趁着这个机会提升技能熟练度。只可惜他如今的最大魔法值也只有9600点而已，2级的技能一次消耗200点魔法值，单纯依靠自身的魔法恢复根本就支撑不了一直释放技能的。现在提升1点是1点吧，有机会弄一点恢复魔法值的东西，把技能快速提升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白胜奇手中武器落下，练功房内刷新出来的蹦蹦花化作白光消散。第20章武器的选择。呼，白胜奇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这一次他又击杀了1000多只蹦蹦花。倒不是他不想坚持下去，实在是到了后面练功房强行关闭，将他驱逐出来了。白胜奇很快就明白了缘由，原来黑铁练功房 LV1 每日所能够使用的时间只能是3个小时而已。随着以后练功房等级的提升，或许可以增加使用时间。白胜奇虽然有些遗憾，但倒也能够理解，因为在使用了练功房3个小时后，他明显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脑海深处有了一股深深的疲倦感。很显然，练功房的使用并非是毫无代价的，只能明天再继续了。检查了一下自己当前的状态后，白胜奇准备上床睡觉。尽管没有和预想中一样刷完所有的充能点数，但这一次刷的1000多只蹦蹦花也仍旧给他带来了相当的提升。算上先前的积累，这一次他共击杀了1000多只普通蹦蹦花，10几只精英级蹦蹦花，以及2只首领级蹦蹦花。相比原来，他刷怪获取的全属性又提升了46点，等级也达到了13级。等级13，力量120+4，敏捷120+2，精神149+1。他的全属性都正式突破了3位数。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属性，白胜奇满意的闭眼睡去。第二天，白胜奇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练级区。对于如今的他来说，练功房内的充能点数还没有用完，前往练级区的意义不大。而每日只能够有3小时的练功房刷怪时间，他也并不打算随意浪费，必须把我的攻击能力提升起来，加强刷怪效率才行。抱着这样的想法，白胜奇再一次来到了清水商厦。击杀了3000多只蹦蹦花的他，背包空间里装了不少战利品，正是需要处理的时候。最终他的脚步还是停留在了前一天帮衬过的店铺外面。店铺招牌上萌新百货4个字十分醒目。这间店铺经营百货，无论是材料、装备、药剂还是卷轴技能书等，统统都有。和一些专营某一品类的专卖店相比，虽然缺少高端的产品，但这种百货店胜在货品全面，最受一转职业者们的欢迎。欢迎光，咦，是你？店铺老板一眼就认出了白胜奇，
脸上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同学，你怎么又来了？咱们说好了的，货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你那坚韧依仗，就算用着不顺手，也不能反悔。白胜奇一边微笑一边走进去，无视了老板的纠结，说道：放心吧，老板，我不是来退货的，我是有一些材料打算在你这里处理一下。材料是又有昨天那样的赤峰兔血液了吗？听到白胜奇不是来退货的，老板放下心来。赤峰兔血液？那倒不是。白胜奇摇了摇头，不是啊。店铺老板的兴趣一下降低了，无可无不可的问道：那要处理些什么？还是赤峰兔毛吗？也不是。白胜奇摇了摇头，已经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样东西摆在了柜面上。蹦蹦花瓣。店铺老板摇了摇头，这东西不怎么值钱，要是零散几分，我可懒得收的。放心吧，绝不只是零散几分。白胜奇笑得意味深长，背包空间再次打开，顿时大量的蹦蹦花瓣被取出来，在柜面上堆得老高，一共1976分。老板，你按市价给我就行了。店铺老板震惊的张大嘴巴，好半晌才从喉咙里发出略显嘶哑的声音来：你这是把整个蹦蹦花野区扫荡了好几遍？白胜奇当然不会透露具体细节，只是笑了笑，说道：老板，你收不收？不收的话，我只能找别家去了。收，当然收。最终按照一份花瓣 0.5 星元的价格，白胜奇从店铺老板处收获了整整1000星元，似乎是有意交好。零头上的计算，这位老板显得十分大方。而当白胜奇继续从背包空间里掏出蹦蹦花根茎、蹦蹦花种子等材料时，店铺老板暗自捏拳，深感自己先前交好的举动不算白费。如果说接近2000份蹦蹦花瓣的交易只是小打小闹的话，那么对方后边拿出来的这些材料却实打实是一单不错的生意了。这些东西没有击杀个10几只精英级蹦蹦花，是根本就爆不出来的。一番交易后，白胜奇总共入账1万多星元，心中满是沉甸甸的满足感。对于他来说，这完全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店铺老板也满脸笑容，能够做成这样的一单生意，他心里也是十分满意的。即便是开店在清水商厦这样的地段，这种生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老板，你这里有什么攻击范围比较大的近战武器吗？比如可以同时攻击到身边好几只怪物的那种，还有回复魔法值的道具，也给我推荐推荐。处理掉手中的材料后，白胜奇马上就向店铺老板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眼见又有生意做，老板眉开眼笑，很快就将2样东西摆在了白胜奇的面前。攻击范围大的近战武器，本店有这2种：乌木长矛、金铁重剑，你看哪个适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白胜奇一边低声询问，一边已经下意识地查看起来。区别挺大的，乌木长矛的攻击距离更大一些，但是只对主要目标造成全部伤害，侧边的次要目标只是受到矛身舞动的打击，顺带造成一小部分伤害而已。而金铁重剑劈砍起来能够对身前半圆范围的所有怪物都造成同等伤害，当然弱点不是没有，那就是非常沉重，需要极高的力量才能够使用，不但攻击速度慢，而且同时攻击的怪物越多，能够造成的伤害便越是削减。店铺老板目光落到白胜奇脸上，笑道：那么你要选哪个？他并没有问白胜奇一个见习医师为什么需要购买这样的装备。经过这2天的交易，他猜想对方的身后应该是拥有一整支队伍，而见习医师在组队练级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估计只能出力跑跑腿了。我选金铁重剑吧。白胜奇很快做出了决定。好，这把剑是10级装备，就收你500星元吧。店铺老板满意点头，又向白胜奇问道：至于你说的魔法值回复道具，是要补蓝药还是别的？第21章，我不接受你的建议，补蓝药暂时不要，有没有那种持续恢复魔法值的魔法卷轴？店铺内，白胜奇摇了摇头，以他刚刚到手的星元，补蓝药倒也用得起一些，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想将其用到练习技能上。要知道，补蓝药虽然可以最简单直接的补充魔法值，但却是具有抗药衰减性的。一旦自己在练习技能的阶段使用了太多补蓝药，将许多种补蓝药的抗药衰减性都堆高了，那以后紧要关头的选择性就大大变少了。这个世界的职业者们基本上都有着这样的共识，所以平时的非危急关头并不会毫无节制的使用补蓝药。魔法卷轴，我想想。店铺老板略微思索，最终在某个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卷轴来。诺，这个魔法回复阵卷轴倒是满足你的说法。店铺老板皱了皱眉，又说道：不过老实说，这东西的限制太大，真用起来其实不怎么好用，不然早就卖光了。白胜奇已经接过这个卷轴，仔细查看起来。魔法回复阵卷轴，低级，使用后在3米范围布置一个临时魔法阵，每秒回复魔法值30点，
持续10分钟，1转级以上可使用。你看到了吧？这玩意只是看着美好，实际用起来根本就不实用。谁练级打怪会一直待在3米范围内？就算是法师和弓箭手，可以站在魔法阵里远程打怪，但谁能保证周边就一定能够源源不绝的刷怪给你打？终究还是要跑出去到处找怪。店铺老板语重心长的规劝，作为一个卖家来说，显得十分厚道。他开的是萌新百货，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刚转职未久的萌新职业者，若有可能，总希望这些萌新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我建议你还是直接买点补蓝药吧，最多我再给你打个折扣，花不了太多钱的。不，我不接受你的建议。白胜奇笑着摇头，在店铺老板目瞪口呆的状况下说道：老板，这卷轴我要了，多少钱？店铺老板看了白胜奇一眼，终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250星元。白胜奇用自己并不优秀的心算能力算了一下，发现这价钱用来买补蓝药，似乎加起来也能够回复15000点魔法值了。而这个卷轴10分钟1秒不落，全都吃到补充的话，也只能回复18000点魔法值而已。当然，补蓝药有抗药衰减性，肯定不能真的回复够15000点那么多。但再怎么说，这个卷轴的价钱都不算便宜了。老板，那我要20个，给我算便宜点吧。刚刚不是说可以打折扣吗？他已经计划好要利用这卷轴在练功房里奋战满3个小时了。20个，确定吗？店铺老板两眼一亮，他再怎么厚道，但有生意做，肯定还是不愿意放过的。最终以4800星元，两人完成了这一笔交易，顺便将剩下的几千星元存入房贷扣款账号后，身上余额空空的白胜奇往家里返回。处理大量材料赚了钱的他，只是短暂的当了一回万元户。回到家的他，很快便又进入到了练功房内，面前刷新出了3只蹦蹦花来，累计击杀了3000多只怪物。练功房的同时，刷怪数量理所当然达到了3只。白胜奇早已经装备上了买来的金铁重剑。金铁重剑品质普通，职业要求剑士系，其他职业使用则装备属性减弱。等级要求10，力量要求30，攻击加30，力量加5。沉重，力量不足者使用则攻击速度减缓，力量强大者使用则杀伤力增强。极沉重的双手剑，挥砍中能够对面前半圆范围敌人造成同等伤害，伤害值随攻击目标增多而减弱。很显然，这把武器并不是为见习医师这种职业准备的。正常的见习医师根本就不具备拿起这把武器的强大力量。只不过白胜奇早已经不是正常的见习医师，以他破百的力量属性，这把双手重剑他单手提起来也是轻轻松松。至于这把重剑本身所附带的属性值，对于他来说却是可有可无。他所需求的仅仅只是这把武器范围攻击的特性而已。呼，没有太多犹豫，白胜奇先是给自己施加了一个风雪状态，然后握住了这柄重剑，猛地一挥，顿时风声大作，沉重无比的双手巨剑在他手中跟沉重2个字眼半点也不沾边。868 868 868， 3个伤害数字飘起来，仅仅只是一击而已，面前的3只蹦蹦花便已经化作白光消散。这种击杀效率确实比他先前用坚刃依仗一个一个敲击快多了。而白胜奇也大致上知晓了伤害的削弱程度，同时攻击3只怪物，伤害值削弱了 30% 左右。不过没有关系，以他当前的强大面板，哪怕是削弱了 30%， 一击秒杀蹦蹦花这种野怪，仍旧是绰绰有余的。白胜奇单手提着这沉重的金铁重剑，静等下一波怪物刷新。拥有了能够范围攻击的巨剑之后，他击杀怪物的效率大大提升了。硬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就是蹦蹦花的经验值只有1点，等级提升起来实在是有些慢了。不过白胜奇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属性面板而已，等级的提升只是顺带的，只要这蹦蹦花还能够提升经验值，哪怕仅仅只有1点，也不是完全无法接受。而在挥动重剑击杀怪物的同时，他将魔法回复阵卷轴拿了出来，激发之后放置到了练功房地面上。如果是在野怪练级，这魔法阵的3米范围确实是制约了职业者的行动，但是在这练功房中，所有的怪物都刷新在3米范围内，这魔法阵使用起来却是正好适合。加30，加30，魔法阵放下之后，蓝色的数字便已经连绵不绝地飘起，这正是持续恢复魔法值的效果。白胜奇已经有所消耗的蓝条，在这魔法阵的作用下缓慢恢复。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无需担忧蓝条不够用，可以放心的释放技能了。缓慢恢复和风雪2个技能各自的持续时间是10秒，而冷却时间是20秒，在无需担忧蓝条的情况下，正好可以无缝接上。这2个技能的熟练度稳定的提升起来。第22章新的选择。青光涌现，铃音响起，
练功房中，白胜奇的等级终于提升到了16级。这一次进入练功房，他又已经击杀了2000多只蹦蹦花，而依靠着手中可以范围攻击的金铁重剑，他击杀怪物的效率大大提升，消耗的时间甚至都还不到1个小时。属性面板提升迅猛，而技能熟练度也有所增长。但此刻的白胜奇微微皱眉，却已经打算放弃继续击杀蹦蹦花了，因为根据这个世界的规则，击杀低于自身等级太多的怪物是没有办法获取到任何经验值的，而这个界限便是15级。此刻已经16级的白胜奇，再击杀1级的蹦蹦花，已经连那可怜的1点经验值都没法获得了。若只是这样，也仍旧不妨碍他大量击杀蹦蹦花，以换取自身属性面板的提升。但是不知道是练功房本身的制约，还是这个世界的制约，当没有办法获取到经验值之后，白胜奇在击杀蹦蹦花，却连属性值的提升效果也都失去了。多刷了100只蹦蹦花，白白浪费了100点充能点数的他有些心疼。算了，换一种怪物就行了，只是小问题而已，不慌。白胜奇的适应性很好，既然已经确定蹦蹦花这种怪物没有收益了，很快就做出了选择。充能点数30940，此刻练功房仍旧有3万多充能点数的存量。他现在已经明白了，如果只是击杀最低级的野怪，依靠自己每天3个小时的练功房使用时间，是很难消耗完这些充能点数的。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太省了。在刷属性的同时，顺便将等级的提升也加快，尽早进行2转，那比什么都强。白胜奇直接跳过了前面几级的野怪，考虑了一下，又将老朋友赤峰兔也从选项里剔除掉。赤峰兔这种野怪最有价值的掉落物是风血技能书，而这本技能书他已经早就入手了，实在是没有必要继续死守着刷这种野怪了。目光落到黑色石碑上，只见上边的文字信息多了许多，从上往下一共记录了10种可供选择的野怪种类，正是他这一次前往城北炼级区的成果。若是论掉落物的珍贵，这10种野怪里当然要数10级的蚂蚱射手了。但是以白胜奇此刻的攻击手段，击杀蚂蚱射手的效率太低，实在不适合作为刷怪的首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他最终选择了6级的毒变蛙作为刷怪目标。先前在炼级区里的遭遇，让他明白了防御附魔也有应付不来的情况，那便是各种负面状态攻击。此刻在这个练功房内，白胜奇打算依靠毒变蛙的毒性攻击来给自己的负面抵抗技能提高熟练度。既然已经决定，他便绝不打算浪费时间了。心念动处，练功房内已经出现了毒变蛙的身影。黑铁练功房中，6只毒变蛙张大嘴巴，极力地吐着舌头向白胜奇攻击过来。经过先前的刷怪，他在练功房内累计杀怪数量已经达到了6000只。此刻练功房的同时，刷怪数量自然提升到了6只，1、10、1、10、1、10，6只毒变蛙同时发起攻击，白胜奇的身上顿时就叠加了6层中毒状态，1秒钟掉血66点，已经不算可有可无的伤害值了。但白胜奇依旧不慌不忙，抬手就往自己的身上加上了一个缓慢恢复，加478。此刻的缓慢恢复仍旧只是2级，但是得益于他提升迅猛，已经达到了239点的精神属性，加血量却远超想象，这1秒钟66点的扣血，因而显得有些不值一提。然后他手中的金铁重剑已经旋风一般向前斩去，几乎同时扫在6只毒变蛙的身上，超过了200点的力量属性，带来惊人的攻击力。即便是同时攻击6只怪物，伤害值削减了 60%， 威力也仍旧可观。789、784、791，一击而已，6只毒变蛙的血条都掉落了一半。而白胜奇手中重剑再次一挥，顿时6道白光闪过，这6只毒变蛙直接被击杀。经验值加6，经验值加6，不愧是6级的野怪，经验值比1级的蹦蹦花强多了。而在被他击杀之前，这6只毒变蛙至少可以给他造成1次毒性攻击，提升他负面抵抗的技能熟练度，完美的发挥着自己的价值。1只毒变蛙便是1点熟练度，负面抵抗 LV1 被动熟练度14100，负面抵抗技能瞬间便提升了6点熟练度。就在这样的刷怪之中，他的属性面板、技能熟练、经验值全都在稳步提升。而每刷够100只毒变蛙，练功房内便会直接刷新出1只精英级毒变蛙来，对于白胜奇来说，又算是一笔较为丰厚的收获。掉落的最多的是毒变蛙粘液，这也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常见材料，可以作为卷轴、药剂等的原材料，用途广泛，自然就不愁没有销路。但相对比较高的掉率，也决定了这毒变蛙粘液的价格不可能太高，也就比赤峰兔毛耗一点点罢了。白胜奇当然不可能嫌弃这个，这东西单价虽然不高，但自己刷多点，积少成多，也是能够卖不少钱的。
只可惜一连刷了好几百只毒变蛙，练功房中也刷新过好几只精英级毒变蛙了，击杀后却并没有掉出什么好东西来。自己的运气似乎并不可能一直那么好。不过经验值的获取却并没有让人失望。就这样刷了几百只怪，他的等级已经顺理成章地提升了一级，达到了17级。属性面板略有提升，但提升最大的显然还是负面抵抗这个技能。在数百只毒变蛙的接连毒性攻击之下，这个技能的熟练度飞速提升，此刻已经达到了 LV2。负面抵抗 LV2， 被动熟练度336-500，对所有负面状态抵抗效果为1%技能等级幸运石转职次数，配合此刻已经达到了212点的幸运属性，负面抵抗程度直接达到了 42%， 这已经是十分了不得的提升了，相当于所有的负面状态在他这里都只能够发挥出1半多的作用而已。充能点数还很充足，后边还有几千只毒变蛙可以刷，这负面抵抗技能还有提升的空间。白圣琪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投入到击杀毒变蛙的事业中去。2下攻击就能清除一群，他击杀毒变蛙的效率无可挑剔。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击杀了1000只毒变蛙。白圣琪略有些激动地看着前方。按照惯例，当他击杀掉第1000只毒变蛙的时候，练功房里应该要刷新出首领级来了。第23章，发财了。练功房内，在白圣琪的目光注视下，下一刻接着刷新出来的果然不再是普通的毒变蛙，而是体型大了好几倍的存在。没错，这确实是首领级的毒变蛙。目光落到面前这只体型大了几倍的毒变蛙身上，他点了点头。虽然这一只毒变蛙首领远比蹦蹦花首领强大，但对于此刻的白圣琪来说，仍旧不够看。以他如今的实力，对付这么一只毒变蛙首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呱！毒变蛙首领张口一叫，舌头伸出，已经对白圣琪发起了攻击。防御附魔仍旧值得信任，毒变蛙首领的普通攻击还是没有办法破防。但是作为首领级怪物，他的毒性攻击却比普通的毒变蛙强多了。120，每秒钟扣血120点，在毒性攻击这一点上，甚至比他先前遭遇的盗贼都要强许多。白圣琪不慌不忙，抬手就是一个缓慢恢复，回复的血量完全覆盖掉了中毒的扣血。与此同时，他手中举起金铁重剑，已经重重地砍到了对方的身上。呱！一声惨呼，即便是首领级的毒变蛙，也有点承受不住他此刻的攻击。而在负面抵抗的作用之下，本可以持续5秒钟的中毒状态，此刻却只是坚持了不到3秒钟就消去了。这一场战斗毫不出奇的以白圣琪的完胜而告终，击杀首领级毒变蛙，全属性加10。除此之外，更让白圣琪喜不自胜的是面前爆了一地的光团。看情形，这是运气大爆发了。一个光团便代表一件掉落物，而此时此刻地上的光团足足有7、8个，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超级大爆。毒变蛙粘液、毒变蛙血液、毒变蛙心脏，一个接一个掉落物拾取过去，除了常见的毒变蛙粘液之外，其他的毒变蛙血液和毒变蛙心脏等等都是珍稀程度更胜一筹的掉落物，显然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单单只是这些已经让白圣琪感觉到很满意了，但当他看到最后的2个光团时，却不由得两眼瞪大。毒变蛙晶核可镶嵌于武器上，加强毒属性攻击正 20%。 毒变蛙宠兽蛋孵化后可获得毒变蛙宠兽1只。发财了！一瞬间而已，白圣琪的心中呼叫起来。无论是毒变蛙晶核还是毒变蛙宠兽蛋，都是极其珍惜，为众多职业者所追捧的东西。前者对于拥有毒属性攻击手段的职业者是极大的加强，后者就更加不用说了，孵化后得到的毒变蛙宠兽绝对是职业者的极佳帮手。别看6级的毒变蛙野怪并不如何强大，那是因为等级太低，若是成为了职业者的宠兽，被用心培养起来，其实力是绝不容小觑的。白圣琪甚至都动了要将之留下来自行培育的想法，只是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宠兽只能吃到自身击杀怪物的经验值，而且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是职业者的2倍。培育一只宠兽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如果自己只是普通的见习医师，在没有什么攻击手段的情况下，培育一只毒变蛙宠兽，确实是能对自身的攻击手段有相当大的提升。但是当拥有了练功房之后，这毒变蛙宠兽却并不是那么必须的了。能够无限刷属性的自己，只要属性面板刷起来，根本就不愁没有攻击能力。在这个应该尽快提升自己的时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培育一只毒变蛙宠兽，就并不是那么值得了，还不如直接拿去卖钱，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决定好之后，白圣琪没有继续浪费时间，将东西收了起来，又进入了新的一轮刷怪中。毒变蛙首领被击杀之后，练功房里并没有继续刷新出怪物来，仿佛是在等待着他选择接下来要刷新的怪物种类。
对此，白胜奇已经是轻车熟路，心念一动之间，旁边黑色石碑上的毒变蛙几个字闪过亮光，练功房里又开始刷出好几只毒变蛙来。呱呱！鸣叫声中，这几只毒变蛙向面前的白胜奇发动了攻击，而白胜奇手中的重剑也同时举了起来。时间推移，不知不觉间，练功房内的充能点数已经将要清零，而白胜奇已经足足击杀了5000只毒变蛙，所耗费的时间甚至不足2个小时。果然，拥有了范围攻击的金铁重剑之后，他的刷怪效率已经提升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此刻的他暂时停下了刷怪，开始盘点起自身的收获来。背包空间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相信到时候处理掉会给自己带来满意的新元收入。而在经验值方面，击杀了5000只毒变蛙的他，此刻已经提升到了22级。只不过，当等级超出了毒变蛙15级之后，6级的毒变蛙也同样不能够给他提供经验值了。对于这个世界的规则，白胜奇也只能接受。属性面板的提升同样可喜，击杀了5000只毒变蛙，算上精英级和首领级，总共给他带来了全属性150点的增长。此刻的他，属性面板为无装备状态，等级22，生命值36600，魔法值41300，物理攻击力3660，力量366，敏捷366，精神413， 6项属性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中精神属性更是超过了400点，而3万多点的生命值让白胜奇心中稍微有了些安全感。即便防御附魔抵挡不住那些负面状态攻击，但是依靠这种程度的血条长度，想必遇上那种攻击时也是能够抵挡1-2的吧。只不过要说抵挡负面状态，当然还是另外一种手段更靠谱。白胜奇已经打开了技能面板，看向了负面抵抗技能。在刚刚的一番刷怪之中，这个技能显然获得了不一般的提升。第24章，你们这是啥队伍啊？练功房中，白胜奇仔细查看着自己的技能面板。负面抵抗 LV5 被动，熟练度2010-5000，缓慢恢复 LV3 主动，熟练度15-1000，风血 LV2 主动，熟练度406-500。这其中缓慢恢复和风血2个主动技能因为技能冷却的限制，熟练度提升并不算太大，但即便如此，用处也已经不小了。2级的风血技能开启时可以提升 40% 的攻击速度，对于输出能力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而练到了3级的缓慢恢复就更不用说了，配合上如今突破了400点的精神属性，更是可以每秒钟回复1200多点生命值。一转职业者能够使用的补血药，哪怕是其中最好最贵的，也绝不可能拥有这样惊人的回复量。这种程度的治愈量，显然已经彻底超出了常人对于见习医师这个职业的认知。若是见习医师都拥有这种治愈量，那根本就不是人见人嫌，而是会成为被所有职业者捧在手心上的宝贝了。当然，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他那远超常人的精神属性。这种程度的属性，已经不是普通一转职业者所能够拥有的了。这样的属性面板，即便是在2转职业者群体里，恐怕也已经算得上是佼佼者。这3个技能之中，提升最大的自然是身为被动技能的负面抵抗。依据他那366点的幸运属性，此刻升到了5级的负面抵抗，对于负面效果的抵抗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80%， 这是堪称恐怖的提升。到了这个时候，毒变蛙那本来能够持续5秒钟的毒性攻击，在他的身上别说持续1秒钟了，根本连发挥作用都做不到。只要不遇上那种可以削减抵抗的手段，白胜奇对于负面状态可以说是完全免疫的了。而即便是遇上削减抵抗的手段，他也不是十分惧怕，毕竟负面抵抗技能才5级而已，还拥有继续往上提升的空间。不得不说，属性和技能的齐头并进，让白胜奇的实力提升迅猛。他转头往一旁的黑色石碑看去，上边显示着这样的信息：充能点数940，这表示如果要继续刷怪的话，还可以再刷100多只。但这时候的他暂时不打算刷怪了。心念动处，眼前景色一变，白胜奇已经退出了练功房，习惯性的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确认了练功房里的一番辛劳并非白做工之后，他才彻底放下心来。这才过去多久，背包空间里又有了大量的战利品，亟待处理。清水商厦，白胜奇的身影再一次出现，他的脚步依然还是停在了老地方。欢迎光，咦，你又来了？店铺老板一眼认出白胜奇，眨了眨眼，显得十分惊讶。对方这是第几次过来了？短短时间内就帮衬了自家店铺几次，这样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做生意的人当然不可能将客人往外赶。同学，是先前有什么忘记买了吗？说说看，我马上给你找出来。不急。白胜奇笑了笑，目光落到老板的身上，说道：我这里还有一些材料，打算继续在你这里处理一下。又有材料了？这才多久？
店铺老板十分惊讶，从你之前离开到现在这么点时间，你们顶多就刚去到野区吧？他心里已经默认白胜奇背后有着一整个队伍了，但仍旧认为对方击杀野怪、猎取材料的效率不可能这么高。白胜奇心中一动，他这才察觉到一个自己差点忽视掉的细节。确实，自己前来处理材料的频率有点太高了，不符合寻常职业者的作为。长此以往，恐怕是要引起有心人注意的。果然，自己下次还是要换个新地方处理材料吗？哦，不是刚猎取到的，是之前就有的，别人托我来处理一下。白胜奇随意找了个理由。是这样啊，那你是要处理些什么？拿出来我看看吧。店铺老板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说法。这些，白胜奇轻声说道，已经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样东西，摆在了柜面上。毒变蛙粘液。店铺老板笑了起来，我猜你拿来的应该不只是零散几份吧？因为先前的交易，他此刻对于白胜奇有了相当的期望。当然不止。白胜奇内心略有忐忑，继续从背包空间里拿取材料。不知道这一次交易自己的表现会不会过分惊人。在店铺老板的目光里，大量的毒变蛙粘液被取出来，堆放在柜面上，一共2672份。店铺老板整个愣住了，他猜想对方肯定会拿出数量不低的毒变蛙粘液来，但他没有想到对方拿出来的数量竟会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你们这是啥队伍啊？一个一个野区轮着扫荡过去了。白胜奇当然不会透露具体细节，只是笑了笑，说道：这东西应该要比蹦蹦花瓣贵一些吧？当然，都是老朋友了，不会让你吃亏的。店铺老板笑了笑，开始计算起来。他给白胜奇的价格是一份粘液 1.1 星元，这些总共作价3000星元。算好之后，店铺老板并没有马上将这些材料收起来，而是一脸期待地继续看着白胜奇。显然，他在等待对方将其他更珍贵的掉落物拿出来，就好像先前的交易一般。白胜奇也确实没有让对方久等。很快，毒变蛙血液、毒变蛙心脏等材料也被他从背包空间里拿了出来。但这还不是结束，他紧接着又从背包空间里取出3样东西来，用手捂着放在柜面上。早已经了解过行价的白胜奇心情其实很激动，但此刻却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起来，淡淡说道：老板，你看看，给我这3样东西估个价吧。说话间，他的手收了回来，让3样东西展现在对方的眼前。他倒也不担心店铺老板直接出手抢夺，这是清水商厦，向来很有信誉，若在这里交易都不安全了，那么整个清水城也没有哪里是安全的了。更何况这点东西应该还不至于让对方罔顾商家的信誉。店铺老板睁大双眼，尽管先前已经震惊过了，但此刻的他震惊更在先前之上。2枚毒变蛙晶核，1颗毒变蛙虫兽蛋。店铺老板目光落到3样东西上，啧啧称奇。我收回先前的话，你这何止是把整个毒变蛙野区扫荡了好几遍，你这完全是把那野区包场了吧？他的目光落到白胜奇身上，对于其背后的势力又有所猜测。在这个转职季，能够将整片野区彻底包圆，实力之强必定非同小可。这名年轻人莫非是城里哪个大公会的公子不成？但想了想，他又有些不敢确定。若是那些大公会的公子，自然会有专门处理材料的途径，怎么可能跑到自己这里来？甩了甩头，店铺老板不再在意这些，心中略为盘算，说道：毒属性用的人比较少，那么毒变蛙晶核作价3万5，2枚就是7万，毒变蛙宠兽蛋5万星元，加起来一共12万星元，怎么样？白胜奇沉吟片刻，最终还是沉沉点头，说道：好。对方给的价钱虽然不算太高，但也绝对不低，算是比较公道的价钱了。而且他也不打算将时间都花费在讨价还价之上，有这个时间去多刷几只怪似乎更加划算。商人才会花费时间在低买高卖上，他作为战斗职业，抓紧一切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白胜奇就此收获了10几万星元，而这仅仅只是一次练功房刷怪的收益而已。手中一下子变得宽裕起来的白胜奇并没有马上离开店铺，他向店铺老板问道：老板，你这里都有些什么通用技能书，方便拿给我看看吗？第25章再次遇上。清水商厦萌新百货店铺里，白胜奇向老板表露出了要购买技能书的意向。店铺老板喜出望外，知道今天这笔大生意可能还会超出自己的预期。同学，本店代售的技能清单都在这了，你先在这里喝口茶，慢慢看。他迅速将白胜奇引到店里的茶几旁坐下，将一份清单送到了白胜奇的手上，顺便还给对方倒了一杯热茶。然后他又堆起笑脸向前门迎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跟萌新百货长期合作的几名职业者正好往店里走过来了。对于他来说，白胜奇是难得的好客人，
但这几名长期合作的职业者也需要好好维护。不单单是这几名职业者，他这个萌新百货跟许多职业者队伍都有着差不多的合作关系。怎么样，几位老哥，好几天没见了，这次怕是又有大收获了吧？店铺老板爽朗地大笑着，将几名职业者迎进店来。进店来的职业者也都笑着应和，带头的说道：“王老板说笑了，我们兄弟几个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还是要请王老板多多关照才是。”两边人你来我往，各自客气，十分默契地进行了一番交易。一旁的白胜奇只是低头查阅技能清单，本来并不打算关注这几人，只是这几人交谈之中，有一个声音却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声音落入他的耳中，显得有些熟悉。白胜奇下意识地抬头看去，他看清了那人的面容，从装束上也看得出来，对方是一名见习盗贼。心头一跳之间，这名见习盗贼跟他脑海里的某个模糊身影重合到了一起，越看越像。事实上，从转职以来，他接触过的见习盗贼也就那么一位而已。白胜奇差不多已经可以确定，这名见习盗贼正是当时在练级区里向自己发起突袭的那人。只是当时的自己等级较低，对方似乎又用了某种隐藏身份信息的手段，以至于自己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但这个时候，在这店铺里，他却已经能够将对方的面容看清。也许是感受到了目光的注视，那名见习盗贼也下意识地往这边看来。白胜奇心中一震，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隐藏了，只来得及将头低下，假装在专心观看手中的清单。那名盗贼只是随意扫了一眼，便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坐在那里的人，他只能够看出22级的这个信息，其余的都如同隐藏在迷雾之中。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对方要么是属性面板极强，要么是掌握了某种隐秘的手段，隔绝了自己的查探。他懂事地移开了目光，肆意地查看别人的信息是一种很犯忌讳的事情，他并不愿意平白招惹是非。几名职业者很快就完成了交易，往店铺外离开。白胜奇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半分犹豫，直接将清单拍在店铺老板的面前，说道：“老板，我要这个，快点给我拿。”这个店铺老板顺着白胜奇的手指头一看，点了点头：“你要隐秘技能书啊？好，你在本店帮衬这么多次，填个表的话，我可以给你优惠，打个95折。别管优惠了，就这个价钱，赶紧给我拿。”好。虽然有些始料未及，但有生意上门，他当然不可能往外推。很快，一个精美的盒子摆在了白胜奇的面前。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技能书。白胜奇仔细看去，其信息已经尽在心头。通用技能书隐匿，开启后可进入永久性的隐匿状态，增强被查看信息的难度。晨会8万星元。老板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尽管早已经在技能清单上看到了价格，但从老板的口中听到，白胜奇仍旧不由得一阵肉痛。隐匿技能书实在是太贵了，只是此刻的他却没有闲暇关注价格的高低了。快速果断地完成了这一笔交易之后，他快步往店外走去。店铺老板眉开眼笑的在后边呼喊着：“同学，不管什么东西，下次都记得再找我啊，我给你最大的优惠。”不怪他对白胜奇如此热情，实在是今天这一单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的，胜过许多天的营业了。白胜奇却没空理会这些，走出店铺之后，他将手掌覆盖在技能书封面上，当场就将隐匿技能书学习了。光芒一闪，技能书消失不见，他的技能面板里已经多了一个技能：隐匿 LV1，被动，熟练度0100，开启关闭。开启后进入永久性的隐匿状态，职业等级隐匿效果为等级2，其余面板隐匿效果为1加技能等级精神。白胜奇明白，从这一刻起，他的所有信息算是多加上了一层迷雾遮掩。像之前那种被店铺老板直接看穿职业与等级的情况，将难以再次重演了。以他如今400多的精神属性，想要在隐匿状态下看穿他的所有信息，至少得有800多的精神属性。怕是2转职业者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至于3转职业者能不能够看穿，那就不得而知了。白胜奇稍稍有了些安全感，毕竟自己的属性面板强得离谱，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见习医师该有的，能够保证隐秘性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本来他还想要将清单上的侦察之眼技能也拿下来的，只可惜那个技能同样不便宜，两相对比起来，他只能暂时选择更迫切需要的隐匿技能书。而学习了隐匿技能之后，白胜奇阴沉着脸，紧跟着前脚离开清水商厦的那几名职业者，一路前行。大街上行人并不算太少，所以即便他跟得有些近，一时间也并没有被对方发现。白胜奇也不知道自己跟着对方是打算做什么，但他下意识的就跟了过来，鬼使神差地坠在那几人的身后。不得不说，他的这种行为虽然有些莽撞，却误打误撞，正好获取到了相关信息。前方几人一边走一边交谈着，
也许觉得所说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所以也没有刻意的压低声音。准备，我们继续吧。今天不把弹跳射击技能书刷出来不罢休。还刷呀？天天混着新手练级区都腻死了。我们回去继续练级，抓紧时间，赶快练到30级转职不香吗？转职？你以为那么简单？一人冷笑着说道。没有足够的准备，就算升到了30级，你以为就能够完成得了转职任务？一旦任务失败3次，这一辈子就别想2转了。没错，听队长的，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现在辛苦点，等都准备好了，到时候转职还不是手到擒来啊？就是啊，准备的充分一点，说不定还能够通过难度5星的转职任务，那咱们小队就算是起飞了。几人之中，那个白胜奇最关注的盗贼，此刻也开口说话了。只听得他摇了摇头，满是遗憾的说道：那个时候就应该听我的，咱们一起将那个富二代见习医师处理了，他身上3件极品装备，拿来卖掉肯定值老多钱了，不是比碰运气打什么蚂蚱射手首领强多了吗？这话远远飘来，落入了后边白胜奇的耳中。话音入耳，白胜奇两眼眯起，整张脸都冷了下来。第26章，一路尾随。从清水商厦离开，一直跟在前方几人身后。白胜奇此刻终于确定了前方几人的身份，果然自己没有猜错，前面那名见习盗贼正是当时在练级区向自己发起偷袭的人。这个发现让他怒气勃发的同时，心里又有了某种喜悦涌现。谁要跟你联手围杀别人啊？你有迷雾面纱可以隐藏自己身份，咱们可没有，到时候被告到协会和城卫队去，咱们可都吃不了兜着走。说话间，前面的几人已经来到了公交站台，人多了起来，几人也就默契地停下了这种讨论。很快，公交车到站，白胜奇紧跟着几人上了车。这一趟车前往的仍旧是城北练级区，白胜奇就坐在那名见习盗贼身后不远的座位上。听到动静，那名见习盗贼下意识地转头看了过来，入目处一片迷雾，这竟是个连等级都看不出来的职业者。见习盗贼心中一跳，不敢多看。能隔绝外人查探到了这种程度，后边这人的实力必定不能小觑，等级面板说不定都远远胜过自己。在隐匿的作用下，他并没有能认出白胜奇来，而白胜奇一路跟过来，竟然都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隐匿这个技能的功效。车上人不少，大部分是才转职未久的新手们都在兴奋地讨论着，话题不外乎练级、野怪、装备、技能之类。那几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是闭目养神。最终车到站之后，这几人麻利地下车，往练级区域深处快步走去。他们这一趟回城休整，除了跟萌新百货的老板处理掉一些收获之外，还重新跟对方确认了收购清单。很显然，蚂蚱射手的掉落物对方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几人于是抓紧时间过来，将某个区域重新控制了起来。蚂蚱射手首领4个小时刷新一次，他们虽然回城一趟再来，但也仍旧赶得上。白胜奇在后边也悄然跟上。等级提升之后，得益于如今等级和强大的精神属性，他已经看得清这些人的部分信息。很显然，这个小队的几个人都是20多级，仍旧属于一转职业者的范畴。既然如此，那与其他一转职业者之间肯定是没有鸿沟般实力差距的。那么，就算是被对方察觉到了自己的跟随，白胜奇也自信对方拿自己没有办法。哪怕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对付对方。但是被那名见习盗贼袭击所带来的不满，让他不愿意轻易的放过对方。没错，他就是这么小心眼。熟门熟路的，前方的几个人已经进入到了这片怪物区域的中心地带，然后他们各自散开，将那个地带围了起来。白胜奇知道，这就是蚂蚱射手首领将会刷新的地点。这几人显然是在提前蹲点，将这片地方包场了。队伍手 BOSS， 路过的兄弟，麻烦让让了。果然，有零散的职业者才刚靠近，便已经收到了那几人的警告。也许那些零散职业者也是想要来蹭 BOSS 的，但在他们这一整个队伍面前，显然并不具备底气。最终，零散的职业者们都被赶了开去，这个小队完成了清场。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对于这些零散职业者并没有过分忌惮，这也很正常，毕竟蚂蚱射手首领也只是个比较低级的 BOSS 而已。有实力的高等级队伍不会浪费时间来打这个跟他们竞争，而想要来打这个 BOSS 的职业者又基本上不会具备与他们竞争的实力。白胜奇并没有靠得太近，他直接找了一棵茂密的大树，爬了上去，藏身其中。以他如今的敏捷与灵巧属性，轻轻松松就做到了这样的事。森林里的大树确实可以藏身，但爬上去后并不方便练级打怪，所以很少职业者会做这种事。白胜奇暂时放弃了练级打怪，只是远远地紧盯着那几人。果然，
几人里面的那个见习盗贼很快就融入空气，进入了隐身状态之中。白胜奇并不焦急，继续耐心等待。不久之后，虚影涌动，那片被清空的区域忽地出现了许多野怪的身影。当中一只体型大得出奇的蚂蚱射手，正是这几人苦苦等候的首领级蚂蚱射手。而这只蚂蚱射手首领自然不是孤零零的单独刷新出来的，和他一起刷新的还有4只精英级蚂蚱射手，以及周边的16只普通级蚂蚱射手。BOSS 往边上引开一点，先清小怪，最后再打 BOSS。呼声之中，几人已经十分默契地行动了起来。很显然，这样的策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了。白胜奇仍旧没有任何动静，他远远地看着这些人清理小怪，从他们的清除效率之中估摸对方小队的实力。不得不说，这个小队的实力不错，清除起蚂蚱射手来有模有样的。但是那只是跟这片野区的其他练级者相比而已，跟此刻的自己比起来，这样的清怪效率不值一提。随着小怪被快速清除，蚂蚱射手首领身边只剩下4只精英级蚂蚱射手了，而4只精英级蚂蚱射手也并没能支撑太久，很快也倒在这支队伍的手下。场中就只剩下一只孤零零的蚂蚱射手首领了。真正的 BOSS 战现在才算开始。白胜奇并不急迫，躲在大树上，他静静地看着那个小队对战首领级蚂蚱射手。看得出来，首领级蚂蚱射手的实力非同小可，哪怕是20多级的队伍，也仍旧不可能将之轻松攻略下来。除了白胜奇最为关注的那名见习盗贼之外，这个队伍还另有4人：一名见习骑士，一名见习斗士，一名见习法师，一名见习弓箭手。是的，他们没有奶妈。由此可以看出，前期的见习医师是多么的不受待见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没有足够的回复手段，他们这个队伍攻略不了太强大的 BOSS， 只能够来新手区域欺负一下蚂蚱射手首领。见习骑士迟钝挡在最前面，护住了后边的2名主要攻击手，而那名见习斗士则是奋力发起攻击，以求吸引一些首领级蚂蚱射手的仇恨，让这只蚂蚱射手首领不要一味盯着后边的2名远程攻击手。然而，作为见习斗士的他，攻击力虽然不错，命中却太差了。一个愤怒重击打出来，落到蚂蚱射手的身上，竟跳起了一个大大的 miss。而这时候，首领级蚂蚱射手飘逸的向后一跃，biu 的向前射出了3箭，正是他的成名绝技弹跳射击。靠！后边的见习法师大叫一声，身上已经飙出了触目惊心的伤害数字，连忙灌下一瓶补血药之后，这名见习法师连忙喊道：“拉好拉好，小心翻车！”此时此刻，藏身大树上的白胜奇也缓缓拉开了弓弦。第27章，把舞台让给大佬。大树上，白胜奇熟练地拉满了弓弦，他却并没有马上出手。视野范围内，空气一阵扭动，某个他最为关注的身影忽地出现，伤害数字飘起。这名见习盗贼猛地在那只首领级蚂蚱射手的腰间连扎3刀，一如当时对白胜奇所做的那样。我来拉住仇恨，不慌，你们2个放心输出。特么的，还得是你，这蚂蚱射手首领的闪避太高了，我们斗士的命中是真的坑。小心别过火了，首领级蚂蚱射手的伤害不低，你一个盗贼也不算太肉，可顶不住几下。迟钝的见习骑士已经冲了过来，口中带着对这名见习盗贼的告诫。作为队长，他确实需要操心比较多。放心，我有1万多血，站着让他打也能顶一会。见习盗贼呵呵一笑，蚂蚱射手首领 biu 3连射落到他的身上，伤害是有一些，但确实不算太痛。咻！耳边忽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下一刻，一股钻心的剧痛袭击了他。3362，恐怖的伤害数字在他的头上跳了起来。越是强大的伤害，感受到的疼痛便越强。他那看起来极长的血条一下子就掉落了1/3。见习盗贼脑海里嗡的一声响，整个人几乎都呆住了。首领级蚂蚱射手何时拥有这种惊人的攻击力了？不对，不对，那是从侧边射过来的，不是蚂蚱射手首领的攻击。短暂的震惊之后，这名见习盗贼清醒过来，开始回想起其中的差异之处。biu。正在这时，迟钝骑士冲了过来，挡住了蚂蚱射手首领的新一轮攻击。259，3个伤害数字跳起来，让他彻底想明白了。小心，不是这只蚂蚱射手首领，另外还有一个厉害的弓箭手在蹲我们。说话声中，耳边又传来了咻的一声。3245，这名盗贼的头上再度飘起一个伤害数字，这一击同样惊人。见习盗贼的血条一下子掉落到只剩下1/3了，进入到危险的界限，要拦住。近距离看到这一幕的迟钝者心中一震，连忙举盾站到了那名见习盗贼的侧后方，挡住了先前2箭的攻击路线。这一刻，他甚至将首领级蚂蚱射手都先放到了一边。首领级蚂蚱射手虽然难打，
但本身的攻击能力对于他们这些20多级的职业者来说并不算致命，威胁显然没有发出刚刚那2件的弓箭手大。大树上看着已经躲到了迟钝者身后的那名见习盗贼，再次拉满弓弦的白圣骑微微皱眉。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想要攻击到那名见习盗贼，恐怕并不容易。而这个时候正是对方用完了隐身技能的间隙，一旦拖下去，让对方得以再次使用隐身技能，那事情恐怕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了。他手中的弓箭仍旧是之前的那一把，并没有进行更新换代。跨职业使用装备附加的属性大大减弱，换不换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其世系职业又如何？照样弄他。一瞬间而已，白圣骑便已经做出了决定，手中弓弦一松，箭枝离弦飞出。而在箭枝离开弓弦的刹那间，他的身上已经涌起了一层血雾。他果断地使用出了风雪技能，2级的风雪带来 40% 的攻击速度提升，让他下一支箭矢上弦的速度大为提升。咻！2725，箭如流星，一瞬间便已经到了对面，击中了目标。只不过对方盾牌挡着的面积太大了，白圣骑只能选择对方的大腿作为箭枝落点。而很显然，以他极高的灵巧属性，哪怕是如此高难度的位置也是轻松命中。攻击位置的不理想，加上骑士系职业的高防御，这一箭确实不比命中盗贼时的伤害来得可观。但是被这一箭击中的迟钝者仍旧直冒冷汗。是哪位2传的大佬在跟兄弟们开玩笑？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兄弟在这里给大佬赔礼道歉了。他隔空喊话起来。以他的见识，很明白能够打出如此高伤害的存在，必定不可能只是1传的职业者。隐藏在暗中的那位，很显然是一名2传弓箭手，直接等级全面落在下风。哪怕自己这边人多，迟钝者也马上光棍的认栽了。开玩笑，一名高级弓箭手藏在暗处，哪怕是同级法爷也得跪下唱征服啊！自己这边都是些1传的，拿啥去跟人家叫板？大佬是看上这只 boss 了吗？是的话，哥几个马上退走，这就将舞台让给大佬您。他左想右想，也只能想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人家2传弓箭手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向自己这些1传的出手？然而迟钝者的好态度并没有换来好结果，咻咻声连响，箭枝接连飞来。白圣骑根本就不打算跟他们和谈，仇怨必须要用倾泻的箭枝来洗刷。他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哪里不对，先前自己被袭击，虽然没有吃什么亏，但并不能抹去对方袭击自己的事实。当时是因为自己实力尚可，所以让对方的袭击无功而返。那么这一次袭击，就看对方有没有实力在自己的攻击之下支撑下来了。2815、2765、1705，一连几支箭有节奏地落到了那名迟钝骑士的身上，只不过其中有一些被他以手中盾牌挡住，伤害大为削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职业之间总有一些克制，弓箭手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扛着盾牌的家伙。但碾压性的属性面板带来了碾压性的输出能力，即便是举着盾牌的见习骑士，十分能抗的存在，在白圣骑的剑之攻势之下，也有些吃不消了。他的背包空间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瓶补血药，这一刻丝毫不敢停地往嘴里猛灌。他的心里在滴血，就这么一会儿，他所消耗的补血药便几乎等于平时好几天的量了。就算是成功攻略了这只首领级蚂蚱射手，那恐怕也未必能够回本了，除非能够好运地爆出弹跳射击技能书来。心中这样想着，他忽地发现对面的攻击似乎停止了，而猛地又灌了一个大血瓶，他的血条才从危险界限重新回到了安全线上。事实上，能够如此，并非是因为他的血条够长，防御够高，又或者大血瓶够用，只因为白圣骑犹豫了。大树上，他拉满弓弦，却并没有射出下一支箭来。从刚刚的一轮试探里，他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一旦自己全力发起攻击，哪怕对面的迟钝者不停灌血瓶，血条回复速度也是跟不上掉落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自己连绵不绝的剑枝攻击下被击杀。白圣骑正是在犹豫这一点，自己到底要不要击杀掉这名迟钝者呢？职业者协会的禁令在心头闪过，老实说，仅仅只是一传职业者的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这条禁令。更何况上一次自己所遭遇的袭击，这名迟钝者并没有参与其中。种种念头只是在白圣骑的心中一闪而过。下一刻，场中已经起了变化，一个声音大喊起来：“我找到了，那人就在对面的大树上。”话音落处，已经有一股灼热气息在场内涌现，一个火球向着白圣骑藏身的大树飞来。第28章，咱们有优势。轰！爆燃声中，白圣骑藏身的大树被火球砸中，迅猛燃烧起来，而白圣骑也因此而失去了藏身之所，
不得不跳落到地上来。他的身形出现在对面小队的面前。我知道了，是从公交车上就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个人。迟钝者的身后，那名见习盗贼的声音响起。很显然，他想起了先前公交车上的一幕。虽然这人的所有信息也一团迷雾，但同一个新手练级区应该很难遇上两个这样的人。咻！小队里的见习弓箭手已经弯弓搭箭，向白胜奇发起了进攻。一旁的见习斗士也憋着一股气冲了上去。干他！见习斗士肆意大喊着。二转又如何？他不让咱们好过，咱们就干死他！5对1，咱们有优势！大喊声中，他已经冲到了白胜奇的面前，愤怒重击向前打去。Miss！ 短短时间内2次出手，面对2个不同的目标，却是同样的结果，啥也打不中。这就是斗士吗？爱了爱了！见习斗士气得浑身发抖，站在一旁，孤独的在风中凌乱。事实上并不怪他，虽然他的命中确实是有些低，但主要原因还是白胜奇的敏捷属性太高了，远胜过当前等级该有的程度。先前在练功房里，即便是7只毒变蛙同时发起攻击，被攻击者闪避削减 70%， 也已经很难打得中白胜奇了。为了受击提高负面抵抗的熟练度，白胜奇可是站着不还手，让7只毒变蛙一直攻击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面前的这名见习斗士当然就没有那样的待遇了，但有时候攻击被闪避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对面队伍中的见习弓箭手灵巧属性还行，命中率不算差，一个2连剑击真真切切地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只是这个2连剑击攻击好像奏效了，却又没有完全奏效。2个伤害数字跳起来，加起来足足2点的伤害值，仿佛是在嘲笑那件习弓箭手一般。什么鬼？这是弓箭手该有的防御力吗？发出2连剑击的见习弓箭手眼皮直跳。就算对方是2转弓箭手，按理说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自己的攻击吧？这样的防御力，就算说对方是皮糙肉厚的骑士，也完全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啊。2连剑击之后，这名见习弓箭手不信邪的又弯弓搭箭，紧接着发起了好几次攻击。然而结果仍旧是一样的，这几下落到白胜奇的身上，依然只能打出1的伤害，连给对方挠痒都稍显不足。轰！在这个时候，对面的见习法师已经吟唱完了咒语，第2个火球飞了过来，直接砸到白胜奇的身上。魔法技能是以精神力锁定的，自然不会受到敏捷闪避的影响。这一下砸得结结实实，火花四溅，余光之中，对面队伍的几人瞪眼细看，但正因为十分仔细地看着，这一刻的他们才更加怀疑起人生来。伤害数字跳了起来，即便是这支队伍最强的输出手段，也还是只能够打出可怜的一点伤害而已。白胜奇的防御附魔是半点也不惯着他们，而在他们纷纷出手的时候，白胜奇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既然已经从隐藏的大树中现身出来了，他也懒得再次躲藏，直接就站在原地，弯弓一箭一箭向这些职业者射去。先前的那名见习骑士血条本已经掉落到了极其危险的界限，但在白胜奇犹豫的瞬间里，一直苦于打不中人的那名见习斗士奋勇挡在了前边。他想要再向那见习骑士出手的话，便得先干掉这名见习斗士才行，除非他射出的箭支会拐弯，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据说有某种名为剑斗术的技能可以做到令箭支拐弯击中目标，但很显然白胜奇目前并没有掌握那样的弓箭技能。事已至此，他并不纠结，干脆就雨露均沾，向着场上的每一个对手都发起了攻击。不过短短时间过去，对面小队的几个人血条都在他的攻击之下变得岌岌可危起来。在他的弓箭攻击之下，那件习骑士和见习斗士还可以多撑几下，但另外2名远程攻击手却是一剑惨叫，2剑残血的结果。白胜奇再度弯弓搭箭，而此刻场上受到他攻击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到了残血的地步，哪怕是拼命往口中灌着血瓶，也未必能够将血条拉回到健康的程度。很显然，接下来的一剑发出来，必然会有一个人亡命剑下。对面小队的几人此刻都是面色苍白，满头大汗，不知道白胜奇的这一击会落到谁的身上。正在此时，几人眼中喜意泛起，白胜奇身后的空气一阵波动，一道身影突兀出现。而在突兀出现的瞬间，那道身影手中的短刀已经狠狠地往白胜奇腰间捅了下去。另外几人都瞪大双眼看着短刀的落处。像弓箭手和法师这种脆皮职业，最应该畏惧的显然就是掌握了潜行隐身技能的盗贼。一旦被潜行近身，盗贼那超强的瞬间爆发攻击，再配合上让人恶心到骨子里的淬毒技能，被袭击的脆皮下场往往都不会太好。只是几人看着仍旧箭在弦上将发未发的白胜奇，心头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个疑问：对面这位真的还能算是脆皮吗？
一切都只在瞬息之间而已。随着短刀刺落，结果已然分明。啪啪啪！免疫，免疫，免疫，免疫是什么鬼？刚刚从隐身状态里出来的盗贼眨了眨眼，有些搞不懂状况。自己好不容易隐身前行过来，一个淬毒加3连刺，结果就这3连刺不破防，淬毒攻击甚至都挂不上，被直接免疫了。这是什么道理？呼，又被人捅了一次腰子。白胜奇心里显然很是不爽，他甚至都懒得更换武器，握着手中的长弓直接就横扫过来。啪！弓身扫在盗贼的身上，1645。弓箭用作近身攻击，伤害值减半。但即便如此，也把那名盗贼吓得够呛。他再也不敢在原地停留，猛力奔跑起来，极力地远离了白胜奇的身边。白胜奇看着狼狈奔逃的那名盗贼，眯了眯眼。这个时候，对方显然是灌了不少血瓶，血条又已经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但无所谓，他会继续出手。轻轻一拉，手中弓弦已满，箭支急射而出，一箭又一箭。等到那名盗贼快要奔逃回对面时，其生命值又已经到了仅剩血皮的地步。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白胜奇下一箭射出，便是这名盗贼倒下毙命之时。惊恐之下，迟钝的见习骑士厉声呼喝起来：“你敢违反禁令，就不怕协会的制裁吗？”此时此刻的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也只剩下搬出禁令来镇住对方这个办法了。对此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只希望对方至少能够对协会的禁令有所忌惮吧。然而听到了这一句话后，箭在弦上的白胜奇冷笑起来：“制裁？你们确定下一次遇上还能认出我来吗？”话在耳边，残血的盗贼如梦初醒，惊恐大叫起来：“是你！”耳边已经有箭枝划过空气急速飞行的声响。第29章，谁上谁死。箭枝飞过，本就残血的见习盗贼再也无法支撑，瞬间倒地。你！对面的迟钝者指着白胜奇，欲言又止。和怪物被击杀掉的时候不一样，那名盗贼的身体倒在地上，并没有直接消失不见，这代表着这名盗贼并没有真正的彻底死亡。很显然，对方一转之后得到的一次复活机会，在此之前并没有用掉。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可以选择复活到城市中的存档点里，也可以使用其他复活道具进行现场复活。不过看他们这个样子，应该是用不起那种道具的。白胜奇冷笑一声，从弯弓搭箭的状态停了下来，对着那名迟钝者说道：“你看着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击杀的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白胜奇的目光不由得落到场中某处。在刚刚的战斗里，那是被他们两方人都忽略了的存在，正是先前这个小队攻略中的蚂蚱射手首领。在刚刚被白胜奇的攻击打到残血时，那名见习盗贼慌不择路的逃窜，不知怎的就过分靠近了那只蚂蚱射手首领，并运气很差的吸引到了对方的仇恨。于是这只蚂蚱射手首领就顺手给了他一个弹跳射击。若是在平时，这当然不算什么，只可惜在当时已经残血的情况下，他却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攻击了。顺理成章的，他就被击杀，躺倒在了地上。都是因为你，不是你的话，蚂蚱射手首领根本就击杀不了他。迟钝者并不听白胜奇狡辩，一下子就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所以呢，你们想怎样？给他出气，还是报仇？说话间，白胜奇一根箭枝在手指间转了个圈圈，很快便又搭到了弓弦上。东西我帮你捡回来，老张你回城复活，咱们先撤退。到了这个时候，迟钝者早已经失去了继续和白胜奇争斗的信心。他举着盾牌，大步奔跑向前，转眼间就靠近了见习盗贼倒下之处。那里有3个光团闪耀夺目，显然正是被击杀的盗贼所掉落的。而他所想的自然是趁着这个机会迟钝帮忙捡回来，然后整个队伍撤退。那样的话，除了老张失去了一次复活机会之外，这一次吃亏还算在承受范围之内。只可惜他心里想得很美，现实却并没有那样美。咻！白胜奇一箭射出，正中他的大腿。盾牌虽大，却不可能遮挡得住全身。这个时候，白胜奇直接开启了风雪技能，箭枝离弦的速度大大增强。那迟钝者还没有靠近地上的3个光团，便已经承受了好几次剑击。迟钝者咬牙灌下血瓶，还想要强行冲上，硬顶着攻击将那3件掉落物捡回来，直到他的膝盖中了一箭。这一箭比射在大腿上的伤害值更高，而且还有着不一样的效果，直接让奔跑的他保持不住平衡，哗啦一声跌倒在地。本来弓箭手想要精准的命中对手的膝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今两人相距并不远，白胜奇的灵巧属性又达到了366点的惊人高度，一击命中对方的膝盖简直不要太简单。
见习骑士跌倒，被盾牌遮挡的后背露了出来，顿时有剑枝落到了他的背上，对他造成了远超过先前的伤害。即便是皮糙肉厚的他，这时候血条也已经见底了。而另一边，见习斗士也早已经趁机冲出。然而，对付这没有盾牌遮挡的见习斗士，更是毫无压力。不过2-3箭射过去，对方的血条便大幅度掉落，惊恐地停在原地，灌起了血瓶来。谁上前谁死！白圣骑冷冷地看着对面几人，嘴角微微翘起。还是说，你们嫌走路太慢，打算一起复活回城？脸上泛起了一个诡异的笑意，他如此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能代劳。撤退！见习骑士从地上翻身跃起，举着手中的盾牌，再也不管前方的3箭掉落物，只是招呼着队友离去。到了这一刻，他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前方的那名疑似弓箭手的职业者，绝不是他们这个小队能够对抗的。不，在那名职业者的面前，自己的这个小队甚至连保命都做不到。对方似乎已经动了杀心了，这个时候再不撤退，那恐怕就真的没有机会撤退了。虽然说自己这个小队的众人都有一次额外的复活机会，但那并不是能够随意消耗在这里的理由。转眼间，这整个小队呼啦啦的逃窜远去。对面的那名见习骑士甚至还不忘一直迟钝走在最后，为队友们遮挡后路。作为队伍里的肉盾，他做的无疑已经极好了，但结局如何，终究还只是看白圣骑的心情而已。若是他有意要将这几人留下，即便有迟钝者的保护，这支队伍也仍旧走不脱。看着众人远去，白圣骑摇了摇头，看向了地上的3个光团。曾经无故袭击自己的只是那名见习盗贼而已，他并不打算将怒气撒到对面的整个小队去。当然，更主要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对职业者协会那条禁令的忌惮。虽然说别人理应看不清自己的信息，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一道白光闪过，那名见习盗贼的尸体消失不见，显然是选择回城复活去了。白圣骑也不客气，直接将对方掉落的3个光团捡了起来。迷雾面纱、黄铜短剑、淬毒药包。白圣骑大致上看了看，不由得笑出声来。那名盗贼运气够背的，这一次死亡直接掉落了2件装备，还有一份消耗性道具。黄铜短剑和淬毒药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顺手就放到了背包空间里。而迷雾面纱却很不错。迷雾面纱，品质优秀，职业要求无，等级要求20。迷雾，令人难以看穿面容。如雾如幻的面纱，轻薄如无物，毫无半点防御能力，却有着能够遮挡容貌的特性，是一件辅助型的装备，没有任何战斗属性，但却能够遮掩面容，似乎还行。配合自己刚刚学会的隐匿技能，算是相得益彰，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白圣骑正在查看捡起的3件道具呢，便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攻击，身上飘起了不起眼的伤害数字。啊，差点忘了这里还有一只首领级蚂蚱射手呢。第30章，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城北森林，白圣骑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差点忘记了身旁还有一只首领级蚂蚱射手。直到被对方的攻击打到身上，他才回过神来。很显然，他的这种无视对于身为 BOSS 的蚂蚱射手首领来说，简直是红果果的侮辱。不过，既然吸引到了自己的注意，那么便是这只小 BOSS 梦的开始了。白圣骑弯弓搭箭，向对面的蚂蚱射手首领发起了攻击。先前的小队退走，那么这一只 BOSS 他便毫不客气地接管了。以一人之力击退了整整一个小队之后，白圣骑对于自身实力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很显然，在这一片新手练级区里，能够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个体应该是不存在的了。除非有2转以上的职业者来到这里，不然自己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而得益于先前那个小队的清场，此刻周边静悄悄的，一个职业者也看不到。白圣骑乐得享受这份安宁，手中的弓弦响个不停，剑枝连绵不绝地飞出。对付一只野怪，他根本就不需要留手，可以肆意倾泻自己的输出。咻！3159，又一次剑枝飞出之后，蚂蚱射手首领那长达10万的血条终于被清空，化作一道白光消散。蚂蚱射手首领虽强，但对于如今这种实力的白圣骑来说，也只是花费一些时间的问题而已，根本就不存在翻车的可能。虽然在练功房里已经击杀过许多只首领级怪物了，但在这只蚂蚱射手首领化作白光消散时，他的呼吸仍旧不禁变得稍微急促起来。明知道不太可能，他仍旧往地上爆出的光团看去，忍不住期望那一种极低的可能性。但很显然，他的运气并不会每一次都那么好。期望中的弹跳射击技能书并没有爆出来，其余的掉落物算是对得起首领级怪物的身份，比一般野怪的掉落丰厚太多了。已经见过世面的白圣骑随手捡起，
随意弯弓搭箭，击杀着周边刷新出来的蚂蚱射手，同时往野区更深处走去。这个时候，那名盗贼应该已经在城市里复活了。白胜奇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去向城卫队或者职业者协会告发，但在他想来，即便对方想要告发，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一次自己并没有显露出身份信息来，就算对方能猜到自己是上一次有过接触的医师，也会苦于没有证据，很难取信于城卫队。只是自己也确实没有必要冒险留在这里，万一到时候城卫队真的被请过来了，自己正好还留在原地，那就真的是瓜田李下，很难解释得清了。不得不说，白胜奇的这种想法还是靠谱的。就在他远离蚂蚱射手练级区时，复活回城的某位盗贼已经黑着脸来到了城卫队的办事处。我要告发！盗贼满腔怨愤，向着面前的办事员说道：我在野区被人击杀了，那人违反了职业者禁令，还请城卫队出手将之抓捕。姓名、职阶、等级。办事员坐在办公桌后，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头也不抬地问道：是我的姓名，还是那个人的姓名？都要。办事员抬起头来，不耐烦地用笔杆敲着办公桌面，说道：先把你的信息说给我登记起来。哦好，我叫张庆，一传25级，见习盗贼。盗贼张庆表现得十分合作，对这办事员的恶劣态度不敢有半点怨言。好，张庆是吧？把击杀你那个人的信息说说。这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张庆神情微微一变，已经咬牙做出了决定。他阴沉着脸，缓缓说道：那人名叫白胜奇，应该是一传11级的见习医师。话未说完，办事员便已经啪的一声将写字笔摔到了桌面上。见习医师？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还是说，你真就觉得我们办事处很闲？盗贼张庆一句话说出来，便已经惹得办事员的态度急转直下。其实也不怪这办事员，实在是张庆话语中的信息太过于骇人听闻。医师系职业本就没有什么攻击手段，才一传的见习医师尤甚。一名25级的见习盗贼，却说被一名11级的见习医师越级击杀了。这话说出来，谁信？张庆也知道这样的话语很难取信于人，但实情就是如此，他也没有办法。在被对方击杀的前一刻，他从对方那似曾相识的行为举止里猜测出对方正是先前与自己有过一番冲突的见习医师，而那名见习医师名为白胜奇，仅仅只有11级而已。在见时虽然已经看不透对方的信息，但张庆估摸着对方一定是使用了什么特别的道具。毕竟相近的身高体型、不讲道理的超强防御道具、似曾相识的话语和对自己的浓烈敌意，这一切已经足够明确了。退一步来说，万一是自己认错了，那就算对方倒霉好了。只可惜城卫队办事员并不是他可以随意对待的存在。眼看这名办事员已经打算合上记录本，无视他的告发，张庆咬了咬牙，大声道：城卫队若是不想接手，那我只能去找协会了。话音落处，张庆便感觉到一道冰冷的目光从对面传来，面前的办事员显然是被他激怒了。这股压迫感是如此强烈，很显然面前看似人畜无害的办事员，真实实力远远超过了自己。或许是一名2传以上的职业者也说不定。你说什么？办事员一字一顿，死死地盯着张庆。张庆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挺直腰杆，艰难地说道：我说，城卫队若是无法处理此事，我只能选择上报到协会了。好，你很好。办事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对身后招了招手，吩咐起来：小李，你来看着这边，我出去一趟。然后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对张庆说道：走吧。张庆一愣，问道：去哪？还能去啊？我信不过你所说的，只能到复活神殿去走一趟了。这有问题？办事员冷冷地看着张庆，尽管心头杂念纷呈，但这一刻张庆又哪里说得出半个不字来。两人离开了办事处，往复活神殿而去。第31章，择日不如撞日。清水城复活神殿，这时候来了2个人。百无聊赖的守殿人抬起头来，看向了走过来的2个人，目光落到其中一人身上，不由得促狭地笑了出来。哟，你这又来了！被他盯着的见习盗贼张庆不由得老脸一红。其实也不怪守殿人，实在是平时从这复活神殿里复活出来的人太少了，如今早已经不是开荒时代。在职业者正式转职并进入城外野区之前，早已经在学校里学习到了相应的知识。哪怕是刚刚转职的萌新，也已经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知道什么阶段要去往哪个野区对付哪种野怪。更不用说如今的新职业者们，大部分都有上一代打下的基础，出城打怪前早已经准备好补给药和装备道具，恨不得武装到牙齿。只要不作死的去越级打怪，
基本上不存在意外被野怪击杀的情况了。所以这个复活神殿平时是几天都不会闪起一次复活光芒的。于是今天复活神殿里闪起光芒时，守殿人便很是惊异，并对复活之人保有相当印象。这不，张庆跟着城卫队办事员再次上门时，一下子就被那守殿人认出来了。闲话不多说，帮我看看他刚刚是被谁击杀了。办事员却没有好脸色，许是被打扰了悠闲喝茶时光的缘故。老胡，你咋这么大脾气？是我那侄女又惹你生气了吗？守殿人没跟办事员计较，笑呵呵的将手掌贴在神殿中的复活神石上，以精神力沟通起来。这种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一般来说，被击杀者无法确认加害者的身份时，城卫队便会请他从这复活神石中提取情报。而作为被击杀者复活的媒介，复活神石是可以保留对方被击杀时的一些信息的。当然，这些信息保留的时间并不会太久，大概1-2天内就会消散掉。不过也已经足够解决很多事情了。那个，张庆又要开口，然而才刚说出2个字来，便已经被守殿人摆手打断。抱歉，我和复活神石建立联系的时候，你最好保持安静。张庆只能无奈停了下来。他忽然发现，这名不显山不显水的守殿人，好像也是一名2转以上的职业者。看来，能够在清水城这些重要位置上担任职位的都很不简单。张庆发现事情的走向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他无能为力，所能够做到的也只有安静等候了。很快，守殿人便将手掌从复活神石上收了回来，一脸狐疑地看着面前的张庆，说道：“你这不对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城卫队办事员皱眉看了张庆一眼，先一步问道。守殿人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倒也不是有什么问题，是这个人他并非是被其他职业者击杀的，而是死在首领级蚂蚱射手的攻击之下。”什么？办事员勃然大怒，猛地看向一旁的张庆。而此时此刻，承受着这股可怕威压的张庆，甚至连头都差点抬不起来。没错了，这种可怕的威压感，必然是属性面板差距大到了可怕的地步才会形成的。面前这名办事员绝对是2转以上的职业者，而且还不是普通的2转职业者，甚至达到了3转也说不定。张庆瑟瑟发抖，有些后悔来向城卫队告发了。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根本就不会来这里，不过是一次复活机会罢了，咬咬牙也就忍过去了。虽然先前就有所猜测，但他没有想到复活神石中保存的信息竟然细致到了这种地步，连自己是被首领级蚂蚱射手击杀这一点都能够保留下来。这个时候当然不能松口，不然的话，自己将同时惹恼城卫队办事员和复活神殿守殿人，那不是自己可以承受得起的。两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张庆身躯颤抖着，艰难说道：“当时我们小队正在辛苦攻略 BOSS， 是那白圣骑直接向我们发起袭击，将我打到了残血，这才被 BOSS 碰巧清空最后一点血量，将我击杀了的。如果真是这样，严格来说，那人确实也算是触犯了禁令。”复活神殿守殿人点了点头，向城卫队办事员看了一眼，说道：“老胡，你怎么看？”办事员沉吟一下，缓缓说道：“但一切不过都是这人的一面之词而已，谁又能证明此事确实与那白圣骑有关联？我们小队的人都能够证明。”听到办事员的口风略松，张庆当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连忙说道：“我可以联系我们小队的人过来。”然而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办事员便已经挥手打断了他，摇头冷笑道：“你们小队的人跟你当然是同穿一条裤子的了，这证词听与不听又有什么区别？”张庆一下子愣住了，一时间他有些弄不清楚这位办事员的意思了。只是他的沉默与纠结并没有维持太久。几人说话间，一声英鸣响起，有声音从一旁传来：“你们刚刚是不是在聊一个叫做白圣骑的人？”话音响处，已经有一人大步走到了3人的跟前，一只雄鹰从天上飞来，落到他的肩膀上。“张西西，你不跟着你们会长攻略副本，跑这里来干什么？而且在城里，你多少收敛一点，别把你的鸟到处放飞给人看吧。”看到那人靠近，城卫队办事员面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显然对于对方的来临并不是太高兴。操鹰师，3转职业者。这一刻，见习盗贼张庆脑袋嗡的一声响，看着靠近的那人，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作为一名连2转都没有的25级见习盗贼，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到3转职业者，那种压迫感是实实在在的。对于办事员不太友善的质问，张西西并不生气，只是和善的笑了笑，说道：“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接应一下工会里的人而已，但没想到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靠谱，攻略那种难度的副本，竟然也没有一个需要复活过来的。”哼！办事员冷笑一声，说道：“怎么，你是在提醒我，让我别忘了你们是清水城第1工会吗？”“哪里的话。”张西西轻轻笑了笑，并不跟对方争吵，
而是说道：“我们会长跟你们大队长已经达成了协议，我马上也会到城卫队来当差，咱们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同事了，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张西西不跟自己吵，办事员也没有办法继续，只能侧过脸去，生起了闷气来。正所谓择日不如撞日，干脆我就从今天开始入职吧。既然你不信这人，不如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张西西笑眯眯地看着办事员，嘴里说着的明明是商量的话语，但语气之中却又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意味。办事员豁然转过头来，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张西西。张西西迎着他的目光，并不回避，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感觉。好半晌之后，办事员终于还是点了点头，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说道：“行吧，你既然愿意代劳，我也乐得清闲。”说罢，他向复活神殿的守殿人点了点头，就此转身离去，没有半分留恋。他当然知道，张西西接手此事必然有着自己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正是为了针对那个叫做白胜奇的萌新职业者。但因为某种原因，此时此刻的他却失去了参与其中的兴趣。而且，大队长既然跟那位周会长有了约定，自己还想那么多有什么用？眼看办事员离去，张西西脸上和煦的笑容敛去，冰冷的视线落到了张庆的身上。你确定那人叫做白胜奇？第32章，普通职业者张庆的苦涩。清水城周边，一辆私人用车停在了城外不远。张庆坐在车辆的副驾上，身体绷直，整个人显得十分紧张。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样的私人用车。平时的他出城打怪练级都只能够乘坐清水城每日运行的公交车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能够使用得起这种私人用车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他绝对得罪不起的存在。一时间，他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参与进这样的事情中来。早知道自己一开始就不要到城卫队办事处去，那样也就不会陷入现在这种前路莫测的忐忑之中了。但世上何时有过后悔药？他小心地以眼角余光看去，只见坐在主驾驶的那个先前肩膀上立着一只雄鹰的人，此刻正鼓捣着手中的一个方形小盒子。他知道那是名为通讯仪的东西，是铁匠的后续分支转职巧匠所制作出来的。因为巧匠职业的稀少以及极其珍惜的制作材料，这种通讯仪的价格足以令人望而却步。能够使用得起这种通讯仪的，非富即贵。不过，张庆也从某些职业者口中听闻过一个不知真假的消息。据说，有一位雷姓的巧匠，似乎已经掌握了某种降低通讯仪制作门槛的方法，正联合众多的巧匠在做最后的细化。职业者报上，那位雷姓巧匠曾经出现在某一期的头版。那一期张庆也看过，长篇大论的技术分析他是看不懂的，但现在依稀还记得这么一句话：年轻职业者的第一台通讯仪。老实说，作为混得不怎么样的一转见习盗贼，他对此颇为期待。通讯仪很快接通了，鼓捣了半天的张西西摇了摇头，吐槽道：“这玩意真难用，啥时候能改进一点啊？”旋即，他向着通讯仪对面大声说道：“小明，过来吧，城北门这边，你先前拜托我的事情，我有眉目了。”说完，他也不管对面怎么回答，直接关掉了通讯。将通讯仪收好之后，他啧啧声响，这玩意消耗魔法值真多，通话半分钟，回蓝2小时，一转的小家伙们拿着怕是根本就用不动。坐在一旁的张庆眼观鼻鼻关心，啥也听不到，啥也不敢说。对了，差点忘了，你一个25级的见习盗贼，被个刚转职的见习医师弄到回城复活，这也太丢人了吧！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张西西又说道：“那小子能够做到这种事情，想必身上是有不少极品的装备道具之类的吧？”张庆连连点头，回应道：“是的，是的，没错。那小子光我看到的就有一把极品弓箭，打人可痛了，还有极品的防御道具，我的攻击打上去连破防都做不到。”张西西摆了摆手，对此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啥防御道具啊？那是防御附魔四转大法师给他准备的，就算是我不花点心思都未必破得了他的防呢。四转大法师？张庆两眼瞪大，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妙。那个见习医师跟四转大法师有关系？这一刻，张庆的面色惨白如雪，因为张西西看了他一眼，笑着回答道：“没错，他是四转大法师的儿子。”张庆脑袋嗡的一声响，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二转三转的职业者就已经是他需要仰望的存在了，四转是什么概念？更何况是四转的大法师？也许人家吐口气，自己这整个小队就都要灰飞烟灭了。可笑自己竟还想着从那四转大法师的儿子手里抢夺极品装备，如今甚至还告发到城卫队，打算带着城卫队的人去惩戒对方。活得不耐烦了，说的应该就是自己这种人吧。协会和城卫队的规矩很大，但在清水城这样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一名四转大法师。张庆面色数变，终于转头看向主驾驶，艰难地说道：“那个，
我突然想起家里水龙头忘记关了，要么我先回去关一下。当然可以。张西西脸上笑眯眯，没有半点想要阻止他临阵脱逃的意思。只是张庆却能够听到天空上传来了猎鹰的鸣叫声，他脸上表情一僵，还没有离开座位的屁股再一次紧贴回去，认命地发出了叹息也是的声音。不用了，我想起来了，我家里没有水龙头。他很清楚，在三转的大佬跟前，自己根本就不存在半点逃脱的可能。即便他身为见习盗贼，有隐身前行的能力，但三转操鹰师的猎鹰眼神锐利，据说甚至能够看穿隐身技能，最为克制他这种小偷小摸的职业。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在这种难堪的沉默之中，张庆下意识地往后边看去。不看不要紧，这一看，他不由得又是心中一跳。只见后边城门处，一人飞速奔跑而来，身上清风环绕，跑起来有种脚不沾地的感觉，显然是使用了某种提升移动速度的卷轴。这样的卷轴，他也就是在野外逃命的时候才忍痛使用过一两个。而那个奔跑而来的人，显然却是将之当作日常的普通消耗品使用了。张哥，你不是说不帮忙的吗？这会怎么又想通了？那人很快奔跑过来，站在车旁，隔着车窗与主驾驶的张西西说着话。张庆暗暗看了一眼，发现对方竟只有11级而已，11级就能够将价值不菲的加速卷轴随意使用，这很显然又是一名富有的直二代了。上车，张西西招呼那人往后坐下，这才摇了摇头，又说道：都转职2天了，你怎么才11级？也太慢了吧，不努力的话，到时候别人全跑你前头去了。周生明在后座坐下，呼出了一口气，说道：我也知道，所以我这不是回城来准备道具了吗？这趟出门不练到15级，我都不打算再回城了。两人旁若无人地说着话，一旁的张庆心里凉气直冒。从两人的话语之中，他察觉到了某个信息：用加速卷轴跑过来的这个小子是昨天才刚转职的，结果今天就已经练到了11级。而听那操鹰师的意思，这还不满意。再联想到在野区里碰见的见习医师，张庆心头有些苦涩。明明只是一名见习医师而已，却能够拿着一把弓箭攻击的自己屁滚尿流，以至于最终复活回城。果然，这就是直二代和普通职业者之间的差距吗？坐稳了，我要出发了。正沉思间，操鹰师张西西大声提醒，整辆车猛地向前冲出。第33章猎鹰寻人。车辆在野外疾驰，周生明看着窗外向后飞退的景物，大为感叹：张哥，你这车啥时候买的？不便宜吧？钱都花在装备技能上了，我哪里还有闲钱买车呀？张西西笑着摇头说道：这是我到城卫队当差，会长专门拨给我用的。哦，是这样。周生明默默点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道：不过你说的那件事，对付白胜奇那家伙，不至于要这么大阵仗吧？还有，这位又是谁？周生明的目光落到副驾的张庆身上，仿佛这时候才看到对方一样。他很重要，是咱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理由。张西西笑了笑，很快便将有关张庆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周生明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他显得有些难以置信。白胜奇，他不是一个没有攻击能力的见习医师吗？怎么能够越级击杀一名25级的见习盗贼？而且他怎么练级那么快，之前就有11级了？你确定你没有认错人？一连好几个问题从他口中跳了出来。别小看任何人，更何况他那个父亲还是一名4转大法师，会给他留下什么东西，这谁也说不准。你不也是见识过他身上的防御附魔了吗？那可是咱们会长都没有舍得弄出来的东西。听了张西西这样的话语，周生明面色有些不好，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方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先前我不答应你对付他，那是因为找不到理由，而且也没有想到对方的威胁性这么大。但再这样下去的话，不但你的属性水晶不保，怕是以后咱们工会的立场都会有些尴尬了。张西西看了旁边的张庆一眼，笑了笑。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周生明眨了眨眼，问道：你的意思是，如今他触犯了协会禁令，我又已经在城卫队上任，有些事情当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张西西双眼微微眯起，看向了前方灰暗的天空，嘴角扯动了一下。他父亲尽管有些人员关系，但人走茶凉，只要咱们理由充分，估计谁也没有办法再说些什么了。周生明一时间沉默下来，车辆继续向前飞驰，而沉默的车厢里，张庆的身躯渐渐发冷。他发现事情已经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了。很显然，自己被击杀的事情早已经不是重点，自己显然已经陷入到了某个不得了的争斗之中。似乎是察觉到了他不对劲的情绪，正在开车的张西西瞥了他一眼，随意说道：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小队是吧？等你们都2转之后，到咱们的夏季工会来当个外围成员吧，倒也勉强足够了。张庆心中一紧，旋即狂喜，小心翼翼地问道：
贵公会是清河公会。张庆双眼瞪大，一时失声。尽管早已经猜到对方来历惊人，但实在没想到竟惊人到了如此地步。清水城第一公会可以跟城卫队分庭抗礼的存在，这样的公会抛出了橄榄枝，直接将他内心的所有忐忑全部一扫而空。就在这样微妙的气氛当中，车辆闯进了森林炼级区里，一路冲过，惹得炼级区里的萌新惊叹连连。而拦在车辆去路上的野怪，直接被车头一撞，就化作了白光消散。只不过身为驾驶员的张西西已经3转，击杀这些野怪早就没有了经验值。张哥，你让我开一下吧，这车用来练级简直无情啊！坐在后座的周生明眼热到不行，开个鬼，别想这些有的没的，练级就该好好练。还有你，赶紧给我指路。张西西却不理会他，直接开始吩咐一旁的张庆做事。最终，车辆在张庆的指引下来到了某个地方，那正是先前首领级蚂蚱射手刷新的地点，也是他被击杀倒地之处。但很显然，此时此刻，此地早已经没有了白胜奇的踪影。知道他在附近，就问题不大了。说话间，也不见张西西如何动作，天空上一只猎鹰展翅飞翔，绕着这个地点不停转圈，向外扩大着巡视的范围。曹鹰师职业别的不说，在利用猎鹰寻人这一点上，倒是得天独厚。张西西有信心，只要对方还没有离开这片野区，那么他的猎鹰便必定能够找得到对方。毕竟他的猎鹰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培养，猎鹰之眼等级不低，哪怕是普通的隐身状态也能窥破。咦，刚刚是鹰鸣声？炼级区里许多职业者都闻声抬起头来，而其中同样包括了手持弓箭的白胜奇。离先前解决掉那个小队已经1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仍旧在森林里击杀野怪，猎取充能点数，并没有提前返回城区。父亲没有出事之前，有跟他聊到过一些这个世界的常识，他并不觉得那复活神石能够记录下自己的信息来。毕竟严格来说，击杀掉那名盗贼的是首领级蚂蚱射手，而并不是自己。城卫队不可能因为这样不清不楚的信息就出动来抓人。而学会了隐匿技能，加上那名盗贼掉落的迷雾面纱，白胜奇相信这片炼级区里没人能够看得穿自己的信息，哪怕击杀野怪的表现出格一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心中这样想着，他又是拉满弓弦，一箭射出。随着一声鸣叫，猎鹰从天空上飞来，落到了张西西伸出的手掌上。然后他将手掌收回，与猎鹰额头对额头紧密接触。只是他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难看起来。作为操鹰师，他与猎鹰之间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紧密联系。在刚刚与猎鹰的交流之中，他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怎么了，张哥？他又离开野区回城了？一旁的周生明心中对此事没有过分的期待，这时候反而显得比较平静。暂时还说不准，只是我以精神力将那小子的身形样貌传递过去。我家小金说没找到相似的，这猎鹰竟能够根据身形样貌寻人，还是在那么高的天空上。一旁的张庆感觉自己像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他的目光落到那猎鹰头部，见上边有一撮金色的毛，想来就是小金这个名字的来源了。那个，我当时掉落了一个迷雾面纱装备，拥有隐藏面容的特效，如果他装备起来的话，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让这只小金忽略掉了？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张西西大怒，冷冷地瞪了张庆一眼，伸手抚摸猎鹰，像是在安慰对方。片刻之后，猎鹰小金轻鸣一声，再度展翅飞起。第34章，你就是白胜奇。森林炼级区里，白胜奇皱着眉头，抬起头来，在森林的上空，一只猎鹰正盘旋飞翔。他明显能够感觉到，从不久前开始，这只猎鹰就快速的缩小巡视圈，此刻更是几乎直接停在他的头顶上空了。而这代表着什么？他心里很清楚，这表示自己极有可能已经被那只猎鹰盯上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好事。是谁在针对我吗？白胜奇心中思索，还是有些想不明白。如今的自己处于隐匿状态，又装备了迷雾面纱，按理说不会被其他人认出才对。不过心里虽然有种种疑问搞不清楚，但行动上他却半点不慢。不管怎么说，如今自己被猎鹰盯上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这个时间点，会是谁想要对付我呢？白胜奇一边加速奔跑，一边心中思索。很显然，到目前为止跟自己有仇怨的，严格上说不过是先前那个小队还有周生明这两边而已。天空上掠过的猎鹰，他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3转职业操鹰师的手笔。而能够使唤得动3转职业，要么是那个小队成功告发到城卫队了，要么就是周生明那边动用了自身职2代的关系。不得不说，白胜奇的这种推断有理有据，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的事情
跟两方人都有关联。森林练级区中，白胜奇一反常态，不再专门往人少的偏僻处，而是往人多的地方走去。他很清楚，不管是谁想要对付自己，至少走到人多的地方，能够稍微让对方有所忌惮，不敢肆意出手。至于坐等对方上门，跟对方单挑，以一传见习医师职业去面对一名3传的曹营师，白胜奇不觉得这种想法是正常人该有的。身上的防御附魔也许能够挡得住3传曹营师的攻击，也许挡不住，在没有真正尝试过之前，谁又能知道呢？他不想要用自己的性命去做一个结果未知的试验。下方的白胜奇脚步飞快，而森林上空的猎鹰也发出了一声鸣叫，飞速远去。尽管少了一只猎鹰在头上，但他心中的沉重感觉却半点都没有消减。他明白，如果说先前的猎鹰降空只是巡视刺探的话，那么如今猎鹰飞去，想必很快就是正主上场的时间了。森林练级区某处，一名男子伸手接住了降落的猎鹰，与对方以额相处。是吗？有3个面容被迷雾所笼罩的人，其中2个雌性，1个雄性吗？这名男子正是一路开车赶来的曹营师张西西。此刻他看向身旁2人，笑着十分灿烂，说道：结果不坏，毕竟是新手练级区，拥有这种手段的不多，排查起来轻松多了。转身坐回到车辆驾驶座上，他伸手招呼：上来吧，去跟咱们这位厉害的小朋友见见面。一连将好几罐特级补蓝药倒进车辆的某个缸体后，这辆车终于又再度轰鸣起来，咆哮着向前疾驰而去。特么的，这玩意真不是平常用得起的。车厢中回旋着张西西的叹息声。另一边，白胜奇一路往外，此时已经渐渐靠近等级更低的赤峰兔练级区。不得不说，他跟这个赤峰兔练级区域似乎有着命运一般的连结。这不，再一眼望去，茫茫多的练级者里，远处正有一辆私人用车飞速冲来，而在车辆的前方低空处，一只猎鹰也是飞掠而来。很显然，这辆车大概率是冲自己来的。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白胜奇心中一震，明白巨大的危机将要降临了。此时此刻，他却忽然做到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伸手往脸上一抹，他直接取下了装备着的迷雾面纱，将之放回到背包空间里。从这一刻起，除非将他击杀爆出背包空间里的道具来，不然谁也不会知晓迷雾面纱在他的手中了。除此之外，被他一起放进背包空间里的还有手上的弓箭。不过眨眼间，他便又成了那个手持坚韧衣杖的见习医师。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太对劲的话，那就是自己的等级了，已经达到了22的等级，跟这个赤峰兔练级区简直是格格不入。白胜奇留意到，随着他将迷雾面纱放进了背包空间之后，天空上飞掠向前的猎鹰忽地有了一瞬间的停顿。果然，这只猎鹰先前确实是锁定了他，而锁定他的方式估计就是根据他跟练级区中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如今他将装备着的迷雾面纱取下，那么脸上笼罩迷雾这一点去掉之后，表面上他就跟其他人完全一样了。而以猎鹰的智商，估计一时间很难反应得过来。怎么停下来了？车辆轰鸣着停在了赤峰兔练级区中，张西西走了出来，略有些疑惑地看向天空中。猎鹰盘旋飞来，落到他的手上。哦，原来是这样，现在的小家伙们心眼儿倒是真多。他对着同样下车的周生明说道。那白胜奇应该就在前边那群人里了，和之前一样。你用精神力将对方的身形容貌再传过来一次吧。他的猎鹰和人类不同，虽然有着犀利到可怕的眼神，但是记忆力和思考能力方面却确确实实不太行。先前的指令是让他找出面容被遮挡的人，这一次要根据面貌找人，则要重新再传递信息过去才行。不用这么麻烦，我已经看到他了。走下车来的周生明摇了摇头，大步向前走去。他和白胜奇是多年的同学，在一群人里把对方认出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见习盗贼张庆只见过对方的面容一次，这时候目光往人群里左右扫射起来，果然很快也看到了一张略显熟悉的面容，正是当时疑似掌握了几件极品装备，引发自己贪念的那名见习医师。很快，几人便已经在练级区里对上面。你就是白胜奇？张西西站在白胜奇的面前，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白胜奇脸色稍沉，视线在周生明和见习盗贼张庆的身上一扫而过，继而落在明显给人以极大压迫感的张西西身上，问道：你们有事找我？事实上，在这句话问出来之前，他心里已经感觉到大大的不妙。周生明和那个被自己弄到复活的盗贼一起找过来，这怎么可能还有好事？张西西脸上带着诡秘的笑意，并没有先回答白胜奇，而是向着周边大声喊了起来：城卫队办事，无关人士请速速回避。第35章，我抓人何须证据？赤峰兔练级区里，随着张西西一句话喊出去，所有的练级者都骚动起来。城卫队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当然清楚，但这个时候
先不管什么成卫队了，单单是飞在空中的那只猎鹰，便已经让他们心中惊颤。三转操鹰师职业特色太过明显，所以哪怕是才一转的职业者们，也都能够轻易分辨得出来。一名三转操鹰师似乎要跟人打起来了，谁还敢那么傻乎乎的待在原地啊？短短时间内，这片野区里的练级者们便已经跑了个精光，以至于不久之后，这片区域刷新出的大量赤峰兔根本就没人打。对于此刻抢怪练级的常态来说，这多少显得有些奇异。白胜奇当然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些刷新出来的赤峰兔，因为这个时候的张西西已经对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你是主动跟我走，还是要我动手？说话间，张西西眼里明显闪烁着凶光。尽管对这名三转操鹰师十分忌惮，但事到临头，白胜奇也并不愿意任人宰割。他沉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张西西讥讽一笑，说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傻？眼前这种情形，我还能是什么意思啊？白胜奇的脸冷了下来，明白今天事情只怕是大条了。你突然跑过来让我跟你走，我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事。而且你说你是成卫队的人，又有什么证明？白胜奇自认为自己说的话有理有据，就算是成卫队的，行事也必须遵照章程，不能肆意乱来。有意思。张西西轻笑起来，面上笑容渐渐转冷。一个一转的见习医师，蝼蚁一样的东西，得了些父辈余音，就以为可以跟我讲道理了。他面容冰冷地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口中说出的话语比面容更冰冷几分。别说我真是成卫队的人，就算我不是，你又能怎样？似乎是失去了耐心，这名操鹰师提高了声音，默然道：白胜奇，你涉嫌陷杀其他职业者，触犯了协会禁令，我代表成卫队将你紧急逮捕，若敢反抗，就地格杀。默然的话语出口时，低空中盘旋着的猎鹰发出连声鸣叫，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降落到白胜奇的身上。白胜奇脸色十分难看，他咬了咬牙，艰难开口说道：我没有击杀过任何职业者，也没有触犯任何禁令，你毫无证据就胡乱抓人，我绝不会跟你走的。证据？张西西嗤的一声笑了出来，他怜悯似的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叹息摇头。毕竟是年轻人，该说你太天真了吗？叹息声中，新的一句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来，让白胜奇久久无言。我抓人为什么需要证据？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你不肯走，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鹰鸣声变得更为急促了。白胜奇脸色一变，心乱如麻，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面前这名操鹰师的态度，他算是看明白了，对方明显就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而只是打算解决自己而已。乖乖跟对方走的话，等于是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对方，往后想要等来公正的判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但若是拒绝跟对方走，那么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方必然会果断向自己出手。以对方三转操鹰师的实力，自己怕是生死难料。运气不好的话，一次复活机会怕是要消耗在这里了。而就算复活回城了，复活神殿那边未必就没有对方的人，到时候再被堵住，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是彻底玩完了。当然，这是假设防御附魔防不住对方攻击的情况，而万一自己的防御附魔能够防得住这名三转操鹰师的攻击，那么自己倒是进可攻退可守。好吧，攻击就算了，自己如今的属性面板虽然远胜过普通职业者，但想要对一名三转职业者造成威胁，恐怕还是想太多。不过一瞬间而已，白胜奇的心里便已经闪过了种种想法，而耳边却已经响起了周生明的声音：张哥，先别忙，让我跟他再来一次男人之间的决斗。说话间，周生明已经快步向后倒退，手中的法杖也举了起来，正要念动咒语发出魔法技能来。然而他的这种热血举动却直接被张西西否决了。小明，你还是算了吧，这小家伙可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不简单，但我现在已经不是1-2级的萌新了，而是升到了11级，还换上了更强的装备，他的防御附魔再强，也未必能够完全无视掉我的技能攻击吧。周生明并未在意，对于升级后的自己显得信心十足。也罢，反正时间还多，也没啥事干，随你吧。张西西摆了摆手，便不再劝说，只是站在一旁观看。默人理会的见习盗贼张庆同样乖巧地站到了一旁，在三转操鹰师的面前，他表现得比这片野区里的赤峰兔还乖巧。随着周生明念动咒语，他的法杖前端光芒闪耀，灼热的气息蜂拥而来，一个体积惊人的火球渐渐显现。对于火球术这样的初级技能来说，分辨其威力大小十分简单，看火球的体积大小就可以了。很显然，周生明并没有吹牛，等级提升且又更换了装备之后，他的魔法攻击力大大提升，连带着火球术的威力也极大的提升了。
所以他才信心满满，要以这威力提升之后的火球术，再向白圣琦发起挑战，洗刷之前的耻辱。白圣琦并没有太在意周声明，反而是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一旁的操阴师张西西身上，并非他骄傲自满，而是以他如今的属性面板，一眼就看穿了周声明的等级与属性面板，对方根本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就是不知道那三转操阴师到底有没有看穿自己的属性面板。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怎么还这么放心的让周声明向自己发起以卵击石般的挑战？所以说自己极高的精神属性和隐匿技能发挥作用了。那名三转操阴师其实并没有彻底看穿自己的属性面板，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有些事情就能够操作一下了。白圣琦的视线落到周声明身上，眼里开始闪动着诡异的光芒。第36章，你打不动我，我却能杀他。赤峰兔练级区，周声明手中托着一个脸盘大的火球，并没有马上扔出去，而是就维持着这种状态，向另一边叫道：白圣琦，别说我欺负人，我等你准备好。看得出来，他对于手中的这个脸盘大的火球有着相当的掌控力。很显然，这2天来他有所提升的并不仅仅只是等级而已，其魔法掌控力也是大大增强。作为一名见习法师，已经算是有模有样了。白圣琦目光闪烁，此刻的他心里也是在飞速盘算着，那三转操阴师对自己没有过分防备，这一点对于自己来说无疑是极其有利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自己是该握着坚韧依仗冲上去，还是直接掏出弓箭来，麻利的给对方来一发致命的攻击？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叮咚。正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阵悠扬的铃声突如其来。等等，我有通讯进来了。操阴师张西西伸手拦住周声明，另一只手已经接通了自己的通讯仪。什么？那秘境入口又出现了。好，我知道了，我正好跟小明在城北这边，我马上带他一起回去。张西西很快挂断了通讯，向捧着火球的周声明说道：小明，别玩了，城北这边出事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同一时间，他的目光落到了白圣琦的身上，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小家伙，我现在没有心情，你立即乖乖上车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保证你马上就要用掉一次复活机会了。呵呵，白圣琦轻声冷笑，并没有听从对方的安排。在这一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直接从背包空间里取出弓箭来，果断地拉动弓弦，一箭闪电般向前方不远处的周声明射去。你！张西西勃然大怒，却也已经阻拦不及。他哪里能够想到，在自己的面前，这个仅仅才1转的小家伙，竟然还敢那么大胆，说动手就动手。咻！剑枝划过空气，下一刻，一个惊人的伤害数字从周声明的身上跳了起来，3256。啊！可怕的伤害值带来了同样可怕的疼痛感。从未遭受过此种打击的周声明根本就忍耐不住，直接惨嚎出声。作为仅仅只有11级的见习法师，他的血条并不算太长，即便是有着一身不错的装备，也只是能保证他没有被这一剑秒杀而已。一剑之下，他的血条差点就被清空，仅仅只剩下最后一丝血皮。祸不单行的是，他手中捧着的火球也在难把控得住，眼看着就要爆炸开来。在这一刻的他表现出了强大的求生欲，奋力以精神力维持住火球的状态，然后猛地一丢，火球直接落到了侧边不远处，发出一声轰鸣，将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不得不说，他还算是幸运，任谁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承受任何一点攻击的话，他的血条便将会彻底见底，化作尸体倒下。而复活神殿那边，复活神时能够记录的，也许就是他最后以火球炸死自己的一幕。你找死！张西西整个人都颤抖起来，手臂一挥，已经有剑枝的破空飞出，而天上鹰鸣阵阵，那猎鹰更是急速扑下，同样向白圣琦发起了进攻。在这一刻，张西西再也不想着要留下对方一命了，无论是甩手剑还是猎鹰突击技能，都直指白圣琦。这样的攻击，别说是1转职业者了，便是2转职业者前来也要傻眼。并不怪张西西紧张，若是因为这次的事情导致周声明丢掉了一次复活机会，他都不敢想象自己会承受会长何等可怕的怒火。可怕的攻击打向白圣琦，张西西自身已经迈动脚步，打算冲向周声明身边。这个时候，残血的周声明显然处于最危险的状态，他必须要近身帮忙防护一下，才能让彼此心里有些安全感。然而，他的脚尖才刚刚抬起，却再也不敢向前迈出。一个声音已经在他的耳边响起：你再往前一步，他就死。张西西丝毫不敢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发话的人是白圣琦。在甩手剑和猎鹰突击2个技能攻击下，本应该变成尸体倒下的对方，此刻仍好好的站在原地。
咦，很离谱地，无论是甩手剑还是猎鹰突击，作为他这个三转操鹰师的2个技能落到对方的身上，竟然都还是破不了防。对方身上的防御附魔效果就真的有那么强？老实说，白胜奇心里也是捏了一把冷汗的。三转操鹰师的攻击来临时，他已经做好准备要给自己加上缓慢恢复技能了，但没想到对方的攻击来得似乎很凶猛，却并没能造成相应的伤害。自己身上的防御附魔应付面前这名三转操鹰师的攻击，似乎也依然没有压力。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起来了。白胜奇直接弯弓搭箭，对准前方的周生明，拿捏住了面前的三转操鹰师。很遗憾，你的攻击伤不了我，但我的攻击却能够击杀得了他。有意思。张西西面色阴沉，看着面前的白胜奇说道：不愧是清水城曾经最强的4转大法师，他留下的防御附魔果然很不一般。想来你这高的不合常理的攻击力也是那位的手笔吧？让我来猜猜看，莫非是攻击附魔？白胜奇心中一动。张西西会这样说，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根本没有看透自己的属性面板。不然的话，他不会误以为自己的高攻击是来源于所谓的攻击附魔。自己最大的秘密显然还没有显露人前。僵硬地站立在原地，张西西眼里闪动着危险的光芒。他紧盯着白胜奇说道：你有4转大法师留下的攻击附魔，说不定能够打得动我呢。不如你干脆向我出手，若是能够将我击杀回城复活，你的困局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一连几句话全是劝说对方改换攻击目标的。而听闻了他的话语之后，白胜奇视线落到了他的身上，目光闪烁间似乎颇为异动。但最终他眼里的这位一转见习医师还是摇了摇头，轻笑了起来。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我知道很多高级别职业者都掌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万一我掉到你的陷阱里，那岂不是血亏？而且以你的血条长度，我这点攻击根本算不上什么。他就不同，我这一剑下去，他肯定会死。说话间，白胜奇手中弓箭再度对准周生明，面上神情变得漠然起来。现在你来选择吧，是眼睁睁看着我出手送他复活回城，还是你先主动回城，然后我再放他一马？第37章终极魔法卷轴。城北野区中，看着仍旧没有动作的张西西，白胜奇微微皱眉。怎么还没有决定好？可别告诉我你堂堂一个3转职业者会没有回城卷轴在身上。那倒不至于。张西西脸色难看，摇了摇头说道：但我怎么相信你？万一我回城了，你却不放过他怎么办？你只能相信我。白胜奇看着面前的操鹰师冷笑道：要么我干脆直接动手，反正他是死定了，至于你能不能有手段破开我的防御附魔，咱们拭目以待。小子别太嚣张了。张西西紧咬牙关，气得发抖。先前2个技能伤不了你，并不代表我就完全没有手段对付你了。另外咱们公会里4转的职业者也不是没有。说话间，他摊开的手掌上光芒一闪，已经多出了一个卷轴。那卷轴之上魔力气息浓厚，一看就不是便宜货色。终极的魔法卷轴。卷轴的封口袋上印着2枚6芒星，这正是终极魔法卷轴的标志。这个世界步入正轨之后，职业者们渐渐为各种东西订立了一定的标准。像他和周生明先前使用过的那种卷轴，都是低级魔法卷轴，其中封印着的技能从1阶到3阶不等。而面前张西西所拿出来的终极魔法卷轴，其中则会封印着4-6阶的技能。如果只是4阶的技能，自己的防御附魔或许还能够抵抗一下，但若是6阶的技能呢？白胜奇感觉够呛。怎么样，现在能够好好谈一谈了没？拿出了这个终极魔法卷轴后，张西西说话明显也变得有底气起来。这样的终极魔法卷轴在清水城里属于那种想买都买不到的稀罕物，每一个都价值不菲。老实说，他身上就只有这么一个，平时宝贝的很，不到最关键的时刻根本都舍不得使用。这样吧，我身上还有一个工会回城卷轴，我和小明同时回城，今天的事情大家就都当做一个误会，你觉得怎么样？张西西手握终极卷轴，自信满满的看着白胜奇，毫不担心对方不答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此时的白胜奇心里确实有些纠结，他并不愿意以自己的防御附魔去试探那封印未知技能的终极卷轴，但同样接受不了对方舒舒服服的潇洒回城去。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将那个卷轴给我，你们就可以回城了。白胜奇看了张西西一眼，又说道：你们无端端过来闹了这么一出，总得有点赔礼道歉的意思吧？你……张西西眼里凶光毕露，被一个一转职业者3番2次的威胁，对于他来说绝对是难以忍耐的耻辱。你当然也可以不给，大不了咱们一拍两散，我跟你家小明一起复活回城去，复活后我干脆快马加鞭再送他复活一次，假如他还有复活机会的话。白胜奇冷笑着
寸步不让，显得十分光棍。张西西一下子愣住了，他当然知道对方所说的不是虚言，在自己撕开卷轴的间隙，对方手中的弓箭绝对能够先一步送周生明去复活。到了那个时候，就算自己再用这个卷轴解决掉对方，也已经意义不大了。对方真发狠起来，复活后直接将周生明再杀一次，那么会长的这个心肝儿子就要彻底消亡了。都到了那种时候了，张西西可不相信复活神殿内不可动手的禁令能够拦得住对方。行，思索了一下，张西西沉沉点头说道：卷轴可以给你，但必须等到我们回城前的最后一刻，不然就没得谈了。很显然，他也担心提前将卷轴交出的话，手中没有了制衡白胜奇的手段。白胜奇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说法。他也是有些骑虎难下了。他当然可以选择什么都不理会，直接将周生明击杀，但那样的话，自己和这个操阴师还有其背后的清水城第一公会，就算是不死不休了。到那时候，这个第一公会势必要将对付自己列为第一要务，将会派出大量厉害职业者，而不仅仅只是来了这么一个三转操阴师了。白胜奇知道对方敢于如此随意地对待自己，只是因为自己太弱。若是自己足够强大，如今的这种困局将迎刃而解。但变强需要时间，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变强需要的时间长到令人绝望，但对于拥有练功房的他来说，那个时间点却是抬眼就可以望见。所以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跟清水城第一公会彻底对撞。刚刚那名操阴师接了通讯就打算匆匆离去，看来清河公会那边也有急需要处理的重要事情。只要自己没有触及到对方的界限，那么调动大量职业者来对付自己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心中种种念头闪过，白胜奇向着张西西说道：可以，不过先给点利息吧，除了这个卷轴，我看那辆车也不错的，也留下来给我吧。他的目光落到侧边不远处，那里张西西刚刚驾驶过来的一辆车停留在原地。你很好。张西西目光冰冷地看着白胜奇，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哼声。他本想在离去前将这辆车收起的，但是到如今却不好这样做了。在这种时候，任何会刺激到白胜奇的举动，他都只能尽量避免。在这个紧要的时刻，白胜奇当然没有分神去靠近那辆车，而是维持着原本的动作，说道：你们该走了吧。哼。张西西再度冷哼一声，又已经取出一个卷轴来，那跟常见的回城卷轴有细微的不同，想必这就是他先前所说的工会回城卷轴了。你还没有二转，这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吧？手里拿着工会回城卷轴，张西西忽地向旁边的见习盗贼张庆问道：是，大佬顺便带我一程，我还没有工会，现在马上可以加入大佬你们工会的。张庆连连点头，但忽然听到鹰鸣声响，阵风袭体，已经有2只钢爪抓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心里大惊，作为见习盗贼的职业本能，让他第一时间便使用出了隐身前行的技能来。只可惜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猎鹰之眼相是可以看透隐形，依旧毫无保留地对他发起了攻击。惨叫声中，张庆化作白光消散。3转对1转，结局理所当然，并不是每一个1转职业者都像白胜奇那样命硬的。这一次，盗贼张庆并没有像之前一样有尸体留下。从旁看到这一幕的白胜奇心中一震，他当然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从这一刻起，这名见习盗贼将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那名操阴师竟毫不顾及在场的自己，直接将见习盗贼张庆击杀，完全无视了协会的禁令。果然，所谓的禁令在这些强大职业者的眼里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存在吗？随意的击杀了一名见习盗贼之后，张西西面无表情地扫了白胜奇一眼，缓缓撕开了手中的工会回城卷轴。对方的这种举动，除了要遮掩消息之外，还显然有着杀鸡儆猴的意思。白胜奇的心里确实战栗阵阵，对这清河工会更显忌惮。他很清楚，从这一刻起，双方之间算是彻底交恶了。而得罪了这种市协会禁令于无物的存在，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张西西和周生明2人的身躯都开始被光芒元阵所环绕。周生明那家伙虽然才刚刚1转，但因为有个好父亲，以至于直接就加入了清水城的第一工会，拥有这个工会的各种加成效果，难怪他的升级速度那么快，才转职未久就已经达到11级了。光芒元阵转动得越发急促起来，这表示着张西西和周生明2人将会在下一个瞬间传送回城。而在元阵光芒直冲天际的瞬间，白胜奇手中弓弦绷紧，眼神冰冷地注视着对方。张西西漠然地看着手中剑枝将发未发的白胜奇，猛地将手中的终极卷轴向他抛来。第38章，就这，清水城回城点，光芒闪过，2道人影从中显现，正是从城北练级区返回的张西西与周生明2人。张哥，
你刚刚要是被协会那边知道了，岂不是麻烦很大？周生明看着身旁的张西西，心有余悸。哪怕到了现在，他也仍旧难以想象，平时总是笑呵呵的这位张哥，竟真的出手将一名职业者随意的击杀了。无缘无故的击杀职业者已经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他那种随意无所谓的态度，就像是踩死一只路边的蚂蚁一样。他难道就不怕被职业者协会那边知道，进而追责吗？麻烦什么？张西西轻笑一声，不以为意的说道：职业者协会确实了不起，但那是总会，不是在这清水城的分会。在如今的清水城，世道早已经变了。他从回城典里走出来，一边拨动通讯仪，一边快步向前走去。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赶紧跟我到复活神殿去，将那个小子堵住。大家既然都扯开面皮了，那就务必要彻底解决掉，省得以后麻烦。我见过太多优势时步步刀，最终被人翻盘的例子了。快步奔行之中，通讯仪已经接通，他向着对面噼里啪啦说了一通，脚步依旧不停。很快，两人便已经来到了复活神殿外。神殿门外站着的仍旧是先前见过面的守殿人。张西西向守殿人打了个招呼，问道：怎么样？守殿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从你通知我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复活神殿里并没有人复活过来。他似乎有些好奇，又问道：怎么了？你们工会攻略副本遇上了硬茬子，有所损伤？张西西不理会，直接越过了守殿人，快步走进了复活神殿内。殿中空空如也，除了仿佛永恒闪动着平静光芒的复活神石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怎么可能？他没有复活过来？神殿之中，张西西紧皱眉头，喃喃细语。跟在一旁的周生明疑惑地问道：张哥，怎么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谁要复活过来？还有谁？当然是你那个好同学白胜奇了。似是明白周生明的疑惑，张西西解释道：你以为刚刚回城的瞬间，我真的是那么好说话，直接把终极卷轴留给他了吗？难道？没错，别忘了，我是操阴师职业，我自身的实力只是很小一部分，主要的战力当然还是着落在我家的猎鹰小金身上。张西西笑着点头，缓缓说道：那卷轴中封印着的是5阶魔法暗影诅咒，命中之后会进入程度极其可怕的持续扣血状态，这种负面状态攻击不是防御附魔能够抵抗的，以他区区一转职业的血条长度，肯定要支持不住。周生明脸色微微泛白，艰难地问道：5阶魔法暗影诅咒具体会有多强？谁知道呢？不过会长曾经使用过一次暗影诅咒，目标是一位4转大骑士，对方中了之后，嗑药加医师加血都拉不回血条，最终只能绝望地耗掉了一次复活机会。张西西似笑非笑地看了周生明一眼，说道：你觉得区区一名1转见习医师还能比4转大骑士更肉吗？怕是不能。周生明一时间沉默下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不开心好。好了，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张西西摇了摇头，又说道：算算时间，再过不久，我家小金就要回来了，那边的具体情况到底怎样，问问他就清楚了。在复活神殿里没有看到白胜奇复活过来，让他的心里莫名的有些不安起来。只是基于对暗影诅咒卷轴和自己猎鹰的信任，他对于事情的发展仍旧没有过分担忧。城北炼级区，白胜奇看着向自己飞来的终极卷轴，目光一闪，并没有马上伸手去接，那是张西西回城前一刻抛出来的。终极卷轴在空中划过了一道弧线，一切都显得很平静，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陷阱了。然而正在这时，一声音明确突兀地响了起来。张西西的那只猎鹰并没有随着他一起传送回城，而是在天空上飞来，瞬间就靠近了那个终极卷轴。好家伙，他是想让这只猎鹰把终极卷轴也抢回去。察觉到这一点的白胜奇心中大怒，手中弓弦一响，已经向那猎鹰射出了一箭。射出的一箭准确无误地落到了猎鹰的身上，打出了454的伤害。这只猎鹰的防御力高得有些吓人，这一箭并没有能令猎鹰退缩。猎鹰飞在空中，2只爪子已经抓上了那个终极卷轴。在白胜奇有些恼怒的目光当中，那只猎鹰并没有如他所想将这个终极卷轴抢去飞走。猎鹰的爪子猛地用力，顿时那个终极卷轴的封口直接被撕了开来，一道精神力量从猎鹰的身上发出来，作用到这个终极卷轴上。这很显然是操阴师事先存放在他身上的精神力量，此刻正好发挥了作用。终极卷轴被撕开，幽暗的光芒从中飞出，十分有目的性地向白胜奇飞来。到了这一刻，白胜奇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很显然，那操阴师张西西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这个卷轴留给自己，对方在回城之前就已经计算好了，通过留下的猎鹰撕开封口，激发卷轴，利用这卷轴中封印的技能对付自己。只是这个终极卷轴中封印着的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技能？是4阶技能，还是5阶，亦或是6阶？下意识的，白胜奇抬手就给自己施加了一个缓慢恢复技能。处于这种境况下，他已经很难再做出更多的应对。至少，只要保证自己的血条不被清空，那么就问题不大。终极卷轴中封印着的技能虽然强力，但自己有防御附魔，还有着远超常人的血条长度，未必没有机会。他的心里想的很多，但事实上不过只是一瞬间而已。卷轴中飞出来的那道幽暗光芒便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只觉得身躯一凉，然后就再也没有其他感觉。免疫这样的字眼跳了起来，然后幽暗色的光芒便彻底消散。严阵以待的白胜奇一整个愣住了，甚至感觉到自己先前的忐忑过分可笑。终极魔法卷轴，结果就这。第39章至死方休的猎鹰。城北森林，白胜奇终于平静下来。终极魔法卷轴里发出的幽暗光芒落到他的身上，结果却毫无作用。他差点就要以为这个终极卷轴是假冒伪劣产品了。但很快，他从自己的技能面板中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负面抵抗 LV5，被动，熟练度2023-5000。他记得很清楚，先前这个技能的熟练度还只有2022来着。在承受了那道幽暗光芒的袭击之后，熟练度往上提升了一点，变成了2023。也就是说，刚刚终极卷轴里发出来的这道幽暗光芒，其实是一个负面状态攻击的技能。而运气很好的，自己的负面抵抗技能经过了先前的专门训练，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配合上自身极高的幸运属性，对普通的负面状态已经达到了100%抵抗的程度。这个技能因而直接被免疫掉，根本就没有能给自己挂上任何负面状态。白胜奇心里松了一口气，果然自己选择将负面抵抗技能练高是有道理的，不然的话，这一次恐怕问题很大。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一股怒气也同时从他的心里涌了起来。自己还是太年轻了，以为敌人会信守承诺，但很显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极度天真。这次没有受到伤害，算是运气好，下次可就不一定了。愤怒的白胜奇只能将怒气发泄到眼前所能看到的事物上。空中的那只猎鹰仍旧未远离，其主人离去前给他留下的指令是激发卷轴，确认攻击目标死亡，然后自行飞行返程。但目前的情况是，他确实按照指令激发了卷轴，目标却并没有死亡。这种变化以他的智商显然很难理解，因而仍旧停留在空中，并没有离去。正因为如此，停留在原地的他马上就成了白胜奇发泄怒火的靶子。风血技能开启，攻击速度提升40%，然后弯弓搭箭，咻的一箭向空中射去。猎鹰虽然没有完成主人的指令返程，但基本的战斗本能还是拥有的。看到箭支射来，他猛地扑动翅膀，向空一闪。三转职业者的猎鹰属性面板当然不差，白胜奇的这一箭首度落空，没有能够命中目标。他的灵巧属性虽然高，但由于自身目前的实力，跟三转操鹰师的猎鹰底面板确实还是有所不如。这一箭很显然激怒了猎鹰，躲过了白胜奇的一箭之后，他并没有趁机飞翔远去，反而是鸣叫着向下扑来。离开了主人的指令操控，他只会依据自身的本能作战。白胜奇向他发起攻击，那么他便必定会发起还击。猎鹰展翅，掀起一阵狂风，眨眼间便已经到了白胜奇的面前。这样的速度，以白胜奇的敏捷性，根本就不可能躲避得开。但他本也没有打算躲避，在猎鹰扑来的同时，他手中的弓弦又已经拉满，箭支再度激射而出。咔咔咔咔咔，扑下的猎鹰双爪连连抓击，钢铁般的利爪在白胜奇身上连抓好几下。普通的一转职业者根本就承受不住这样的爪击。先前的见习盗贼张庆便是在这样的爪击下瞬间逝去的，但同样的爪击对于白胜奇来说却半点作用也没有。防御附魔仍旧给力，让三转猎鹰的攻击无功而返。与此同时，白胜奇发出的一箭也已经落到了猎鹰的身上，又造成了好几百的伤害。以三转猎鹰的血条长度，这样的攻击再来10几下，只怕也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但白胜奇决意已经不去思考这个，只是连连拉弓，又有几箭落到了对方的身上。反正有防御附魔在身，自己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虽然每一箭只能给对方造成几百多的伤害，但持续下去未必不能将对方击杀。当前前提是对方愿意一直跟自己缠斗下去，而不是畏惧远离。这本是白胜奇咽不下心中一口恶气的举动而已，但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对那猎鹰造成的累积伤害越来越多，猎鹰却连半点要逃窜的想法也没有，似乎有种至死方休的意味。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跟操鹰师这个职业的特性是脱不开关系的。普通的野生鹰类战斗起来虽然凶猛，但当自身受到的伤害超过一定程度时，也是会心生畏惧，
萌生退役的。但操鹰师职业专门培养过的猎鹰却完全不同了，他们的本性虽然仍旧留下不少，但行动主要依托的将是操鹰师的指令。不论自身情况如何，一切皆以操鹰师的指令为优先。只要有操鹰师的指令在，即便前方是血海刀山，猎鹰也绝不会有半点犹豫地闯进去。对于操鹰师来说，拥有这样靠谱听话的猎鹰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只不过处于如今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有些不妙了。白胜奇能够感觉得到猎鹰的爪击落到自己身上，再也没有先前的那股力量了。对方飞掠扑击的动作也比先前迟缓了许多。这一切都表明了这只猎鹰的状态正在急剧的下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则是其血条的连续下降。本来看不清的血条被他一直攻击到如今终于显现了出来。三转猎鹰那极长的血条此刻只剩下最后一丝血皮，不停闪烁着，岌岌可危。以白胜奇的攻击力，只要再来几剑，这只猎鹰便必死无疑。如果操鹰师在场，这个时候无论是召唤猎鹰逃去，或者用上其他回复血条的技能，都能够将这猎鹰一条命救回来。但很可惜，这是一只和操鹰师两地相隔的猎鹰。终于，随着白胜奇手中弓弦最后一声响动，眼前的猎鹰发出了一声凄厉鸣叫，化作了白光消散。虽然因为世界的机制，这只猎鹰不会彻底死亡，但却会损失大量经验值且掉落许多等级，对于操鹰师来说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心中因操鹰师张西西而起的满腔怒气这才稍稍平缓下来。而随着这边猎鹰被击杀化作白光，清水城中操鹰师张西西面色却猛地一变。就在刚刚那一个瞬间里，他感觉到猎鹰小金回归到了自己的宠兽空间里。他一挥手，白光闪动处，一只猎鹰从白光中出现。这是你那只猎鹰小金吗？看着这只体型明显小了许多的猎鹰，一旁的周生明疑惑发问。是。张西西艰难回应，身躯止不住的颤抖着。小金被击杀了一次，如今已经从3阶宠兽掉落到2阶了，想要恢复到原本的实力，又得重新培养许久才行。第40章入城。清水城复活神殿。从复活的猎鹰处，张西西终于了解到了自己回城后野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此时此刻的他恨不得马上冲到城北野区去，将那白胜奇击杀，才能消去自己心头之恨。但这也只能想一想罢了。这个时候对付白胜奇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通讯仪响了起来，工会会长那边又开始催促了。他终于咬牙放下有关白胜奇的事情，带着周生明返回了清河工会的据点。清河工会在清水城的据点是一座大厦，雄伟之处并不在清水商厦之下。作为清水城的第一工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西西便在这里见到了清河工会的会长周成天。作为一名3转操鹰师，他无论是面对城卫队办事员，还是复活神殿的守殿人时，都显得肆意飞扬。但是站在这位周成天的跟前，他却一反常态，乖巧的像只小绵羊。那个秘境又出现了，并且渐渐接近城北新人练级区。在秘境入口的影响下，城北练级区的怪物将会发生异变，已经不适合新人练级了。张西西安静等候，周成天果然又接着说道：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带着小明往城西练级区去，帮他尽快提升等级，然后完成转职任务，进行2转。同样站在一旁的周生明眨了眨眼，有些讶异。爸，你之前不是说自己练级起来的基础才扎实吗？我这2天也悟到了，我可以独立练级起来的。看了他一眼，周成天摇了摇头，说道：若是平常时候，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今事情有变，没有时间给你慢慢练级了。秘境带来的异变最终会达到何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尽快2转，拥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说着，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来一样，又看向周生明。还有，你尽早达到30级，去转职神殿那边将那个属性水晶拿了，别小看这10点自由属性点，在2转前得到，价值胜过你以后的100点属性点了。好的，会长，我清楚了。周生明还要说些什么，张西西已经重重点头，拉着他赶忙离去。等到2人离去后，一个声音响起：会长，既然那个属性水晶这么重要，怎么不直接讨要过来，那不是更好吗？周成天沉着脸摇了摇头。转职神殿跟城卫队不一样，他们自身只属一个体系，连职业者协会都使不动他们，反正是10拿9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处处惹人生厌了。也对，毕竟咱们工会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没错，此次秘境异变之事利用好了，这清水城将会迎来飞跃性的发展，而咱们清河工会更是可以再上一层楼，不至于一直局限在区区一城。协会那边似乎也是另有想法，不然早就向上求援了，不至于等到现在。这样的异变之中，谁会没点想法呢？只是他们之前失败了一次，这一次未必还有那样的魄力与能力了，优势显然会在我们这边。城北练级区外，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白胜奇看着远处的清水城城门，有些犹豫。先前的他击杀掉了张西西的猎鹰，很是出了一口恶气。然后将现场遗留的掉落物以及那一辆车都拾取到背包空间后，他陷入了困难的抉择之中。谁都知道夜晚停留在野外并不是个好选择，但是如今的自己选择回城，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那个张西西来自于清水城第一公会，吃了亏之后，难道会一笑而过，不给自己下绊子？怎么想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有选择乘坐公交车回城，在他想来，以清河公会的能力，监控一天才寥寥几班的城北公交车，简直不要太轻易。自己若是搭上公交车，真要遇上事情的话，简直就可以被对方瓮中捉鳖了。至于使用回程卷轴直接回城，别说他手中正好没有回程卷轴，即便是有，他也绝对不敢。清水城的回程点是固定的，自己使用回程卷轴回城去，那跟直接送上门去根本就没有半点区别。白胜奇不觉得是自己内心戏太多，他只是将这一切往最坏的方向预想而已。但不回城又不行，无论是处理打怪的收益，进行补给，甚至是转职，都要在城市中进行。思索片刻，没有更多选择的白胜奇只能咬牙往城门方向而去，只能见机行事了。希望对方的触手还没有伸展到方方面面，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隙。这一刻的他心情忐忑且沉重，以至于身后传来车辆的轰鸣声时，他神经有些迟缓，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白胜奇！车辆上传来了清脆的人声，难得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白胜奇下意识地转头望去，身旁不远处停下了一辆私人用车，车窗打开，一张年轻俏丽的脸从中探了出来。胡琉璃！看着这张并不陌生的面孔，白胜奇讶然出声：“琉璃，怎么了？是你认识的人？”车窗后边又有其他声音传来，显然除了开车的胡琉璃之外，车内还另有人在。“是我同学。”胡琉璃随意回应一句，然后向着白胜奇展颜一笑，说道：“白胜奇，你也正好练级回城，上来我顺路送你一程吧。”白胜奇本想拒绝，但心中一动，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说道：“也好，那就多谢了。”车上除了胡琉璃之外，还另有3人，一名男生坐在副驾，2名女生坐在后排，不过都不是他认识的人。白胜奇上车后，后排的2名女生都好奇地盯着他看。前边副驾的男生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感兴趣，但微微侧着的头颅显然出卖了他。坐好了。胡琉璃一脚加速，车辆猛地窜了出去。在白胜奇忐忑的心情里，车辆很快就来到了城门处。守在城门处的显然是城卫队的成员。胡琉璃放下车窗，笑着打起了招呼：“孙叔叔，这个点还没有下班啊？今天怎么是您亲自到这里来了？”城门守卫见是胡琉璃的车，一边笑着挥手放行，一边说道：“城北那边出事了，我过来看看。队里今天估计都得加班了，你赶紧回去吧，不然老胡可得担心了。哦，听说你爷爷也正好回来了，见到了记得替咱们大队长问句好啊。”“好的，谢谢孙叔叔。”胡琉璃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缓缓开车远去。后边一个城门守卫看着远去的车辆，有些不解：“头，那车里明显还有其他人，咱们怎么不检查一下？怎么，这城卫队是清水城的城卫队，还是他们清河公会的城卫队？他们随意招呼一声，咱们就得屁颠屁颠的听命吗？这……眼睛放亮点来，这小女娃最得胡老爷子的喜爱，惹恼了她，别说咱们了，大队长都没有好果子吃。”第41章转职神殿。清水城，搭顺风车安全入城的白胜奇向胡琉璃致谢后，拒绝了对方几人的晚餐邀请，独自离去。原地车里的气氛却变得有些不和谐起来。“琉璃，那家伙也太不懂事了吧，你好心搭他一程，他就这态度。”后排的2名女生显然对白胜奇的态度有些不满，副驾上的男生更是一声冷笑，说道：“琉璃，不是我说你，咱们这些人上学只是走个流程罢了，所谓的同学跟咱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以后就没有必要再有交集了吧？”“张风雨，你这是在叫我做事？我要怎么做是我的事情，你要是觉得不爽你就退队。”对于副驾男生的话语，胡琉璃竟然半点不留情面，直接应对了回去。“你……”都是刚刚转职未久的年轻人，年少气盛的张风雨哪里受得了这个，直接甩门离去。后排的2个女生面面相觑，好半晌才敢开口：“琉璃，你太冲动了，为了一个普通同学气走了张风雨，这太不值得了。咱们再想要找一个合适的队员可不容易。”驾驶座上的胡琉璃此刻却是嘴角微微翘起，笑得十分奇诡：“你们真以为我做出这种事只是因为冲动？”他摇了摇头，轻飘飘地说道：“那个张风雨，我早就想替他出队伍了，只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而已。”“为什么？为什么？”胡琉璃讥讽一笑：“别告诉我，那家伙心里转着怎样的心思，你们真不知道。”后排的2名女生有些尴尬，
对示意眼后，嗫嚅着说道：“他是工会2代，为了自家工会的发展动些小心思，也是在所难免的嘛。”“是的，在所难免，只是我却不喜欢这些心思动在我的身上。你们2个应该也能明白吧？”被胡琉璃的炯炯目光紧盯着，后排2名女生不由得心虚地低下了头颅。至于白圣琪，他可不是你们所说的普通同学，你们不了解，那是因为层次未到。清水城曾经的2名4传大法师，除了清河工会的那位，另一位你们应该知道吧？啊，姓白，我知道了，他是那位白牙大法师的孩子。2名女生震惊起来，一瞬间就明白了白圣琪的身份来历。但震惊过后，他们却对于胡琉璃的话语更是疑惑。但我听说那位白牙大法师已经视线在秘境中了，他又没有建立什么公司工会之类的，这白圣琪怕是往后只能是一个普通人了，不值得你花费心思吧？值不值得，很快就能见分晓了。胡琉璃笑了笑，对后排的2名女生说道：“被张风雨这样一闹，心情都没了。今天聚餐就算了，咱们这就散了，各回个家吧。”最终，胡琉璃一人开着车疾驰远去。看着车窗外飞速向后的街景，他2眼微微眯起，嘴角泛起了一个浅浅的笑意。事实上，在先前的交谈中，他还隐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因为自身的职业，他专门学习了可以查看他人信息的技能，然后从爷爷处又得到了一件特异的道具，使他的查看技能大大增强。以他如今的查看能力，即便是2传的职业者，甚至一些稍弱的3传职业者，在他眼前也如同是不设防的，详细信息完全可以看得清楚。当时开车路过时，他便是因为查看到了路边白圣琪的信息，这才会将车辆停下的。若非如此，即便是同班同学，且是4传大法师的遗孤，他也绝不会邀请对方上车的。按理来说，同班同学里的周生明转职成了法师，是更好的拉拢对象，但对方归属于清河工会，却是注定不合适的了。短短时间内就提升了这么多级，详细的属性面板还看不透，有些意外。看来这白圣琪身上的秘密不少，那位白牙大法师一定给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遗产。隐匿 LV1 被动，熟练度23-100，开启关闭。白圣琪看着技能面板上又增长了6点熟练度的隐匿技能，从鼻孔里轻轻哼出一道冷气来。这6点熟练度当然是来自于刚才车上的胡琉璃等人。很明显，那几人不但尝试过查看自己的信息，甚至有人还不止尝试了一次。但从技能反馈过来的感觉，让他明白自己的属性面板并未被彻底看穿，即便是等级面板，也仅仅只是被看穿了一次而已。看穿自己等级面板的那一次窥探，从感应中可以得知，正是来自于开车的胡琉璃。那个胡琉璃看来手段不差，往后再遇上，自己该要更加小心应对才是。白圣琪并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他知道，如果那张西西要对付自己，显然不会放过这么明显的地方。随便解决了晚餐之后，他找了个不登记身份的小旅馆暂住了下来。这种小旅馆又破又旧，极不正规，但对于如今的他来说却正好合适。他告诉自己，这种躲躲藏藏的生活只是暂时的，躺在这陌生的地方，尽量恢复着疲倦的精神。平静的一夜过去，天才蒙蒙亮，他便已经离开了小旅馆，直奔某个地点而去。他知道，在如今这种时候，行动上每晚1分，便会多出1分风险。新的一天，练功房的使用时间如愿恢复，他也早就利用了起来。表面上看，他只是睡了一觉就离开，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踏入这个小旅馆时只有22级的他，离开时等级却已经提升到了30级，已经是可以进行转职任务、展望2传的时候了。一切自然是因为他在练功房里刷了大量的怪物，获取到了足够的经验值。不光等级提升，属性面板也是大大增强的他，底气显然又变得更足了一些。随着脚步前行，眼前终于出现了一座雄伟非常的建筑物，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转职神殿。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白圣琪没有太过犹豫，举步便向前走去。从父亲那里得知，转职神殿独立于职业者协会和城卫队之外，是超然的存在。在这个清水城里，清河工会再是一手遮天，也未必能够影响得了转职神殿。带着沉甸甸的心情，白圣琪终于踏入了这座建筑物里。一位身上被璀璨白光笼罩的美艳大姐姐站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开口：“先生你好，你是来转职的吗？请问要进行第几次转职？”“哦，是，我是来进行2转的。”看着璀璨的有些不真实的白光，白圣琪有些惊讶，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这个美艳大姐姐看起来跟一般的职业者倒是有些不同。注意到了他的讶异目光，美艳大姐姐轻轻一笑，不知怎的就轻声解释说道：“我是这转职神殿的转职引导员，这些白光是转职神殿的加成光环，只要在神殿内便可以持续提升经验值，算是这份工作的薪水吧。”竟是这样，
躺着就能够有经验值获得。一时间，白胜奇不由得有些羡慕起来。美艳大姐姐又已经笑着开口：“是准备二转吗？请跟我过来这边沟通转职神识，领取转职任务。”第42章转职任务。转职神殿中，转职引导员带着白胜奇往转职神识而去。这还是白胜奇第一次进入此处，不由得有些好奇地四处张望。你把手放到这里来吧。根据转职人自身职业的不同，这转职神识也会转变为不同的形态。随着引导员的话语，白胜奇目光落到了前方的转职神识上。只见转职神识一片暗红，那里仿佛有鲜血在流涌着。哦，在你之前，正好有个人转职成了血法师，这是他引起的变化。注意到白胜奇的目光，引导员随口解释道。白胜奇点了点头，表面上十分平静，但心里却已经震惊起来。他当然知道血法师代表着什么，那是法师分支的三转职业，技能手段以诡秘莫测著称。父亲虽然是四转大法师，但曾经也表露过某个信息，因三转时没有转职成血法师而感到遗憾。这一切都表明了血法师的强大。清水城多出了这样的一名血法师，情况显然更加莫测了。就不知道这名血法师是隶属于哪一方势力了。白胜奇的心情不由得更加急迫起来，留给自己变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依据转职引导员的指引，将手掌按在了转职神识上某处。转职神识里涌动着的血红迅速褪去，血色彻底消散，神识很快变得清明起来。那里是令人一看就心旷神怡的清光。你是见习医师吧？果然，还是这个职业让人心情好，没有压力。引导员笑了起来，指着转职神识上空出现的一块大光幕，说道：“你仔细看看吧，上边出现的就是你要完成的转职任务。”白胜奇点了点头，抬头看去。二转医师职业转职任务要求30级。1. 前往转职神殿进行转职，转职完成后成为医师，额外奖励无。难度1星。白胜奇眨了眨眼，有些不太理解的转头看向一旁的引导员。引导员早已经准备好，这时候解说道：“简单来说，这是转职神识赠送的转职任务，没有任何难度，只要你达到了30级的基本条件，现在就可以直接选择转职。当然，因为相当于没有难度，选择这个任务转职完成后也不会有额外的奖励加成。”停顿了一下，引导员又说道：“我个人肯定是不建议你选择这个任务的，先往后看看吧，等到实在没有办法再来考虑这个。”白胜奇于是往后继续看去。24小时内提供1到30级野怪出产的随意10种材料各100份，前往转职神殿进行转职，转职完成后成为医师，额外奖励为转职时自身全属性 10%。 难度2星。这个2星任务其实也不难，1到30级野怪出产的材料其实也包括了蹦蹦花瓣、赤峰兔毛之类的低级野怪掉落物。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就算自己收集不齐，那也不过是花点钱的事情而已。转职完成后，自身全属性提升到 110%， 算是很不错的奖励。但白胜奇显然不可能只满足于此，接下来的3星任务的难度相比又有所提升。3星任务是24小时内独立击杀1到30级的随意10种怪物各100只，对于有输出技能的职业来说，虽然有些难度，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完成。见习医师想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则需要强大的后勤力量了。就算是选择击杀最简单的1到10级的野怪，单单是野区里他人抢怪的举动，就足够令见习医师们怀疑人生。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为后盾，想要在24小时内完成这样的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和难度相称，这个任务的额外奖励也不错，为转职时的全属性 20%。 转职引导者也从旁说道：“一般来说，有志向的职业者都会选择3星难度的转职任务，20%的全属性提升，对于未来的发展举足轻重。当然，要是自身的实力不允许，选择2星任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看着白胜奇问道：“那么，先生，你打算选择哪个难度的转职任务呢？”“我再看看。”白胜奇并没有急着做决定，而是继续看了下去。4星任务却又跟3星任务完全不同。领取这个任务后，转职者会被传送至特定的转职空间里，并需要在1到30级各一只精英级怪物的围攻下坚持30分钟不死。和先前的任务相比，好像这个任务才符合见习医师职业的设定。但是这只是看起来美好而已。以30级见习医师的血量防御以及自身的血量恢复手段，想要在这样30只精英级怪物的围攻下坚持30分钟，实在是难之又难。当然，像白胜奇这样拥有防御附魔的存在，也许会是个例外。这个4星任务就像是为他量身定造的一般。父亲花费偌大代价给自己弄了个防御附魔，难道是早就预想到了这一幕？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并转职，他就可以获得 30% 的全属性提升。但他没有马上决定，
而是往最后的5星难度任务看去。5星任务和4星任务的内容差不多，但是难度上却又上升了一个档次，需要在1到30级各一只首领级怪物的围攻下坚持30分钟不死，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将其全部击杀。而且跟4星之前难度的任务不同，这个5星难度的任务还有着一个限制规则，那就是超出当前等级的装备道具与各类附魔状态等全都禁止使用。至于具体是哪一些禁用，解释全归转职神时。这很显然就堵住了某些职2代的路，不然的话，这个世界的职2代那么多，随便带个大范围杀伤的高级魔法卷轴进来，啪一下就能将这些首领级全秒了。1到30级的30只首领级怪物虽然有点吓人，但在高级别的魔法卷轴面前，显然还是不够看的。而限制了这一切之后，这个5星转职任务就显得有些离谱了。别说没有防御附魔的普通见习医师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围攻，而即便是承受住这种围攻之后，以见习医师的攻击能力，也根本就不可能击杀得了这30只首领怪物，更不用说限时10分钟了。除了自己这种因为练攻防而将属性面板提升到惊人程度的，白圣琪实在很难想象还有其他见习医师可以尝试挑战这个任务。他下意识地向转职引导员问道：“这个5星难度的任务，真有人能够完成吗？”据我所知是没有，反正在转职神殿的记录里，这个5星难度的任务从未有人完成过，4星任务倒是有一些完成了的。引导员摇了摇头，说道：“刚开始转职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好高骛远了，转职任务最多只能领取3次，4星5星任务更是仅能1次，一旦机会用尽还没有完成转职，那就终身与二转无缘了。”说着，他向白圣琪问道：“那么你决定了吗？要领取哪个难度的任务？”“那就5星难度的任务吧。”第43章再见属性水晶。你确定要领取5星任务吗？转职神殿中，转职引导者显得很是惊讶，再次确认道：“没错。”白圣琪点了点头，说道：“我确实是要领取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没错。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跟你确认一下。”“是什么事情？”“只要不是超出我职能范围的，我都会如实回答的。”转职引导员明媚的双眼落到白圣琪身上，面上表情因为对方确认要领取5星任务而显然生出了波澜。“我想确认一下，学校那边是不是将一个属性水晶暂存在这里了？”白圣琪目光炯炯地盯着面前的引导员，他当然不可能忘了这个。虽然对于如今拥有练功房的他来说，区10点自由属性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但那并不代表着他就可以拱手让人。属性水晶？引导员眼神一亮，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的白圣琪，讶然道：“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位4转大法师的孩子。”白圣琪默默点头。引导员看了他一眼，又说道：“这件事情是咱们分店主负责处理的，我带你去找他吧。”很快，引导员带着白圣琪转到神殿里间，敲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房间里是一位极其瘦弱的中年人，瘫坐在桌子后边的椅子上，像是下一个瞬间就会一口气提不上来一样。“分店主，这位是白圣琪，如今来取那个属性水晶。”白圣琪，瘦弱中年人喃喃低语，抬头看了白圣琪一眼，眼里光芒仿佛能直刺进他的心底。白圣琪悚然一惊，那瘦弱中年人已经点了点头，打开抽屉取出遗物来，一边点头道：“不错，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提升到了30级，不愧是白牙的血脉。”他将内物放到了桌面上，正是白圣琪有幸见过的属性水晶。“拿去吧，这东西也算是物归原主了。”随意的挥了挥手，瘦弱中年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致，又要合上眼去。转职引导员很是惊讶，下意识的问了出来：“分店主直接就让他拿走，不用验明正身什么的？立下赌约的另一方也不用顺便通知一下吗？”瘦弱中年人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叹息道：“验明什么正身啊，费那劲干嘛？而且什么赌约的，关我屁事。也就是有些家伙不敢得罪人，把这桩烂事推给我罢了，不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这事情我还懒得接呢。”“这样啊，好的，我明白了。”转职引导员点了点头，示意白圣琪拿起桌面上的属性水晶，跟他一起退出去。两人正转身之际，身后又传来了那瘦弱中年人的声音：“小柱啊，他领取的是几星任务来着？”引导员小柱连忙回过身来，恭敬答道：“分店主，他领取的是5星任务。”“不错，我知道了。”瘦弱中年人挥了挥手，合上眼皮，再不说话。很快便有平缓的呼吸声传出来。引导员于是小心翼翼地转身拉上门，带着白圣琪轻声离去。“小白，我年纪比你大几岁，叫你小白可以吧？”返回了前殿之后，引导员对白圣琪的态度忽然变得积极起来。所谓伸手不打笑面人，看着微笑中带着些许讨好意味的明媚脸庞，白圣琪一时间也不好拒绝。“好。”他才点了点头，
引导员已经展颜一笑，接连发起攻势。那既然这样，我叫祝小雨，你干脆就叫我祝姐姐吧，你不会介意吧？白胜奇不知道对方突然的态度转变因何而来，但跟一名转职引导员处好关系，似乎也不是件坏事情。于是他点了点头，从善如流的开口：“好的，祝姐姐。小白，加油，姐姐我看好你哦。”对于这样毫不走心的打气，白胜奇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而引导员祝小雨迟疑一下，压低了嗓子又说道：“咱们分店主从来不在意其他转职者的，他却对你多问了一句，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什么意思啊？”白胜奇不解的眨了眨眼睛。“意思就是咱们分店主对你十分看好，你以后前途一片光明，懂了吗？”祝小雨差点恨不得揪着白胜奇的耳朵点醒对方。若非分店主明显表现出了对这家伙的看重，自己坐拥转职引导员这样的好工作，区区一名准备二转的职业者，又怎会让自己另眼相看？更不用说要刻意的跟对方拉近关系了，是吗？好，那我知道了。白胜奇点了点头，显得有些不以为意。但事实上，此刻他的内心却是有些沉重。先前面对那分店主时，对方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随意扫了一眼，白胜奇便感觉到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淋下，浑身一激灵。他很清楚，就在那一个瞬间，自己的所有面板信息必然已经明明白白地显露在了对方的眼底。对方要么拥有极高级的查看类技能，要么就是等级属性极高，要么就二者皆是。不管怎么样，白胜奇都感觉到自己在对方的面前如同没有秘密一般，十分没有安全感。但想多无益。看了引导员祝小雨一眼，他说道：“祝姐姐，且等我使用了这个属性水晶，再开始领取转职任务吧。”话音落处，他已经紧握着手中的属性水晶，以精神力沟通起来。在身旁看着这一切的祝小雨艳羡不已。他虽然身为转职神殿的转职引导员，但在转职前也确实没有使用过这种道具。属性水晶这样的道具，据说在一些大城市里是大势力培养核心子弟的必需品。在清水城里，各种势力虽然也是众多，但能够在后辈二转前准备好这属性水晶的，恐怕也只有那位白大法师了。只可惜，因为后边发生的意外，白大法师费心准备的这个属性水晶眼看着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世事玄奇，就在他的面前，这个道具最终还是回到了本应该拥有他的人手上。在祝小雨的注视之中，白胜奇手中的属性水晶化作光芒消散，而在光芒消散的瞬间，他已经能够感受得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凭空多出了10点自由属性点。因为练功房而获取过大量属性点的他并没有过分惊喜，只是随意将这10点属性点分配到了精神属性上，便转头向一旁的祝小雨说道：“我准备好了，现在开始领取任务吧。”第44章防御附魔禁用。转职神殿中，当确定白胜奇确实是要领取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之后，祝小雨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怎么，有什么问题吗？”白胜奇心里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妙。因为长久没有人选择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中间出了些差错，任务所需的30只首领级怪物有所欠缺，我已经通知加紧补充了。白胜奇是真的有些无语了，自己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准备转职，结果堂堂的转职神殿却闹出这种乌龙来。放心，不用太久的，顶多今天内就能有结果了。你可以先去外面逛逛，又或者在神殿里休息一会。好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白胜奇很无奈，以如今这种得罪了清河工会的情况，自己哪里还敢在外边到处乱逛？他最终只能选择待在转职神殿里，而这一待就是一整晚。本来说好很快就有结果的，最终却等到了第二天早上。转职神殿确实是个安全的所在，清河工会的触角显然伸不到这里来。在这里面待的一天风平浪静，除了有些浪费时间之外，并没有其他不好的地方。好了，转职考核用的怪物补充好了，我这就带你去进行转职吧。一大早，祝小雨就找上门来。幸好转职神殿里空房间不少，祝小雨请示了分店主后，同意让白胜奇在此歇息一晚。白胜奇再一次来到了转职神石的跟前，依照引导员祝小雨的指引，他又一次将手掌放到了转职神石之上。真的准备好了吗？这个5星任务一旦选择开始，那在完成或者失败之前都不能够取消的了。祝小雨再次向白胜奇确认道。白胜奇沉沉点头，已经将精神力与转职神石勾连起来。下一刻，眼前光芒大作，他感觉到有某种力量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将自己的身躯传送到某个不可知的地方去。白胜奇没有过分惊慌，在此之前，引导员祝小雨已经跟他解说过了，这个转职任务所传送往的地方，事实上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副本。在这个副本中，哪怕是被击杀死亡，最多也只是会任务失败而已，自身的复活机会并不会被消耗掉。
白胜奇从光芒之中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某个大殿之中。大殿十分宽阔，但四面无门，显然不存在中途离开的可能性。而在这个大殿之中，四面开始有声响传来，一众怪物缓缓靠近。只是此刻的白胜奇却暂时没有闲暇去理会这些怪物，他迅速地打开了自己的面板。果然，在附魔状态的那一栏里，防御附魔正处于灰色未激发的状态，显然已经不能使用了。这个转职任务有点意思，还能强行屏蔽自己的防御附魔。早已经知晓这一切的白胜奇并没有过分惊慌，他又看向了属性面板。此刻的他，属性面板为无装备状态，等级30，生命值43200，魔法值50500，物理魔法防御1296，物理攻击力4320，体质432，力量432，敏捷432，精神505。之前在练功房里将等级从22级提升到30级，属性面板显然又提升了不少。各项属性的提升都十分喜人，白胜奇此刻特别关注的显然是防御力一项。以见习医师的成长率，自身的物理和魔法防御力等于体质属性的3倍。哪怕防御附魔暂时不能使用，但此刻达到了1296点的防御力，是他的底气来源。单论自身防御力，此刻的他早已经远在同级的骑士系职业之上了。轻轻呼出了一口气，白胜奇抬头向前望去，前方那大群的怪物已经接近到可以轻易看清的距离了。一只只怪物的体型都十分庞大，种类虽然和城北新手练级区里的那些野怪一样，但每一只却都不是普通怪物，而是首领级。白胜奇甚至还有闲暇数了一下，统共正好有30只。蹦蹦花首领、赤峰兔首领、毒变蛙首领，一共30只各不相同的首领级怪物，向着出现在大殿里的他继续围拢过来。白胜奇按捺住拿出弓箭直接 biu 的冲动，而是空着双手慢悠悠地迎上前去。他还没有忘记5星难度转职任务的内容，需要在1到30级各一只首领级怪物的围攻下坚持30分钟不死，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将其全部击杀。全部击杀没有错，但有个前提是要先坚持对面的围攻30分钟不死。万一自己嗨过头了，直接提前将这些怪物击杀，从而导致转职任务完成不了，那就真是欲哭无泪了。稳妥起见，白胜奇决定在前30分钟内不拿出武器来，只有这样才能时刻提醒自己秉承打不还手的原则。bio， 宽阔的大殿里响起了这样熟悉的声音。循着声音望去，白胜奇一眼就看出了对面同样熟悉的某个存在，首领级蚂蚱射手。自己跟对方只能说是十分有缘。作为1到30级里少有的远程攻击类怪物，他的攻击总是来得那么快捷迅猛。好吧，并不迅猛。一连3下打在白胜奇的身上，仍旧只是造成了总共3点的伤害。防御附魔虽然被禁用了，但白胜奇如今高达1000多的防御力，同样也不是对方可以高攀得起的。不管有没有防御附魔，也都已经不会被对方破防了。免疫。随着这30只首领级怪物纷纷接近，落到白胜奇身上的攻击逐渐变得密集起来，几乎一半的攻击落到身上，仍旧只是造成1的伤害，依然破不了防。如果忽略那只有1的伤害数字，他完全可以说是被怪物们的攻击所淹没了。当然，白胜奇也同样不会忽视其中隐藏着的一些较强攻击，他时刻准备着捏着一个缓慢恢复技能，将会在最合适的时机使用出来。他的准备并非是完全多余的，这30只首领级怪物大概有一半是完全破不了他防御的，攻击落到身上只能造成1的伤害。得益于他比较高的敏捷属性，这些攻击偶尔还会有 miss 的情况，而剩下那些能够破防的攻击，其中一小部分也仅仅止步于2位数的伤害值，能够造成3位数以上伤害值的，只有等级比较高的几只首领级怪物而已。以这样的攻击强度，自己达到了4万多点的生命值是完全支撑得住的，不用担心有瞬间暴毙的可能。159、541、396，加1515，加1515。首领级怪物们的攻击落到身上，白胜奇的生命值缓慢掉落，但与此同时，他一个等级3的缓慢恢复施加到了自己身上，顿时将掉落的血条再次拉起，令血条维持在平稳线上。505点的精神属性让他的缓慢恢复半点也不缓慢，效率更胜柯血瓶。好整以暇的他甚至打开了技能面板，看向了负面抵抗一栏。既然半个小时内不能还手，那顺便刷一下负面抵抗的技能，熟练度也是不错的。有些可惜的是，这30只首领级怪物里拥有负面状态攻击的并不多，刷起负面抵抗的熟练度来，效率并不是十分高，但总比没有好。此时的转职神殿里，引导员祝小雨紧皱眉头，
看着白胜奇的身影在光芒中传送离去，他不由得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任职引导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很清楚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到底有多难。先前他跟白胜奇所说的从未有人完成过2转1师的5星难度转职任务，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清水城的转职神殿。事实上，这整个世界的转职神殿数据都是连通的，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所有转职神殿加起来，所有要2转1师的职业者里，也从未有过哪怕1人完成了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虽然这白胜奇得到了分店主的另眼看待，但到底能不能真的完成这个5星转职任务，老实说他对此并不乐观。神殿之中，转职神石光芒一闪一闪，如同脉搏的律动，表明这5星转职任务仍在进行着。第45章10分钟倒计时。转职任务的空间里，白胜奇再度给自己施加了一个缓慢恢复技能。从一开始被围攻到现在，已经足足30分钟过去了。猛然间，一个半透明的信息框在他的眼前跳了出来，信息框上显示着足以令人心中喜悦的字眼：转职任务第1阶段完成，请在10分钟内完成第2阶段。信息框很快收起，而一个跳动着的时间倒计数出现在他的视野边缘：0点10分0秒，0点09分59秒。数字跳动表示着10分钟的限制时间正在流逝。而看着在自己身边围成了一大圈的野怪们，白胜奇没有浪费半点时间，反手就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了武器来。他所选择的是金铁重剑，对付大群的怪物，很显然是这把武器最为合适了。武器上手，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一抬手间，风雪技能也恰到好处地施加到了自己的身上。如今的风雪技能已经达到了3级，攻击速度正 50%。 金铁重剑旋风一般舞动起来，向着面前的众多怪物砍去。与其说砍，倒不如说砸，还要更准确一些。但不管是砍还是砸，足够高的力量属性带给他足够强大的攻击力。1225、1198、1111，足足10几个伤害数字跳了起来。这一剑同时攻击到了10几只怪物，同时攻击这么多的怪物，金铁重剑的伤害值直接削减到了最下限的 30%。 不过得益于他极高的攻击力，哪怕被削减到了 30%， 也能够对这些怪物造成成吨的伤害了。如果只是对付普通的野怪，依靠着重剑挥击，简直可以说是肆意横推了。不过此刻面对着的都是首领级的野怪们，本身的血条长度不容小觑。以蚂蚱射手首领为分界线，1到10级野怪的首领级，其血条长度都在10万以下；而11到20级野怪的首领们，血条长度则在10万以上，甚至有个别超出了20万。21到30级的血条长度更是全在20万以上，最强的一只血条长度甚至达到了50万。这样的血条长度，哪怕是配置合理的强力一转队伍，想要攻略都是难上加难，更不用说仅仅只是一名普通见习医师了。但幸好白胜奇并不普通，在这个等级，敏捷属性达到了432点的他，自身的攻击速度已经十分理想。哪怕是使用金铁重剑这样的武器，其攻击速度也是远胜过常人，1秒钟挥出2剑根本就不是问题。而配合上能增加 50% 攻击速度的风雪技能后，他更是可以1秒钟内挥出足足3剑。极快的攻击速度带来的自然是极强的输出能力了，1秒钟之内他便可以造成成吨的伤害。不过10几秒钟的时间，便有好几只首领级怪物化作白光消散，成为了他的剑下亡魂。这几只怪物都是怪物群里等级最低的那些，血条长度不过几万点而已。充能点数加1000，充能点数加2000。十分意外的，在这几只首领级怪物被击杀的瞬间，白胜奇发现自己的练功房竟还获得了充能点数的增益。在这里击杀怪物，竟跟在野外练级区击杀怪物一样，都能获取到充能点数。而击杀首领级怪物所能获得的充能点数是普通怪物的10倍。刚刚他击杀的怪物里便包含了一只蹦蹦花首领，因而获取到了1000点充能点数，是普通蹦蹦花的10倍。这对于白胜奇来说，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先不论这次的转职任务能不能完成，至少单凭这一点，他就已经完全不亏了。将这30只首领级怪物击杀掉的话，所能够获取到的充能点数，相当于他在练级区里击杀300只怪物了。而以如今练级区的抢怪环境，想要刷够300只怪物，怕是大半天的时间都未必够用。心念转动间，白胜奇手上动作未停，又已经呼呼呼地砍出了许多剑。1秒3下的攻击速度，让他将这把重剑挥出了重重幻影。明明是30只怪物同时围攻他一个，此刻却被他一个人反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一般。充能点数加8000，充能点数加9000。随着时间推移，化作白光消散的怪物越来越多，场内剩下的怪物数量渐渐变得少了起来。仅仅2分钟之后，围攻他的30只怪物便已经剩下可怜的3只。
其中一只是血条长度达到了50万的30级怪物首领，而另外2只倒不是血条长度有多长，而是因为自身的远程攻击特性才一直活到了现在，没有倒在白圣骑的金铁重剑之下而已。一只暗影术士首领，25级野怪的首领，另一只则是他的老朋友蚂蚱射手首领了。对于这2只躲在后边进行远程攻击的老六，白圣骑暂时不想理会，而是打算先集中力量将面前的最强首领击杀。他本是这样想的。灰白石像首领是白圣骑面前这只怪物的名称。作为30级的野怪族群，这种野怪以皮糙肉厚著称。明明此刻金铁重剑同时攻击的怪物只剩下了1只，伤害值能够100%发挥，没有半点衰减了，但击杀灰白石像首领的进程仍旧稍显缓慢。砰！925，以他如今4000多的攻击力，攻击在对方的身上却只能造成这样的伤害，对方的防御力之强可想而知。白圣骑脑海里的知识飞速翻页，有关这个怪物种族的信息呈现出来。这只怪物的强大防御力显然跟其拥有的岩石皮肤技能脱不开关系，看来想要击杀掉这只灰白石像首领，需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了。942，弱点攻击1838。灰白石像首领虽然防御力惊人，但相应的敏捷性就差了一些。白圣骑多番尝试，终于将金铁重剑挺直刺去，在对方的2只手臂防护之间刺中了其心窝，弱点一击成功达成。但这种攻击的成功率也并不算高，不能过分依赖。921， 935。果然，接下来的几次白圣骑攻击弱点的尝试都失败了，只打出了寻常的伤害值。而在某一次攻击之后，灰白石像首领的身躯上闪过了一道灰白光芒，整个身躯变得僵硬起来。不只是僵硬，整个灰白石像首领如同变成了真正的石像一般，停滞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而与此同时，他掉落的血量竟缓慢地恢复起来。第46章岩石皮肤。白圣骑有些傻眼了，有关灰白石像的信息他还只是在课堂上了解过，虽然自身也已经达到了30级并打算2转，但事实上他还是首次与这种怪物面对面接触。有着练功房的存在，先前的他甚至连20级之后的野怪都没有击杀过，便已经成功的升到了30级。此刻真正的面对一只灰白石像，甚至还是灰白石像首领，他终于深刻的认识到对方的恶心程度，只怕比课堂上了解到的更甚。眼前这只灰白石像首领的僵硬状态，显然是岩石皮肤技能的主动状态岩化。拥有岩石皮肤技能的灰白石像可以选择激发岩化状态，自身停滞一定时间，物理防御力大幅度增强，并回复一定生命值。对付拥有岩石皮肤的灰白石像，物理攻击的效果会大幅度降低，只有魔法类攻击才不会受到过分削减。看到停滞状态下缓慢恢复生命值的灰白石像首领，白圣骑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的金铁重剑收了起来。既然这只灰白石像首领那么难对付，那么就只能暂时放在一边，先将另外2只惹人嫌的老六解决掉再说了。一瞬间而已，白圣骑手中已经换上了惯常使用的弓箭，熟练的弯弓搭箭，目标直指前方远处的蚂蚱射手首领。3964，一箭射出，直接打出了接近4000的伤害数字。果然，欺负这等级较低的蚂蚱射手首领，比对付那恶心的灰白石像首领舒服多了。血条长度仅仅只有10万点的蚂蚱射手首领，在他一箭4000的伤害下，根本不可能支撑得太久。很快，白光闪过，这只蚂蚱射手首领也就此被击杀。和先前被击杀的其他首领级一样，这只蚂蚱射手首领也掉落了不少掉落物。只可惜，白圣骑最希望看到的那本技能书弹跳射击，仍旧是没有出现。果然，这些技能书的掉率都低得使人心酸。如先前一样，将这些掉落物拾取之后，他的弓箭已经瞄准了另一边的暗影术士首领，发起了攻击。同样没有花费太多时间，这只暗影术士首领也亡于剑下，化作白光消散。只是和先前的许多只首领级怪物不一样，这只暗影术士首领却掉出了一件装备来，那是一根幽暗的如同影子，像是没有实体一样的法杖。白圣骑心中一动，已经迅速地将这把法杖拾取了起来。暗影法杖，品质优秀，职业要求法师系，其他职业使用则装备属性减弱。等级要求25，精神要求75，物理攻击加10，魔法攻击加100，精神加15。暗影飞弹 LV1， 可以发出连续5个暗影飞弹攻击目标，每个飞弹对目标造成左圆括号100加 0.3 魔法攻击的魔法伤害，冷却时间10秒。这竟还是一件附加攻击技能的装备。虽然这暗影法杖上附带着的暗影飞弹只有 LV1， 但也算是让非法师系的职业者尝试到魔法攻击的乐趣了。当然，其高达75点的精神属性要求，也必然会让大部分的非法师系职业者望而却步。白圣骑当然不在这大部分之中，手中握着这暗影法杖，他心中已经是喜悦泛起，
抬手就将法杖对准了一旁的灰白石像首领。呼！5颗幽暗的飞弹连串飞出，向着灰白石像首领打去。这武器上附加的技能虽然只有 LV1，但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其在使用时完全不需要吟唱魔法咒语，可以直接甩出，算是瞬发。1314，以他如今达到了5000多点的魔法攻击力，这暗影飞弹每一发都造成了1314的伤害，5连弹加起来就是6570伤害。灰白石像首领虽然有岩石皮肤技能，但那只是对物理防御加成比较高，对于暗影飞弹这样的魔法攻击并没有十分理想的防御效果。哈哈，这法杖来得刚刚好。白圣骑大笑出声，这恰到好处的一件装备掉落，让他击杀灰白石像首领的进程变得更加从容了。攻击切换武器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反正只剩下最后一只怪物了，他干脆懒得切换武器，直接挥起手中的暗影法杖就往前打去。反正对于他来说，跨职业使用装备的附加属性大幅度减弱，用金铁重剑和用暗影法杖攻击都区别不大。904，一击落到灰白石像首领身上，果然跟先前使用金铁重剑时差不多。于是白圣骑手中握着暗影法杖，10秒的冷却时间一到，便抬手放出一个暗影飞弹。而暗影飞弹释放完了之后，他便毫不停顿地用法杖一下一下地敲击在对方身上，造成虽然不高，却也稳定连绵的物理伤害。时间1分1秒的过去，随着一道白光闪过，这只灰白石像首领也终于被击杀。充能点数加30000。而这个时候，视野边缘的时间倒数已经仅剩下不到2分钟了。白圣骑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来，难怪这个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之前无人能完成了，哪怕是他这样强大的属性面板，也差点都要翻车，更不用说别人了。此刻，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一个半透明的信息框跳了出来。任务完成，是否退出？白圣骑并没有选择马上退出，而是走上前去，迅速地将地上的一个光团拾取了起来。光团到手，他的心里瞬间被狂喜所充满。这只灰白石像首领虽然仅仅只是掉落了一件东西来，但这一件东西的价值却可以说是胜过了先前其他怪物的所有掉落。因为这件掉落物是一本技能书，岩石皮肤技能书。来不及细看，顺手将这本技能书放进背包空间之后，白圣骑看向面前的半透明信息框，果断地选择了退出。第47章，但我只是一名医师而已。眼前景物变换，熟悉的场景显现在眼前，白圣骑再度回到了转职神殿里。而随着他的出现，转职神殿里响起了一声低呼，正是等待在这里的引导员祝小雨。眼看着白圣骑重新出现在神殿里，他在难以压抑住心头的好奇，问道：怎么样，成功了吗？虽然嘴里问出这样的话来，但看他脸上的表情，其实并没有对白圣骑抱有十足的信心。当然。白圣骑淡然点头，这最寻常不过的2个字从他的口中吐出来时，对祝小雨所带来的震撼，却是白圣骑自己难以想象的。怎么了？看着一时间沉默下来的祝小雨，白圣骑讶异问道：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这就带你完成最后的转职流程。从未有人完成过的5星难度转职任务，竟就这般轻易的给面前的白圣骑完成了。祝小雨不由得陷入了失神之中。片刻之后，他回过神来，连忙笑脸相迎，引导白圣骑将手掌再度按到转职神石上某处。下一刻，整个转职神石开始闪动起灿烂的光芒来。白圣骑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身躯深处有强大的力量被这转职神石引发出来，开始在整个身躯流窜起来。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脑海深处微微一震之后，白圣骑明白自己已经完成了1转到2转的转变。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从身体各处传来，他从转职神石面前离开，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直接2转，职业医师，等级30，生命值129600，魔法值151600，物理魔法防御3888，体质648，力量648，敏捷648，精神758， 6项属性值相比转职之前都增长到了 1.5 倍。这就是5星难度转职任务的好处。而除此之外，从1转到2转，属性的成长率也有所提升，增长到了原本的2倍。好比原先1点体质只能增长100点生命值的，如今却可以增长200点生命值了。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也从原来的体质30%涨到了体质6%。很显然，哪怕是自身的6项属性不变，但2转之后实力也会有天翻地覆的增强。1转职业和2转职业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如同鸿沟一样的。当然，除了属性面板方面的增长，2转后更是会觉醒新的职业技能，那更是1转职业者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而此刻的白胜奇还来不及仔细查看技能面板，耳边便已经传来了祝小雨的呼唤：“小白，好了吗？咱们分店主想要见一见你。”祝小雨站在白胜奇的面前，话语十分柔和，早已经没有了初见时公事公办的样子。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楚，一名2转时就完成了5星转职任务的职业者会有多么光明的前景。分店主想必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才2次3番的想要见他的吧。连分店主都不能免俗，那么自己一个小小引导员就更加应该与对方维持友好关系了。白胜奇总感觉到对方有点奇怪，但他很清楚转职神殿分店主代表着什么，知道目前的自己还不存在随意无视对方的资格。而且属性水晶的事情，严格来说自己也算是欠了对方一份人情。种种因由之下，白胜奇虽然心中有些疑虑，但终于还是点了点头，说道：“好。”他跟随着引导员祝小雨很快又来到了先前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那位瘦弱的中年人。白胜奇还没有开口，瘦弱中年人已经将目光投射了过来，轻声说道：“能够完成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不错，你可有兴趣加入咱们转职神殿？”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白胜奇一愣，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一旁的祝小雨，眼里隐含着的意味已经不言而喻。难道说这位分店主是想要让自己加入转职神殿，成为跟着祝小雨一样的转职引导员？虽然说成为了引导员后就可以在转职神殿中坐等经验值的增长，但老实说，白胜奇对此兴趣并不大。刚才过来的途中，他已经从祝小雨处了解到，转职神殿中得到的经验值固然不错，但也只是比普通职业者练级快上一些而已。跟拥有练功房的自己比起来，那发育速度就差得远了。不过，他的猜想明显有了一定的偏差。瘦弱中年人看了一眼有些不安的祝小雨，笑了笑，说道：“目前转职引导员暂时没有更多需求，但除了小祝这样的转职引导员，神殿还需要一些捕猎员，不知你是否有兴趣？”瘦弱中年人话音落处，现任引导员祝小雨明显松了一口气，紧绷着的身躯也松懈了下来。他总算明白，分店主邀请这白胜奇加入转职神殿，并非是要取代自己的位置。捕猎员，那是干什么的？白胜奇讶异问道。他确实不清楚。瘦弱中年人却轻笑一声，说道：“你以为你转职任务里遇上的那些怪物是哪里来的？当然是咱们神殿的捕猎员捕猎回来的呀。”他看了祝小雨一眼，又说道：“小祝，你进入神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必对此也有了些了解，你说给他听听吧。”祝小雨乖巧点头。下一刻，随着他的解说，白胜奇很快就了解到了有关神殿捕猎员的信息。简而言之，这神殿捕猎员是不同于转职引导员，却同属于转职神殿的职位。其主要任务是去往野外，使用转职神殿特有的捕猎球，将神殿所需要的野怪捕猎回来。当然，想要将野怪捕猎，前提是先得将野怪攻击到残血状态。野怪的血量越低，捕猎球捕猎的成功几率就越高。鉴于神殿所需要的野怪种类极多，等级也并不全是低的，想要任职神殿捕猎员，自身的强大实力是最基本的条件。祝小雨当时进入神殿时，作为分店主的瘦弱中年人认为他实力不足，所以根本就没有提神殿捕猎员的事情。在祝小雨的解说下，白胜奇显然听明白了。他目视面前的瘦弱中年人，问道：“但我只是一名没有攻击技能的医师而已，邀请我当神殿捕猎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第48章神殿捕猎员。转职神殿中，瘦弱中年人深深地看了白胜奇一眼，似笑非笑：“你真的只是一名普通医师吗？”他本也没有预计会得到白胜奇的回答，只是轻轻摇头，又说道：“你能够完成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便已经说明了一切。”看到白胜奇仍是毫不急迫的样子，瘦弱中年人不由得有些气恼起来，冷哼一声，接着说道：“城北异变，清河工会那边又有所动作，这清水城可谓是山雨欲来。我是看在你父亲白牙的份上，且见你又是个可造之才，才愿意管这闲事。不然，你纵使是成功2转了，这清水城就真能安然待得下去？”白胜奇心中一震，先前那个清河工会的张西西果然已经有所动作了，如今的清水城怕是已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自己投入进去了。说不定自己等会前脚踏出转职神殿，后脚便会被清河工会那边的人围起来。这种情景，单单只是想一想，就能够让人心中惊颤不已。白胜奇猛地吸了一口气，正要说话，身旁的祝小雨已经先一步开口了：“分店主，假如小白加入了转职神殿，是不是就不用怕清河工会那边了？”瘦弱中年人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笑一声，眸光开合间，视线不知落向何处。清水城地处边陲，区3阶工会便可称第一工会，城卫队要捧他们臭脚，职业者协会分会也要看他们的眼色，但转职神殿却绝不处于其中。白胜奇心中一动，这转职神殿的分店主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也确实表明了神殿在面对清河公会时，显然拥有着相当的底气。在如今这种情况里，自己如果想要在清河公会的倾轧之中自保，加入转职神殿显然是一个极好的选择。而且此刻的他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白胜奇最终还是加入了转职神殿，而在真正加入神殿的瞬间，他忽然发现有某些细微的变化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是神殿捕猎员光环，和小猪的转职引导员光环差不多，只不过它的光环效果是增长经验值，你的光环是加成各项战斗属性，你平时可以选择显示或者隐藏起来。又将神殿捕猎员需要做的事情和福利大致说了一下后，瘦弱中年人挥了挥手，让白胜奇和祝小雨两人离开。等到两人离去，重新变得安静的房间内响起了一声悠悠叹息。白雅，我能做的不多，最终会如何就看他自己了。房间外，白胜奇和祝小雨又已经来到了转职神石旁。小白，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是同事了，你打算怎么样？是从今天就开始正式工作吗？对于这样的话语，白胜奇点了点头，回应道也好。很快他也来到转职神石旁，将手掌按在神石上某处，顿时有各种信息狂涌而来，他在其中辨别寻找着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转职神殿的各种转职任务，其中所用到的怪物都是神殿捕猎员捕捉过来的。在沟通神石的过程里，他发现转职任务所需要的这些怪物都有了一定的空缺，就好比他之前选择的5星难度任务，因为考核所需的首领级怪物有所缺少，才不得不多等了1天。而如今这个任务里好不容易才补充完整的那些首领级怪物又被他消耗一空，往后若还有见习医师转职时想要选择这个任务，只能再次等到怪物补充完成了。神殿捕猎员所要负责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转职神殿当然不仅仅只有白胜奇一个捕猎员，只不过各个城市周边的怪物种类不一样，转职任务所需自然也有所差异。捕猎员本就人手不足，更需要来回奔波在不同城市的不同野区里，效率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像见习医师的5星难度任务，因为领取的人几乎没有，首领级怪物捕捉收集的难度又大，所以捕猎员暂时搁置了，才会闹出先前白胜奇领取了任务却无法考核的乌龙。白胜奇摇了摇头，倒也不觉得捕猎员们的考量有什么不对。真正经历过这个任务之后，他才明白这个难度的任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捕猎员优先准备那些最紧缺的3星4星任务所需，确实是更理性的选择。可以想象得到，随着时间过去，等到和白胜奇同批的一转职业者们也渐渐走到2转的关隘上，清水城的2转大潮将要来临。到那个时候，转职神殿的压力必定会大增。因而在这之前尽量多储备一些，确实是理应要做的事情。分店主在这个时间点上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并不是毫无原因的。查看了转职任务的所需之后，白胜奇向祝小雨告别，踏出了转职神殿。除了神殿捕猎员光环之外，他从转职神殿得到的还有大量的捕猎球和某个隐藏的福利。捕猎球作为捕猎怪物的必需品，就无庸多说了。反而是另一个隐藏福利，确实是让白胜奇足够惊喜。他发现成为了神殿捕猎员之后，作为转职神殿的一份子，他如今可以选择将存档点设置在转职神殿里了。这是独立于清水城回城点的另外一个新选择。如果是在平时，这样的新选择还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如今的白胜奇来说，这却是十分重要。以清河公会在这个清水城里的能量，此时此刻，也许城里的复活神殿还有回城存档点都已经被对方掌控起来了。那样的话，自己不管是使用回城卷轴回城，还是复活回城，都难以逃脱对方的手掌心。这对于他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如今拥有了转职神殿的这个可能性，事情显然就不会变得那么糟了。才刚刚离开转职神殿，白胜奇就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清水公会的能量确实非同一般。才在转职神殿里待过了1天，街道两旁的许多魔法信息屏上竟已经出现了他的信息。城卫队通缉令白胜奇，见习医师，无视禁令在野外击杀见习盗贼张庆，目前在逃，知情者请上报给城卫队进行追捕，提供有效线索者奖励5万星元。通缉令上，白胜奇的面容清晰明了，但凡谁往如今的他看上一眼，便可以知晓他便是通缉令上的在逃人。按理说，这种情况下，他只要使用迷雾面纱，配合上自身的隐匿技能，基本上也很少有人能够看得透他真实面目的。白胜奇却没有分毫要遮掩的意思，只是光明正大的行走在清水城的大街上。1天过去，如今的他已经是转职神殿的人了。他想要验证一下自己转职神殿捕猎员的身份是不是真如分店主所说的那样有用。万一仍旧没法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他恐怕就要不顾一切的逃出清水城，前往其他城市谋求生路了。
如今成功2转后的他，心里底气更足，相信就算有3转职业者到场，自己也能够安全逃离。没过多久，大步走在大街上的他，耳边已经听到了密集而短促的魔法铃音。铃音之中，一个半虚幻的巨大光环开始在这大街上扩展开来。大街上，大量的职业者脸上略带惊慌的迅速远离光环的中心。这清水城中无人不知，响在耳边的魔法铃音，还有那快速扩展的巨大光环，正是城卫队出动的标志。第49章，我要出手，城卫队都拦不住。转职神殿门前不远的街道上，光环扩散，行人回避，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更是先一步照射到了白圣琪的身上。这道光柱并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用作标记之用。这一刻，但凡看到这一道光柱的，都十分明白，被光柱笼罩着的那人，正是城卫队此次行动的目标。许多人远远站在光环范围之外，仔细打量着被光柱标记着的白圣琪。那年轻人看起来才18、19岁，是这一届才刚转职的新人吧？怎么就犯了事了？谁规定年轻就不能犯事了？如今的年轻人跟以前可不一样了。看着吧，年轻人心比天高，但终究只是刚刚一转而已，在城卫队追捕之中，不可能有逃脱的可能性的。不管怎么说，一个才刚转职的新人就敢击杀其他职业者，确实太危险了。要是不抓起来，等2转3转了还得了。以后咱们都不敢放心出城练级了。我刚刚也认出这家伙来了，可惜被别人抢先举报到城卫队了，我的5万星元就在眼前飞走了，血亏。因为城卫队已经到场，所以周边的职业者们已经半点不慌张，很尽心尽力地当起了吃瓜群众来。白圣琪目光冰冷，这时候反而不急着走了。此刻的自己就站在转职神殿外不远处，分店主就在神殿之中。如果连这里都不算安全的地方，那么整个清水城里都没有什么地方算是安全了。很快，在这个清晨的街道里，一个城卫队小队小跑着靠近，将光环范围内的白圣琪围了起来。小队一共5个人，既有近身抗压的战士类、肉盾类职业，也有远程攻击的弓箭手等职业。这样的阵容用来攻略 BOSS 都足够了，更不用说仅仅只是对付一名低阶职业者了，完全就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但是城卫队的这5人小队仍旧是如临大敌一般，十分谨慎的应对，保持着阵型，一步一步的缓缓靠近。这还是白圣琪第一次见识到城卫队缉拿逃犯，看起来似乎有点东西。只不过被缉拿的逃犯是他自己，这个事实让人有些笑不出来而已。白圣琪，你涉嫌击杀其他职业者，速速束手就擒，跟我等回城卫队去接受调查。若敢反抗，就地格杀。白圣琪的目光从这小队的5个人身上一个一个看过去。他还没有掌握侦察之眼之类的技能，但得益于自身转职后的强大属性面板，却能够将这些城卫队员的信息看得差不多。这5个人全都是2转职业者而已，连一个3转的都没有。按理说，先前作为3转操鹰师的张西西出手都失败了，城卫队再要派出人来，至少不会比那更差才对。但事实摆在眼前，城卫队似乎还并不知道自己的难对付程度。难道说那个张西西根本就没有向城卫队透露自己的详细信息？不管真相如何，这一次城卫队的5人小队过来，很显然是留不下自己的。哪怕不利用转职神殿的关系，单凭白圣琪如今的实力，也完全可以无视这个5人小队，轻而易举的离去。但白圣琪却并不打算那样做，那样当然可以暂时保证自身安全，但对于长远来说却并不是个好选择。或者说，那张西西也正希望自己这样做，自己真要那样做了，恐怕就真的彻底打上逃犯的印记了。这次来的是2转5人小队，下次来的说不定就是3转队伍了。面对对面5人小队的喊话，白圣琪嘴角微扬，同样大声喊话起来。城卫队办案无可厚非，但却要有理有据。你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我击杀了那见习盗贼张庆？此刻周边围观的职业者极多，5人小队的小队长看了周边一眼，大声回答道：我们城卫队办案自然是有理有据，你在野外击杀见习盗贼张庆，有人亲眼目睹，不容你抵赖。有人亲眼目睹？白圣琪笑了起来，说道：不知是谁，可否请出来跟我当面对质？对面的城卫队小队长眉头紧皱，终于一挥手叫道：让他们出来。下一刻，在城卫队5人小队后边又有几人走了出来，人才刚到便已经大声呼喊起来：我们都亲眼看到，是他击杀了我们的队友张庆。白圣琪举目望去，见正是那见习盗贼张庆的几个队友。城卫队哼哼一声说道：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呵呵。白圣琪轻轻一笑，手中已经多了一把长弓，他视线投向那张庆的几名队友，意有所指的说道：你们最好仔细想想，刚刚是不是真的说实话了？此时此刻，你们谁说了假话的，我手中剑必取他性命。别以为城卫队在场就万事大吉，我要出手，城卫队也拦不住。我说的。话音落处，
张庆的几名队友面面相觑，一下子都踌躇起来。程卫队小队长大怒，喝道：“放肆！竟敢当面威胁证人，找死！”他手臂抬起，便要命令队员发起攻击，但弓弦响处，处于他们围困当中的白胜奇却先一步出手了。咻！箭矢离弦，一击命中张庆队友中的见习骑士，11988。二转之后，白胜奇的攻击力何止胜过原来的2倍？突如其来的一击让在场众人一下子都愣住了。白胜奇并没有理会程卫队小队，而是看向慌张的举起盾牌的那名见习骑士，冷然一笑：“我说了，我要出手，程卫队都拦不住。你觉得你还能顶得住几下？你身后的队友们又能顶得住几下？”见习骑士一下子沉默下来，即便是队里防御最高、血条最长的他，也顶不住几下。其他队友们就更不用说了，刚刚那一剑要是落到队里最脆皮的2人身上，此刻已经要去复活神殿找他们了。怎么样，现在能说实话了吗？白胜奇目光不善地直视这位见习骑士，眼里凶芒毕露。见习骑士和他的队友们终于还是怂了，看了看一脸愤怒的程卫队5人，又看了看危险无比的白胜奇，见习骑士沉沉点头：“是的，我们刚刚说谎了，我们没有看到他击杀我们的队友张庆。”你！程卫队小队长愤怒的目光落到了见习骑士的身上。见习骑士心中有些苦涩，两边都是他的最不起的人，但硬要选择的话，显然是眼前时刻准备着送他们去复活的白胜奇更不能得罪。我们说了，我们没有看到，即便是程卫队，也不能硬要让我们做伪证吧？见习骑士咬牙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来，看了看两边，只觉得如坐针毡，十分难受。一时间，现场反而是被围在中间的白胜奇最是显得好整以暇了。好啊，先不说击杀张庆的事情，你如今当众袭击其他职业者，证据确凿，还有什么话好说？心中恼怒的同时，程卫队小队长忽地福至心灵，抓住了某个漏洞。袭击？咱们只是友好切磋而已。那个谁，你说是不是？白胜奇轻轻一笑，被他目光触及的见习骑士艰难地笑了笑，回应道：没错，咱们只是切磋一下而已。来时太急没有吃晚饭，没有其他事的话，咱们就先走了。话音落处，见习骑士再不停留，带着队友们踏着朝阳匆匆离去。那么如今没有证据了，你们还有什么说道？白胜奇似笑非笑地看向程卫队小队长，程卫队小队长却一反常态，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么恼怒，脸上泛起了森然的笑意。这位小队长冷然说道：大家都看到了，此人行事肆意妄为，对其他职业者来说必定是个极大的危害，我程卫队这就将其拿下。第50章，莫要平白冤枉了好人。咻！转职神殿近旁，随着程卫队小队长的呼喝声响起，其小队中的弓箭手第一个发起了攻击。在弓箭手发起攻击的同时，其他人也已经一起向前冲出，箭支破空，一眨眼间便已经来到了白胜奇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小队行动起来，别说2转职业者了，就算是许多3转职业者，面对着这样一个配置合理的小队，恐怕也要十分头疼。白胜奇却不是普通的2转职业者，他是拥有防御附魔且自身属性面板高到了离谱程度的2转职业者。他有自信，即便这一剑落到身上，最终也只是能跳起1的伤害数字而已，根本就不可能破防。这是对战过3转猎鹰小金后得来的自信，但这一剑最终并没有落到他的身上。无尽的白光扩散而来，如同纱衣一般笼罩在了他的身体外侧。那一剑击打在白光纱衣上，再也难以寸进，就这样无力地掉下地来。而身后已经有悠悠钟声响了起来，那是来自于转职神殿里的钟声。在这一刻，随着钟声响起，恢宏的转职神殿顶部无尽白光早已经向着周边铺展开来。清水城中看着转职神殿突然发生的异变，在场的职业者们都有些发懵，呆呆地望向白光的来处。程卫队的5人小队此刻也同样震惊，因为那转职神殿顶部铺展开来的无尽白光，竟以他们的这个方向为目标，更是直接汇聚到了白胜奇的身上。在转职神殿的白光笼罩之下，他们这个小队的诸多攻击根本落不到实处，便已经被这白光消去，半点作用也发挥不出来。这股来自于转职神殿的力量强大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程卫队办案借用跪地，还请神殿行个方便，莫要横加干涉。此种情况下，5人小队的小队长面色微变，不由得向着转职神殿内喊了一嗓子。他是知道转职神殿地位的，并不希望自己这一次的行动引起神殿误会。只可惜事情发展并不顺着他的意愿。转职神殿内，一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那道身影同样为白光所笼罩，正是神殿的转职引导员祝小雨。众目睽睽之下，他朱唇轻启，慢声说道：
神殿当然无意干涉贵队办案，只是办案目标若是我神殿职员，还请明示充分的证据，莫要平白冤枉了好人才是。和才刚刚入职神殿的白胜奇不同，他担任这个转职引导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城卫队的资料库里早已经有了备案。城卫队的5人都认得他。这时听得他如此话语，几人心中都不由得一咯噔。城卫队小队长眉头皱起，看向走出来的祝小雨，问道：祝引导员，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他心里已经隐约猜到一些了，只是他仍旧抱有一些侥幸，希望一切只是自己多想了而已。但对面的祝小雨只是浅浅一笑，接着说道：当然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了。白胜奇是我转职神殿的捕猎员，咱们分店主说了，办案可以把证据明明白白的摆出来，若是想要弄那些见不得人的台面下手段，请你们大队长亲自到神殿来跟咱们分店主分说。这话入耳，城卫队小队长脑袋嗡的一声响，暗叫糟糕。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成真了。他很清楚转职神殿职员这个身份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哪怕是来自于城卫队的自己等人，也不可能再随意的对待面前的白胜奇。哪怕嘴上说的再好听，但在没有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自己等人能够对对方做的已经不多了。一时间，小队的另外4人视线落到小队长的身上，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城卫队小队长咬了咬牙，面容略显扭曲。终于，他狠狠的一甩头，声音从喉咙深处艰难的吐了出来：先撤！小队的另外4人止不住松了一口气，各自停下了将要发起的攻击，配合着小队长快速向远处退去。那城卫队缉捕犯人专用的光环也迅速消散开来，这让光环外的吃瓜群众们十分不满意。本以为能看到一场火花碰闪电的抓捕逃窜大战，结果就这。而作为事件的中心，此刻白胜奇脸上却泛起了微微的笑意。果然自己赌对了，成为了神殿捕猎员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转职神殿方面是愿意给自己站台的，这让差点就山穷水尽的他一下子就又迎来了柳暗花明。清水城自己似乎仍旧还能待得下去。看着快速撤退着的城卫队5人小队，他嘴角微微翘起，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根剑枝，这正是先前那小队中的2转弓箭手射过来的。哎，跑那么急干嘛？别忘了带上你的剑啊！叫声之中，他也没有曲弓拉弓，而是就这样顺手一甩，手中的剑枝便已经如同流星一般飞出。剑枝才刚脱手，下一刻便已经到了城卫队2转弓箭手的身后。11860，一击之间，那2转弓箭手的头上便跳出了这样的伤害数字。这名2转弓箭手只觉得一股钻心的剧痛作用到自己的身上，浑身一颤，差点就要摔倒在地。这一剑直接就打掉了他1/3的血条，即便是达到了2转阶段，加上自身的装备，他的血条长度也不过只有3万多而已。他委实没有想到，对方只是随手甩出来的剑枝，便已经拥有这样可怕的伤害。小队里的肉盾职业连忙挡到了他的身后，他一边灌下血瓶，一边回头狠狠地瞪了白胜奇一眼。但此刻的他当然不敢多做停留，更是加快脚步离去。怎么回事？那是3转操鹰师的技能甩手剑吗？不是，只是随手扔出来的剑枝而已，是最普通不过的普通攻击。没错，而且他是医师系，不可能掌握操鹰师的技能甩手剑的。只是区区普通攻击就能够有这样恐怖的杀伤力，这得多高的攻击力面板才能做到？随手一扔，剑枝就能准确命中，这家伙的灵巧属性显然也是十分高的。果然，那边给的消息不准确，咱们小看他了。不管了，这人实力未明，又有转职神殿帮忙站台，已经超出我们应对的能力范围了，还是尽早上报给大队长知道吧。城卫队小队成员最终远去，消失在街道中。而此时此刻，解决了自身燃眉之急的白胜奇，已经悠哉悠哉的来到了自己屡次光临的清水商厦。第51章，普通生意人老王。清水商厦，萌新百货。看着走进店里的白胜奇，老板一脸震惊，甚至还有些茫然。你一个字才刚出口，老板便已经再说不下去。白胜奇一边走进去，一边不以为意的笑了笑，说道：怎么，老板你也看到了那通缉令？你不会也打算去告密吧？对于这样的话语，店铺老板苦笑一声，回应道：我老王只是个普通生意人而已，赚钱只从生意里赚，别的钱我可赚不来。看了白胜奇一眼，他又有些好奇地问道：不过以你目前的情况，这样大摇大摆的到清水商厦来，真的好吗？别等下一出门就被城卫队围住了吧？城卫队，没事，我刚被围过呢。白胜奇笑着摇了摇头，继而说道：我跟你开玩笑的，那通缉令只是个误会，刚刚城卫队的已经收队走人了。城卫队会自己承认是误会。店铺老板呵呵一笑，
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反正这样的事情自然有该头痛的人去头痛，自己也没有必要管得太宽。怎么，兄弟这次又要些什么？我看你这刚转职练级起来，确实消耗蛮大的呀。如今的他已经看不透白胜奇的具体信息，当然不知道短短时间不见，面前的一转萌新已经一跃成为二转职业者了。说话间，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又加了一句：不过我听我堂哥说了，城北那边好像出了些事，这几天暂时不允许一转职业者到城北练级了。白胜奇默默点头，明白这也许跟那张西西所说的城北异变有所关联。感谢了店铺老板的提醒之后，他轻轻一笑，说道：没事，我这次来只是处理些东西而已，去城北练级的事不急。他倒确实没有骗人。经过了这一次的5星难度转职任务，他的练功房里充能点数又存了许多，在消耗完之前，确实是暂时不用到城北练级区去了。至于神殿捕猎员的工作，他心里自然也有相应的计划。于是已经有了默契的两人很快就进行了新的一轮交易。而店铺老板今天注定要再一次接一次的震惊之中度过了。白胜奇这一次要处理的材料，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你这样的收获，别说是一个刚转职未久的一转队伍了，就算说是一个小型工会，我都完全相信。店铺老板啧啧称奇，对白胜奇收获之丰厚表示震惊不已。白胜奇并不多说什么，最终满意离去。而同样满意的店铺老板表示，再这样下去，恐怕萌新百货就吃不下对方的材料了，但可以帮忙引荐自己堂哥，那是主要面对2转3转职业者的商行老板，在这清水商厦甚至有整整一层作为门面。白胜奇自然是笑着点头应下，并不拒绝。如今的自己已经2转，往后刷怪收获的材料必然更加高阶且珍惜，确实不是一个萌新百货能够应付得来的了。白胜奇久违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离刚刚离开转职神殿时已经是2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一路过来，他发现外边的魔法信息屏上自己的通缉令已经被撤下了。陈卫队那边动作十分快捷，很显然转职神殿的帮忙站台是有相当效果的，短时间内应该不用再担心来自于陈卫队的威胁了。但他不认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一切当然还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优先。白胜奇打开了自己的各个面板框，这一次处理收获进账不少，他也购入了不少自己接下来需要用到的东西。先是技能面板，急速治疗 LV1， 主动，熟练度0 100，对一个目标使用，瞬间恢复目标10精神技能等级的生命值，目标生命值低于 50% 时效果翻倍，冷却时间20秒。治疗亲和 LV1， 被动，熟练度0 100，对所有治疗类技能提升 10% 技能等级的效果，治疗受疗。2转转职成为医师之后，对于治疗能力再次加强，中规中矩。白胜奇并没有什么不满的。事实上，2转只是对1转的进阶补充而已，真想要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职业特色，则要等到3转了。比如弓箭手的3转分支有长弓手、重弩手等，而医师3转同样会有人形医者、蜡手毒医、赤足行医等等几个分支转职。法师系的3转分支就更加是多种多样了。目前来说，医师系的本职技能只是加强了白胜奇的治疗能力，他想要全面的提升战斗能力，肯定还需要在通用技能上下功夫。通用技能，风蟹 LV3， 增加攻击速度的通用技能；隐匿 LV1， 可一定程度上隐藏自身面板信息的通用技能。除此之外，白胜奇又多学了2个通用技能，一个是侦察之眼，是这一次处理掉收益后从萌新百货购入的，这本就是白胜奇早就想要入手的通用技能，先前是因为手头紧才没有买下来而已。和先前学习了的隐匿技能差不多，相当于矛与盾的关系，能够极大的加强他查看别人面板信息的能力。以他如今的精神属性，白胜奇估摸着，哪怕是一些3转职业者，自己也能够看得清其面板信息了。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估量，目前还没有经过实践。而另一个新掌握的通用技能，则是岩石皮肤，那是在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中，由其中最强的一个首领级怪物所掉落的技能书。白胜奇此刻的主要关注点，也是在这个岩石皮肤技能上。岩石皮肤 LV1， 熟练度0 100，额外增加体质3技能等级的物理防御力，可开启岩化状态，持续10秒，自身停滞，无法行动。额外增加的物理防御力效果翻倍，并每秒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 1% 技能等级。冷却时间60秒。很显然，这个岩石皮肤技能主要的作用在于被动增强的额外防御力。至于那个岩化状态，冷却时间太长，加上自身的停滞状态比较负面，则需要谨慎使用了。仅仅只是等级1的岩石皮肤而已，学会之后就直接让他的物理防御力翻了1倍，这对于他来说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加强。
白胜奇再一次进入了练功房中。此刻的练功房里有着大量的充能点数，正适合二转之后的他刷怪提升自己。而且他心中的某个疑问也需要在这练功房里去求得解答。第52章，试验成功。练功房里，白胜奇目光落到那熟悉的黝黑石碑上。此刻的黝黑石碑比起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了些不一样的变化。黑铁练功房 LV2， 当前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10，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1，杀怪经验值加成 20%， 物品掉落率加成 20%， 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2点。这似乎是自己转职完成后所发生的变化。练功房提升到了等级2，等级1时，练功房到了后边最多只能够同时刷新10只怪物，而这种情况此刻已经得到了改变。2级练功房同时能够刷新的怪物数量起始就已经是10只，后边显然还能有所增长。杀怪经验值和物品掉落率也从 10% 的加成上涨到了 20%， 但这一切却远不如最后那一条所带给白胜奇的震撼来的大。每击杀100只怪物，全属性+2。要知道，原本只是+1而已，却已经让他变强到可以完成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那么，如今算是变强速度翻倍了吗？白胜奇没有浪费时间，很快就选定了自己要刷的怪物种类。他选择的是蹦蹦花。如今的他等级是30级，基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值衰减规则，击杀15级以下的怪物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但这并不影响他如此选择，因为他选择刷蹦蹦花并不是为了经验值，而是想要验证内心的一个想法。随着他心念动处，练功房里已经刷新出了10只蹦蹦花来。然后他手中握着金铁重剑，轻轻一挥，这10只蹦蹦花便化作白光消散。以他如今的属性面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快便有100只蹦蹦花亡于他的重剑攻击之下，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哪怕一丁点收益。他并不急迫，只是定定地看着变得空旷了的练功房。下一刻，在他成功击杀了100只蹦蹦花后的短暂瞬间，又有一只体型更大的蹦蹦花刷新出来。这正是精英级的蹦蹦花。这种情景他也是见过不止一次了，但这一次又有所不同。白胜奇已经取出了一个圆溜溜的球形道具，紧握在手中，正是从转职神殿里得来神殿捕猎员专用的捕猎球。说是要将怪物打到残血，捕捉成功率才会高，但眼前这个低级精英怪，我一个平 A 怕是就直接秒掉了吧。对于神殿捕猎员来说，这确实是个不得不正视的难题。有些时候自身的攻击力太高也会带来不一样的麻烦。当然并不是说自己攻击力有多高，每一次出手就一定要全力攻击，通过自己控制力道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攻击强度的。只是这种控制想要达到10分精准的程度并不轻松。白胜奇缓缓舒出一口气，将金铁重剑收进了背包空间里，然后慢慢向面前的那只精英怪靠近。看着这只精英级蹦蹦花，他平心静气，伸出一根手指来，轻轻向前一戳，1212。眼前白光闪过，精英级蹦蹦花瞬间被秒杀，连渣都不剩。离谱！白胜奇一时间有些气馁，自己明明已经10分小心了，感觉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对方而已，就这竟还打出了1000多的伤害值，所以自己已经强到如此地步，压都压不住了吗？呼，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白胜奇一咬牙，再来。重复的操作过后，随着又100只蹦蹦花被击杀，很快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只精英级蹦蹦花来。这次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金山银山也经不住我这样糟蹋啊！白胜奇仍旧是伸出一根手指头来，只不过这一次向前戳出的速度却比上一次慢了不知多少，力道同样也远比上次小。287，不枉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这一次的伤害果然比上一次低了许多。而承受了这一击之后，面前的精英级蹦蹦花血条一闪一闪的，差点就要消失不见。但幸好他也只是处于残血状态而已，并没有彻底被击杀。完美！白胜奇心中高呼，另一只手里握着的捕猎球已经在空中打着旋飞了出去，耀眼的光芒从圆滚滚的捕猎球里绽放开来。只是一瞬间而已，绽放的光芒便已经将下方的精英级蹦蹦花包裹了起来，成了一个大光团。而光团飞速旋转着，迅猛的缩小，最终化作了豆粒大小，回归到了捕猎球里。在空中打着旋的捕猎球又回到了白胜奇的手中。白胜奇下意识地掂了掂，发现手中的捕猎球已经变得沉甸甸地，跟原先空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需要用精神力去勾连了解，他便能够明白这一次的捕猎成功了。刚刚那只精英级蹦蹦花显然已经被他捕捉到了捕猎球中。白胜奇心中喜悦泛起，果然
自己先前的想法没有错，练功房里刷新出来的这些怪物也是完全满足捕猎球所需的。那样一来，自己的神殿捕猎员工作明显就变得轻松起来了，完全无需到野外去跟其他职业者抢怪，直接就可以在练功房内解决。虽然这样会占用一些自己练功房刷怪的时间，但白胜奇认为是完全值得的。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自己得罪了城卫队和清河工会，有转职神殿的背景，才能更好的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至于一而绑住脚步，做啥都束手束脚的。而且神殿捕猎员这份工作并不全是做白工，仅仅只是刚开始当这个捕猎员，白胜奇便已经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里多了一个额外的光环状态。初级神殿捕猎员光环，全属性正 5%， 移动速度正 10%， 附加功能神殿传送，可在一定范围内的分店之间进行传送，冷却时间72小时。随着完成的捕猎任务增多，这个光环的等级显然还能够继续向上提升。而即便只是目前的初级光环，也已经让白胜奇感到十分满意。全属性正 5% 和移动速度正 10% 就不说了，对于战斗力算是一个小提升。而最为他所看重的是那个每3天可以使用一次的神殿传送功能。他隐约的用精神力沟通了一下，发现除了清水城转职神殿外，这神殿传送还可以选择另外2个相邻城市的分店作为目的地。这范围不算太大，也许是初级光环的限制，但已经十分不错了。拥有这个功能后，也算是多了一条退路。往后不管在这清水城再遇上何种突发情况，也不至于逃窜无门。整理了一下思绪后，白胜奇继续在练功房里刷起怪物来。第53章，再特殊也只是区区一转而已。练功房中，随着捕猎球在天空中滴溜溜的转动，又一只野怪被成功捕捉。自从确认了练功房内也可以进行捕猎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接一个的将自身所需要的怪物都刷出来并捕猎了。此刻的他，背包空间里已经装了100多个捕猎完成的捕猎球，其中等级1到等级15的精英级与首领级怪物都有。对于其他捕猎员来说，这可能是狂干1个月才能有的成果，但对于他来说，却仅仅只是练功房里一小会的功夫而已。此刻的白胜奇喜上眉梢，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完成捕猎任务而已，没想到中间还发生了个让人惊喜的小插曲。在捕猎首领级蚂蚱射手的过程中，他一共刷新了3次才捕猎成功，而前面的2只首领级自然是被他所击杀了。运气十分好地，其中一只首领级蚂蚱射手竟直接给他爆出了一本技能书来。弹跳射击，这本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渴望的技能书，终于姗姗来迟来到了他的面前。白胜奇自然是没啥好考虑的，直接就将之学习了。弹跳射击 LV1， 主动，熟练度0-100，发出连续3支箭矢攻击目标，每支箭矢对目标造成 0.8 物理攻击的物理伤害，同时自身向后弹跳一段距离，冷却时间10秒。这个技能的伤害不算十分高，但胜在可以在发起攻击的同时向后进行弹跳，在某些时候用来逃脱敌方的近身打击，十分有效。迄今为止，白胜奇所掌握的通用技能数量甚至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业技能。对于一名刚刚2转的职业者来说，这算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毕竟购买这么多本通用技能书也得几10万星元了，这不是普通职业者能够承担的。捕猎员的工作暂时做到这里，接下来先进行练级和刷属性好了。先前所击杀的怪物都是15级以下的，对于如今已经30级的他来说，确实是没有收益的。而接下来，白胜奇打算选择16级的怪物进行开刷。他的目光落到黝黑石碑上，充能点数400500，剩下40万的充能点数，感觉还足够他刷一整天的。等级30，经验值125-30000。2转之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大幅度提升了。若是击杀30级的怪物练级，需要击杀1000只才能提升到31级。以普通职业者的实力，在野外单独击杀1000只30级的怪物，怕是需要10几天的时间。如果说1到30级，优秀的职业者只需要1个月就可以完成，那31到60级，就算满打满算的努力练级，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学校里近几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大部分也都卡在2转到3转的这个阶段。白胜奇发现，随着直接的提升，自己的练功房似乎显得越来越有优势起来。他手中已经握紧了金铁重剑，对着面前刷新出来的10几只野怪奋力地砍了下去。清水城回城点随着光芒闪过，2道身影出现在传送阵中。这显然是从城外使用回城卷轴回来的人。随着鹰鸣声响过，一只猎鹰立于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回城的这2人正是操鹰师张西西与执2代周生明。张哥，谢了，不是你帮忙的话，我根本就打不过城西的这些野怪，更别说短短时间内快速的提升到30级了。走出传送阵后，周生明侧头望向身旁的张西西，
由衷的表示感谢。和城北练级区不同，城西外都是30级以上的怪物，并不是一转新手可以轻松练级的地方。幸好有3转操阴师张西西的帮忙，他才可以躺着把经验值拿了，短短时间内等级飞涨，来到了30级。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自己与3转职业者之间的差距是何等的巨大。他心中的傲气显然也因而消减了许多。没事，都是会长吩咐的，是我该做的。张西西摆了摆手说道，而且我正好让小金刷一下低级怪，等级也练回来不少，算是一举两得。话虽如此，但张西西的脸上却并没有太过愉悦的感觉。猎鹰小金被击杀了一次，已经从3转掉落到2转的程度，就算到城西刷怪练回来一些等级，但离原本的全盛时期仍旧是差得太远。想要真正的恢复到原本的实力，怕是这样的练级过程需要持续好几个月才行。也就是说，在这几个月里，他的整体实力都是处于削弱状态的。处在城北一边的接骨眼上，很可能就会让他失去许多机会，这让他的心里十分难受。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白圣奇，也就更加的恨之入骨起来。反正也没啥事，我顺便带你到转职神殿去转职吧。张西西看了身旁的周生明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升到了30级，你说不定是同界里第一个达成2转的职业者呢。周生明显然也喜悦难当，满脸都是乐呵呵的傻笑。两人一路前行，他看着身旁到处张望的张西西，不由得有些好奇，问道：张哥，你怎么了？在看什么？没什么。张西西摇了摇头，有些疑惑。我出城前明明就把消息传给城卫队那边了，怎么现在还没有看到通缉令放出来？他们办事的效率低成这个样子，还是说根本不拿咱们清河工会当回事？周生明知道对方说的是白圣奇的通缉令，这时候笑了笑，说道：也许是已经被捕了，这才撤下通缉令的呢。他再特殊也只是区区一转而已，哪里逃得过城卫队的缉捕？虽然自己此刻也仍是一转，但已经达到了30级，并且马上就能够2转的他，看问题的目光跟先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自己跟那个白圣奇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也对，我故意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那白圣奇一次被抓还好，若是成功拘捕了，只会被城卫队列为优先级更高的目标，怎么样都没有好下场的。张西西笑了笑，又说道：还是先转职要紧，那个属性水晶可是个好东西，我也顺便见识见识。两人一起很快就来到了转职神殿，但事情的发展明显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什么？属性水晶不在了？周生明一下子懵住了，看着面前的转职引导员，脑子里嗡嗡作响。幸好这次同行的还有3转操阴师张西西。听闻了这样的消息后，他整张脸都冷了下来，目露金芒，直刺面前的引导员，冷然道：咱们信得过贵店，才将东西寄存于此，怎么贵店难道还想要昧下咱们清河工会的东西不成？第54章，你怎么可能升级比我更快？转职神殿内，面对着仅仅只有2转的转职引导员祝小雨，张西西显得气势凌人。自从在白圣奇手中吃瘪之后，这2天的他火气一直很旺，所以看到区2转引导员竟也对自己态度不够恭敬之后，他的脾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只可惜他自感凌人的气势似乎并没有太大作用。引导员祝小雨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并没有普通2转职业者面对3转职业者时的忐忑。我们神殿都是严格按照约定处理的，属性水晶再是珍贵，我们也不至于动什么歪心思。另外，转职神殿内还请不要大声喧哗，影响别人转职就不好了。你！张西西大怒，差点就要忍不住出手教训面前的祝小雨。猎鹰小金站在他的肩膀上，翅膀将展未展，2只锐利的鹰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祝小雨。祝小雨嘴角噙着一缕冷笑，身上的白光却更加汇聚起来，在他的头顶上空凝成了一个迷蒙的人形虚影。圣职者！张西西瞳孔一缩，强行地压制住了想要出手的冲动。圣职者是一个冷门职业，后续转职分支里有降神者这样的厉害职业。这个职业擅长沟通神界，召唤来其中的强大存在为自己战斗。因为召唤来的存在不同，实力的跨度也有天差地别。比如眼前的这位2转圣职者，其召唤来的未知存在，也许连2转职业者都打不过，但也许会令3转职业者都傻眼。一切都因为其未知的特性而令人倍感忌惮。面前这个言笑晏晏的转职引导员，好像并不是个能随意揉捏的软柿子。张西西此刻心里充满了忌惮，而且他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此刻是处身于转职神殿之中，更不用说自身实力并非处于全盛期。真要出手的话，打不打得赢先不说，但结果一定不会是好的。打输了丢脸丢大发，打赢了更是直接就得罪了转职神殿，自己根本不会有好果子吃。他很清楚自己即便是3转职业者，但在转职神殿跟前也并没有嚣张的资格。
跟一般的小职业者不同，他是清河工会所属，从会长周成天处知晓了很多有关转职神殿的事情。正在他骑虎难下的时候，身旁的周生明恰到好处的又开口了：“你说那属性水晶是按照约定处理的，怎么可能？清水城这一届，我是第一个达到30级的，难道那白圣骑还能在我前面不成？”张西西松了一口气，他本想硬来，但察觉到硬来的风险太大后，便倾向于讲道理了。小明此刻选择跟对方据理力争，这就很好。即便是转职神殿，在处理和清河工会相关的事情时，也需要有理有据，不能肆意乱来。属性水晶确实是按约定交给那个白圣骑了，你说的那个白圣骑也确实是比你更早达到30级。祝小雨头顶上空的白光虚影散去，看着周生明笑了笑，又说道：“至于你说你是清水城这一届里第一个达到30级的，我看未必，至少在你之前已经有2个人来进行2转了，有2个人比我早。”周生明面色一变，失声道：“不可能，我不信，你信不信关我什么事？”祝小雨百无聊赖地摇了摇头，又说道：“咱们神殿里转职都有记录的，而且那第2个人正好在转职中，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你等一会就能看到的。”说话声中，神殿中的转职神石开始爆发出炽烈的光芒来，一个微型传送门出现在神殿里。众人视线投射过去，只见一道雄壮的身影出现在传送门里，与此同时，有摄人心魄的嚎叫声响起。张西西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挡在了周生命的身前。祝小雨却并不惊慌，眼神一亮之间，已经对传送门里走出来的身影轻声问道：“你好，转职任务成功完成了吗？”“完成了，多谢姐姐先前的用心解说。”传送门里出来的雄壮身影人立而起，化作了娇俏的人形，向着祝小雨嫣然一笑。胡琉璃！早已经等在神殿里的周生明，这一刻看清了那身影的面容，有些不敢置信地低呼起来：“哦，是你，看来你也是来转职的。”胡琉璃瞥了周生明一眼，轻轻一笑。此刻的周生明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他身躯微微站立着，音量不自觉地提了起来：“你怎么可能比我更快到30级？我是专门到城西练级回来的。”“城西吗？”胡琉璃瞥了一眼周生明身旁的张西西，隐晦地笑了笑：“原来是这位3转操音师带你去魂经验了，难怪升得这么快。”他笑了笑，笑声戛然而止。“但怎么办？我爷爷正好回来了，顺便带我刷了个副本，好像正好比你快一些。”“刷了个副本？”听着胡琉璃轻描淡写的话语，张西西面色微变。副本和野外区域相比较，当然有其优势，那就是副本中的怪物经验值更高，掉落物更加丰富，而且无需跟其他职业者抢怪。但与此同时，副本之中情况多变，怪物密集且实力更强，对付难度远不是在野外练级可比的。没有一个配置完备的强大队伍，想要成功攻略一个副本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而若想要顺便带一个一转萌新前去蹭经验，那就更加困难了。以一转职业者的脆弱身板，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将小命交代在副本里，损失难得的一次复活机会。而能够一次性提供够升到30级的经验值，很显然这个副本的等级还不能太低。张西西自问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单刷这种层次的副本。至于为了加快周生明的练级速度，特别去组建一个副本攻略队伍，这种事情身为清河工会会长的周成天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那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身为议会之长的他不会做出这种明显不智的选择，但偏偏有人那样做了。此刻的周生明看着面前的胡琉璃，心里明显有了一种挫败感。胡琉璃却懒得理他，已经跟着引导员祝小雨走到了转职神石的边上，把手掌贴在这上边，用精神力沟通就可以成功转职成幻形师了。你完成的是4星任务吧？恭喜了。后边周生明再难忍受心中的郁闷，喊道：“我也要转职。你说白圣骑比我转职还早，那他完成的是几星转职任务来着？”第55章，我就要选择5星任务。转职神殿中，引导员祝小雨一边引导胡琉璃转职，一边回过头来看向后边2人：“怎么，你们不再怀疑那属性水晶的事情了？”他似笑非笑，又说道：“弄不清楚没关系，我可以请分店主出来跟你们当面继续讲清楚的，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开始转职吧。”张西西一张脸黑得像锅底，却也无可奈何。再给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说出让转职神殿分店主出来当面对质的话来。那是站立在清水城巅峰的几个人之一，不是他区区一个3转操音师可以质疑的。转职吗？好，稍等。既然周生明2人没有继续不依不饶，祝小雨也是见好就收。他虽然知晓分店主对白圣骑十分看好，但也不敢因为一些小事去随意打扰对方。刚刚抬出分店主来，只是为了吓唬那2人而已。果然，那2人被唬住了，半点也不意外。姐姐，谢谢你。说话间，
胡琉璃身上的光芒敛去，已经彻底完成了转职。从这一刻起，他就再也不是一转萌新，而是一名二转职业者了。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压迫感，周生明心中有些不自然，下意识地离他远了一些。虽然大家都是30级，但一个还是1转，另一个却已经2转，实力上的差距已经十分大了。周生明对于此时的胡琉璃有些下意识的畏惧，是合情合理的。转职完成后的胡琉璃并没有直接离去，而是站在转职神殿里对周生明说道：“你不是说你也要转职吗？赶紧开始啊，我顺便参观一下。”周生明鼻孔里哼哼一声，冷冷笑着：“怎么，你难道觉得我会选择比你更低难度的转职任务不成？小人之心。”胡琉璃鄙夷地看着面前的周生明说道：“以清河公会的家底，你完成一个4星难度的转职任务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清河公会就太丢人了。4星任务，可笑。”周生明斜瞥了一眼身旁的胡琉璃，有些不屑：“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有想过要退而求其次，既然要转职，那当然就要选择最完美的5星难度转职。对了，那白胜奇选择的是几星难度来着？”还没有得到祝小雨的回答，他已经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算了，虽然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练级比我快了一点点，但也就仅止于此了。在转职任务这一关上，我绝不会输给任何人，少了一个属性水晶又如何？我不会因此悲戚苦恼而困住脚步，我会用5星加成直接超越。”一番豪言壮语说的一旁的张西西暗暗点头。这小明身上虽然确实有些侄二代的娇气，但眼界志向同样超人一等，无愧于清河公会少会长的身份。是吗？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自身只完成了4星任务的胡琉璃，此刻听到周生明剑指5星任务，眸光一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跟我来，把手放到转职神石上。”引导员祝小雨带着周生明来到了转职神石跟前，在引导周生明将手掌贴在神石上时，他笑了笑，又说道：“你是要领取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吧？不得不说你运气很好，算是来得巧了。”“什么意思啊？”周生明微微一愣，讶异的侧头看向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祝小雨点了点头，说道：“在你来之前不久，法师5星转职任务要用到的怪物才刚刚补充完成。你要是来的再早一些，怪物还没有补充完成，就只能等着了。”“刚刚补充完成？”周生明眨了眨眼，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们神殿难道有人专门负责补充怪物的吗？”“当然了。”祝小雨沉沉点头，说道：“不然你以为咱们都是白拿福利不干活的吗？”此时此刻，周生明的手掌已经贴在了转职神石上，他很快成功领取了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但领取到任务的同时，他的眉头不由得紧皱了起来。一旁的胡琉璃这时候问道：“周生明，法师的5星任务是什么？怎么看你一脸便秘的样子？”他确实好奇，先前的他转职幻形师时，本也想领取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但在了解过5星任务的内容之后，最终还是懂事的选择了放弃，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4星难度的任务。如今看周生明的神情，显然2转法师的5星任务必然也不会太简单，是要求在4分钟内击杀1到30级的共30只首领级怪物，而且还规定不能使用任何超出等级的道具。说话间，周生明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来，显然受到的冲击相当大。“祝姐姐，这个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是认真的吗？怎么可能有人能完成得了？”对比自家幻形师的5星任务后，胡琉璃察觉到2转法师的5星任务难度也半点不低，一时间他心有感触，不由得开口问道。祝小雨笑了笑，说道：“5星转职任务难度当然极大，能够成功完成的人确实是少之又少。如果没有把握，选择4星难度，甚至是3星难度的任务也是极好的。”说话间，他的目光落到周生明身上，问道：“怎么了？你要选择其他难度的转职任务吗？”仿佛是被他表示理解的眼神所刺痛了，周生明一咬牙，大声说道：“不用，我就选择5星任务了。”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不是脑子一热的结果。在看到任务内容的瞬间，他便已经在脑海里估量了一下自身的实力。他心里十分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想要不依靠超出等级的道具来完成这个任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能使用超出等级的道具，不代表自身的实力就不能再提升了。他侧头向一旁的张西西说道：“张哥，麻烦你了，帮我将那一套装备取出来。”早在之前，父亲便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整套30级的极品装备。这一套装备一直放在清河公会的共享仓库里，以他目前的工会贡献度，是还不能直接取用的，所以才要通过张西西之手将共享仓库里的这套极品装备取出来。好，张西西点头应了一声，已经向身前的空处伸出手来。第56章，我大意了，没有闪。转职神殿中，
张西西已经从面前空处取出了一套装备来，道具放在工会共享仓库之后，满足条件的工会成员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直接打开仓库将其取出。这正是工会共享仓库的方便之处。周生明很快将这一整套极品装备穿戴起来，再加上一些不超出当前等级的低级卷轴，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挥了挥手中镶嵌了3枚魔法宝石的极品法杖，周生明感觉到一股力量感涌上心头。此刻的他自信满意，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跟部分二转职业者掰掰手腕了。他面对二转的胡琉璃，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种畏惧感觉。不过此时此刻，当然是转职的事情最重要。换过一身极品装备后，他意气风发，将手掌再次贴在转职神石上，直接就选择了开启任务。下一刻，在众人面前传送光芒闪耀，周生明整个人消失不见。余下的3人面面相觑，你望我，我望你，颇有些尴尬。但很快，光芒闪耀，先前的传送门再现，周生明再次出现在转职神殿中。而此时时间甚至才过去不到1分钟。怎么样，小明，成功了吗？张西西有些迟疑的开口了，但下一刻便觉得自己的问话有些多余，因为此时此刻的周生明已经处于残血状态，生命值只剩下可怜的一点，整个人失魂落魄的站在原地。很明显，他失败了，并没有完成刚刚的5星任务，就差一点，就差一点。那几只首领级攻击力怎么那么强？周生明喃喃自语，身躯微微颤抖。不到1分钟的时间，想要击杀掉那么多的首领级怪物，显然是不可能的。真相是，在刚刚的任务中，他被怪物们击杀了。幸好这只是转职任务而已，得益于转职任务的特异性，他才没有因此而消耗掉一次复活机会。要么，先生你还是选择4星难度的任务好了。站在转职神石旁，祝小雨如此引导着说，这本就是他身为转职引导员的工作内容。周生明却像是杀红了眼，此刻根本就不听劝，只是瞪眼摇头，大声说，不，我还行，刚刚只是失误而已。穿上极品装备后，我大意了，没有闪，没想到这些怪物的爆发攻击有点强。真的没问题吗？张西西微微皱眉，有些担忧。没事，张哥，麻烦你帮我再取一些低级的加速类卷轴，这一次我要风筝死他们。周生明咬牙切齿，从张西西手中得来卷轴后，再一次选择了开始任务。传送光芒闪起，张西西心中暗叹一声，有些无奈。老实说，他已经不太看好周生明能够完成5星任务了。只不过对方此刻明显有些上头了，他也不愿意去当这个阻拦对方的坏人。反正转职有3次机会，就算这一次仍旧是失败了，那还有第3次。而万一真的成功完成了5星任务，那就更是皆大欢喜了。时间的指针慢慢波动，1分钟、2分钟，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张西西紧张的心情稍稍放缓。至少这一次周生明是真的吸取了教训，没有被怪物击杀回来。神殿之中，祝小雨也是满心期待。虽然周生明的态度让他有些不满，但严格来说2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突。作为转职引导员，所负责的神殿里多出一个5星转职者来，对他来说也是十分利好的事情。引导转职的效果更好，他才能更快提升自己的引导员等级，获得更多的收益。3分钟过去了，时间正往这4分钟走去。张西西和祝小雨各自的一颗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上，而刚刚转职完成的胡琉璃此刻也是一脸凝重。他没有想到，那周生明看起来像个不怎么样的职二代，却有着挑战5星转职任务的勇气。而看情况，对方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好像还不小。就在3个人各怀心事的情况下，4分钟时间过去了。转职神殿里，传送光芒再次闪动，周生明又一次回到了神殿之中。就差一点，就差一点，那几只首领级血条怎么那么长？身影才刚出现，张西西脸上的期待便彻底消去。毫无疑问，周生明再一次失败了。祝小雨自嘲一笑，无奈地摇了摇头。果然，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哪是那么容易完成的？看来是之前白胜奇的成功，让自己误以为5星任务已经不难了。但很显然，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是白胜奇，5星任务仍旧困难。他能够得到分店主的看重，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好了，先生，还有最后一次转职机会，我个人建议你还是选择4星任务或者3星任务吧。祝小雨十分尽职尽责地向面前的周生明提出了建议，但此刻的周生明眼都红了，咬牙切齿地喊道：“不，我还要再试一次，刚刚就差一点了。”小明！张西西一巴掌拍在周生明的后颈上，让他整个人一激灵，清醒了过来。你还是选择4星任务吧，那个没有使用道具上的限制，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还想试试。尽管已经清醒了过来，但周生明显然对于自己的失败仍有些不甘心。小明，别试了，会长有吩咐过，
让我给你把关，保底要完成4星转职。张西西略显感慨地看着面前的周生明，说道：“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次转职机会了，万事以稳为主。”周生明面色一僵，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本来有些不甘心的他，在听到是父亲的吩咐后，终于不再挣扎，缓缓点了点头。那我这次选4星难度的任务好了。平静下来后，周生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不甘。说话间，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来，看了一眼旁边的胡琉璃，又看了看祝小雨，问道：“看来我们这样的人也只能完成4星任务了，但像白胜奇那样的，哪怕是4星难度也不可能完成得了吧？”哪怕到了这一刻，他心底对于白胜奇的关注与怨念也仍未消去。职业者的具体转职信息，严格来说算是个人秘密，我可不能透露的。祝小雨笑了笑，又说道：“不过看你那么关注这一点，另外有些事情倒是可以让你知晓一下。”在周生明茫然的目光中，他缓缓低语：“白胜奇不久前已经在咱们转职神殿任职，先前你转职任务所用的那些首领级怪物，就是他捕猎过来的。”第57章，转职神殿又不是垃圾收容所。转职神殿里，周生明的面皮跳动，一时间不知道该做出个什么表情来才好。一切源于他刚刚从引导员祝小鱼口中得知的某个消息，自己对付的那么艰难，甚至武装到了牙齿后也没法解决的那些首领级怪物，原来是白胜奇捕猎回来的。是不是有哪里不太对劲？对方之前虽然确实是有些水准，但毕竟只是医师系职业而已，按理来说不可能有这种实力吧？或者说，对方是2转之后，这才拥有了对付那些1到30级首领级怪物的能力？一定是这样的。终于说服了自己的周生明，向祝小雨开口问道：“我也能跟转职神殿合作，帮忙捕猎怪物吗？”他当然不是喜欢多干活，而是此时此刻下意识地从心里想要跟白胜奇比较一番。祝小雨不着痕迹地笑了笑，回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得分店主来决定才行，等你成功转职后再说吧。话说，你现在到底还转不转职？”转！周生明一咬牙，狠下心来，将手掌再次贴到了转职神石上。而站在一旁的胡琉璃眼见周生明放弃了5星任务的尝试，也终于失去了兴趣，向祝小雨甜甜一笑，道别离开了神殿。他很清楚转职神殿的能量，所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态度，以免因此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而看着胡琉璃远去的背影，祝小雨心中暗暗感叹，真是个像小狐狸一样的女生呢。对此他倒也没有多少恶感，自己当时对小白的态度不也跟这女生一样吗？眼前传送的光芒闪动，周生明消失在了神殿之中。祝小雨明白，对方至少也是能完成4星难度转职任务的。虽然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这仍旧太难，但对于拥有清河工会作为后盾的职2代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身在这清水城里，虽然长期待在转职神殿内，但祝小雨对于清河工会这样的大工会当然也有所了解。没有过去太久，传送的光芒再现，周生明的身影再次回到了神殿之中。成功了吗，小明？这已经是周生明最后一次的转职机会了。一旁的张西西虽然明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仍旧忍不住问了出来。成功了。周生明张口回答，脸上却并没有什么开心的表情。对于他来说，这一次前来本是要完成5星转职任务的，如今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完成了4星任务，某种意义上算是失败了。成功了就好，4星转职跟5星转职相比也就只差一些而已，以后加把劲，并非补不回来。张西西只能这样安慰道。事实上，这样的话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个先前所说怪物捕猎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可以帮我询问一下？转职成功后，如今已经是2转法师的周生明显然自信心有所增长。他如今跟引导员祝小雨说起话来，很有种平等对话的感觉了。操音师张西西只是站在一旁安静看着，并没有阻拦。他虽然是3转职业者，但周生明是工会少会长，如今也已经转职成为了2转法师，他理应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而且转职神殿底蕴极深，周生明若是因而能够跟其搭上线，对于清河工会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祝小雨盯着周生明看了好半晌，终于还是带着他一起敲响了分店主办公室的房门。据他看来，如今神殿捕猎员确实是有缺口，而面前这人身为完成了4星任务的2转职业者，还是法师职业，似乎也不算太差。如果能够引荐给分店主，让这人也成为捕猎员的话，说不定自己还能得到分店主的表扬呢。进来。里面传来了有气无力的话语声，祝小雨连忙带着周生明走了进去。分店主，这位是来自于清河工会的周生明，刚刚完成了4星转职任务的法师。祝小雨将详情迅速说明。办公桌后，分店主抬起半开半闭的眼皮，向面前的周生明扫了一眼，再也没有半点兴趣。什么东西也往我这里领？我们转职神殿是垃圾收容所吗？声音并不响亮，
其中也没有听出有任何怒意。但话音入耳的瞬间，祝小雨便感觉到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整个人有骨透心凉的感觉。对不起，打扰分店主您了。他连忙招呼周生明，便要离去。然而被明显看扁了的周生明却不干了。今天转职神殿的这一趟，种种事情实在是让他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他有心要说些什么，但碍于对方的身份，终究还是只能强忍怒气。只可惜面前的转职神殿分店主却没有这样的顾虑。他瞟了周生明一眼，毫不客气地说道：怎么，我说你是垃圾，你不服？这一下彻底让周生明炸了开来。你不就是早生了几年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怒目圆睁，大声叫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将你踩在脚下。你疯了！祝小雨大惊，连忙伸手去拉周生明。分店主却是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笑了一声：有意思，我倒要看看，不久的将来，你要如何将我踩在脚下。两人最终离开了分店主的办公室，返回了外间。祝小雨冷着一张脸，对周生明说道：既然转职完成了，没什么事，你就赶紧走吧。因为这愣头青让自己在分店主面前失了分，他心里显然也是很不满意。张西西走到周生明身边，讶异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周生明并未细说，只是冷笑一声，说道：张哥，咱们走吧，总有一天，我们清河公会要将这转职神殿也纳入管辖之中。小明，别乱说话。张西西一惊，连忙跟上大步离去的周生明。周生明大步向前走着，只觉得心里有一团火越烧越旺，再不找点事情做，就要爆炸开来了。张哥，不是说城北怪物异变了吗？正好我二转了，可以去试试了吧？让他们看看我二转后的魔法技能，不是他们能轻易吃得消的。你要去当然也可以，但不能毫无计划地出北门去。正好会里组织了一个异变探索队，我和你一起跟队行动吧。张西西看了周生明一眼，说道：你如今已经二转了，自保能力强了许多，会长应该也会同意的。周生明紧咬牙关，忽而又说道：张哥，帮我联系一下，过几天我要办一场同学会，父亲不是说因为城北异变的事，今年的招聘会可能要提前了吗？正好我早点帮忙了解一下信息。张西西哪里不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时候却并不点破，只是点了点头，说道：好，我会准备的。第58章，再不买就买不到了。清水城中，白胜奇远远看向前方城门，陷入了沉思之中。距离他成功二转又已经1天过去了。这一天里，他已经将练功房内的储存的充能点数全部消耗完，期间甚至还有余暇回了转职神殿一趟，将那些完成了捕猎的捕猎球交给分店主。才上班第1天而已，就已经高效率地完成了如此大量的工作。像他这样的好员工，去哪里才能找得到？对于他的高效率，分店主似乎并不意外，只是微微点头，就将那些捕猎球接了过去。白胜奇当然不知道，他这样的举动连带着让分店主的眼光也变高了许多。之后遇到某个意图入职的4星转职法师，分店主直接就看不上眼，直呼对方为垃圾。实在是白胜奇之前的表现太惊艳，对比太过于强烈了。与之相比，本来还行的周生明就显得一点也不行了。并不知道自己在无形中又让周生明难受了一次的白胜奇，这时候正在查看自身状态，体质、力量等属性转职后每升1级已经能够提升3点，4级一共提升了12点，而精神属性则变成了每升1级提升6点，4级一共提升24点。这是二转项对于一转的另一个提升，但对白胜奇来说，属性点提升的大头永远还是着落在练功房刷怪长属性上。40万的充能点数，他刷了2万多只怪。如今练功房同时能够刷新的怪物数量已经轻易地达到了当前的极限，20只。一次能刷20只怪物，自身攻击力又足够强大，他甚至不需要用完如今练功房1天的4小时限额时间就已经刷完。刷了2万多只普通怪，提供给他的全属性提升为420点。期间刷新出来的精英怪也每只能够加2全属性，一共刷了210只精英怪，提升了420点全属性。首领级怪物亦只能加20全属性，又是420点的全属性提升。这是除去了捕猎球中怪物以外的数量。这一次练功房刷怪，总共获得了1260点的额外全属性提升。等级34，生命值38万4000，魔法值40万8400，体质1920，力量1920，敏捷1920，精神2042。属性面板的提升是如此惊人，而各个技能的熟练度也不曾落下。其中在这一次刷怪中提升最大的自然非岩石皮肤莫属了。每一次刷新都同时有20只怪物向他发起攻击，
刷起这种受击就增加熟练度的技能来，效率不要太高。岩石皮肤 LV6， 熟练度2546-10000，额外增加体质3技能等级的物理防御力，可开启岩化状态，持续10秒，自身停滞，无法行动。额外增加的物理防御力效果翻倍，并每秒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 1% 技能等级。冷却时间60秒，这个等级已经能够被动增强体质18的物理防御力，配合上10分高的体质属性，再加上那个岩化状态，在物理防御方面，白圣骑感觉就算没有防御附魔也问题不大了。只有魔法防御方面仍旧是个问题。还要去清水商厦处理材料吗？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短板的东西。白圣骑自言自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去得太频繁了，也是个问题。像自己这样过一会就有大量材料出售的萌新职业者，怕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吧。不过想想，如今已经2转的自己，好像也不算萌新职业者了。如果再算上强大的属性面板，就更加应该有些底气才对。不管了，背着一身材料出去打怪也确实不太对劲，就再去跑一趟吧。听说王老板的堂哥是做大生意的人，我这点东西应该不至于吓到人家。仔细考虑之后，白圣骑终于放弃了现在出城的想法，转身往城里清水商厦走去。只是这一次重新踏入清水商厦的白圣骑，却发现一切都变得有些不同了。明明只是过了不到1天而已，各家商店门外却都已经竖起了这样的牌子：高价收购城北野区原材料，多多益善。明明就在前几天，这些店铺的外面还挂着城北材料不收这样的牌子。因为每一个萌新职业者刚转职的时候，都必然会先去刷城北野区，所以城北野区的原材料简直是多到了泛滥的地步，几乎是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城北野区的原材料价格是每天都在下降。除了萌新百货这样专门做低级材料生意的店铺，许多商店基本都不收城北材料了。但这样的情况目前却发生了改变，这些材料一下子从乏人问津变成了人人可求的样子。白圣骑心里颇为疑惑，直到来到了萌新百货里，才从老板口中得知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原来如今众多商家高价收购的并非是原来的那种城北材料，他们想要收购的是城北发生异变后那些异变的怪物所掉落的材料，这和原本的城北材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原来是这样，白圣骑眨了眨眼问道：那原来那种材料呢？还有人收吗？收，当然收了，至少我是肯定收的。萌新百货老板意有所指的说道。现在他们看不上原本的城北材料，等以后稀缺起来就知道了，再不买就买不到了。为什么？白圣骑有些想不明白。不过是些新手材料而已，没了就没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兄弟，你不是生活职位，所以不清楚这些材料有必须要用到的场景，如今还有很多以前的存货，自然看不出来。萌新百货老板笑了笑，等到以后急切需要起来，只能到其他2级城市下的3级城市收购了，那运送成本绝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白圣骑明白他的意思，清水城城北发生异变后，便不会再有原来那些熟悉的怪物了，但其他2级城市下属的某些3级城市，应该还会有和清水城城北野区一样的怪物，可以猎取到原来的材料，但相应的其运输成本必然是高起不下的。萌新百货老板这时候已经一脸诚恳地看着白圣骑，问道：兄弟，你手上还有没有原城北野区的原材料？有的话多少我都收，价格可以比原来加2成。第59章，弄这个得不偿失。萌新百货内看着反而打算提高2成价格的店铺老板，白圣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这里数量十分不少，你一个人真的能吃得下吗？白圣骑并非空口说大话，这一次在练功房里刷了2万多只怪物，若非2转后背包空间又有所扩大，早就已经装不下了。很多。店铺老板既惊且叹，急切说道：放心，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吃不下的话，还有我家堂哥，无论你有多少材料，他都能照单全收的。是吗？那就好。最终在萌新百货老板的引领下，白圣骑在清水商厦某一层见到了对方的那位堂哥。而听到自己堂弟的解释后，那位堂哥一脸狐疑地看着白圣骑：你手上有那么多原城北材料的话，只要继续持有一定时间，必然会价值飙升的，你舍得现在就处理给我？堂哥微皱眉头说道：我不怕告诉你，我当然会提高一定的收购价格，但肯定不能像你自己持有到最后那样收益高。萌新百货老板在一旁苦笑：堂哥你说啥呢？白圣骑不由得暗暗好笑，这2兄弟都是差不多，其堂哥看起来好像更加淳朴的样子，实在很难想象他们这样的竟都是生意人。当然这也许只是白圣骑狭隘的想法而已，对于人家这些生意人来说，说不定诚信才是发展壮大的最佳法宝。他不得不承认，对方所描绘的未来也许确实是真的，只不过对于他来说，眼前所能够获取到的加强和收益才是最重要的。你确定要卖？
以后再想要收集这些材料就不容易了。在最后的时刻，堂哥仍旧这样提醒着。事实上，他这就算是瞎操心了。在之前的5星转职任务里击杀了1到30级的首领级怪物后，白圣奇的练功房早就记录下了这30个怪物种族。如今的他，只要充能点数足够，就完全可以在练功房里选择重现刷新这30种怪物。他根本就无需长途跋涉去往其他城市，便可以安然获取到之前城北野区的掉落材料。对于他来说，城北野区的怪物遭受异变根本就没有影响。这些当然不能跟别人说了。他于是对那位堂哥说道：“不瞒你说，我如今已经成为了转职神殿的捕猎员，本来就要去往其他城市捕猎怪物，这些材料完全可以顺便猎取的。”这话却是半真半假。他确实是成了神殿捕猎员不假，却未必需要到处去其他城市捕猎。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按照市价再提3成向你收取材料。假如你愿意和本商行签订一个专供协议的话，价钱方面还可以再商量。财大气粗的堂哥给出的价码甚至更在其堂弟之上。作为其堂弟的王老板都有些急了，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堂哥生意能够做得比自己大，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其眼光独到之处远胜过自己。片刻之后，他震惊地发现堂哥店里用来称量材料的魔法秤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了。魔法秤的托盘看起来只有常人脸盘大小，但其中却拥有着背包空间一样的魔法力量，内里可以装下差不多数个立方的称量物，而能够称量的重量也达到2000个魔法金。但此刻魔法秤上的尺标已经指向最大值，秤尖高高翘向了天上。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今托盘里的材料重量显然远远超过了2000魔法金。萌新百货的王老板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叹息道：“要是各个卖材料都像这位兄弟一样，堂哥你得去找魔匠师专门定制更大称量极限的魔法秤才行了。”看着如今魔法秤的状态，其堂哥也是长出了一口气，沉沉点头道：“谁说不是呢？”然而似乎觉得这样的震撼仍未足够，白圣奇轻声道：“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商人两兄弟是彻底服气了，这样多的材料量，怕是一个工会整整刷了1个月的成果吧。王老板震惊发问：“谁说不是呢？”堂哥点头附和。面对这样的话语，白圣奇笑而不语。他又怎会告诉对方，这其实只是自己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刷出来的。只不过因为练功房的特异性，他刷怪效率大大提升，算上20%的掉落率，在出货率上也远远超过别人。帮我估估价吧，之后我另外还有一些想要的。白圣奇将要卖的东西全部取了出来，除了大量的材料之外，其中甚至还有10几件装备，以及6颗金盒、1本技能书。这些装备都很不错，你们工会不留着用吗？堂哥多嘴的毛病仍旧不变，其堂弟王老板都恨不得要拿针线把他的嘴缝上了。特么的有钱不赚，装什么清风白雪啊？不用了，用不上。白圣奇淡淡一笑，又说道：“不过我倒确实另外有一些需要的。”白圣奇所需要的是一本较高级别的技能书，以及无职业限制的装备蚂蚱翅膀。在练功房里刷怪掉落出来的那本技能书，因为不太适合他，所以他没有选择学习。通用技能的学习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见啥学啥。不然那些不差钱买技能书的侄二代们，早就一身通用技能武装到牙齿了，哪里还有普通人的活路？虽然自身可以学习的通用技能数量还没有到极限，但白圣奇还是决定尽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而且高级别的技能秘籍价格高到了吓人的地步，不将东西都处理掉，怕是还买不起呢。焰魔杀衣作为2阶的技能秘籍，我这里当然有，就怕你买不好吧？算算这些材料的价钱，你确实应该买得起。不过这技能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很多人都是看看就放弃了。你确定将这么多钱用来买这本秘籍吗？堂哥摇了摇头，说道：“在你这个等级，又更多更好的选择，都对自己的提升更大，性价比更高。这个等级把所有钱扔在焰魔杀衣上，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咦，他不是说你刚一转不久吗？”堂哥愣住了，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透眼前那小子的信息。白圣奇明明毫无防备似的站在他的面前，整个人却如同藏在最深的迷雾之中，让他看不分明。以白圣奇掌握的隐秘技能和超强属性面板，哪怕是这位堂哥，也是根本不可能看透其信息的。我2转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秘密。白圣奇干脆贴心的告诉了对方：“我知道你2转了。”什么？你2转了？这才几天？堂哥瞳孔猛地放大，不由得重新审视起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来。你很不错，有点东西。堂哥最终只是憋出了这样的话语来。其堂弟王老板点头附和：“谁说不是呢？既然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2转，想来也不是个普通职业者。那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咱们开始交易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愿意签订专供协议的话，价格上我还可以让步。”堂哥又再次劝说起来。白圣奇最终还是没有选择与对方签订专供协议。对于拥有练功房的他来说，不
不管多少材料都能够轻松刷取，完成专供协议也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但他不想要让这些所谓的协议来束手束脚，他最终从那位堂哥处如愿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焰魔杀衣作为2阶技能秘籍，售价50万星元，花掉了他此次收益的大部分。另外的蚂蚱翅膀本可以选择以足量的蚂蚱薄翅材料加一点人工费委托制作的，但那需要等待一定时间。懒得等待的白胜奇直接在堂哥的商行购买了成品。至于这中间贵了多少，堂哥收购了他的材料后又可以联系生活职业者制作赚取多少，白胜奇就懒得关注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自己并非商人，自己该花费心思的事情不是低买高卖，而是如何更快地提升实力。东西到手后的白胜奇很快离开了清水商厦，并查看起自己的技能面板来。他查看着刚刚学会的焰魔杀衣技能，明白那位堂哥对于焰魔杀衣的不乐观看法，事实上并没有错。第60章焰魔杀衣。正在查看自己技能面板的白胜奇盘点了一下自身所掌握的通用技能数量：风穴、隐匿、侦察之眼、岩石皮肤、弹跳射击，加上刚刚学会的焰魔杀衣，一共是6个，再多一个就是他当前所能够掌握的极限了。在这个世界，职业者天生能够学习2个通用技能，每转职1次，能够学习的通用技能数量加2。按理来说，如今2转了的他，应该能够学习的通用技能6个便已经是极限。但加入了转职神殿之后，他才从分店主口中得知，原来完成5星转职之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加成，那就是通用技能的学习上限额外加1。至于为什么这个加成没有在领取任务时告知，分店主的回答是，既然是隐藏加成，那自然就不会明示了，而且自己也是现在才想起来，弥补性的告诉他而已，以免他心里产生疑惑。告知白胜奇这个信息之后，分店主甚至还告诫他，让他不要将这个信息随意散播出去。至于理由，分店主的说法是为了工作生活和谐着想。在他看来，一旦这个消息为众多职业者所知晓，那么想要转职的职业者们，不管什么阿猫阿狗，就都会选择尝试冲击5星转职任务了。尽管这些人里几乎100%都是无法通过5星任务考核的，但不妨碍他们都抱有侥幸的心理。毕竟多一个通用技能位置，对于自身的实力来说是有相当提升的，职业者们不可能轻易放过，而那样就会造成这些的现实。这些职业者们尽管不可能通过5星转职任务，但却能够大量的消耗掉5星任务中的怪物数量，挑战转职神殿的怪物库存。到那个时候，转职神殿的捕猎员再多，恐怕也要疲于奔命了。白胜奇扪心自问，自己也是不愿意全天无间隙的进行怪物捕猎的，那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练级刷怪变强的节奏。只是他也忍不住向分店主问询道，隐藏这样的消息，岂不是对大部分的职业者不公吗？分店主残酷一笑，直接打消了他疑虑。你以为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职业者们，他们便都能够通过5星转职任务吗？醒醒吧，不可能的。事实上，大部分职业者连4星任务都完成不了，像你这种能通过5星转职任务的，万中无一。莫名的又被暗捧了一次的白胜奇终于不再纠结，笑了笑。好吧，反正对自己实力有自信的人，总会尝试一下5星任务，连尝试勇气都没有的那些职业者，肯定也就不具备通过5星考核的资格了。另外，我到底要捕猎怪物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升级捕猎员光环？离开转职神殿前，白胜奇再次向分店主确认。快了，快了，你的工作效率十分出色，我都记着呢。分店主有气无力地笑了笑，又说道，后天就是清水城招聘会了，这一届招聘会提前，咱们神殿也该参与一下，到时候你记得回来跟小猪走一趟，具体的情况他会跟你讨论的。甩了甩头，将之前分店主的话语沉入身心里，白胜奇再度集中精神在技能面板上。离招聘会还有2天时间，自己还有不少时间可以提升实力。焰魔杀衣 LV1， 熟练度01000，使用后可为自身附加一层焰魔杀衣，额外增加体质10技能等级的魔法防御力，且为自身所有攻击附加精神2技能等级的魔法攻击。杀衣存在时，每秒消耗生命值2000技能等级，生命值低于 30% 时，杀衣自行破碎。冷却时间60秒。看了这个技能的详细信息，白胜奇总算明白堂哥先前的态度为何那样了。这个技能怎么说呢？说强也确实强，但使用起来也确实是束手束脚的。难怪那位堂哥说这个技能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性价比不高。确实，假如他只是一名普通职业者的话，开启时每秒消耗生命值2000技能等级，这对于才刚刚2转的普通职业者来说是十分致命的。比如弓箭手等比较脆皮的职业，刚2转时也不过就那2-3万点生命值而已。使用焰魔杀衣这个技能的话，哪怕只是 LV1 的，也要每秒掉落2000点血量，这个状态开启怕是最多只能持续10秒钟左右。
本来就只是用来提升魔法防御力，以免被魔法攻击打落太多血量的，但这样一来，说不定相比受到魔法打击，反而是自身开启技能掉落的血量更多了。只有属性面板远远超出了同级该有水准的白圣骑，使用起这技能来才会轻松惬意。以他如今高达数十万的生命值，每秒钟掉落2000点，只能说是洒洒水，完全不成问题。更不用说他自身还是一名医师，可以给自己治疗恢复了。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无视掉这个技能的掉血状态，可以永久性的开启这个技能。夜魔杀医就像是为了他量身定造一样，他当然也是提前了解到了这一点，这才有目的性的购入这本秘籍的。除了这个技能外，他此行的收益还有蚂蚱翅膀和一些低级别的消耗性道具。低级别的消耗性道具对于如今的他来说，对实力的提升并不大，但用好了的话，也能够让他的练级变得便捷许多。肩胛骨一仰，一双略显透明的翅膀在他两肩后伸展开来，正是蚂蚱翅膀被他激发了。两个翅膀猛地一扇，白圣骑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飘飞起来，瞬间就飞上了10几米高。在这种状态下的他急速向前飘飞，等到落下地来，已经到了差不多200米之外了，而这不过只是一眨眼间而已。白圣骑满意程度直接拉满，这蚂蚱翅膀的略行技能果然很不错。虽然对于自身的攻防能力没有任何提升，但用好了，不管是逃跑还是追击都十分有用，对于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这蚂蚱翅膀对于他的加强还远胜过其他职业者。蚂蚱翅膀品质精良，职业要求无限制，等级要求25，属性要求无。掠航可以低空掠行一段距离，掠行高度为敏捷100，掠行距离为敏捷10，无法超出装备承受极限。冷却时间10秒。得益于自身的强大属性面板，它的掠行高度和距离都远超想象。虽然装备有其承受极限，但至少目前还没有触碰到。这算是白圣骑拥有的第一件精良品质装备，其价格也绝不便宜，足足8万星元，超过许多一阶技能秘籍了。很多囊中羞涩的职业者虽然眼馋这个装备的特效，但也只能苦哈哈的慢慢收集材料，再委托生活职业者帮忙制作。但随着等级提升，所需要的消耗方方面面，这个对普通职业者来说不算特别强大的掠行特效，优先级便会被往后一推再推。最终很多职业者会将捉襟见肘的资源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确实拥有这个蚂蚱翅膀装备的职业者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多。白圣骑微微摇头，没有在意这些。接下来该是出城打怪储存充能点数的时候了。略微思考之后，他往城西门走去。从分店主处了解到更多之后，他暂时对城北异变区有些忌惮，没有打算莽撞的冲进去。自己确实比同级职业者要强很多，但在没有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何必要刻意作死呢？第61章，祸从天降。城西门，白圣骑没有遮掩自身容貌，坦然走过。老实说，自从经历过城卫队的事件后，他这个人似乎多了些恶趣味。他就是想要大摇大摆的从城卫队员们的面前走过，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成熟，不建议其他萌新学习。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到了守门的城卫队员跟前，他大声报备：白圣骑，是向为出城练级，并不是要去恶意攻击其他职业者。重复一遍，我是去练级，并不是要去恶意攻击其他职业者。大声的话语引来了城门处众多职业者的瞩目。这人脑子有病吧？是啊，就算真是去恶意攻击其他职业者的，谁会提前报备给城卫队知道啊？听说近来城北异变愈演愈烈了，这怕不是刚转职的呆萌新手往城西这边来了吧？有可能，看他年纪轻轻的，真以为城北不能去，城西练级区就能是新手能来的了呀？别转眼就给秒杀送回城了。谁说不是呢？议论声中，城卫队员深深地看了白圣骑一眼，挥手放行。我知道你先前的通缉令只是个误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引起两方冲突就不好了，大局为重，你就别找事了。白圣骑呵呵一笑，再次确认转职神殿果然已经完成了交涉，满意的轻快走出城去。至于大局，那是什么？能吃吗？身后车辆排气声响动，一辆私人用车咔地停在了他身边。胡琉璃从车窗里伸出半个头来，热情相邀。白圣骑，想不到在这里也能遇上，好巧啊，咱们两个真有缘。我知道你也二转了，同学里二转的不多，不如咱们一起组队练级吧。白圣骑看着面前的胡琉璃，嘿嘿一笑。你跟我一路了，这也叫有缘吗？从他往城西的这一路上，隐匿技能的熟练度连连提升，让他感受到背后一直传来的窥探。而以侦察之眼向窥探传来的方向看去，他也很快就察觉到了对方的身份。胡琉璃，某位强大职业者的亲孙女，在清水城里属于和周生明差不多的侄二代。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也同样属于这清水城的职二代之一。看得出来，其背后的强大职业者发力了。如今的胡琉璃也同样完成了二转。除了拥有练功房的自己，白胜奇很清楚，其他人不可能通过独立练级这么快达到二转的程度。如果只是普通的医师，有人邀请组队，那简直是该感恩戴德的事情。但白胜奇却不一样，拥有着练功房这种秘密的他，并不想跟别人牵扯太深，特别是胡琉璃这种动机不纯的。不用了，我习惯自己练级，不爱跟人组队。白胜奇自认为很委婉地拒绝了对方。不组队也没有关系，正好我开车了，顺便送你一程吧，这里离练级区还远得很呢。胡琉璃却没有半点被拒绝的自觉，仍旧死缠烂打起来。还是不用了，车我也有。为了确实的成功拒绝对方，白胜奇甚至打算将背包空间里得自于张西西的那辆车取出来了。当时他本想处理给王老板的堂哥的，但对方只是看了一眼就拒绝了这笔交易。很显然，目光毒辣的对方看出了那辆车的来路不简单，并不想要掺杂进这种破事里面。我知道一些和那秘境有关的事情，比如上次清水城秘境攻略队。你知道？胡琉璃忽然说出这种话语来，白胜奇不由得目光一凝，下意识地向前踏进了2步。先上车。胡琉璃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吃定了他一般。不得不说，秘境攻略队的事和父亲有关，是白胜奇心里最为关注的。这一点，胡琉璃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拿捏住了他。好，希望你不是在故意消遣我。考虑到胡琉璃的那位爷爷，对方说不定真的知道些什么。白胜奇心中默默盘算，打开车门上了副驾。上次不是还有几个人吗？注意到后座空着，白胜奇随意问道。有一个人太讨厌，我赶他出队了，另外2个还在裘家里帮忙，暂时没有那么快能二转呢。胡琉璃态度很好，几乎是有问必答，但却闭口不谈秘境攻略队的事情。白胜奇虽然在意，但这时候却知道不得表现得过分急迫，以免落入对方的节奏里。好，坐稳了，我要开车了。见将白胜奇成功诓上车，胡琉璃满脸喜意，脚下用力一踩，车辆咆哮着冲刺而出。但这样的爽快感只是维持了短短的一瞬间。几乎在车辆冲出的同一时间，车内2人都注意到了来自于上空的巨大阴影。一个庞大无比的未知物件出现在了车辆的头顶上空，正呼啸着向下坠落。以车辆当前行驶的速度，很显然不可能在那物件落下前使出阴影范围的。变生肘腋之间，白胜奇已经来不及再去多想什么，强大的力量属性发挥了作用，一脚踹在车辆侧门上，将其直接踹得飞了出去。伸手一扯，绑好的安全带直接断裂，他完美的做好了准备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肩胛骨处刚刚得到喂酒的蚂蚱翅膀发挥了作用，一双半透明的翅膀伸展开来。掠行！只是一闪之间，这个蚂蚱翅膀的特效便已经带着他低空飞掠而去，转瞬落到了近200米外。这个距离显然是足够逃出那物件坠落的范围了。至于胡琉璃，同在车内，按理说白胜奇未必不能拉他一把，但如果对方有所迟疑，乃至于做出了不合时宜的抗拒举动，那么逃离的脚步便会被拖慢，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逃生成果。而更主要的是，白胜奇对于同时经历此事的对方心中有着相当的怀疑。自己一路走来都没事，结果才刚刚上车就遇到头顶上落下的袭击。联想到对方先前千方百计邀请自己上车的举动，白胜奇面色都冷了下来。而退1万步来说，就算这胡琉璃对自己并无敌意，但这次的袭击目标直指他驾驶的车辆，其中道理也是耐人寻味。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走得太近，显然是要惹火上身的。一眨眼间而已，白胜奇的脑海里便已经转过了种种念头。以蚂蚱翅膀瞬间掠行出近200米后，他甚至还有闲暇回头悠悠看向天空坠落的物件。轰隆！巨大的震响声中，地面也晃动了起来。那掉落的物件是一块巨大的岩土块，方方正正的将方圆数十米的范围都压在了底下。沙尘滚滚之中，被压到的地方，地面都因此而下沉了不少。先前胡琉璃的那一辆车被扎扎实实的压在底下，此刻怕是都成为一张薄饼了。清水城西城门离这里并不远，察觉到这边的巨大动静后，守在门口的城卫队员们都惊骇欲绝，猛地向外冲来。第62章三尾妖猫。城西门外不远，从天而降的巨大岩土块分崩离析，就此消失不见。但被这岩土块压得下沉了许多的地面，却并不会因此就恢复原状。在那下沉了许多的地面中心，还有一层薄薄的物件，能勉强认得出是一辆私人用车变成的。车里当时如果还有人，那么结局必然已经注定。在这样强大的攻击里，哪怕是二转职业者，也绝不会有半点存活的可能。被秒杀是理所应当的事。西门处的城卫队员已经冲到近旁，大声呼喊起来：“怎么回事？刚刚是什么情况？”有城卫队员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白胜奇，
呼喝问询起来。我还想问你们呢，我好好的坐在车里，就在城门口不远，竟遭受到如此明目张胆的袭击，城卫队都是白拿工资不干活的吗？感受到了他的反讽，奔跑过来的几名城卫队员都有些面红耳赤。白胜奇的话语确实戳到了他们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这种袭击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让他们心中实在是恼怒非常。不好，那是胡老孙女的车。某位城卫队员勘察车辆残骸，发现了这个更加不幸的事实。完了，看这情形，他应该是被击杀复活回城去了吧。就在咱们眼皮底下出了这档子时，那位老爷子发起飙来，大队长都吃不消啊。相比这个，我倒是更加担心别的。一名城卫队员看着沿途巨快消失的地方，心有余悸地说道：刚刚那个明显是5阶魔法岩土天降，这清水城里会用这个魔法的人可不多啊。不一定，也可能是使用了魔法卷轴。都一样，那样的魔法卷轴同样价值不菲，能够动用的人依旧不多。要变天了，那位老爷子闹起来，这清水城必定是清静不了了。城卫队员们聊了几句，对于清水城将要发生的变局，心里都是十分忐忑。一名城卫队员目光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说道：不好意思，刚才的事情还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一下。有什么好调查的？而且我也是受害者。白胜奇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忙着出城练级，可没空跟你们回城去浪费时间。你什么态度？一名城卫队员大怒，喝道：刚刚的事件里只有你一个人提前逃出存活下来，我有理由怀疑你与此事牵扯极深，请你乖乖配合调查。怎么，之前的事情还没有让你们城卫队学乖吗？白胜奇目光冷了下来，手中已经多了一件装备，正是从背包空间里取出来的弓箭。不得不说，弓箭的攻击方式在很多种情况下都十分方便，而装备对于他的加成不算多，除非是那些有特殊技能的装备，不然他也懒得更新换代。他不是在虚张声势，一旦面前的几名城卫队员要强行拿人，他便真敢下死手对抗。2转之后，又有转职神殿职位在身的他，完全有这样的底气。之前的事情已经让他明白了，清水城的城卫队和职业者协会事实上都已经很难保持中立。清河工会在清水城盘根错节，触角早已经伸展到了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人善被人欺，只有强大的实力和强硬的态度才能够令别人忌惮，进而给予自己相当的尊重。果然，看到白胜奇的强硬态度，想到队里流传的关于这人的情报，几名城卫队员都踌躇起来了。他们没有强行拿下白胜奇的把握，更没有果断出手作战的勇气。嗷呜！正在骑虎难下之际，一道摄人心魄的声音从场地中间传来，响在几人的耳边。几人循声望去，只见那被压扁了的车辆薄片慢慢隆起，随着轰轰轰的锤击声，薄片碎裂开来，一道身影从裂开的车辆薄片里跳了出来。一只猫，有半人来高，体表线条流畅，展示出强大的力量感，看起来是一只美感十足的猫，除了后边的2条尾巴显得有些突兀之外。怪物！白胜奇下意识地弯弓搭箭，就要一箭射出。等等，是我！略显耳熟的清脆嗓音传来，那2条尾巴的猫中美形消失不见，原地站立着一位娇俏少女，正是疑似先前被岩土天降压死了的胡琉璃。咦，你没死？还有，你先前那是什么东西？感觉应该不会是我眼花了吧？胡琉璃看了另外几名城卫队员一眼，迟疑片刻，还是张开嘴来说道：那是3尾妖猫，我幻形师职业的其中一个转换形态。3尾？白胜奇目光落到胡琉璃身上的某个位置，眼眸里情绪流动，显然回想起了先前的某个场面。反正都透露了自己的幻形形态了，这个形态的一些信息，别人有心要查的话，肯定也能查到。胡琉璃也就没有打算继续隐藏。3尾妖猫形态具备3次替死机会，每替死1次，身后的尾巴就会少一根。离谱，这岂不是说幻形师比其他职业多了3条命？这根本就不平衡了吧？幻形师是一个极度冷门的职业，白胜奇事实上对其信息了解的不多，此时此刻难掩心中的震惊。看到白胜奇的表情，胡琉璃哪里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想要成功替死，必须在致死的攻击来临前转换成3尾妖猫形态，而且这个形态的替死机会是终身限制的，一旦消耗掉就无法补充。胡琉璃眼底有着汹涌的愠怒，一旦3次替死机会用完，这个3尾妖猫形态就会彻底失去，等于幻形师永久失去一种转换形态了。很显然，这一次袭击凭空消耗掉了他的1次替死机会，让他心中恨怒欲狂。3尾妖猫的每一次替死机会都十分珍贵，消耗完了还会永久失去这个形态，对于幻形师的实力削弱是致命的。那么，你现在还要出城去练级吗？白胜奇不合时宜地向胡琉璃继续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去，
怎么能不去？胡琉璃仍旧气得浑身发抖，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背包空间里拿出了一个通讯仪。通讯拨通，面前这名娇俏少女的声音顿时变得娇软柔弱起来，面上表情渲然欲泣，向着通讯对面这样说道：爷爷，有坏人要对付我。第63章烈焰狂狮。通讯挂掉之后，胡琉璃娇软柔弱的嗓音再度恢复正常，将掉未掉的泪水瞬间收起。走吧，事情解决了，咱们继续练级去。开玩笑吧，随便拨了个通讯就说事情解决了。白胜奇一脸狐疑，极不信任地盯着胡琉璃。请容许我确认一下，你刚刚没被砸坏脑袋吧？啊，不对，肯定砸到了，像刚刚那样，别说脑袋了，屎都得给你砸出来。胡琉璃皱着一张脸，手脚微微颤抖。你这样的人一定没有朋友。正在这时，旁边的几名城卫队员插话进来：胡小姐，这件事情还请先交给我们城卫队来处理，胡老师忙，还是不要麻烦他好了。那真要谢谢你们城卫队了，但真不好意思，我一时心急，已经告诉爷爷了。胡琉璃看着几名城卫队员，面上表情哪里有半点不好意思，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还请胡小姐劝一劝胡老爷子，让他先别着急，我们城卫队这边马上就会将事情处理好的。一名城卫队员堆起笑脸：那可没办法，你们应该都知道的，我爷爷那个火爆脾气可不是谁能劝得住的。说起来，你们刚刚怎么不马上拦住那个袭击呢？胡琉璃耸了耸肩，在场的几名城卫队员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们当然知道胡琉璃的话语不假，以那位老爷子的脾气，确实不是谁都能够劝得住的。因为那位老爷子号称烈狮，谁敢欺负我家小琉璃？不过片刻之后，众人的耳边便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轰鸣震响声。这轰鸣震响是从清水城中传出来的。从清水城往城西这一路城上，一道爆裂烈焰汹涌而来，如同迅猛的火烧云，转瞬间便已经烧到了这边。炽烈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头身披烈焰的狂怒巨狮从空中奔跃而至。白胜奇心中一凛，那位老爷子的信息在此刻于心底涌现。胡图，幻形狮系四传职业者，最出名的一种幻形形态为烈焰狂狮。这是一种生命力、物理攻击力、魔法攻击力全都十分强大的形态。依靠这个形态，胡图打下了赫赫威名，哪怕是如今年岁不小了，但仍会令清水城中的各大势力忌惮不已。职业觉醒这东西还讲点遗传因素的吗？想到其孙女胡琉璃同样是幻形狮系，白胜奇心中不由得浮现了这样的想法。不过这样的想法在扑面而来的烈焰炙烤之下，很快就抛到了脑后。小琉璃，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到底是谁敢向我胡图发起挑战？前一句话是向着胡琉璃问的，下一句话却已经对着城卫队的几人。作为四传职业者，他哪怕是处于幻形状态下，也依旧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说话的能力。与之相比，才刚刚二转的胡琉璃就仍旧有大段路要走。处于三尾妖猫形态下的他，只能发出妖猫的嚎叫声，并不能以人类嗓音说话。狂狮站立半空，周身烈焰汹涌，被两只狮目所注视着的城卫队员们腿脚一软，差点就要吓尿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直面这位传说人物的战斗形态，想不到其带来的威压比想象之中还要可怕。爷爷是5阶魔法岩土天降，这里就是那岩土块砸出来的痕迹。和城卫队的几人相比，胡琉璃却半点不惧怕这狂狮形态，指着面前下沉的地面对其说道：岩土天降吗？烈焰包裹的狂狮露出了思索的表情，两眼注视着地面。这种破坏程度不像是单纯卷轴释放能够做出来的，看来那几个家伙我得一个一个前去拜访了。狂狮看向胡琉璃，又问道：小琉璃，你要跟我一起吗？胡琉璃连连摇头：不了，我还要出城练级呢，这2天我不能原地踏步，之后的同学会招聘会我可不想给爷爷丢脸。好，不经风雨成不了大器，有爷爷在，你不用怕，只管往前冲。狂狮说完，根本不理会在场的几名城卫队员，就要奔跃离去。在将要离开的瞬间，他的视线落到了一旁白胜奇的身上，不由得停顿了一下。这个一眼看出是30级的小家伙，其具体属性面板他竟半点也看不分明。对于一位4传大佬来说，这是足以令人震惊的事实。烈焰狂狮下意识地将身体猫起，包裹着周身的汹涌烈焰也有了短暂的停滞。这是他将要发动攻击的前奏，不知怎的，面前的小家伙让他久违的有了一种想要战斗的冲动。爷爷，他是我同学，我们准备一起组队出城练级的。哦，是吗？胡琉璃急切的话语终于让他回过神来。胡图自嘲一笑，自己跟一个才刚2转的小家伙计较什么呢？狮吼升起，烈焰翻涌，狂狮从半空之中踏焰远去。在场的几名城卫队员抹了一把冷汗，
彼此对视，都是心有余悸。快，这事必须要赶紧上报给大队长知道，实恐生变。这清水城真是多事之秋啊！这份工作吃力不讨好，要么咱们干脆辞职算了吧。有城卫队员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而这个时候，胡琉璃和白胜奇两人已经往城外走去了。上一辆车被压成了薄片，胡琉璃竟反手又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了一辆新车来，这让白胜奇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内心感叹普通人与这些职二代之间的世界参差。要知道，随便这样的一辆车也得好几十万新元以上，自己开挂在练功房里刷了那么久，所有收益加起来也不过只能勉强买得起一辆而已。而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两回事，这些钱他肯定不会舍得用来买车，而是更愿意拿来购买提升自身实力的东西。你又开车，不怕等会再有袭击从天而降吗？怕什么？我就怕那人不敢再出手了呢。如今我爷爷生气了，这时候谁再出手，绝对会被爷爷揪出来打个满头包。白胜奇摇了摇头，他是无所谓的，反正有蚂蚱翅膀在遇上危险，他仍旧像先前一样自己略行逃命完事。至于他仍旧愿意跟胡琉璃暂时组队，没有转头离去，当然还是为了从对方处得到那秘境攻略行动的消息。按理说，这样的事情亲自去问那位烈士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刚刚直面对方，他明显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可怕的威压。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去面对一位强大的四转职业者，似乎仍旧有些不够稳妥，只能先从胡琉璃这边旁敲侧击了。至少在自己实力再度提升之前，只能暂时这样做了。说好了，组队练级仅限今天，过了今天咱们就各回个家。而且你到时候必须将我想知道的消息告诉我。好，我还会骗你不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输出能力爆炸的法爷，我在求你带着练级呢。事实上咱俩组队谁占谁便宜还说不准呢。胡琉璃连连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的协议。而当在城西练级区接触到第一只野怪后，他才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所谓的输出能力爆炸并不仅仅只是法爷的专属。第64章牛头人女战士。咻！17560剑矢飞出，前方31级的怪物化作白光消散。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的胡琉璃瞪大双眼，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正在崩塌。31级的普通怪物血条不算太长，不过10万点生命值而已。普通刚二转的职业者，哪怕是那些输出能力不太强的职业，花费个2-3分钟的时间也是不难将之解决的。但像白胜奇这样一剑1万多，几箭射出，转眼间就收拾掉的，胡琉璃却是闻所未闻。所以你表面上是医师职业，但实际上是一名弓箭手。胡琉璃皱了皱眉，狐疑地看着白胜奇，有些难以说服自己。但即便是刚二转的正宗弓箭手，也不可能会有这样高的攻击力啊！他是真的有些懵了。曾经的他因为察觉到了对方隐藏实力之强，所以才下意识的想要拉拢对方。但是如今看来，对方的实力之强恐怕还要远在自己的预想之外。看不透白胜奇属性面板的胡琉璃心中一动，视线又落到了对方手中的弓箭上。你这把莫非是镶满了宝石，强化到了极限的那种极品武器？胡琉璃一边说一边点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错。以你父亲的实力，给你留下这样的极品武器，当然不是件难事。白胜奇笑了笑，并不解释。对方想要误解，他自然乐得装傻。而且胡琉璃如今以为的超强攻击力，其实也仍旧不是他的极限。刚刚那几下攻击，他早就控制好自己的力量，只是打出了自身一半的水准而已。或者说是这些怪物的防御太低，太脆皮了。胡琉璃是被爷爷保送到二转的，这31级的怪物他当然也没有亲自刷过。下一个怪你先别打，让我来试试。白胜奇点了点头，收起弓箭站到一旁，静等对方表演。老实说，他对于幻形师职业也有些好奇，趁这个机会增长一下自己的见闻也并不是件坏事。但胡琉璃却扭捏半天没有进行唤醒。怎么了？你难道还担心变换形态的信息泄露不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不该只有这么点吧？在白胜奇的话语当中，胡琉璃终于面色一整，身躯转瞬为一团白光包裹，开始了唤形。很快白光散去，胡琉璃以完全不一样的面目出现在了白胜奇的面前。啊，这始料未及的白胜奇猛地张开嘴来，半天合不拢。幻形师是个多姿多彩，容易给人带来惊喜的职业，哪怕同样是二转的幻形师，其能够唤形的形态也可能会全然不同。白胜奇本以为胡琉璃还是会选择唤形成三尾妖猫形态，但想不到却并不是。在他面前，曾经的娇俏少女仍旧保留着人类的身体，尽管筋肉强壮了许多，但除了身上的衣服受压增加发出哀鸣之外，其他问题不大，反倒显得更加具备力量美感了。
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位少女的颈脖上，此刻却顶着一个有些不合时宜的牛头。好吧，说是牛头有些过分了，事实上只是头顶上多出了2只牛角而已，洁白如玉的牛角。牛头人，同学，你这取向很特别啊。沉默半晌，林初九点了点头，表示叹服。胡琉璃羞耻的差点要挖个坑钻到地底里去。白胜奇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就是他一直扭捏着不肯显露战斗形态的原因。这形态又不是我自己愿意选的，幻形师能掌握什么幻形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在3尾妖猫形态下无法说话，但牛头人形态属于类人形的半幻形的形态，哪怕只有2转，它也是可以说话的。如果不是牛头人形态比3尾妖猫形态更加适合组队交流刷怪练级，他才不愿意转换成这个形态呢。不过羞耻也只是暂时的，在被笑过之后，他很快就放平了心态。好了，这些怪物有什么厉害之处，就让我来好好体会一下吧。牛头人状态的胡琉璃筋肉鼓胀，力量感爆棚的手中提着一柄巨大狼牙棒，大步向前走去。轰！裂地4875，800，一棒打出，伤害数字飘起，还附带了一个牛头人专有的裂地伤害。31怪物发出了痛苦的嘶叫，这样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刚2转的职业者该有的程度了。然而，离白胜奇先前表现出来的水准却仍旧是差得太远。而且，在牛头人状态下，胡琉璃虽然力量大大增强，但敏捷性也同样削减到了相当的程度，攻击速度并不如何优秀。一击之后，间隔老久才能打出第2击来。等到胡琉璃终于将这一只怪物解决掉，白胜奇都差点要打呵欠了。他对于自己当前的实力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如果其他2转职业者都是胡琉璃这样的水准，那么对不起，自己将要轻易吊打所有人了。胡琉璃很是气恼，甚至带着些挫败感。自己已经不顾羞耻地使用出牛头人形态了，而且还穿戴了一身极品装备，使用了极品武器狼牙棒，结果表现却仍是不如人意。他自问，在刚刚2转未久的职业者里，自己此刻的输出能力绝对是能够排进前列的，但为何跟白胜奇比起来，非但还是比不了，差距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你那把弓箭能给我看看吗？到底是极品到了何种地步，才能够打出刚才那种恐怖的伤害来？最终，胡琉璃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为对方手中极品到难以置信程度的弓箭。白胜奇笑了笑，摇头道：“还是算了吧，怕会吓到你。”无视了胡琉璃的要求，他又自顾自说道：“赶紧的吧，今天练级任务完了，就把我要知道的信息告诉我，不然我可没空陪你瞎闹。”如果是之前他说出这种话语来，胡琉璃或许还要不屑一顾，但是以实际情况证明了自身的强大输出能力后，白胜奇已经有足够的资格这样说：“我要开始认真刷怪了，你就别用这个厉害的形态了，转换成3尾妖猫状态，帮我拉怪吧，输出的事情交给我就行。”咻！一箭射出，远处的一只怪物头上应声飘起了吓人的伤害数字。白胜奇这样决定不是没有道理的，跟胡琉璃组队，经验值也是要2人平分的。虽然组队有额外的经验值加成，但显然是不如他自己打怪来的快的。但他并不是十分在意这一点，毕竟他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大头还是来源于自己的练功房。如今来到野外练级区，只不过是要刷取充能点数而已。既然如此，那就必然要保证这些怪物都毙命于自己手上，才能够拿得到充能点数。而胡琉璃牛头人状态下的输出能力，虽然比起普通的2转职业者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属实是不怎么看得上。不如让他换形为3尾妖猫形态，敏捷性比较高，将远处的怪物拉到近旁，以供自己击杀。看到那牛头人女战士仍旧站在原地不动，白胜奇声音提高：“怎么还不动起来？你这点输出，难不成还想自己慢悠悠的刮痧打怪不成？”这胡琉璃本想据理力争，表明自己并非是在刮痧，但最终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理可以据。和对方的输出能力比起来，自己可不就是在刮痧吗？本来处于牛头人形态下就不太自在的胡琉璃，身躯再次为光芒包裹，转瞬间唤醒成了3尾妖猫状态。嗷呜一声叫唤，如今只有2条尾巴的3尾妖猫移动矫健的身躯，向着周边飞速奔行而去。第65章，惹众怒的猫。城西练级区，许多练级者看着那嗷呜一声奔跑而过的猫类，无奈地沉默了下来。作为2转职业者，普遍已经不是新手，他们的见识不浅，很快就弄明白了这是某位幻形师的幻形形态。本来嘛，人家幻形师爱幻形成什么也不关别人的事，但是这位幻形师明显有些不厚道了，转换成了妖猫形态，仗着自身的矫健敏捷，频频从他们周边引走怪物。往往一个怪物才刚刚刷新出来，他们正想要发起攻击，怪物却像是遭遇了杀父仇人一样，扔下正经练级的他们不管，
死命地向那只妖猫冲去。如果只是一只两只怪物这样表现，那还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在妖猫出现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怪物都紧跟着那妖猫而去，头也不回。即便有许多练级者在后边跟着发起攻击，也半点也吸引不回那些怪物的仇恨值。这就有些离谱了。是叫声，我知道了，是叫声。一名练级者恍然大悟，终于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所在。那只妖猫的叫声明显是一种技能，可以强烈的吸引到周边怪物的仇恨值。没错，我想起来了，这是唤形式的其中一种形态，名为三尾妖猫，用来吸引怪物仇恨值的那个技能叫做鞭笞嚎叫。在叫声的范围内，但凡听到叫声的目标都会烦躁非常，兴起攻击技能释放者的冲动。但我们怎么没有受到影响？也许那个技能的释放者可以控制技能作用的目标，又或者咱们是有智慧的人类，所以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其他练级者深以为然，俱是连连点头。但道理虽然弄明白了，却仍旧没有让他们心中的郁闷减轻分毫。这样让别人不停引怪，那自己这些人都别想练级了。这只到处引怪的三尾妖猫自然就是胡琉璃了。随着白圣骑开启风雪技能，攻击速度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输出能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白圣骑只展现出了自己的一半攻击力，但在风血的加成下，这些普通怪物根本无法在他手底下支撑过几秒。胡琉璃发现，就算自己不停的引怪，似乎也赶不上对方击杀的速度，这让他的自尊心十分受伤。终于，一念之差下，他不再担心触犯众怒，直接使用了鞭笞嚎叫技能来进行引怪。作用范围巨大的技能使用出来，一下子将引怪效率大幅度提升了起来，但同时引起其他练级者的怒意也是以倍数提升。兄弟，你引怪可以，也给咱们留口汤喝啊！有练级者向妖猫交涉，打算以友好谈话来解决这件事情。但很可惜，处于三尾妖猫形态下的胡琉璃根本就发不出人类嗓音来，而就算能够说话，他此刻也绝不会跟人多废话半点。喵！2456，一爪伸出，企图阻拦他去路的一名斗士，顿时被猫爪抓中，受到了相当的伤害。而除了这个直接的伤害之外，受到了他猫爪攻击的那位斗士，还同时间陷入了出血状态。400，一秒钟一掉，虽然单次掉血不多，但总的算起来，受到这一爪攻击的斗士至少灌个血瓶是避免不了了。这样的攻击力，胡琉璃自己仍不满意，但是面前的斗士却是真正的吓到了。身为斗士的他，自身力量属性强大，当然也能够打得出这种伤害之来，但那是需要使用强力攻击技能才能做到的。像这只妖猫一样，似乎只是单纯的一下普通攻击，那就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了。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并没有继续阻拦。而妖猫形态下的胡琉璃也懒得理会，继续奔行走过。本来以他这个形态下的敏捷性，这个斗士是根本就拦不住他的，他只不过是怕麻烦，打算攻击一下，拿对方来杀鸡儆猴而已。而这样做的成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一击之下，顿时愤怒追过来的职业者少了许多。虽然都是二转职业者，但能够在这片区域练级的，基本上等级都在30级左右，并不算二转里特别强的那一部分。胡琉璃猫爪随意一击的强大，已经足够震慑住他们了。毕竟职业者协会的禁令在，没有几个人胆敢平白击杀其他职业者。而不击杀对方的话，单纯的战斗除了消耗补给药和道具之外，毫无意义。许多职业者因此自认倒霉，摇了摇头离开了这片区域，向其他野怪刷新点去。但并非每一个职业者都是如此，也有部分职业者是以组队的形式在练级的，此刻受到了三尾妖猫的挑衅，明显咽不下那一口气。好几个小队紧跟着妖猫的身后，绝不放弃的追了上去。对于他们来说，三尾妖猫一抓2、3千的伤害固然强大，但也不是完全无法抵抗。几个小队的人本打算四面合围，将这只妖猫堵住留下，教一教对方为人的道理。但很遗憾，三尾妖猫的敏捷性极高，他们有心无力，只能勉强跟在后方不被抛掉，想合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还是因为那三尾妖猫要游走四处引怪，不然只是一心逃窜的话，众人早就连对方的影子都看不到了。终于，众人紧跟着三尾妖猫的脚步，来到了对方引怪的最终目的地。有一名职业者站在那里，手中弓弦连连拉动，将这些引过来的怪物化作经验值。正是白圣骑。原来这边有个弓箭手在输出，难怪要让那只猫过来引怪。过分了，你一个弓箭手就算有点输出，也不能把别人的怪都抢走啊！要是多个法爷，岂不是整个野区都得让给你们？干他这小脆皮做得太嚣张过火了。跟过来的职业者队伍里，其中就有2名二转盗贼进入了隐身状态，迅速向白圣骑摸来。他们未必是想要偷袭击杀对方，只是想要教训一下这名弓箭手，让对方明白出来练级不要太贪心了。白圣骑早已经注意到了他们，
在两名盗贼进入隐身状态的同时，他已经开启了技能侦察之眼。低级别的侦察之眼只有查看目标信息的能力，并不能勘破隐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加上在练功房里有意识的频频用来查看怪物信息，他所掌握的侦察之眼熟练度早就已经刷了起来，此刻等级已经不低，达到了 LV5 的侦察之眼，对于隐身状态已经能够拥有一定的勘破能力。当然，最终勘破的效果如何，还得看使用者的精神属性如何。正好，白圣骑的精神属性高的离谱，是超过了那两名盗贼不知道多少倍的程度。视野里，两道半透明的身影正光明正大地向他迅速靠近。第66章，今天就到此为止。城西练级区里，向白圣骑冲来的两道身影根本就没有半点要低调躲避的想法，他们对于自己的隐身状态极为自信。不过才刚刚2转的职业者而已，对方大概率还没有余暇学会能勘破隐身的技能。而就算对方拥有勘破隐身的技能，但在没有超强的精神属性作为支撑的情况下，也是无法看穿他们隐身状态的。而很显然，一名弓箭手必然不会拥有那样强大的精神属性。他们抱着这样的心态，打算摸进那名弓箭手的身边，给对方狠狠一击。此时此刻，他们心里甚至有些犹豫起来。等下出手袭击的时候，自己该用哪个技能，该出几分力，才不会在双人袭击的状态下不小心将对方击杀，挂上触犯协会禁令的罪名。不得不说，这两名盗贼想得很周到，只是他们的眼界却是窄了一些。就在他们隐身冲向白圣骑身边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两只箭矢。两只箭矢先后飞来，但间隔并不长，可见对方的攻击速度已经快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人一只，各自飞向了他们的心口，十分公平。怎么可能？他怎么能那么精准地瞄准我们？难道他真的能看穿我们的隐身？两名盗贼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泛起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们下意识地想要躲避，但结果是很明显的，哪怕是敏捷属性极为优秀的盗贼职业，也仍旧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白圣骑超高的灵巧属性带来了超高的命中，注定了是这些敏捷型职业的克星。最终，他们脚步只是挪动了一下，身体略微偏侧一点点，便已经被箭支贯穿。16547 16636 1万多的伤害数字跳起来，他们的血条直接就去掉了1/3。刚2转未久的他们，哪怕是算上了身上的装备附加，也不过只有5万血量左右而已。这样的攻击再来2下，他们就可以乖乖回城复活去了。以他们目前的等级，没有什么补血药能够补得上这种扣血。误会，误会！两名盗贼异口同声地大叫着，连忙解除了自己的隐身状态，举着双手站在了白圣骑面前。原来是误会，那两位还站在这里做什么？白圣骑弓弦又已经拉满，目光冰冷地看向两人。这两名盗贼心脏狂跳，大气也不敢喘一下，转身就向后奔逃。落后他们一步的其他职业者，此刻也早已经看到了那两只箭矢的可怕攻击，此刻哪里还敢多做停留，也都纷纷作鸟兽散。喵呜！没有办法说话的三尾猫妖只能嘶叫一声，以表现自己内心的震撼。而随着引过来的怪物纷纷化作白光，胡琉璃察觉到自己的经验值在蹭蹭往上涨。这种经验值的增长速度，甚至跟自己爷爷带着刷副本比起来，都差不了多少。在这种经验值飞速上涨的快感之中，胡琉璃再也没有半点怨言，乖巧地按照白圣骑的安排，一个又一个野怪区域移动过去，将31到45级的怪物都刷了个遍。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当胡琉璃身上铃音响起，升至33级的时候，白圣骑停下了手，说道：“好了，今天的组队练级就到此为止吧。”时间已经接近傍晚，在故意隐藏自身一半攻击力的情况下，白圣骑发现这一次补充充能点数的效率竟然半点也不低，甚至不低于自己独立刷怪时。归根结底，还是胡琉璃三尾妖猫的形态拉怪能力太强了。这个幻形形态仿佛是天生为了拉怪而存在的，不但有大范围吸引怪物仇恨的鞭笞嚎叫技能，还有着足够敏捷的身姿，加上3次替死的机会保底，完全可以将拉怪风险降到最低。白圣骑只是站着脚步也不用挪一下，充当着连绵不绝输出的箭塔，就可以将被引过来的怪物成片收割。这一天总的加起来竟刷了好几千只怪物。胡琉璃从30级升到了33级，而他自己也从34级升到了36级。没有依靠练功房，仅仅只是在野外就拥有这种练级速度，是他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这就完了？不再刷一会吗？离天黑还早得很，最多等会的回城卷轴我包了。这么快的练级速度让胡琉璃意犹未尽，一时间有些不舍地结束了。但很显然，白圣骑不会惯着他。我没有剑支了。白圣骑耸了耸肩，淡然说道。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你是时候将消息告诉我了吧？
剑之，我可以让人送过来。看到白胜奇紧绷的脸，胡琉璃止住了话语，再也说不下去。好吧，不过我也只是从爷爷那里听到了一些更加具体的，你得找我爷爷。不过听说那清河公会的周成天才是了解的最多的，这个不用你说，你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好了。白胜奇双目紧盯着胡琉璃，一股莫名的压力落到了对方的身上。此刻已经换回了人类形态的胡琉璃，实力远不如唤形状态时感受到来自于白胜奇身上的威压，一时间竟有种冷汗潺潺的感觉。他没有继续卖关子，组织了一下语言后开口说道：就是这样，听说当时发生了大变故，在协会的默许下，清河公会的会长周成天带着外围援助队先行撤退了，没有对前方的攻坚队进行援助，攻坚队最终失陷在其中。停顿了一下，胡琉璃又说道：不过据我爷爷说，清河城里许多人推断，攻坚队虽然失陷在秘境里，但恐怕未必真的都死亡了，也许还有其他出人意料的变化，毕竟这么久以来从未有人见过攻坚队的成员复活回城，这也不合常理。而想要彻底弄明白，除了询问那周成天之外，恐怕还要再次进入到那个秘境之中才行。这一次城北异变，各个势力显然都有所行动了。胡琉璃看了白胜奇一眼，试探着问道：你若是有想法，要不要加入我爷爷所在的百兽公会？届时百兽公会肯定是要对那秘境发起探索的。胡琉璃的话语不可谓不诚恳，只是白胜奇却并没有半点表示。他淡淡的看了对方一眼，说道：天快黑了，你还不回去吗？胡琉璃终于放弃了让对方继续带自己练级的想法，问道：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不了，你先回城吧，我穷得叮当响的，要先拾取一下掉落物，你不会打算跟我抢吧？胡琉璃翻了个白眼。事实上，从一开始两人组队练级开始，那些掉落物都是自己帮忙收集起来，堆放到白胜奇的身前，让他拾取起来了。虽然对方表示要五五分账，但自己却拒绝了。区区城西野区掉落物，自己可从来没有打算计较什么。如今就剩下最后一批的掉落物，他竟然还担心自己会跟他抢。略显气恼的胡琉璃也懒得开车回城了，直接取出了回城卷轴，当场选择了使用。在白胜奇的注视下，他于卷轴的光芒笼罩中瞬息回城而去。而等到胡琉璃回城而去，白胜奇这才转过身来，望向了城西野区的深处。第67章，不错的附加攻击。城西练级区，白胜奇将胡琉璃糊弄走，当然不是因为地上那点掉落物。事实上，这一次出城，他的原意是要将城西野区所有的怪物种类都打一个遍，作为自己练功房样本的。但因为胡琉璃在一起，他并不打算过分暴露自己的实力，因而才只是击杀31到45级的怪物，一直没有向46级以上的怪物发起进攻。如今胡琉璃已经离去，离彻底天黑还有一些时间，他当然要高效的利用起来。这一刻回归了单人状态的白胜奇，仿如龙入大海，虎归深山，信心满满的向46级野怪区域走去。手中握着许久没有用过的坚韧衣杖，他朝着一只46级的怪物一杖敲落。至于先前跟胡琉璃说没见了，当然不只是随口瞎说而已。33758，没有了胡琉璃在旁，他再也不用顾忌什么，直接就是火力全开。一击之下，这只怪物的血条便掉落了一小截，10几万的血量支撑不了多少下这样的攻击。但白胜奇的实力却不仅于此，在这一击发挥作用之后，他已经又将自己的另一个技能使了出来。焰魔杀衣，一瞬间而已，他只感觉到自己身上有股凉意拂过，一层幽蓝色的半透明纱衣已经披在了自己的身体表面。在焰魔纱衣使出来的同时，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血量开始掉落。2000，一秒钟掉落2000点，对于普通二转职业者来说是令人心惊的事情。但白胜奇却半点不慌，抬手就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缓慢恢复。此刻的他，缓慢恢复技能已经练到了 LV4 加8216。得益于他高的离谱的精神属性，此刻4级的缓慢恢复，每1秒钟的回复量已经达到了接近10000点。此刻的他甚至可以称之为移动加血战了。焰魔纱衣所掉落的血量完全被覆盖掉，对他再也带不来半点不利影响。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白胜奇再度举起坚韧衣杖，一杖挥出。33758， 4108。除了原先的物理攻击伤害之外，这一次还多出了一个伤害数字。那伤害数字呈幽蓝色，显然正是焰魔纱衣状态所附带的攻击，且为自身所有攻击附加精神2技能等级的魔法攻击。这正是焰魔纱衣除了提高魔法防御力外，额外附加的魔法攻击。和自身的物理伤害相比，这焰魔纱衣所附加的魔法攻击似乎并不算太高。但是白胜奇却又忽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点，那就是这个附加的攻击似乎是无视魔法防御而直接造成伤害的。
他如今拥有2054点精神属性，便正好造成了2精神的魔法伤害，完全没有被对方魔法防御抵抗削弱的迹象。白圣琪以自己的侦察之眼查看面前怪物的信息，早已经看出对方并非没有魔法防御，但对方的魔法防御却没有发挥作用。这个伤害就相当于是真实伤害了。这个夜魔杀1的附加伤害虽然不高，但用来打一些防御超高的怪，也许有奇效。白圣琪心中这样想着，却仍旧保持着夜魔杀1开启的状态，迅速的将这只怪物击杀了。再怎么说，能多点输出也是好的。他所看不上的丁点伤害，事实上已经是其他普通同级职业者高攀不起的程度了。击杀了一只46级怪物后，白圣琪并没有留恋，继续往47级野怪的区域而去。时间紧迫，他想要在今天之内将这片野区的怪物全部猎杀一只，必须要抓紧才行。47级、48级、60级，最终在天光将要彻底下沉，野区将要彻底被夜色淹没之际，白圣琪终于完成了击杀60级怪物的举动。而离他不远处，同样努力练级到此刻的一名2传职业者，向他看来，眼里是深深的震撼。60级的怪物也击杀的那么轻松，那人莫非已经3传不成？但3传的来这里做什么？那把武器有些奇特，会是哪个3传职业呢？对方显然没有认出坚韧1丈，并且也没有往这方面联想。注意到白圣琪的视线投射过来，那人心中一凛，连忙低下头去。白圣琪却懒得理他，随手掏出了一个回城卷轴，在白光包裹之中回城而去。这是他从王老板堂哥处购置的辅助道具之一，虽然价格昂贵，但用来配合练级打怪，确实是快捷省心，效率大大提升了。眼前光芒纷涌，白圣琪微微眯眼，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这正是清水城里的回城广场，可作为回城的存档点。而另一个地点复活神殿，则是那些被击杀的职业者被动回城之处了。白圣琪向广场四周看去，发现这广场周围一共站立着4名守卫，其中2人手执大剑，另外2人手持弓箭，目光如鹰隼一般注视着广场中。这正是之前他不愿意选择回城卷轴回城的原因。这4名守卫显然是城卫队的人，工作是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在此处恶意闹事。但若是城卫队遇要缉捕之人，他们守在这里，当然也可以第一时间将目标控制。此时此刻的白圣琪却已经不畏惧这些，他看了4名守卫一眼，才好整以暇地走出广场来，向自己家中返回。回城广场上职业者纷纷走出，正是一天回城的高峰期。虽然拥挤，但这一幕也仍旧算是平和。假如没有接下来的突然变故的话，回城广场上所有人的耳膜都轰然震响，一个巨大的轰鸣声猛地传来，剧烈的震动袭击了整个广场，让周边的建筑物也都瑟瑟抖动起来。发生了什么事？什么鬼？哪个高级职业者在城里闹事，不要命了？城卫队呢？怎么都不管？你们几个快别在这里当木偶了，没看到那边有人闹事吗？去抓起来啊！有职业者甚至向广场边上的4名守卫喊起话来。然而此刻站立在广场边上的4名守卫却像没有听到这些话语一样，只是面色苍白地站在原地，脚步硬是挪不动丁点。终究还是没有谈妥，这个那位打起来的到底是谁？4名守卫相互对视，俱是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深深惊恐。是那位老爷子，他终于放开手脚，准备大闹一场了。广场边上，白圣琪目光向震动传来的方向看去，心中微动。第68章，既然不承认，那就去死吧。清水城内，回城广场远处的天空上，烈焰汹涌，将一颗超大的岩土块轰成碎渣。狗贼，你还说你不会岩土天降？天空之上，一只巨大雄健的火焰狮子张口大吼：“敢对我家孙女出手，你这条命今天就交代在这里吧！”正是胡琉璃的爷爷烈焰狂狮胡图，因为城西胡琉璃被袭击之事，他狂怒回城。如今看来，事情是有眉目了。轰隆隆，又是一声巨大震响，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深坑。这道人影从远处天空斜着砸下来，正好落到了广场边缘不远处，将周边的职业者们都吓了一大跳。尘沙滚滚，终至缓缓消散，地面的坑洞里掉落的人终于露出了真容。那看起来不像是正常人的外表，反倒像是一座石像。看到这一幕，许多职业者暗暗点头，倒也不觉得稀奇。学校课堂上学的知识仍在，他们多少认得出来，这似乎是土系的3阶魔法，名为石甲术。这个魔法并没有什么攻击能力，只是纯粹的防御魔法而已。正因为其纯粹，所以哪怕仅仅只是3阶魔法，但其防御力却已经强大到了相当程度。哪怕是从这么高的天空砸落下来，那里的人也像是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仍旧哼哼着从破裂了的石甲里站了起来。胡老爷子，我早说了，那不关我的事，
你不能光靠一个岩土天降，就武断地认为是我出手袭击了你家孙女。站立起来的职业者望向天空，脸上带着屈辱、愤恨、畏惧等诸多情绪。你说不是就不是。天空之上，被火焰笼罩的狮子发出了震天的怒吼。既然不肯承认，那你就去死吧！烈焰狂狮张口一喷，顿时一个巨大的炽烈火球从中喷出，向着下方坠落。下方看着这一幕的职业者们俱是大惊，白胜奇也是下意识地走远了一些，皱眉之间差点就要使出焰魔杀意来。他能够感觉得到，此刻落下的炽烈火球跟先前见过的周生明之流所发出来的火球层次完全不同，而作为这火球要攻击的目标，下方那人更是面色大变。他反手间就掏出了好几个卷轴，不要钱似的撕了开来，一连好几层水幕拦在了他的身外。直到这个时候，他也仍旧不放心，开始急速念动起咒语来。有大量的土源速向他聚集，一堵厚实的土墙正在水幕之前渐渐成型。那位是三转岩土法师。观战的职业者里，有人看出了那人的职业，但在这时，天外却忽地响起了水流奔涌之声。一道幽蓝厚重的水流如大河奔涌，顷刻间跨越了大片天空，向着这边飞来。水流很快拦在了炽烈火球下落之路上。胡老兄，且慢！和奔涌水流一起出现的，还有一道清亮的声音。声音的主人此刻站立在水流的末端，远远望着天空上的烈焰狂狮。轰！炽烈火球与奔腾水流撞了个正着，大量的白雾升腾而起，弥漫了整个上空。还有纷纷扬扬的水滴如同雨点下落，落到下方众多职业者的脸上身上，竟带着滚烫的热意。周成天，我不找你就算好了，你也要来趟这浑水吗？谁是清水城如今的战力第一？要不要今日来分个明白？周成天，下方白胜奇喃喃低语，面色变得阴沉起来。这一刻，他终于不再于这广场上停留，而是走出人群，低头远去。练功房里储存了大量的充能点数，正等着他努力刷怪，将之转化为自身实力呢。胡图和周成天这种四转职业者的事情，想要参与其中，必然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在此之前，看热闹只是一种无谓而奢侈的举动而已。后方传来的对话，还有此事的后续发展，此刻都已经不是白胜奇所关心的了。他快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就进入到了练功房里。充能点数1335万，练功房中充能点数的量充足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城西野区的怪物一只就能提供好几千的充能点数，白胜奇与胡琉璃一起组队，刷了好几千只，会获取到这么多的充能点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点吓人了呀，这么多的充能点数，得刷到什么时候才刷得完？头一次，白胜奇因为练功房内的充能点数太多而感觉到头皮发麻，但这其实只是幸福的烦恼而已。随着等级的提高，如今的他想要升一级，经验值的需求已经要2-3千只31级怪物才能满足。随着等级的提升，这个需求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而这么多的充能点数，若只是用来刷新31级怪物，刷新几十万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努力刷怪，他的升级之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白胜奇此刻却并没有选择直接刷新31级怪物来练级，他选择的是21级的怪物，在他当前36级的情况下，相差不超过15级，正好还能获取到经验值。对于他来说，这当然是更好的选择。低级别的怪物击杀起来的效率更高，同样的充能点数可供刷新的个数也更多，更有利于刷属性。当白胜奇手中再一次紧握金铁重剑时，面前练功房里已经刷新出了20只怪物来。21级的怪物血条长度也达到了接近3万的程度。金铁重剑同时攻击20只怪物，伤害只能被削减到最低线的 30%。 以这样的伤害，想要一击秒杀这些21级怪物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10565 4108 10565 4108，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跳了起来。果然，伤害值削弱到了 30%， 仅仅只有1万出头。然而，令白胜奇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每一个基础伤害后边都紧跟着一个幽蓝色的伤害数字，那显然是夜魔杀衣所附带的魔法伤害，竟在金铁重剑进行群攻的情况下，同样也发挥了群攻的作用。这个技能每每总是能够给他带来惊喜。当自身的基础伤害削减到 30% 的时候，这额外附加的魔法伤害再也不是锦上添花、不痛不痒的程度了，完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加上这个附加伤害之后，白胜奇刚好能够做到2刀击杀一群怪物，而不用出第3刀。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等于是效率提升了一半。2下攻击将这一批20只怪物化作白光之后，白胜奇满意的等待着下一波怪物刷新。第69章12万只。
练功房内，白胜奇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哪怕是他在如此高强度的刷怪之后，也不由得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了。一连4个小时，他是半刻不停，始终都沉浸在刷怪的快乐之中。2转之后，练功房升到了 LV2， 每一波怪物的刷新间隔也有所缩短，不再是原来的固定2秒钟了。以白胜奇如今的攻击力与攻击速度，击杀一波怪甚至不需要用1秒钟。算起来，击杀加上刷新，总共消耗的时间也就正好2秒钟出头。1分钟的时间，他能刷20多波怪。虽然后边随着选择刷新的怪物等级提升，这个效率有所下降，但仍旧大差不差。4个小时的时间里，白胜奇总共刷了6000波的怪物，每一波怪物20只，等于说短短的4个小时里，他足足刷了12万只怪物。白胜奇粗略计算了一下，这4个小时过去，自己所刷的怪物数量，怕是顶得上别人永不停歇地刷上整整1年了。而这，他的等级也不过才升了10级，达到了46级而已。2转职业者升级之路的艰难，可想而知。看来，普通职业者要在2转这个阶段待上好几年的说法，并非虚假。等级的上升当然让人开心，但更加让他感觉到收获满满的，自然非属性点的上涨莫属了。这一次练功房刷怪，让他的各项属性额外提升了足足7200点。相比起来，之前的属性点提升都算是小打小闹了，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巨大提升。等级46，生命值1831200，魔法值1862800，体质9156，力量9156，敏捷9156，精神9314。他的6项属性都超过了9000。白胜奇捏了捏拳头，只感觉到浑身都充满着力量，仿佛轻轻一拳就可以将一座大山打塌一般。他当然知道这只是错觉，但毫无疑问，虽然直接上仍是2转没有变化，他自身的实力却在属性面板的催化之下，进入到了另一个莫测的境地。此刻的他回想起那站立在天空之中的烈焰狂狮，不由得暗暗在心中与之比较。如今的自己是不是已经具备跟对方掰手腕的资格了呢？才仅仅2转而已，就已经想着跟一位4转职业者掰手腕，让是他人知晓，必会笑他不知天高地厚。但此刻的白胜奇心中却莫名的有种确信，确信自己此刻即便面对那些4转职业者，也绝不是无一战之力了。职业者每经过一次转职，其属性成长率就会大大提升，高转职业者的1点属性值等于低转职业者的2倍甚至数倍之多。经过一番计算，白胜奇总觉得虽然有着成长率的差距，但自己如今超高的属性面板也不是摆设。在2转的前提下，自己如今的实力跟4转职业者里比较弱的那些比起来，应该相差不大才对。他也曾经听过父亲感叹说，清水城地处偏僻，但凡是一个4转职业者，便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强者了。只是实力差不多，仍旧不太稳妥。而且这只是我自己的估算而已，未必没有错漏之处。白胜奇暗自沉思，又点了点头。为了稳妥起见，还得继续刷怪，最好是能抓紧完成3转。到那个时候，这清水城中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人能够让我忌惮了。想法虽然是这样，但今天显然是不能继续了。这一次击杀了12万只怪物，消耗掉的充能点数也不过只是几百万而已。练功房里剩下的充能点数还有接近1000万之多，似乎还够用2天的。但据他得到的信息，后天就已经是学校召集参加招聘会的日子了。还有那周生明野家伙也上蹿下跳的要举办什么同学会，看起来来者不善。最好是能够在参加招聘会和同学会之前完成3转，那到时候不管会发生什么事，都可保无忧了。仔细想一下，在回学校参加招聘会之前，其实还能使用2次练功房。今晚上过了12点能使用1次，明天晚上过了12点又能使用1次。如果按照今天升级的效率来看，这其实是来得及升到60级的。但是白胜奇仍旧不太满意，他总感觉自己应该更加有想法一些。或许我明天得去试试攻略一个副本，不知道副本中的怪物能不能被练功房所复刻。这样的想法一旦涌现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再也压不下去。如果不是已经天黑，他差点就要挤出门外，趁热去攻略副本了。为什么要说挤出门外呢？这一切就要从他刚刚刷完的12万只怪物说起了。2转之后的背包空间确实是增长了许多，可以装得下更多的材料与道具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就遭得住白胜奇这样的死命使用。一次性刷了12万只怪物，掉落物多到了令他目瞪口呆的地步。背包空间里早已经塞满，而这还远远不够将掉落物装完。最终被迫无奈的白胜奇只好将多出来的材料全部倒在了家里，背包空间里只存放在着一些价值较高的。而这套父亲买下的房子此刻已经被掉落物塞得满满当当的，他想要挪动脚步都有些艰难了。虽然天黑不好出城，但这个时候在城里走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吧。心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白胜奇用力关好房门，迅速往清水商厦而去。
夜晚时分，其实才是这清水商厦生意最好的时候。街道两旁都有各种魔法灯具照出光芒，此刻的清水城热闹非凡。一路过来，先前回城广场那边的骚动似乎已经平息了，人也已经少了许多。白胜奇远远地看了一眼，便不再关心，只是往自己的目的地而去。这并非他不关注此事，而是他很清楚，在每一个阶段，自己就应该做好当前阶段要做的事情，其他暂时无能为力的事情，关注也没用。白胜奇走进了清水商厦，来到了王老板堂哥的那一层。以他如今的收获，萌新百货早已经消化不了了。他已经懂得熟门熟路的来找对方的这位堂哥，只是对方的堂哥大王老板此刻却似乎忙得有些脱不开身。第70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正是清水商厦一天里最热闹的时间段，大王老板的商行当然也是生意极好。阿姨，我这里的卷轴都是正规大公司出品的，是拥有资格的模具师严格按照标准制作的，不可能效果有所欠缺的。同学，新手练级输出能力固然重要，但我的建议是优先把防御力提高，这一套装备更专注于提升防御。别看价格略贵，穿上了练级起来，能给你省多少补血药啊？那可都是钱啊！叔叔，别看这本技能书要10万星元，但你买给孩子学习了，对实力的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平时打不了的怪都能越级打了，万一在攻略 BOSS 的时候比别人多打一点伤害，直接爆出极品道具来，不就回本了？这技能书就相当于白送了呀！商行里前来购物的职业者们被说得一愣一愣的，大脑似乎都要停机了。而白胜奇在一旁看着这位大王老板舌战群鱼，不由得眨了眨眼。看这情形，自己先前与对方交易时，莫非也是这样傻乎乎待宰的模样？枉自己先前还认为这大王老板是个厚道人呢。看来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位生意人。我考虑一下。商行内的中年人沉吟片刻，如此说道。毕竟是有些阅历的成年人，不可能这么轻易被说动。另一旁带着孩子来买卷轴的阿姨也紧跟着说道：那我们也考虑一下。自己独立前来买装备的年轻职业者左右看看，也说道：我也要考虑考虑。大王老板点了点头，面上笑容半点不减，轻声道：好，几位慢慢考虑，不急，考虑好了再叫我。说罢，他向白胜奇走来。虽然在与几人交谈，但眼观六路的他早就注意到了进店来的白胜奇。怎么了，小白兄弟？这次来是要采购道具，还是要处理材料？看到白胜奇，大王老板的心情明显变得好了很多。双方之间有过交易，他很清楚，像白胜奇这样的顾客是每一位商行老板都最喜欢的那种，不但交易量大，而且看准就买不啰嗦，还永不讲价，简直就是神派来人间奖励商人的使者。处理材料，白胜奇笑了笑，又说道：当然也顺便在你这里采购点东西。果然又有材料要处理。大王老板两眼一亮，连忙招呼白胜奇到一旁坐下。这优厚的待遇一下子让商行里的其他顾客抬眼望来，颇为意外。大王老板才不管这些，早已经将一台魔法秤拿到了身旁。白胜奇看了那魔法秤一眼，有些诧异：这是新的魔法秤？大王老板笑着点头：之前的魔法秤称量极限太低了，配不上你的身份。说着，他一脸期待地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尽管理智告诉他，仅仅只是间隔这么短的时间，对方手里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材料才对，但是他的心底却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呐喊，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见识白胜奇所带来的惊喜。他最终并没有失望。在他的面前，白胜奇背包空间打开，哗啦哗啦地倒出大量的材料来，堆满了一地。这……大王老板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果然，自己堂弟介绍过来的这位小白兄弟是个超级优质的顾客呀。两人没有花太多时间，很快就通过升级过的魔法秤将这些材料处理完。大王老板笑容满面，对于自己商行库存的再次增加表示十分满意。而处理掉普通材料之后，白胜奇又将自己掉落的装备也一并处理了。这些他基本上都用不上，甚至还有10几本技能书也是他用不着的，干脆也一并打包处理给对方了。大王老板这一下才是真的震惊到了麻木的程度。曾几何时，技能书这样的珍稀玩意是可以打包处理了的。这个小白兄弟到底什么来头？他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中型工会，不分昼夜的给他刷材料？这本8万，这本9万，这本12万。大王老板脑子里瞎想象一通后，还是很快就清点起来，按照行情给白胜奇报出了价格。当然，这个行情自然是指他们商家收购的行情了。两人都没有避讳他人，所以商行里的其他客人显然也已经被这一幕所震惊到了。先前要买技能书的那位中年人已经走了过来，站在两人跟前，对白胜奇说道：小兄弟，你这本技能书正好我需要，不如你直接卖给我吧，我给你8万5千星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能多赚钱，我也能少花钱。他伸出手指来，正指着一本大王老板
报价8万的技能书。他本想直接报价9万的，但想了想，只要比商行老板的收购价高就行了，这样还能多省5000呢。场面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起来。大王老板脸上的笑容仍在，但两眼已经不自觉地微微眯了起来，不着痕迹地瞥了中年人一眼。若是在商行外私底下交易，他当然管不着，但这人在他的商行里明目张胆的这样做，就有些过分了。不过，出于对白胜奇这个优质客户的在意，他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心中的不满来。这位客人的提议似乎有些道理，小白兄弟，你觉得怎么样？他心中已经决定，即便白胜奇同意了那中年人的交易邀请，自己也绝不能因此而与对方交恶。这样的优质客户，如果因为区1-2万的利润就拒绝来往，那才是最愚蠢的行为。中年人面皮一抽，脸上笑容有些僵硬。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触怒了这家商行的老板，不过那又如何？一笔交易能省下15000星元，不比什么都香吗？大不了以后都不来这家商行购物就好了。于是他期待满满的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在他看来，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应该会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才对。然而他最终只是等来了失望。白胜奇看了看大王老板，又看了看他，略显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多谢你的好意了，但不好意思，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我已经先跟这位老板说好交易了。第71章白金卡。商行里，中年人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遇上的这个年轻人竟然那么迂腐愚笨，连送上门来的好处都不要。年轻人面皮薄很正常，不过我刚刚看在眼里，你们也没有彻底完成交易，老板你说是不是？他看着大王老板笑了笑，又劝说道：这样吧，我加到9万，就当帮我个忙好了。他认为是8万5的价格不够说服力，让对方没能下定决心。白胜奇还是微笑摇头。中年人的脸色彻底变得难看起来。小白兄弟，你这么给老哥面子，老哥我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呢？身旁的大王老板这时候已经从白胜奇手中接过这些技能书，笑着说道：刚刚那本技能书我就按10万星元从你手上收购吧，其他技能书收购价也全部多加1成。那就多谢王大哥了。能多赚钱，白胜奇当然是高兴的。见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中年人嘴巴张开又闭合，最终还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考虑了片刻后，他始终还是放不下这本技能书，咬牙对大王老板说道：老板，这本技能书我要了，10万星元就10万星元吧。招聘会在即，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的他，当然要尽早为自家孩子做打算。如果因为一时的不舍而令到孩子的招聘会表现不佳，那才是亏大发了。只可惜他今天注定要再次经历失望的打击了。10万星元，大王老板看了他一眼，笑着回应：先生，现在这要12万星元了。你这……中年人始料未及，有些发愣。刚刚不是说10万星元吗？不好意思，采购成本提高，未免亏本，只好提升售价了。大王老板直视着他，明明在笑，但眼里却明显没有半分暖意。好，我到别家买去。中年人有些气恼，浑身发抖着向外走去，一边还回头叫了一嘴：你这样恶意加价，明显是违反了商家信誉的行为，我要到商会去举报你。慢走。大王老板挥了挥手，殊无笑意地挥别了那中年人。白胜奇眨了眨眼，略显迷茫地看着面前的大王老板，说道：你这样真的没有关系吗？你指什么？举报吗？大王老板笑着摇头，说道：顶多被商会不痛不痒地警告一下而已，反正没啥实质性的损失，能够出一口恶气，让自己爽一把，我觉得挺值得的。白胜奇呵呵一笑：你这可跟和气生财背道而驰了呀。大王老板笑而不语。表面上看，他对那中年人的一番作为十分不成熟，完全不像一个合格商家能做出来的事。但只有他自己心里知晓，自己的这一番作为算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其实赚妈了。他明显能够感觉得到，经历过这件事之后，自己与白胜奇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融洽了许多。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好办了。商行里此刻已经没有了外人，先前还在考虑的另外一些客人，在见识过大王老板胡闹式的一番行为后，十分理性的离开了这家商行。一番鼓捣后，大王老板递给了白胜奇一张图案精美的卡片。这是……白胜奇没有第一时间伸手去接，而是疑惑地问道：这是白金客户卡，贵宾客户的象征，持卡者可以在本公司旗下所有的商行、店铺或其他地方享受消费88折的优惠，售卖材料价格额外上浮 10%， 还有下单定制道具、每月货品清单寄送等等优质服务。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大王老板又说道：你应该听说过跨城公司吧？在这清水城里，虽然属清河工会最为嚣张，但出了这清水城，跟咱们这些跨城公司比起来，清河工会就啥也不是了。对了，大王老板想起了什么一样，
又说道：“后天就是招聘会的时间了，我们公司也会有人到场。你要是有兴趣，不妨了解一下，我们公司不错的。”白胜奇终于从对方的手中接过了这张白金客户卡，本次交易所得的星元已经存入里边了，你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力打下印记，填入属于你自己的身份信息。在大王老板的提醒下，白胜奇将一缕精神力往白金客户卡上探去，如同火花点燃，这一缕精神力接触到卡面后，便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白胜奇感觉到自己与这张卡片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他能够清楚地察觉到这张卡片里存着这一次交易获得的星元足足325万。这一次的练功房刷怪，他不但实力大增，连财富值也是飞涨。当然，一次卖得了300多万，也是因为这一次他带过来的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东西，比如那10几本技能书，比如那些装备。如今自己家里虽然还有很多材料，数量是这一次售卖的很多倍，但价值上就远远不如了，加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够再卖出100-200万的样子。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随着自己的精神力注入，一面半透明信息矿展现在他的面前，其上琳琅满目，标示了各种各样的道具物件，其上甚至还有其他城市商铺的售卖道具，显然正是大王老板所说的货品清单。按大王老板的说法，这个清单是每个月都会更新的。白胜奇满意的点了点头，大王老板送给他的这张白金客户卡，感觉有点意思。假如我看中了清单上的外城货品，该怎么购买呢？他问出了自己有所疑惑的点。可以直接在清单上下单购买，选择寄送地址后，本公司会帮忙调货，然后迅速寄送到你手上。大王老板笑了笑，又说道：“除非是特别珍惜且急需的东西，一般我不建议这样做。鉴于传送阵的使用成本，还有跨城越野的难度，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运输费用比货品价格更高的情况，十分不划算。”网购吗？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白胜奇暗自好笑。对于运输费用极高这一点，他倒是早有预料。毕竟这个世界十分特殊，相邻的城市之间还好，若是相距极远，想要穿过诸多野区将货品运送到其他城市并不容易。特别是清水城这样的3级城市，甚至还没有通往其他城市的传送阵，哪怕想要花费昂贵的传送石来进行传送，也是做不到。你先前说的道具定制具体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定制道具或者装备什么的吗？没错，你有想要定制的道具或者装备吗？我可以帮你联系公司里优秀的模具师或者魔匠师。这个先不急。白胜奇一边查看货品清单，一边说道：“先帮我拿一点副本令牌和背包扩容石吧。”第72章，你别管我用不用得上。商行内，白胜奇向大王老板表达了要购买副本令牌和背包括容石的意愿。副本令牌自不必说，是进入副本必须的通行证。除了练功房内每日限定的4个小时刷怪时间之外，他一天还有许多空闲的时间。这些时间仅仅只是用来在野外刷怪，其实效率并不算太高。考虑过之后，他认为这些时间应该要更加高效地利用起来。即便是拥有了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超级练级速度之外，他也还是没有满足，还想要更快地变强。而他所能够想到的办法之一就是刷副本。和野外练级区相比，副本里拥有更强的怪物、更高的经验值和更好的掉落物收益，而且还没有外人打扰。除了难度比较大，很难独自攻略之外，刷副本的优点简直是数不胜数。但这个问题对于如今的白胜奇来说，显然不算问题。他有着相当的自信，自己一个人的实力便已经远胜过那些配置完备的队伍了。区副本自己都不能单刷，那还有谁能单刷？而对被包括容石的需求也是因此而来。以自己水准，出城刷副本的效率必然是十分高的。若是背包空间不足，那岂不是要频频回城处理掉落物才行？背包括容石需求的人比较少，我这里库存的不多，只有30个。你要的话，先全部拿去。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帮你调货。至于副本令牌，大王老板看了白胜奇一眼，问道：“副本令牌你要多少级的？要多少？”清水城周边一共有8个等级的副本，分别对应职业者的1到4转，每一个转职阶段2个副本。至于更高等级的副本，则要去到2级城市周边了。事实上，如今清水城的副本攻略记录最高也只到7级而已，那还是许久以前职业者协会联合城中的上层工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白胜奇早已经想好，这时候直接说道：“背包扩容是我全要了，另外再帮我调货。至于副本令牌，1到4级的各要2个，然后剩下的5到8级令牌越多越好。”以对自己实力的认知，他自认为1到4级的副本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攻略的意义了，但还是拿上2个，顺便往副本里走一趟，将那些怪物种类复刻到练功房里比较好。当然，在没有真正进入到副本之前，白胜奇还并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够复刻。你要5到8级的令牌，还越多越好。大王老板心中一震，说道：“
你可知道，哪怕是号称清水城第一工会的清河工会，平常也只敢组队攻略5级副本而已。至于6级副本，他们往往也要准备许久，才有能力攻略一次。你买了这些令牌，真的用得上吗？我知道。白胜奇点了点头，以示自己并非脑子坏掉了。你别管我用不用得上这些令牌，你这里有的就给我拿好了。你做生意的，难道真不打算赚钱了吗？大王老板苦笑，他摇了摇头，说道：罢了，你跟普通人又不一样，我担心那么多干啥？他大致上整理了一下思路，这才回复道：1到4级令牌各2个，没有问题。5到7级的令牌，我这里存量并不多，除了答应了各家工会的，只能给你各5个了。至于8级令牌，很抱歉，没有。白胜奇有些意外，说道：那你刚才还喘那么大气，问我要多少？还以为你这一整个仓库都是副本令牌了呢。大王老板苦笑：我原以为你只是要1到4级的令牌，哪里知道你要5到8级的啊？这8级副本令牌，清水城市面上根本没有的卖的，除非你去到2级城市，那或许能有。这样啊，那能帮忙调货吗？调货当然可以，不过估计最快也要到半个月后了。大王老板沉吟着说道。而且这种等级的副本令牌，在2级以上的城市是供不应求，根本就不愁卖的。清水城作为3级城市，配额并不多，哪怕我申请调货，恐怕也调不来多少。这样啊，那先算了吧。白胜奇摇了摇头，倒也没有太过失望。以他目前的实力，想要攻略8级副本，恐怕未必能行，倒也不用太急。而且攻略副本只是他灵光一闪的想法而已，提升实力的主要方式肯定还是依靠练功房，少攻略一个8级副本，事实上也无伤大雅。迅速的与大王老板完成了交易，甚至还采购了100万支普通剑枝之后，白胜奇便要告辞离去。这100万支剑枝装在模具师制作的专门剑袋里，每个剑袋能装1万支，100万支就是100个剑袋。如今他的攻击速度快得惊人，剑枝消耗起来如同流水，准备100万支剑并不算多余。他本来还想请对方帮自己联系定制装备的，但想了想，还是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以自己目前等级提升的速度，装备更新换代太快，就怕好不容易定制好了装备，结果装备等级早就落后了。虽然说也能用，但确实意义不大。在离去时，大王老板在后边提醒道：除了1级的副本令牌是在野外掉落之外，后边等级的副本令牌都是副本里的 BOSS 掉落的，像8级副本令牌、7级副本的 BOSS 就有几率掉落。好，我知道了，谢谢王大哥。看着白胜奇的背影远去，后边的大王老板自嘲摇头，自己也是想的太多。7级副本的 BOSS 虽然有几率掉落8级副本令牌，但那么低的几率，就算白胜奇真能成功刷完5次7级副本，也未必能调出8级令牌来。而需要协会分会联合各家工会才能攻略成功的7级副本，对方真的能攻略得了吗？从大王老板的商行离开后，白胜奇又到商厦里的各个商家处都跑了一趟，将其他商家能出售的副本令牌和被包括溶石都清扫一空了。这一趟前来清水商厦处理东西，收入了300多万星元，结果刚刚买的背包、扩容石和副本令牌一下子就又花掉了大半。这还是因为其他商家可供出售的副本令牌零零散散，数量并不多，不然白胜奇都怀疑自己这300多万完全不够花的。果然，随着实力的提升，虽然刷的怪更高级，赚钱的速度提升了，但花钱同样也快了起来。毕竟高等级的道具价格显然也并不便宜。白胜奇离开清水商厦，回到了家中。离去时大王老板说的话，他也是记在心里了。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某个想法，至于到底能不能行，一切就得等自己尝试过才能知晓了。不过那些副本的入口都在城外，如今已经是晚上，前往野外并不理智。现在马上就能使用的是那些背包扩容石，每一个扩容石都能够给背包空间带来1立方米的增长。从大王老板处购买了30个扩容石，加上从清水商厦里其他商家处扫来的，一共220个。随着道道光芒闪过，白胜奇将这200多个扩容石全部使用了。用完了这200多个扩容石，背包空间又涨了220个立方之后，白胜奇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将家中堆着的材料全部装起来了。房子再度变得宽松清爽起来。算了，再跑一趟吧。看着离睡觉的时间还早，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白胜奇毅然决然地再度走出了家门。小白，这么晚了又出去啊？小区岗厅的秦大爷笑着跟他打招呼。有点事，还要出去一趟。他也笑着回应，快速离去。而清水商厦本打算早点关门盘点的大王老板，又一次迎来了贵客。很显然，这一次贵客给他带来的震惊，同样是远超想象之外的。第73章，材料分解机。清水城西，城门才刚刚打开，白胜奇便已经敏捷地穿过人群，往野区深处快速离去。这一次，他不但激活了隐匿状态，
还穿戴上了迷雾面纱。以他如今的精神属性强度，这整个城西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看得出他的信息来了。昨天晚上，他又去了清水商厦一趟，将原先堆满房间的材料处理给了大王老板。而震惊于他所出售材料的数量之多和频率之高，大王老板最终向他推荐了一台机器——材料分解机。这是某位魔匠大师的杰作，还没有彻底上市，暂时只在内部小范围圈子里应用。大王老板是看在双方的交易信任度上，才最终将这台机器租给了白胜奇使用。要说买，那肯定是不行的。以白胜奇如今手头上的钱，也根本就买不起。据大王老板说，这台机器保守估计价值1000万星元以上。这么昂贵的机器竟然无需抵押就租给自己使用，白胜奇受宠若惊，眉开眼笑的接了过来。这台机器可以将刷怪掉落的材料全部分解为一种特殊的怪物精粹，根据分解的材料等级不同，最终得到的怪物精粹也不同。据大王老板所说，1到30级怪物掉落的材料基本上只会分解出初级怪物精粹来，大概100个单位的材料可以分解出1个单位的怪物精粹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节约空间了。至于这些分解出来的怪物精粹有什么用，大王老板却只透露了公司会负责回收。白胜奇知道其中必然还有关键信息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太过在意。对于他来说，这些怪物精粹有什么用都没有关系，反正不影响他卖钱就行了。他和普通的职业者不太一样，除了专注于刷怪提升属性面板之外，其他装备道具之类的并不是十分在意。好，那这台机器我就租去使用了，省得天天大老远来找你。接下材料分解机的白胜奇十分满意。大王老板笑了笑，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心中满是忐忑。自己这一次算是下血本投资了，就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不过公司上层确实是在大量收购材料以分解成怪物精粹，这一段时间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己手中的这一台材料分解机也是因此而从上面派送过来的。上面甚至表示，接下来的考核重点将在怪物精粹上表现优异的下级商家将有可能提升层级。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一次表现良好，他很可能就有调往2级城市的机会。短短2天内，白胜奇多次前来处理材料，让他察觉到了其中不同寻常的地方。现在他将这台分解机租给了白胜奇使用，等于是将这一切全部押宝在对方的身上了。虽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但这份决定过分重要，他的心里难免七上八下的。会不会之前那些材料是他背后势力很久以来积累的，这次才拿出来处理而已？会不会他以后弄不来这么多材料了？会不会他直接拿着我的材料分解机逃跑了？那样的话，上面追究起来，我怕是连这3级城市代理商的资格都保不住了。一时间，大王老板心里各种想法冒出来，整个人都差点忧郁了。终于，他一发狠，咬牙暗道：怂什么？就是干！赢了会所嫩模，输了出城干活。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被他寄予厚望的白胜奇已经在城西门走出，前往攻略副本的路上了。走在前往副本的路上，白胜奇此刻心中也在想着那台材料分解机。不得不说，这台机器真是太牛了。如今他的背包空间里便放着新鲜热辣刚分解出来的怪物精粹，空间占用上不知道省了多少。这些材料当然是来自于新的一轮练功房刷怪。在昨晚凌晨12点过后，练功房的4个小时刷怪时间又刷新了。他第一时间选择了进练功房刷怪。显而易见地，又是10来万的怪物被击杀。虽然和前一天相比，他的属性面板大大增强，输出能力极大提升，但在练功房刷新怪物的间隔限制下，击杀的怪物数量与前一天相当。当然，数量虽然相当，但击杀的怪物等级却远远胜过了前一天。经验值和掉落物的价值都远超过之前。此刻的他等级已经达到了53级，等级53，生命值3315400，魔法值3351200，物理攻击3311540，体质16577，力量16577，敏捷16577，精神16756。等级越是往上，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便越多，哪怕是如此高效的刷怪方式，升级速度相比前天显然也降了下来。白胜奇很明白，在招聘会开始前，尽管还有一次练功房刷怪的机会，但若是按照目前的进度，只怕也是来不及达到3转的。这也是他打算前往攻略副本的原因。而且和前一天相比，他的属性面板又有增长，整体实力也是大有提升，信心更加足了。他直接放弃了城北野区的2个副本，而是选择从城西开始。反正城北正在发生异变，以后总要去探索的，到时候顺便攻略便是了。按照地图的指引，他很快来到了目的地。这正是城西野区深处的2个副本之一，3级副本
名为食腐者的悲鸣，其中的怪物种类为食腐魔狼，最强的 BOSS 为一只食腐魔狼王。这些信息是白圣琪花钱从清水商厦某个商铺来买来的。和低等级的怪物信息不同，从某个阶段开始，高等级的怪物信息、副本信息等等都已经不再是免费供人查阅的了。学校课堂上能够学到的只是比较低阶的信息而已。那些大公会攻略副本总结出来的好用技巧，更是视若珍宝，轻易不肯流传在外的。对此白圣琪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不过只是区3级副本而已，对于他来说有没有攻略都是一样的，唯凭推而已。朋友你好，这么早就来攻略副本了吗？我看你是一个人，我们队伍也正好缺一个，你是什么职业？十分神奇的，哪怕白圣琪一大早就赶过来了，这个副本入口外竟已经有其他人在了。我是医师。白圣琪看了对方一眼，并没有隐瞒，反正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医师，精神力多少？技能等级练了没？加血量高不高？那职业者一连串的问题问出来，又回头对几名队友说道：反正空一个位置，多个医师也挺好的，能省不少大补血药。队伍中的几人虽有些迟疑，但也都三三五五的点了点头。白圣琪却已经向前走去，那人连忙叫道：兄弟，错了，要先组队才能一起进。谁说要跟你们一起进了？白圣琪回头奇怪的看了那人一眼，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进你们的就好了。为什么？兄弟别闹脾气啊，我知道一传见习医师练级环境是差了一些，但咱们一直都是不歧视任何职业的，咱们从没有对医师兄弟们爱答不理。兄弟你可千万别玩那种让我们高攀不起的套路啊！出面邀请他组队的职业者大声喊屈起来。你想多了。白圣琪摇了摇头，向前走去。不排除确实有部分医师抱有这种心态，但他肯定不是的，毕竟他没有经历过一传时被人爱答不理的时段，自然体会不到那种想让人高攀不起的爽感。要说这医师职业也确实有些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一传的时候加血少，被人家嫌弃带着练级慢，结果等到2传，加血效率慢慢提升上来后，已经不再是人见人嫌了。可以预见，随着等级和直接的继续提高，其他职业者将越来越难单靠科血瓶支撑住攻略高难度副本。那个阶段的医师系将会成为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堪称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往往在医师系达到3传之后，而这很可能需要好几年的艰难练级。普通的个人职业者未必能那么轻易的度过这个阶段，而医师系的这种特殊也使得许多工会会专门培养自己的医师系，而那些没有太强大实力的小团体需要用到医师系时就有些难办了。但这跟白圣琪并没有什么关系，他脚步不停地往前，手中握着一枚副本令牌，直接往面前的蓝色光芒漩涡走近。漩涡一阵荡漾，白圣琪手中的副本令牌化作流光，而他的身影也已经穿过了光芒漩涡，就此消失不见。他进了。那喊屈的职业者震惊的瞳孔放大，回头对自己的队友们说道：你们看到没有，他进去了。是的。队友们的震惊显然不比他少，俱是失魂落魄。看到了，他进了，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还是医师？一个医师自己单独攻略副本。第74章。太弱了，完全不够打。白圣琪眼前景象变化，明白自己已经进入到了3级副本食腐者的悲鸣里了。才只是处身于这个副本的入口而已，他耳边便已经听到了阵阵悲鸣。在不远的地方，这个副本的深处显然有许多的食腐魔狼正在等待着对侵入者发起攻击。他回头看去，身后的光芒漩涡还在。作为常识，他知道如果现在自己后悔了的话，完全可以再次踏入这个光芒漩涡，那么就可以轻松出现在副本之外了。除了耗费一枚副本令牌之外，并不会有其他的损失。很多时候，职业者们组队深入副本之后，若是发现副本难度太大，无法继续攻略，便可以原路返回，从这光芒漩涡里撤离，放弃掉攻略副本的行动。和秘境相比，副本因为具有这样的机制，所以职业者攻略起来安全性才有所保证，心理压力不会太大。如今的白圣琪当然不会那样做，这么迫不及待了吗？就让我来看看这副本里的怪物跟外边有多少差别吧。轻声自语着，白圣琪已经泰然自若地向里走去。很快，略显昏暗的环境里，前方逼仄的过道尽头，4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了过道这头的白圣琪。环境虽然昏暗，但白圣琪的侦察之眼视野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4只怪物的信息。食腐魔狼，等级40。虽然是40级的怪物，但是其属性却相当高，远胜过外边野区的同级怪物，甚至跟外边野区的60级野怪比起来也不遑多让。才刚刚开始而已，作为这个副本最外围的怪物，便已经有了这样的强度。
难怪说副本比野外练级区要凶险许多。白胜奇当然不会被这种小角色拦住脚步，他手中提着金铁重剑，大步向前走去。嗷！狼嚎声响，4只石斧魔狼同时向前扑来，但下一刻嚎叫声戛然而止，只因白胜奇手中的金铁重剑向前一挥，抡出了一个大旋风。325688 325724，高达30多万的攻击伤害跳了起来。这4只强大的石斧魔狼直接就化作了白光，化作了他的经验值。经验值加120，经验值加120。作为3级副本里的怪物，这4只石斧魔狼的经验值竟然是外边同级怪物的3倍。难怪那胡琉璃被他家爷爷带着刷了一个副本，就麻利的升到了30级了。这么丰厚的经验值，升级不快才怪。而除此之外，白胜奇发现击杀这些副本怪所获得的充能点数也是外界普通怪物的3倍。这一发现让他喜出望外，他压抑住心中的喜意，提着手中的金铁重剑继续向里走去。太弱了，完全不够打。副本里，白胜奇将面前的石斧魔狼王轻易击杀掉之后，对于这个3级副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在石斧魔狼王被击杀的地方，一个光芒漩涡出现，正是副本成功攻略后才会出现的传送门。白胜奇一步踏入，没有任何留恋的离开了这个3级副本。怎么回事？这才多久啊？兄弟，你这是逃出来了吧？早就说了，这副本不是一个人能够攻略得了的，更不用说你只是一个没有输出能力的医师了。怎么样，要不要来跟我们组队一起打？说不定正好掉落你医师专用的装备，咱们都不跟你抢。白胜奇刚刚从副本传送门里出来，耳边便已经传来了这样的话语。面前说话的人面容映入眼帘，正是先前守在副本入口，想要邀请他一起攻略副本的那几人。不用了，你们忙吧。白胜奇当然懒得去跟对方废话，直接摆了摆手，离开了这里。算了，等会就有更多人来了，这家伙不识好人心，那就不管他了。没错，当一个医师还不知道与人为善打好关系，他这样以后是寸步难行的。白胜奇却早已经赶向了下一个副本入口。对于这几人，也许是需要组好队伍，花费一整天才能攻略的副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10几分钟的事情罢了。他很快来到了城西的4级副本入口，这边同样有准备进入副本的职业者，却并没有像先前那些人一样临时邀请他组队，这也很正常。4级副本难度跟3级副本完全不一样，能够有实力攻略这个副本的，大多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会成员，他们相互之间组队是十分严格固定的，很少会有那种临时搭建的野队来攻略这个副本，那样不但效率低，还未必能确保成功通关。白胜奇注意到，这些队伍里至少都会拥有一位3传职业者，这让他对4级副本的难度又有了更多的认识。不过，这仍旧不会让他有所疑虑。无视了周边的这些队伍，他昂首阔步，又是干脆直接的走进了代表着副本入口的光芒漩涡之中。我去，刚刚那是啥？一个人直接进副本了？我也看到了，只知道很年轻，但看不透具体信息。连你都看不透具体信息，那至少也在3传以上了，甚至还有可能是4传。想多了，整个清水城才几个4传大佬，你以为是野外的赤峰兔，可以随处可见？就算不是4传大佬，也肯定是3传里的顶尖人物了，不然怎么有自信单刷4级副本？但清水城啥时候多了这样一个年轻的顶尖3传？我怎么没有印象？不管了，顾好自己的事吧。哎，自从城北异变发生后，这清水城的走向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抓紧练级刷道具吧，不然下次胡老疯子发疯了找上咱们，可没有第一工会的会长给咱们拦着。乌鸦嘴，能别吓人吗？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人家要找也是找那种顶尖3传，咱们这种几斤几两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副本外众人议论纷纷，此刻的白胜奇却已经在4级副本里深入了老远。他仍旧是简简单单的提着一把金铁重剑，十分朴素的向前一路横扫。和3级副本相比，这4级副本里的怪物果然又强大了许多。不过在如今的他面前，仍旧只有被吊打的份。4级副本的怪物，其经验值与充能点数同样是外界同级怪物的3倍。白胜奇一路向前，脚步不停，可谓是砍了个畅快。最终这个副本的 BOSS 也毫不意外的倒在了他的脚下，成为了他的剑下亡魂。4级副本攻略成功，光芒漩涡闪动，人影浮现，白胜奇再度出现在外界。攻略这个难度更高许多的4级副本，他所花费的时间却还是和3级副本相差不多，只是10几分钟而已。各项属性值都达到了1万多点的他，似乎已经成为了同阶职业者中的怪胎。你好，你。他的再次出现同样引起了外界职业者的好奇，只是白胜奇懒得理会，只是面无表情的扫了一眼，便掏出一个回程卷轴，直接选择了使用。
很快，回程光芒笼罩了他的身躯，他的身影在众人面前消失不见。4级副本的难度也不过如此，显然也不值得他停留脚步了。那人怕是攻略副本失利了，怕丢脸才跑得那么快吧？谁知道呢？4级副本令牌并不便宜，舍得花一块令牌进去咣，还顺便搭上一个回程卷轴，那也是非常人了。原地传来了这样的异响言语，白胜奇却已经回到了清水城中。时间很紧，他并不打算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花费心思，直接又向城东门走去。第75章，是你无了。清水城城东，白胜奇略有些好奇地举目望向四周。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城东野区。对于很多职业者来说，在3传之前，其实都不会主动前来城东野区的，因为城东野区是61级以上怪物活动的区域。这些城东的怪物不但实力强大，连攻击人类的欲望都远远超过城北与城西的怪物。职业者们只要出现在这些怪物的面前，便会被攻击欲望旺盛至极的怪物们追击到死。曾经就有商队从其他城市而来，打算从城东进入清水城，结果却被蜂拥而来的怪物围困住。最终清水城中虽然出动了强大职业者队伍前往营救，但终究是慢了一步，整支商队已经被怪物彻底覆灭。而还没有进入到清水城的这些商队成员，还有复活机会的，倒是能复活回原来的存档点，而少数没有了复活机会的成员更是彻底消亡。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今时今日，学校课堂上早已经反反复复地强调过了城东野区的危险性，实力未到的萌新职业者们也不会故意做死跑到城东去。游走各地的商队在经过了大量的信息收集后，也渐渐掌握了各个城市周边的怪物强弱信息，这样的惨事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此时此刻，白胜奇站立在城东野区里，回头望向清水城的方向，不由得有些感慨。明明在城东门外不远就是强大怪物们的聚集地，看到人类就会凶性大发的他们，却偏偏放着近在咫尺的城墙，根本不会去发起冲击。白胜奇想不明白这一点，只能够将一切归结于这个世界的规则。不过算一算，好像历史书上说那个时间又快要来临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类的各个城市可能又要遭受艰难的考验了。只不过那毕竟是接近50年前发生的事情了，50年后的今天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谁又说得准呢？哪怕是专门研究这些事情的那些老学者们，也未必敢肯定吧。微微摇头，白胜奇将种种杂念从脑海之中驱除出去，对着面前空中扑过来的一只飞行类怪物哼了一声：“滚！今天的我可看不上你这种。”手中金铁重剑迎面砸出，厚重的剑身直接与飞来怪物的面门做了一次亲密接触。砰！并非劈砍的感觉，这重重的一砸，直接将飞来的怪物拍得脑门发昏，死狗一样跌落在地。有点意思，竟还是个头领级，血量挺高的。他没想到自己来到城东野区后遇上的第一只怪物，竟然是个首领级。这种 BOSS 平时不都是被大公会控制住，普通人连一眼都看不到的吗？朋友，那是我们天狼公会要猎取的 BOSS， 奉劝你最好不要插手。果然，白胜奇心中疑惑的想法才刚升起，耳边便已经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他抬眼望去，只见头顶天空上一个背生双翼的职业者正弯弓搭箭对着他，似乎只要他敢于轻举妄动，对方便会直接一箭射来。天狼公会，一个屌人！白胜奇嘴角微翘，发出了这样讥讽的话语。事实上，他当然知道对方是弓箭手的后续分支转职之一，3传职业与弓手，只是被人无端用剑指着，他肯定不会太开心。他一旦不开心，事情就有些难办了。你怎么证明这是你们天狼公会的 BOSS？ 你喊他会答应你吗？白胜奇目视上空，冷冷地看着那名3传与弓手。他现在说的这句话当然是完全不讲道理的说法，但遇上这没有礼貌的天狼公会成员，白胜奇没有心情讲道理。之前从胡流里处得知，这天狼公会也与那清河公会一样，是当时秘境攻略战里的外围援助队成员。他对这天狼公会的印象绝不会比清河公会更好一些。连着速刷了3级4级2个副本之后，他对于自身的实力有了足够的认识，再看到这些3传职业者，心中已经没有半分惬意了。他一眼就看出刚刚那只首领级怪物的血条还十分健康，那天狼公会根本就还没有开始输出。这名羽弓手想必是依靠着自身的飞行能力先一步跟踪过来而已。你跟咱们天狼公会有仇？感受到白胜奇不善的态度，那羽弓手额头皱成了川字形。他其实真的很想直接一箭射出去，教对方要好好敬畏大公会成员，但是对方那如同云里雾里让他看不真切的信息，让他心中忐忑，一直拿不定主意。作为飞行在空中进行攻击的弓箭手，他跟其他的弓箭手不太一样，保命能力强了不知多少倍。
只要敌人没有远程攻击的能力，他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完全可以将对方当作活靶子来攻击了。那人手里提着一把双手大剑，按理说应该是剑士系的可能性极大。剑士系三传职业里似乎没有具备对空攻击能力的，当然不排除对方学了一些弥补短板的通用技能，又或者拥有其他相应道具。答对了，我就是看你们天狼公会不爽。话音落处，白胜奇两眼微眯，倒踢金铁重剑，右脚一蹬地面，恐怖的力量从他的脚底迸发出来，在地上蹬出了一个坑洞。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他的身躯向上跃起，这一跳就是10几米高，完全违反了常理。天真，对方的力量虽然不错，精神也可嘉，但竟想用这样愚笨的方法靠近自己，只能说脑子被赤峰兔踢了。天空上的雨弓手终于放下心来，嘴角微扬，发出了一声冷笑。这就表示地上那位疑似三传剑士系的职业者必然不会具备其他升空手段了。那么接下来便该是自己的个人秀了。雨弓手背后羽翼扇动，略显瘦削的身躯再度向上攀升。瘦削的身躯是为了更利于飞行，哪怕是在弓箭手的众多分支职业里，雨弓手也算其中比较脆皮的一种。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并没有先向白胜奇发起攻击，而是尽量先拉开距离，保证自己的安全再说。对于雨弓手来说，耐心是极为重要的，找到一个完美的输出位置比什么都强。又向上飞起了数十米高的他，看向下方阅历已尽已经向下落下的白胜奇，畅快地大笑了起来。很好，你无了。咦，在他的目光注视中，那本已经向下跌落的白胜奇此刻竟又猛地向上迅猛飞出，对方的背上此刻也多了一双半透明的翅膀。蚂蚱翅膀，雨弓手松了一口气，心里刚刚升起的紧张感再度消去。蚂蚱翅膀具备特殊的掠行特效，确实是受到很多职业者青睐的辅助装备。只不过这件装备的掠行高度只能达到使用者自身敏捷属性的1%，自己此刻处于100多米的空中，根本就无需有任何担忧。难道那家伙的敏捷属性能够有1万多点不成？只能说这家伙确实是被赤峰兔踢坏了脑子。然而很快的，他就发现脑子有些不够用的似乎是自己才对。在蚂蚱翅膀的作用下，那人像流星一般向天上飞来，只是一瞬便已经跨越了100米天堑，到了他的面前。然后在与那人贴面的瞬间，他听到那人在他耳边哈气，仿佛呢喃也似的吐出了几个字来：是你无了。第76章，不用问了，就是我。天空之上扑腾着一双羽翼的雨弓手面色大变，在耳边呢喃声响起的同时，他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作用在自己的身躯上。下一刻他便已经失去了意识。等到眼前再度变得光明起来时，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一栋建筑物里。入目的正是清水城的复活神殿。于是雨弓手知道自己被击杀了，他先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然后就愤怒起来。是谁？到底是谁击杀了我？愤怒的他直接向复活神殿的守殿人发起交涉，要求对方沟通复活神石，查看清楚到底是谁击杀了自己。作为工会成员，自身又是三传职业者，他完全有这样的底气。守殿人当然不会拒绝一位工会三转职业者的这种合理要求。很快，经过沟通复活神石后，守殿人这样说道：据神石最终的信息显示，你是被一个叫做白胜奇的职业者击杀的。那职业者等级多少？是什么职业？具体点。三转雨弓手再次问道。守殿人却是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那就不知道了，这些信息神石没能记录下来。你知道的，神石也不是万能的。算了，这样也足够了。话音落处，雨弓手面色森然地冲出了复活神殿。看着他旋风一样远去的身影，守殿人摇了摇头。他知道对方必然是去组织人手，打算报仇去了。一般来说，普通职业者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上报给城卫队甚至职业者协会知晓，让他们出手来制裁杀人者。但是大公会的成员们一般不太愿意用这种麻烦且不解气的方式，因为城卫队和协会的所谓制裁是将杀人者逮捕起来，根据犯事情节的轻重选择监禁，并服苦役为清水城无偿服务一段时间。不是那种天大的罪过，一般不会强行剥夺一名职业者的复活机会。对于大公会成员来说，这样还不如自己亲自出手制裁，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将得罪自己的人复活机会彻底剥夺掉，那样才能更加畅快。而这些大公会往往实力强劲，又或者彼此勾连在一起，就算是城卫队和协会分会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最终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复活神殿的守殿人此刻就是选择了这种做法。本来按照城卫队那边的意思，这边有人被职业者击杀回城的话，
他都需要将信息上报给城卫队作为备案的。但此刻的他却当作没有看见一样，继续半眯着眼打起盹来。天狼公会虽强，不过这一次鹿死谁手倒是让人有些好奇呢。半眯着眼打盹的守殿人口中吐出了这样的呢喃话语。显然他从复活神石里得到的信息并不仅仅只有刚刚透露给对方知道的那一点点。出于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晦想法，他选择了隐瞒部分关键信息。真让人期待呢。复活神殿里回荡着这样的叹息声。早已经冲出了神殿外的雨弓手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此刻的他已经开始联系跟自己同工会的成员们。就在那个位置，拦下他，小心点，他的攻击力有点看不懂。雨弓手一边前行，一边通过通讯仪和还在城东野区的队友们互通消息。对了，他还有一件蚂蚱翅膀装备，掠行的高度也有点让人看不懂，好像能冲到100多米的空中，一定要注意。通知了城东野区外的队友们之后，他继续往城里天狼公会的驻地走去。他总觉得那位白圣骑并不简单，单凭野外的那些队友，恐怕不能稳稳吃定对方，还要从公会驻地里找更多人过去才行。总之，今天要让对方知道得罪天狼宫会是多么不智的事情。还有，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世人知晓，这个清水城里并非仅仅只有清河公会这一个公会需要给予敬畏。城东野区外，一击将那3转雨弓手击杀之后，白圣骑发现自己的心情竟出奇的平静。本以为该有的忐忑、激动、后悔等种种情绪都并没有出现，就像是随手击杀了一只野怪那般，毫无波澜。哦，说到野怪，地面上道确实是还有一只野怪没有处理呢。先前被他重剑一击拍昏了的那只首领级怪物，此刻估计已经缓过神来了。但此刻的白圣骑却已经不在原地，因为掠行的效果，他在冲天而起击杀掉那羽弓手之后，并没有办法停下来，又在掠行的作用下，被动的向前冲出了1000多米。掠行这种装备特效就是有这点不好，虽然使用简单，但一旦使出来，后续就难以细微操控。那只怪物不会趁机逃了吧？怎么说也是只首领级怪物，不打白不打。此时白圣骑并没有在意击杀了天狼公会与弓手会引来的危机，却只是担心到手的首领级怪物溜走。或者说，他之所以会果断击杀掉那名天狼公会的羽弓手，便是为了引来对方的报复。白圣骑猛力奔跑着往原路返回。掠行的冷却时间是10秒钟，如果在原地等10秒钟后再使用一次掠行，应该是正好可以回到原地的。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对于如今的他来说，掠行的战略性意义极大，最好还是不要随意使用，留着应急为好。就像是害怕别人认不出他来一样，他并没有收起金铁重剑，而是显眼的将之扛在肩膀上，一路往回赶。还真别说，这样的招摇过市确实让他吸引到了一些人的目光。在他往原本地点赶回去的途中，已经有一队3转职业者的视线落到了他的身上。那个人看起来有点像，难道就是吕明所说的击杀了他的白圣骑？问一下就知道了，敢于单枪匹马在这城东野区到处乱窜的，至少也是3转职业者。咱们天狼公会虽然不怕事，但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到处得罪人。于是出于稳妥起见，他们谨慎的靠近了白圣骑，并谨慎的向他发起了提问。那个朋友你好，我们问个事。不用问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白圣骑，你们公会的那个羽弓手也是我击杀的。在侦查之眼视野中，面前诸多职业者的信息进入眼底，他看出这些都是天狼公会的成员，并且看出了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来，这些人数量虽多，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你知道我们是天狼公会的？对面一群人里，许多人的面色都变得冷了下来。明知道吕明的天狼公会身份，却还是悍然出手将之击杀，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方很可能是冲着天狼公会来的。在他们情绪变化的时候，白圣骑已经咧嘴一笑，说道：没错，打的就是你们天狼公会。说话声中，他已经收起了手中的金铁重剑，换上了惯用的另一种武器。当准备开始收割时，那么当然是弓箭更好用一些了。第77章，不是我的问题。城东野区，看着面前的白圣骑忽然收起了双手大剑，并换成了弓箭，天狼公会的众人不由得有些疑惑起来。如果他们从吕明口中得到的信息没错的话，面前这个人应该是剑士系的3转职业才对。但现在对方正在弯弓搭箭的举动，又是什么意思？管他那么多，这人是公会的敌人，果断收拾掉就行了。队伍里毕竟还是有清醒的人，在这清醒之人的提醒下，所有的成员都行动了起来。都是3转职业者，已经不是萌新了，都知道自己此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盗贼系开始隐身，骑士系迟钝顶上，弓箭手系和法师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也开始准备自己的攻击。最先冲到白圣骑面前的是一名斗士系的3转职业者，他的身体外侧蒙上了一层白蒙蒙的光芒，
其中有以拳头上凝聚的光芒最为璀璨。这是斗气，是他这位三转大斗士的招牌技能，可以极大的提升攻防能力。不得不说，三转成为大斗士之后，这个职业系别颇有些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斗气的存在，让这个职业系别可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做人。白胜奇微微瞥了一眼这冲来的大斗士，并没有理他，手中的箭头却已经对准了对方队伍的后方。斗气虽强，但终究只是三转的程度，应该是攻不破他的防御附魔的。相比来说，反而是对方队伍后方的法师系比较有威胁一些。虽然这些法师系半天可能都憋不出一个技能来，但极可能一憋出来就是王炸。三转法师系最高已经可以释放5阶魔法，而5阶魔法多种多样，大多都威力强大，其中也许就有能够给他带来威胁的，他可不愿意冒这个险。他是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但却不是真傻，不需要冒的风险，凭啥去冒？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支箭矢破空飞出，直奔对面的三转法师而去。天狼公会的众人应对也得当，早就在一开始便已经有骑士系和其他坦度足够的职业护在了脆皮攻击手的面前。白胜奇的箭矢除非会拐弯，不然是很难直接攻击到被重重保护起来的法师的。对面的三转骑士系将巨大的钢盾立在地上，如同与大地长成了一块，有种不动如山，无法撼动的感觉。白胜奇的箭矢飞来，直接射在了那面巨大的钢盾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免疫。在这一次撞击里，箭矢直接化作齑粉，没有带来半点伤害。属性面板暴增以来，这还是白胜奇首次遇到此种情况。1万多的力量，30多万的物理攻击，射击在对方的盾牌上，却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这是不太寻常的。但白胜奇并没有过分惊讶，通过侦察之眼，他早就已经看出对方的职业分支，明白这只是那三转骑士系的一个职业技能而已。这个技能可以借用大地的力量，给盾牌带来神异的能力，可以拦住远程飞行物的攻击，并令其无效化，可谓是弓箭手系职业的克星。当然，这个技能也不是无敌的，本身同样具备了相当大的缺陷，比如将盾牌与大地连接之后，便不能移动了，只能够防御住来自于盾牌正面那个方向的攻击。要是别人从其他方向发起进攻，那这个技能的主人只能干瞪眼。当然，技能主人也可以选择中断技能，重新换个方向，只是那样技能的冷却时间会直接翻倍，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重复使用。除此之外，这个技能还有一个不算是弱点的弱点，那就是处于这个状态的盾牌，其承受伤害的总量是有极限的。一旦对方的伤害超出了盾牌所承受的极限，那么盾牌便会被硬生生打碎，之后没有盾牌，想要再使用这个技能也根本不可能了。而就算技能使用者带了备用的盾牌，但上一个盾牌被强行击碎，同样会令技能进入翻倍的冷却时间之中。总之，强大到不讲道理的技能机制同样有着致命的缺陷。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一击无效之后，白胜奇并不气馁，冷冷一笑之后，他身上血雾与幽蓝光芒同时出现，正是风血与夜魔杀一技能同时发动了。很显然，此刻的他打算通过倾泻大量伤害，强行将这面盾牌击碎。一切其实不过发生在眨眼之间，那大斗士还在周身发光的向前冲来。咻咻咻！本身的敏捷属性就高得离谱，再加上风血技能的加持，他的攻击速度已经突破了常人所能理解的极限。剑之连成了一条线，连绵不绝地射击到了那面盾牌上。免疫，免疫！1秒钟而已，盾牌正面便已经遭受到了次数多得吓人的攻击。咔嚓！终于，在一声炸响声里，立在地面上的巨大钢盾就此破裂，继而彻底崩碎开来。钢盾的主人，那名三转骑士系大为震撼，面色惨白如纸。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天狼公会众人的攻击也早已经到来。最先抵达的竟是那名三转大斗士，冲得最快的他，在斗气的爆发性加成下，如同炮弹一样冲到了白胜奇的面前，发着光的拳头狠狠地向白胜奇的面门招呼过去。那是这位大斗士的恶趣味，都说打人不打脸，但他偏偏就喜欢这个调调。他觉得拳头与面庞的亲密接触是最热血的青春义气，是最能满足斗战者的至高浪漫。发着光的拳头已经近了，离对方的面上皮肤仅仅只有最后1厘米的距离，但这1厘米就是天堑。Miss， 他的拳头莫名其妙地从面皮旁边划过。斗士系的一生之痛，最令人抓狂的情况出现了。不可能，斗气具有加成命中率的效果，我已经不是那个拳拳落空的悲催斗士了，怎么还会这样？他在心中痛苦嘶喊着，然后眼角余光看到了箭矢飞来，那是公会里的三转弓箭手，在瞅准机会后，果然的弯弓搭箭，给出了自己的输出。Miss， 熟悉的字眼在他的眼前跳起，
让他一度以为自己不经意间又发起了一次攻击。但很显然，这并非来自于自己的攻击。啥？这位大斗士整个人都有些懵了，旋即心里又感到有些莫名安慰。连号称命中率最高的物理输出弓箭手也 miss 了，看来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敌人太变态了。第78章，就5下，我的血条就空了。城东野区中，双方的战斗在持续。天狼公会的3转弓箭手发现自己的剑之攻击竟然也出现了 miss 的情况，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除了以精神力锁定的魔法类技能之外，物理攻击的命中率主要依靠灵巧属性，而弓箭手系的灵巧属性显然是全职业类别里最高的。即便是闪避率最为优秀的盗贼系职业，在弓箭手系的面前也不敢说能够躲避得了他们的攻击。但此时此刻，尽管不敢置信，他刚刚发出来的攻击却确确实实是被躲避开了。虽然意外，但这名弓箭手系的3转职业者还是压抑住内心的震惊，继续拉动弓弦。只是眼帘内一道急速到几乎难以捕捉的影子飞来，他忽然明白，原来自己已经被对方盯上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清楚明白地领悟到，自己的面前已经全无防护了。耳边传来了轰然炸响，那是从后方传来的。不用转头去看，他便能够知晓，必然是队伍中的法师系出事了。从一开始就在准备强力魔法的那位队友，此刻魔法技能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出去，直接在身边爆发了。他没有余暇去想的太多，因为面前急速飞来的剑枝也已经到了。这位3转职业者发现，即便他心里早已经有所准备，但直到攻击临头，他能够做出的应对却仍旧没有。眼前一黑，他心里便已经明白自己已经被击杀了。是秒杀，这一剑的攻击力强大到了可以一击秒杀自己的程度。当眼前光明亮起，这位3转职业者心里有了这样的明悟：能具备这样的伤害力，那人绝不仅仅只是3转，极大可能是4转以上的职业者。我们天狼公会跟他对上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样的想法在他心里涌现，他下意识的想要马上通知正在战斗中的队友们。但下一刻，打算将通讯仪从背包空间里取出来的他，动作一下子僵住了。惯常使用的通讯仪已经不在他的背包空间里了。很显然，这一次被击杀，通讯仪作为掉落物被对方爆了出来。和通讯仪一起被爆出来的，还有一些补给药和不算价值太高的其他道具。而且他的目光在复活神殿内扫了一眼，不由得苦涩地摇了摇头。此时此刻，哪怕通讯仪仍在，那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个平时一天也未必有一个人影的复活神殿，此刻竟变得有些热闹起来。离他最近的是同为天狼公会的成员，先前与他一道在城东战斗的3转法师系。果然，自己先前的猜测没错，那一声轰然炸响，果然是这位3转法师系被击杀了。复活神殿内当然不止他们2个，除此之外，还有另外2名幸运队友，一名盗贼系，一名医师系。队伍里最脆皮的那些，在一个照面之间，竟都已经被人家干脆利落地送回了城。4人八目相对，一时间心里都为深深的震撼感觉所充斥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4名3转职业者击杀，哪怕是相对比较脆皮的3转职业者，但那人的输出能力又是强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剩下的他们几个都是皮糙肉厚的职业，就算打不过对方，至少保命逃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不知道，或许吧。4人里的医师系眉头紧皱，并不乐观。作为队伍里的医师系，他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诸多队友的身上，所以他才能够看到那位队伍的安全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地之盾技能，只是在一眨眼间就被对方强行击碎了。能够在一眨眼间将大地之盾技能击碎，可想而知，在那一个瞬间，对方灌进去了多少伤害。而对方的输出能力之强，也由此可见。他可并不认为队伍里剩下的那几人能够比大地之盾的承伤能力更强。果然，就在几秒钟之后，复活神殿里光芒再次闪耀而起，有新的人影出现在了神殿之中。你也被击杀了，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怎么可能？早就复活回城的弓箭手系2眼瞪大，不敢置信地看着神殿里新出现的那人。这正是先前举着盾牌使用了大地之盾技能的骑士系。作为3转骑士系职业，他无论是血量还是防御能力，都是各职业类别里的佼佼者。但就是这样一个肉到爆炸的骑士系，能够令后排队友安全感满满的存在，竟这么快就被送回了城，仅仅只比他们这些脆皮多撑了几秒。这名3转骑士系的面色极度难看，他看了看早已经站在复活神殿内的几人，艰难开口说道：那人绝对不是3转，只是随手一剑，伤害力之强便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一句话说完，复活神殿里又有光芒闪过，多出了2道身影来。3转骑士系叹息一声，接着说道：你们知道的，
我这个职业的生命值和防御力成长都比较高，而且还有各种免伤技能，普通的攻击打到我身上，最多只能造成原本1/3左右的伤害而已。在场众人都暗暗点头，表示认同。那3转弓箭系甚至还觉得他是谦虚了。曾经自己还是2转的时候，这位骑士系已经3转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哪怕是拼尽了全力，将弓弦都差点拉断了，也仍旧没能对这位造成破防的伤害。当时出现的伤害数字，让他第一次明白了，当防御力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会给人带来绝望情绪的。这位的输出能力也许不怎么样，但在肉这方面，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了。可是就是这样打算不肉到世界尽头不罢休的存在，此刻却说，但是在那人的攻击下，我却只撑住了5下，对，就5下，我那40多万的血条就这样彻底清空了，甚至紧急抬血的职业技能和特级血瓶都救不回来。叹息声中，在场的众人齐齐陷入了沉默之中。片刻之后，忽的有人惊叫起来：“咦，老莫呢？怎么就单单缺了他？”没错，确实少了他。难道说他已经逃脱，又或者他撑住了对方的攻击，甚至打赢了对方？有点意思啊。斗士系前期不怎么样，难道掌握斗气之后真的翻身了，能够变成光了？第79章，这副本有点东西，但不多。复活神殿里，众人再次沉默。然后那3转骑士系摇了摇头。作为天狼公会里的老资格成员，他知晓的信息远比其他人多得多。虽然不想这么说，但结果可能很遗憾，老墨只怕是彻底消亡了。什么？复活神殿内有人惊讶叫道：“他怎么说也是3转了，3次的额外复活机会，总不可能全都用掉了吧？”除了3转骑士系之外，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十足的惊讶。在场的众人虽然这一次被击杀回城了，但因为自身仍有或多或少的1次或2次额外复活机会，所以说并没有过分激动。此刻听说那位大斗士老莫似乎连1次额外复活机会都不剩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3转骑士系再次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没办法，那家伙满腔热血，每次战斗都冲得最快，所以额外复活机会消耗的比较勤。这一次明明已经没有了额外复活机会，却还是第一个冲了上去，只能说是性格使然了。算了，不说他了。”3转骑士系收摄心神，看向神殿里的众人，问道：“那么现在咱们该怎么做？”殿内众人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一时间无人能搭话。还是先联系会长吧。一人试探着说道：“这人悍然击杀我们公会这么多人，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向咱们天狼公会宣战了，但他的实力也确实强得可怕，这事还需要让会长先知晓才好。”好，3转骑士系也是点了点头，说道：“也不用打通讯了，正好大家都在，一起使用公会回城卷回去，当面说吧。”说话间，他已经掏出了一个公会回城卷轴来，选择了使用。很快，光芒笼罩了在场的每一个公会成员，他们的身影就此从神殿内消失不见。等到众多身影消失，神殿内仿佛一直处于小透明状态的守殿人脸上泛起了促狭的笑。有点意思，看这情形，这天狼公会的一大帮人是被人家一股脑给送回城了。然后他的面庞上也难掩震撼，眨巴了一下眼睛，悠悠叹息起来。那个白圣骑是这一届才转职的吧？这才几天，就有了这样可怕的实力，即便是那位白牙大法师的血脉，这也有点说不通吧。自言自语着，守殿人取出了一台通讯仪来，一边微笑一边拨打。不能只有我自己乐呵，这种热闹的叫上老胡一起来看才行。不管是守殿人还是天狼公会成员，反正个人有个人的忙活。此时此刻，仍处身于城东野区的白圣骑却已经收起了手中的弓箭，进入了战利品拾取模式。刚刚一番战斗，轻而易举地团灭了天狼公会的一个小队，让他对自己的实力认识更深几分。超高的属性面板确实是将自己的实力推升到了远远超出3转的水准。将天狼公会小队掉落的物品全部拾取起来后，白圣骑很快就又找到了先前的那只首领级怪物，花费了一点时间将其击杀。这只首领级的掉落只能说是一般般，并没有那种运气极好的超级大爆。作为城东野区的首领级，这让白圣骑有些许失望。算下来，这一番战斗所获取到的战利品里，最珍贵的恐怕是一台通讯仪了。只不过他发现，即便自己手里有了一台通讯仪，其实也暂时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他并无需要发起通讯的对象。父亲曾经使用过的通讯号码，他倒是仍记得，拿着这部通讯仪尝试性的拨打了一下，结果果然是接不通。白圣骑倒没有过分失望。事实上，早在一开始父亲出事时，他便已经在街边的通讯亭里尝试过了，不知是否秘境的特殊影响，又或者其他原因，反正是打不通。摇了摇头，白圣骑不再关注这些，
加快脚步往原本的目的地走去。本来他前往城东野区就是来攻略副本的，只不过中途发生了个小插曲，帮忙送天狼公会的小队回了一趟城而已，影响不大。至于将来来自于天狼公会的报复，来自于城卫队和协会的制裁，他已经想明白了，这一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小问题，所以努力提升自己才是最根本的。很快他便已经来到了城东野区的5级副本入口处。据卖给他副本令牌的大王老板说，即便是清河公会这样的清水城第一公会，平常也只敢攻略这5级副本而已，6级副本便需要谨慎应对了。所以通过攻略这5级副本，应该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到自己与清河公会之间的强弱定位。光芒漩涡荡漾，白圣骑义无反顾地进入到了这5级副本里。外围的小怪就已经有80级了，不错，确实有点意思。老实说，单论等级来说，就是这一只小怪便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而根据这个世界的规则，高等级对于低等级目标来说是有等级压制的，每高出1级，攻防压制便多1%。这只80级的副本小怪对于他的攻防压制足足有20%多，这表示白圣骑的攻击落到对方的身上只能够造成70%多的伤害，而被对方攻击则会承受额外20%多的伤害。还行，难怪连清河公会都攻略的不轻松，这个副本有点东西的。白圣骑提着金铁重剑冲了上去，于是这个有点东西的副本在20分钟后被他攻克。一步踏入光芒漩涡，再度出现在外界的白圣骑摇了摇头，回头望向这5级副本的入口。这个副本确实有点东西，但不多。他显然已经对这个副本失去了兴趣，抬腿就往下一个目的地走去。目标：城东野区的6级副本。这个连清河公会都不能够经常攻略的副本，到底又会是怎样的程度呢？这个6级副本最终花费了白圣骑40多分钟，等级更高，数量更密集，技能更强力的怪物聚集在这个副本里，让他也不能如暴风一般掠过。不知道清河公会攻略这6级副本的时候，其会长周成天有没有参与其中？站立在6级副本之外，白圣骑微微沉吟。如果他也参与其中了的话，那么就表示以我如今的实力，完全可以直面包括周成天在内的整个清河公会了。但这一切终究只是他的推测而已。算了，还有时间，等到3转之后，实力还能够有一次飞跃性的提升，到时候再说。今天只是刷了几次副本而已，哪怕没有通过练功房刷怪，白圣骑的等级也快要提升了。可想而知，副本内的怪物有多密集，经验值有多高。7级副本在城南，如今回城再走过去的话，时间也剩下不多了。白圣骑盘算着，临时调整了原先的计划。算了，这个时候回城，说不准还要被天狼公会的人盯上，挺浪费时间的。这6级副本的经验值还不错，还不如先把手头上的这些副本令牌用完再说。考虑停当的白圣骑再度踏入了光芒漩涡之中，一次40多分钟，这一天白圣骑足弄了10来次。等到他将手中的6级副本令牌全部用完，已经是天黑时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而收获也不错。在练功房刷怪处于冷却的情况下，白圣骑竟连升了2级，此刻等级停留在55级。等到今晚12点练功房刷新，他只要再能升5级，那么明天一早就能去进行3转了。抱着对明天的美好愿景，白圣骑往城里返回。第80章，我来解决。也许是艺高人胆大，这一次白圣骑直接选择了使用回城卷轴回城。这一日和天狼公会的3转队伍有过交战，又轻松攻略了6级副本不止一次，他的自信心已经养起来了。即便天狼公会那边在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也认为拦不住自己。即便其中有城卫队的参与也是一样，除非他们能够请来好几个4转职业者，那么也许能够稍稍阻拦自己的脚步。种种想法之中，白圣骑的身影在回城光芒中消失。下一刻，光明再现，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清水城的回城广场上。这个时候正是练级大部队返程的高峰，广场上职业者的数量很是不少。在广场上站了一小会，白圣骑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在意自己。先前以为的一回城就会遭遇到天狼公会和城卫队联合袭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看来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天狼公会那边可能还没有行动起来，又或者他们并不存在封锁回城广场的决断与实力。摇了摇头，白圣骑平静地离开了回城广场，往家中返回。他倒不是很担心在家中也会受到袭击。从很久以前开始，所有强大势力与职业者们便共同制定了一条绝不能违反的规则：夜晚城区非战协议。这是为了保证所有人休息与正常生活，维持职业者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规则。这条规则的效力更胜过野外不准击杀其他职业者的禁令。
一旦触犯了这条规则，极大可能会受到所有职业者的谴责与群起而攻之。天狼工会应该不至于那么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事。不过，出于保险起见，白胜奇还是以侦察之眼仔细地查探了一遍周边。以他如今高达1万多的精神属性，这个技能的勘探效力简直要有质的变化一般。一番查探之后，没有发现任何隐藏的危险，白胜奇点了点头，彻底放心下来。当半夜12点，练功房刷新的一瞬间，他便已经迅速进入了其中。果然，练功房内已经可以选择重现刷新那些副本里的怪物。他之前的猜想没有错，这些副本怪本来就有着外界怪物的3倍经验值，此刻同时20只一起刷新出来，白胜奇刷起经验来简直是爽到飞起。又是平静的一夜过去，天才蒙蒙亮，白胜奇便已经走出了家门，向转职神殿而去。今天是学校里举办招聘会的日子，周生明那家伙更是趁这个机会聚集同学，要搞一个所谓的同学会，他肯定不会缺席。但在此之前，顺便先完成一个3转，似乎也是完全来得及的。抱着这样的想法，白胜奇很快踏入了转职神殿中。身为转职引导员的祝小雨，此刻竟已经打着呵欠坐在神殿里，让他有些惊喜。那么早，我还以为你还没有来上班呢。早什么啊？祝小雨一边伸手遮掩打着呵欠还未合拢的嘴巴，一边说道：如果不是分店主不允许，我根本就想一天24小时待在这转职神殿里，毕竟在神殿外面可没有经验值自动增长的待遇。白胜奇咧嘴一笑，表示理解。难怪这祝小雨那么早就急急忙忙赶来上班了，原来是在这里才能有经验值增长光环，在神殿外就没有了，和自己的捕猎员光环完全不一样。看来即便同样是转职神殿的一员，但因为所任职位的不同，大家的光环效果也是相差极大的。捕猎员因为需要时时跑在外边捕猎怪物，所以光环属性在外界也同样生效。你也这么早过来干嘛？完全不像平时的你啊！难道是因为今天招聘会的事情？祝小雨终于精神了一点，笑着说道：其实这个真的不用急，咱们晚点过去也没有关系的，反正就走个过场而已。分店主并没有期待我们真的能将人招聘回来。不是，白胜奇微微摇头说道：我是过来3转的。哦，你是过来3转的？什么？祝小雨整个人都愣住了，嘴巴张得老大，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白胜奇。如果他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这个家伙前2天才刚2转吧，结果现在就说要3转了。如果练到60级那么简单，那么自己还起早贪黑的到这转职神殿里来干嘛？早1年前就3转了。我没有听错吧？你刚刚说的是3转？你自己要3转？祝小雨想要确认的又询问了一次。没错，是我自己要3转。白胜奇点了点头，认真的说道：我知道这话可能让你有些难以接受，但我真的是来3转的。看到还想要开口的祝小雨，白胜奇摇了摇头说道：你别管我是怎么练级这么快的，反正先帮我处理转职的事吧，我挺急的。祝小雨心中的震撼远远未能消去，但此时此刻却不好多问什么，带着白胜奇很快就来到了转职神石旁。片刻之后，他将手掌从神石上收回，一脸为难地看向白胜奇。怎么了？白胜奇心中一咯噔，有种不妙的预感。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现在恐怕没有办法进行3转了。到底怎么了？看着一脸为难的祝小雨，白胜奇有些急切地问道：是哪里有问题？此刻的白胜奇确实是有些焦躁，本以为今天就能3转了，结果好像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顺利，就是和先前一样的问题。祝小雨怜悯地看着白胜奇，转职任务所需要的怪物有所欠缺，不但是5星任务，连4星任务的也一样，3星以下的倒是有。他轻声说道：但按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不会选择3星以下的任务吧？原来是这个，有欠缺那补齐不就好了？白胜奇松了一口气，看向祝小雨，通知补充任务需求怪物的事情向来都是祝小雨负责的，理论上是这样没错。祝小雨叹了一口气说道：但很遗憾，2级捕猎员们一直都很忙，恐怕短时间内未必能够补齐，至少今天应该是补不齐的了。为什么一定要2级捕猎员，1级捕猎员不行吗？白胜奇不解问道。祝小雨笑了起来，像是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一般。你觉得为什么1级的捕猎员不行？先不说1级捕猎员一样人力紧张了，你觉得像你这样的1级捕猎员有办法给自己的转职任务捕猎到考核怪物吗？你就说说看，到底需要什么怪物吧。时间紧迫，白胜奇没有跟祝小雨多说什么，直接问出自己心中最关注的问题来。你自己领取任务看一下就知道了。算了，还是我告诉你吧，考核用的怪物欠缺，你也领取不了转职任务。祝小雨沉吟着说道。5星任务的话，野外的怪物都有，欠缺的怪物是食腐魔狼和幽影毒蝎各30只，
石斧魔狼王和幽影毒蝎王各一支，分别出自于3级副本和4级副本。说着，祝小雨轻轻叹息起来。我听分店主说过，4级副本即便是大部分3传职业者也是难以独自通关的，所以2级捕猎员的工作并不好做，效率一直提不上来。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白圣琪咧嘴笑了起来。放心，交给我好了，我来解决。第81章，我早有准备。转职神殿中，祝小雨看着白圣琪，有些惊讶。这是3传职业者都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有办法解决？白圣琪神秘一笑，说道：不瞒你说，其实来之前我就从其他3传大佬处打探到消息了，早已经有所准备。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祝小雨笑了笑，向前伸出手来。你准备好的捕猎球呢？拿来吧。祝小雨倒并没有怀疑，他是知道白圣琪身份的，对方身为曾经那位白牙大法师的血脉，能够有一些人脉，提前得到一些消息，也是能够理解的事情。反正这对于他的工作来说也算是个利好，他自然是乐见其成。但白圣琪却并没有爽快地将祝小雨要的捕猎球拿出来，只见他猛地一皱眉头，扭曲着脸说道：啊，好像当早餐吃坏肚子了，等我先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再说。说着，他一溜烟地冲出了神殿。祝小雨看着风一般冲出了神殿的白圣琪，一脸无语，喃喃道：咱们神殿里也有洗手间啊，都上班2天了还不知道吗？不过想想好像也没毛病，毕竟白圣琪作为神殿捕猎员，上班一直是出外勤，不像他这个转职引导员一直待在神殿内，对于神殿内部设施缺乏了解也是情有可原的。白圣琪当然不是真的要解决内急，假装要上洗手间的他，其实是想要趁机进入练功房内。练功房虽然进出只是一瞬，但鉴于转职神殿的特殊性，他仍旧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在神殿内使用。到了这个时候，白圣琪不得不感叹自己昨晚上的明智了。当时因为是刷副本的3倍经验怪练级，所以练功房的4个小时时间根本就没有用完，他就已经达到了60级。虽然继续刷怪也能刷取属性点，但考虑到无法继续获得经验，且今天一大早就能够3转了，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刷下去。如今看来，这个福至心灵一般的操作，真可谓是拯救自己于苦海之中了。难道说自己的幸运属性足够高，冥冥之中连幸运之神也开始眷顾自己了？找了一个偏僻的无人角落，又用侦察之眼勘探一遍，确认周边连隐身的人也没有之后，他果断地进入到了练功房内。石斧魔狼和幽影毒蝎2种副本怪物被相继刷新出来，他的手中已经握紧了捕猎球。很快，当白圣琪再次走进神殿，来到祝小雨面前时，背包空间里已经准备好了大量装满怪物的捕猎球。那你看，这些都是我提前准备好的，赶紧补充齐整，让我开始转职吧。从白圣琪手中接过了这些捕猎球后，祝小雨认真辨别，发现竟然真的是任务所需求的那些。他难掩心中震惊，赞叹道：我原以为你自己说笑而已，没想到你竟真的准备好了，而且还不止一份。放心好了，等分店主出差回来，我会上报给他知晓，你表现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能成为2级捕猎员呢。白圣琪交给他的捕猎球多得过分，都能够补充3次5星任务的消耗了。听到他的话语，白圣琪笑了笑，说道：这些到时候再说吧，我这不是担心一次无法成功才多准备了一点吗？事实上，白圣琪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么担心，他如今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吊打3传职业者了，甚至连4传职业者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以这样的实力，如果说还通不过3传5星转职任务的话，那么就不是他有问题，而是这个转职任务有问题了。等祝小雨补充齐备后，他熟门熟路地将手掌贴在了转职神石上，并领取了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这一次的5星转职任务并不难，至少对于此刻的白圣琪来说一点也不难。任务的内容跟2转时基本一样，只不过任务过程中的考核怪物换成了更强的而已。但这些怪物中最强的一部分本就是白圣琪捕猎回来的，再用这些怪物来考核他，根本就是个笑话。毫不意外的，白圣琪轻松地完成了这个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又成功5星转职了。从转职神石处确认了信息后，祝小雨看向白圣琪的目光整个都不同了。小白，你看姐姐怎么样？他将一张明媚的脸靠近白圣琪，眼睛不灵不灵地眨巴着。不怎么样。白圣琪无视了对方突如其来的荷尔蒙进攻，说道：姐姐，咱们不约，我还小，要专心搞事业。小你个头！祝小雨白了他一眼，嗔道：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有意思啊？一点也不解风情的家伙。白圣琪呵呵一笑：怎么了？我这个成绩很好吗？何止是好。祝小雨不自觉地吞了一下口水，说道：反正按照神殿里的记录，你是唯一一个2传3传都完成了5星转职的人。我这么优秀的吗？白圣琪眨了眨眼。优秀当然是优秀，
但你也别太骄傲了。祝小雨咬牙切齿，不遗余力地泼着冷水。我听分店主说，神殿的记录不可尽信，许多分店也许不是没有出现过5星转职的人，只是他们可能被偷偷删除了记录，将信息隐藏了起来，所以你不一定就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我晓得。白胜奇虽然开心，但并没有骄傲自满到找不着北。这世界那么大，肯定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人。他又将手掌贴在转职神石上，进行着转职任务的下一步操作。一个半透明的信息框在他眼前展现。当前直接2转医师，目标3转，可选分支职业为人心医者、辣手毒医、赤足行医，请选择转职方向。对于医师系的3转分支，白胜奇早就已经有过了解。简单的说，人心医者是最纯正的奶爸，在加血恢复这条路上走到底，而辣手毒医则将自身的医术与毒术结合，走的是半医半毒的路线，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法师，不但有着一定的治疗手段，输出能力同样不俗，在某些场合甚至比正统的法师系还更好用。毕竟毒这种伤害算是一种负面状态，并非普通的魔法防御可以抵抗。如果不是自身拥有练功房可以无限刷属性，白胜奇也许会选择辣手毒医这个方向，毕竟这是作为医师系能够拥有强大输出能力的难得机会。但白胜奇早已经有过考量，这时候果断地选择了赤足行医分支。他选择赤足行医，当然也是有自己理由的。第82章赤足行医。转职神殿中，白胜奇选择了赤足行医分支，果断地进行了转职。顿时耀眼的光芒笼罩了他的身躯，更加强盛的力量感从他的身体上升腾而起。一旁的祝小雨看得眼里异彩连连，他很明白，从这一刻起，面前的这位少年再也不是之前那个觉醒转职未久的萌新了。从这一刻起，对方将成为这清水城里众多强大职业者中的一员，而以对方的优秀程度，也许过不了多久便能够重现昔日那位白牙大法师的荣光。不，也许犹有过之，这位少年将很快成长为远超过其父，也远超过这清水城里任何一人的强大职业者。不知为何，此刻的祝小雨心里就有着这样的确信。白胜奇已经没空理会他，此刻正关注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再一次5星转职，仍旧是拥有 1.5 倍的属性增长。他转职前本就已经达到了2万多的6项属性，这一刻更是突破了3万大关。等级60，体质32397，力量32397，敏捷32397，精神32697。完成5星转职任务，无疑是短时间内提升属性面板最迅猛快捷的方法。这种方法每一次转职也只能有1次而已。而且6项属性虽然是提升了 1.5 倍，但白胜奇的实力却绝不仅仅只是提升了 1.5 倍。3转之后，各项属性的成长率相比起2转时显然又有了极大的增长。2转时1点体质只能增长200点生命值，此刻却已经可以增长400点生命值。其他各项属性也是如此，成长率相比原来都已经翻倍。生命值1295万8800，魔法值1307万8800，物理攻击129万5880，魔法攻击130万7880。如今的他，无论是生命值还是魔法值，都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要知道，先前与他有过交集的那名天狼公会的3转骑士系，也仅仅只有40多万血量而已。此刻的白胜奇心里才有着踏实的安全感。他心里明白，从这一刻起，这整个清水城已经没有能够阻挡自己的人了。那些4转职业者哪怕再强，也绝不可能强得过现在的他。除了属性方面，他选择赤足行医这个3转分支，当然是因为其特殊的职业技能。打开技能面板，此刻上边已经多出了3个职业技能。苦行一体 LV1， 被动，熟练度0100，行医苦行4方，每每会受到各种危险袭击，需要强健的体魄，生命值受损则永久增加生命值上限，幅度未受损生命1000技能等级。自身生命值被动恢复不受行动状态影响，生命值受损时被动恢复速度正 300%。一针刺穴 LV1， 主动，熟练度0100，可用一针刺激目标身体穴位，激发目标潜能，提升全属性正 20% 技能等级，持续20秒，冷却时间20秒。阴阳一针 LV1， 主动，熟练度0100，开启后进入阴阳一针状态，持续掉落生命值 1% 技能等级每秒，并凝聚为阴阳一针悬停于身体外。阴阳一针可在阴阳状态随意切换，阳针治疗，阴针伤害，治疗量伤害值为一针所携带的生命值、技能等级，不受防御手段削减。每一根阴阳一针最大填充生命值1000点，随着消耗生命值的多寡程度决定一针的数量，冷却时间5秒。
白胜奇正是看上了这3个技能，才果断地选择了这个职业分支。对于其他人来说，阴阳一针这样的技能需要以损耗自身的生命值为代价，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的话，甚至可能伤到自己。但对于血条长达1000多万的他来说，这个技能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绝对远超想象之外。更不用说还有苦行一体这个技能，合理规划的话，能够给他带来无限的提升。正常情况下，职业者每秒能自动恢复的生命值幅度为自身体质属性的1/4，做下10这个恢复速度翻倍。当前前提是不能继续受到攻击。一个残血状态的3转职业者，哪怕做着什么事情也不做，也能够在10几分钟时间内自动回满血量。许多炼级者为了节省补血药，往往便是在打怪做下回血打怪之间不停循环，炼级的效率并不会太高。带一个见习医师或许能够稍微改善一些，但凭空要多分出一个人的经验值，且见习医师的治疗量并不给力，与其组队炼级，效率还不如自己单刷，这才是见习医师受到歧视的主要原因。而苦行一体这个生命值受损时的被动恢复加成，还不受行动状态影响，也算是个小福利了。也就是说，白胜奇就算处于战斗状态中，也能一直被动恢复血量，而且速度还比其他职业者快几倍，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回满血条。成功3转后，白胜奇心情大好，对祝小雨说道：“好了，我转职完了，现在要出发去招聘会了吗？”祝小雨却是摇了摇头：“你不是说还有啥同学会吗？你先过去吧，作为转职神殿的代表，我不能出场太早了。”白胜奇也不以为意，点了点头，自顾自地离开了转职神殿。一旦3转完成，他只觉得天大地大，一直落在他肩膀上的无形压力此刻消散一空。只可惜没有遇上天狼公会和清河公会的人，让他想要练练手的想法得不到满足，但总会遇上的吧。他微微一笑，往学校走去。今天的清水城学校热闹非凡，即便是几天前这一届学生觉醒转职时，也比不上今天。因为本应该安排在半年之后的招聘会，此刻竟提前举行了。尽管时间还早，到场的大公会大公司还不多，但学生们都早已经翘首以盼。到场的可不止白胜奇这一届的学生，事实上每个月一届，许多前几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学长学姐们也都准时的来到了现场。白胜奇远远就看到自己班级的场地布置的十分华丽，很是显眼。周生明作为清河公会的少会长，还是有点资源的。没错，我确实2转了，都这么多天了，2转也是正常的吧？胡琉璃他不也2转了吗？白胜奇才刚接近，便听到了周生明与其他同学谈话的声音。都是靠家里的帮忙，如今城北异变，咱们这一届算是适逢其会，就算想自己练级也没有机会。我跟父亲建议说，要以清河公会的名义组建一个萌新练级帮扶队，我来当队长。你们要是有兴趣的，清河公会今天也会来到现场，凭你们的水平进来当个储备队员还是有机会的。看得出来，周生明似乎是想要为自家公会招人。如果是往常，清河公会这样的第一公会显然不会看得上这些刚转职的萌新才对。但今天举办的招聘会突如其来，白胜奇也不太明白其中隐藏的深意。或许转职神殿的分店主知道吧，但对方却并没有打算透露一些给自己知晓。白胜奇，你来了。有人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靠近的白胜奇。作为曾经4转大法师的血脉，他在学校里还是很有知名度的。只可惜当时觉醒了见习医师职业，让很多人对他失去了兴趣。哈哈，白胜奇，转职到现在，你应该升级到能够单刷赤风兔了吧？别气馁，见习医师的未来一片光明。哈哈，你这家伙坏得很，如今城北异变，哪里还有赤风兔给他刷？别说他了，咱们以后怎么练级都是个问题了。不是还有周生明周队长在吗？咱们只要紧跟周队长的脚步，这些肯定都不会是问题的。白胜奇懒得理会，撇了撇嘴，对着周生明说道：“怎么，你没有告诉他们，我2转比你还早吗？”第83章，我这是光明正大的说坏话。班级场地里，周生明脸色黑得像锅底。他2转了，甚至比你还早？不会吧，一个见习医师怎么可能练级这么快？惊呼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周生明的黑脸中，他们很快察觉到这竟然是事实。更不用说那个翘着2郎腿独占一张桌子的胡琉璃也站了起来，点头说道：“没错，他2转比我俩都早。”说着，他根本懒得理会其他同学，向着白胜奇连连招手，叫道：“白胜奇，来这里坐。”白胜奇看了一眼，发现大多数人都围拢在周生明的身边，胡琉璃身边正好清静，于是举步走了过去。他心里明白，清河公会作为清水城第一公会，这些人捧着周生明是正常的举动。只是胡琉璃的爷爷也不差，蓦然靠近他那边，怕是他根本懒得经营人际关系，故意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你那2个朋友呢？
怎么不跟你一起？白胜奇在胡琉璃旁边坐下，随口问道。他们两个不是咱们班的呀，你不也知道的吗？哦，忘记了。白胜奇毫无诚意耸耸肩。事实上，那两个路人甲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过。情商极低的他，差点一下子就把天聊死了。幸好此刻的他确实有好奇的地方，并不需要没话找话聊。对了，那天看到你爷爷跟人打架，最后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呢？胡琉璃向着周生明那边看了一眼，说道：本来我爷爷快把那些人揍到说实话了，结果周生明他爸跑出来拉偏架，最终不了了之了，真是多管闲事。两人说话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座位之间相距又不远，这些话语全被另一旁的众人听去了。周生明的脸色有些不好，哼哼一声说道：能不能不要这么没品的在背后说别人闲话？我就爱说，怎么了？胡琉璃两眼圆瞪，直视对面的周生明，呵呵一笑。而且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背后说了？我这明明是光明正大的当面说好吗？你怎么不爽？不爽来打我啊！我看看你这二转法师有多了不起。白胜奇有些讶异，他没想到今天的胡琉璃面对周生明脾气竟会这么大。察觉到白胜奇诧异的目光，胡琉璃略微有些心虚，咳嗽一声，哼哼道：早上出门前被我爸骂了一顿，正在气头上呢，谁叫他没眼力见来招惹我，不拿他出气拿谁出气？白胜奇并不关心对方被骂的事，只是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周成天不是多管闲事，其实那天袭击你的事情根本就是与他有关的？这句话同样没有压低声音，周边的所有同学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在场众人面色都是一白，震惊于白胜奇的胆大包天。区区一名学生了，竟敢随意讨论揣测堂堂的四转大法师第一公会的会长，更不用说还敢直呼人家周会长的姓名了。众多学生瑟瑟发抖时，周生明已经勃然大怒，哗啦一声站起来，大声喝道：白胜奇，你也要学着在人背后说坏话吗？此刻的他面上青筋尽显，显然是气到了极点。胡琉璃背后有一位四转职业者爷爷，白胜奇现在可没有。周生明不好随意对胡琉璃发火，但在面对白胜奇的时候却并不打算压抑自己，更不用说两人之间还有种种恩怨纠葛，远胜过与胡琉璃之间。此时此刻，周生明差点就想要趁机动手，好好教训一下面前的白胜奇，顺便验证一番自身二转法师的实力了。但最终他心中剩下不多的一点理性，还是让他保持了克制。他忽然想起当时在转职神殿的一幕来，据那位转职引导员所说，自己转职任务所需要的考核怪物是面前的白胜奇捕猎回来的，那么面前的白胜奇便必然有着自己所不知道的强力手段。是使用了属性水晶所带来的提升吗？不，即便是属性水晶，短时间内也绝不可能带来那么大的提升。尽管一想起属性水晶就心痛不已，但周生明心里明白，白胜奇如果有着那种出人意料的强大实力，就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属性水晶。谁说我在背后说人坏话了？白胜奇笑了笑，学着胡琉璃的说法，我这也是光明正大的说坏话啊。你不敢动手，那就坐下吧。白胜奇再不理会他，继续跟胡琉璃探讨着某个可能性。你看，那天从天而降的是5阶土系魔法炎土天降，周成天作为一个四转大法师，肯定具备这种能力的。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将他的嫌疑排除呢？胡琉璃皱着一张脸，苦笑着摇头。你以为我没想到吗？我把这个可能性跟爸爸说了一下，直接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让我别管这件事了，赶紧来招聘会上专心找工作。你也要找工作？白胜奇有些好奇。你爷爷不是有个百兽公会吗？你怎么还要到外边去找工作？怎么想要自己打拼，不想回家继承家业？胡琉璃翻了个白眼，说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不管是清河公会还是百兽公会，严格来说其实都是靠猎杀怪物赚取资源。我爸爸不想我也天天做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希望我找个大公司，做个安稳的工作，最好不用出城的那种。白胜奇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严格来说，胡琉璃父亲的想法也并没错，不管多强大的公会，多强大的职业者，只要一直猎杀怪物，总有一天会碰到难以应对的强大怪物，到时候怕是多少次的复活机会都不够用，反而是在城里做些文职，可保一辈子安稳。当然，前提是50年前的那种事情不再发生才行，不然的话，这整个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什么地方是安稳的了。白胜奇只是有些怀疑，看你这样也不像是做文职工作的料啊，幻形师系具备无限可能，这不是浪费吗？他笑了笑，又说道：像我这种没有攻击能力的医师系，才最适合待在城里做文职吧。你没有攻击能力？胡琉璃看了白胜奇一眼，已经懒得说他什么了。正说话间，忽的周边一阵骚动，有人喊叫起来：
来了来了，工会招聘人员过来了。第84章，抱歉打扰了。招聘会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正襟危坐，两只眼睛巴巴的看着走过来的工会招聘人员，活脱脱是尽力摆出最佳卖相的货品。但老实说，此时此刻他们在招聘人员的眼里看来，也确实是跟货品差不多。大家也是过来看看哪些货品质量尚可，便招了去。白胜奇冷眼旁观，看得出来这一次众多的工会似乎有些饥不择食了。他们招收起人员来，几乎是来者不拒，颇有些荤心不忌的样子。会和如今正在发生的城北一边有关吗？白胜奇暗自沉思着，那些工会的招聘人员已经来到了他们这个班级。各位同学，现在是工会的招聘环节，公司之类的招聘还要再等一会。班级辅导员领着几个人走了过来，一边笑着说道：如今过来的是血狼工会、旋风工会、黑云工会，都是很有实力的大工会，而且本次招聘不限等级和职业等阶，只要简单确认一下职业类别就可以了，大家不妨考虑考虑。过来的几人手里都捧着一叠登记表，一副要大量招收成员的样子。然而不等那几人开始招人，班级人群里的周生明便已经先一步站了起来。几位，这边的同学们都答应要加入我们清河工会了，让几位白走一趟，真是不好意思了。周生明嘴里说着不好意思，但一番话语说得硬邦邦的，哪里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只不过他看出过来招聘的这几人都是二传职业者，而如今的自己也已经是二传法师，自然不惧这几人。更不用说自己背后的清河工会可不是什么血狼工会、旋风工会这种阿猫阿狗可以比拟的。原来是清河工会预定了，那真是遗憾。虽然不爽周生明说话的方式语气，但对方身后的清河工会确实不是他们能够得罪得起的。这一刻，同班同学们看向周生明的目光之中，已经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了。周生明大感满意。事实上，清河工会作为清水城第一工会，再怎么饥不择食，也不至于会不顾脸面的跟这些小工会抢人。更不用说这个班级里还有不少生活职业者了。这一切其实都是出自于周生明的私心。周成天未必不知道，只不过清河工会家大业大，折腾得起，也就随他胡闹了。前来招聘的那几人相互对视一眼，快速的交流了一番之后，将视线落到另一张桌子上。周生明先前伸手所指的只是他身旁的众多学生，可没有包括这边孤零零的两个。几人也看得出来，这两个可能是班级中被孤立的那种，所以才没有被同样纳入招收范围。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理，他们向着胡琉璃和白胜奇发出了邀请。两位同学，你们呢？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工会？话才问出，胡琉璃便已经轻轻摇头。我连爷爷的百兽工会都不加入，加入你们的工会干啥？几位工会招聘人员只感到脑壳有些疼，他们都没想到这名学生竟是那位烈士的孙女，清河工会周成天的儿子，百兽工会烈士的孙女。没想到普普通通的一个班级，竟同时拥有这样的两名侄二代，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班级啊？感叹之余，他们只能将注意力放到一旁的白胜奇身上，一人问道：同学你呢？你不会也有别的工会要加入吧？那倒没有。挺好。这名招聘者松了一口气，问道：那你是什么职业？现在多少级了？不要有压力，我只是登记一下而已，并非入会的门槛。在这样的场合，他并没有用技能去勘探白胜奇的面板信息，那毕竟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虽然没有加入工会，但也已经有一份工作了。白胜奇笑了笑，说道：不好意思啊，我如今在转职神殿任职，可能没有办法加入你们的工会了。转职神殿？招聘人员忽然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来，大惊失色。之前城卫队出动，莫非是？当时城卫队出动闹得动静不小，他们这些工会成员几乎都收到了消息。没想到那个事件的主角竟然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几名招聘人员都是下意识地查看起白胜奇的信息面板来，入目的是一团迷雾，他们啥也看不出来。抱歉，打扰了。几人面色巨变，踉跄离去。白胜奇摇了摇头，隐匿技能又白得了几点熟练度，他倒并没有什么不满的。城卫队出动，那是啥意思？还有，在转职神殿任职，这是怎么回事？白胜奇什么时候这样牛了？众多学生议论纷纷，只有周生明黑着一张脸。辅导员看了白胜奇一眼，隐晦地叹了一口气，又带着几名工会招聘人员前往其他区域。时间流逝，期间又有不少工会前来招聘，但都很快离开，没有所收获。然后开始有个大公司进场，白胜奇对此也是不怎么关注。对于他来说，这个所谓的招聘会实在是有些无聊，有这时间自己干脆出城去攻略副本还更好。但他前来招聘会是抱有重要目标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之前，他也只好耐心等下去。终于
随着魔法扩音仪响起，早就搭建好的主席台在魔法力量的作用下缓缓升上校园上空。众多学生抬头望去，只见上边坐满了清水城的各个大人物。大人物各自发言，一个个声音接连响起，传遍了整个校园。最终，魔法扩音仪交到了白圣琪最为关注的一个人手上——清河工会会长周成天。先前的时间里，想必各位同学大多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你们心里一定很好奇吧？这次的招聘会为何会提前举办？勾起了下方众多学生心里的疑惑后，周成天再度开口：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几天发生的城北异变。第85章，你不会还卖队友吧？半空的主席台上，周成天的话语仍在继续。想必许多人仍旧记得曾经的秘境攻坚战，当时的我们铩羽而归，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并非一无所获。我们发现了与这秘境相关的某个秘密，而这一次的城北异变同样与这个秘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发现，击杀那个秘境中的怪物，能有几率掉落出一种奇异的灰色晶石来，我将之命名为灰晶。此次城北异变受到影响后的怪物，同样也有可能掉落出灰晶来。至于灰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其实已经有公司研究出来的，那是能够制作出属性水晶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此话一出，顿时场中哗声大作。属性水晶是什么东西，哪怕是刚刚转职未久的萌新职业者也是清楚的。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有见过猪跑吗？只不过那东西的价值太高，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基本没有谁是消费得起的。但如今竟听说城北异变后的怪物能够产出这属性水晶的原材料来，一时间这些萌新职业者的心里便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当然，除了这些兴奋到不行的萌新职业者外，场内抱有其他想法的人当然也有。有部分职业者正看向天空上的主席台，脸色十分难看。这些正是来自于各大公司的招聘人员。周成天到底想要做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一旦让这消息泄露出去，其他城市插手进来，咱们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吗？哼，能够一手打造出清水城第一工会，这周成天怎么可能会是傻子？之前有消息说他离开了一段时间，说不定早就跟外城的势力联合起来了。他这是火中取栗，一个不慎，怕是清河工会也落不到好下场。他敢在这里抛出来，说明消息早就向外泄露了。咱们还是想想怎么在将要到来的乱局里保证收益吧。天空上，主席台中的周成天仍在继续。至于为何要提前招聘，而且几乎是这种没有门槛的方式，原因很简单，鉴于本次城北异变，很多刚觉醒转职的新人难以练级，接下来要觉醒的新人很可能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所以我们各个工会决定肩负起部分社会责任来，将这些遭遇困境的新人组织起来，由我们各个工会派出人手，带着这些新人们度过这种前所未见的艰难处境。下方爆发起了海浪一般的欢呼声与拍掌声，叫得最欢的这些，当然都是那些仍旧处于一转状态的萌新职业者了。这些天，因为城北的异变，他们被禁止出城，苦于无法练级提升自己。此刻听说自己这些人一直忧心的事情，竟早被考虑到了，并且各家工会还因此出台了专门的办法来帮助他们，一时间俱是激动万分。所以在此之前，通过提前举办招聘会的方式，让大家真正入职各家工会，这样各家工会等于在为自己培养人才，自然就会更加尽心尽力了。主席台上，周成天微微一笑，颇有些慷慨激昂的接着说道：终有一天，我们能够以这异变后的城北为踏板，再度组建强力队伍，反攻秘境，将这一切都纳入我们清水城的版图之中。又是如雷般的掌声。只是在这掌声渐渐平息时，一个声音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周会长，我倒是有些好奇，到了那一天，你会不会还是跟曾经那样，转身就卖掉队友，临阵脱逃？声音初听起来似乎不是十分响亮，但是随着其中惊人的内容显露出来，场上变得真落可闻，这一道声音反而显得有些振聋发聩起来了。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在下方某处，一名看起来面容有些稚嫩，明显就是刚觉醒转职未久的学生，手里正举着一个魔法扩音仪，向着天空喊话。在他身旁不远处，另一名学生正一脸愤怒地瞪着他。这个学生好大的胆子！在场许多人的心里不由得都泛起了这样的想法。这人当然就是白圣琪了。此刻在他的身边不远，除了周生明一脸愤怒之外，其余同学都是满脸震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白圣琪疯了！如果没疯，怎么可能当众向清水城第一工会的会长周成天叫板？这已经不是情商低可以形容的了，这是纯粹的找死行为。在场的诸多工会人与公司人又和这些学生们不同，这一刻尽管震惊，但有不少人脸上却都露出了饶有兴致的异样表情。是他没错吧？没错，是他，那位白牙大法师的。有意思了，没想到这小子那么勇，竟在这样的场合公然叫板起来。哼，
他确实超勇的，连我们这些人都不敢做出这种事来呢。周边议论声四起，现场竟陷入了诡异的短暂平静。是小齐对吧？你父亲出事，我确实很遗憾，但有些事情你可能误会了。当时失陷的并非只有你父亲一人，与他一同的还有整支攻坚队的成员。主席台上，周成天神情沉痛，声音哀切。你们出生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对这个世界抱有过分的乐观了。世界的探索从来就不是能确保安全的事情，败退甚至失去生命都是常有的事。你的父亲值得敬佩，其他攻坚队员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当时的我其实更愿意与他们一道，选择在那一次秘境攻坚战里燃烧殆尽。下方的白胜奇冷笑，举着魔法扩音仪说道：漂亮话谁不会说？那周会长，你当时怎么没有选择燃烧，而是等到现在才在这里说些场面话？白胜奇，你太过分了！身旁的周生明再也忍不住了，手中已经握紧法杖，就要念动咒语给对方来上一发魔法技能，但他的手臂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握住了，如同被铁钳钳住一般，钻心的痛。关你什么事？他额上冷汗渗出，愤怒地看向钳住自己手臂的胡琉璃。对方的职业是幻形师，哪怕是不处于幻形状态下，也能够享受一定比例的形态面板附加，力量属性当然比自己这个法师强多了。近身作战向来就不是法师的强项，那人家说话又关你什么事了？还让不让人家好好说话了？在这种情形下，同学里还敢出手帮白胜奇的，恐怕也只有胡琉璃了。当然，他心里有没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难说得很了。被胡琉璃这样一打岔，周生明的技能当然也就放不出来了。而主席台上已经又传来了声音，只不过这一次说话的却不是周成天。有些时候撤退也是需要勇气的，按照当时我们的评估，哪怕将后援队全部投入进去，也是无法成功探索秘境的。那个声音叹息一声，继续说道：既然如此，那不如保留一些力量，以用作日后卷土重来的底蕴。事实上，对于此次城北异变，协会还有另外的猜测，如果这个猜测成真的话，那保留下这些力量就更加有必要了。是协会分会长，职业者协会驻清水城分会长。有人低呼起来，认出了发言之人的身份。全场再度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里。毫无疑问，这位的身份地位之高，便说是整个清水城第一，也几乎不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了。周成天作为四传大法师，又是清水城第一公会的会长，自身实力加上势力带来了地位的认同。但协会分会长却不需要这些，其背后的职业者协会天然就具备了这一切。这个世界的其他城市中，必然会有更多与清河公会相当甚至更强的公会，但职业者协会却只有一个。连协会分会长都出来说话了，那等于是给这件事情定性了。那个学生就算心里再不满，恐怕也只能认了。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只可惜此刻白胜奇要做的事情，却注定要与大多数人的想法背道而驰。哼，评估，那么我倒有个问题要请教分会长。白胜奇微微眯眼，默然道：假如这位周会长乃至于整个清河公会遭遇危机，分会长评估将清水城其他力量投入进去也挽回不了，那是不是也要果断放弃这位周会长和清河公会？第86章，他承认了。招聘会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起来，许多人的目光都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无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对方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用意到底是什么？不用说，当这番话说出来后，那白胜奇与这周成天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具备任何缓和的可能性了。这小子难道是魔怔了吗？主席台上，协会分会长一时间竟被问得哑口无言起来。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白胜奇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而这样的问题，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不管怎样回答，都会为人诟病。就在这时，作为问题的核心，周成天又已经接过了魔法扩音仪。他站立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目视下方，不怒自威。这清水城里，不知会是谁来让我清河公会遭遇危机，我倒有些好奇。这句话说出时，他的目光睥睨四方，一时间令许多强大职业者都不禁低下头来，显得十分霸道。周成天有资格霸道？在如今的清水城里，还真没有哪个势力能够制裁得了清河公会了。曾经的协会或许还能压住清河公会一头，但自从那次秘境攻坚战失败之后，即便是协会也已经威望大失。如今的协会在许多事情上会更多考虑清河公会的意见了。白胜奇目视上空，嘴里吐出了如此冷硬的一个字，因为这一个字眼太过简短清晰，在场的任何人都根本没有听错的机会。这家伙脑子恐怕真的有问题。人群中叹息声阵阵，本来以为能够有一场好戏看的职业者们，此刻都纷纷摇头。那个小子要是站定大义，单纯对话，
虽然仍旧不能把周成天怎么样，却至少也能够恶心一下对方，还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但像此刻一样图穷匕现，就等于是将自己的一条命送到对方手里了。周成天堂堂一个第一公会的会长，难道是靠哄小朋友得来的吗？如今拥有了这样好的理由，还不把那小子往死里弄？就在场上众人等着看周成天如何反应时，主席台上却又有另外一人站了起来。好小子，你还敢出现在这么多人的面前？那人向主席台上众多人点了点头，说道：这人在野外袭击我天狼公会的练级队伍，致使我会7人复活回城，其中1人更是彻底消亡，简直是丧心病狂。他看向协会分会长和城卫队大队长，又大声说道：还请助我缉拿此人，这种祸乱正常秩序的危险分子绝对不能姑息。协会分会长面色微动，看向一旁的城卫队大队长。城卫队大队长皱起眉头，有些疑惑：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上报？蓝会长，这种事我城卫队可不能只听你一面之词就草率行动的。说话间，他下意识地向边上看了一眼，才忽然想起今天复活神殿的守殿人并没有前来，想问人也无处问去。而主席台上此刻却有一人开口说道：蓝会长，白圣琪是我转职神殿的职员，怎会做出这种事来？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还请仔细辨别才好。正是转职神殿的转职引导员祝小雨，他年纪轻轻，不过才2转，在这主席台上算是等级直接最低的职业者了。但因为代表的是转职神殿，台上也并无一人敢轻视他。天狼公会的蓝会长并不意外，他对着祝小雨笑了笑，说道：在场的又有谁没个职位的？难道说有职位就可以随意胡来了吗？这又是个什么道理？转职神殿固然令人忌惮，但在这种大义面前，便是转职神殿也不可能随意糊弄过去。协会分会长此刻稍稍眯起那有些浑浊的双眼，缓缓说道：若查明是真，那不管是谁，身任何职，都绝逃不过制裁。连协会分会长都开口了，祝小雨又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暗自紧握双拳，看向了下方，心中祈祷着：小白啊小白，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你可别真的自己傻傻找死啊！想要查明，其实也未必很难。蓝会长笑了笑，又看向下方，大声问道：白圣琪，你袭杀了我天狼公会的一整个练级队伍，敢不敢承认？他看得出来，那个年轻人的状态有些不对劲，从一开始袭击自己公会成员，便没有任何要遮掩的意思，似乎故意让人知晓一样。此刻看起来，更是有种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感觉。在这种热血上头的情况下，说不定只要自己说话一激，对方就会果断承认，那么证据什么的也就不需要了。果然，他的猜想没错。随着他的问询，下方的白圣琪轻轻一笑：没错，就是我干的，有什么不敢承认的？这话一出，现场顿时嗡嗡震响，许多职业者都不敢置信地望向了白圣琪的方向。协会的禁令，大家虽然心里未必都奉为铁律，但至少表面上要表示认可。像他这样敢在这种场合公然践踏的，却也少有。白圣琪所在班级的其他同学此刻瑟瑟发抖，下意识地向后倒退几步。即便是自认天不怕地不怕的胡琉璃，此刻也是吐了吐舌头，偷偷地离远了一些。这种时候还待在白圣琪身边的话，要是莫名被一个飞来的群体魔法轰中了，那真是有理说不清，哭也没地方哭去。他承认了。此刻主席台上，蓝会长一时间竟有些莫名怅然。明明这是他所希望的，但当对方轻飘飘的就承认了，他一下子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起来。只不过毕竟是一个大公会的会长，他深知道此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各位，他承认了，证据确凿，相信你们也看得出来，这人是多么不安定的一个危险分子。我建议马上将之缉捕。好了，我也看到了，不用你建议。城卫队大队长冷哼一声，已经开始拨动手中通讯仪。他身为城卫队大队长，在这清水城中的地位也极高。虽然有一些人物是他也需要陪笑脸的，但面前的这位蓝会长明显不在其中。很快，从各个方向有一个个小队列队冲进了招聘会现场。这些都是城卫队的成员。都说清河公会是清水城的第一公会，但若是将城卫队也看成是一个公会的话，那么以城卫队的实力，至少也能排进清水城所有公会的前3。蓝会长笑了笑，满意的坐了下来。从自家公会的成员处，他早就知晓了白圣琪的不同寻常。若是让他倾尽公会之力去对付一个实力极限未知的对手，他并没有这样的决断。此刻把皮球踢给了城卫队，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舒畅了，只想坐着看好戏。至于城卫队有没有办法将那白圣琪缉捕，那根本就不是他需要担心的事情。反正只要和城卫队对上，那么不管这一次的输赢如何，名为白圣琪的那人也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城卫队的后边有协会分会，
协会分会后边还有协会总会，再强的人还能强过扎根这个时代的职业者协会不成？冲过来的小队以5人为单位，由1名3转职业者和4名2转职业者组成。这样的小队一共有8个。看着这样无比豪华的阵容，现场的职业者们都有些麻木了。这真的只是为了缉捕区1名职业者吗？毫不夸张地说，以这样的阵容，怕是凭推清水城中的一个大中型工会都足够了。城卫队有多久没有出动过这种规模的阵容了？本以为秘境攻坚战失利后，城卫队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没想到不知何时竟又培养出了这么多的3转职业者。许多人彼此交换目光，心中此刻流动着各种隐晦的想法。然而，面对着冲到自己身边的8个豪华小队，白胜奇却是波澜不惊。他微微一笑，视线仍旧落在上空的主席台中。我只想找周成天要个说法，奉劝你们城卫队最好不要插手。第87章，你们果然听不懂人话。主席台中，城卫队大队长面色阴沉。他当然知道白胜奇不是普通角色，上一次城卫队的出动失利后，他便已经想办法去了解了一些信息，而越是了解，他对于那位白胜奇的表现便越是震惊。对方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完完全全是超出普通人认知的程度，所以他才会一次性叫来了8个高规格队伍。除了他这个大队长还没有出手之外，事实上这已经算是城卫队拿得出来的最强缉捕阵容了。但很可惜，白胜奇的实力变化是以天为单位的，他的消息哪怕只是落后了1天，那么对于白胜奇的实力估算便会出现极大的纰漏。这样的纰漏在某些时候是致命的。城卫队的缉捕小队训练有素，一旦确定了目标，那便是半点废话也不说，直接出手缉捕的。白胜奇并没有还手，只是站在原地不动。3万多精神属性支撑的侦察之眼，早已经将这些城卫队员的面板信息看得一清二楚。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给他带来威胁的，哪怕是引领小队的8名3转职业者，也同样如此。小队里动手的2转职业者，连白胜奇的防御也破不了，只能够造成1的伤害。率领小队的3转职业者们以为自己会有所不同，最终却发现结果是一样的，即便是他们，也仍旧只能够造成1的伤害。一个刚觉醒转职没几天的新人，竟达到了3转职业者也破不了防的程度，这简直是笑话。他身上有4转大法师施加的防御附魔，你们破不了防很正常的，用那个。主席台上，城卫队大队长这样说道。小队成员当即向后退开，他们配合默契，一部分人在前面拦住白胜奇，一部分人在后边使用道具。同时有8个卷轴被撕开，幽暗的光芒向着白胜奇飞去，一转眼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场中所有人都睁大双眼看着这一切，有点水平的职业者都能够看出，刚刚那4个卷轴显然是负面状态类的攻击，不受防御力的影响。城卫队员们的应对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这8道幽暗光芒落到白胜奇的身上，却只是闪了闪，就如同烟花般消散了。白胜奇仍旧好端端地站在原地。招聘会现场，某位操阴师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了苦涩的笑。到了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之前自己的失败并非是毫无缘由的。那白胜奇竟然能够无视负面状态的攻击，对方身上的秘密还远在自己的想象之外，而对这种秘密缺乏了解，直接导致了自家的猎鹰小金层次跌落。这不光是动手的小队成员们，连主席台上的城卫队大队长也愣住了。这种屡试不爽的缉捕套路，竟就这般可笑的失败了，连负面状态都可以免疫。不只是城卫队大队长，主席台上的许多大佬都震惊了，这和他们原先就知道的防御附魔可不一样。难道那位白牙大法师在其血脉的身上还留下了其他手段？他们哪里猜得到，这仅仅只是来自于见习医师的负面抵抗技能，由于白胜奇超高的幸运属性，才拥有这种超人想象的效果。你们忙完了没有？下方，白胜奇歪了歪头，似笑非笑地看着已经有些不知所措的小队成员。事实上，刚刚他就一直站在原地，根本没有还手。他要是真还手的话，这些小队成员早就回到复活神殿团聚去了，哪里还能在这里大眼瞪小眼？无视了这些小队成员，白胜奇看向了上空的主席台，再次出声：你们城卫队对我出手，我只允许这一次，若敢再犯，那就莫怪我无情了。不介意让城卫队从今日起成为历史的话，尽管来试试。声音掷地有声，响彻了整个招聘会现场。现场的职业者们面面相觑，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深深震撼。如果是先前白胜奇敢说出这种话的话，一定会被人笑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此时此刻，许多人却再也不敢那样想了。连这种规格的缉捕队列都拿他没办法，那以后这清水城里还有谁能治得了他？主席台上，城卫队大队长气恼万分，他浑身发抖着，咬牙怒道：
不过依靠身外之物而已，真以为有防御附魔就能够无视一切了吗？这一刻，他手上光影亮起，已经有一把长弓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那把长弓上有明亮的金色光芒闪耀，甚为耀眼。黄金武器，咱们稀有品质的装备都没有，他竟然已经在用黄金装备了。场内许多职业者眼红万分。普通、优秀、精良、稀有、黄金，大部分2、3转的职业者最多也只能用上精良和稀有品质的装备而已。不使用黄金装备，当然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根本得不到。在清水城这种地方，一件最差的黄金装备，价格也至少在1000万星元以上，根本不是普通职业者能够买得起的。而且清水城里也根本就没得卖，但凡有任何一件黄金装备出现，也会第一时间进入某几位大佬的手中。城卫队大队长显然也有着自己的底蕴，手持黄金长弓，他目光转冷，看向下方的白圣骑，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信。用这个吧，他身上的防御附魔是白牙花了大力气施加的，别太小看了。身旁传来了周成天的声音，然后一只黝黑的像是能吞噬掉周边光亮的剑枝递到了他的面前。破魔剑，这是几阶的？6阶。城卫队大队长一惊，瞳孔猛地放大。他没想到周成天竟那么舍得。这破魔剑威力极大，能够破除同阶大部分的魔法效果，可谓是十分好用的道具。虽说是一次性消耗的道具，但因其强大的威力和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价值也是极高。如果再多几支这样的破魔剑合在一起，价值恐怕不比他手中的这把黄金长弓差多少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很快就将破魔剑上弦，对准了下方的白圣骑。但他并没有马上将剑枝射出，而是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将弓弦拉满，对准下方。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摆 pose 耍帅，而是因为破魔剑极为难得，必须要保证一剑破掉对方的防御附魔才行。而此刻他使用的正是3转掌弓手的技能延迟射击。这个技能能够在剑枝飞出前拉弓一段时间进行蓄势，可以造成倍数级的极强伤害，正好适合这种情况。拖住他，让大队长确保一击命中。此时此刻，见到主席台上大队长的动作，下方的小队成员们马上也做出了自己最应该有的应对。只是此刻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才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很好，你们果然听不懂人话。白圣骑默然一笑，下一刻有血雾在他的身上升腾而起，同一时间幽蓝色的纱衣也已经披上了身体。他随手一抬，给自己施加了一个缓慢恢复。在自身血量在掉落与恢复之间不停拉锯的时候，身外已经有一根又一根的光芒细针凝聚而出。这些光芒细针根根细如发丝，长约莫4厘米，呈纯白之色。随着他的控制，这些纯白的细针开始发生变化，转瞬间便化作了纯粹的黑色。这是由阳针转化成了阴针，从治疗之用化作了攻击之用。他此刻的生命值高达1000多万，阴阳一针状态下仅仅3秒钟而已，消耗掉的生命值也已经有几十万点。这些生命值全部填充到了一针之中，每一根一针最大只能填充生命值1000点。此时此刻，他的身边已经有数百根一针悬停着。今天的这场盛宴就由你们开始吧。数百根一针各自带着夜魔纱衣所附加的魔法伤害，向周边飞出，如同蜂拥的鱼群扑向周围。第88章，生命之锁。一切都只是发生在转瞬之间。深州向白圣骑发起攻击的总共有40人，这样的待遇已经只有那些4转职业者才能够享受得到了。这8个小队的40人并不求能够伤到白圣骑，只想要拖住他的脚步，让他无法应对将要从上空飞来的破魔剑而已。而白圣骑一旦决定动手，便绝不会有半点犹豫。他身周的数百根纯黑一针分别袭向这40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到差不多10根一针，每根一针填充的生命值只有1000点，也就是说，哪怕10根一针全部命中，也只能够造成1万点伤害而已。虽然这伤害已经不低，但想要击退甚至击杀这40名城卫队成员，仍旧稍显未够。只不过一针的伤害却不仅于此，这些一针上每一根都附带着夜魔纱衣的魔法攻击。以如今白圣骑高达3万多的精神属性，哪怕仍旧只是等级1的夜魔纱衣，却已经能够附带2倍精神属性的魔法攻击，也就是6万多的魔法攻击。每个小队成员都要面对差不多10根一针，哪怕他们也有一些魔法防御力，但却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这样的攻击。有一个算一个，现场这40名小队成员，包括那8名3转职业者在内，都在被一针侵袭的那一刻，血条瞬间清空，扑倒在地。只是一个照面间，40名强大的职业者便已经瞬间被秒杀。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特么的，这是医师？确实是医师系没错，刚刚那分明是医师系3转赤足行医的技能。现场观战的其余职业者都有些发懵，他们已经预想到了白圣骑的强大，但却没想到
这人强大的程度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之外。主席台上，仍在拉弓的城卫队大队长差点心态崩塌。身为城卫队大队长，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这8个小队的实力。在他看来，哪怕是如今清水城里唯一的4转大法师用自身最强的范围魔法进行轰炸，这个小队也仍旧有不少人能够撑得过一轮。结果在那白圣骑的面前，却水泡都冒不起一个，啪一下就都全无了。种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凝成一团。这一刻，延迟射击已经准备完毕。这一箭，他有着极度的自信，足足延迟了6秒的一箭，将能够打出高达1500%的攻击伤害来，并且暴击几率和破防程度都能额外提升50%。这样的一箭，便是同阶骑士技术起的大地之盾也可一击崩碎。加上用的还是珍稀无比的6阶破魔剑，城卫队大队长更是感觉稳了。他仿佛已经看到对方防御附魔破碎，在这一击下被清空血条的样子。除了发出这一箭的城卫队大队长之外，主席台上其他的强大职业者们满带关注的目光也同样紧跟着这一箭。白圣骑皱起眉头，紧盯着飞来的这一箭。经过6秒钟的蓄力后，这一箭飞来的威势极其惊人，速度快到没边，根本就不是能够躲闪的程度。白圣骑估摸着，此刻自己若是使用蚂蚱翅膀的掠形特效，应该是能够逃出这一箭的攻击范围外的。只不过此刻的他相当于独自面对整个清水城的强大职业者，掠形这样的保命绝技，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动用为好。就在破魔剑将要命中他的前一个瞬间，他的身躯猛地一动，已经使出了某个技能来。对于普通人来说，被延迟射击的攻击锁定便已经等同于命中了。但是白圣骑高的离谱的精神和敏捷属性，不但让他能够轻易看清那破魔剑的来路，身体反应也同样能够跟得上来。咻咻咻，一连3支箭矢几乎连成了一条线，向着上空的城卫队大队长击射而去。正式掌握后就没有怎么用过的弹跳射击技能，曾几何时，这是他高攀不起的技能。但是此刻，这个技能对于他来说，攻击强度其实已经不怎么可观了。他更看重的反倒是这个技能附带的弹跳特效。3支箭矢飞出的同时，在弹跳射击这个技能的作用下，他整个人变得如同一只轻盈的蚂蚱，猛地向后跳出了大段距离。这一下弹跳完全出乎了他人的意料之外，而且因为超高的敏捷属性，他弹跳的速度也快得离谱，向后倒退的时候拉出了一长排幻影。轰！带着强大攻击力的破魔剑失去了目标，带着强烈的气旋摩擦着地面继续向前急射。地面上被气旋触及的地方，随着破魔剑一直向前，尘沙滚滚，被离出了一条长长的坑洞。破魔剑去势未止，仍旧往白圣骑的方向射来。只是白圣骑的后跳终究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效，破魔剑最终没有真正落到他的身上，而是擦着他的身躯向着后方飞去。最终随着又一声巨响，后方的一堵墙壁一而倒塌，破魔剑才最终止住了去势。而这时的白圣骑才有余暇向上空望去，却见那城卫队大队长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地站立在原处。刚刚白圣骑的一个弹跳射击，差点将他送到复活神殿去了。以白圣骑如今高达100多万的攻击力，弹跳射击的3支箭矢加起来，足足可以造成300万左右的伤害值。即便城卫队大队长已经是达到了90级的3转长弓手，也绝对吃不消这种伤害的。他还能活着，全靠身上的一件极品防御装备，那是名为生命之锁的饰品类装备。这种装备从稀有品质到黄金品质，甚至更高品质的都有，作用很单一，就是可以存储生命值。根据品质的不同，所能够存储的生命值也不同。只要平时存储了足够多的生命值在这生命之锁里，在自身遭遇强大伤害时，便会从这生命之锁里抽取生命值补充自身。而如果短时间内承受的伤害值超出了极限，这生命之锁便会因而破碎。但相应的，这件装备在破碎时会触发一个特效，名为锁血。这个锁血特效能够给使用者带来犯规般的强力保护，保证使用者无论遭受怎样的强大攻击，也仍旧能够保留至少1滴血量。锁血特效仅持续3秒，即便如此，这已经是十分强大的保命神器了，很多时候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种装备的价格同样高得吓人，哪怕只是稀有品质的，价格也不会低于数百万星元。但即便如此，凡是有点能力的职业者，也都会尽力入手至少一件生命之锁。城卫队大队长的生命之锁是稀有品质的，能够存储的生命值极限是200万。凭借这件装备，他曾多次屡险如一。但如今在对方一个平平无奇的通用技能弹跳射击下，这陪伴他度过诸多险境的生命之锁却趴地破碎了。3秒的锁血特效时间并不长，城卫队大队长一边猛灌特级补血药，一边慌忙向后躲去。他心里很明白，连存储了200万血量的生命之锁都被对方一击而碎，如今的自己就更加没有资格站到对方的面前了。轰隆隆，
程卫队大队长与白胜奇的战斗其实只在一瞬间，此刻下方的地面却猛地翻转起来。白胜奇站立的地方，地面忽而猛地下陷，泥土松软，画出了2只巨大手掌，将白胜奇双腿抓紧。而同一时间，周边的地面如同书页一般翻动着，一眨眼就围成了个巨大的牢笼，将其困在其中。第89章，我数3声。招聘会现场，本已经躲过了破魔剑袭击的白胜奇，却忽地又陷入了强力魔法技能的袭击。越是强大的魔法技能，所需要的准备时间便越长。按理来说，袭击根本是不存在的。如今发生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从那破魔剑攻击过来前，这些魔法技能便已经在准备中的了。而对方竟将时机拿捏得如此准确无误，单单看这一点，便知暗中出手袭击之人，绝对是一位成熟的强大法师。双脚被泥土所化的巨手握住，周边又是层层厚重的土墙，此情此景，对于白胜奇来说，可谓是人生的初体验。他倒也没有过分慌乱，阴阳一针技能仍旧开启着，随着生命值的不断消耗，身边的一针也凝聚的越来越多。这凝聚的一针密密麻麻的围绕着他，带着焰魔杀意的附加攻击，如同蝗虫一样扑向周边的土墙。是强大的魔法技能又如何？只要如今这一套的输出能力不是盖的，一针随便消磨一下，这些土墙自然便会崩塌开来。果然，不过短短2秒钟，厚重的土墙便已经被蝗虫般的一针冲破，他得以重见天日。只不过从土墙里出来的他，并没能马上看到蔚蓝的天空。头顶上空，一个巨大的岩土方块正带着巨大的阴影急速坠落，是熟悉的岩土天降没错了。而这一次的岩土天降，显然比先前和胡琉璃一起见过的那次更强了许多。释放这个魔法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白胜奇本想干脆以蚂蚱翅膀掠行避过的，但想法才刚刚涌现，便发现冲破了的土墙外面，此刻早已经变得不同寻常起来。幽蓝的水流在周围急速游动着，转眼间自己便已经如同站立在漩涡眼里一般。是周成天？白胜奇心里泛起了这样的想法。先前周成天与猎狮糊涂的交手，他看到过一些。那周成天在水系魔法上似乎造诣极深的样子。周边的水流游动着，每一个角落都如同滚动着的锋锐刀轮。在这种时候，想要以蚂蚱翅膀掠行出去，便必须通过这些水流刀轮。白胜奇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些水流刀轮是比上空的岩土天降更加危险的魔法技能。那该如何选择已经很明显了。岩土天降下落的太快，这么点时间，单纯靠消耗生命值来凝聚的一针，恐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白胜奇果断地取出了惯用的弓箭，直接弯弓搭箭向空射去。咻咻咻咻！超高的敏捷加上等级不低的风血技能，他一转眼间就已经射出了6、7箭。弓是最普通的弓，箭是最普通的箭，但是每一支箭带着的却是他高达100多万的攻击。岩土天降作为5阶魔法，又是强大法师释放出来的，其伤害力绝对是爆表的。但在白胜奇6、7支箭加起来7、800万总伤害的情况下，终究还是无能为力，还在半空便已经轰然爆炸开来，重新化作了原始的土元素。离谱！第一次看到有人直接向魔法技能发起攻击的。更离谱的是，他还真的成功将这个强大的魔法技能轰爆了。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战术？怎么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听老师讲过？战术？你管这叫战术？我特么的作为一个弓箭手，有脆皮的法师本身不攻击，我去攻击人家发出来的魔法技能干啥？白胜奇的彪悍表现一下子让在场的职业者们都傻了眼。在这短短的瞬间里，成卫队8个小队40人被轻易送走，看起来超强且还拥有黄金装备的大队长，一剑发出来连人家头皮屑都没打掉，结果自己反而被啪一下打成残血，吓得躲到后边去了。而为之强大法师发出来的土系魔法，不管是土牢还是岩土天降，都被轻松击溃。这真是一位刚觉醒没多久的新职业者所能做到的吗？如此表现，便说这白胜奇是一位4传大佬，也完全说得过去了吧。半空的主席台上，那些强大职业者们也已经无法安然稳坐，他们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神情各异地看向下方的白胜奇。但不管他们心中是喜是悲，有一种情绪却是同样的，那便是深深的震撼。年轻人，你到底几转了？主席台上，协会分会长紧皱眉头，死死地盯了白胜奇半晌，终于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我看不透你的信息，短短几天就能达到这种程度，这实在是有违常理。我是几转，和不合常理又有什么打紧的呢？白胜奇摇了摇头，说道：由始至终，我要找的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周成天。你们强出头又是几个意思呢？规矩不能破。协会分会长沉着脸对白胜奇说道：我承认你有着极强大的实力，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能随意践踏规矩，
践踏着长久以来人类共同维护的稳定。他看了一眼下方，本来躺倒在地的40名城卫队成员，此刻已经选择了回城复活。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战还未真正有人彻底消亡。现在也不晚，你收手吧。那么我可以给你保证，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当做这一切没有发生过。协会分会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甚至都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商量，哪怕一句。但以他的身份地位，既然答应了，那必然是能够保证做到的。至少在这清水城，他的话还是管用的。白胜奇却不打算领他的这份好意。你的意思是，你保定这州成天了？白胜奇的目光冷了下来，不带一丝温度地看向面前的协会分会长。那正好，清河工会、协会分会还有城卫队一起来吧。不知道城卫队的总共还有几次复活机会？他的这一番话肆意张狂，若出自其他任一位职业者之口，怕都活不过一瞬了。但他仍旧好端端地站在原地。白胜奇其实并非故意要摆出一副与世界为敌的姿态，但通过协会分会长的态度，他渐渐地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已经表现出了超强的实力，以协会分会长的眼光，不可能看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协会更有利的应该是坐山观虎斗。那样的话，最终无论谁赢了，协会都不会亏才对。但这协会分会长却坐定了清河工会那一边，要死保周成天。那么就很明显了，在自己父亲失陷的那件事上，这两人应该是处于同一个立场的。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不急着进攻，跟对方聊天的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忘了给自己施加缓慢恢复回血。此时此刻，持续消耗的血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之巨，他身边悬浮着的阴阳一针，密密麻麻的，令人头皮发紧，早已经多达万数。时机显然成熟了。白胜奇无视了主席台上正手握一根巨大流水长枪的周成天，大声喊道：“主席台上无关人员，请速撤离。我数完3声后，仍留在原处的，准备好复活神殿剑吧。3、2、1。”第90章，一针逞威。招聘会现场，随着白胜奇冰冷的话语出口，主席台上的众多职业者们不由得齐齐惊慌起来。作为清水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何曾想过，有一天他们竟会陷入如此的境地。见识过白胜奇先前的强大手段后，他们此刻已经恨不得马上离开原地，但是身为清水城大人物的脸面，却又阻止了他们马上做出这样的行动。但在主席台里，却有一个并没有这种大人物的自觉。他呀的一声惊叫，直接从位置上跳了起来，迈开大步就往主席台外跑去。正是来自于转职神殿的祝小雨。整个主席台上也就仅有他这么一个2转职业者而已。听白胜奇说话的意思，接下来恐怕是要对主席台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了。自己这时候还不走，是打算待着等死吗？主席台地方并不大，祝小雨一下子就跑到了边上。他也不管此刻的主席台悬浮在空中的事实，一脚蹬地，纵身一跃，便已经向着下方跳下。风声呼呼在他的耳边刮过，下方响起了惊呼声。在这样的高度摔下来，哪怕是皮糙肉厚的职业，也绝不能幸免，必定会被摔成肉泥，转眼复活神殿见的。难道说威胁来临时，主席台上的那位已经失去了理智吗？祝小雨当然不可能这么没脑子。在他的身躯向下飞速坠落时，一个耀目光芒凝聚的人形光影从身后抱住了他，使他下坠的速度一下子减缓了下来。这正是他身为圣职者的召唤圣灵技能。在圣灵的帮助下，祝小雨将可以安全落地。而此时此刻，白胜奇的倒数已经完成。主席台上，许多强大职业者在忙乱之中，仍旧没有下定决心逃开。很好，白胜奇冷冷一笑，单手向前一挥，顿时上万根阴阳一针如同密集的雨点般激射而出，目标自然是那主席台上的众人。祝小雨的离开让白胜奇再也没有任何顾忌，这一刻他的攻击毫不留情地冲向主席台上的众人。但是主席台上聚集了整个清水城最为强大的那一批职业者，此刻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就在阴阳一针即将击中他们的那一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迅速做出了应对。耀眼的光芒几乎同时亮起，这些3转职业者们在这一刻都各尽手段。只可惜激射而至的一针实在是太多了，更不用说每一根一针之上还附带着焰魔杀一的魔法攻击，加起来一根一针能够造成6万多的伤害，即便扣除目标的魔法防御后，也仍旧是极为可怕的伤害能力。这些3转职业者血厚的能达到数十万，脆皮的甚至只有20万出头，只要遭受到4、5根一针攻击，血条恐怕便要难以支撑。而这一次发出的一针足足有上万根，哪怕这主席台上人数众多，但分开来，一人也能分到200多根。同时被如此多的一针攻击到，哪怕是3转职业者，又怎可能幸免？确实如此。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响起，白胜奇的攻击与台上3转职业者们的防御手段撞击到了一起。
而想象中可以将之阻拦下来的现实，并没有如愿发生。这些三转职业者的防御手段，仅仅只是支撑了极短的一个瞬间，便纷纷破碎开来。虽然削减了一小部分，但仍有大量的一针浩浩荡荡地向前攻去。一连串的光芒亮起，转瞬间，主席台上便有过半的人倒下，失去了一次复活机会。而即便是那些仍旧站立的职业者们，此刻的脸色也半点不好看。他们的血条事实上也已经空了，仅仅只剩下最后的一滴血量。能够仍旧站立，没有被击杀，全靠身上的生命之锁装备。此刻的他们心有余悸地看向倒下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拥有生命之锁装备的话，只怕自己这些人也会像那些倒在地上的人一样，痛失一次复活机会了。而即便是仍旧站立，他们的生命之锁也已经直接破碎开来，失去了效用。他们的生命之锁也跟先前的城卫队大队长一样，只有稀有品质，最大存储血量为200万。此刻的他们全都处于锁血状态之中。一旦这3秒钟的锁血状态结束，他们再度面对白圣骑的攻击，将再也没有任何保命的可能性。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因为有人发现先前那位城卫队大队长此刻已经躺倒在地。哪怕是个人实力能够在清水城里排进前几的他，一旦失去了生命之锁的锁血特效，面对白圣骑的攻击也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面前的白圣骑实在是太强了，强的离谱，强的超出了他们理解之外。别，我要离开，我也不参与了，这事跟我没有关系啊！你有事找周成天就好了，这不关咱们事啊！主席台上处于锁血状态的众多职业者，此刻有些崩溃地高喊起来。他们很清楚，如果继续下去，锁血状态一旦结束，他们将会成为下一批扑倒在地的人。晚了，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白圣骑身边的衣针数量又渐渐多了起来，几百根衣针再次飞出，面对着锁血状态刚刚结束的众多职业者们，像收割野草一样轻松。眨眼间，整个主席台便被清扫一空，仍能够保持站立的仅仅只有2人，正是协会分会长和清河工会会长周成天。他们的实力显然是主席台众人里最强的，而此时此刻，哪怕仍旧站立着，但2人的状态也并不怎么好。先前的他们使用了极其强大的防御手段，但是仍被暴雨般袭来的衣针击溃了，最终仍旧有一部分衣针攻击到了他们的身上。幸亏他们所用的生命之锁是黄金品质，最大存储血量达到了800万，剩下的衣针才没有能彻底击碎生命之锁，让他们进入锁血状态。但即便如此，生命之锁里存储的血量也已经差点被消耗一空，2人显然承受不住再多一次的衣针袭击了。周成天面色铁青，他当然能够看得出对方这是3转职业赤足行医的技能，但他无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对方的这个技能为何能强到如此地步。按照这个技能的机制，能够造成如此强力的输出，那本身掉落的血量怕是早能让使用者血条清空不知多少次了。想不明白的他暂时便不多想了，他与协会分会长对视一眼，微微点头，然后狂风吹刮，2人舍弃了主席台，猛地向更高的上空飞起。第91章防御附魔破碎。狂风呼啸，周成天与协会分会长2人已经飞到了几百米的高空上，这正是高级法师才能够掌握的技能飞行术。除了周成天之外，那协会分会长显然也是法师系职业。飞上了几百米的高空上，周成天再不多等，手中已经成长到10几米长的流水长枪猛地向下方掷来。那流水长枪掷出时不过只有10几米长，但是在飞行之中如巨龙般咆哮着，迅猛吸收着空中的水元素，眨眼间便已经达到了数十米长短。而这明显还不是极限，当下落到一半距离时，这柄流水长枪已经成长到了100多米长。流水银龙枪，白圣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5阶水系魔法，手中长弓拉动，一箭向空迎去。不对，一箭才刚刚射出时，白圣骑便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周成天是4转大法师，5阶魔法虽然也挺强的，但显然不可能让他准备那么久。答案很快便揭晓了，在白圣骑的箭支击中飞来的流水银龙枪时，那龙枪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吟叫，猛地爆裂开来，漫天的水花四处飞溅，每一朵水花里都有龙吟声响。瞬息之间，以白圣骑为中心，他的周围便已经多出了数不清的流水长枪。这些长枪大幅度吸纳着空中的水元素，每一柄威力都不在原来之下。这不是5阶魔法，这是7阶魔法流水银龙枪阵。白圣骑对于这种等阶的魔法虽然知道一些，但明显知道的不多，他终究是吃了没文化的亏。长枪在他身边肆意飞舞，这种密度已经不是能够躲避得开的程度了，只能靠防御附魔和夜魔杀衣硬抗了。但白圣骑还是低估了上空2位的决心。在流水银龙枪阵发挥作用的时候，天空上又有雷鸣声响，一眨眼间便是好几道水桶粗的雷电从天而降。那是雷电系6阶魔法暴雷术，
比常见的雷电系魔法雷击术更强了一个档次。等阶虽然仍旧不如流水银龙枪阵，但是周成天像是不要钱的连续使用了5、6个，发挥出来的效果显然也十分不弱了。至于协会分会长，此刻也终于准备好了自己的魔法。随着他魔杖一举，一道光柱从天而降，落到了白圣奇的头上。白圣奇并没有感觉到自身有受到伤害的迹象，但是在这道光柱的作用下，他忽然发现自己身周凝聚的阴阳一针正在飞快崩解消散开来，是类似于驱散或者净化之类的技能。白圣奇心中一动，明白了协会分会长的意图，他这是主动承担了辅助的位置，要将自己的输出能力限制起来。这种魔法技能并非伤害性技能，自然不受防御附魔的影响，同样也不是负面状态攻击，负面抵抗对其也没有作用。看得出来，这个驱散或者净化类的技能等阶不低，白圣奇身周不停凝聚的阴阳一针有大半都消散开来，想要凝聚起足够多的一针，仍需较多时间。这个技能确实给他带来了相当的限制。轰隆隆，雷鸣声响，配合上肆虐的流水长枪，白圣奇短暂的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7阶加多个6阶魔法的轰击不是儿戏，但听得咔的一声，有一个6芒星图案从白圣奇的身上出现，猛烈膨胀到了极点，将周边的雷电和流水长枪全都清扫一空。高空之上，周成天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向着身旁的协会分会长微微一笑，说道：“破了。”协会分会长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同样回以微笑。一番辛苦不算白费，周成天不愧是4转大法师，7阶魔法加上几个6阶魔法的卷轴，成功将对方身上的防御附魔击破。刚刚那个6芒星图案的突兀膨胀，正是防御附魔被击破前发挥的最后一次作用。从这一刻起，白圣奇身上的防御附魔便彻底成为历史了。周成天的攻击手段确实惊人，但由此同样可以看出，那位白牙在其子身上施加的防御附魔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也就是今天那白圣奇做的实在太过分，才引来了周成天这种不计代价的猛攻。不然的话，单凭一个防御附魔便可以在清水城里横着走，谁都不怕了。白牙对其子可谓是爱得深沉。协会分会长摇了摇头，叹息道：“若是这样的防御附魔施加在自己身上，那白牙的秘境一行，结果甚至会改变也说不定。他这人，只能说实在是不顾大局。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别忘了，正因为他留下的东西，咱们如今才这般狼狈。”周成天的脸色不是特别好看，表面上看确实是他们击破了对方的防御附魔，但是往深处想，却确实是让人高兴不起来。主席台上的其余职业者全灭，仅剩下自己2个，也是花费了老大力气才做成这件事，实在很难说得上是干得漂亮。白圣奇，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即便是这样的大战里，魔法扩音仪也仍旧没有被扔掉。周成天向着下方说道：“防御附魔破碎，你已经再不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你本事再强，我一个魔法下去，你依旧只剩下回城复活这一条路。那你还不动手，在等什么？”白圣奇也掏出了魔法扩音仪，两人隔着几百米的空中对话：“我念你练级不易，你只要肯签订一份魔法协议，为我效力3年，我便可以原谅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周成天看着下方的白圣奇，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对方仅仅觉醒转职几天就拥有了这样可怕的实力，中间详情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问出来，而且也不觉得对方会回答。但若能逼迫对方签下一份魔法协议，那也不错。在这个世界上，魔法协议有着足够的约束力，哪怕内心再不情愿，但一旦签订，便只能按照协议做事了。你在想什么？这样危险的人物，你还打算留着？一开始愿意给白圣奇机会的协会分会长，此刻只想赶紧剥夺掉对方所有的复活机会，让对方在这世上彻底消息。对方行事之肆意，实力之惊人，已经令他内心极度惊恐。我自然有我的打算，放心，我有分寸的。无视了协会分会长的担忧，周成天再次看向下方的白圣奇，微微摇头。看来身上的防御附魔让你失去了平常心，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了。年轻人护得太好了，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他声音转冷，那么便让我来帮你重新找回这种感觉吧。谈话就留在你复活一次之后，那个时候的你应该也会比较好对话才对。击破了白圣奇的防御附魔后，周成天仿佛已经不屑用正眼看对方了。先前主席台上的遭遇让他知道对方的攻击手段也极强，但那又如何？论攻击能力之强大，法师系又何曾输过？一轮攻击秒掉主席台上的那些人，他自问也能做到。只要他愿意，流水银龙枪阵之下，当时主席台上能够活下来的，顶多只有协会分会长这个老家伙而已。水元素涌动，又是一柄流水长枪凝聚而成，被他擒在手中。怎么样，绝望吗？
周成天没有急着掷出流水长枪，而是看着下方的白圣琪，不遗余力地出言刺激道：“别以为拥有阴阳一针就可以和法师系叫板，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技能的攻击距离只能算中远程吗？你并非弓箭手系职业，缺乏加成的情况下，手中的弓箭同样攻击不到这个位置。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弱点，你该怎么办才好？”老家伙废话真多。这一次，白圣琪显然没有打算继续被动挨打，他猛地一脚蹬在地面上，在巨大的力量作用下，整个人向上跃起。超强的力量属性让他这一跃足足有数十米高，但很显然，这离对方的几百米高度仍差得太远。白圣琪不急不躁，在身体达到跳跃的最高点时，向地面上使用了一个弹跳射击技能。在弹跳射击的作用下，他的身躯再度弹起，加上原来跳跃的高度，进到了100米高空。莫等上空的周成天反应过来，他背后翅膀显露，已经使出了蚂蚱翅膀的掠行特效。这件装备有其极限，品质只有精良的他，哪怕白圣琪自身的敏捷属性再高，也只能达到这件装备的最大掠行高度150米。此刻的白圣琪已经处身于250米的空中，离周成天的位置已经只剩下不到200米，这已经是弓箭能够攻击到的距离。箭如流星，早已经拉弓满弦的白圣琪一箭射出，此刻又凝聚了不少的一针，也如同游鱼紧随而去。第92章击杀周成天。400米的空中，周成天瞳孔放大，震惊莫名。但对于迎面来的这一箭，他根本不可能躲避得开。1248568，54756，一箭理所当然的命中。在白圣琪高达100多万的物理攻击下，即便是4转的大法师，此刻也只剩下血条清空的下场。生命之锁发挥作用，在崩碎的瞬间，给他施加上了锁血状态。周成天面色惨白，看着如同流星一般掠行远去的白圣琪，脑海一片空白。但他仍旧不忘赶紧掏出特级补血药，仅剩下一点的血量，显然不会让人有安全感。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旁的协会分会长同样瞪大双眼，吓得不轻。飞行到几百米的高空都能被攻击到，这就有点难办了。4转的他们，飞行高度最多也只能达到400米而已。而且，那刚刚跳起来的可怕伤害数字是什么鬼？100多万的伤害，这是3转职业者能够做到的吗？不知道，好像是蚂蚱翅膀，但高度又不太对。天狼公会那些家伙，他们明明接触过，知道这白圣琪的手段，却故意藏着不说。他的伤害，他的伤害。周成天手中发冷，咬牙切齿道：“你说的对，这白圣琪绝对留不得，不然终会酿成大祸。”此时此刻，亲身体会过对方的可怕输出能力后，他再也没有将对方收归己用的可笑想法了。他想不明白对方那超出常理的伤害是从何而来，但并不妨碍他深切的明白对方的可怕。现在怎么办？协会分会长眉头紧皱，说道：“你的生命之锁已经被破坏，他再来一次的话，你不可能还抵挡得了，必然会是被击杀的下场。没办法，这种情况已经超出我们的掌控了，哪怕代价大一些，也只能请那位出手了。”周成天脸上仍有后怕的表情，咬牙向协会分会长说道。协会分会长的脸色也十分难看，他有些不甘愿地说道：“我们本来还在谈收益的分配，还没有谈妥，这个时候请大人帮忙，那就算是先行示弱了，收益上恐怕要让出许多份额去。”周成天一边灌下特级补血药，一边又撕开了2个治愈系的技能卷轴，在生命值快速恢复的同时，摇头道：“这个时候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与其让这个白圣奇瞎捣乱，不如把更多的收益让给那人，至少那人还是理性的。”你说的没错，不管那白圣奇是用了什么超阶道具，又或者其他我们不知晓的手段，但此刻确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应对范围。协会分会长终于接受了周成天的说法，点了点头，说道：“城北异变对于清水城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承担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不能继续拖下去了，必须快速的将一切不和谐的可能性消灭掉。那么，还等什么？开始吧！”随着周成天一句话说出，协会分会长早已经取出了某个特殊的道具来，就在这半空之中选择了使用。耀眼的光芒闪耀而出，一个光芒漩涡很快出现在空中。这竟是一个传送门。光芒漩涡很快就有了变化，组成了漩涡的光芒开始波动起来。这表示着，在传送门的另一边，有什么人或物正在传送过来。周成天和协会分会长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喜悦。他们心里明白，只要再过几秒钟，等传送门对面的那人过来，这边的白圣奇便是再厉害，也绝对翻不起半点风浪了。毕竟，此刻要传送过来的那人是完全超出了清水城层次的存在。就在这种喜悦之情填满胸臆的时候，周成天眼里忽然看到了一个小黑点。那个小黑点从极远的地方飞来，转瞬便来得近了，
似乎是一个人。周成天一愣，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传送门，但很显然，传送门对面的人仍旧在传送中，而前面飞来的小黑点已经近到了可以看清面容的程度。是白圣琪，其被上半透明的蚂蚱翅膀扇动着，再一次掠行而来。周成天心中一紧，差点咬碎后槽牙。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身上还能够有一件生命之锁装备，只可惜生命之锁价钱不菲，管控了整个清河公会，到处都需要花钱的他，只是为自己准备了一件黄金品质的生命之锁而已。以他的实力，这一件生命之锁其实也只是用作最后的保险而已，平常根本不可能用得上。这么短的时间，他当然不可能忘记之前对方一剑就将自己的生命之锁击得爆碎开来的现实。没有了生命之锁保护的他，面对着急速掠行而来的白圣琪，已经有些瑟瑟发抖的感觉。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在这一刻，周成天没有被动等待，而是果断地掏出了几个魔法卷轴，随手撕开就向白圣琪扔去。身为四传大法师的他，自身当然还掌握了更强的魔法技能，但那些魔法都需要一定的念咒时间，并不适合急切的现在。没有了防御附魔，单单只是一名三传赤足行医的话，就算是这些5阶魔法卷轴，也绝不是你能无视的。周成天心中涌起这样的想法，更多的魔法卷轴像是不要钱的扔出。这些魔法卷轴里封印的魔法技能，等阶就没有低于4阶的，如此多的数量扔出去，就像是兴起了一场魔法风暴那般。别说3传职业者了，便是4传职业者前来，在这样的魔法风暴攻击中，也绝不可能太轻松。在这种时候，协会分会长并非不打算出手帮忙，实在是他需要以自身的精神力全力维持着与另一边传送门的联系，根本腾不出手来。在他看来，周成天的应对十分恰当，说不定还真能阻拦下那白圣琪。只是两人的心脏很快就被新的震撼所袭击，那密密麻麻如同魔法风暴一般的攻击，无一落空地击打在了白圣琪的身上。但此刻的周成天却宁愿那些魔法技能根本就没有击中，至少那样他不会如同现在这般绝望。这样的伤害数字跳起来，如同狠狠地嘲笑着他。他的防御附魔不是已经被击破了吗？怎么还会如此？一个区区的焰魔杀衣就算能提升点魔法防御力，但也不可能彻底无视这种等阶的魔法轰击啊！周成天心里发出这样的呐喊，然后便看到已经接近到一定距离的对方拉满弓弦，一箭射来。他眼前一黑，直到被击杀为止，他也仍旧没有想明白对方无视了这些魔法攻击的原因是什么。第93章选择偷家。天空之上，白圣琪随着掠行的惯性继续向远处飞去，这是掠行的局限性，他暂时无能为力。蚂蚱翅膀这件装备的掠行极限是高度150米，距离1500米。此刻的白圣琪便正在向着1500米的距离外掠行。刚刚是他第2次以掠行特效靠近空中，对周成天发起攻击。在他看来，对方扔出来的那么多魔法卷轴根本全都是笑话。以自己如今高达3万多点的体质属性所带来的物理魔法双防提升，事实上早已经超越了原来的防御附魔。防御附魔被击破，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事。无视了那些魔法并一箭射出后，白圣琪便没法做出更多应对，只能被动远离。但是在剑之击中周成天的瞬间，他就已经看到了对方身上闪现的光芒。很显然，在这一剑攻击之中，那周成天终于被自己击杀。哪怕是4传大法师被击杀的时候，也和普通的职业者没有什么不同。等会不需要来这边了，该去复活神殿那里堵他。掠行之中，白圣琪的心里已经泛起了这样的想法。这一次既然已经动手了，那么他便打算绝不放过，要将对方彻底灭杀。至于曾经发生在父亲身上的那些事情，再多复活几次之后，那周成天应该也会比较好谈话的吧。若是对方最终也不肯透露出任何信息，那他当然也不会手软。抱着这样的想法，白圣琪如同流星划过，落到了距离起跳点1500米的地方。想要再一次使用掠行，得在10秒冷却时间结束之后。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到复活神殿去。他认清道路，直接撕开一个加速卷轴，迈开双腿狂奔起来。自身超高的敏捷，加上捕猎员光环的移动速度正10%，再有加速卷轴的提升，此刻他的奔跑速度快得惊人。但他赶到复活神殿的时候，仍旧是晚了。看着空荡荡的复活神殿，他眨了眨眼，下意识地向殿中的守殿人问道：“你好，有见到那清河公会的周成天过来吗？”只是下意识地问出这句话来，他便不由得自嘲一笑。在清水城里，清河公会的势力伸展到方方面面，谁又会冒着得罪清河公会的风险，将消息透露给别人？然而他心里这样的想法才刚刚泛起，
耳边便已经听到了一个嗤笑声：“你是白牙大法师的儿子吧？”守殿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嘴角微微上翘，轻声说道：“看到了，那周成天如此狼狈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真是当守殿人久了，啥事都能遇上。谁能想到，堂堂第一公会的会长四传大法师，竟灰溜溜的出现在复活神殿里。”看得出来，这位守殿人很是兴奋，似乎还打算跟白圣琪继续聊下去。但白圣琪这时却很赶时间，他打断了对方，问道：“那你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吗？”“不确定，不过刚看他好像是往门口右边去了。你快点的话，说不定还有追上的可能性。”呼，风声响过，守殿人话音未落，白圣琪便已经如一阵风般飞奔离去。周成天身为四传大法师，很可能还有3次额外复活机会，自己得抓紧才行。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找到对方，那可不太容易。这个世界毕竟太大了，若是周成天果断放弃清水城的基业，远走他城，自己还真的未必能够找得到对方。白圣琪向着守殿人指点的方向冲去，一边抬头望向上空。那周成天是掌握了飞行术的存在，对方说不定也会飞行逃走。不过天空上并没有对方的身影。很显然，在这种时候，周成天的脑子还算清醒，没有使用这种目标极为明显的逃窜方式。白圣琪虽然有些失望，但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就能解决，只是闷头继续向前冲。这一片区域的巷道极多，左穿右插，不得不说对于追击的人来说十分不友好。逃窜的人只要随意往巷道里一躲，追击的人就未必能够发现。白圣琪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追击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选择了放弃这种无脑行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去他们工会驻地算了。打定了主意的白圣琪干脆调转方向，向着清河工会的驻地而去。那是一栋雄伟的建筑物，不在清水商厦之下，平日里普通职业者便是靠近这里一些，也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白圣琪当然也只是远远望过几眼，没有真的来过。这一次他斜微而来，看着面前的雄伟建筑物，大步向前。站住，这是清河工会驻地，闲杂人等禁止接近。还没有靠近，站在建筑物大门的2名守卫便已经大声呵斥起来：“你们会长在吗？”白圣琪脚步不停，继续往前，一边轻声问道：“不听警告，找死！去到城卫队也是咱们有脸。”眼见白圣琪脚步不停，2名守卫眉毛竖起，一持弓箭，一直大箭向白圣琪发起了攻击。射击到他身上的箭矢毫不意外的破不了防。白圣琪懒得废话，身旁的衣针有2根飞了出去。侦查之眼下，这2名守卫的信息进入眼底，不过只是普通的2转职业者而已，最大血量只有几万点，2枚衣针足以对付了。一左一右，2名守卫各自被1枚衣针命中，瞬间爆出光芒，倒地而亡。1枚衣针自身的伤害只有1000点，但其上附带着的焰魔杀衣魔法攻击却有6万多点，不是这2名守卫承受得住的。白圣琪路过倒地的2人，继续深入。到了这个时候，他反倒不心急了，反正找不到周成天，那么自己选择偷家也是可以的。若是最后整个清河工会驻地都被自己横扫了，那周成天还能忍得住不露面，那自己也只能说一声佩服。你是谁？来干什么的？才刚走进大厦，便又有一群职业者冲了过来，将白圣琪围了起来。他们没有去参加招聘会，显然不知道那边发生的事情，不然绝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来包围白圣琪。白圣琪神情不变，身周的衣针又有一部分飞了出去。从一开始追击周成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着阴阳衣针的开启状态。在缓慢恢复的持续恢复下，生命值一直保持着满额，但事实上血条中的生命值早已经换过不知多少次了。此刻他身周悬浮着的衣针已经足足有6、7万根，密密麻麻地围绕着他，如同一团乌云将他笼罩，令人触目惊心。冲过来的这一群职业者，最终也只是花费了他10几根衣针。白圣琪越发感觉到阴阳衣针的好用了，自己选择这个3转职业分支确实没错。他跨过扑倒一地的职业者，继续往上。第94章黑暗刺客。有意思，今天是清河工会的受难日吗？复活神殿里，守殿人看着接连不断的出现在殿内的职业者，不由得差点笑出猪叫声。你好，出什么事了？需要我帮你们查看一下是被哪个职业者击杀的吗？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被职业者击杀的？猜的，别激动。而这样的大变化，守殿人表示自己当然不敢隐瞒，毫不拖拉地拨抢了城卫队大队长的通讯仪，都是名为白圣琪的职业者击杀的。好，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清水城中某处，城卫队大队长挂断了通讯，一脸怅然。很快又拨通了一次通讯之后，他收起通讯仪，呆呆地看着前方。清水城的天好像已经变了，不对，变得好像是天色。前方
协会分会长陪同着一人走了过来。那人走过的地方，其头顶上空天色都会变得昏暗起来，久久不能恢复原样。这位是来自2级城市全山城的5转职业者黑暗刺客，你将那白圣旗的行踪说与这位知晓吧。5转职业者，城卫队大队长满脸震撼。只有3转的他，哪怕只是站立在对方的面前，便已经感觉到压力山大，冷汗直冒。协会的底蕴果然不一般，哪怕只是清水城分会，也能请来这样强大的职业者。吴修，先说好，我一旦出手，说好的条件便再也不能反悔了。到时候就算告到总会去，也是我有理。城卫队大队长连忙低下头来。这位是5转职业者，自然有底气直呼分会长的姓名。放心好了。分会长吴修笑着点头。要请你大老远跑一趟，规矩我们肯定都懂的。5转职业者冷笑一声，看着乌修，别以为我占你们的便宜了。平日里你们这些3级城市的出产，我压根就看不上。这一次若不是听说了那个异变的消息，我根本就不会跑这一趟。是。分会长乌修点头附和，让城卫队大队长赶紧指出白圣旗的行踪。很快，黑暗的天色向着清河工会驻地的方向急速远去。分会长，他能解决吗？那个白圣旗我总感觉到十分诡异。不要担心他能不能解决，我们只要担心事后以什么样的报酬来让他满意才好。分会长乌修慨叹一声，目光变得悠远起来，仿佛回想起了某些久远的事情。他牺牲了所有的防御能力，换取了极端强大的攻击，曾经有过一击猎杀150级5转骑士长的壮举。分会长乌修看了城卫队大队长一眼，150级的5转骑士长，你知道那代表着什么吧？城卫队大队长止不住瞳孔放大，他当然知晓150级是什么概念。职业者120级就可以进行5转，而150级则是5转职业者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除非进行6转，不然是没法继续向上提升等级的了。150级的5转职业者，在5转职业者群体里，即便就代表了最强。就好比他自己，如今的等级是90级，但仍旧停留在3转阶段，还没有进行4转。但也正因如此，他在清水城的3转职业者中，实力算得上是顶尖了，仅在几位4转职业者之下。担任这个城卫队的大队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今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白圣旗，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尽管已经深切地知晓那位黑暗刺客的强大，但城卫队大队长的心中仍旧有些担忧。这位真的有把握能够解决吗？我看那白圣旗的实力十分诡异，恐怕……他的担忧引得分会长乌修一阵发笑。好了，你一直待在这清水城里，自然不知道5转之上的职业者有多可怕。那白圣旗再是诡异，但生存力的顽强能比得过满级的5转骑士长吗？在他面前，终究是翻不起风浪的。城卫队点了点头，连忙问道：那么，我要不要先安排人在复活神殿守着？一旦他复活过来，就先将其拖住，让那位过来收割。分会长乌修摆了摆手，你不了解他的手段，他猎杀目标向来都是独自动手，从来不需要人帮忙的。沉吟一下，他又笑了起来。不过，我们提前过去，等着看看戏也是好的。你也正好开开眼界，对以后的职业规划大有好处。说话间，他又掏出通讯仪，拨通了某人的号码。那人来了。清河工会驻地大厦顶楼，一位职业者放下了手中的通讯仪，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正是清河工会的会长4转大法师周成天。先前被白圣旗击杀一次之后，他疯狂逃窜，但最终能够选择去往的地方，也仅仅只有自家工会的驻地而已。这里有着工会的大量职业者，即便仍旧阻拦不住那白圣旗，但至少能够用自身的复活机会拖慢一些对方的脚步。而情况也确实如此。白圣旗来到了这栋大厦后，一路往上，一层一层的杀上去，遭遇的竟是不要命似的职业者。仅仅半个小时内，他击杀的3转职业者便已经不在20名之下，2转职业者就更加不知有多少了。清河工会的实力果然强大的惊人，这种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城卫队了。难怪在这清水城里，清河工会说话比城卫队都更好用了。此刻，白圣旗已经快要接近大厦的顶层了。他能够走得这么快，仅仅只是半个小时就快到楼顶，当然不是乖乖的走楼梯上来的。击杀完这一层的清河工会成员后，他猛地一蹬，整个人向上跃起，一拳将头顶的天花板砸出了个大洞，直接冲进了上一层中。这栋大厦虽然是用极坚韧的材料建造而成，但对于力量属性达到3万多点的白圣旗来说，脆得跟豆腐块差不多。神奇的是，这一层的情况却跟先前大相径庭。明明离楼顶还差不少，他的面前却已经出现了周成天的面孔。你竟然不躲起来，还敢大咧咧地出现在我面前？白圣旗有些讶异，向面前的周成天问道。周成天的身旁围绕着一圈职业者，侦察之眼看出去，一眼就能看出全都是3转职业者。很显然，
清河工会的家底恐怕都在这里了。我会出现在这里，自然有出现在这里的道理。周成天笑着看向白胜奇，问道：“你难道没有发现我现在的状态有些不一样吗？”不用周成天提醒，白胜奇也早已经察觉到了。如今站立在他面前的一伙人，此刻都被一根光芒锁链连接起来，浑如一体般。大家都是医师系，你应该不会看不出这个技能吧？周成天的身旁，一名三转职业者笑了起来，略带着些挑战意味的看向白胜奇。白胜奇当然能够看得出来，对方正是同为医师系的三转职业人心医者。和邪门歪道的辣手毒医和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赤足行医比起来，人心医者才理应是最正宗的医师。三转之后开始受到其他职业者追捧的医师系，其实就是指人心医者这一分支。单论治愈量和对其他职业者的辅助能力，人心医者显然是吊打另外2个分支的。此刻连结着周成天等众多职业者的，正是人心医者的一个招牌技能——生命连结。在这个技能的作用下，被连结的所有人生命值将会进入共享状态，他们所有人的生命值将合拢起来，成为一个共享的大血池。白胜奇发出的攻击伤害将会平摊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除非能够将这整个血池的血量清空，不然处于生命连结中的职业者们是不会被击杀的。对于攻击方来说，这显然是很恶心人的技能。白胜奇不由得微微皱眉，而看到了白胜奇略显难看的脸色，那位人心医者甚至又友好的提醒了一句：“哦，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这边有3位人心医者，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生命连结技能续不上。”看着再没有继续横冲直撞的白胜奇，周成天不由得笑了起来，直视对方：“怎么样，此刻的你又该怎么办呢？”第95章生命连结。清河工会驻地，白胜奇和周成天等人相对而立，对方竟然使用生命连结这种手段跟他较劲。老实说，他一开始是真的没想到，一路横推过来，他根本就来不及，也懒得去想这些。超强的属性面板加持下，他从1楼攻到这里，根本没有哪个能够顶得住他2下。但此刻面前的站立着的20多名三转职业者，却自认为可以跟他掰手腕了。依靠那个生命连结技能，白胜奇不置可否，只是举起了手中的金铁重剑。这柄沉重的双手巨剑，随着他练级刷怪加上打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他能够感觉得到，这柄金铁重剑的耐久也已经将到极限，快要坚持不住了。不过，至少对付完面前这一战，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吧？他轻轻拍了拍剑身，轻笑道：“伙计，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给我掉链子啊！”一瞬间而已，浓郁的血雾已经在白胜奇的身上升腾而起，正是惯用的风血技能。作为他最早掌握的通用技能，风血此刻已经达到了 LV5， 能够提供 70% 的攻击速度提升了。而焰魔杀衣当然也是处于开启状态，而此刻他身周的阴阳一针数量也已经达到了极度惊人的程度。不过那一群职业者里有技能释放出来，落到白胜奇的身上，将其身周的一针驱散了一些。显然这里面也有人拥有和那协会分会长相似的技能手段，当然程度上比协会分会长差得远了，那么多的一针也只是驱散了一点点而已，连最外层的阴阳一针都没法驱散干净，就更加不用说里层的焰魔杀衣和风血状态了。在对方动手的同时，此刻的白胜奇当然也没有闲着，他挥动着手中的金铁重剑，如同虎入羊群，直接冲到了那一群职业者中间，重剑如同旋风一般舞动起来。不得不说，金铁重剑这种武器用在这种场合实在是合适到不得了。因为生命连结的限制，这20多名职业者都只能聚集到一起，不能离得太远。金铁重剑挥击出去，虽然不可能将这20多名职业者都攻击到，但每一下攻击却都能够稳稳地命中6、7名职业者。100多万的攻击力在一刻带来了成吨的伤害，更不用说他攻击的时候还能够附加焰魔杀衣的魔法攻击，身周的阴阳一针也如同乳焰归巢一样，纷纷投向周边的敌人。这20多个三转职业者有着各种各样的技能，组合在一起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将会是数量级的提升。但是前提是能够先破防，无论谁的攻击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都只能够跳起可怜的一伤害数字。周成天对此早有预见，这些三转职业者就算再强也强不过自己，连自己都破不了防，他们又怎么可能做到？他聚集这些工会成员，事实上只是单纯的拿来当血池使用而已。20多名三转职业者，加上他自己在内，生命值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而这只是单纯的自身血条而已。事实上，在场的这些三转职业者，作为清河工会的核心成员，身上都拥有着一件生命之锁装备，虽然都只是稀有品质的，但其中存储的血量也能有200万，加起来存储的血量达到了5000万之巨。再算上自身的血条，这一刻在生命连结统合下的生命值是6000万以上。
那白胜奇攻击能力再强，周成天也绝不相信对方能够击杀得了这种状态下的自己。更不用说，此刻队伍中3位人形医者也全力施加恢复技能，让全体的血量不停回复着。如果不是破不了对方的防御，周成天都认为这种情况下自己可以将对方解决掉了。虽然做不到这一点颇为遗憾，但收到了协会分会长通知的他已经十分满足。只要自己再拖住白胜奇一段时间，那么取他性命的人便会到来。一想到将要出手的那位，连周成天也不禁心神颤抖起来。身为堂堂清水城第一公会的会长，他对于那人也仍旧是有着极深的忌惮。咦？但是本来十分淡定的他，此刻脸上却现惊容。他发现，哪怕是在生命连结的链接下，本应该平分伤害值缓慢掉落的血条，此刻却掉落得过分迅猛了。3名专业的人形医者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也仍旧没能挽回半点血条掉落的颓势。只是眨眨眼的功夫，血条掉落便如尿崩，一发不可收拾。仿佛像是回到了练功房刷怪的时候，白胜奇肆意挥砍，输出拉满，伤害值直接达到了让人看不懂的地步。对面加起来整整6000万的血量，被他2-3下就砍掉，显得轻松惬意。咔咔的声音接连响动，许多职业者身上的生命之锁血量耗尽，承受伤害超出限额，直接爆碎开来。这些职业者也理所当然地进入到了锁血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说，这也许还是一种幸运，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迅猛的伤害所击杀了。虽然这个幸运的保质期只有3秒而已。周成天整张脸都变得绿了起来。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是他着实没能想到的。谁又能够想到，整个清水城第一公会绑在一起，也完全不够对方刷的呢？白胜奇向周成天看去，旁边的这些职业者对于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最在意的只有周成天一个而已。而周成天此刻也已经进入了锁血状态。很显然，回到公会驻地后，他不知道从哪里又搞到了一件生命之锁，并将之装备到了身上。但很可惜，这件稀有品质的生命之锁也没能给他带来美好的变化。在白胜奇的目光注视下，仅仅3秒的锁血状态完全不能够给他丝毫安全感。小奇，你不要冲动，有关你父亲的事情，我全都告诉你。白胜奇停下了重剑挥砍的动作，紧盯着面前的周成天说道：早点这样说不好吗？还是说我再送你去一趟复活神殿，你才能更加清醒一些？话音才落，他忽然发现周成天的眼里有奇诡的锋芒一闪而逝，对方那将要翘起的嘴角明显展露的是代表着嘲讽的含义。在这种堪称绝望的境地，对方展露出来嘲讽意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一定是发生了某种自己所不知晓的变化。这一刻的白胜奇心念电转，侦察之眼全力向面前的周成天看去，然后又巡视向周边。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大楼外的天空却忽的一暗，一点漆黑到极点的锋芒在他身前瞬间绽放。他下意识地举起金铁重剑挥砍过去，叮！清脆的响声里，这柄沉重的金铁重剑瞬间断裂。第96章，当我出手，世上不再有你。清河公会驻地突如其来的变化，颇有些出乎了白胜奇的意料之外。他手中的金铁重剑已经使用了很久，这几天陪着他刷了大量的怪物，耐久度本身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按常理来说，再坚持个1-2天，理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却没想到下意识的用来格挡了一下不知从何而来的袭击，这柄重剑就此断裂开来了。只是此刻思考这种问题，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在那金铁重剑被击断的瞬间，一点幽暗光芒已经几乎要同时击打在了他的身上。无需他心中动念，此刻悬停在身周的诸多阴阳一针，如同被惊醒的鱼儿一般，猛地围拢向那袭来的幽暗光芒。双方的距离是如此接近，数量庞大的一针只需要再多一瞬，便可以彻底攻击到对方。但是在这一刻，那袭来的幽暗光芒却忽地强行一个停顿，又向后折返回去了。随着幽暗光芒撤退，扑面而来的黑暗稍微消退，白胜奇心中一动，抬眼望去，只见在大厦的外壁，一道身影脚尖贴紧大厦玻璃，就这般竖立地站立在上边。那是一个面容阴冷的男子，周身笼罩在一团阴影里，不知年岁。白胜奇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对方手中的一柄短刃所吸引。那柄短刃颜色同样是深沉的黑，如果猜想的不错的话，方才击打在自己手中金铁重剑上的，必然就是这柄短刃了。两者之间的体型相差巨大，但是这柄短刃却能将金铁重剑一击而断，显然并不简单。你来了！大厦里，周成天满脸喜悦地望向这名阴冷男子，明显松了一口气。在他想来，既然终于拖延到这名男子出现，那么自己该做的事情便算是做完了。
这个时候自身的血条并不健康，可不能长留此地，须得站到更安全一些的地方去才好。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请对方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当然就要交给这位才对。在清河工会的众多成员护卫下，周成天缓缓向靠近窗口的大厦外壁移动。他掌握了飞行术，只要离开了大厦，那么自然是天高任鸟飞了。到复活神殿去守住，等会我过来。阴冷男子面色阴沉地盯着白胜奇，向着周成天挥了挥手。周成天默默点头，明白对方的意思，不用说他也会这样做。白胜奇今天给他带来的震撼太大了，他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样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继续活下去。分会长乌修那边已经调集人手了，再加上自己带上人过去，必然能够万无一失。到时候白胜奇就算从复活神殿里复活出来，自己这边怎么样都能够拖延一下，等到这位黑暗刺客前来。练级刷怪这黑暗刺客也许不太行，但说到猎杀职业者，却几乎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业了。你想走就走，经过我同意了没有？看到周成天想要在他人的护卫下离去，白胜奇冷笑起来。站在大厦外壁的那名阴冷男子却挥了挥手，淡然道：走你的，不用管他。周成天缓缓吐出了一口气来，继续向外走。终于他通过早已经破碎的大厦外壁，一只脚踏出到了大厦之外。飞行术已经准备好，他随时可以向远处飞离。就在将要离去的前一个瞬间，他下意识地回头望向白胜奇。不得不说，仅仅只是极短时间的接触，他心里对于白胜奇便已经滋生了一种名为畏惧的情绪。然后他便看到让他极度忌惮的那人单手一挥，手中的半截重剑直接打着旋飞了过来，直接扔出武器攻击敌人。这样的行为，哪怕是四转大法师也表示此生仅见。飞过来的半截武器势大力沉，速度甚至不在弯弓搭箭之下。周成天心中一寒，却明白躲避已经是不可能。哼！站立在大厦外壁的阴冷男子一声冷哼，显然对于白胜奇这种当面打他脸的行为十分不满。若是在他面前把人击杀了，那么他的面子往哪里搁？幽暗光芒再现，伴随着叮的一声，飞出去的半截重剑断裂爆碎开来，再也无法完全攻击周成天的使命。身影一闪之后，阴冷男子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如果不是仔细留意，怕是根本就察觉不到他已经离开过原处。但是白光闪起，正是职业者被击杀时的光芒。避过了半截重剑袭击的周成天，终究是没能避过另外一个技能，那是密密麻麻的阴阳一针，在半截重剑飞出的同时，早已经遮掩了这一片区域。不光是周成天，与他一道的其余职业者也全都成为了一针的攻击目标。失去了锁血状态保护的他们，在一针的袭击下，显然不可能仍旧平安。至此，现场所有的清河工会成员团灭。阴冷男子的脸色变作了猪肝色。堂堂5转职业者，面对着区区一个3转职业者，竟连保下己方之人的性命都做不到，他确实很无奈。黑暗刺客是专精于攻击杀敌的职业，在保护人这一方面确实不擅长。面色变得更加难看的他，隔着大厦玻璃看向白胜奇：你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作为一名3转职业者来说，你强大的太超出常理了。乌修他们理解不了你强大的原因，我却能猜到一点，应该是属性水晶吧。这2年来出现的一些秘境里会出产相应材料，清水城运气挺好，竟也出现了一个那样的秘境。冷冷一笑之后，他又接着说道：你背后的人想必花费了巨大代价，让你从1转的时候就使用了大量的属性水晶，然后经过转职，属性阶梯式提升，才会造就这样的你。有些妒忌似的看着白胜奇，阴冷男子冷哼一声：不少人已经开始以这种方式培养后辈，一旦发育起来，你们这些人确实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只可惜你遇到了我。他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漆黑短刃，阴鸷的眼神锁定着大厦里的白胜奇。不管你有着怎样的背景，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当我决定出手后，这世界将注定不再会有你这个人。白胜奇知道对方要准备发起攻击了。事实上，他本可以先手抢攻的，但考虑到阴阳一针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凝聚，他才乐得听对方废话，等到了现在。而且严格来说，对方所说的并非全是废话，其中透露出来的某些信息也是极有价值的，颇受白胜奇关注。虽然因此有可能让那周成天复活后趁机逃脱，却也没有办法。一位5转职业者就站在面前，白胜奇不可能直接无视对方。面前的阴冷男子等级极高，白胜奇侦察之眼望去，并不能看出对方的等级信息。不过因为自身的超高属性值，对方的属性面板他倒是可以看出，对方最高的一项属性竟达到了3000多。这当然跟3转职业者的3000多属性点是完全不同的。5转职业者的成长率远高于4转职业者，跟3转职业者相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
依据自己目前所掌握的职业知识，白胜奇估摸着对方的这3000多点属性点，大致上相当于自身的1万多甚至2万点属性值。这样换算下来，自己的属性值仍旧碾压对方1万多点。而且对方只有最高的一项属性达到这个水平，自己则是6项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哪怕面对着的是一名5转职业者，白胜奇也并没有过分慌张。即便是算上对方拥有的5转强力技能，他也仍旧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战之力。技能不够，属性来凑。断裂的金铁重剑扔出去后，他早已经换上了常用的弓箭。这一刻，手中的弓弦果断拉动，他一箭朝着对方射去。第97章，你会摔死。面对着直接稳压自己2级的对手，白胜奇选择了主动进攻。如此胆大包天，向来是他的风格。阴冷男子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心中恼怒的他，新仇旧恨算在一起，身躯一闪，化作了幽暗光芒。周边的天色瞬间暗了下来，这就是黑暗刺客的职业特色。他们发起袭击的时候，能够令周边的天色变暗，一定程度上降低附近目标的属性值，并极大限度地遮掩目标的视野。据说，技能熟练提升到顶点的黑暗刺客，出手时甚至能够令目标变成睁眼瞎。白胜奇也感觉到有些不好受。对方施展技能时，他一下子就发现周边变暗，自己只能够看清3米范围的景象了。侦察之眼像是受到了压制一样，并不能看穿这片黑暗。白胜奇心中一叹，有些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别人使用的是5转职业技能，自己使用的却是入门级的通用技能，效果上受到压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技能上限所决定的，并非单纯堆高属性就能解决。据说侦察之眼技能熟练度提升到最高之后，还能够通过技能进阶觅食提升为更强的真实视野技能，自己有闲暇的时候该多上点心才好。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逝，目光所及，那一箭飞进了3米黑暗笼罩范围之外。白胜奇甚至无法确认这一箭有没有击中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弓箭好像用处不大了。他打算换成坚韧1杖了，但对方的攻击显然来得极快。白胜奇还没有换上坚韧1杖，眼前已经有幽暗光芒一闪，然后受到攻击的触感便已经袭上心头。这种感觉让他心里一下子想起刚转职位90的一幕来。那个时候他也是像这样被人突然捅了一下腰子。那个时候捅他腰子的是一名见习盗贼，虽然没有能给他带来任何伤害，但却也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个职业系别的特点。而此刻向他袭来的幽暗光芒，明显带着盗贼系的那种感觉，但在强大程度上却超出了不知几个数量级。白胜奇心里有种感觉，假如自己的防御附魔还在的话，那面对着这样的一击，必然也是抵挡不住，会在顷刻间被击溃的。袭击来的太迅猛了防御削减防御削减防御削减，一瞬间而已，已经有一点幽暗光芒在他身周来回攻击了10几次。这显然是对方的某个技能，一瞬间能够连击10几下的那种。黑暗刺客的瞬间爆发力之强，确实可惊可怖。而每一次攻击，白胜奇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物理防御力正在遭受削减。黑暗刺客依靠这样爆发和削减防御并重的技能，哪怕是面对骑士系的肉盾职业，只怕也能取得不俗战果。但很显然，这样的技能在此刻的白胜奇身上却半点作用也没有，只如同挠痒痒。黑暗消退，阴冷男子身影再现，站立在白胜奇身前不远处。他的手中仍旧紧握着那柄漆黑的短刃。不可能，我60多万的攻击力，怎么连防御都破不了？失神的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漆黑短刃，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表情。这一柄短刃为暗金品质，本身价值已是不菲，他更是花大价钱专门请魔匠师锻造强化过。为了强化到接近这柄短刃的极限，还付出了碎掉5把一模一样短刃的代价。当时因为这件事，他还跟狗屎的魔匠师大吵了一场，说好有50%的强化成功率，却特么的碎掉了5把才成功这一把。除此之外，刃柄上更是镶嵌了足足4颗高级晶核，就这柄短刃的杀伤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可以说他的全副身家有一大半都砸在这柄短刃上了，为此还背上了沉重的装备袋。配合上黑暗刺客本身的职业技能，他一套下去基本没有不回城复活的。他的暗杀事业也因此才蒸蒸日上，干得如火如荼。像这种收益巨高的生意，他只要再多做鸡单就能回本了，还轻装备袋指日可待。但是此刻他有点怀疑人生了，自己花费巨大，不惜背上装备袋打造出来的超级品武器，击打在区区一名3转职业者身上，却只造成了1的伤害。尽管知道对方可能使用了许多属性水晶，才堆出来了这超越许多人的面板。面板可以超越人，但不能超度人啊！3转职业者
防御面板强到令自己这极限堆攻击的五转都破不了防，这合理吗？白胜奇心里其实也是捏了一把冷汗的，但是此刻发现对方仍旧破不了自己的防御，他才终于放下心来。然后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想起自己早就掌握了某个技能来，是岩石皮肤，幸好我早就学了岩石皮肤这个技能。白胜奇心里泛起了这样的想法。得益于受击就会增长熟练度的友好机制，经常在练功房里被20只怪物不停围殴的他，这个技能等级提升极快，此刻已经达到了 LV8 的程度。而 LV8 的岩石皮肤，哪怕是不主动开启岩化状态，被动增加的额外物理防御力也已经达到了体质3技能等级的程度。配合上3万多点的体质属性，白胜奇如今的物理防御力已经达到了120万左右，是高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至少是让面前这名5转黑暗刺客绝望的地步。60万的攻击面对120万的防御力，如此大的差距，哪怕是他拥有一些削减防御力的手段，也根本无补于事。你打完了吗？那轮到我了。在阴冷男子短暂失神的瞬间，白胜奇已经欺身冲上，手中的坚刃依杖朝着对方当头便砸。沉重的风声响起，可见这一击的力量绝不寻常。阴冷男子下意识要躲避这一击，才发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对方的主要攻击根本不是来自于那挥击的依杖，而是来自于周边悬停着的黑色细针。在刚刚自己向对方发起攻击时，对方便已经开始布局。此刻，如同后虫幕布一样的纯黑衣针已经将大厦的这一层围得严严实实。身为5转职业者，他当然知道这是3转职业赤足行医的阴阳衣针技能，但是密密麻麻多到了如此程度的阴阳衣针，却着实是他从未见过的。按照每一根衣针需要消耗1000点生命值，这些衣针加起来要消耗何等巨量的生命值，区3转职业者能够支撑得住吗？他已经无需操心这一点了。致命的威胁感觉袭上心头，他再也不顾5转职业者的尊严，决定马上逃跑。但是黑暗刺客那种近似于短距离瞬移一样的快速袭击，却是需要一个攻击目标才能发动的，而这个范围内此刻只有白胜奇一个可供攻击的目标，就很难受。无奈之下，他尝试使用盗贼系的招牌隐身技能逃脱，但很遗憾并没有用处。白胜奇的侦察之眼看不透5转黑暗刺客的那种黑暗袭击技能，但是对于看穿隐身却是驾轻就熟。无穷无尽的阴阳衣针找上了隐身状态下的阴冷男子，只是刚刚一接触，他的身上便有咔嚓声响起，那是生命之锁破碎的声音。作为5转职业者，他当然不会缺少这种保命装备。一眨眼间，他便被动地进入了锁血状态，这个状态给了他3秒的安全时间。阴冷男子浑身战力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猛地冲出了大厦外壁，沿着外壁表面向下迅猛奔跑。他此刻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爬墙壁虎，奔跑的速度、下坠的速度，加上身上不知何时启动的加速技能，他竟然短暂地脱离了阴阳衣针的包围圈。见此一幕，白胜奇颇为意外。果然，爬墙这种技能也属于刺客职业的特色吗？而对于阴阳衣针的飞行速度，他也是有些无语。这些细密如雨的衣针，飞行的速度跟射箭相比起来，确实相差太多了。白胜奇没有更多的思考，直接也纵身跃出，往下落去。都将人的锁血状态打出来了，他显然不可能舍得放过击杀对方的大好良机。但和对方比起来，他根本不具备在大厦外壁奔行的能力。哈哈，你会摔死！在外壁奔行的阴冷男子看到下坠的白胜奇，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对方显然是杀红了眼，啥都忘记了。自己敢跳出来，是因为有外壁奔行的技能，对方凭什么？下落之中，3秒很快过去，白胜奇虽然一直下坠，但离对方的距离却仍有一些。阴阳衣针显然是追不上的了，被动的迅猛下坠，在这种的状态里，很多操作已经被限制，其中便包括从背包空间里取用道具。本想取用弓箭给对方一击的打算，一而搁浅。阴冷男子显然是知晓这一点的，此刻锁血状态已经过去的他，一边大笑，一边加速奔行远去。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结果会是他顺利逃脱，而白胜奇冤枉的摔死在地。想太多了，在这种下坠的状态下，至少穿戴再深的装备和自身技能是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的。咻咻咻，一连3箭隔空向着下方的阴冷男子射去，正是通用技能弹跳射击。箭支射出时，白胜奇的身躯受到技能的影响，开始向上弹起。你！阴冷男子惊怒出声，却已经来不及。白光闪过，他被彻底击杀。第98章得加钱。清水城复活神殿，守殿人早已经被调开，此刻守在神殿周围的是大量的强大职业者，为首的正是职业者协会的清水城分会长。此刻他的面色有些古怪，因为
刚刚复活神殿里光芒闪过，大片的人影出现，当头的一个竟是他最熟悉的面孔，正是清河公会的会长周成天。没想到只是短短时间没见，对方又被击杀了一次。这么算起来，单单只是今天，他就被消耗了2次额外复活机会吧。那么身为4传职业者的对方，如今还能剩下多少次复活机会？2次还是1次？不经意间，分会长乌修的脑海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但很快他便收拢心神，向着周成天问道：怎么回事？那人不是过去了吗？出了些意外？周成天摇了摇头，脸色并不好看。他看了看复活神殿周边，问道：你这边是已经准备好了吗？乌修沉沉点头，说道：没错，我将人都调来了，加上你这边的话，正好可以维持住这个魔法阵，即使要花费大量珍贵魔法石，也只能如此了。那白圣琪的实力实在是过分惊人。周成天也看到了布置好的魔法阵，点了点头。7阶魔法阵当时用来攻略7级副本也绰绰有余，仅仅只是阻拦那白圣琪一段时间，肯定是足够了。他又紧咬牙关，恨声道：这一次我一定要将他彻底挫骨扬灰，绝不容许他有任何存活的机会。此时此刻，他心中十分难受，对曾经没有选择彻底解决白圣琪而感到后悔。虽然说自己如今性命还在，但2次复活机会却是真真切切的失去了。他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这一刻说不出的痛。乌修也是点了点头，认可了周成天的想法。他作为协会分会长，按理说更应该在一清水城的职业者发展。清水城出了白圣琪这样的一个优秀职业者，对于他这个分会长来说，本应该是利好的消息。但很遗憾，因为曾经的白牙大法师，他们与白圣琪之间显然已经不具备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你我为主，其他人为辅，这就马上将魔法阵运转起来吧。那位出手，复活神殿应该马上就有消息了。无需乌修提醒，周成天已经十分默契地站立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去。2次被白圣琪送到复活神殿来，他作为4传大法师的傲气早已经被收拾的差不多了。此时此刻，他再也不觉得单凭自己的实力就能够跟对方掰手腕了。如果有可能，他其实真的不愿意再跟白圣琪对面而立了。但是他的心里同时也知晓，危机并不是躲着就能够躲得过去的。如今的复活神殿旁，除了那个胡老疯子之外，几乎整个清水城的强大职业者都集中在这里了。若是连这样都拦不住那白圣琪，那整个清水城里也不可能再有更加安全的地方了。魔法阵发出了冲天的光芒，开始围拢着整个复活神殿运转起来。这个魔法阵的攻击能力并不强，强在围困方面。曾经的他们便是以这个魔法阵困住了7级副本里的最强怪物，并慢慢将之磨死。这个魔法阵名为困魔咒，但当然不仅仅只能用来困住魔物。此刻在这个魔法阵的围困当中，复活神殿有光芒闪起。乌修说的没错，那位出手果然马上就有消息了。坚持住，困住他，等那位过来就可。分会长乌修正大声呼喊着，忽而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后边的话语再说不出来。目光焦点同样放在复活神石旁的周成天，这一刻也猛地瞳孔收缩，理解了乌修的异常表现。视线当中，只见那复活神殿中一道身影站立，随着光芒复活过来。这一道身影，乌修和周成天都半点不陌生。但正因如此，此刻的他们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瞳孔深处的震撼。如今出现在复活神殿里，复活过来的这人，并非他们意想之中的白圣琪，那是一名面容阴冷的男子，正是与他们达成了交易，被他们邀请前来的5转职业者黑暗刺客。他们想过那白圣琪也许十分不好对付，哪怕黑暗刺客也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也想过等到对方复活过来，这个魔法阵甚至都不能长久困住对方。他们想过很多种可能，却怎么也没有想过花费巨大代价请来的黑暗刺客，堂堂的5转职业者，竟会从这复活神殿里走出来。那白圣琪真的强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连5转职业者也是说杀就杀。别说乌修和周成天想不通，连这位黑暗刺客自己都有些想不通。3转职业者怎么能强大到这种地步的？本来他存档的地点并不在清水城，只是因为交易前来，考虑到之后还要在这清水城待上一段时间，他干脆就将存档地点重新设在了这里。没想到重新设定存档点的举动竟那么快就发挥作用了。快停下魔法阵，让他出！乌修连忙招呼着，让周边的人停下来。但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已经看到幽暗光芒一闪，强力的困魔咒被硬生生刺破，那黑暗刺客已经落到了外边。被击杀后的他显然已经怒火中烧，等不及这个魔法阵停下来了。那个乌修和周成天一起硬着头皮迎上去，那黑暗刺客
只是冷冷一眼，便已经将他们要说的话堵了回去。你们提供的消息差太多了。冰冷的话语硬邦邦地扔在两人身上。明明是你自己说不需要这些没用东西的。乌修和周成天两人对视一眼，内心这些吐槽着，表面上却识趣的没有反驳。这个时候，哪怕是情商再低的人，也知道不能在这一点上跟对方杠起来。此刻怒气勃发的那位，谁知道会不会迁怒他人呢？你们的信息不准确，那个三转职业者十分强大，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普通，想要轻易击杀根本不可能。听到面前黑暗刺客这样的话语，乌修与周成天面面相觑，心中都是一跳，暗道：莫非他要终止交易了？耳边却已经听到了黑暗刺客冰冷的话语：想要继续交易，得加钱。目光落到乌修的身上，黑暗刺客冷笑起来：我知道每个分会建立时都被赐予了一件不得了的东西，是时候拿出来了吧。第99章，那件东西。复活神殿外，面对黑暗刺客阴冷的目光，乌修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对方来自于2级城市，跟协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知道这个秘密并不出奇。现场反而是周成天最为惊讶了。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黑暗刺客所说的那件了不得的东西是什么，但不妨碍他的心里有所猜想。很显然，作为职业者协会的分会，清水城分会显然还拥有一件超强的东西，也许是卷轴，也许是装备，又或者是其他道具。从黑暗刺客的态度看来，不管是什么，这件东西一定足够强力，强力到足以对付那白圣骑的程度。目光落到乌修的身上，他心里有些难受。两人合作那么久，他作为清水城第1公会的会长，某些时候甚至已经认为自己已经凌驾于对方之上，成为了这清水城的无冕之王了。平日里，乌修这位协会分会长也确实足够低调，仿佛已经失去了与他制衡的雄心壮志。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知晓，这位一直不显山不显水的乌修分会长，竟还隐藏着足以改变局面的手段。在他被追杀的屁滚尿流，消耗了2次复活机会的现在，他手脚都颤抖起来，看着面前的乌修，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乌修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没有去迎接周成天的目光，而是向着黑暗刺客苦笑道：那件东西确实在，但是从清水城分会建立开始，至今都没有动用过。他摇了摇头，斟酌着言语：总会有规定，这件东西只有在灭城危机时才能够动用，事实上是为了50年前发生的那种事件而准备的。50年前的那种事件，现在到处都在传，搞得人心惶惶的，但到底会不会真的再次发生，谁又知道？黑暗刺客讥笑起来：至于说灭城危机，没等到灭城，你自己就先灭了，难道你宁愿抱着那东西去死也不肯使用？我可不信你是这种食古不化的人，如果是的话，你就不会想着找我来帮忙了。不得不说，黑暗刺客看人很准。乌修向着周边看了一眼，对着黑暗刺客说道：介意不说话，不需要那么麻烦。黑暗刺客轻哼一声，随着技能发动，周边又被黑暗所笼罩，只有他所立身的3米范围仍可见光明。周成天和乌修都被他圈了进来，这是黑暗刺客的状态类技能，可以作为他发动其他攻击技能的前奏，如今用在这种场合正好合适。外边众多的职业者看着黑暗笼罩之处，虽然有所好奇，却仍旧守好自己的位置，并不慌乱。他们都是协会或者清河工会的骨干成员，对乌修和周成天有着足够的服从。很快，黑暗散去，一道幽暗身影瞬息远去。这是黑暗刺客职业的加速移动技能，在城区之中，赶路的速度比开车都快多了。原地只留下周成天和乌修2人。周成天这时脸色有些不善，看着身旁的乌修，微微轻哼，说道：这么多年，我倒是不知道你还保留着这样的手段。乌修脸上露出人畜无害似的笑容，摆了摆手：其实也没差，这东西受到总会的严格管控，不到危及清水城的紧要关头，是不能轻易动用的。我本来就没有要动用它的打算。呵呵，周成天无声一笑，不打算动用，会随身携带着，只经过短短的几句话交涉，就将之交了出去。但周成天没有彻底撕破脸皮。刚刚在那黑暗笼罩的区域里，他大致上了解到了有关那件东西的一些信息。可以肯定的是，那件东西一旦使用，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威能，远不是清水城里的任何力量能够抵抗的。即便是身为5转职业者的黑暗刺客，在看到那件东西的时候，眼里也被深深的震撼所填满。很显然，在那件东西面前，即便是5转职业者，也似乎算不了什么了。难怪说是要在灭城危机时才能动用，以这件东西的威力，说不定还真能在灭城危机里力挽狂澜，救下整个清水城。周成天注意到，那件东西似乎不是一次性消耗的，而且需要以协会分会长的权限解锁。从这一刻起，曾经有过的想要将这位分会长取而代之的想法就此淡去。至少
在找不到对付那件东西的手段前，这位分会长只能合作，而不可以与之为敌。果然，职业者协会的底蕴远远不是自己这样一个野路子创立的所谓第一工会能够比拟的。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件东西，那个给了人很多意外的白圣骑又将会如何？或许，如今是轮到对方开始感受意外的时候了吧？黑暗刺客就在这个时候重新找上了白圣骑，带着从乌修分会长处得到的那件东西。这一点，此刻的白圣骑仍是一无所觉的。之前在大厦外壁击杀掉黑暗刺客之后，他的身躯受到弹跳射击的反作用力向上弹跳开去，但这一点点反弹显然不可能让他彻底脱离下坠的境况。于是他激发了一直装备在身的蚂蚱翅膀，在掠行的作用下，他身化流光，向着1500米外飞去。等到安全落地后，他一点时间也不打算浪费，认准方向便向着复活神殿赶来。不管是除恶务尽还是痛打落水狗，这个时候做出这种选择都是没错的。他没想到的是，那黑暗刺客竟还敢找过来，并且主动地拦在了他的身前。大家无仇无怨的，一次就够了，你还这么认真地找过来干嘛？对于他的问话，黑暗刺客并不搭理，只是冷笑一声，喊了一声死。他已经检讨过了自己先前的失利，尽管有实力上的计算失误，但同样也有话多的影响。反派死于话多，黑暗刺客并不认为自己是反派，但同样打算从此改掉战斗中话太多的毛病。随着死字出口，一个造型奇特的黄金圣像被他扔上了天。扔上天的黄金圣像发出了刺目的金光，逼得白圣骑都差点睁不开眼来。而仅仅只是一瞬之后，黄金光芒散去，黄金圣像同样消失不见。如此同时，站立在他面前的阴冷男子却已经大变样。本来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对方，此刻却已经周身裹着金光，整个人就像披上了一件黄金圣衣。白圣骑以侦察之眼看去，发现自己竟已经看不透对方的面板信息。那一层黄金圣衣直接屏蔽了他的查看。金光一闪，那阴冷男子身化星芒，持刃直刺而来。第100章黄金圣衣。白圣骑有些意外，面前持刃攻来的阴冷男子像是完全舍弃了黑暗刺客的攻击方式，像一位勇猛的斗士般直直冲来。而此刻那名阴冷男子的身上被金色的光芒浸染，还真有点像开启了金色斗气的斗士。如果白圣骑知晓先前那黄金圣像的名称，恐怕会更加哭笑不得。这件黄金圣像名为黄金圣衣，正是清水城协会分会压箱底的手段，可以将使用者的战斗力提升到可怕的程度。能够被寄予厚望，在灭城危机时搬出来力挽狂澜的东西，当然不会太简单。白圣骑不知道在黄金圣衣的加成下，对方的实力增强了多少，他只知道他不可能退缩。事情已经进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今天的他，剩下的就只有大开杀戒一条路而已。眼中金光袭来，对方手中的漆黑短刃同样也已经染上了金黄，此刻往他心口直捅。摒弃掉所有花里胡哨的手段，这是最直接的攻击。在黄金圣衣的作用下，阴冷男子的实力提升巨大，根本没法精细操控。如今的他就像是小孩拿大锤砸人，不过只要这柄大锤足够大，那么杀伤力便足够惊人。此刻的白圣骑便难得地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面前攻来的阴冷男子，他手中的坚刃依杖已经同样迎击了上去。金铁重剑断裂后，他如今进城攻击的武器主要是这柄坚刃依杖了。背包空间里虽然也有一些刷怪掉落的装备，而且品阶还很不错，但对于他来说远不如坚刃依杖顺手。反正对于他来说，用其他职业的装备属性的附加几乎等同于没有，也就没有必要纠结了。不过在坚刃依杖挥出去的时候，他心里也确实有了个新的想法，那就是等解决掉眼前这件事情后，该请人专门为自己打造一些装备了。虽然装备属性的附加只算个天头，但至少要确保武器装备的耐久度足够靠谱。像之前金铁重剑断裂的事情，他可不想再遭遇第二次了。这一次是因为自身实力碾压的强，才影响不大。万一碰上了实力旗鼓相当的对手，战斗中武器断裂绝对是大忌。在这种想法之中，两人的武器没有交击，攻击都结结实实的落到了对方的身上。呜！阴冷男子发出了一声闷哼，披在他身上的黄金圣衣在白圣骑坚刃依仗的敲击下，竟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形，但是终究是没有被攻破。这样的字眼跳起来，让白圣骑心中一跳。焰魔杀衣附加的魔法攻击就算了，坚刃依仗的打击可是确确实实的。以自己100多万的物理攻击力，击打在对方的身上，竟然连破防都做不到。对方身上的这一层金色到底是什么来路？而同样的，受到对方短刃的刺激，白圣骑的头顶上也跳起了伤害数字，376666。可怕的伤害数字让白圣骑眉头紧皱。从一开始的不破防，
到如今的一击打出30多万伤害值，那个黄金圣像对于职业者的加成就这么恐怖。哈哈哈哈！看到这一幕的阴冷男子大笑起来，风水轮流转，满心舒爽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先前下定的决心。此刻的他感觉到战斗中话多一些似乎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只是冷冷说道：我不管你背后都有谁撑腰，不管你使用了多少属性水晶，但是在这黄金圣衣的面前，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你或许不知道，这件黄金圣衣可以将使用者的双攻和双防都提升足足100万点，生命值同样有着巨大的提升。也就是说，如今的阴冷男子物理攻击力已经达到了160多万的程度，而白圣骑战阶只有120万的物理防御力，被打出30多万的伤害，是再正常不过的。同理，对方的防御力在增长了100万之后，自己破不了对方的防御，也是理所当然。哼，先前破不了你的防御，如今我一刀30多万，你血条又有多长，能够撑得住我的攻击？先前的憋屈感觉一扫而空，阴冷男子再不多言，擎着手中短刃便再次向白圣骑发起进攻。白圣骑确实有些始料未及，不过一击30多万的伤害确实吓人，但想要2-3下就将他的血条清空，那也是不太可能的。本来刚3转的时候，他的最大生命值便已经达到了1300万左右，而在之后的战斗中，他一直维持着阴阳一针的开启，生命值是时刻都处于掉落状态的。而自身的被动技能苦行一体每掉落一次生命值，便会永久增长生命值上限为掉落值的1/1000技能等级。持续的生命值掉落让他的苦行一体熟练度提升迅猛，此刻已经达到了 LV4。仅仅这点时间内，在苦行一体的作用下，他的生命值上限又提升了100多万。此刻的血条长度已经达到了1400多万。哪怕阴冷男子一击能够打掉他30多万血量，想要将他的血条彻底清空，也需要好几十下攻击才行。那还是在白圣骑血量不会恢复的前提下。事实上，作为一名医师系职业者，他治愈自身的能力又怎么可能会差到哪里去？眼看着连阴阳一针也被对方的那层黄金圣衣拒于外边，白圣骑暂时放弃了攻击对方的想法。想不到竟轮到他破不了对方的防御，异地而处，这种感觉倒是颇为新奇。他没有纠结太久，直接就一个一针刺血技能施加在了自己身上。顿时，他身体的潜能被激发，全属性提升了 20%。146584，阴冷男子的短刃再度攻击到他的身上，但这一次全属性提升了 20% 之后，他的防御力也上涨了许多，对方所造成的伤害值远远低于先前。阴冷男子有些难受，但仍是一咬牙，冷笑道：防御力临时提升1点又如何？就算一击只能造成10几万伤害，我也能够迅速造成巨量输出。说话间，他奋力控制自身，终于从这黄金圣衣的包裹里艰难找回了行动的自由度。黑暗刺客的某个职业技能终于被他强行施展了出来。音速刺激，金芒连闪，在这一刻，他身化幻影，一瞬间就打出了足足8次攻击。第101章，恰如其分的岩化。在阴冷男子的技能面前，白圣骑只感到眼前一花。五转黑暗刺客的这个技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只是一眨眼间便已经在他的身上连扎了许多次。143565， 143565， 143565。好吧，看伤害数字的数量，一共是8次。以黄金圣衣提升攻击力之后，再加上黑暗刺客自身的技能，输出能力确实是有些吓人了。只是一瞬间，白圣骑的血量便掉落了100来万，这让他感受到了压力。确实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手臂一抬，猛地给自己来了一个缓慢恢复。已经达到了 LV5 的缓慢恢复，在 LV3 的治疗轻和被动加成下，治愈量十分喜人。加334164，加334164，每秒钟回复血量达到了30多万点。若是让其他的医师系看到，必定会惊掉大牙。这样惊人的治愈量，还能叫缓慢恢复吗？但阴冷男子的攻击仍会如同疾风骤雨般袭来，单单只依靠一个缓慢恢复，显然未够。作为一名医师系职业者，哪怕是不走正道的赤足行医，白圣骑的治疗技能也当然不止这一个。一眨眼间，他又给自己施加了另一个治疗技能。一道白光从天而降，落到他的身上，正是技能急速治疗。和缓慢恢复不同，这是一个瞬间恢复生命值的技能，能够瞬间恢复目标10精神技能等级的生命值，通常用在救命的时候。不过白圣骑却只是拿来当普通恢复手段使用。加1336655，因为使用的太少，目前仅只有 LV2 的急速治疗，恢复量不是太理想，只是恢复了130多万血量。他的血条瞬间恢复到满值，就像是没有被攻击过一般。阴冷男子一下子有些发愣，他本以为在自己犀利的攻击下，对方应该血条掉落如尿崩，再也挽救不回才对。结果
搞了半天血条还是满的，这是闹哪样？心情有些烦躁的他，已经渐渐找到了抗衡黄金圣衣威压的感觉，能够更自由地操控了。一个又一个输出技能被他施展出来，攻击到白圣琪的身上。短短的时间内，白圣琪算是从头到尾见识过了一遍他的手段。不得不说，这位黑暗刺客十分可怕，所掌握的技能全都是为了攻击而服务的。虽然自身会稍显脆皮，但有黄金圣衣护佑，正好能极大的发挥他的实力。一切都很完美。假如面前那人的血条不是如此坚韧的话，阴冷男子已经感觉到身上黄金圣衣的力量正在慢慢消退。虽然这个消退的速度不是太快，但总会有彻底耗尽威能的一刻。乌修这个协会分会长一次解锁，能够使黄金圣衣激发威能的时间，显然不可能是无限的。不过应该还来得及。对方虽然在不停地使用治疗技能，而且恢复力十分惊人，但在自己狂风骤雨一般的攻击中，血条也仍旧在无可挽回的缓慢掉落着。只需要再努力输出一会，对方的血条就会掉落到一半以下了。幸好黄金圣衣的防御能力足够靠谱，自己只需要放心输出就行，不用担心对方对自己造成伤害。这么好的东西，过后要不要干脆就留在自己手中，不还给那乌修了呢？虽然这东西需要协会分会长的权限才能激活，但总有一天自己会找到办法的吧。只是那样一来，恐怕会引起协会的不满，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不算好事。一边持续攻击着，阴冷男子一边在心中盘算。作为黑暗刺客，他的瞬间爆发力惊人，但一旦在短时间内击杀不了对方，陷入持久战，那么威胁力就会大大降低。论长时间的持续输出能力，他确实是远远比不过弓箭手系的同阶职业者。也幸好有黄金圣衣的加成，不然他连站到对方面前的资格都没有。看着仅仅只有3转的白圣琪，阴冷男子眼里满是羡慕嫉妒恨。对方会强到如此地步，应该全是依靠属性水晶。只要有大量的属性水晶，哪怕是已经5转起步较晚的自己，未来也必定有无限的可能性。他畅想着清水城出现过的那个秘境，心潮更加汹涌澎湃起来。或许自己逆天改命的机缘就在这清水城。咦，种种想法在心头掠过，正在持续发动攻击的他，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此刻的他明明已经将对方的血条打落到一半以下了，但莫名其妙的，对方的血条却在急速地恢复起来。先前对方一直都在坚持使用着治疗技能，他对于对方的治疗手段也已经了然于心，不外是一个缓慢恢复和一个急速治疗罢了。虽然这2个技能的回复量确实是有些吓人，但也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在阴冷男子的眼前，白圣琪站定在原地，血条飞速上涨，不过短短几秒钟就又恢复到了满值的状态，就好像他辛苦攻击忙活了老半天，却根本啥也没干一样。眨了眨眼，不信邪的他手中短刃紧握，猛地又使出了一个强力的攻击技能，是惯用的音速刺激，一连8击无一落空，打在了呆呆站立根本不懂得躲闪的白圣琪身上。一连8下，黄金圣衣加成下的强力技能音速刺激喜提8点总伤害。阴冷男子一下子沉默了。这个世界职业者众多，加上各个分支，还有诸多通用技能，此刻他脑袋嗡嗡作响，根本想不通对方到底是使用了哪个技能。白圣琪使用的正是岩石皮肤的主动状态岩化，这个不算太高品阶的通用技能，用在这时发挥出了恰如其分的作用。岩化状态持续10秒，自身停滞无法行动，额外增加的物理防御力效果翻倍，并每秒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1%技能等级。冷却时间60秒。 LV8 的岩石皮肤每秒钟就能恢复自身8%的最大生命值，10秒钟时间足够将他目前掉落的血量全部补满。而翻倍的额外物理防御力用在这时，更是让阴冷男子100多万的攻击力也打不出半点伤害来。虽然只是持续10秒，却已经足够。可以说，面对着拥有黄金圣衣的阴冷男子，白圣琪算是将自己压箱底的手段都全用出来了，效果也立竿见影。哪怕是这位5转黑暗刺客，也拿他半点办法没有。10秒钟过去，阴冷男子已经开始考虑逃跑的事情了。此刻黄金圣衣的力量衰减得越来越快了，他心里明白，对付对方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再继续战斗下去的话，恐怕自己的下场只能是再次去往复活神殿。现在才想跑，晚了一点吧。白圣琪冷笑一声，手中换上了弓箭，一箭朝着对方的后背射去。两人之间的战斗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应到对方身上黄金圣衣的力量衰减，525456，一击造成了50多万伤害。显然，对方身上的黄金圣衣力量衰减，防御力方面的加成减弱了许多。加上不久前提升到了 LV2 的一针刺穴技能，白圣琪短暂全属性提升30%，如今的攻击力已经达到了170万。
5转黑暗刺客的血条会有多长呢？让我看看吧。第102章，持中立态度的人。在白圣琪的面前，那名阴冷男子披着黄金圣衣，拼命向前奔逃。此时此刻，他身上的黄金光芒已经变得暗淡了许多，这代表着他从黄金圣衣上得到的力量加成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快便会彻底消散一空。跑！他心底涌起无尽的求生本能，但很可惜，拥有强烈的求生本能并不等于真的能生存下来。又是一支箭矢落到了他的背上，这一次受到的伤害更胜先前，甚至还没等到他身上的黄金圣衣力量彻底消失，他便感觉到眼前一黑，整个人无力地扑倒在地。不是全盛状态的黄金圣衣，根本连在白圣琪面前逃窜的资格都没有。扑倒在地的尸体很快消失，显然那阴冷男子选择了回城复活。满地的光团吸引了白圣琪的注意力，那显然是对方被击杀后掉落的道具。这种程度的大爆，哪怕是经常在练功房里击杀了许多头领级怪物的他，也极少能遇上。是了，应该是那个原因。白圣琪点了点头，心里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在这个世界里，等级高的存在对于等级低的有属性压制，但相对的，如果被等级低的目标击杀，那么作为死亡惩戒的道具掉落也是会大大增加的。具体增加的程度，就看两者之前相差的等级数以及自身的脸白程度了。很显然，这位黑暗刺客脸一点也不白，甚至是个名副其实的飞球。因为在那一地的光团里，白圣琪看到了极为眼熟的两样东西，一个黄金色的圣像，还有一柄漆黑的短刃。这一刻，白圣琪的心脏都不由得狂跳起来。因为职业限制的问题，那柄漆黑短刃对于他来说未必有太大的作用，但是这完全不影响他的价值。自己用不上，完全可以卖出去换钱啊！一柄5转职业者都视若珍宝的极品武器，怎么着也能卖出个让人满意的价钱吧？而另外一个黄金圣像就更加不得了了。刚刚已经见识过的他，十分明白这件道具的强大之处。他很快就将地上的掉落物全捡了起来。单单只是击杀了一名职业者而已，收获到的东西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练级刷怪那么久。难怪总有一些职业者无视协会禁令，喜欢铤而走险的猎杀其他职业者了。这确实是快速致富的不二法门。不过高收益同样伴随着高风险，一个不好就会像那名阴冷男子一样失手，赔了夫人又折兵，直接血本无归。随便鼓捣了一下，发现自己好像没法使用那黄金圣像之后，白圣琪没有太纠结，继续往复活神殿赶去。既然已经将对方击杀2次了，那么干脆就好人做到底，彻底帮对方将复活机会全部消耗光好了。不管是周成天还是这位阴冷男子，和自己之间除了你死我活，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具备其他可能性了。这个时候不赶尽杀绝，等着以后人家准备好了再次找上门吗？谁又愿意一直被动挨打？抱着这样的想法，白圣琪很快就赶到了复活神殿处。只是即便他已经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却仍旧扑了个空。复活神殿处只有一个守殿人，再也没有其他身影。你好，你看到刚刚复活的一个5转职业者往哪去了吗？守殿人以十分奇怪的目光看着他，最终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答复。不管是你说的那个5转职业者，还有其他人都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走得很急。守殿人向着殿外某个方向看了一眼，又说道：作为一名持中立态度的守殿人，我不能将他们离去的方向泄露给你知道。这样吗？那真是遗憾呢。白圣琪若有所思地看了守殿人一眼，点了点头，向着守殿人目光所朝着的方向走去。他没有继续逼问这名守殿人，本来这人就没有得罪过他，他也不是那种毫不讲理的人，更不用说那人躲在复活神殿里，只要他不出来，白圣琪也是拿他没有办法的。像是复活神殿的守殿人，还有转职神殿的引导员这种职业者，只要处身于神殿之中，基本是不用担心被击杀的，除非别人将整座神殿都推倒了。先不说推倒整座神殿有多大的难度，但凡是脑子正常的一点的职业者，也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等于是站到所有职业者的对立面去了，没有几个职业者会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即便是拥有神奇练功房，实力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步的他，也并不打算给自己凭空找这样的麻烦。而且这位守殿人似乎对自己挺友善的，还在偷偷的给自己提供帮助。白圣琪顺着守殿人指点的方向一路追击，中间甚至使用了一次蚂蚱翅膀的掠行特效，瞬间向前飞出1500米。当他第2次使用掠行时，终于被他发现了前方众人的踪影。一群职业者乱糟糟的在前边走着，虽然白圣琪认不出这些人的具体容貌，但这么多的3转职业者聚集到一起，显然不太可能是其他无关人员了。在空中掠行的他斜着飞来，落到了这群人的跟前，将这些人的去路拦住。
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眼，他有些遗憾，这里面并没有周成天，也没有协会分会长和那个黑暗刺客，他最想要追击的3人都不在此处。白胜奇并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冷冷地看着这些人，开口问道：“你们是清河公会的成员吗？周成天他们和那个黑暗刺客去哪里了？”他的话音刚落，就引起了一阵骚动。在今天以前，这些人大多数都不认识白胜奇，但是此时此刻，他们早已经深深被对方的所作所为震惊到了。他们中或亲身经历，或从别人口中听到，都知道白胜奇在清河公会驻地屠杀了大量职业者，并且又连续击杀了周成天和那个黑暗刺客2次。周成天，第一公会会长，4转大法师；黑暗刺客，5转职业者，受到邀请而来，却被吓得夹着尾巴逃窜离去。现在看到造就这一切的存在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谁都感到了一阵由衷的惊恐。我们不知道。有人结结巴巴地回答道。别装傻，你们先前都在一起，怎么可能半点情况都不了解？白胜奇冷笑着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要么你们再回复活神殿去一趟，要么将他们的消息透露给我，并且当场退出清河公会，你们选一个吧。真的不知道，他们离去的十分突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一个人急忙解释道。哼！白胜奇一声冷哼，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但悬停在身侧的纯黑衣针有几根飞了出去，扑到那人的身上。白光闪过，这人瞬间扑倒。能以侦察之眼看清对方面板的白胜奇一点也没浪费，仅仅只是用几根衣针就剥夺了对方一次复活机会。看着那人的尸体消失，白胜奇看着剩下的人，冷冷地说道：“怎么样，你们考虑好了没有？我的耐心所剩不多了。”第103章，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清水城街道上，众多3转职业者面面相觑，一下子陷入了骚动之中。他们没想到白胜奇竟真的如此狠辣，仅仅只是听了一句不合心意的话，便果断将那人送去了复活神殿。人群里有好几个人瑟瑟发抖起来。尽管3转职业者一般都有3次额外复活机会，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还能保留着3次没有用过。有些人在升到3转的过程中早已经有所消耗，先前被白胜奇击杀的那一次已经是自身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如果再在这里被击杀一次，那么便连返回复活神殿的机会都不会有，只剩下彻底消亡一条路了。迅速地考虑了一下，这几人对视一眼，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们退出清河公会。对于他们来说，身为清水城第一公会的成员固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且处身于第一公会之内，各种各样的利益也是远胜过那些小公会。如果有可能，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身份，只是此刻形势却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退出公会当然会得罪会长周成天，而得罪一位4转大法师显然是十分不智的行为，但和得罪一名4转大法师相比，显然是眼前这位更加可怕一些。这位可是能够追得周成天屁滚尿流的存在，只要再反应慢一些，他们可能永远就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了。很好，监督着对方进行退出公会的操作之后，白胜奇又问道：“那么他们往哪里去了呢？我听协会分会长说，他建议我们会那个周成天跟他一起到隔壁城市去，好像是要去投靠那边的协会分会长。听他们说是打算从南门走，他们走了有20多分钟了。”似乎是担心白胜奇不满意，这人回答的极尽详细。好，那个黑暗刺客呢？白胜奇紧盯着这人，继续发问。那个就真的不知道了。那位才一复活就黑着脸掏出一个卷轴离去了。按我的猜测，那恐怕是一种封印了单人传送魔法的卷轴。传送走了吗？白胜奇沉着脸，心中有些郁闷。如果是以传送魔法卷轴离去的，那么自己想要再找到对方，难度就十分大了。果然，5转职业者真是非同一般，手中竟还有传送魔法卷轴。要知道，那样的卷轴不但贵，而且极其稀少，在清水城里，连周成天这样的人物都消费不起，其珍惜程度可想而知。又问了其余几人，确认无误之后，白胜奇终于一挥手，淡淡说道：“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几人大喜，连忙挤出人群向外走去。其他职业者也是面露喜色，乱糟糟的就要跟着一起走。然而耳边传来的冷笑声却让他们一股寒意直透心窝。哼，我有说你们也能走吗？剩下的众人心中一颤，有人连忙开口道：“我们也可以退出清河公会，而且刚才的消息你不是知道了吗？也可以退出，好大的施舍！你们觉得我是在求你们？”白胜奇冷笑着说道：“消息我是从他们几个口中得来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很显然，这些人先前没有主动表态，已经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他冷冷地看着这一群人，
仿佛这些并非站立在清水城上层的三转职业者们，而只是一群毫无威胁的赤峰兔而已。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连使用了黄金圣衣的五转黑暗刺客都拿他没办法，这些三转职业者便是再多10倍，也完全不会被他放在眼里。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个屁，跟他拼了！一个人厉声呼喝着，想要怂恿其他人一起出手，自己已经向后冲去。他很狡猾，想要制造骚动，并趁乱找出一些逃跑的机会来。但令人绝望的是，此刻的场中安静的可怕，只剩下他自己的高喊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这就有点尴尬了，他不得不停下了脚步，面孔抽缩了一下，他挤出个僵硬的笑容，说道：“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有什么关系吗？”白胜奇微微摇头，身旁的纯黑衣针又有几根轻飘飘的飞了出去。那人绝望地向远去冲出，但终究不可能快得过衣针，白光一闪，瞬间扑倒。这位三转职业者终究是想得太多，在白胜奇面前耍心机，可惜绝对的实力差距下，这些心机如同笑话一般。你们退出清河公会，我只杀你们这一次，不然的话，以后咱们就走着瞧吧。白胜奇并不在意得罪人，说话间无尽的纯黑衣针已经铺展开来，围在了众人的周边。只要他心念一动，这些人便只剩下扑倒在地的下场。至于是会回到复活神殿，还是彻底消亡，那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在这样的绝望境况下，众多三转职业者终于还是放弃了抵抗。他们虽然人多，但事实却是白胜奇以一个人包围了他们全部。最终白光连成了一片，纯黑衣针之下，众生平等，没有哪怕一个三转职业者还能站着。看了一眼仍旧站在不远处的另外几人，白胜奇说道：“你们还站在这里，是想请我帮忙送你们一程吗？”早就挤出人群的几人身躯一颤，连忙快步离去。这一刻，他们的心底涌起了无尽庆幸之情。如果不是决断的快一点，怕是这个时候扑倒在地的众人里也该有他们一份。不，以他们的情况，只怕会彻底消亡，连去往复活神殿的机会都不会有。从这一刻起，他们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能跟清河宫会有任何瓜葛了，最好是干脆放弃调清水城的一切，前往其他城市重新开始。对于白胜奇，他们是真的畏惧到了骨子里。白胜奇看了一眼周边，再也不管其他，举步便往城南走去。周成天和协会分会长两人合谋对付他，他当然不可能轻轻放过。而这两人的种种行为，显然跟当时的秘境攻坚战有莫大关联的。哪怕只是为了更加了解到其中信息，他也要找到这两人。至于那黑暗刺客，只能暂时放到一边了。虽然得罪了一名五转职业者十分危险，但自己也不是普通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自己的实力只会越来越强。今天对方能够依靠黄金圣衣跟自己斗上10几分钟，但再过1-2天，说不定连站到自己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练功房的存在，白胜奇有着这样的底气。离去之前，他举目望向学校那边，感叹起来：啧，好好的一个招聘会，弄成这样，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继续举办下去。从招聘会突变到现在，连小半天时间都不到，白胜奇却不禁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至于那周成明，他摇了摇头，自语道：算了，现在的我更应该先找到他老子。至于他这爱蹦跶的小丑，不值得我去浪费时间，那天惹到我再一巴掌拍死就完事了。看问题角度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蚂蚱翅膀冷却时间结束的时候，马上一个掠形使出来，从清水城南门飞出。第104章，我在协会分会等你。清水城4个城门其实都连接着不同等级的野怪区域，南门外一眼望去是91-120级的怪物区域，对应着职业者的4转。但整个清水城够资格选择到这片区域来练级的，其实并没有几个人。对于整个清水城来说，某种程度上，南门外的区域可以算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哪怕是4转职业者深入这片区域，也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周成天和那协会分会长选择了从南门外逃去，不知道是抱了怎样的想法。要是一个弄不好，可能还没有被白胜奇追上，就已经被野区里的强大怪物给击杀了。不过清水城没有通往他城的传送阵，想要前往其他城市，确实也只能选择跨越野区的这种方式。白胜奇在城南野区一路深入，并不担心这里的野怪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些野怪虽然等级很高，但对于如今的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他一路前行，仅仅只是身周悬停着的阴阳一针自动飞出，便已经轻易将靠近的野怪击杀。就是这样，不知道深入了多远，击杀的高级野怪越来越多，但是周成天两人的踪迹，他却是半点也没有发现。在又击杀掉了一个高等级怪物之后，白胜奇皱了皱眉头，停了下来。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如今的他已经进入到城南野区极深的范围了，这里的怪物已经十分强大，
足以给普通职业者带来极大压力了。按照先前的对战，哪怕是周成天他们来到这里，也绝不会太轻松。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还想保证逃窜的速度，显然是不太合理的。到这里也仍旧追不上对方，估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自己追的方向错了。向周边看了看，白胜奇也是有些无奈。事实上，城南这边虽然说是一个方向，但区域极大，可以去往的路线是极多的。哪怕开始稍微走歪了一些，最后也会是谬以千里。而且，那两人也未必是真的往城南这条路上来了。先前那几人未必敢欺骗自己，但周成天两人故布疑阵，或者中途改变想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样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白胜奇已经有了决定。他往前方深深地看了一眼，另一座城市仍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野区背后。通过地图得知，往这个方向一直前进，最终确实能够走到另一座城市去。那是一座2级城市，其中职业者的整体实力胜过清水城不知多少。哪怕是如今的自己进入到2级城市里，也绝不敢像在清水城里这般肆意飞扬。周成天两人若是想要逃离，前往这2级城市确实是最为保险的做法，但前提是能够平安抵达。两座城市之间相隔极远，中间整整隔着一片高级野怪区，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不然的话，许多人早就前往2级城市发展了，不可能会困守在这清水城中。白胜奇的手中已经拿出了一个回城卷轴，直接选择了使用。他心里莫名的有种感觉，自己很可能是被调虎离山了。光芒闪耀而起，他很快就在回城的光芒里消失不见。眼前一黑一亮，他已经回到了清水城回城广场中。这个时候离天黑还早得很，回城广场上空空落落的，就他一个人，甚至连广场边上的守卫也不见了，很可能跟自己今日的一场大闹有些关联。白胜奇不以为意，直接激发蚂蚱翅膀的掠行，往清河公会的驻地而去。掠行的冷却时间是10秒钟，一次能够掠行1500米，比开车都快多了。只可惜，即便是他已经果断地赶了回来，也仍旧还是扑了个空。清河公会的驻地早已经人去楼空了，整栋大厦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值钱的东西大多都放在职业者的背包空间里，这里留下的也只是一些不方便搬走的家具设施之类而已。呵，白胜奇这时终于醒悟过来，自己绝对是被骗了。没想到当时承受着被击杀的压力，那些人竟还敢欺骗自己，只能说自己还是太年轻了，而且终究是不够心狠。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白胜奇也没有太过纠结，直接从清河大厦上跳下来，蚂蚱翅膀扇动，向着协会分会而去。如果他猜想的不错的话，那协会分会长与周成天同进同退，这时候怕也是跑路了。事情跟他想的一样，当来到职业者协会分会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比清河大厦好太多，包括分会长乌修在内的许多高等级职业者一个都不见，全部跑光了。协会里仍旧留下的只有几个文职人员，虽然这些文职人员也有着2转的水平，但白胜奇很清楚，这些绝不可能是协会分会的核心人员。单看乌修没有带他们走就知道了。站立在协会分会的顶部，白胜奇展眼望去，整个清水城尽收眼底，城中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些人的影踪，他们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效率高的让人根本想不明白。对于许多低等级职业者来说，今天仍旧是如同往常的一日，顶多有些不和谐的小插曲而已。但是白胜奇却很清楚，从这一刻起，整个清水城已经变天了。作为第一公会的清河公会整个消失，身为协会分会长的乌修也带着包括城卫队成员在内的大量强大职业者离去。如果不算上白胜奇的话，整个清水城的实力在这一刻可谓是跌落到了谷底。心潮起伏之间，白胜奇却忽然听到了通讯仪叮叮咚咚的响铃声，那是在他背包空间里的通讯仪响了起来。这种道具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是使用了某种他不能理解的手段，可以放在背包空间里而不影响接收信号。会是谁？白胜奇心中疑惑，却还是很快将通讯仪取了出来。喂，白胜奇吗？我是胡琉璃，你忙完了吗？我爷爷有事情要跟你谈一谈，你有时间吗？通讯仪对面传来的是胡琉璃的声音。当时在招聘会上，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自己最终和他交换了通讯仪号码。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竟然主动的给自己打通讯了，而理由竟是对方的爷爷要见自己。经过了今天这一场大闹，仍旧待在这清水城中的强大职业者，但凡是有点消息来源的，应该都能够了解到一些自己的信息了。在这种时候，那些清水城的强大职业者们应该是避开自己都唯恐不及了吧？谁还能主动凑上前来？不过那位烈士要找自己，倒正合自己心意。之前自己就有问题要请教了，只可惜身份实力地位之间的差距，让对方似乎不屑理会自己。只不过3天河东3天河西，仅仅几天过去，如今的自己实力却已经突飞猛进到足以令对方不得不正视的地步了。
那位烈师应该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才让孙女胡琉璃主动联系自己的吧。好，我在协会分会等着，请你爷爷过来吧。虽然是自己有问题要请教，但是到如今深谙职业者实力为尊的道理后，白胜奇决定该摆的谱自己还是要摆起来才行。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博弈，谁能站在更加强势的位置上，那么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谁就更能取得主动。那边沉默了一下，很快胡琉璃的声音再次传来：好，我爷爷请你稍等一会，他马上到。第105章烈士不烈。白胜奇并没有等得太久，天边火焰燃烧，一头雄狮在烈焰的环绕中极快飞来。远远看着这一幕，白胜奇心中也不由得有些羡慕。飞行对于职业者来说确实是十分有用的能力，只可惜三转赤足行蚁本身并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而蚂蚱翅膀虽然能够略行一段距离，但跟真正的飞行比起来，显然还是差得太多。等有空了，该去找找别的通用技能或者装备道具了，看有没有能够让我提前拥有飞行能力的。白烈焰雄狮很快在协会分会前落下，与他一同落地的还有一名少女，正站在雄狮背上，双手抓紧雄狮的鬃毛，正是胡琉璃。可见这位烈师有多宠爱他的这名孙女，若不然堂堂四转职业者怎么会容许他人踏在身上？看得出来，烈师糊涂以这样的方式前来，也存了一番展示实力的心思。只不过落地后察觉到自己根本看不透对方的面板信息，感受着对方身上传来的隐约威压，他早就想好的台词一下子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爷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好同学白胜奇白同学了。察觉到了气氛有点不对劲，胡琉璃连忙开口要将气氛缓和。火焰消散，原地的烈焰雄狮已经消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子站在那里。这位老爷子面容凛然，不怒自威，身上自带着一股摄人气势，此刻正以审视一般的目光看着白胜奇。白胜奇当然不惧他，虽然也是清水城里少有的四转职业者，但是另外2名四转职业者都被他打得屁滚尿流，此刻不知道逃窜到哪里去了。糊涂再强，也顶多是跟那2位在伯仲之间而已。白同学。糊涂张开口来，本想叫一声白小子，但最终感觉到不妥，还是跟着自家孙女的口气叫了一声白同学。他心中感觉到有些不习惯，但发生的事实却让他不得不明白，眼前的这位小年轻已经不是他可以随意对待的那种萌新职业者。胡老爷子，听说你有事找我，具体是什么事？对于面前的这位烈师，他倒没有太大恶感，毕竟从他得知的消息来看，当时的秘境攻坚战跟这位确实是毫无关联的。好，白同学，那我就倚老卖老，大胆问你一句了，你将这清水城闹得不可开交，接下来想要怎么办？一旁胡琉璃看着自家爷爷的这种态度，眨了眨眼睛，嘴巴张大的能塞进一个鹅蛋。他是知晓自家爷爷脾气的，不然也不会得到一个烈士的外号。但是此时此刻，自家爷爷竟然斟酌用词，好言好语的跟这位白同学对话。一时间，他看着面前的白胜奇，不由得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了。谁能想到，往日里无法无天的烈师糊涂，竟会被眼前的白同学轻易镇住。白胜奇看着面前的烈师，轻轻的笑了笑，说道：什么怎么办？糊涂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他很艰难才把自己心中勃发的怒气压制下来。要是换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周成天这样跟他说话，他早就化身烈焰狂狮教教对方什么叫做尊老了。但面前的这位却万万不可那样对待。虽然很庆幸没有参加到周成天和乌修分会长的事情里，但先前在一旁他也看到了个大概，白胜奇的实力之强，彻彻底底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外。不过短短时间内就让周成天消耗掉了2次复活机会，吓人到了极点。要知道自己虽然一直跟那周成天不对路，但这样的事情自己忙活了大半辈子也根本未曾做到。虽然不愿意承认，但眼前的白胜奇能够轻易剥夺周成天的复活机会，那要是转头来对付自己，同样也是可以做到的。即便幻形师系比法师系的生存能力更强，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仍旧不太可能有太大的不同。呼，烈士糊涂长长地输出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如今清河公会、城卫队还有分会长乌修都已经逃去，这清水城里势力太洗牌，你难道就没有点其他的想法？什么其他的想法？白胜奇摇了摇头，似笑非笑。我对这些可不感兴趣，他们爱咋弄就咋弄好了。老爷子，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出手进场，放心，我都没意见。原来是为了这清水城中势力洗牌、利益分配的事情。周成天等人离去后，城里的其他人显然动了心思。白胜奇扪心自问，自己好像并没有这方面的天分，而且拥有着神奇的练功房，自己只管努力刷怪提升自身实力就行了，搞什么工会，
除了浪费时间、劳心劳力之外，得不偿失。糊涂松了一口气，白胜奇的这一番话，让他心里的担忧一下子消去了许多。本来嘛，清河工会败走之后，这清水城里实力最强的工会便轮到他的百兽工会了。再加上没有了协会分会和城卫队的掣肘，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心中大石落了地的糊涂鱼是又问道：“那么，我们百兽工会想请白同学来当一位顾问，不知道白同学有没有兴趣？这是打算扯虎皮拉大旗了？”白胜奇心中感叹，嘴上却问道：“顾问的事情先不说，倒是老爷子当时有关秘境攻坚战的事情，你了解多少？不如跟我细说一下。”糊涂看了旁边的孙女胡琉璃一眼，向白胜奇说道：“这个我来前已经跟琉璃详细讲清楚了，白同学想知道什么，等会让琉璃跟你说就可以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不过和这个相比，眼前倒是有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亟待解决。”是什么事情？眼看糊涂的神情很是凝重，白胜奇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变得沉重了一些。职业者协会。糊涂目光炯炯地看着白胜奇，沉声说道：“清河工会也就算了，虽说是清水城第一工会，但终究是民间力量，更替之间并不为协会所在意，反倒是协会分会。你将那乌修弄走了，总会那边收到消息，只怕很快就会派人前来处理了。”处理？白胜奇呵的一笑：“处理什么？处理我吗？”虽然话不好听，但确实如此。糊涂重重点头，说道：“依我看来，你最好还是早做准备，找你们转职神殿的分店主聊聊，他那边应该会有些门路可走。”顿了顿，糊涂又接着说了下去：“然后咱们清水城这边也该尽早整合起来，所有人统一口径，到时候哪怕是总会来人，也会顾全大局，最终不了了之。新安排上任的分会长初来乍到，还不是得仰仗我们这些人。”不得不说，这位烈师说的话一套一套的，让白胜奇都差点听得愣住了。直到烈师远去联系其他职业者，白胜奇看着仍旧留在原地的胡琉璃，啧啧感叹：“你的这位爷爷真是别人口中的烈师吗？”胡琉璃自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忍俊不禁，掩嘴笑道：“烈师称号只是因为他的脾气，谁规定脾气火爆的人就一定得没脑子？”摇了摇头，白胜奇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神情一凛，说道：“好了，闲话就不多说了，当时秘境攻坚战的详细信息，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第106章，新的打算。清水城职业者协会分会。白胜奇与胡琉璃相对而立。就在刚刚，他从胡琉璃的口中得知了有关当时秘境攻坚战的所有信息，至少是胡琉璃所能够得知的所有信息。所以当时明明是有机会，但是乌修和周成天直接临阵脱逃，弃前方的攻坚对于不顾。白胜奇沉着脸，紧盯着胡琉璃。周成天也就算了，但是乌修作为协会分会长，为何会做出这种不智的行为？其实我也不太懂。胡琉璃摇了摇头，又说道：“不过听我爷爷说，当时白牙大法师，也就是你的父亲实力远胜过那周成天，声望也极高，在这清水城里的号召力十分强，人人只知道有白牙大法师。乌修这个分会长做的并不是很自在。”好。听完了胡琉璃的话语后，白胜奇沉默片刻，并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轻轻说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你爷爷吧，明天我会去找他商量接下来的事情。”说罢，也不给胡琉璃多说什么的机会，直接离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胡琉璃欲言又止，终究还是没有出言挽留，摇了摇头，往来路返回。而这个时候的白胜奇却又很快来到了清水商厦。一直待在清水商厦里的大王老板，并不知晓短短时间内，面前的少年已经将整个清水城闹了个底朝天。看到白胜奇前来，他颇为意外。今天不是招聘会举办的日子吗？你怎么还有空到这里来？白胜奇笑了笑，并不多说，只是开口道：“我来你这里挑些装备道具，暂时先用着。另外，还请你帮我尽快联系一下，我需要找一位魔匠师来帮我定制装备。”经过了今日的战斗，白胜奇心里也明白了一件事：虽然自己的属性面板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很多时候装备道具的辅助能力同样不能小觑。如果配置的好的话，甚至能够将自身的属性面板发挥出许多倍的威力来。至于一些通用技能，他也早就看过了商品清单，但在这个3级城市里，似乎并没有多少合用的。随便挑选了一些装备道具后，白胜奇便离开了清水商厦。他注意到商厦里许多大商行都一片狼藉，像是急切间清空搬走的样子。这些只怕是清河工会的产业。一场战斗逼得周成天等人抛弃产业逃窜出城，但他心里却仍旧不太满意。只不过事已至此，先做好眼前的事情最要紧。他却并不知道，在他前脚踏出商厦时，后边大王老板的通讯仪便响了起来。你们怎么知道小白兄弟和我有生意合作的？好，这不是重点。什么？那小白兄弟做下了这般事情，
清水商厦中，大王老板连忙加快脚步跑出大门，但前边哪里还有白胜奇的踪影？他竟真的做出这种惊天大事！我本以为已经高看他一眼了，没想到还是小觑了他。可惜之前应该想办法留下他的通讯仪号码的。沉吟片刻，大王老板猛地抬起头来，眼里有莫名的光芒闪烁。是了，我得动用所有的关系，帮他联系上一位魔将大师，能够跟他有这样一段缘分，是我的机会，说不定我的境况也能够因此而得到改变。并不知晓，也不关心底下暗流涌动的白胜奇，此刻回到了家中。成功3转之后，他按捺不住向周成天等人发难，并没有来得及继续提升自己。如今是时候再度提升自己了。不管清水城中其他人怎么想，协会总会那边又有什么反应，总之自身的实力提升才是基本，足够强大的实力才会带来足够的底气。他再一次进入到了练功房内，和之前相比，此刻的练功房显然又有了变化。黑铁练功房 LV3， 当前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20，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1，杀怪经验值加成 30%， 物品掉落率加成 30%， 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3点。这是3转之后的变化，各方面比起2转的时候都提升了不少。而本来一天只能使用4个小时的限制，此刻也增加到了5个小时。算上3转之前使用的时间，他今天还能够使用2个小时。没有什么好说的，白胜奇熟门熟路地开始了新的一轮刷怪。所用的武器是刚刚从大王老板处买来的双手巨剑，品质等级都更胜过原来的金铁重剑。只不过跨职业使用装备并不会得到太多的属性加成，所以事实上跟使用金铁重剑差不多，要的只不过是双手巨剑的近身群攻特效而已。这更加坚定了他定制合适武器的决心。不过一切还得看大王老板那边怎么联系了。大量的怪物在他的巨剑劈砍中纷纷倒下，化作了他的经验值以及不断提升的属性值。2个小时很快过去，依靠着3转后更加强力的面板攻击以及阴阳一针的持续攻击，他刷怪的速度快得惊人。已经有7、8万只怪物倒在他的巨剑之下，而这些怪物全都是3倍经验值的副本怪，让他的等级也提升到了62级。2个小时的刷怪只是提升了2级，对于他来说好像显得有些慢，但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其实已经算是做梦都不敢想的速度了。3转之后升级的经验值要求大大提升，普通职业者乖乖在野外练级的话，怕是1年都未必能够提升得了1级。而白胜奇的实力提升主要也并不是依靠等级的提升，击杀了7万多只的怪物，他的各项属性又都各自提升了接近7000点。如今他的面板属性是这样：等级62，体质39417，力量39417，敏捷39417，精神39717，每一项属性都已经是差点达到4万点的程度。而除此之外，他的生命值更是有额外提升，每时每刻都在掉落血量的阴阳一针，配合上苦行一体，他的生命值上限一直在时刻增长着。如今最大生命值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一个才刚3转的人，血条便已经超过了2000万，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白胜奇却知道这绝不会是自己的终点。练功房的使用时间虽然暂时没有了，但并不妨碍他继续变强。天色渐黑，这时候出城没有必要，他一边时刻维持着阴阳一针，一边不停以缓慢恢复等治疗技能回复生命值。除此之外，他还不停使用着其他技能，尽力地提升着这些技能的熟练度。实力的提升，属性面板是一方面，技能等级同样也不能落下。如今他的魔法值已经足够多，哪怕只是单纯依靠魔法值的自动恢复，也已经支撑得住他不停地使用技能。血条的上限在时刻提升着，而他的许多技能熟练度也在持续提升着，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不知道何时会到来的协会总会成员，其他并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心焦的了。很快天黑天亮，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在将这一天的5个小时练功房时间使用掉之后，实力又有所提升的他举步往转职神殿而去。烈士糊涂建议他走一走转职神殿分店主的门路，他并不打算当作耳边风。第107章，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清水城转职神殿，脚步声响，白胜奇悠然踏进了神殿之中。啊！尖叫声中，神殿里一阵骚乱。原来是有2个人正在进行转职，但看到白胜奇的瞬间，他们顿时变得脸色煞白，连转职这样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很显然，要转职的这2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但对方应该是认识自己的，不然很难解释他们的尖叫声因何而来。无视了发出尖叫了2名职业者，白胜奇向正在引导转职的祝小雨问道：“分店主呢？他回来了没有？”
身为转职引导员的祝小雨，此刻站立在大殿内，也是有些怔然。作为一名二转职业者，在看到三转职业者陨落如雨，连四转职业者都要屁滚尿流之后，要说他对白胜奇没有一些畏惧，那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大家也算是同事一场，如今又是待在转职神殿内，生命安全有所保障，他这才没有过分惊慌。不然的话，刚刚的尖叫声必然会有他贡献的一份。小白，分店主他来了，就在里边。祝小雨的声音有些嘶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对方才好。好，那你忙吧。白胜奇对着祝小雨笑了笑，快步向里走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走道里，祝小雨才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而另外2名转职的职业者此刻也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怎么办？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转职吗？要不咱们先回去，等下次再来。2名职业者显然对于突然出现的白胜奇极度畏惧。看到这一幕的祝小雨一时间心里不由得有某种优越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面前2名职业者，淡淡一笑：没有必要，2位，刚刚那一位是我们转职神殿的职员，你们如果是因为看到他就放弃转职，那大可不必，反正他是天天都会来神殿打卡上班的，你们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说着这样的话时，祝小雨也是心中打鼓。事实上，白胜奇属于外勤人员，哪里会天天前来打卡了？之前来的勤一点，不过是过来转职而已。而且以对方如今的实力，还愿不愿意当这转职神殿的捕猎员，那还是两说呢。这不，现在不就是来跟分店主谈判了吗？分店主天天有气无力的，看起来随时会一口气喘不过气就嗝屁的样子，哪里可能压得住如今的白胜奇？不说祝小雨心中的种种离谱想法，此刻白胜奇已经走进了内殿，来到了分店主的跟前。啧，我就刚离开2天去上面开会，你倒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分店主看着面前的白胜奇，面上表情似笑非笑。你把清水城闹了个天翻地覆，现在莫非想要求我帮你擦屁股？那倒不至于。白胜奇站立在分店主的面前，以侦察之眼肆意观察着面前的这位瘦弱中年人。如今他的精神属性早已经突破了4万点，离5万点也已经不远了。以这样的精神属性作为支撑，侦察之眼的勘探能力大大提升，哪怕是分店主这样的人物，在他面前也理应不会有任何秘密才对。果然，对方的信息尽在眼底。白胜奇眉头一挑，显得十分惊讶。这位分店主的属性面板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分店主显然也察觉到了白胜奇的窥探，他有气无力地输出了一口气，向着白胜奇笑道：怎么，我的属性面板是不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离谱滴滴？白胜奇点了点头。刚刚侦察之眼看到的信息确实让他心中疑惑不已。这位转职神殿的分店主，清水城的几位巨头之一，属性面板的强度竟才勉强达到了3转职业者的水准。不过白胜奇只能看清对方的属性面板，但对方具体几转又是什么职业分支，他却看不清了。但无论如何，这都是说不过去的。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实力，分店主又怎能屹立于清水城中，让周成天和乌修分会长等人都忌惮不已？白胜奇心里疑惑，顺着对方的话问道：以你这样的属性面板，作为一城之地的转职神殿分店主，只怕有些勉强吧？何止有些勉强？分店主一笑：不然你以为我为何一直待在这神殿之中，几乎从不外出？不是我不想出去，实在是不敢出去啊。他摇了摇头，又说道：若是出去被周成天那些人察觉到，怕是我就没有机会回来了。这转职神殿的分店主也要换人来当了。为什么？白胜奇皱起了眉头。他要问的当然不是分店主为何不敢出去，而是他身为转职神殿的分店主，为何会是这样低的属性面板？分店主并没有卖关子，他示意白胜奇在椅子上坐下，然后长叹一声，说道：你们只知道转职1转2转3转4转，但你们可知道转职神殿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什么能力？转生。分店主脸上露出了某种奇异的神情，目光不知落向何处。转生？听到了这样陌生的字眼，白胜奇心底涌起了浓烈的疑问。转生和转职不同，并非是向上提升直接，而是可以重新回到未转职时，可以让人重新觉醒转职，然后重新1转2转3转。竟是这样。如果是某些对自身职业不满意的职业者，这转生显然就是救命稻草一样的存在，可以让职业者重新选择，从头再来。听到了分店主的这番话语，白胜奇心里马上就明白了。很显然，自己面前的这位分店主是经历了转生的存在，所以身为一店之主的他，如今属性面板才会这样低的离谱。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转生这回事？转职2次，转职神识处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信息。虽然自己未必要选择转生，
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也是很有必要的。你当然不可能听说过。分店主一笑说道，转生这种事情是转职神殿的绝密，哪怕是周成天等人也不会知晓，况且想要达到转生的门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怎么又将这种绝密轻易告诉我了？转职神殿内间，白胜奇看着面前的分店主有些不解。分店主眼里放出奇异的光来，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直视面前的白胜奇。很简单，因为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第108章，时代快要变了，加入你们什么意思啊？转职神殿里间，白胜奇直视面前的分店主，沉声问道：我如今不也已经是神殿的捕猎员了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分店主似笑非笑地看了白胜奇一眼，说道：事实上，捕猎员这个职位和转职神殿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雇佣合作的关系。他眼里光芒闪烁不定，声音莫名的带上了些震慑人心的味道。如今你正好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我问你，你可愿意彻彻底底的加入我们转职神殿？你一直说加入的，怎样才算彻彻底底的加入转职神殿？看到白胜奇似乎有些不太耐烦的样子，分店主再也不卖关子，直接说道：很简单，只要你答应就行。那样的话，有关转生的隐秘，我会毫无保留的说与你听。就这样。白胜奇笑了笑，假如我口头上假装答应，以后又不认账，你们该怎么办？分店主笑了，那也随你，不过以我的观察，你应该不是那样愚笨的人。如今的你饿了协会，难道还要跟我们转职神殿也闹得不可开交才行？分店主面上笑意不减，要知道，你得罪了协会，最多就会被制裁追捕一下，得罪了转职神殿，那以后恐怕连转职都难了。不得不说，分店主说的很有道理，难怪在这清水城里，转职神殿超然物外，根本不受协会分会的节制。我需要做些什么？沉默了一下，白胜奇问道：我是说，假如我同意彻底加入转职神殿的话，我需要付出些什么？分店主又是一笑：不用付出什么，你只需要记得你将与转职神殿共进退就行了。好了，既然这些谈妥了，我就跟你摊开来说说吧。神殿里间，分店主看着面前的白胜奇问道：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白胜奇知道对方问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期待自己回答，于是只是安静等待。分店主果然又主动开口，接着说了下去：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但从近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看来，这时代要变了。你应该听说过灰晶了吧？以此为基础，可以制作出能够提升属性点数的属性水晶，就跟你先前使用过的那个一样。白胜奇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先前那一颗属性水晶，自己最终能够到手，不被周生明父子抢去，还多亏了面前这位分店主的帮忙。不然的话，哪怕是父亲留给自己的东西，自己恐怕也没有机会摸到。在这一点上，他心里是感激对方的。除了灰晶之外，属性水晶的另外一种重要原材料是怪物精粹。如今很多大公司都已经在着手准备了，一旦灰晶的产量提升上来，这个世界将迎来属性水晶的时代。怪物精粹，白胜奇心中一动，他想起了和大王老板的交易来。根据大王老板所说，其背后的公司同样在大量购入怪物精粹，甚至对方的一台材料分解机此刻也仍旧在自己的背包空间里放着呢。原来这竟是制作属性水晶的重要原材料。白胜奇不由得心中暗自盘算，看来自己要跟大王老板再好好谈谈了。一旦属性水晶的时代来临，你应该明白这代表着什么吧？分店主目光炯炯地看着白胜奇，在他的目光之下，白胜奇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分店主的意思。到了那个时候，这整个世界都将会迎来巨大的变化。就像目前职业者每升一级所能够获取到的属性点是一样的，最终决定职业者强大程度的，不外乎是职业类别、等级高低、装备强弱，还有技能的熟练程度而已。特别优秀的一些，能够在完成转职任务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属性点加成，但大体上不会强得过分离谱。但一旦属性水晶的时代来临，那么拥有大量资源的那些职业者将可以通过使用属性水晶来大量提升自己的属性值。到了那个时候，职业者之间的强弱就不仅仅只是看等级装备和技能了，属性面板的强弱将在其中起到举重轻重的作用。白胜奇深知属性面板的强大代表着什么，他自己就是这样依靠着超强的属性面板，以三转职业者之身击杀五转黑暗刺客，吓得对方远遁逃窜。而清水城中的巨头周成天、协会分会长等更是被逼迫的背井离乡，如今不知道去往何方。以后其他职业者们通过属性水晶也能够达到自己这样的程度。仅仅只是想了想，白胜奇便不由得心中压力顿生。不过很快他又摇了摇头，知道事情绝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的属性值提升得如此迅猛，
完全是依靠那神奇的炼功房。别人没有这个，单纯依靠使用属性水晶，想到达到自己当前的属性强度，所需要的属性水晶将会是多到吓人的地步，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的。不过，这世界也肯定不缺那些钱多得花不完的主。白胜奇心中还是不自觉的有了一丝紧张感。分店主并不知道白胜奇在思考什么，只是以为他被自己抛出来的消息震惊到了，于是十分满意。他点了点头，又说道：怪物精粹就不说了，有研发出来的材料分解机在，肯定不会是问题。如今的问题是灰晶的产量。如今世界变化极大，但能够出产灰晶的地方仍旧少之又少，清水城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秘境，其实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分店主看了看白胜奇，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道：当时的秘境攻坚战事实上是多方面插手的结果，不然以区清水城的力量，怎么可能有资格探索那个秘境？白胜奇眉头一挑，下意识地问道：当时的秘境攻坚战，难道说还另有隐情？没错。分店主并不卖关子，说道：你应该从糊涂那边听说了一些，但那头狮子知道的其实并不多。当时攻坚队被放弃，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周成天与乌修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白胜奇豁然起身，恐怖的压力从其躯体上升腾而起，向着对面压去。第109章，你来当分店主。神殿里间，分店主吓了一大跳。白胜奇将周成天和乌修分会长吓得逃窜出城的壮举，他当然是知道的。他对于白胜奇的实力推断也绝不吝啬。然而，当面前的少年站立起来，身上一股恐怖压力扑面而来时，他终于发现自己还是小觑了对方。从对方身上扑过来的那一股威压，何止是恐怖而已。分店主眼前一黑，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午后。在那个午后，他遭遇了此生遇到的最强怪物，哪怕是付出了一整支队伍的代价，也仍旧攻略不下。那个午后所发生的一切，最终成为他选择转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面前的白胜奇身上为何能够有这样恐怖的威压？分店主想不明白。然后他下意识地以勘探技能查看了一下白胜奇的面板信息，但很遗憾，入目是一片迷雾，他啥也看不出来。差点忘记了，自己选择转生过后，如今等级和直接都还没有彻底提升起来，属性面板方面还是差了很多，看不透对方的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当时的秘境攻坚战到底还有何种内情？眼见面前的分店主有些发愣，白胜奇又继续追问起来。呼，感受着白胜奇身上的威压，分店主苦笑起来：你悠着点，如今我的属性面板比较低，可吃不消你的这种威压。白胜奇这才回过神来，下意识地收敛了自身的气势，再次坐了下来。这种威压并非额外学习的技能，而是职业者与生俱来的一个天赋能力。这个天赋能力便叫做威压。但凡等级或者属性面板远胜过对方，便能够给对方造成威压。在双方的对战中，轻则削减对方状态，加强己方攻防，重则甚至能够以威压直接造成不低的伤害。当然，维持着这种威压也是需要耗费魔法值的。双方坐定，分店主这才又说道：其实清水城的那个秘境才刚刚出现，便已经被多方势力察觉到了，不过碍于分城而制的约定，他城的势力不好直接参与其中，但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偷偷伸手扶持清水城本土的一些人来帮他们达到目的。白胜奇知道分城而制的约定是什么，那是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实行的职业者之间共同的约定，其效力甚至更胜过职业者协会的许多禁令。大体上的内容如下：各个城市只能在本城市周边发展，不得跨越区域前往他城猎取怪物、攻略副本等等。职业者直接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基于自身的职业发展，可前往更高级的城市，但必须登记在某个更高级的城市，之后同样不得再肆意插手其他城市的事情。像那五转黑暗刺客到清水城来刺杀自己，事实上也是违反了分城而制约定的。他暂时不去想这些，只是问道：那当时的周成天等人便是由其他城市所扶持的？何止他一个？分店主摇了摇头，说道：当时的白牙，也就是你父亲，其实在秘境攻坚战前已经选择了加入转职神殿，成为了清水城分店主。转职神殿分店主？白胜奇眉头一皱，说道：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白牙没有跟你说过也是可能的，他本打算是成功探索了那秘境之后，回来后再上任的。分店主苦笑一声，叹息道：他是担心上任后所做的一切收益都会归为转职神殿，所以打算以清水城自由人的身份先攻略了那个秘境，为清水城开拓一份新的可能性。他的这种想法我虽然未必认可，但却不能不敬佩。白胜奇默默点头，依自己的印象，父亲确实是那样的人，不然的话
以他清水城第一法师的强大实力，第一公会的会长又怎么可能会是周成天那个家伙？只可惜父亲广结善缘，在清水城中帮助的人不知凡几，等到他失陷秘境之后，留下的唯一血脉却连个帮忙说话的人都没有，差点连属性水晶都被别人抢了去。所以你是想说，当时的秘境攻坚战，各方势力不愿意好处只是归为清水城，所以使了手段？白胜奇微微眯眼，以凶险的眼神盯着面前的分店主，问道：“这其中不会也有转职神殿的一份吧？”不至于。分店主苦笑：“白牙已经答应了加入转职神殿，神殿又怎会自毁长城？你确定没骗我？”白胜奇的目光依旧冰冷，感受着那如冰寒刀锋一样的目光，分店主无奈地摇了摇头，又说道：“你要是有所怀疑，正好进入转职神殿来，自己确认不是更好吗？”白胜奇终于收起了冰冷的目光，坐直了身姿，笑了笑：“那我加入神殿的话，你们给我什么职位？不会还是捕猎员吧？”迎着白胜奇审视式的目光，分店主的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意。“分店主，我们打算让你来当清水城的转职神殿分店主。”分店主？白胜奇嘴巴一下子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他是真的震惊了。他想过许多可能性，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方竟打算将这样的位置交给自己。分店主略显得异地笑了笑，似乎满意于白胜奇的震惊。“没错，就是清水城分店主。至于那个捕猎员，还想不想继续当，又或者找别人当，都随你。反正你当了分店主之后，这清水城的转职消耗全归你统筹了，高情商全归你统筹了，低情商全归你头痛了。”短暂的震惊之后，白胜奇回过神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要让我来当这个分店主？那你呢？我去向何方，你不用担心。转生之后，我一直困守在这神殿内，如今也是时候去活动一下筋骨，提升自己了。至于为什么让你来当这个分店主？”分店主微微一笑，说道：“那头狮子让你来找我，真以为我能跟职业者协会总会对着干？我们转职神殿固然不差，但人家协会的能量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我可保不住你。也只有你成为了这清水城的分店主，才能有足够的资格跟协会那边好好谈一谈。”说着，他看着面前的白胜奇，认真地问道：“那么，你是否愿意成为这清水城的转职神殿分店主？”第110章，你要先通过问责。转职神殿里，分店主定定地看着白胜奇，只等着他的回答。到了这一刻，他的心里也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事实上，白胜奇到底会不会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他心里也半点信心也没有。他可是不遗余力地跟上边争取过了，并打了包票。要是白胜奇这个时候不配合，那他就真的是白忙活一场了。幸好事情的发展没有往他害怕的方向而去。白胜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说道：“好。”然后白胜奇又眨了眨眼，问道：“那么我是从现在开始就上任了吗？我主要该做些什么？”“不，严格来说，你还不算上任。如今的你最多只是预备分店主而已。”分店主心中一喜，说道：“你这边虽然答应了，但是上边却还是要给你一个考核的，只有通过了考核，你才能去掉预备二字，成为真真正正的转职神殿驻清水城分店主。”“考核？”白胜奇眉头一皱：“你之前可没有说过这个。不要在意细节，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而已。”分店主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我当然知晓你的优秀，但是上面的人并没有见过你，心里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放心，都是走走过场而已。”白胜奇可没有那么容易被他忽悠，仍旧头脑清醒地问道：“具体是什么样的考核？”“那个。”分店主沉默了一下，终于开口说道：“其实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在协会总会的问责之后，只要你还活着，那么自然就可以担任这份店主职位了。”白胜奇看着面前的分店主，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是我在问题，还是你有问题？”白胜奇紧盯着分店主，语气很是不善。“先前不是说我要依靠这个分店主职位来跟协会那边谈判吗？现在却告诉我，安全通过协会的问责之后，才能当上这份店主。要当上分店主才能通过协会的问责，然后通过了协会的问责才能当上分店主。这转职神殿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不，你理解错了。”看着态度明显变得不太友善的白胜奇，分店主赶忙说道：“从你答应之后，转职神殿这边就会表明态度，你将会是清水城下一任的分店主。只不过协会总会那边有自己的脸面要顾，肯定也会有一些措施，那个时候神殿不会出手，你只能依靠自己渡过去，才能够得到神殿上层的认可。”似乎是担心白胜奇要打退堂鼓，他紧接着马上又加了一句：“放心，你既然答应了彻底加入神殿，那么便是神殿的人了，
协会总会那边不会做得太过分的，至少绝不敢将你的复活机会彻底剥夺。那还得多谢转职神殿的各位了。白圣琪呵呵一笑，心中对此不以为然。很显然，哪怕是自己答应了加入转职神殿，但是神殿的上层也仍旧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们肯定想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如何，值不值得花力气投入。在这一点上，哪怕是自己面前的分店主也是没法改变。但不管怎么说，白圣琪也不会因此而埋怨对方。从属性水晶事件开始，这位就对自己多有善意，无论如何是值得自己感激的。分店主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这回说道：关于转生的隐秘，按理说要等你正式上任后才可以告诉你的，不过区考核肯定是难不住你的，我就提前告诉吧。下一刻，白圣琪感觉到一道精神力量向自己探来，他下意识地以自身的精神力迎接，两股精神力在空中碰撞，瞬息之间，大量的信息从对面迅猛传递过来，如同大河汹涌。白圣琪讶然望向对方，分店主已经点头微笑道：这是精神力的一种使用方法，我得益于自身的职业种类才可以使用出来，你如果精神力足够强大的话，以后多花些时间也是能够掌握的。白圣琪点了点头，没有去询问对方是什么职业。这种以精神力传递大量信息的方法实在是十分不错的一种应用，等到以后有时间了，自己也尝试一下好了。精神力传递信息的效率远远胜过言语交谈，仅仅只是一瞬间，白圣琪便已经了解到了转生的相关信息。到了这一刻，他再也不后悔答应加入转职神殿了。别的不说，单单只是这个转生的信息便已经值回票价了。不过如今同样不是在转生上花费时间的时候，他点了点头，对着分店主说道：好，我了解了，那就到时候再见吧。说罢，他起身便往神殿外走去。协会总会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自己练级打怪的进程也不能放下。虽然今天练功房的使用时间消耗完了，但是趁着这个时间去攻略副本还是可以的。分店主也知道他的意思，并没有挽留他。他心里明白，白圣琪升级如此快，实力提升得如此惊人，身上肯定是有着相当秘密的，但他却不打算去点破这一点。离开转职神殿后，白圣琪这一次选择的练级地点是城南之外，这里是四转职业者才敢前来练级的区域，整个清水城里都没有几个人回到这边来练级，所以一眼望去全都是怪物，完全不用担心人多抢怪的问题。至于猎狮糊涂那边，白圣琪现在根本懒得去理会，在没有解决掉协会总会的问题时，去接触那些人根本就毫无意义。他一路来到了7级副本之外，之前没有来得及攻略的副本，现在刚刚好顺路解决。传送漩涡的光芒荡漾，他很快就进入到了7级副本内，并开始了新的一轮刷怪。不得不说，7级副本的难度确实是远远超过了之前的6级副本，其中的怪物强度完全不是之前那些能够比拟的，难怪当时协会分会也要联合众多大公会才能够勉强攻略一次。不过对于能够一个人吊打整座清水城的白圣琪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他快速地推进着，虽然练级速度仍旧是远远不能跟练功房里相比，但也比在外界野区练级快多了。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他手中的副本令牌也就此消耗殆尽，收益还行，勉强升了一级，还掉落了很多东西。不过习惯了练功房内刷怪可以提升属性值的白圣琪对此并不是很满意。先回城去吧，明天很快就来临了。他掏出了回城卷轴。如今的清水城里已经没有了需要他忌惮的人，回城当然是怎么效率怎么来。时间就在这样平淡的日常里迅速逝去。而在这一天，因为之前的事情显得沉闷了许多的清水城终于再次焕发出了活力，让清水城里许多职业者都翘首以盼的协会总会成员终于在这一天来到了清水城。第111章，兄弟别误会。清水城转职神殿，一位瘦弱中年人张开浑浊的双眼，悠悠叹息，终于还是来了。百兽公会，猎狮糊涂不怒自威的脸上布满凝重的表情，喃喃自语：来了，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那小子的结局又会是怎样？他的身旁一名少女轻声问道：爷爷，你会帮忙吗？嘿，小琉璃，你不知道不要乱说话，总会来人，你家爷爷失心疯了才去给他帮忙啊。那爷爷，你不是说要跟他合作吗？合作？嘿，猎狮糊涂重重地吸了一口气，说道：他能好好活下来，爷爷才会跟他谈合作的事，活不下来，谈什么合作都是假的。协会总会这么霸道，要杀了他。胡琉璃一惊，身躯也不由得坐得更直了一些。他眨了眨眼，有些不理解。那个屋前分会长跟周成天勾结在一起，应该也是做了不好的事吧？杀不杀，谁知道呢？糊涂哼哼一声，冷冷笑着。乌修他犯了错，自然由总会来处理，外人伸手，
他们当然是不开心的。不过说不定他们看那白小子潜力不错，会顺便把那小子吸纳为自己人呢。他们又不是第一次做出这种事了。啧，胡琉璃连连摇头。爷爷你不厚道啊，先前在人家面前一口一口白同学叫的亲热，现在背后却叫人家小子。糊涂一时无语，面庞有些发热。而清水城里的许多地方，各个工会内都有人正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思。他们的工会自然跟周成天的清河工会没法比，所以这些天一直都苟着，不敢有任何出格的举动。如今协会总会来人，无异于给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大石头，让整个清水城都骚动了起来。白胜奇此刻仍在清水商厦中，协会总会来人，身为当事人的他反而是最为平静的。通讯仪早就已经想过是胡琉璃打过来的，告诉他协会总会来人的事情，不过他并不放在心上，随手挂掉之后，继续跟大王老板谈起了生意来。在清水商厦拥有整整一层作为门面的大王老板，谈过的大生意并不少，在这清水城里也算是有一定地位的商行老板了。但是此时此刻坐在白胜奇的面前，他看向对方的眼神却已经可以用崇敬来形容了。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后来的大批量交易，再到如今掉落物多到连自己都瞠目结舌的程度，这一切只是发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你的这些出品不但质量高，量也极大，哈哈！这几天我这里的东西连番运送出去，把同行都卷怕了。大王老板十分得意，笑道：“有白兄弟你的帮忙，接下来的时间里，公司里的同级商家不可能还有能够竞争得过我的。这届考核我如果能够顺利提升层级，一切都全是白兄弟的功劳。”白胜奇笑了笑，并不鞠躬：“王大哥哪里的话，大家都是个取所需而已，没有王老板给我的方便，我也要头疼材料处理的事啊。”确实如此，自从合作以来，尽管时间上的跨度并不长，但是他在大王老板处得到的优待却是每日不同，节节上升。这当然也是因为他自己表现出了足够的价值，但大王老板给予的各种优待，也确实是让他在练级的间隙省了很多心，效率也因而提升了不少。如今的他，在大王老板的所有顾客里，优先度已经排到了第1名。大王老板这里新进了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提前通知让他先挑完了，才放到商行里去进行售卖。对此，白胜奇也是颇为满意。不过，此刻他更加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件事。王大哥，我先前请你帮我联系的魔将师，联系的怎么样了？事实上，从他向大王老板提起，总共也没有过去几天。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于有没有好消息，他心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白兄弟，你是说的定制装备的事情吧？大王老板眼神一亮，一下子来了精神。还真别说，我这几天联系到了公司内的一位魔将大师，本来嘛，以我这样的3级商家，想要跟魔将大师搭上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白胜奇点头表示理解，便听得对方已经继续说道：“但是因为白兄弟你的缘故，这几天我提交的怪物精粹异常的多，那位魔将大师十分满意，表示可以破例给我一次机会。”本来没有抱有太大希望的白胜奇，听到这样峰回路转的消息，一下子有些激动起来，问道：“那么那位魔将大师呢？说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定制？”“随时都可以，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大王老板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那位魔将大师身在2级城市，公司为了他的安全，不可能让他到3级城市来的，而且他工作很忙，也不可能走得开的。”停顿了一下，大王老板说道：“如果白兄弟你确定要找他定制的话，只能自己动身前往2级城市了，但这个月的跨城车队还要大半个月才会开拔，可能急不来。”“我了解了，没事。”白胜奇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大王老板又将具体的细节说与他听，这件事情便算暂时告一段落了。白胜奇到时如果有机会去到那2级城市，根据大王老板所说的细节，自然可以轻车熟路找到那位魔将大师帮忙。正在两人其乐融融时，整栋清水商厦忽地剧烈抖动了一下，大王老板脸色顿时发绿。作为一名商行老板，他本身的战斗力并不强，碰到这种事情显然不可能有白胜奇来的淡定。“白胜奇，出来！”魔法扩音仪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整栋大厦。“是协会总会的人来到了。”大王老板喃喃低语，一抬头发现白胜奇正以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得脸色一苦，摇头道：“白兄弟别误会，绝不是我出卖了你，他们怎么能找到这里，我也不知道。”白胜奇撇了撇嘴，轻笑一声：“我又没说是你，王大哥你心理素质不行啊，小心不打自招。哪怕商厦之外就是协会总会的人，他也并没有半分担心。如果这些人能够早来几天，他也许还会有一丝紧张。但如今好几天过去了，又经历过几天练功房迅猛提升的他，和几天之前比起来，早已经大不相同。”在苦着脸的大王老板注视中，白胜奇哈哈一笑，大步走出了清水商厦。
第112章，是看我好欺负吗？清水商厦外，此刻已经围满了人，而且这些看热闹的还不是什么低级职业者，最次的都是2传职业者，许多都是3传职业者。在白胜奇待在清水商厦里的这段时间，外边显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协会总会来人，清水城中的诸多工会早就收到了消息，甚至还是城中的工会将之一路引过来的。这种可能性极大，毕竟没有城中工会的引路，协会总会的人刚刚进城，哪里正好能知道自己就在清水商厦。对于协会总会直接堵上门来的举动，白胜奇并没有多少畏惧。他向周边看去，竟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曾经和他谈过合作的烈士糊涂，此刻也和其孙女胡琉璃一道，就站在一栋楼房的天台上，遥遥看向这边。而像糊涂这样抱着观望心思的人显然不少。虽然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但白胜奇早已经不是刚刚觉醒的那个小萌新。他抬头望向面前的天空上，一共3个人站立在清水商厦前边的半空之中，这让白胜奇禁不住有些羡慕嫉妒恨。别人的职业就是好啊，能够拥有飞行的能力，而自己这个赤足行医只能靠2条腿在地上奔跑，比起来出场的气势上就差了许多。没有等白胜奇开口，半空中的协会总会来人便已经冷着脸呼喝起来：“你就是白胜奇？肆意妄为，触犯协会禁令，你可知这是多大的过错？”过错？周边围观的众多职业者心中暗自咀嚼着这字眼，望向白胜奇，面色都有着异常。他们没想到协会总会的人来的气势汹汹的，在言语上却又表现的那样克制，这显然给白胜奇留了不小的余地。许多职业者心里如明镜似的，协会总会这样的作为，明显是不打算将白胜奇往死里打击了。而某些知晓一点内情的职业者，这个时候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城中的某处，那是转职神殿的所在。在他们看来，必然是转职神殿那边出力了，才让协会总会没有将事情做绝。半空之中，3名总会来人此刻也各自以审视一般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白胜奇。他们当然已经接到了转职神殿那边的消息，知晓面前的白胜奇将会是清水城转职神殿的下一任分店主，不然他们绝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让3人都感到暗暗心惊的是，面前的那位年轻人站立在那里，浑身上下就如同笼罩在迷雾里一样，哪怕他们都已经使用了勘察类的技能，却依旧看不透对方的属性面板信息。而能够让他们3人都看不穿，要么是对方精神属性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要么就是身上佩戴了某种效果强大的隐匿道具。3人都倾向于后者，这是来自于总会的他们本就该有的骄傲。来到了清水城的他们，每一人都是5转以上的职业者。根据分城而治的原则，以他们这样的水准，本来是不会出现在清水城里的。但白胜奇在清水城里闹得太过分了，甚至将乌修这个分会长都赶走了，还将清水城分会的镇会之宝都夺了去，那就有点不应该了。深感被打脸打得很痛的协会总会，在收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便已经派出了人来。路途遥远，很多城市之间并没有传送阵往来，只能依靠着穿越野区一路走过来。紧赶慢赶到了清水城，也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当然，好几天的时间并不会对事情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3人唯一担心的只是那白胜奇心中畏惧，趁着这个时间也弃城逃窜了，就像那清水城分会长乌修一样。对于协会总会来说，白胜奇当然是不安定的因素，需要压服，但弃城逃走的乌修更是必须要缉捕的目标。作为一座城市的协会分会长，乌修这样的作为无疑是在协会总会的脸上抹黑，协会总会绝容不下他。清水商厦之前一下子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总会3人的面色都变得有些难看起来。白胜奇先交出清水城分会的黄金圣衣来，其他事情容后再说。一人等不及了，在半空中喊话起来。每个城市的协会分会都拥有一件镇城之宝，本来应该是作为秘密的，但是经过了乌修之事后，他也不知道消息走漏了多少，干脆就不管不顾了。反正让清水城的其他职业者知道黄金圣衣的存在，也能更好地震射住他们，省得这次处理了一个白胜奇，以后又跳出一个黑胜奇、黄胜奇来。然而对于3人有意放水的举动，白胜奇似乎并不领情。他笑了笑，面上带着些许冷意，对着半空中的3人说道：“黄金圣衣，你们的乌修分会长应该是借给那个黑暗刺客使用了吧？你们不去找他，怎么来找我了？是看我好欺负吗？”他当然不打算乖乖地将黄金圣衣交出，这算是自己的战利品，哪怕自己使用不了，但宁愿烂在手里，也总好过别人拿回去，以后再用来对付他。哼，别跟我耍嘴皮子！半空中的那人有些生气起来。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我们怎会找你？你口中的那个5转黑暗刺客，此刻正
正在协会总会的大牢里蹲着呢。白胜奇眉毛一挑，有些意外，那黑暗刺客竟被协会抓去了，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回想起几天前的战斗，那家伙在黄金圣衣的加持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跟自己斗了个旗鼓相当。这样的人物，竟不声不响的就被协会总会拿住了。协会总会的底蕴之强，恐怕还在自己的想象之外。到了这种程度，白胜奇也没有办法矢口否认了。没错，黄金圣衣是在我的手上，但那是我的战利品，你们拿什么来换？他抬头望着半空中的三人，淡淡说道：别欺负我不懂行情，这玩意没有个几十件暗金装备，趁早别开口。你……半空之中，协会总会的来人被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黄金圣衣的价值也许真不在几十件暗金装备之下，但是他们是绝不可能付出这种代价来回收黄金圣衣的。更不用说白胜奇的态度彻彻底底地激怒了他们。果然，小地方的职业者就是这样，在一群矮子里待得太久，偶尔欺负了一下别的矮子，就觉得自己是高个了，胆敢妄想触摸天空了。冷笑声中，一位总会来客身上冒出了巨量的血雾，他死死地盯着下方的白胜奇，说道：就让我来教教你，为什么你们只能待在这3级城市里，因为去了别的地方，你们很可能连一天都活不下来。汹涌的血雾凝成了一条诡异的血色链条，向白胜奇飞来。第113章，血条不是掉落就会回满的吗？清水商厦之前，诡异的血色链条向着白胜奇飞来。白胜奇没有躲，主要是他躲也没用。这道血色链条飞出时，白胜奇便已经有了一种奇异的感应，感觉到自己已经被锁定了。很显然，这是某种锁定目标的魔法技能。这种技能躲避是不可能躲避得了的。白胜奇身上幽蓝色涌现，一瞬间便已经激发了焰魔杀衣技能。这个技能能够为他额外增加大量的魔法防御力，用来抵抗魔法技能是最合适不过的。而且此刻的焰魔杀衣也已经练到了不低的等级，配合上他自身超强的体质属性，能够增加的魔法防御力已经达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血色链条直接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咦？直到这个时候，白胜奇才察觉到不对劲，自己本身已经有了超强的魔法防御力，加上开启了焰魔杀衣，魔法防御力更是强上加强，便是超越了4转大法师施展极限的更高阶魔法。白胜奇也认为难以对自己造成破防伤害了。然而，这样强大到可怕的魔法防御力，在那道血色链条袭来时，却没有发挥出半点作用来。10万，10万，伤害数字跳起，在血色链条的作用下，白胜奇的生命值正以每秒10万点的速度掉落着。无论是负面抵挡，还是魔法防御力，都没有任何作用。血法师看着血色链条连接着的另一侧，白胜奇讶异发问。之前转职神殿就有人成功转职成了3转血法师，他对此也有一定的了解。血色链条一头链接着他，另一头则链接着那位疑似血法师的总会来客。在他的视野里，被血色链条那一头所链接着的血法师也和他一样，在同时掉落着血量，只不过对方血量掉落的程度却远低于他，每秒钟只是掉落5万点而已。血法师？那人大笑，我3转时是血法师没错，不过3级城市没有高阶转职的资料，你的见识仅止于此也是能够理解的。他看着白胜奇，心情明显变得好了起来。那黑暗刺客被我们抓了起来，我们岂有不了解清楚你信息的道理？虽然不太明白原因所在，但我知道你的防御力强得离谱，但怎么办呢？我这个技能是无视防御与免伤，直接扣除生命值的。不得不说，这位的手段确实是十分针对白胜奇，让他物法双防强大无比的这一个优势直接荡然无存。而另外2人甚至还没有出手，只是仍旧站立在半空之中，平静地看着白胜奇。也许在他们看来，只需要1人出手，便足可以对付白胜奇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呢？白胜奇略微皱眉，旋即轻笑一声：这个技能我掉血的同时，你自己也在掉血，你就那么有把握能够坚持到我血条清空为止？对面那人面带微笑，并不忧心。我自身掉落的生命值只是你的1/2，怎么可能熬不过你？而且你可能对血法师这一个职业分支有所误解，虽然是法师，但这一分支的血条之长，在全职业分支里都是能排上前几名的，更不用说我的直接远在你之上了，是吗？看着对方如此有自信，白胜奇也笑了笑，说道：那咱们就走着瞧吧。于是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诡异起来。2个人被血色链条链接在两端，仿佛斗气一样，就那样站着大眼瞪小眼。而在场的其他职业者同样瞪大双眼看着，唯恐错过了一点点细节。这样的争斗方式，他们从未见识过。于是双方就那样站立着，
看着个字身上的伤害数字不断跳起。然而随着时间过去，那人越看越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他眨了眨眼，下意识地向白圣琪问道：“你的血条到底有多长？”每秒钟掉落10万点血量，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秒，掉落的血量足足有200多万了。哪怕是4传职业者，也得嗜血最后的那几个职业分支才能够拥有这样的血量。资料上说对方只是一名3传的赤足行医，但这样的血条长度合理吗？更不用说那白圣琪站立在原地，仍旧一脸云淡风轻，明显是远远未到极限的样子。我的血条有多长就不用记挂了，怎么了？掉落了这么多生命值，你吃不消了？白圣琪摊了摊手，甚至都还没有使用任何治疗技能为自己进行加血，因为这掉落的区200多万点生命值，对他来说确实是不值一提。几天过去，经过在练功房里的辛苦奋战，外加马不停蹄的出城练级，如今他的等级早就提升到了78级。和等级相比，他其他方面的提升才是真正迅猛。6项属性已然突破10万大关，对于3传职业者来说，这属于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却让他在几天内达成。而生命值上限的增加则更为喜人，本身超过10万的体质属性已经为他带来了4000多万的生命值上限，而几天来保持时刻不断触发的苦行一体则更将之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此刻的他生命值上限早就已经突破了1字大关，甚至达到了5亿的程度。在这几天的不断触发中，苦行一体终于功德圆满，熟练度达到了极限，如今已经是最高的 LV10。也就是说，如今的苦行一体只要生命值受损，便可以为白圣琪带来受损生命值100的生命值上限提升。就刚刚对方给他造成了200多万伤害，已经又让他的血条长度多增加了20多万。当然，对于如今的他来说，这不过只是皮毛而已。但站着也能提升血条长度，白圣琪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而且虽然一直被那血色链条链接着，但事实上他的血条一直都处于满值的状态。正常情况下，职业者每秒能自动恢复的生命值幅度为自身体质属性的1/4，做下10这个恢复速度翻倍，前提是不能受到攻击。而苦行一体技能无视了这种限制，并且让白圣琪的自然恢复速度在生命值受损状态下额外提升300%，然后还有2传医师时的治疗亲和被动，配合超过10万点的体质属性，白圣琪哪怕站着不动，1秒钟也能自动恢复30万点血量。那血色链条扣掉的还没有他自动恢复的多。只不过这种事情对面那人当然不知道了。他冷笑着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来，说道：“你懂什么？我每秒钟掉落的这些血量不是消失了，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身边而已。猩红魔导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你根本想象不到。看来那人的职业是猩红魔导，也不知道是几传。”说话间，猩红魔导的身边血浪翻滚，无尽的血色聚拢在一起，凝成了一柄血色长枪。血色长枪闪动着摄人心魄的幽暗光芒。那人将血色长枪擎在手中，哈哈大笑：“看，我掉落的那些血量全都凝成了这柄银血魔枪，而以这柄魔枪攻击敌人，我便可以通过它源源不绝地吸取到生命值，补充回刚刚掉落的那一点，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得出来他十分得意，且不将白圣琪放在眼内，丝毫不担心银血魔枪的特性被对方知晓。又或者他打算以这样的方式来击碎白圣琪的心防，让他主动霸占认输，免得一个控制不住击杀了对方，在转职神殿那边不太好看。白圣琪懒得去想这其中的种种门道，他只是看着对方手中的银血魔枪，不屑地摇了摇头。还要用这玩意吸取回来？血条不是掉落了就自动恢复满了的吗？话音落处，他心中恶趣味涌现，直接关闭了隐匿状态，主动将自己的血条信息呈现在对方眼前。但因为数值差距过大，具体的生命值点数对方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的了。那位猩红魔导的眼中，白圣琪的血条呈现为一个红色的长条状，被他的勘察技能所察觉到。他明显看到，随着对方头上10万的一个个伤害数字连续跳起来，视野里的那个红色长条纹丝不动，就像血色链条造成的这些10万伤害值是假的一样。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方的血条涨到了极点，掉落的10万根本连对方血条的1/1000都达不到，才会看起来纹丝不动的样子。这怎么可能？自己到底用这根血色链接了一个什么鬼东西啊？前一刻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猩红魔导，瞬间心防失守。第114章，就这点力气，没吃饭吗？清水商厦之外，来自协会总会的那位猩红魔导，此刻心态已经崩了，因为白圣琪刚刚对他做出了一个亮血条的操作。在这个世界上，作为职业者的生命线，血条的隐匿程度是十分高的。
除非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大，不然的话，想要准备看透别人的血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职业者之间的争斗，往往就因为对于对方胜于生命值的多寡拿捏不准，最终只能选择不了了之。曾经有某位职业者便说过这样的话：敢亮血条，神也杀给你看。由此可见，向他人亮出血条会是多么危险的行为。因而，在这个世界上，亮血条这个动作才那样的招人恨。选择向对手亮出血条，那基本上就表明了不死不休的态度了。不管是谁都受不了这样种跳脸一般的侮辱。然而，此刻的猩红魔岛一颗心却是凉飕飕的，根本提不起半点跟对方较劲的力气来。每秒钟10万点的持续扣血，却连对方的一丝血皮都扣不掉，这代表着什么？他心里如同明镜一般。血厚到了这种程度，连血牛都无法形容对方了，那就是活脱脱的一个血池好吗？对方的身上莫非随时带着一个能持续恢复生命值的生命之泉？心里乱糟糟的想了一通，猩红魔岛苦笑着摇头。生命之泉，那是2级以上的城市才能够拥有的战略性资源，面前的这名少年当然不可能拥有了。怎么了？还打不打？看着那猩红魔岛举着一柄血色长枪站在半空中发呆，白圣琪招呼了一声。猩红魔岛如梦初醒，迎着周边的目光，一张脸臊得通红。他本来当然是要打的，只是如今看过了对方离谱的血条之后，这还让人怎么打得下去？根本就无处下牙好吗？怎么了？需要帮忙吗？半空之中，另外2名总会来客看出不对，向猩红魔岛开口道。猩红魔岛回头看了2人一眼，最终还是艰难地摇了摇头，说道：算了吧，你们水准跟我也差不多，咱们3个绑在一起，怕也是一样的结果。白圣琪的血条只是向着他亮了一瞬，后边2人没有看到也是正常的。作为猩红魔岛经常玩弄血条的存在，他对于白圣琪血条之中隐含着的信息有着更加深层次的了解。总会这一次派了自己3人前来，本以为会是杀鸡用牛刀，如今看来却是鸡蛋碰石头了。只可惜身后的2人并不听他的劝告，都是从总会而来，大家对于自身的实力都有着不一般的自信，自然不是别人轻飘飘一句话就会轻易放弃的。我来试试他的成色。半空中，一名职业者骑着双翼天马，手持长枪，准备开始冲锋。那天马2只前蹄扬起，身上开始缓缓汇聚光芒。猩红魔岛本想阻止，但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天马骑士的流星枪击虽然瞬间爆发力惊人，伤害值能够高到离谱的程度，但他并不认为对方这一击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就在几人的面前，那位白圣琪的血条显然更加离谱。但别人既然都不听他的劝告了，他当然不会自讨没趣，也该是亲自吃点苦头，才能够知道自己并不是闲的没事骗人玩。当然，他心里也仍旧存着一丝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期望，说不定那位天马骑士的流星枪击能够侥幸地为当前的局面带来一丝改变呢。不过期望归期望，他还是很懂事的将血色链条收了起来。就在这片刻之间，生命值也仍在哗啦流淌着。对方血条坚挺，能够撑得住，但自己是真的有些难顶了。感觉上，名为血色惩戒的这个技能完全没有惩戒到对方，反而是一直在惩戒自己。也好，收回来了也好，我不占你的便宜。正在施展流星枪击技能的天马骑士，甚至还有余霞和一旁的猩红魔岛说话。猩红魔岛沉着一张脸，并不回应。几秒钟的时间过去后，天马骑士身上的光芒已经凝聚到了极致，整个人就像是要变成了光一般。而他手中的长枪此刻更是变得夺目非常，如同神光之枪一般。流星一闪，天马骑士整个人便已经在半空中消失。而与此同时，下方响起了一声天马嘶叫，他已经出现在了白圣琪的跟前，手中的一柄长枪狠狠地向面前的白圣琪当胸刺去。白圣琪并没有躲，面前的这位天马骑士，其属性面板也早已经被他看得清清楚楚，很显然不是能够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程度。一枪刺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白圣琪笑了笑，对着面前的天马骑士轻声说道：你不会就这点力气吧？再多用点力啊，没吃饭吗？一句话让面前的天马骑士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起来。呵呵，如你所愿，流星枪闪击。瞬间，白圣琪的周围一直到附近的空中出现了星光点点，天马骑士化作了闪烁的星，在这一片范围急速飞掠，交叉冲来，枪如流星，闪烁不定。一瞬间内，白圣琪已经不知道承受了多少次枪击，但很显然依然对他没有任何效果。挺好看的技能，都还给你吧。话音落处，白圣琪伸了伸懒腰，身躯轻轻一抖，就像是抖落身上的某种伤痛一般，一股玄奥的力量从他身上被抖出来。
那名天马骑士本来已经施展完流星枪闪击，正停立在半空之中，但这个时候，不知从何而来的玄奥力量猛地作用在他的身上，1000万血条瞬间清空，咔嚓，细不可闻的声音响起，高阶职业者人手必备的生命之锁装备破裂开来，天马骑士被动进入了生命之锁的锁血状态，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有点意思啊！站了半天，如今仅仅只是伸了伸懒腰，白圣骑笑了起来，说道：“你这个什么流星枪闪击输出不错嘛，一整套下来，一下子就把你自己的血条清空了。”天马骑士面如死灰，望着笑意盈盈的白圣骑，艰难开口：“你这是生命报复技能？”第115章执法大队长。清水商厦前面，白圣骑面对着那天马骑士，笑着点头：“不错，正是生命报复技能。清水城这样的3级城市，竟然有生命报复这种技能售卖。”天马骑士一边试着跟白圣骑谈话拉扯，一边偷偷撕开个持续恢复生命的卷轴。这种东西他平时根本舍不得使用，但此刻却嫌只能同时使用一个太少了些。没法不慌，生命之锁的锁血状态只能持续3秒，3秒过后，他就等于是豺狼面前不设防的小白兔，任谁都能一击带走他。也不知怎地，对面的白圣骑竟没有乘胜追击，将他送回复活神殿去，这让他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无视了对方的这种可笑举动，白圣骑笑了笑，说道：“清水城里没得卖，我难道就一定得不到了吗？”他当然知道天马骑士心中想的是什么。生命报复这本技能书等阶着实不低，清水城这边能够有机会掉落这本技能书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8级副本。曾经的乌修分会长集结了很多个强大工会，才勉强攻略了一次7级副本。可想而知，清水城是不具备攻略8级副本的实力的，自然就更加不可能掉落生命报复这样的技能书了。白圣骑能够得到这本技能书，当然是因为攻略过了8级副本了。只不过他手中的令牌不多，使用完了也没能掉落这本技能书来。不过这对于拥有神奇练功房的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将8级副本中的怪物复刻到练功房之后，他通过大量的刷怪，顺理成章的得到了这本技能书。而他会对这本技能书感兴趣，自然也是有原因的。乌修分会长逃窜离开之后，他这几天在分会内探索了一番，虽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装备道具之类的，但也发现了不少外边都见不到的书籍资料。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他，当然不客气，全搬到了自己的背包空间里。从这些书籍资料里，他得到了生命报复这个技能的信息，他一下子就看对眼了。生命报复在一定时间内承受攻击，而后可激发报复，对攻击方造成攻击总量的直接伤害，无视伤害削减。这个技能十分有趣，无需瞄准，无需锁定，只要对方不跑出这个技能的作用范围，便可以直接造成伤害。而且计算伤害的方式也很有趣，是根据对方的攻击来算，并不受他这个受击者的防御影响。比如对方1万攻击打在他身上，哪怕对他只是造成1的强制伤害，但是在生命报复的计算中，便算是储存了1万点伤害量。LV1 的时候，这个技能只能够返还 60% 的伤害量。但这几天白圣骑利用练功房和许多野怪进行着开心谈谈乐，此刻早已经将这个技能练到了 LV5 的程度，如今能够返还 100% 的伤害量了。等以后练到满级 LV 时，甚至能够返还 150% 的伤害量，那就比较吓人了。很多本身没有输出手段的职业，比如纯粹的医师，学会了这样一个通用技能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刺猬，跟人说话都能硬气许多了。当然，这个技能也有一个十分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想要报复敌人，将伤害反馈过去，首先得要先能承受住别人的攻击，站着不动，先让别人暴风雨的疯狂输出一轮。老实说，没有几个人拥有这样的胆量。得益于自身变太长的血条，白圣骑感，眼看着那天马骑士的血条渐渐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已经失去了兴趣，直接掠过了对方。白圣骑看着总会3人组的最后一人，咧嘴一笑：“怎么样，你要不要也来称量一下我的分量？我保证这一次，我仍旧是像刚刚那样站着不动。”“不用了，不用了。”半空中的最后一人连连摆手：“开玩笑，3人里的猩红魔导和天马骑士都铩羽而归，并且输得十分难看。他的实力也只是跟另外2人差不多而已，哪里有胆子再冲上去啊？对方吊打猩红魔导一个还可以说是侥幸，那再站着不动将另一个天马骑士也吊打了，那就绝对不是侥幸了，这是实打实的实力，远超过自己3人的强大实力。”3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终于达成了某个共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看明白了，面前的白圣骑不是他们3个能够对付得了。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就趁早乖乖服软。又菜又爱装，最后被人硬生生打死的职业者，他们又不是没有见过。反正这时候他们也看出来了，
那白胜奇似乎也不想跟协会总会彻底撕破脸，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好好商量商量，总有办法解决的。于是他们从半空之中降落，来到了白胜奇的面前。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还保持着那种高高在上的姿势，很显然就是脑子有问题了。他们虽然嚣张，但能够混到如今这种地位，脑子当然还是没有大毛病的。白兄弟，艰难的开口之后，后边的话语就没有那么难说出来了。我们三个服气了，乌修他是咎由自取，这里人多眼杂，不如咱们先回到分会里再细说。回分会就算了，我没这个时间。白胜奇摇了摇头，直接无视了三人的提议，说道：黄金圣衣你们想要回去，可以拿出相对应的代价来。总会三人又是对视一番，沉沉点头，下了某个决定。一人展颜笑了起来：白兄弟说笑了，这黄金圣衣既然是你的战利品，我们哪有再要回来的道理？对面三人变脸之快，哪怕是白胜奇也有些猝不及防。我读书少，你们不要骗我。白胜奇迟疑着说道：你们来真的？你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这东西不是说一定要回收，不能落入外人手中的吗？三人尴尬一笑，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情况能是一样的吗？不过这种话说出来就太丢脸了，自己这边三个虽然服软了，但还是要一点点脸的。一人又说道：严格来说，白兄弟也不算外人了，我们带来了总会的决定，想要邀请白兄弟来担任清水城执法大队长，之前只是总会要求的一点点小考核而已，对白兄弟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了。这话骗鬼去吧。不过执法大队长又是什么意思？看出了他的疑惑，那天马骑士说道：执法大队长凌驾于城卫队大队长之上，与协会分会长平起平坐，且具备节制分会长的权限。黄金圣衣作为镇城之宝，理应归执法大队长掌管。白胜奇是真的被震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协会总会怎么突然扔过来这么大一个甜枣？别是这三人看打不过自己，临时编造的吧？三人显然也看出了白胜奇的怀疑。最后一人苦笑，取出一部通讯仪来说道：这是协会专用的通讯仪，是为白兄弟你准备的，白兄弟你不信的话可以自行确认。事实上三人也是无奈，他们来之前协会总会内其实是制定了两个方案的，一个方案当然是强行以武力压服了，而另一个方案则作为保险，万一三人处理不了那白胜奇，便干脆邀请其担任清水城执法大队长，将之拖入己方阵营来。但三人心高气傲，哪里会认为区区3级城市的家伙能够令自己失利？第二个方案根本就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没想到最终还是要靠这个方案来救场。但我已经答应担任转职神殿那边的分店主了。白胜奇摊了摊手，三人却是笑了起来。一人说道：我还以为什么呢？这不影响的，事实上协会和转职神殿之间都有许多人是两面任职的。是吗？白胜奇微微点头。这个信息分店主之前怎么没给自己讲过？沉吟间他忽而问道：有工资的吗？工资高不高？当然有。协会三人都松了一口气。一人说道：你在转职神殿那边是什么工资水平？协会这边也会给同样的水准。除此之外，在权限内你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协调调动清水城的职业者，也包括你们三个在内吗？白胜奇饶有兴味地看着三人。三人面色一僵，最终还是艰难地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会在清水城待上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只要是有正当理由且在权限范围内，我们也会听从你的调动。行吧。白胜奇目光向着周边扫射一番，脸上泛起了意味深长的笑容。那么这执法大队长我就暂且当一当吧。第116章，你们也不想我忙不过来吧？清水城像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个消息如同旋风般传遍了整个清水城，所有有头有脸的职业者都听闻了这个消息。白胜奇，一个才刚觉醒转职不到半个月的新人，成了职业者协会钦定的清水城执法大队长。不光如此，原转职神殿的分会长即日便已卸任，同样是这位白胜奇走马上任。消息传开，大部分都已经弄清楚了白胜奇的来历。四传大法师的血脉当然了不起，但即便是那位白牙大法师本身，怕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成就吧。震惊、怀疑、恐惧等等诸多情绪在清水城职业者的心里滋生。许多职业者这才发现，不过顷刻间，清水城的天便已经变了。这一日，白胜奇所在的小区里来了大量的职业者。小区岗亭的秦大爷以审视般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些职业者们。如果是往常，这么多的强大职业者围拢过来，他必然是要低眉顺眼，暗自瑟瑟发抖的。但此时此刻，这些来自各家工会公司的核心成员却主动地向他赔起了笑脸。秦大爷心里明白，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小区里住着的白胜奇。
那个消息，他当然也是有所听闻的。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一个小伙子，竟然是这种吓人的大人物。人不可貌相，自己活了老长一辈子，竟都没有参透这句话。想起往常自己对那名少年的态度也算友善，秦大爷心里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他也没有打算狐假虎威去为难上门的这些人。万一这些人里以后也出了一个小白那样的人物呢？自己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诸位，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实在是上头有交代，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去打扰到那位。耐心的解释了一番，秦大爷又说道：不然你们在门外稍等一下，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位再过不久也就要出门了。秦大爷所说的上头，事实上就是职业者协会，包括这个小区在内，事实上清水城的很多楼盘都是归属职业者协会分会的。如今前分会长乌修逃窜离去了，新来的3人自然就接手安排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安排，自然是要讨好白胜奇了。白胜奇如今所住的白牙当年买下还有许久房贷要还的那套房子，如今直接被他们免掉了所有贷款。当然表面上他们不会说的这么露骨，只会说白胜奇身为新上任的执法大队长，这是执法大队长的基础福利。白胜奇当然知晓其中底细，但他并不是那种有道德洁癖的人，当然是乐得糊涂，直接接受了。以他如今的实力，区区一套房子还真的算不上什么了。而且他答应当这个执法大队长也是有着其他考虑的。如今城北异变不断，并渐渐变得迅猛起来，显然很快就要达到预计的那个临界点了。到时候秘境的入口也会再次出现，自己也正好依靠这协会分会的力量，再次组建一支秘境攻坚队。从很久以前开始，父亲失陷之后，他便已经有着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当时实力远远未够，这样的想法也就只能压在心底。如今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了，再次消耗完这一天练功房的使用时间后，他走出家门。小区外守着的那些职业者们也是时候见上一面了。白大队长，白大队长！还没有走出小区，守着的那些职业者们便纷纷呼喊起来。白胜奇面带淡笑看着他们：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什么事？一句话问出来，明明只是最平常的话语，却自带了一种摄人的威严，令众多的职业者陷入了沉默之中。众多职业者面面相觑，才终于有胆子大的试探着开口说道：白大队长，您刚上任，咱们公司打算给您办一场宴会，祝贺您上任。没错没错，我们公司也是这个打算，咱们工会也是。七嘴八舌的一帮职业者都表达出了自己的意向，仿佛他们天没亮就过来，在这小区门口蹲了老半天，就只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白胜奇不置可否，摆了摆手说道：既然你们闲得没事，那就都散了吧，我没空陪你们瞎闹。这话一出，围拢着的众多职业者大惊失色，顿时都紧张起来。白大队长，等等，白大队长，我们公司……白胜奇脸色一整说道：好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老实说，你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我对你们这些公司工会的1亩3分地并不感兴趣。这话一出，来自各家公司工会的职业者们面上表情各异，交换着眼色，一时间安静了下来。另外，我可以给你们一剂定心药，只要你们背后的公司工会别来拦住我的路，我也不会闲的没事找你们开刀，反正一切照旧就好。在场的众多职业者视线交汇，脸色明显都变得好了起来。白胜奇的话语直接戳到了他们的心底。事实上，白胜奇上任这个执法大队长，他们各家工会公司确实是有着相当担忧的。之前的清水城、清河工会和协会分会隐隐联合，他们各家工会公司也都抱团，好不容易维持着某种默契的平衡。谁想到这种平衡被一个突然冲出来的毛头小子破坏了。随着周成天和乌修分会长弃城逃窜，曾经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平衡瞬间分崩离析。谁也不知道新上任的这位执法大队长心里是怎样想的。连周成天和乌修分会长都被逼迫的弃城逃离，总会来的3位超强职业者也被瞬间打服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觉得自己还能够跟这位执法大队长掰一掰手腕，硬来不行，自然只能来软的了。这些人是抱着试探白胜奇口风的任务前来的，而结果似乎很不错。这位刚上任的执法大队长似乎并没有什么野心，对清水城的种种利益分配也不怎么在意，这只能说是层次的不同了。如今白胜奇刷着练级的怪物，都已经是3转职业者，看着就要哭唧唧转身逃跑的那种。大批量的刷怪下来，巨量的掉落物，价值早就不可估量。如今整个清水城的工会加在一起，刷怪赚钱的效率怕都比不上他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看得上这些工会公司的那点收益才怪了。好好待着别惹事，比什么都强。大家也不想我刚上任工作就忙不过来吧。众多职业者连连点头。
执法大队长的工作是什么？主要不就是惩戒清水城里的职业者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希望对方的工作忙起来了。还有，你们各家都帮忙注意一下城北那边，等到异变稳定了，就都到协会分会来，到时候咱们清水城就该有个大行动了。说罢，白胜奇也不管他们理不理解，直接往城南走去。第117章，够不够？不够还有。清水城协会分会，3名职业者坐在一块，安静的出奇。正是当时与白胜奇有过一番战斗，并很快服输的总会来客。白胜奇出城去了，2天都没回来了。没错，根据我的眼线回报，他是前天清晨从南门出的城，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见到他回来。你俩说会不会？会不会你个头？你瞎讲什么没事呢？天马骑士瞪了猩红魔导一眼，说道：你到现在也还没有清醒过来吗？他能够在你的血色城界下毫发无伤，挺过我一轮流星枪闪击不当回事，又怎么可能把小命交代在城外那些怪物手里？谁知道呢？咱们是只有一个人，怪物是能够一群上的，万一被几百只怪物包围住，任他再厉害也是个死。他又不像咱们一样拥有飞行能力，可以迅速撤退。猩红魔导显然并不服气，而并没有和白胜奇交过手的第3人笑着摇头：你这是还不服气吗？那白胜奇的实力远超我们几个，城南那一路上怪物虽然不弱，但想留住他还是不太行，而且他若真的被击杀，早就复活到清水城里来了。停顿了一下，这人又说道：按我说，他应该是到其他城市去了，不然谁会在野外连续度过2个黑夜？城南那边，天马骑士心中一动，说道：你是说他到黑山城去了？黑山城处于清水城南边，是附近唯一的2级城市，也是清水城与其他几个3级城市的上级城市。他们3个虽然不是从黑山城方向过来的，但当然也知晓着黑山城的信息。黑山城跟清水城可不一样，2级城市里强大的职业者随处可见，以那家伙的性格，怕不是进城就得罪人了吧？又是猩红魔导在发言。另外2人对视一眼，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家伙输给了白胜奇后，心态失衡，这一关短时间内怕是过不去了。2级城市虽然强大的职业者众多，但又不是见人就砍的那种，你这种想法要不得呀。第3人说道：我现在只是在想一个问题，他前往黑山城，是打算以后就在黑山城发展了吗？天马骑士也陷入了沉思，说道：如果是这样，那对我们来说倒也算是件好事。没错。第3人点头道：如果他在黑山城存档登记了，那么便会受到分城而治原则的制约，以后就不太好再回到清水城来了。说着说着，这2人目光对视，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名为喜悦的光芒。猩红魔导却在旁边泼起了冷水：你们想多了，咱们待在这清水城，不也算是违反分城而治原则了吗？第3人尴尬一笑：咱们是协会的人，能是一样的吗？猩红魔导一如既往冷笑起来：你们别忘了，那位白大队长也是协会的人了呢。另2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算了，想那么多干嘛？至少现在把他拉进协会来，算是件好事。天马骑士微微眯眼，说道：这清水城城北的异变愈演愈烈，我估摸着彻底稳定下来就是这2天的事情了。到时候城北野区将变成一片宝地，那秘境入口顺利重现的话，咱们就不算白来了。确实。第3人附和道：就算以后其他势力要插手进来，咱们协会也算是得到先机了。呵，你们想的是真美。猩红魔导冷笑着：我不信你们没有听说过50年前的事情，说不定这清水城的异变就是50年前那种事情的前奏呢。他哼哼一声：到时候50年前的事情重演，咱们来这里就不是占据先机，而是当炮灰来了。你特么能闭嘴吗？沉默了一下之后，天马骑士终于还是忍不住，向着猩红魔导大眼瞪了起来：怎么，戳到你痛处了？50年惨死在怪物狂潮之下的，难道只有你爷爷一个不成？听着这样的话语，天马骑士面上青筋冒起，猛地从桌子旁跳开，一柄长枪已经出现在手中。猩红魔导也已经站了起来，身上冒起血雾，冷笑着看向对方，喊道：要打就放马过来，谁怕谁？第3人头痛不已，这时候死命拍着桌子呵斥道：好了，来的时候协会让我主事，你们都给我安分一点。他看着猩红魔导说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50年前的事情一定会再次发生，你不要危言耸听，传播焦虑。他又看向天马骑士说道：他说的虽然难听，但咱们因而警醒一些也没有什么坏处。事实上协会里对这件事也是有2种看法，无法统一。冷哼一声，天马骑士收起了长枪，猩红魔导身上的血雾也渐渐散去。黑山城奇迹公司分部，此时白胜奇正站在魔将大师宋景海的面前。这位正是大王老板说过的帮他联系的
那位魔将大师。他之前从清水城里离开，就是为了前来拜访这位魔将大师。3转之后，随着这些天的刷怪，白胜棋自认为自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积累了，正是时候请求魔将大师帮忙定制一些装备的时候。属性面板强大固然很好，但如果能够有一些适合的装备作为辅助，自然更是如虎添翼了。我不是让你去准备材料吗？怎么这么快又跑来了？宋大师的脸色并不好，皱眉说道：我事情多得很，可没空跟你闲聊。宋大师误会了。白胜棋一笑说道：除了先前的那些，大师你要求的另外一些材料，我也已经准备好了。说话间，大量的材料便从白胜棋的背包空间里倾泻而出，在宋大师的工作间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宋大师眼睛瞪大滚圆，失神道：怎么可能？你是哪里得来的？黑山城里的这些材料早被人扫空了，我想要找些来验证一下想法都找不到。公司虽然委托了好几个捕猎队，但出产也并不理想。白胜棋笑了笑说道：大师你就别管我是哪里弄来的了，我就问你这些够了没有，不够的话我继续想办法。白胜棋当然不会告诉对方，所谓的想办法就是在炼工坊里大批量的刷取出产这种材料的那种怪物。这种怪物只存在于黑山城的城西野区，而且是刷新量十分稀少的一个怪物种类。近段时间因为奇迹公司的委托，数个捕猎队恨不得将这种怪物刷新的区域离地好几遍。白胜棋却不需要这样抢怪，随手击杀了一个之后，便开开心心的去炼工坊里大批量刷取了。2级城市外的这种怪物等级极高，但对于他超强的面板来说，也就那样，刷起来并不吃力。够了够了，宋大师瞬间眉开眼笑。本来我只是想验证一下想法，如今有这么充分的数量，我可以把所有想法都做到尽善尽美了。第118章，装备出炉。奇迹分公司，宋大师的工作间里，白胜棋坐在一旁，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茶了。之前当他从背包空间里倒出了大量的材料后，宋大师钻进工作间里，已经忙活了老半天了。白胜棋本想回去等待的，但是宋大师表示他要的装备其实早就做了出来，如今不过缺少最后一步而已。最后的一步镀膜是提升这件装备的最核心一步，但因为缺少材料，宋大师一直卡在这里。这一步并不复杂，对于装备本身来说，哪怕是不经过这一步也同样能够使用了。先前白胜棋看到没有镀膜的成品，其实已经相当满意了，但是宋大师自身的骄傲让他绝不容许这种有缺陷的作品流出去。当然，这种有缺陷也只是宋大师自己的看法而已。对于职业者来说，那样的装备已经足够优秀，而能够制作出如此优秀的装备，宋大师自身的超高技艺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原材料的优秀也同样不可或缺。白胜棋委托宋大师制作的这件装备，主材料正是他手中的黄金圣衣，这是本属于清水城协会分会的镇城之宝。在答应成为清水城执法大队长之后，协会总会的那3人承诺这件黄金圣衣归他使用，但是什么时候使用，其实却受到了协会3人的制约。因为这件黄金圣衣并不是随便就可以使用的，每次使用之前都需要协会分会长以专门的方式开启权限。白胜棋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他并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和宋大师见面的时候，他将自己准备好的大批量东西摆出来，以用作定制装备的原材料。宋大师本来对于帮他定制装备不抱太大热情的，但当看到了他摆出来的大量材料后，态度马上有了180度的大转变。白胜棋摆出来的这些材料，有一种算一种，全都是不可多得的珍稀材料，而且量还大得出奇。其中那个黄金圣像更是让他如获至宝。作为魔将大师，他当然有着一定的见识，认得出这正是协会那边惯用的黄金圣衣。但是白胜棋不说，他自己也不会提。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已经对协会的这黄金圣衣眼馋不已，想着要弄来研究一下。但以协会对这东西的看重，一个城市也仅仅只能用一件，当然不是他能够轻易拿得到手的。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他自然不可能会放过。至于这些东西里的另外一件短刃，有着暗金品质，也算是不错的装备，他也挑了出来，说道：这个夹道里面做个天头，倒也还行。最终融合了黄金圣衣和暗金短刃，还有大量材料制作出来的那件装备，已经让白胜棋相当满意。但宋大师却表示还缺最后的灵魂一步。看着在里间忙活不断的宋大师，白胜棋也只能继续耐心等待。能够让装备更进一步，傻子才会拒绝呢。反正自己的要求已经全部都罗列给宋大师知道了，从之前那件装备的情况来看，也都达成的七七八八了。往黑山城的这趟行程显然是物有所值。这一等又是大半天过去，随着里间的响声停歇，宋大师的助手走了出来，说道：白先生，装备已经彻底完成了，大师请你进去。
白胜奇点了点头，走进了里间，一眼就看到了满脸疲惫中却又带着无比亢奋表情的宋大师。成了！宋大师兴奋不已，丝毫不顾助手在侧，指着工作台上的一件装备说道：“我将你带来的那些材料用机器提炼，因为分量太多，所以我又进行了2次提纯。”没有理会白胜奇根本听不懂，他继续自说自话。但2次提纯后量还是太大，所以我又进行了3次提纯，最终足足9次提纯，给出来的镀膜液品质之优良，已经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竟能支撑4层镀膜而毫无压力。所以这件装备怎么样？白胜奇听不懂什么提纯几次镀膜几层的，他所关心的只有这件装备本身而已。怎么样？宋大师眉毛一扬，得意地笑了起来。不是我吹牛，这件装备堪称我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4层镀膜增加了额外的4条磁条，就算跟史诗装备比起来都不差分毫了。你可以上手试试看看。白胜奇没有多等，果断将这件装备拿到了手中。侦查之眼看去，装备的信息一览无遗。飞行披风，品质暗金，职业要求全职业通用，等级要求100。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件武器。白胜奇本也没有打算定制一件武器，因为那样会影响他攻击方式的灵活性，得不偿失。而且以黄金圣衣作为主材料，显然也不太可能制作出一件武器来。先是装备的基础属性，好吧，这件装备甚至说不上有基础属性，可怜巴巴的数值映入眼帘。物理魔法防御力666，敏捷加23，精神加23，体质加23。暗金装备有6条基础属性，全都是这样差不多的数据。作为一件100级的装备，而且是暗金品质的装备，这样的基础属性简直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任谁看到都绝不敢相信这竟是一件100级的暗金装备。白胜奇却完全没有半点意外的感觉，表现得十分平静。根据你的要求，我把基础值上的装备力全都提取挪用到特殊词条上了。反倒是一旁的宋大师有些担忧地说道：“不过有你这种要求的人比较少，特殊词条的出现比较随机，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装备的基础属性越高越好的，那样至少能够保底。”白胜奇笑了笑说道：“没事，其他人我不知道，但对于我来说，这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这些特殊词条我很满意。”他并没有说谎，对于他自己来说，基础属性并不难得，只要努力的在练功房里刷怪，就可以飞速提升属性面板了，完全不需要依靠装备上提供的那一点属性值。反倒是一些特殊的能力，单纯依靠属性面板很难做到，需要依靠装备的特殊词条来达成。确实，基础属性虽然低得出奇，但经过了4次镀膜，这件装备出现的特殊词条数量与质量却是我生平仅见。宋大师点了点头，又有些遗憾的叹息一声：“我感觉这将会是制作装备的另一个方向，可惜了，这种镀膜液的产量是个问题，我的这个猜想也难以维持下去。”宋大师对这种镀膜液有兴趣，刚刚请人帮忙定制了一件装备，白胜奇当然不好翻脸不认人，便顺着说道：“有机会的话，咱们还可以继续合作。这种镀膜液虽然来源少，但我还是能想想办法的。”“好，就等你这句话。”宋大师喜出望外，紧紧握住白胜奇的手掌，哈哈大笑：“剩下的这些镀膜液你反正也没用，我就顺便帮你处理掉好了，这次的费用就以这个来抵就行了，以后还有需要记得再来找我。”白胜奇并不知道那些镀膜液还剩下多少，但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跟对方计较，能够因此而跟一名魔将大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番客气之后，宋大师说道：“我继续忙去了，你再揣摩一下这件装备的特殊词条，熟悉一下，如果有不合用的地方，记得跟我说。”第119章特殊词条。宋大师的工作间里，白胜奇仔细查看着这件飞行披风，这一次他关注的是特殊词条。唯一特效飞行，很神奇的披风，以不知名材料制成，穿戴者能够凭此获得飞行的能力，缺点是需要耗费巨量的魔法值，不适合长久使用。很显然，这才是白胜奇委托制作这件装备的主要目的。经过了之前清水城中的几番战斗，他深深地了解到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没有掌握飞行能力。在那些掌握了飞行能力的高阶职业者面前，哪怕他的属性面板更高，但如果别人打定主意要逃走，其实他是没有太多办法的。之前能够以蚂蚱翅膀击杀了周成天，完全是靠着出其不意。等到别人都知道他蚂蚱翅膀的掠行高度和距离后，这个杀手锏的威慑力将大大降低。但如今一切都不是问题了，飞行披风将取代蚂蚱翅膀，成为他新的杀手锏。至于耗费巨量魔法值的弱点，他只当没有看到。虽然如今他的蓝条长度已经远远跟不上血条的发展，但是得益于超强的精神属性，其实他的最大魔法值也仍旧是远胜过其他职业者的程度。哪怕是最以魔法值雄厚著称的职业，
在他面前也只能自称弟弟。飞行披风飞行时消耗的那点魔法值，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算是巨量，但对于他来说，甚至还赶不上魔法值的自然恢复。这飞行，只要他想，甚至可以飞上1天不下地的。接下来是其他词条。装备默契1，等级需求20。中规中矩的词条，降低了装备要求，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算是十分不错的词条。毕竟到了这个等级，想要再升20级，所要耗费的时间绝对不短。而能够提前装备上一件强大的装备，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划算的。虽然对于升级极快的白圣骑来说意义不是十分大，但总比没有好，至少他不需要再练级几天，而是现在就能够用得上了。黄金圣光2，可激发神圣金光，拟态变化成任意武器形态，无额外属性附加。这是来自于黄金圣衣本身的特效，也被附加到这件装备上来了。只不过在白圣骑的要求下，原先那种提升攻防100万的强大特效被改成了无属性附加，但能够拟态为各种武器形态。这是除了飞行之外，白圣骑定制这件装备的另一个野心。一直处于切换装备状态的他，深深感受到其中的不方便，因而才有了这个想法。他本也没有抱有太大希望的，但没想到宋大师技艺确实了得，竟然真做到了。能够附加100万攻防的强大特效被改成了这么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于其他人职业者来说必然是极其不划算，甚至令人心里滴血的决定。但对于白圣骑来说却是最完美不过了。血池3，可储存自身血量，在必要时提取使用。这个词条是白圣骑从别人的生命之所处得来的灵感，宋大师也是接纳了他的这个意见。但很可惜，事情不可能都尽善尽美。这个词条最终没有办法做到像真正的生命之所那样，储存血量清空后还能触发一个3秒的锁血状态。对于大部分职业者来说，这个锁血状态无疑是等同于第2条命一样的东西。但有失也有得，虽然没有锁血状态，但这件装备也不会像那些生命之锁一样，储存血量被清空就会破碎开来。这个血池所能够储存的血量上限是 500%， 等于说装备上这件飞行披风后，白圣骑将会成为拥有6条血条的男人。白圣骑很满意，6条血条对于他来说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意义显然非同一般，等于他的最大血量从几亿直接上涨到了几十亿。白圣骑尝试了一下，还发现了一个小惊喜，那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使用阴阳一针，飞行披风的血池竟然也加入了掉落血量的行列。这表示在开启阴阳一针时，他将能够更快地储备一针的数量，这对于战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如今达到了 LV6 的阴阳一针，已经能够每秒钟掉落 6% 的最大血量，配合上他如今几十个亿的血条，粗略的算一算，1秒钟就能储备20多万根一针。一根一针能够造成1000点等量伤害，如果他将这20多万根一针同时发出去，等于说1秒钟就能够造成2亿多的伤害，离谱！哪怕能够做成这件事的人是自己，白圣骑也不由得感叹，这战斗数据怕是要崩了。单单是依靠这血池词条，自己开着阴阳一针一路冲过去，谁人敢挡？但这飞行披风仍旧有最后一条词条：吸魂4，穿戴中击杀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将获得魂灵，魂灵可增强装备耐久度，达到一定程度有几率提升装备品阶。这个词条在一些装备上并不少见，但出现在低级装备上的话，这个词条就会让人又爱又恨。因为想要达到提升装备品阶的程度，所需要吸纳的魂灵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大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让这件装备吸收够足以提升品阶的魂灵，职业者已经有能力进行装备的更新换代了。比如，一件精良品质的装备要穿戴着击杀巨量的怪物，才能够有几率提升到稀有品质。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件稀有品质的装备呢？是的，哪怕是吸魂数量达到后，装备提升品阶也仍旧是有几率的。而大量的数据表明，这个几率并不会高于 5%。当然，像飞行披风这样的暗金品质装备，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个品阶，那肯定是血赚的事情。但对于拥有这种高品阶装备的职业者来说，他们早就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与其浪费一个词条位置来拼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的进阶几率，不如直接用现成提升战斗力的词条呢。所以，这个词条也成为了职业者心中的鸡肋词条之一。白圣骑倒不觉得可惜，反正前面的几个词条已经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剩下的这个词条有没有都影响不大。而且他拥有着练功房，收集魂灵的速度肯定比其他人快多了。万一以后运气好，装备提升了品阶，也算是个意外之喜。确认过所有词条之后，白圣骑没有继续去打扰宋大师，招来对方的助手，又留下了大量可以提炼那种镀膜液的材料后，他离开了宋大师的工作间。第120章，异变稳定。半空之中，一道身影急速向前飞行，
正是从黑山城返回的白胜奇。虽然有回城卷轴，但在没有进入到清水城的周边范围前，这回城卷轴也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他这一趟黑山城之行，成功定制到了这么一件飞行披风，也算是不虚此行。仅仅只是3转的他，便已经拥有了这种长途飞行的能力，不得不说是会惊掉人眼球的事情。说到这个，先前他从黑山城里离开时，倒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黑山城城卫队的人找上他，因为分城而治的原则，询问他是否愿意从此存档在黑山城，不再返回清水城。自己的身份信息一下子就被对方得知了，这让白胜奇颇有些意外。不过想想各城协会本质上都是一体的，也就不难理解了。怕是清水城那边早就将自己的信息传递过来了。清水城那边还有大把的事情没有处理呢，白胜奇当然不愿意自绑手脚。他无视了前来的城卫队众人，直接飞出了黑山城。一个3级城市的来客，竟敢在2级城市如此放肆，老实说，确实激怒了黑山城城卫队的许多人。但是协会内部的评估让他们深深的知晓，这名清水城来客不能当作普通3转来对待。城卫队的人还没有反应，黑山城里的许多工会却已经坐不住了。几乎同一时间，有几名强大职业者出手，想要掂量一下这名嚣张外来者的实力。结局是令人崩溃的，那名外来者只是自顾自地向外飞行，根本就不理会他们。但是对方身外悬停着的纯黑衣针，却如同受惊的鱼群，向着4面8方汹涌冲撞。只是一瞬间而已，被这些衣针找上的几名强大职业者血条瞬间清空，生命之所破碎，直接被打出了锁血状态。没有理会失魂落魄的黑山城众人，白胜奇已经飞行远去。几名强大职业者的出手拦截，甚至连让他目光稍微停留一瞬都做不到。白胜奇继续往清水城的方向飞去，所经过的地方是十分高级的野区，哪怕是4转5转的职业者，也得用凶险2字来形容。虽然飞在空中可以避过大部分的野怪袭击，但同样会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那便是飞行类的怪物。飞行类的怪物普遍都是比较强大的怪物，职业者哪怕是拥有飞行能力，但在半空之中遭遇这些怪物也是十分麻烦的事情。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大群的飞行类怪物围住，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的地不灵了。白胜奇的运气看起来也不算十分好，一路飞行向前，他身上金光闪耀，显得十分招摇。没有办法，这是这件飞行披风本身自带外显特征，闪亮的东西当然容易吸引到怪物们的注意。不消多久，便有大量的怪物飞来，向他汹涌扑去。只不过这些平时能够让职业者闻风丧胆的飞行类怪物，才刚刚靠近白胜奇，便像下饺子一样哗啦啦的往下掉，还没有掉落到一半，便化作白光消散。保持着时刻开启的阴阳一针，让白胜奇的身周悬停着的纯黑衣针越来越多，如同暗沉的海域潮水一般。在这些暗沉潮水的包裹之下，他身周一定范围已经成为了生命的禁域。无论是什么样的怪物，还是职业者靠近过来，大量的纯黑衣针便会自动扑上去，像大群饥饿的狂杀，将对方啃咬的半点不剩。如今的白胜奇只是单纯的站着不动，便已经成为了一台可怕的输出机器。就这样，他回到了清水城。今天的清水城安静的有些出奇，协会分会那边来自总会的3人已经不见踪影，而城中的许多工会成员也都不在。他回到了转职神殿，才从转职引导员祝小雨的口中得知，总会来的3人带着清水城里的大量职业者往城北野区而去了。据祝小雨得到的消息，似乎是城北的异变终于稳定下来了。竟是这样，白胜奇有些无语，没想到正好在自己离去的这2天，城北异变稳定了下来。幸好自己回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些，怕不是秘境入口都再次出现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有些不好。明明自己离去之前已经跟那些公司工会的人说清楚了，但那些人仍旧是无视了与自己的约定，选择跟总会3人出城去。果然，在利益面前，所谓的约定与承诺都只是一张废纸而已。只不过这些人也太目光短浅了一些，真以为跟着总会那3人一起前往就能有好果子吃。白胜奇没有继续浪费时间，向祝小雨问道：“你要不要跟我也到城北去开开眼界？”祝小雨却只是摇头，兴趣缺缺地说道：“我找了这个工作，就是因为可以不用出城打怪，也能做着升级。你要出自己出去吧。”说着，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接着说道：“对了，慢慢的转职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转职任务所需的考核怪物，咱们的白分店主还请多上心啊。”白胜奇突然当了这个分店主，是颇让祝小雨感到惊讶的。不过2人之间的关系不错，祝小雨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改变。放心，都是小事情。白胜奇摆了摆手，飞行披风作用下，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他什么时候掌握飞行能力了？后方
祝小雨瞪大双眼，震惊莫名，一边往城北野区飞行。白胜奇一边拨通通讯仪打给胡琉璃。很快，他得到了消息，在猎师糊涂的带领下，百兽公会也早已经出城了。果然，城北异变的事情关系到灰晶这样的战略性材料，那位猎师也根本坐不住了。白胜奇一路飞行，从城北门一路向北。虽然身在半空之中，但他的目力十分惊人，明显的看得到下方地面上正是大量职业者战斗过的痕迹。随着时间过去，下方被击杀掉的很多野怪又再次刷新了出来。比如之前城北野区常见的新手链级怪赤峰兔，此刻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这么多天的异变，此刻的赤峰兔体型已经大了好几倍不止。白胜奇以侦察之眼看去，发现这些赤峰兔的面板属性比起先前来增长了何止100倍。城北野区显然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新手野区，已经不再适合新人练级了。咻咻咻咻咻咻，箭矢激射而来，是几只蚂蚱射手。经过了异变以后，飞行的高度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提升，甚至能够飞到天上来向他发起攻击。第121章，我亲自来到，你不是要吓尿？城北野区受到几只蚂蚱射手的攻击，飞在空中的白胜奇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经过异变后的这些蚂蚱射手实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度甚至不在一些强大的副本怪之下。但是在白胜奇面前，也就是纯黑衣针飞出去一部分的事情而已。几只蚂蚱射手瞬间化作白光消散，空中悬浮着一个小小的光团。白胜奇随手时取了起来，发现竟是一块灰色的暗淡晶体。灰晶？他不由得想起了先前周成天所说的话来。果然，受到了那秘境影响而产生异变的这些怪物，也拥有了掉落灰晶的可能性吗？而且他发现一路过来击杀的这些野怪，掉落材料的几率似乎大大降低了。反正击杀了这么多只怪物，也就掉落了这么一块灰晶，而且并没有见到其他的掉落物。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经过了异变之后，这城北野区的怪物已经不可能再掉落原先的那种材料了。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随便看了一眼，看不出这灰晶的特殊之处，白胜奇随手将之收到背包空间里，继续向前。他估摸着，即便是协会那3人带队，清水城的大部队应该也没有办法走得太远了。这是他根据蚂蚱射手的实力来推断的。异变后的蚂蚱射手虽然看起来毫无威胁，但那是以他的角度来看的。事实上，如果是普通的职业者，这么几只异变后的蚂蚱射手已经足够拦下一位3传职业者了。而蚂蚱射手在以前的城北野区不过才只是10级的怪物而已。城北野区还有许多比他更加强大的怪物。如果城北的野怪们都有着这种程度的异变加强，那即便是倾尽清水城的全力，也未必能够扫荡得了整个野区。心中这样想着，白胜奇继续向前飞行，不消多久，便已经远远看到了人影。大量的职业者以小队为单位，各自围绕在自家工会的核心战力周围，缓缓向前推进。这些职业者最弱的都有2传水准。白胜奇越过后边的职业者们，很快就在前边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越是强大的工会，便越是靠前。当然，越是靠前，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怪物也便越强大。清水城如今最强大的几个工会，就紧跟在协会3人的身后。而在这些工会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工会，自然就是猎师糊涂所带领的百兽工会了。周成天逃窜离去之后，清河工会也是分崩离析。如今清水城的第一工会，事实上已经是百兽工会了。只不过没了清河工会，还有异军突起的白胜奇，以及远道而来的协会总会3人，百兽工会这个第一工会日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过。3位，不如先在这里停下吧。糊涂看着面前的协会3人，说道：再往前的话，异变的怪物越来越强，恐怕很难保证安全了，伤亡情况会直线提升。和他站在一起的几位工会会长也齐刷刷的点头。这协会3人面对白胜奇时好像毫无作为，但在清水城的这些工会会长面前，高阶职业者的威严却展现无疑。就停在这里。猩红魔导冷冷一笑，前边还有好几个野怪区域没有探索，秘境入口大概率就是隐藏在那几个野怪区域里，你们却要在这里放弃。他一声冷哼，接着说道：先前你们乐呵呵的分配那些灰晶时可不是这样说的，怎么如今看到需要一点付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既然如此，你们将先前的灰晶全部吐出来，就都滚蛋吧。没有你们这些拖后腿的，我反而更轻松。协会的另2人虽然不说话，但站在一旁审视般看着这几名工会会长，心里显然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几位工会会长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各自内心的踌躇来。显然让他们吐出那些灰晶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城北发生异变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已经从各自的门道了解到了一些消息。他们深知道，
属性水晶将是接下来这个时代的绝对主角，而灰晶便是这属性水晶不可或缺的主材料之一，地位举足轻重。难堪的沉默里，猎狮糊涂向前又靠近了一步，低声说道：“三位，这件事情咱们要不要等一等到白大队长？毕竟之前咱们各家工会都跟他有过约定，要一同探索的，如今提前过来，怕是有些不妥。”噔噔噔，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猩红魔导的身上便有一股摄人的威压汹涌而出。猎狮只觉得自身的血量猛地掉落，整个人禁不住向后倒退出几步。在这一瞬间，他差点就要忍不住进入幻形状态，化作最惯用的战斗形态烈焰狂狮了。身为四传职业者的他都这样，其他的几名工会会长就更加不堪了。哪怕猩红魔导的这股威压不是针对他们而去，但是他们也感觉到自身的血量刷刷掉落，吓得面如土色，手忙脚乱的直接灌下了特级血瓶。怎么，你们心里很不服气，打算拿那白圣旗来压我？猩红魔导身上的血色雾气慢慢凝聚，似乎马上就要进入战斗状态之中。和白圣旗的一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哪怕是听人提起对方，他心里都有股难以压抑的暴躁。好了好了，都是一起来探索野区的队友，闹这么难看干嘛？协会的另两人做起了和事佬。他们三人的实力虽强，但人力有时而穷，想要探索清楚这片野区，还是需要清水城这些人帮忙的。在这种情况下，敲打一下就好了，没有必要真的闹僵。猩红魔导当然也懂这个道理，他轻哼一声，身上的血雾缓缓消散，冷然说道：“以后记得别在我面前提起那家伙的名字。怎么，提起我的名字都不行？要是我本人亲自来到，你还不得要直接吓尿了？”猩红魔导话未说完，一道金光已经从远处飞来，停在了众人的身前。白圣旗，他什么时候掌握了飞行的能力？协会三人顿时面色大变。第122章，你们拿我当托儿所老师？城北野区中看到突然出现的白圣旗，协会三人的面色都很难看。许多工会成员也跟他们三个一样，不自觉地离得远了一些，不敢靠近。白圣旗早就以一己之力，在这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心中打出了威风。在场的这些，包括协会三人在内，所有的职业者对他其实都是有着相当畏惧的。先前脾气很差，见谁对谁的猩红魔导，这一刻也便做了一声不吭的闷葫芦。他只是脾气差，不是缺心眼。在实力足以吊打自己的人面前，保持嚣张的态度，跟找死没有区别。不是说好了等我一起探索的吗？白圣旗落下地来，看着在场的众人，眼眸里似乎有风暴在酝酿。众多职业者心中都不由得狠狠一跳。除猩红魔导和天马骑士之外，协会三人里的另一人哈哈一笑，说道：“白大队长，你来的刚刚好，我们正等着你呢。确定是来的刚刚好吗？”白圣旗似笑非笑的看了这人一眼，并不打算给对方留面子。我听说这些怪物会掉落灰晶，你们趁我不在提前过来探索了老半天，不知道收获如何？一句话说出，让在场众人的心中又是一紧。这协会那人沉默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决定。灰晶确实是有一些收获，其中有5成是需要上缴给协会的，剩下的5成，白大队长你占3成如何？一旁的猩红魔导牙齿咬得咯嘣响，但在另外两人的视线示意下，终究还是强行压抑住了心头的躁动。在场的其余职业者此刻面面相觑，都感觉到大事不妙。这一番出城，协会占去了5成收益，白圣旗再拿走3成，那剩下的2成自己这些人一起分，每人又能分得多少？3成。白圣旗一笑说道：“你们小看我了。”就在众多职业者面色大变的时候，白圣旗却又已经开口说道：“你们能打出来多少灰晶，那是你们的本事，我不感兴趣。但是在秘境的开发上，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耍这种小心机了。”众多职业者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听懂白圣旗的意思了，就是说城北野区的这些异变怪物，他们想怎么刷就怎么刷，白圣旗不会来干涉，也不会来掠夺他们手中的收益。对方所看重的显然只有那秘境的开发而已。事实上，在场的清水城职业者们对那秘境有想法的并不多，单单只是在这城北野区刷新出来的异变怪物，便已经强大到了令人心惊的程度。以他们的实力，连探索完这片城北野区都成问题。至少如今的清水城第一工会百兽工会便已经感受到了相当的压力。白圣旗的视线落到了协会3人的身上。要说在场众人里对那秘境最感兴趣的，必然就是来自总会的这3人了。白圣旗觉得他们前来对付自己，恐怕只是顺带，真正的目的是这个秘境也说不定。你们3个听懂了吗？没有太在意其他职业者，白圣旗这一番话针对的主要还是协会3人。3人交换着眼色，很快先前的人又对白圣旗说道：“我们知道
你要进入秘境的理由，这跟我们的目标也不冲突。择日不如撞日，不如你跟我们联手，探索到这片野区的尽头，尽快找到那秘境的入口。尽管白胜奇已经担任了清水城的执法大队长，但三人知道以协会来指挥对方做事，显然是行不通的，还得是合作方式才可以。看白胜奇仍在考虑，那人又说道：“把目光投射到这里来的，不仅仅只有协会，一些暗地里的组织也绝不会放过这种大好机会。慢了一步，事情只怕就会脱离掌控之外。也好，你们三人跟我一起吧。”白胜奇看了三人一眼，愉快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三人虽然在自己的手上讨不了好，但并不代表这三人是菜鸡。跟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比起来，这三人简直是大魔王一般的存在，根本不存在抗拒的可能性。白胜奇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控制住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谁知道他们到时候又弄出点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必然还是摆在自己眼底下才更加放心。也好，三人对视一眼，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白胜奇的实力他们是知道的，有对方一起，探索秘境入口必然会变得简单许多。更何况以对方的实力，他们也拒绝不了，不如爽快答应。白大队长，这个时候，眼看到协会三人与白胜奇谈妥，等在一旁的猎师糊涂走了过来。以我们百兽公会的实力，继续往前只会给你们拖后腿，不如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在后边慢慢跟上。眼看糊涂只是询问白胜奇的意见，跳过了己方三人，协会三人脸色都有些不好看。只不过白胜奇就在面前，对方没有发表看法之前，他们也不好说些什么。白胜奇微微一笑，他哪里不懂糊涂的意思？想不到这糊涂顶着一个烈士的名号，但事实上十分有眼力见，做起事情来滴水不漏，跟烈字根本就不沾边。他点了点头，说道：“也好，后边这些职业者就拜托胡会长你多协调了。我看你的孙女在这边也没啥事干，不如让她跟我们一起先往前行吧。”烈师糊涂面皮一抽，下意识的就想要拒绝，但迎上了白胜奇淡漠的目光，他不由得心中豁然一惊，拒绝的话到了嘴边，竟无法吐出半个字来。而这个时候，胡琉璃已经主动走上前来，他浅浅一笑，说道：“爷爷你放心吧，白大队长想要关照我一下，我欢喜还来不及呢，哪有拒绝的道理。”说着，他主动的站到了白胜奇的身旁。周边其他工会的职业者也是如梦初醒，明白了这一举动的含义所在。很显然，烈师糊涂是通过这样一个提供质子式的举动，让白胜奇对他放心，得到了百兽工会在后边的方便。许多其他工会的职业者也靠近了来。白大队长，我这边也有个侄儿，还请大队常关照一下。臭小子，还不站过去，给白大队长好好打招呼。这是我去年才转职的大孙子，请白大队长多多费心。乱糟糟的一团，让白胜奇眉头紧皱起来。怎么，你们真拿我当托索老师了？一声呵斥，顿时令这些工会职业者噤若寒蝉，再不敢瞎闹。走吧。白胜奇再也不理会其他，招呼一声，当先向前行去。第123章，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要不要我帮你拉一下怪？胡琉璃小心的看了白胜奇一眼，低声说道：“就像上次那样。”此时此刻，他们一行5人已经远离了后方的职业者大部队，向前走出了老远。而这一段距离是2个不同等级野区之间的衔接，所以暂时还没有遇上那些异变的怪物。即便如此，胡琉璃也仍旧是走得胆战心惊的。想想他一个2转职业者，如今来到这曾经的新手练级区，却连跨大步走路都不敢，不由得有些感叹。像上次那样，你确定？白胜奇投以怪异的目光，胡琉璃面上表情一僵，他其实只是客气说说而已。先前他跟随着职业者大部队一路过来，在自家爷爷的身边被保护得很好，但并不妨碍他观察到一路过来的那些怪物。哪怕只是在后边那些更低级的野区刷新出来的怪物，也已经是3转职业者才能够对付的程度了。整个职业者大部队推进起来也必须得小心再小心才行。如今来到了更加深入的区域，他一个人去引怪，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胡琉璃于是尴尬一笑，对着白胜奇说道：“我只是客气客气。”白胜奇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说道：“没这个本事就别随便客气，会死人的。”这时候，空中传来了协会那天马骑士的声音：“前面刷怪了，有3只，注意！”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想要发挥出战斗力来，必须处于骑乘状态。而天马这种坐骑，相比起在地面上走路，显然更加适合在天上飞行，所以他一直都保持着低空飞行，顺便充当着斥候的角色。一道血色链条飞了出去，同时连接在那3只异变怪物身上。3只怪物的血条飞速下落，不消多久便已经化作白光消散。而地面上掉落了一个光团，其中包裹着的
正是一枚灰晶，3只怪就能够掉落一枚灰晶，掉率似乎不低。哼，异变了也只是区区小怪而已。猩红魔导阴沉着脸上前将这灰晶捡起，胡琉璃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他一脸羡慕地看着捡起灰晶的猩红魔导，下意识地向身旁的白圣琪看去。然而在他的视线当中，白圣琪毫无反应，仿佛这区区灰晶根本不值一提。心里暗自叹息一声，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个临时的队伍里是根本没有地位可言的，不要说只有区区2转的自己了，就算是自己的爷爷前来，在这4人跟前也喘不了粗气。他将一切看在眼内，并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实力不够，那就得懂事，不能像个认不清形势的傻子一样平白给自己加戏。幸好曾经的那一点同学情谊似乎还是发挥了作用。白圣琪看了他一眼，说道：“组队吧，来都来了，这些异变怪的经验值不错，我顺便带你练练级。”他又看向那协会3人，说道：“我要带我同学练练级，以你们的等级，这怪你们反正也吃不到经验值了，就都留给我打吧。”协会3人脸上神情微变，虽然还没有找到那个秘境入口，但是深入到这个区域，异变怪物掉落灰晶的几率已经不低了，是个十分不错的收益。他们已经想着要在找寻秘境入口的过程中顺便多刷一些灰晶，但看如今这情形，白圣琪是找个借口准备吃独食了。猩红魔导欲言又止，面对着白圣琪，他总是有着异常的愤怒和深切的恐惧。中式协会的另一个人笑了笑，给出了建议：“你同学要练级是件好事，干脆咱们5个一起组起队来，有4个人带着他，这经验值刷起来还不是哗啦哗啦的。”不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白圣琪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说道：“你们3个等级太高，组队过来分了经验值，那还怎么升级快？”这话说出来，协会3人总算是明白了。无论怎么说，白圣琪显然是打定了主意吃独食的样子。3人从总会而来，跨越那么老远的区域，所为的主要就是那秘境以及秘境所带来的灰晶。秘境的开发最终肯定是要纳入协会管控当中的，也只有他们这一趟出差获取到的灰晶才能够作为福利归为自身所有。如今白圣琪竟打算直接剥夺他们获取福利的机会，3人心里都十分恼怒，但又知道跟白圣琪闹翻并不是理智的选择，一时间面色一阵青一阵绿，难受到了极点。算了，你们想要出手也可以，咱们各凭本事吧。白圣琪似乎也不想将他们逼迫太过，抛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又对胡琉璃说道：“你不是说要拉怪吗？上啊！”啊！胡琉璃苦着一张脸：“你是认真的？”白圣琪认真的看着他：“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但这边的怪物很强，我怕我顶不住。”胡琉璃可怜巴巴的眨巴着双眼，一脸委屈：“放心，我是一名医师，会在后边给你加血的。”白圣琪无视了对方委屈巴巴的表情，宽慰着说道：“而且万一顶不住，你不是正好可以复活回城了吗？就可以直接下班不用干活了，多好！你才刚2转，额外的2次复活机会应该都还在吧？”胡琉璃深深地看了白圣琪一眼，终于咬了咬牙冲了出去。他对自己并没有任何自信，然而他同样清楚自己没有拒绝对方的本钱。如今的白圣琪早已经不是几天前他可以随意对待的那个白圣琪了。不过几天之间，对方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整座清水城命运的存在。自己身后的爷爷以及爷爷所统帅的百兽公会存续与否，甚至都在对方的一念之间。在这一刻里，胡琉璃决定抛开理智，放弃思考，只听从对方的指示。光芒闪过，他化作了3尾妖猫形态，向前飞奔出去。即便是要听从对方指示，但显然还是要选择最稳妥保险的方式才好。也许是太久没有人类涉足了，前边这一片野区的怪物十分密集。胡琉璃才刚刚向前冲出不远，身旁便不知道从哪里扑出了3只怪物。一边的3只怪物明显带着摄人的威压，3尾妖猫形态下的胡琉璃显然感受到了这股威压，动作一僵，差点就忍不住转身逃窜。但此时此刻，他负责的是引怪任务，不能直接掉头就跑。协会3人疑惑地看了白圣琪一眼，在他们眼中，这位仍旧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并没有任何想要出手的打算。难道说他打算让那个猫女娃直接被野怪击杀送回城？但真想达成这种结果的话，又何必那么麻烦？想不明白的3人也暂时没有打算出手，只是瞪大眼睛看着那只3尾妖猫。胡琉璃的3尾妖猫形态敏捷度其实很不错，正常情况下用来引怪确实是极好的选择。但问题是，如今这片野区里的怪物都是经过异变的，等级实力都远远超出了他当前的层次。3尾妖猫左右蹦跶了一下，便发现自己已经被3只异变怪物围住，根本不存在逃脱的可能了。喵！
他绝望地向白胜奇的方向望来。难道说对方真是故意让自己被击杀回城？咦！就在这时候，协会三人都下意识地低呼出声。局外的他们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一般的变化。什么时候附上去的？三尾妖猫的身上大量的猫毛飘飞起来，化作一根根细针。和白胜奇打过交道的三人都很清楚，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猫毛，而是身旁这位白大队长的拿手好戏——阴阳一针。密密麻麻如同浪潮似的纯黑一针在三尾妖猫的身周盘旋转动，如燕归巢般向旁边的三只异变怪物投去。第124章，我要死了！城北野区深处，协会三人看得眼都直了。在他们的视线当中，本已经被三只异变怪物逼迫得无路可逃的三尾妖猫，这一刻身周飞舞着大量的纯黑衣针。这些纯黑衣针如浪潮一般卷向周边的三只异变怪物。在这些衣针的攻击下，那三只异变怪物连嘶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已经化作白光消散。运气很好的，这三只怪物被击杀后，原地落下了一枚灰烬。三尾妖猫似乎还没有从被怪物包围的惊吓中平静下来，仍旧是保持着炸毛的样子，呆呆地站在原地。东西捡起来啊！身后传来了白胜奇的呼喊。三尾妖猫如梦初醒，这才伸出个前爪往那掉落的光团一扫，顿时将之收归背包空间内。虽然这个幻形形态更接近于怪物，但本质上他还是一名职业者，背包空间当然是能够使用的。而这个时候，协会三人再看向白胜奇，面色就有些难看起来。原来你是打算用这种方法？白胜奇笑了笑，并不回应。事实上，这是阴阳一针熟练度提升后，他慢慢摸索出来的一个用法。这些一针凝聚出来，并非仅仅只可以悬停在自己的身周，同样也可以附在其他目标的身上。白胜奇懒得自己往前冲，干脆就奇思妙想了一下，将这些一针附在胡琉璃三尾妖猫形态的身上。不得不说，最终效果还不错，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咱们抓紧时间向前探索吧。协会的天马骑士看了三尾妖猫一眼，如此说道。老实说，他并不看好对方。幻形式的三尾妖猫形态固然是动作敏捷，生存能力极强，只可惜对方的直接等级太低了，仅仅只是2转而已，就去面对这些异变后的强大怪物，不至于小白兔跑到大灰狼的嘴边，最终结局并不会好。那些异变后的强大怪物，随便攻击几下就能够将这三尾妖猫的血条清空了吧？胡琉璃心中显然也是这样的想法，拾取了那枚灰烬之后，就站立在原地老半天不动，一点也没有继续往前的意思。怎么，是刚刚那几只怪的经验值不够高吗？白胜奇目光落到三尾妖猫身上，说道：“你还在磨蹭什么？”喵！三尾妖猫认命的叫了一声，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不得不说，刚刚那三只怪物的经验值高得离谱，哪怕是和白胜奇组队之后，他能够分到的经验值也足够令人满意。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练级速度，他感觉今天一天就能升上个10来级。哪怕是对于刚2转未久的他来说，这样的升级速度也是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算了，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而已，交给他好了。仍旧剩下2条尾巴的三尾妖猫一咬牙，很光棍地下了决定。为了升级飙升的机会，冒点险似乎也是值得的。关键是，无论怎样，自己也没有办法反抗对方啊。这样想着，三尾妖猫忽然感觉得一股灼热气息刺来，身躯下意识的一抖。喵！却是一枚衣针已经刺入了他的身躯之内。走快点！白胜奇的声音传来，胡琉璃便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内猛地涌起了强大的力量，整个身躯都变得矫健了大半。不只是敏捷程度，而是全方位的提升。正是白胜奇的辅助技能衣针刺穴，如今达到了 LV5 的衣针刺穴，能够提升目标的全属性正 60%， 是十分可观的加强。看着明显速度提升了的三尾妖猫，协会三人对视一眼，也是赶忙跟上。既然话都摊开来说清楚了，他们当然不愿意一路上的灰烬都被白胜奇吃干抹净。随着几人一路前行，前边刷新出来的异变怪物越来越强，数量也越来越多。然而让协会三人急得跳脚的事情发生了，一路刷新出来的怪物已经足够强大，哪怕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秒杀掉，除非不计消耗的使用压箱底手段，不然他们击杀一只异变怪物至少也需要2-3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强度已经不在那些100多级的怪物之下了，而他们需要2-3分钟才能够击杀的怪物，在那铺天盖地的纯黑衣针袭击下，却连短短的几秒钟都支撑不住，往往是才刷新出来便已经遭受到了游弋在周边的海量衣针攻击，一瞬间就化作了白光消散。赤足行医只是3转职业而已，技能机制并不是什么秘密，协会三人都清楚得很。他们当然知道那些阴阳衣针是因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作用。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这些衣针的数量。
那铺天盖地，几乎已经将整片空间都占据了的海量衣针，真的是使用者通过不停扣血而产生的吗？好像从一开始见面到现在，对方就没有停下过阴阳衣针的凝聚。以这样的掉血规模，怎能是常人能够支撑得住的？即便是3人之中的猩红魔导，自认为玩弄血条到了极深程度的他，都有些心头发了。如果是自己，能够支撑得住这样的扣血规模吗？他视线落到白圣琪身上，见到对方也仅仅只是偶尔给自己加上一个缓慢恢复而已。那是医师系最入门的一个治愈技能，单单依靠那个便可以支撑得住山崩一样的血量掉落。开什么玩笑啊！协会3人有他们的震惊，而作为这个临时队伍里的隐怪先锋，此刻的胡琉璃同样是欲哭无泪。随着深入，如今周边刷新的怪物是连协会3人都要花费2-3分钟才能击杀的存在。而胡琉璃自身作为一个2转职业者，深深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些怪物的区区一击。就在他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身旁不远又刷新出了几只怪物。4只怪物在冲过来的过程中，便已经被四周游弋的纯黑衣针给瞬间击杀掉了。只有剩下的一只怪物离得比较远，衣针还在飞行前往之中。那是一只远程攻击型的怪物。呼！场中离他最近的3尾妖猫显然吸引到了他的仇恨值，一块大石从他的手中掷了过来。65655，大石飞来的速度太过迅猛，哪怕是矫健如3尾妖猫，也仍旧是无法避过。我要死了！胡琉璃心中涌现了这样的绝望想法，喵的一声尖叫起来。作为一名2转唤形师，3尾妖猫状态下的他，血量不过5万出头，在这一击之下被击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咦？但瞬间之后，他便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大石砸在身上的伤害值虽然高得吓人，但他仍旧好好的站在原地，并没有被击杀。我的血条比原来长了许多，他才想起这一点来。白圣琪以衣针刺血技能给他辅助，大量提升了他的全属性，以至于他的血条也增长了极多。本来会被一击清空的血条，如今看来能多挨一下。不对，我开心的太早了，他多来一下，我不是一样会倒下吗？胡琉璃心中泛起了这样的想法，视野里已经看到对面的怪物一声吼叫，再次掷出了一个大石来。第125章，我没死。城北野区眼看着一边怪物掷出的大石飞来，胡琉璃心中满是苦涩。今天这3尾妖猫形态的第2条尾巴，看来是要交代在这里了。不过虽然换来了经验值的飞速增长，却也不知道是亏还是赚。心中这样想着，他忽然感觉到身躯一暖，自身的血条猛地上冲，瞬间恢复到了满值的状态。然后那大石头飞来，砸到了他的身上。伤害值虽然仍旧可怕，但是不过将他再次打成接近残血的状态而已。那只怪物却没有再次扔出大石的机会了，汹涌而上的纯黑衣针已经扑到了他的身上。而胡琉璃再次感受到身躯一暖，血条又一次复归于满值。对了，他是一名医师。3尾妖猫转头向身后看来，心中复杂难言。白圣琪的攻击能力太强，以至于他短暂地忘却了对方身为奶爸职业的事实。继续冲啊，还等什么呢？放心好了，只要你不被直接秒杀，我一瞬间就能帮你把血条拉上来。身后传来了白圣琪的喊叫声。胡琉璃呼出了一口气，终于彻底放开来，不管不顾地埋头往前冲去。有那纯黑衣针的惊人清怪速度，还有身后白圣琪的强大治愈力，自己的3尾妖猫又有额外的复活机会，那还担心什么呢？小队的推进速度一下子大大提升了。本来白圣琪的阴阳衣针便越聚越多，早已经超出了攻击怪物的消耗，推进的速度受限，根本就不是他的攻击跟不上，而只是取决于3尾妖猫的行进速度而已。而协会3人跟在后边，在察觉到根本抢不过那纯黑衣针之后，终于摇了摇头，认命的放弃了。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对白圣琪彻底服气，再也没有一点点侥幸心理。白圣琪也乐得如此，一边只是3尾妖猫向前，一边愉快地拾取着掉落的灰烬。他虽然有练攻防刷怪提升属性，但属性值谁会嫌多呢？况且这些灰烬明显是价值不菲，就算自己不用，卖出去也是一大笔收入。很快，这片城北野区便将要到达尽头了。白圣琪面上神情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来过这城北野区不止一次，当然了解这边的区域范围。作为清水城的城北练级区，从这里再往前走一段距离，便算是彻底到达边界了。边界再继续深入，将是一片连绵不绝、难以知晓边际的雾气。在那雾气里面，具体有着什么，他并不知晓。在清水城建立伊始，协会便已经在此立下了警告标语。此刻抬眼望去，前方一块魔法石碑闪耀着奇异光芒，耸立在视野的尽头。魔法石碑上几个大字十分醒目，正是
未知区域禁止进入。但是此刻几人的视线却并没有落到那魔法石碑上，他们注意到，在魔法石碑后方不远，一个暗淡的灰白色光芒漩涡正缓缓旋转着，那显然是一个传送门。几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了这样的猜测，那是秘境的入口。这猜测并非毫无来由，毕竟在城北发生异变之前，这魔法石碑耸立之处，周边除了浓郁的灰白雾气，是根本什么都没有的。至于清水城曾经的那一次秘境攻坚战，秘境的入口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此处，白圣琪并不知晓。那一次攻坚战并没有多少信息留下来。对这一切了解最多的周成天与乌修都已经逃离清水城。怎么了？要等他们过来吗？还是我们先探一探？看到了出现的传送门，猩红魔导显然激动起来。如果不是白圣琪在旁，他恐怕已经直接向前冲进那传送门之中了。先等等，不急。另外两人阻止了他。一人说道：“不要掉以轻心，这传送门处于魔法石碑后的灰雾之中，恐怕并不简单。万一有什么异常变化……”吼！话语未落，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天吼叫从高空之上传来。魔法石碑上光芒闪烁不定，前边的灰色雾气也抖动起来。吼叫声入耳，协会三人都面色大变，心慌不已。本来飞行在低空的天马骑士，此刻胯下天马一声悲鸣，竟难以保持住飞行状态，直接往下摔了下来。几人中直接最低的胡琉璃就更加不堪了，在吼声传来的瞬间，他的血条唰的掉落，差点被清空。幸好白圣琪附在他身上的衣针也包含了纯白的治疗用衣针，十分及时的帮他进行了回复，才让他不至于在吼声的影响下毙命当场。即便如此，他也被吼声震得脱离了三尾妖猫形态，重新回归到了人形。我没死！胡琉璃差点喜极而泣，刚刚的那一声吼叫让他仿佛直面天灾，根本就兴不起半点与之对抗的心思。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这是比先前面对那些异变怪物时更加确信的感觉。几人之中，只有白圣琪的状态好一些。今天的吼叫声传来，哪怕协会三人都是人仰马翻，他却半点感觉也没有。他察觉到这种吼叫声是一种超强的威压，连协会三人面对着这种威压都受到了相当的压制。胡琉璃这种二转职业者更是差点就要被秒杀。白圣琪一时间有些羡慕起来，这种手段若是用来刷低级怪，那是多么好用啊！一嗓子下去，整片野区的怪物怕都要被吼死。那练级速度恐怕快得惊人。不好，是玉龙师！见鬼的，怎么可能有玉龙师出现在清水城这种偏僻地方？看来这玉龙师也是冲着秘境入口而来的，消息已经传播得那么广了吗？要不要马上上报协会请求支援？还是咱们先撤退？秘境入口就摆在这里，那玉龙师反正也搬不走。协会三人一时间都急迫地交换起意见来。当时面对白圣琪时，他们一开始也根本没有表现得这般忌惮。怎么了？看你们这表现，玉龙师是很高阶的职业。白圣琪沉静问道，目光一刻也不停地落向天际。那里一道极其庞大的身影正缓缓下落。玉龙师这职业不是高阶不高阶的问题，总之这职业是很特殊的那种。协会一人目光也未离开过天际的庞大身影，嗓音低沉地说道：看刚刚那一声龙吼，这头巨龙十分不一般，咱们没有必要跟他对着干，我的建议是先撤退。是吗？那庞大的身影已经下降了许多。白圣琪犀利的目光落到那庞大身影的背上，面色猛地沉了下来。是他。第126章，我心情忽然不好了。天空之上，庞大的身影缓缓降落，那是一头浑身包裹在红色鳞片中的可怕巨龙。处于人类形态的胡琉璃瑟瑟发抖，牙齿打颤。尽管自家爷爷是一名强大的四转职业者，尽管爷爷统领的工会叫做百兽工会，但是他见过的猛兽再多，也根本没有哪一种能够跟眼前的这一种相比。不，那些所谓的猛兽连给面前这头巨龙提鞋的资格都没有。自家爷爷的惯用唤醒形态烈焰狂狮显然已经是十分霸气侧漏的猛兽形态，但胡琉璃觉得，如果是烈焰狂狮来和眼前的庞大身影做对比，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只乖巧的小猫咪而已。毫无来由地，他的心里就有了这样的确信。胡琉璃心中泛起的这种情绪很难说是健康的，但这是他此生第一次见到巨龙，有这样的表现不足为奇。两道怨毒的目光从巨龙的背上投射过来。白圣琪！怨毒的目光后是同样充满怨毒意味的声音。三个100多级的5转，一个2转，还有一个看不出几转的家伙。巨龙背上一名看起来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轻笑起来。小周小吴啊，这就是逼迫的你们抛弃家业，狼狈逃窜的家伙们。年轻人的身后站立着的两人正是曾经清水城的2位大人物。原清水城第一工会会长周成天，
元清水城协会分会会长乌修。自从两人弃城逃离后，此刻再次出现在白胜奇的面前。白胜奇只是随意扫了他们一眼，更多的注意力却仍是放在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很显然，协会三人口中所说的玉龙师，大概率是这名年轻人了。而看协会三人如此忌惮的态度，这名年轻人的实力只怕非同小可。好吧，也许是那头龙的实力非同小可。白队长，咱们先撤退吧。白胜奇的身旁，协会三人再次焦急地催促起来。一路上兴冲冲地过来，才刚见到秘境入口而已，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探索一下，他们就打起了退堂鼓。白胜奇还没有回应，对面龙背上的年轻人已经哈哈大笑起来。小吴，幸亏你弃暗投明，加入了咱们基金会。你看看所谓的职业者协会里面都是些什么玩意，欺软怕硬，看到点不妙就要抱头鼠窜。基金会？白胜奇身旁的协会三人更是大惊。天马骑士这时候面色巨变，看向对面，喝问道：你就是这几年来暗地发展到处搞事的基金会成员？奉劝你一句，跟协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看起来像是斥责喝问，但任谁都能够看得出他那色忍内力的样子。白胜奇不由得又高看了一眼面前的这玉龙师，能够让协会三人如此忌惮，甚至到了惊吓的程度，确实非同凡响。而听天马骑士话语中的意思，那个所谓的基金会似乎具备了跟职业者协会对着干的实力，不容小觑。我们基金会跟协会作对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背后的协会真像你说的那么牛？怎么这几年过去了，咱们基金会不但没有被取缔，反而发展的愈加壮大了？对面的年轻人讥讽一笑，显然不拿天马骑士的威胁当回事。好了，闲话不多说。那年轻人面上笑意转冷，说道：这清水城的秘境我们基金会接收了，你们协会的人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你！天马骑士恼怒起来，紧了紧手中的长枪。然而他终究是没敢出手。那一头红色的巨龙，两只眼睛瞪着他，让他心中根本提不起半点勇气。咱们走！一咬牙，协会三人再不打算多做停留，只想趁着这个机会离去。协会与基金会之前的敌对，他们当然清楚，往常的每一次碰撞，双方都会死伤惨重。这一次遇上了对方的玉龙师，竟然还能够全身而退，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池先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红龙的背上，乌修面色一变，急促地说道。对于他来说，既然已经叛离协会，加入了基金会，那么和协会之间显然是没有和平共处可言了。出于内心的不安，他只希望这位玉龙师能够将协会的几人都当场击杀。虽然对方仍旧能够复活回去，但至少让这玉龙师与协会之间再无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我做事用你教。年轻人面上煞气顿现，一股强烈的威压向着近在咫尺的乌修汹涌而去。啊！乌修一声惊呼，整个人立身不住，噔噔噔地向后倒退了好几步。他身上的血条也是唰的一下向下掉落。很显然，哪怕是不依靠红色巨龙之力，这位年轻人本身便已经有着极其惊人的强大实力。算了，我心情忽然不太好了，你们干脆就别走了吧。声音传来，红龙背上的年轻人轻轻一挥手，吼！今天的龙吼声再次响起。已经向后飞出的协会三人受到了吼声的影响，再难维持住飞行的状态，齐刷刷的向下掉落。而这吼声虽然主要是向着上空的协会三人而去，但下方的胡琉璃也显然受到了波及，血条疯狂下落，只是一眨眼间便要触及到底线，将要被清空的样子。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会直接被红色巨龙一嗓子吼死。他心中惊颤恐慌不已，只想着赶紧唤醒到三尾妖猫形态，至少能够以一条尾巴保住自己一命。但是心里虽然这样想着，实际上他却没有能做出任何反应来。在这一声恐怖的龙吼声中，他整个人的思维都变得慢了许多，连想要唤醒的动作都直接停顿了。很显然，红色巨龙的吼声对于弱小的对手来说，除了直接的伤害之外，甚至还具备控制技能的效果。胡琉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条往彻底清空而去。完蛋，之前想的太简单了，看来这种事情确实不是我能掺和进去的。他心中浮现了这样的想法，闭目待死。他已经决定了，等到回城复活，自己干脆躺平，再也不往城外来了。咦，我又没死。温暖的感觉传来，根根纯白色的衣针落到了他的身上，瞬间将他的血条回满。有意思。这边的一幕显然吸引到了那玉龙师的注意，他的视线投了过来。第127章，你要急着送死吗？现场，玉龙师的视线落到了白胜奇的身上。本应该在巨龙吼声下瞬间毙命的胡琉璃，此刻却苟住了性命。他看得出来，这是白胜奇的手笔。你到底是几传的医师？治愈量挺不错的吗？
那年轻御龙师饶有意味地看着白圣琪，轻笑道：“你先等等，我收拾了他们之后，再来跟你玩玩。”说话间，红色巨龙已经飞上了天空之上，吼叫声中猛地张开了巨大的嘴巴来。呼！一道恐怖的烈焰从巨龙嘴巴里喷射而出，向着协会三人扑去。这正是巨龙常用的攻击手段之一——龙息。对于别人来说，这种恐怖的手段，严格来说，其实只算是巨龙的普通攻击而已。在龙息的喷射攻击之下，协会三人各自施展出压箱底的手段，不求伤敌，唯愿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即便如此，不过短短瞬间，他们的血条就已经岌岌可危。曾经嚣张到不行的三位强大职业者，是整个清水城如无物的存在，此刻仅仅只是一道龙息，便已经足以让他们抱头鼠窜。这一刻，那位年轻御龙师甚至懒得理会他们，目光已经投向了地面上的白圣琪。然后他便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白圣琪身上的披风亮起了金黄色的圣光，那金光如同橡皮泥一样随意扭动，变换着形状，不片刻间便已经在其手中变成了一把长弓。金黄色的长弓虽然是以金光凝成，此刻却犹如实物，没有半点虚幻感觉。正是飞行披风的黄金圣光特效，可以拟态变化成任意武器形态。拟态类的特效，巨龙背上的年轻人见多识广，笑着摇头，也就花哨一些而已。事实上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算是鸡肋。我还没有先对付你，你不要急着送死了吗？看到下方的白圣琪已经弯弓搭箭，瞄准了上方，年轻御龙师面色煞气顿生。和只顾着保命逃窜，不敢有丝毫还手意愿的协会三人相比，显然是这样的白圣琪更加让人恼怒。极力逃窜的协会三人让年轻御龙师十分愉悦，自身受尊重的感觉满满。而妄图弯弓向他发起攻击的白圣琪，显然就触犯了这一点，不可饶恕。小红，转换攻击目标。吼！随着年轻御兽师的指挥，红龙不情愿地转了个方向，暂时放过了协会三人，转而面对下方的白圣琪，扬起头颅，准备发出下一道龙息。但这一道龙息却注定没有那么容易发出来了。一道金色的箭矢从白圣琪手中的黄金长弓射出，向他击射而来。白圣琪身在下方，当然不太容易射中龙背上的众人，但秉承着射人先射马的准则，他这一箭瞄准红龙发起攻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选择。前提是这一箭能够破防。而巨龙这个种族跟普通的怪物显然是不同的，他们的一身龙鳞，无论是物理防御力还是魔法防御力，都高到了离谱的程度。将士们制作铠甲，但凡能加入一点巨龙身上的东西作为原材料，这件铠甲都将成为人人争抢的极品。这种离谱的生物，怎么可能被区区一箭破防？如今的年轻御龙师便觉得下方白圣琪的所作所为十分离谱。曾经有六转的圣剑士奋力一剑发起攻击，也不过勉强破掉防御，给小红造成了不痛不痒的伤害而已。那点伤害，在小红自身旺盛至极的体能下，不过一会就自动恢复了。笑话！他这样冷笑着，等着看对方将要露出的绝望眼神。自从成为了御龙师后，他最乐此不疲的追求的就是这一点了。嘎！话语未完，龙背忽地颠簸起来，众人身躯一抖，差点站立不稳。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此刻的红龙身躯猛地抖动了一下，白圣琪的那一剑准确地命中了他的颈脖之间，剧烈的疼痛让他正要喷吐的一口龙息卡在了喉咙之中。怎么回事？今天的龙吼声中，年轻御龙师心中一紧，和红龙有着心灵羁绊的他，此刻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惊慌情绪。堂堂巨龙，所有怪物种类里都站立在天花板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惊慌？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连忙查看起红龙的具体信息来。作为御龙师，他能够看到红龙的血条等等信息。不会吧？年轻御龙师心中一颤，不看不知道，才看了一眼，他便吓了一大跳。在这一刻，红龙本来处于满值的血条，竟下掉了不短的一小截。自从成为御龙师以来，这还是他首次遇上这样的情况。你竟然破了小红的防御！难以接受这一切的年轻御龙师有些正然地向白圣琪发问。不然呢？白圣琪手中弓箭再度瞄准天空的红龙，将要发出下一箭来。经过刚刚的试探一箭，他明白以自己的攻击力破开防御，对红龙造成伤害并不是问题。一针刺穴后，足足达到了上千万的物理攻击力，让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防御强到没边的巨龙，在他面前不过是随手一剑就能破防的存在，顶多就是伤害值被削减了挺多而已。但只要持续攻击下去，哪怕是巨龙也得在他的剑下饮恨当场。咻！黄金剑矢再次飞出，红龙庞大的身躯显然成为了活靶子，被轻易命中。高到可怕的防御力遇上更加可怕的攻击力，很遗憾地被打出了不低的伤害值。
红龙的血条再次掉落。呼！无需玉龙师指挥，愤怒到了极点的红龙已经主动还击，一口龙息从天降下，向着白圣琪扑来。面对着这样的恐怖龙息，区区血肉之躯，只要碰上一点，怕是也只剩下化作飞灰的结局。这白圣琪的攻击高到了离谱的地步，那么自保的能力如何？龙背上，年轻玉龙师屏气静看，然后他便吓得差点跳起来。只见龙息扑去，那白圣琪根本视若无睹，甚至连脚步都懒得挪动分毫。只是其身上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层幽蓝色的纱衣，然后无往不利的龙息一口喷落，就像清风拂面。年轻玉龙师期待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伤害数字跳起来，深深地刺痛了年轻玉龙师的心。这就是你们要我帮忙对付的人？你们确定不是故意给我挖坑？年轻玉龙师愤怒异常，差点就忍不住要将龙背上的周成天两人踢下去。幸好他心里还保持着难得的理智，知道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浪费时间的举动都要不得。他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快跑，事情将会很大条。小红，跑！幸好作为巨龙的小红血条长得让人很有安全感，在对方那可怕的攻击之下，成功逃脱依旧不会是什么难事。红龙显然也感受到了不对劲，此刻嘶叫着拍动翅膀往天空飞去。第128章共享血量。天空之上，身躯庞大无比的红色巨龙正嘶叫着向上飞去。哪怕先前被龙吼声震的内心惴惴不安的协会三人，这一刻也能够听得出巨龙叫声之中隐含着的惶恐。谁能想到，堂堂一头巨龙，野怪种族天花板般的存在，竟会对一个人类产生如此恐惧？红色巨龙的身躯虽然庞大，但是飞行的速度却半点不慢。不过眨眼间，它便已经飞行到了极高的上空。白圣琪的弓箭想要攻击到对方，恐怕已经不太可能。这就是非弓系职业的痛点，哪怕同样使用弓箭，但是没有职业技能的加成，弓箭攻击的范围并不会太大。厉害，想不到你竟能够将他逼走。协会三人都以复杂难言的眼神看着白圣琪，一人如此感叹道：“逼走？”白圣琪撇嘴一笑，说道：“你们想多了，我可没有打算让他跑掉。”手中的金光一闪，拟态而成的弓箭消失不见，白圣琪的披风无风自动飘扬了起来。下一刻，他整个人为金光所包裹，十分炫酷地飞上了半空。而看他的方向，显然是要前往追击那红色巨龙了。等着，别耍心机！抛下这样的一句话，白圣琪整个人忽地飞上天去。协会三人面色一僵，从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里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力。一头红色巨龙已经足够令他们拼命奔逃了，何况这个能够将巨龙吓得亡命奔逃的家伙。三人心里不由得都有些后悔，感觉前来清水城的这一趟差事领错了。这清水城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地方，除了个这么不正常的白圣琪。白圣琪当然不知道他们三人的心理活动。此时此刻，他已经在飞行披风的帮助之下，向着上空飞出了很大一段距离。巨龙与他之间的间隔正在急剧被拉近。吼！红色巨龙惊恐大叫，扑腾着翅膀加紧飞行，同时张口一道龙息向他喷来。白圣琪却不管不顾，自己保持着飞行的态势，直接就往那扑来的龙息主动迎上。能轻易秒杀一名强大职业者的龙息，对白圣琪来说也不过只是造成1的伤害而已。他已经冲出龙息的包围，飞临了红色巨龙的上空。各位，又见面了。对着龙背上的几人咧嘴一笑，露出了满口大白牙的他，猛地捏起拳头，一拳导出。普通一拳。趣味的他喊出了这般中二的代词，包裹在金光之中的拳头已经砸在了红色巨龙的身上。哦！巨龙悲鸣，明明只是普通职业者的普通一拳，他的身上却跳起了一个恐怖的伤害数字，整个身躯又是猛地一颠。龙背上的几人一而站立不住，被这一阵颠簸甩了出来。龙背上的三人最次的也是4转职业者，都拥有飞行的能力，仅仅如此的话当然算不了什么，摔死什么的是多余的担心。但白圣琪身上的无数衣针却已经如狂潮般席卷而去，密密麻麻的纯黑衣针如同织成一片恐怖的夜，将三人都包裹其中。周成天和乌修2个4转职业者根本无法多支撑1秒，身上爆出血色光芒，已经被动进入了锁血状态。他们身上显然装备着保命的生命之锁，只不过白圣琪最不惧的就是这个。剩余的许多纯黑衣针仍旧围拢在2人身边，只等着3秒钟的锁血状态过去，便进行下一波攻击。白圣琪，等等，我们投降！天空之上，周成天与乌修2人齐声高呼，面上神情惊恐至极。白圣琪甚至懒得看他们一眼，注意力主要落在那名年轻御龙师的身上。有意思，这就是御龙师的职业特色吗？和巨龙之间共享血量。
以刚刚那些纯黑衣针的数量，哪怕是这位强大的御龙师，血量也应该会被清空才对。毕竟御龙师强大的是所驱使的巨龙，而并非御龙师自身。至少对于白圣琪来说，这御龙师并不强大。而此时此刻，遭受了那浪潮般的纯黑衣针袭击下，年轻御龙师已经是冷汗潺潺，面如土色。他很清楚，自己若不是拥有与巨龙共享血量的手段，仅仅只是方才那一下子，血条便已经被清空了。即便自己身上有着品质不低的生命之锁，对于事情的最终结局也并不会有什么改变。他的心中已经不存有任何侥幸，这一刻只是想着赶紧逃离而已。至于周成天和乌修两人，死就死了，和他又有什么关联？想法很好，他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会全如他所愿。认真一拳，白胜其中二的态度未改，整个人飞到年轻御龙师的面前，金光包裹的一拳，向着他的面门便直接招呼。你！年轻御龙师心中十分气恼，但他一身的本领大部分都在巨龙之上，自身并没有太多手段。都说打人不打脸，看到当面呼来的一拳，他当然不可能静等挨揍。一个技能使了出来，他的颈脖面庞上有细密的龙鳞迅猛滋生，只是一眨眼而已，他的整个身躯便已经被龙鳞所覆盖，就像变成了一个半龙人那样。他双手交错，拦在了白胜奇击来的拳头之前。很显然，年轻御龙师这会儿多少有些脑子不清醒。白胜奇的普通一拳可是能够将巨龙揍得哇哇叫的，如今他仅仅只是借用了巨龙的一些力量，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了迎面来的认真一拳？结局是可以轻易预见的。在白胜奇的认真一拳下，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交错的双臂瞬间被轰断，无坚不摧的拳头直接呼在他的脸上，将这一张脸也同样砸得稀烂。885944，恐怖的伤害数字跳了起来。这一次拳头打击的目标不是巨龙，而是御龙师，受到的伤害削减显然低了许多。哪怕对方身上覆盖满了龙鳞，但防御力肯定不可能比得上真正的巨龙。白胜奇这一击将自身攻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理说，这一击的伤害值如此可怕，年轻御龙师的血条理应被清空了才是，至少也能够将对方生命之锁的锁血状态打出来才对。没有发生这种事，完全是因为在共享生命值的状态下，红色巨龙将这一部分伤害承担了去。光芒一闪，年轻人御龙师刚刚被砸断的双手再度恢复，而一张被砸得稀烂的面庞也同样回归了原状。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巨龙的馈赠，单单是能够和巨龙共享生命值这一点，便足以让御龙师成为人人都羡慕的高贵职业。但一切也就仅止于此了。另一边，红色巨龙发出了震天的嘶吼，哪怕是生命力磅礴无比的龙系生物，这一刻也有点吃不消了。而打出了两拳，满足了中二魂的白胜奇，此刻终于不再摸鱼，身周的纯黑衣针如同暗潮般又一次汹涌而出。第129章，我的龙呢？黑潮一样的衣针几乎遮蔽了整片天空。白胜奇一直都处于阴阳衣针开启的状态，此刻身边凝聚成的衣针就如同一片厚重海域，数量之多根本就不是肉眼能分辨得清的程度。这足以遮蔽整片天空的纯黑衣针直接放弃了那年轻御龙师，而选择向另一侧的红色巨龙扑去。阴阳衣针的机制是无视防御，直接扣除生命值，所以红色巨龙的超强防御力在这些衣针面前根本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而红龙的体型庞大，显然更方便大量的衣针攻击。红龙的嘶吼声震天价响，只是一眨眼间，龙系生物特有的超长血条便已经如同山崩一般跌落。年轻御龙师整个人都麻了，这短短瞬间之内掉落的血量让他恐惧的浑身颤抖。如果不是与巨龙生命值共享，仅仅只是这些衣针一扑，他便是有10倍的血条也吃不消，要乖乖复活而去。即便是他视为依仗的红龙，此刻却已经自身难保。血条岌岌可危的红龙恐惧嘶吼着，欲要发掘出自身血脉中更深层的力量，以改写将要到来的命运。白胜奇心中一动，没有直接击杀这红龙。曾经的他击杀过某位3转操鹰师的宠兽猎鹰，那只猎鹰最终复活而去，回归到了其主人的身边。虽然等阶上降落了一些，但花费些时间仍是可以练上来的。而此刻面对着一位御龙师，他不知道对方与红色巨龙之间的联系是否亦如此。仅仅只是剥夺掉对方的一次复活机会，白胜奇觉得有些不满意。心念转动之间，他的手中已经多出了一个圆圆的物件，正是转职神殿的捕猎球。他作为神殿捕猎员的时候可没少使用，有一说一，这东西还挺好用的。此刻他拿出来的是所有捕猎球里品质最高的那一批。想要对付一头巨龙，那至少得给予这样的尊重。红色巨龙的血条已经很低，白胜奇没有多等，手中的捕猎球猛地掷出。
如果按照往常的经历，这个捕猎球旋转之间便有可能会将这头巨龙收容其中，但他想的显然过分美好了。砰！飞在空中的捕猎球迅猛地转了几个圈子，剧烈抖动一下，猛地爆裂开来。显然，这一次捕猎失败了。巨龙非同小可，区区捕猎球想要将之捕猎，显然还是太过勉强。不行吗？我就不信了。白圣琪并不灰心，侦察之眼保持着激发状态，看清了红色巨龙剩余的生命值。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这头巨龙的血条竟又恢复了不少。这种恢复速度虽然仍旧比不上自己，却也无愧于巨龙之名了。不过，白圣琪心中也明白，自己能够轻易收拾掉这头巨龙，除了自己确实强大之外，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侦察之眼的视野里，红色巨龙的信息尽收眼底。幼年期红龙，系别龙系，体型大，属性火。如此可怕的一头巨龙，竟然还只是幼年期龙系生物的强大，可想而知。如果遇上的是成年期巨龙，那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轻易解决对方？白圣琪在心里快速的思考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巨龙的具体资料，清水城里当然没有了，而没有掌握这一部分信息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凭空猜测。但那有什么要紧的呢？重要的是眼前事情该做好。侦察之眼看清幼年期红龙的血条，白圣琪小心操控着纯黑衣针发起攻击，只是将对方的血条尽量消耗，却又不至于让其彻底清空。捕猎球的机制是怪物血量越少，捕猎的成功率越大。普通职业者当然不太好控制这个度，但拥有侦察之眼和阴阳衣针的白圣琪却表示一切都很轻松。一根阴阳衣针填充的生命值不过1000点而已，他攻击消耗红龙的血条，误差值绝不会超过这1000点生命值。血条低到了无法再低程度的红龙开始迎接接连掷过来的捕猎球。最终，在一连爆裂掉10几个捕猎球之后，白圣琪成功将这头一碰就死的红龙捕猎。怎么回事？年轻御龙师失魂落魄，呼叫着：“我的龙呢？”白圣琪轻轻掂了掂手中的捕猎球，感受着心中的满满喜悦，轻笑道：“什么你的龙？现在是我的龙了。”他拿着手中自己的龙，无视了面前年轻御龙师的悲呼，一根衣针飞出，直接将对方击杀。至于复活之后失去了红龙的对方还能不能继续当御龙师，那就不是他关心的了。或许当一名没有龙的御龙师，想不到转职神殿的捕猎球竟有这种妙用，那以后自己岂不是能成为各种召唤职业的克星了？微微一笑，白圣琪飞到了周成天和乌修两人跟前。事情发生的太快，这两人仍旧瑟瑟发抖地停在原处。他们没想到抱上了基金会的大腿后，跟前一位御龙师前来，在白圣琪的面前竟还是只能落得被吊打的下场。白圣琪的实力之强，已经不是他们这点见识能够度量的了。一起下去，咱们聊聊吧。这两人身为4传职业，恐怕这一次也仍未是他们最后一次复活机会。击杀对方当然容易，但不过是让对方复活到不知何处的城市中而已。而经历过这一次之后，这两人如果打定主意躲起来，自己下次再想要找对方恐怕就不容易了。既然如此，不如趁这个机会尽量将这两人的价值榨取出来。白圣琪带着周成天和乌修两人落到了地面上，他一脸平静地站在原地，但此刻场中的每一个人看向他的目光里，除了深深的震撼，同样还有挥之不去的恐惧。这是对超出认知之外强者的畏惧。有些难看的沉默之中，胡琉璃最先开口了：“你把那头巨龙捕捉起来了？”“没错，怎么？你想见识见识？”白圣琪笑着看向胡琉璃。捕猎了一头巨龙，他的心情显然十分好。“我是说……”胡琉璃斟酌着言语，终于一咬牙，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你到时候能够卖我一些龙血吗？”第130章，只要你愿意，有何不可？你想要龙血？城北野区尽头，白圣琪以审视般的目光看着胡琉璃。事实上，在对方问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大致上猜到了对方的想法。果然，胡琉璃颇有些激动地说道：“没错，你如果能卖给我一些龙血的话，我就有希望转职到一条特别的分支路线了。那对我来说意义极大。总之，价钱随你开。”看得出来，胡琉璃对这龙血十分看重，竟说出了价钱随你开这种话来。不过，考虑到龙血这种东西的珍惜程度，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而胡琉璃身后有着猎师糊涂，以对方多年的积累买下一点龙血的花费，应该也是能够承受得住的。你确定你只想要一点龙血？白圣琪似笑非笑地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打算以这龙血为道具，引导转职到幻形龙的形态吧？”加入转职神殿之后，白圣琪对于各职业的资料都了解了许多，比如胡琉璃如今是2传职业幻形师，如果拥有相应的材料，
在转职时提交的话，便能够开启特殊的转职任务。完成那个特殊的转职任务之后，他将能够完成跳跃性转职，一跃成为4转职业者。而那个唤形师的特殊分支名为龙女。至于男性职业者完成这个任务后，是不是仍旧会成为转职成龙女，他就不太清楚了。毕竟清水城里并没有人开启过这个任务，可供参考的资料根本就没有。但是根据白胜奇的了解，单单只是依靠一点龙血，想要开启那个特殊的转职任务，恐怕未必能行。胡琉璃脸上微红，有些不好意思。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我爷爷说过，好像说龙血开启任务的几率比较低，如果有巨龙之心的话，就有10成是把握了。哼，巨龙之心？白胜奇啧啧声响，摇头道：你可真会想。胡琉璃的面色更显尴尬了。巨龙之心从何而来？很简单，屠龙之后便可掉落，这是击杀巨龙后100%会掉落的一件珍稀道具。白胜奇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胡琉璃，淡淡说道：我把这头红龙养起来，到时候就有一头巨龙作为坐骑了，把巨龙之心给你，我能得到什么？胡琉璃沉默片刻，忽地伸手撩了撩头发，向白胜奇眨巴着一双大眼睛。你觉得我怎么样？只可惜这媚眼毫无作用。白胜奇心中毫无波澜，平静地阐述出一个事实：不怎么样，比一头巨龙的吸引力差远了。确实如此。站在一旁的协会3人以及处境颇有些不妙的周成天2人也都齐齐点头，深以为然。和一头巨龙比起来，这撩着头发眨巴双眼的是什么东西啊？被狠狠地打击了自尊心的胡琉璃终于一咬牙说道：不就是一头巨龙坐骑吗？等我转职成功后，一样可以变成龙形态。什么？白胜奇有些疑惑，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转职成功后可以变成龙形态，然后呢？胡琉璃说道：我的意思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同样也可以帮你的忙。巨龙虽然强，但拥有人类思维的职业者显然更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吧。我好像有点懂了，你的意思是，到时候你也可以转换成龙形态，被我骑。我的意思是，成为我的坐骑。白胜奇定定地看着面前的胡琉璃，颇有些惊讶。他没想到对方竟能下这样的决心。在白胜奇的目光注视下，胡琉璃一张脸绷得紧紧的，只觉得羞愤难当。但是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他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过。世界的变化太快了，即便是身为4转职业者的爷爷，也已经难以成为自己的羽翼。在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变强的可能性都是他想要紧紧抓住的。握紧拳头，他重重点头，整个豁出去了，大声说道：没错，只要你愿意，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化作龙形态成为你的坐骑，又有何不可？白胜奇一下子沉默下来，他没有想到胡琉璃竟真的下了这样的狠心。看来转职成龙女对于他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他深深地看了胡琉璃一眼，点了点头，说道：好了，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红色巨龙虽然被他困在捕猎球之中了，但有些事情没有确认之前，他当然不可能当场再放出来。虽然答应胡琉璃说会考虑，但跟猎师糊涂那边还没有谈妥，最后到底要不要完成这个交易还是两说呢。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要击杀获取巨龙之心，那也得等到练功房里再说。而现在显然不是进入练功房的最佳时机，这件事算是谈好了。白胜奇的目光又一次落到了场中另外2人的身上，周成天和乌修2人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的命运走向可全在眼前白胜奇的手中了。你们2个对于当时的秘境攻坚战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白胜奇并不在意旁听的协会3人，冰冷的目光落到周成天2人身上，如同一盘冰水从头淋下。周成天2人只感觉到一股冷意直接冲到了心底。他们不敢不说，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哪怕是曾经的第一工会长，曾经的协会分会长，也难以维持半分威严，和普通职业者没有什么不同。你来说还是我来说？看着面上神情有些不好的周成天，乌修叹息道：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是躲不过去的了。我来吧。到了这个时候，周成天也没有继续推辞，清了清嗓子，将曾经的一幕从话语中再次展现出来。那时候白牙所带领的攻坚队已经陷入了秘境怪物的包围之中，而我们之间也已经被汹涌而来的秘境怪物所隔断开来，我们再不撤退，只是让覆灭在其中的职业者再多上一些而已。周成天摇了摇头，说道：哪怕不是乌修的意见，我也同样会领队撤退。虽然这样说也许很对不起白牙他们，但我对自己的这种做法并不后悔。清水城不能因此而失去所有的种子与希望。这样说来，清水城能存续至今，还得感谢你才行。白胜奇打断了他，微微眯眼，不便喜怒地说道：当时就算所有人全搭进去，最坏的可能性不外乎一起回城复活而已。难道你当时就已经知晓
在秘境之中被击杀无法复活回城的事情。第131章，那就一起进去吧。城北野区尽头，白胜奇定定地看着周成天。周成天点头说道：没错，在组织起秘境攻略队之前，我们早已经派人侦查过了，其中有部分侦查员明明还有额外的复活机会，但失陷其中之后却根本没有办法复活回城。呼出了一口气，他又说道：我们当时攻略这个秘境是抱着很大的决心前往的。呵，白胜奇撇了撇嘴，如今一路过来，这些异变怪物的强度我也见识过了，秘境外已是如此，秘境中的怪物想必会更加强大吧。他问出了自己心中的另一个疑问来。说句不好听的话，以你们当时的实力水准，怎么可能有勇气去攻略这个秘境？周成天一时语塞。当时秘境中的怪物事实上并没有如今这么强大。旁边的乌修接过话头说道：如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单单只是秘境外的异变怪物，实力便已经远远胜过之前秘境外层的怪物了。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又说道：不怕丢人的说一句，当时那秘境中的外层怪物要是有这么强大，我们早就不敢自己攻略，而是直接上报给总会知晓了。活该。在边上旁听的猩红魔导这时候找到了机会，冷笑着讥讽道：谁让你们贪心，区区一个3级城市就妄想攻略秘境，死了的人也算是白死了，整个清水城的高级职业者没有团灭，都算你们走了狗屎运，你拉我干啥？猩红魔导恼怒地拍开身后协会同事的手，瞪了对方一眼，然后他便感觉到身上一冷，一股似曾相识的恐惧感从心底升起。是白胜奇。此刻的白胜奇静静地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死人。你存档点是射到了清水城吗？他心中正在揣测这句话的含义时，一个大巴掌已经当头呼了过来。无需什么技能，以白胜奇如今1000万出头的物理攻击力，仅仅只是随手一巴掌，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普通攻击，便足以将这位口无遮拦的猩红魔导打成白光。白光消散，猩红魔导被一巴掌直接拍得回城复活。协会剩下的2人瑟瑟发抖，面色惨白至极。连他们2人都是如此，仅仅只有2转的胡琉璃就更加不用说了。此时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对于白胜奇的认识恐怕要彻底换一换了。随手就能将一位强大职业者送去复活的存在，自己先前竟还跟他讨价还价。如果不是有那一份浅薄的同学情谊在，此刻的自己恐怕也早就复活回城了吧。周成天和乌修2人也一时间沉默下来。白胜奇的恐怖程度在他们的心里再度拉升了一个档次。一个职业者实力强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职业者喜怒无常，更加可怕的是这个喜怒无常的强大职业者跟自己有着不可化解的极深仇怨。2人已经不奢望能够保住这一条命了。对视一眼之后，周成天又开口说道：不过当时秘境里出现的并不仅仅只有潮水一般涌上来的怪物，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光芒漩涡，我猜测那可能也是一个传送门。白牙他们未必是全部身亡了，也可能是通过那传送阵去往了什么地方。乌修也点了点头说道：当时我也随着队伍行进，那个传送门的位置只有我和周会长清楚，哪怕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但只要进去秘境之中，我们仍旧能够找寻到的。白胜奇笑了：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想要找到那种可能性，就必须让你们进入这个秘境？信不信只在你一念之间，我只能说确实如此。说完了这句话后，乌修看了一眼周成天，2人都沉默下来。很显然，就在这一眼之中，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协会总会的2人也隐晦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默契地保持了沉默。本来无论周成天与乌修2人要做什么，他们当然都是要保持掌控力的，但是此时此刻情况早就不同，场中保有掌控力的只有白胜奇而已。这个时候，周成天和乌修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引发一些什么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乐见其成的事情。白胜奇未必不懂这些，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只是笑了笑说道：是吗？那就一起进去吧。他看向跃跃欲试的胡琉璃，直接浇灭了对方的兴奋期待。你就不用进去了，你留在这里等你爷爷，让他把后边的这些闲杂事情处理好。那样的话，等我出来，巨龙之心的事情不是不可以谈谈。好吧。虽然对秘境之中的情况十分感兴趣，但胡琉璃也有着自知之明，知道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去很可能就是找死。反正对于提升自己实力来说，巨龙之心才是最明确且直接的方式，就按照白胜奇的安排认真做事好了。想到这里，他忽的心中一颤，下意识地问道：先前复活回城的那位，到时候他要是闹起来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对方在白胜奇的面前连一巴掌都撑不住，但不代表在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面前也是如此。万一到时候那家伙发起疯了，自家爷爷哪怕是4转职业者，恐怕也未必处理得了。他？白胜奇冷笑，
他还敢闹的话，我倒是佩服他的勇气了。摇了摇头，他又说道：“你爷爷经营那么多年，手里肯定有些底牌的，加上整个清水城的职业者，要是还对付不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还跟你们合作个什么劲？”白胜奇显然不打算浪费时间了，直接驱使周成天和乌修两人向前。至于协会的那两人，他当然也要求对方跟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清水城来说，实力极强的这两人，当然是要摆在自己眼皮底下才能放心。协会两人也清楚这一点，并不多言，默默跟上。虽然同样是来自于协会总会，但他们两人跟猩红魔导显然是不同的，性格上要沉稳许多。他们走过了魔法石碑，进入到了灰色雾气笼罩的范围之中。身后，魔法石碑仍旧闪耀着奇异光芒，上方的几个大字依然醒目：未知区域禁止进入。胡琉璃眼睁睁地看着几人踏入灰雾之中，片刻之后，魔法石碑上的光芒仍旧闪耀，但那几人的身影却彻底消失不见了。同样消失不见的，还有魔法石碑之后的秘境入口。第132章前往旧地。白胜奇感觉到这一次通过传送门，跟以往所有的经验都不一样。他也算攻略过不少副本了。每一次通过副本传送门时，虽然进入到独立的副本之中，但感觉上自身跟原来的世界仍旧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而此时此刻，通过灰雾中的传送门后，他隐约地察觉到自身与原来世界的联系已经薄弱到了极点。这就是秘境之中吗？和外界确实有很大不同。视线落向周边，他心中不可避免地泛起了这样的想法。而在他身旁不远，协会两人对话声也传了过来。果真是灰烬。灰烬？白胜奇略显疑惑地投去了目光。天马骑士看了他一眼，最终也并没有打算隐瞒，说道：“没错，这种秘境并非第一次出现，事实上在其他城市早已经有不少，因为秘境之内同样充满灰雾，所以被称为灰烬。”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那些出现灰烬的城市都是大城市，如今清水城出现了灰烬，只要发展得好，日后成为一级大城市也不是不可能。”咦，返回的传送门不见了。此时此刻，协会另一人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一股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了现场。几人都是目光闪动，心中种种思绪滋生。暂时无视了这种变化，白胜奇的目光落到了周成天两人身上，说道：“先不管这个了，如今既然进来了，当时那个传送门在什么位置？该带我去了吧？”自然。乌修点了点头，和周成天对视一眼，两人开始向前走去。两人明明都掌握着飞行技能，但是此时此刻却只敢在地面上缓缓行走。怎么不飞行？白胜奇察觉到了这一点，皱眉问道。对于他来说，能够尽快找到那传送门的位置，当然是更好的选择。这一次还没有等到乌修开口说话，协会的一人便已经接话过去，解释道：“灰烬之中是禁止飞行的，不知道有什么规则，反正即便是巨龙之类也没有办法升空。”有这种事？白胜奇当然不可能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在对方话音刚落时，他便已经激发起身上的飞行披风来。披风上开始闪耀出金色的光芒，但很遗憾，光芒闪烁之中，他仍旧站立在原地，身躯并没有像意想之中那样飞上天去。至少目前为止，灰烬之中禁止飞行的话语并非虚言。在场几人静静地等着他，一直到他试验过后，周成天和乌修这才继续向前走去。到了这一刻，他们的心态摆得很正。白胜奇面色平静地跟在后边，一路向前。这个灰烬当然不可能一直这么平静。而随着他们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在眼前。白胜奇以侦察之眼随便一扫，便已经看清楚了这些怪物的实力层次。很显然，和灰烬之外的异变怪物相比起来，这灰烬之中的怪物实力显著的更胜出许多。仅仅只是入口不远处的普通怪物而已，强度便已经相当于顶级3转职业者了。周成天和乌修两人心里都不由得有些发毛。区区一只秘境怪物，当然不可能让他们害怕，但这种强度的怪物仅仅只是秘境里最寻常的小怪而已。他们两人虽然是4转职业者，但只要这种小怪数量多起来，即便是他们，恐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更难受的是，此刻他们两个是在前边带路，这些秘境怪物首先会找上的，显然会是他们。就在两人心中纠结，正想要使用技能清除这些怪物时，面前的秘境怪物却如同被收割的麦秆一样，成批的倒了下去。那是白胜奇，他向前走来，身周悬停着的纯黑衣针如同一道大河向前奔涌而去，所过之处根本没有任何怪物能够支撑超过哪怕1秒钟。在场的几人全都沉默了，每看到一次白胜奇的出手，他们便多震撼一次。再一次的事实让他们明白，对方的实力确实是渊深似海，无可揣测。这一刻，周成天的心里甚至都涌现了这样的念头：
那白牙当时根本就没有失陷秘境之中，而是攻略了这个秘境，一直收获了数之不尽的灰晶，并以这数之不尽的灰晶培养了面前的白圣骑。不然的话，根本就无法解释区区3转的白圣骑为何会强到如此不合常理的地步。视线和乌修交接，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略显茫然的眼神。显然，到了这一刻，他们对于后路该怎么走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圣骑实力太强，以至于他们感觉什么手段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几人一路前行，一路走来，白圣骑身周飞出的纯黑衣真无穷无尽，不管来多少秘境怪物，都只有扑倒的份。而秘境之中的这些怪物掉率显然高了许多。一路上，白圣骑已经不知道拾取了多少枚灰晶了，这让协会两人看得心头痒痒，口水直流。但目睹了白圣骑如此可怕的实力，就算再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也绝不敢做出那种虎口夺食的行径来了。对方如今看起来好像还很好说话的样子，但他们敢打包票，若是自己2个敢出手抢怪，下一刻下场就会跟那些秘境怪物一样，他们绝不敢冒这个险。而周成天和乌修两人虽然同样眼热白圣骑的收益，但不得不说，得益于他的出手，两人推进的速度一下子快了极多。当然，推进速度提升后，他们心中是喜是悲就不得而知了。再远的路程都有抵达的时候，周成天和乌修停了下来。怎么不走了？看着灰色雾气更显浓郁的前方，白圣骑皱眉问道。周成天和乌修两人也往前方眺望了一眼，回应道：到了，就在前面。你们是说那个传送门就在这片更加浓郁的灰雾里？白圣骑打量着前方，哪怕是施展了侦察之眼，也仍旧看不穿这灰雾之中有什么。没错，就在这片浓郁的灰雾里，在外边是看不到的，只有走进去了才能看得到那传送门。乌修回头看了白圣骑一眼，说道：当时攻坚队就是失陷于此。第133章灰烬中人。更显浓郁的灰雾之前，白圣骑看了两人一眼，下了决定。那还等什么？一起进去吧。在他的目光示意下，协会两人也靠近了过来，和周成天两人一起准备举步进入浓郁灰雾。等等！白圣骑面色一动，叫道：好像里面有东西要出来了。话音落处，只见面前浓郁灰雾一阵涌动，一只豹形怪物从中飞扑而出。周成天等人吓了一大跳，连忙避开一旁。白圣骑却没有第一时间发起攻击，他感觉到在这豹形怪物的后边似乎还有东西。果然，下一个瞬间又是一个身影紧跟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出来的却不是豹形，甚至都不是怪物，那是一个人，和在场几个一样，正儿八经的人。在场几人有一个算一个，一下子都震惊起来。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没见过人，实在是在这灰烬之中竟看到了他们以外的其他人，这一点让他们十分意外。难道说这一次秘境入口再现，自己这几人不是最先进入秘境的？抓住他，逼问清楚。这一刻，包括白圣骑在内，几人心里都涌现了这样的想法。但从灰雾里冲出来的那人却像是没有留意到几人一样，目光只是专注地锁定在那只豹形怪物的身上。嗷！怪物嘶吼着，与追上来的那人搏杀在一起。那人也捏着拳头冲了上去，他的身体和拳头上都蒙上了一层白蒙蒙的光芒，十分夺目。大斗士，几人最低都是4转职业者，当然一眼就看出了这人的直接来。看这人使用斗气的水准，显然正是斗士系的3转分支职业大斗士。但是已经是灰烬里如此深入的地方，区3转大斗士出现在这里，合理吗？哪怕是周成天和乌修2名4转职业者，没有白圣骑的保驾护航，都不敢打包票说能够顺利抵达这里。而且这位3转大斗士竟还胆大包天，不知死活的主动向那只怪物出手。从这一只怪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感，让在场的2位4转职业者都瑟瑟发抖。他们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出手和这只怪物搏杀的话，恐怕也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有获胜的可能性了。区3转大斗士，他是怎么敢的？两人心里颇为不爽，冷眼旁观着，就只等着看对方怎么死。白圣骑的想法却跟两人有所不同，他仔细地看着对方，保持着侦察之眼的开启，此刻脸上神情颇为怪异。就在每人心里都有着异样心思的时刻里，3转大斗士和秘境怪物之间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结果大大出乎了周成天几人的意料之外，只有白圣骑一脸平静的微微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猜到了，早该如此。这只豹形怪物同样掉落了一枚灰晶，那3转大斗士麻利的将之拾取了起来，然后才转头望向了白圣骑等人。你们是哪边的？怎么跑到外层来了？3转大斗士看起来年岁不大，也就20多岁的样子，他向着几人咧嘴笑了起来。几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对方话语中的关键字眼。
乌修毕竟是曾经的清水城协会分会长，为人处事都相当老成，这个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呢？你是哪边的？刚刚看你击杀那只怪物，实力不错嘛。”事实上，在他的心里，此刻仍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着。我这点水平哪叫什么实力啊？都3转了，收拾这么一个2层怪物，还要老半天，太菜了。乌修面皮抽动，差点就保持不住面上的平静。特么的，区区3转能够轻松收拾这样强大的一只怪物，还叫菜？那自己这个4转岂不是菜上加菜？站在他旁边的周成天面色也并不好，显然心里同样是这样的想法。协会2人此刻也是惊异不定地看着这位3转大斗士，显然也被对方的言论所震惊了。刚刚那一只怪物，以他们的实力，花点力气，当然也能够比较轻松地解决掉。但是在那3转大斗士看来，击杀了这只怪物的行为，只配得上太菜了3个字，有点离谱了吧？这时，那大斗士看了周成天一眼，露出了沉思式的表情。我看你好像有点面熟的样子，你们是不是也是咱们白银的人？没错，难怪我看你也有点面熟，原来咱们都是自己人。周成天顺着对方的话锋说下去，一边隐晦地跟己方的其余几人打眼色。几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拆穿他。那你们现在要回去了吗？每天的归巢时间快到了，这个时候待在外层可不是个好选择。那大斗士看了周成天一眼，说道：“我虽然没有掌握侦察之眼那样的技能，看不透你们的属性值，但感觉你不太强的样子，还是不要太贪心，老是跑到外层来。”周成天连连点头：“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们今天收获了多少灰烬？”大斗士青年一边往回走，一边问道。周成天面色一苦，摇头叹息道：“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收获。这并非假话，一路上过来，掉落的灰烬全都落入了白胜奇的手中，他可不就是毫无收获吗？”噗！大斗士青年差点笑喷，然后他似乎察觉到了不妥，连忙控制笑意，摆手道：“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笑话你们的，只是真没忍住。”他又看了看几人，点头道：“我看你们的样子，年纪也不小了，到这年纪了还是这个水平，进入这灰烬之前，怕是生活职业吧？”周成天沉沉点头，回应道：“被你看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是一名厨师，一开始进入这灰烬时，可谓是寸步难行。对了，我看小哥你实力十分惊人，你是什么职业来着？”话才出口，周成天便察觉到对方一脸鄙视地瞪着自己，他有些不明所以。那大斗士青年已经笑了起来：“老哥，你这话就太不老实了，我这么炫酷的斗气，一看就知道是大斗士了。你就算是生活职业这么久了，也该了解这些了吧？”周成天姿态摆得很低，连连点头，说道：“哎，是，我不真诚了。你知道吗？刚刚那只怪物其实敏捷性很高的，以斗士系的命中，碰上这种怪物简直就要命。”大斗士青年已经得意起来，笑着说道：“不过我不同，知道为什么吗？太怕被闪避，所以我全点了命中，也就是灵巧属性，这个你肯定也知道的吧？”随着交谈，白胜奇等人逐渐了解到这灰烬的种种情况，而一行人也在大斗士青年的带路下，终于看到了浓郁灰雾中的一个光芒漩涡。第134章，方便的话，请把灰烬交一下。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传送门？在大斗士青年的身后，白胜奇看向周成天，虽然并没有出声，但眼神之中表现出来的显然是这种意思。面对他的询问，周成天和乌修两人都隐晦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们渐渐明白了，灰烬之中只怕一直都有人存活着，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大斗士青年既然误会了他们的来历，那他们当然也就乐得装傻，先跟着青年前去探究明白再说。小心点，通过这传送门后就进入到里层了，跟外层是大不一样的。大斗士青年贴心地说着，回头看了几人一眼，然后一步踏入了光芒漩涡之中。在几人的眼中，那名大斗士青年的身躯如同沉入水中，迅速消失不见。几人对视一眼，最终白胜奇点了点头，周成天等人也紧随其后，踏入了光芒漩涡之中。等到几人全都消失在漩涡之中后，白胜奇又看了看周边，沉默片刻，也举步踏了进去。一步踏入，熟悉的感觉传来，眼前豁然开朗。白胜奇感觉到自己跟之前的灰烬外层联系似乎也变得更加薄弱起来。大斗士青年满脸笑容地看着穿越光芒漩涡而来的几人，只不过此刻青年脸上的笑容却显得有些奇诡，和友善两字根本就不沾边。跟着进来的几人心中也是一咯噔，显然已经明白了些什么。他们回头看去，果然发现进来时的光芒漩涡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他们哪怕想要再回到外层去，也暂时做不到了。大斗士青年露出一口大白牙，笑着说道：“几位叔叔伯伯，如果方便的话，
能把你们手中的灰烬交出来一下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去拼那个击杀掉落的几率。他面上笑容不改，说道：虽然不知道你们是哪一边的人，但你们也不想在这里失去一次复活机会吧？小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周成天沉着脸，皱眉问道。什么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大斗士青年招了招手，从各个方向又走出了几个人来。他笑着说道：别动，大姐，非要我说的这么明白才可以吗？咱们不都是白银的自己人吗？这是怎么了？乌修连忙说道。哈哈哈！四面八方传来笑声，包括大斗士青年在内都差点笑弯了腰。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也会是白银的人？大斗士青年叹息着摇头说道：这片区域是各营都管控不到的三不管地带，一般是我们这些无银人士的活动范围。你们水平不高，却胆子不小的跑来这里，不收割你们都对不起我自己。围上来的几个人都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大斗士青年继续努力劝说：复活机会可是珍贵的很，识相点，把灰烬都交出来，然后回去告诉你们白银的人，以后没事不要到这边来了，这不是你们白银能够混迹的地方。周成天等人还没有回应，白胜奇已经走上前来，有些好奇的问道：咱们一开始也没有表明身份，你是怎么确定咱们是白银中人的？大斗士青年哈哈一笑说道：这还用说吗？像你们几个这样的，除了白银还有哪个营会有这么弱的人？明明他只是三转职业者而已，但是面对着周成天这样的四转职业者，却说对方太弱。而周成天和乌修两人虽然面色很不好看，却也没有办法反驳。让他们跟面前这位三转大斗士单挑比斗的话，他们还真没有获胜的把握。另外协会两人就更加是冷着一张脸了。很显然，他们两个也被大斗士青年归为了很弱的人，这让他们心里十分不是滋味。怎么样，你们考虑好了没有？天快黑了，我们要赶着回家吃饭，可没空跟你们扯皮了。大斗士青年催促起来，四边走过来的几人已经将白胜奇等人彻底围在了中间。白胜奇并不着急，他走近前来，向那大斗士青年问道：兄弟，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你认识白牙吗？是一位四转大法师。话才出口，便引起了大斗士青年的不满。他瞪着眼，呵斥道：叫什么兄弟？叫大哥？你这小屁还真没礼貌。说话间，他伸出手来，一巴掌向白胜奇脸上拍去。很显然，先前那种淳朴敦厚的形象，仅仅只是他伪装的保护色而已。虽然自称自己全点了命中，但事实上他在力量点数上也没少投入。尽管没有侦察之眼这种技能，看不透对方的具体属性值，但他自认为这一掌没有太用力，应该不至于一击秒杀掉对方。至于将对方一巴掌打得脑袋嗡嗡叫，那就没有办法了。小屁还不懂礼貌，自己教育教育他，不是很理所应当的吗？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心头转了半转。至于为什么没有转完一整转，自然也是有原因的，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他大巴掌甩出去的时候，对面的那小子也伸出手来了，但那又如何？斗士系本身就是力量属性超强的职业体系，他又特别在这方面加过点，单纯论力量的强大，他自问谁都不惧。然后两人的手掌便在半途上交接了。啪！清脆的声音响起，剧痛钻入心窝。大斗士青年心头的想法只是转了半转，就被这股钻心的剧痛所打断。然后对方的手掌越过了他折断的手臂，直接按到了他的头上。砰！灰色雾气四溢，无可抵御的巨力将大斗士青年整个身躯压倒，头颅朝下砸入了灰色地面里。456851，300多万的伤害直跳了起来。大斗士青年脑袋嗡嗡作响，一时间陷入了呆滞状态。那么，这位大哥，现在可以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将对方的头颅按入地面上，白胜奇嘴角微动，淡淡说道。侦察之眼观察下，对方的血条长度进入眼底，白胜奇很好的控制住了力量，没有一击将对方送去复活。不得不说，灰烬之中的这个大斗士青年确实不简单，仅仅只是3转而已，血条的长度胜过了外界同阶的10倍。你！变声肘腋之间，周边围着的几人大惊失色，齐齐冲了过来。第135章，现在能好好回答了吗？大斗士青年被白胜奇按在地面上，四周围着的几名灰烬人冲了过来，向白胜奇发起了攻击。周成天和乌修面色一变，对视一眼后，果断地向远处奔逃而去。另外的协会两人也在瞬间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也奔逃而去。他们选择的是与周成天两人相反的方向。无论如何，他们也觉得待在白胜奇的身边太危险了。灰烬中情况虽然诡秘，但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比白胜奇更可怕。如今头颅被按入地面的那位灰烬青年便是明证。此时此刻，白胜奇引发了灰烬众人的围攻，
他们都觉得想要逃离的话，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白胜奇微微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眼里是冰冷漠然的光芒。下一刻，他无视了冲上来的灰烬众人，身上黄光闪烁，已经在他手中凝聚成了一柄长弓。长弓入手，他弯弓搭箭，咻咻咻！超强的攻击速度下，一连串的箭矢离弦飞去。明明没有使用任何弓箭类技能，却比使用任何弓箭技能还要华丽。连成一串的箭矢，目标指向正是逃离的4人。周成天和乌修两人最先被击中，在黄金箭矢之下，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性，直接化作了白光消散。而剩下的协会两人，无论是等级还是直接，都强大了许多。按理说应该比周成天两人更能撑的，只不过白胜奇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强了，1000多万的物理攻击力下，众生平等。协会两人的表现同样没有比另两人好上多少，在箭矢之下也顷刻间化作了白光。然后白胜奇手中的黄金长弓一阵扭动，转瞬间便又化成了一柄巨大的双手重剑，造型显然是他用惯了的金铁重剑那样。提剑在手，他一剑扫过，冲得最快的2名灰烬人瞬间被拦腰斩断，化作白光消散。这2人甚至连生命之锁都没有，连进入锁血状态的机会都不具备。后边冲得稍慢一些的2人吓了一大跳，强行刹住了脚步，站在原地瑟瑟发抖。本以为对方是个菜，没想到是能够将自己队友按到地上的狠人。本以为至少能依靠人数取得优势，没想到人家大剑一挥就送走了自己这边2人。很显然，自己这一帮人今天是踢到铁板了。现在能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片刻之后，白胜奇提着黄金大剑，审视般看着剩下的3人，说道：从现在开始，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但凡有半个字让我不满意的，我手里的大剑就会慈悲的送你们回家。大哥您问，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人如同鹌鹑一样耷拉着脑袋，乖巧的站在白胜奇的面前。那大斗士青年此刻也再没有半点先前的嚣张。好，那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认识一个叫白牙的人吗？是一名4转大法师。3人对视一眼，最终当时大斗士青年开口说道：当然知道，那白牙正是白银的头领。白胜奇心中一震，压抑住心中的激动，又说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把你知道的都说说看。大斗士青年斟酌了一下言语，缓缓说道：灰烬的入口不定时地出现在各地，刻意也好，无意也罢，总有人因此而进入到了灰烬之中。但进入了灰烬之后，入口便消失了，根本无法返回。进入灰烬的人只能在这里面生活下去，而且即便是在这灰烬之中死亡，也不会复活到外界的城市之中，而是在这灰烬之中名为灰池的地方复活。当然，没有额外复活机会的那些人必然是彻底消亡了。后来以几个灰池为中心，越来越多的职业者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几个势力，便是如今几个大营的雏形。新进入灰烬的职业者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某一个营加入。白牙本也属于其中的一营，具体的我不是太清楚，只知道后来白牙不满所处那一营的剥削，愤而出走，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不少人，最终另外建立了一营，谓之白营。白牙便是这白营的首领之一。当然，这个白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白牙，我就不确定了。白营虽然成功建立了，但总体的实力跟其余几个老牌的大营相比起来，当然是远远不如的。我们这些游猎者最喜欢的猎杀对象，当然也是白营中人。欺软怕硬，柿子挑软的捏吗？我懂。白胜奇点了点头。大斗士青年面色涨红，显得有些尴尬。不要误会，我没有讽刺你们的意思。白胜奇认真的说道：柿子挑软的捏，这是最保险最合理生存方式。他撇了撇嘴，轻笑起来。只可惜你们在分辨柿子的软硬程度上显然缺了点眼力。没错，不然的话，如今怎么会落入白胜奇这个硬茬子手里？好了，闲话不多说，现在你们带我到那个白营去吧。白胜奇看着3人，如此吩咐道。这话一出，3人顿时面色巨变。大斗士青年呼叫起来：大哥，千万别啊！我们得罪白营那么深，到白营去完全就是送羊入虎口啊！听说即便是白营里面也已经有属性值几万点的人。等他喊完，白胜奇仍旧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淡然说道：意思是说，你们怕白营的人，却不怕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带白胜奇去白营，很可能会是送羊入虎口，被白营的人发现后将会死得很惨。但不带白胜奇去白营，那么现在马上就可以选择复活回去了。这样的选择题，猴子都会做。大斗士青年于是苦着一张脸，和另外2名同伴一起带着白胜奇向前走去。白胜奇明确地跟他说了，带路但凡有一点不准确，那就送一个人去复活。至于先送谁去复活，随缘。灰烬3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言。不过确实如白胜奇的预想，他们3人相互监督之下，确实不敢瞎带路，老老实实地往白营所在而去。
很快，几人便又来到了一个光芒漩涡之前。看着这个光芒漩涡，白胜奇心里忽然泛起了某个疑问：先前的那些光芒漩涡从一边穿过之后都消失不见了，是怎么回事？第136章，没错，我是外边来的。灰烬之中，光芒漩涡之前，灰烬三人看着白胜奇，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白胜奇终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并不令他们感到意外。经过先前的对话，他们心里早就有了某种猜测。没错，这就是灰烬的特点。大斗士青年并没有继续抱着侥幸心理，他点了点头，说道：灰烬之中，同一个传送门被激活过之后，便会极短时间内消失不见，要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再次出现。说到这里，他看着白胜奇，迟疑了一下，终于下定决心问道：你是刚从外界来的人？灰烬与外界的传送门又开通了吗？很显然，如果是之前就在灰烬里的人，不可能不知晓灰烬传送门变化的规律。到了这个时候，白胜奇当然也懒得遮掩了，他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传送门又开了，我是从外界来的。大斗士青年喜出望外，急问道：那传送门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在外层的哪个位置？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白胜奇冷冷地看着他，说道：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提问？大斗士青年差点没绷住，最终他还是只能认命地继续带路。而一边带路，他一边懂事地解说起来：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一层就是灰烬的2层，至少是我们这些人认为的2层，而之前那一层则是1层。秘境怪物的强度从1层2层往上越来越强大。白胜奇点了点头，问道：那个白鹰在这2层里？不是。大斗士青年摇了摇头，说道：我们目前发现的所有复活灰池都在3层，所以无论是白银还是其他银，都将大本营设在3层。白胜奇又问道：那么先前我击杀的那几人，如果要复活的话，会复活到哪里去？大斗士青年心中一抖，回答道：这个说不准的，如果是在灰池存档过，那么就会复活到存档过的那个灰池里，如果是初次进入这灰烬之中的，复活的灰池则是随机的了。到了这个时候，大斗士青年当然已经明白，那几人同样是来自于外界的，难怪虽然直接不低，实力却太弱。当然，眼前的这一位另当别论。几人一路向前，白胜奇也渐渐从大斗士青年的口中得知了不少灰烬的信息来，比如灰烬中的怪物击杀之后只会掉落灰烬来，灰烬中人得到灰烬之后无需怪物精粹，只要携带着这些灰烬前往灰池，灰烬便会在灰池的洗礼下转化为可为职业者提供自由属性点的属性水晶。而灰烬当然也有品质之分，灰烬1层的怪物比较弱，一般只会掉落最低品质的灰烬，转化成的属性水晶也是最低品质的，只能够提供1点自由属性点。这些灰烬被灰烬中人称之为1阶灰烬，而更高品质的2阶灰烬则在2层里有几率掉落，转化成的属性水晶可以提供5点自由属性点，以此类推。听到这一切的白胜奇不由得心中感叹莫名，这个灰烬某种程度上其实跟他的神奇练功房有些相似了。如果职业者待在这灰烬中的时间足够长，刷取的灰烬数量足够多，恐怕属性值的强大程度也绝对不容小觑。接下来在灰烬之中，自己绝不能掉以轻心。幸好根据大斗士青年的说法，这个灰烬之中并没有转职神殿之类的设施，无法进行转职，所以职业者们进入这灰烬时是几转，最终也只能停留在几转。不然的话，灰烬中人属性面板强大，又能转职属性成长率更高的直接，其实力的提升程度显然是十分惊人的。当然，白胜奇也没有过分畏惧。虽然属性水晶确实能够给职业者提供自由属性点，但前提是得有大量的灰烬。一路过来，他顺手收拾了不少灰烬怪物，也拾取了一些灰烬，大略的估算了一下灰烬的掉率。如果自己这一路走来掉率算正常的话，那么灰烬众人刷取灰烬的效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人。拥有神奇练功房的自己，在刷属性这一点上，显然还是可以吊打灰烬中人的。而包括大斗士青年在内的3人一路看到白胜奇的输出，心中的惊骇程度显然又多加了几分。他们进入这灰烬之中时间不短，自身实力已经相当强大，遇见过的强大职业者更是不少。但他们敢肯定，之前遇到过的任何一名职业者都绝没有眼前的白胜奇来的强大。灰烬之中会有人是他的对手吗？3人心中这样想着，一路向前，终于来到了又一个光芒漩涡之前。白胜奇心里明白，这应该就是前往灰烬第3层的传送门了。大斗士青年松了一口气，惊喜说道：咱们运气不错，这个传送门短时间内没有被人使用过，不然我们就要多等一段时间，或者去下一个传送门位置了。白胜奇点了点头，目光直视3人，直到这3人懂事地跨入光芒漩涡，他也紧随其后。
一进入到灰烬3层，显然又有极大不同。这里的灰雾浓郁程度还胜过1层、2层加起来。灰烬3人行进的速度一下子减缓了下来。他们告诉白圣琪，在这灰烬3层之中，行动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猛头猛冲，因为灰雾过分浓郁，以普通人的目力只能往前看出7、8米，之后便会是一片灰蒙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乱走，很可能一头就撞进了怪物堆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白圣琪的视野当然不可能被局限在7、8米范围，拥有侦察之眼的他，在这浓郁的灰雾中有着额外的视野加成，而高的离谱的精神属性更是将这种加成提升到了常人根本不可想象的地步。灰烬3人还只是仔细扫视着7、8米范围，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走，此刻的他目光却早已经落到了300米外，那里显然有一些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第137章，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跑。灰烬3层，白圣琪目光落到300米开外，看着那里发生的一切，笑得意味深长。在他身前带路的3人莫名的感到背脊发凉，不由得心中颤抖，差点以为带路到3层之后，那白圣琪要杀人灭口了。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心情稍稍放松下来，继续往前走去。而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在不知不觉之间，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白圣琪已经刻意的放慢了脚步。双方之间的距离从一开始的2米之内渐渐拉远，最终到了10米开外。如果此刻他们转头望去，便能够发现身后除了浓郁的灰雾之外，再无其他。白圣琪早就落到了他们身后的视野范围之外，藏身于浓郁的灰雾之中。3人浑然不觉，一直摸索向前，沿着某个方向而去。一边前行，他们一边呈3角形的防守进攻阵型，时刻警戒着可能会出现的灰烬怪物。但很奇怪，往常躲藏在灰雾之中的怪物今天竟一个都没有遇上。难道说这片区域正好被其他人清理过了？3人心中泛起了种种想法，不知不觉间已经向前走出了几百米。一阵哀叫声传入了他们的耳中，3人悚然一惊，纷纷进入了战斗状态，然后才发现前方不远处竟有一人躺倒在地。躺倒在地的这人明显还没有死，只是似乎处于某种奇异的重伤虚弱状态。除此之外，在他身旁的地面上撒了一地的灰烬，每一枚灰烬的个头都挺大，明显不是1层里出产的那种低品质灰烬。3人心里贪念猛然涌起，只不过仅存的理智并没有被贪念所冲垮。他们忽然想起，己方3人是被人压着过来的，如今可不是自由之身，哪怕前边有大量的灰烬随手就能拾取，却也不可能属于他们。3人心中低落，下意识地回头向身后望去。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他们猛地瞪大了双眼，身后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白圣琪的身影在？那个大佬，你还在吗？大斗士青年低声呼喊，但显然没有能得到回应。3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说灰雾之中隐藏着某种捕猎型的怪物，那个人会不会是被这种怪物抓走了？一人这样说道。大斗士青年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道：你觉得呢？先不说那种怪物能不能对付得了那位，万一真能，那位都无声无息被解决了，咱们3人为什么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他吃的吐出一口气，接着说道：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把吩咐的事情做好比什么都强，运气好说不定能省下一次复活机会呢。他向前走去，对躺倒在地的那人远远喊道：兄弟，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他虽然口中喊叫，但人却半点没有靠近的意思。在这灰烬之中，危险无处不在，他自己就是一名游猎者，当然更能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别看那人躺倒在地，似乎分分钟就会嗝屁的样子，但他却仍旧不敢掉以轻心。鬼知道对方是不是故意设下陷阱，引自己靠近呢？这种事情自己往日里干的还少吗？如果不是踢上了外界来的一块大铁板，今日的收益也必然会很不错呢。他的2名队友也是如此，虽然心中颇有贪念，但这个时候却同样没有轻率靠近。鬼知道对方身后的灰雾里会不会藏着好几个大汉呢？兄弟，需要帮忙你就点点头。2人也远远叫唤起来。他们3人就像是完全没看到洒满一地的灰烬那样，只是言辞恳切地表达着对躺倒那人的担忧。事实上，3人当然不是路不拾遗的好青年。躺倒那人这时候似乎终于缓过神来，艰难地说道：兄弟们，我中了怪物的负面状态，现在根本动不了。大斗士青年远远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说道：那咱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我们3个都不是辅助职业，也不懂得任何清除负面状态的技能，更不用说魔法卷轴了。你知道的，在这灰烬里，如今谁手里还留着卷轴的，那肯定都是1等1的大佬了。这话说的没错。
灰烬之中除了灰烬之外，并不会出产其他原材料，一些职业道具都是职业者们进入灰烬时所携带着的。这些东西用一个少一个，大家都宝贝得很。没事，那兄弟们有带着补血药吗？我的血药消耗完了，中了负面状态，这时候一直在掉血呢，再过一会可能就要血条清空死亡了，帮帮忙救救我，这地上的灰烬就当给你们的谢礼了。唐岛那人又急迫地这样说道。血条快清空了，大斗士青年却并不急迫，他眯眼看着那人，迟疑着问道：但我怎么看不到你的血条信息？唐岛那人有些无奈说道：可能是因为我练了隐匿类技能的缘故吧，这时候根本无法行动，就算切换状态或者自动亮血条都做不到了。见三人仍旧无动于衷，这人叹息起来，有些意兴阑珊地说道：算了，我知道你们的顾忌，这样吧，你们可以直接捡起这些灰烬离去，只要走远之前给我扔一瓶血药就好了。那多麻烦啊！带路三人里的一人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冷笑起来：我看你躺着也是辛苦，我干脆发发善心，先送你回去复活吧，早点回去还能早点吃晚饭呢。说话间，他手中的长弓早已满弦，一箭射出，直奔唐岛那人。一箭射出，眨眼间便已经击中目标。只不过这一箭虽然落到了对方的身上，却并没有如愿送走对方。唐岛那人终于摇了摇头，从地面上站了起来。这一箭给他造成了一些伤害，但并无大碍。现在大家都鬼精得很，这种老掉牙的套路不好用了。他一边弯腰拾取地面上的灰烬，一边对带路三人说道：你们很谨慎，只不过眼界还是太浅了，我跟你们废话这么久，真的仅仅是为了骗你们靠近吗？他拍了拍手，对着三人的身后叫唤着：都出来吧，包围了半天，结果就这三瓜两枣，没劲。喂，出来啊，你们还磨蹭什么？他皱眉高喊，然后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两坨东西忽地飞来，砰一声齐齐砸到他的面前。定睛一看，正是他的两名队友，先前趁机绕后包抄来着。这种活计他们不是第一次做了，每一次都能够完成的十分完美，收获不菲。但如今这两名队友却被人当垃圾一样扔了过来。唉，好半天，两名队友才艰难站起，虽然血条受了相当损伤，但显然离被击杀还远得很。只不过站起来的两人面上却尽是惊惶之色，他们下意识的想要拔腿奔逃，但下一刻又生生止住了抬起的双腿，因为一句话从灰雾之中传来，响彻场中：如果我是你们，就绝不会跑。第138章，大佬我服了。灰烬之中，浓郁灰雾里传来的声音饱含冷意，两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待在原地。什么人？本来躺倒在地负责吸引注意力的那人，这一刻面向前方的灰雾大声呼喝起来。他的手中此刻已经紧握着一柄双手大剑。如无意外，应是剑士系职业。灰雾中的人影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带路的三人看去，不由得心中一紧，然后又是一松。走出来的这人正是先前莫名失去了踪影的白圣奇。如今想来，对方应该是提前察觉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才先行躲起来暗中解决掉。不过事实上这种操作有些多余了。以他们对白圣奇实力的了解，眼前这三个虽然挺强的，但也仍旧不可能带来半点威胁。这不，刚刚那两人不就被当死狗一样扔出来了吗？白圣奇的想法当然不是他们能够揣测的。从远远看到这边埋伏的三人开始，白圣奇的心里便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有关灰烬的事情，显然不能单纯从带路三人的口中听闻。虽然那三人大概率不敢欺骗自己，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遇到了新的灰烬人后，他决定也问问这新出现的三个人。所以他很克制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攻击，没有将这三人直接送回去复活。当然，这些人还有没有额外的复活机会，就更不是他关心的了。你是谁？哪个营的？眼见白圣奇没有回答，那人又喝问了一声。白圣奇却直接无视了他的喊话，一步步靠近过去，纯黑衣针如同潮水汹涌而去。只是一眨眼间，那人便发现自己被数不清的衣针攻击了，顷刻间血条便要清空的样子。他一下子傻了。在体质属性上投资了不少，他自问自己的血条不算短，然而在对方的输出手段下，却连短短的1秒钟都撑不住的样子。手中虽然握着双手大剑，他却失去了挥动的勇气。对方的技能看着像是医师系3转赤足行医，按理说大剑士职业的自己不会输给对方，但是灰烬之中实力的强大与否，向来不是以直接高低论。输出强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对方的属性面板显然是超出自己认知之外的。遇到这样的对手，反抗是最愚蠢的行为，只有果断认输，才能够有一些苟活下来的可能性。大佬，停，我服了。汹涌的纯黑衣针一下子停了下来，然后飞回到白圣奇的身边。
那无尽的衣针悬浮在他的身周，密密麻麻的连成一片，在他的身周如同多了一片黑夜那般触目惊心。时刻维持着阴阳衣针开始状态的白圣琪，在苦行一体的作用下，此刻的血条长度早就长到了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而身边越堆积越多的衣针，也让他的攻击爆发力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论是谁，这数之不清的纯黑衣针一拥而上，基本没有能撑住1秒的。眼前这人能够活下来，只因为白圣琪早看清了他的血条长度，有意识地控制了袭击衣针的数量而已。微微瞥了另外几人一眼，他冷然说道：“我有事情先问问他，你们就在此地，不要走动。”说罢，他再不理会另外几人，一手提起眼前的3转大剑士，3步当作2步走，一下子就走进了浓郁的灰雾之中。原地几人的目力有限，只不过片刻间便再也看不到白圣琪的身影。不过此刻的他们心情显然十分沉重，两方人对面而立，各自沉思起来，早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想法。命运不在自己掌握之中的感觉就是这般糟糕。不久之后，灰雾涌动，白圣琪从灰雾之中走出。你跟我来。他目光落到另一人身上，如此吩咐道。那人一惊，身躯都有些发抖起来，叫唤着：“他呢？你把他怎么样了？”他当然不是关心先前那人的命运，只是担心同样的命运落到自己的头上而已。哼，跟我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但凡有一句是虚言，你会知晓结局。最终，在连番询问之下，白圣琪终于得到了自己想到的信息。而这几个人被他各自在灰雾之中分开询问，相互之间没法沟通，消息的可信度应该很高。走吧，你们几个一起和我一起到白营去。这话一出，先前埋伏的3人都惊呼起来：“大佬，刚刚不是说了那边现在很危险吗？怎么还要过去啊？就不能等几天吗？到时候我们一定二话不说带大佬您过去。”什么白营很危险？从一层一路过来的带路3人皱起眉头，一人开口反驳道：“你们3个别张口就胡说，白营虽然是几营里相对较弱的一个，但也是拥有灰石的安全区域，怎么可能危险？”先前躺地的3转大剑士急起来，瞪了带路3人组一眼，急切说道：“你们懂个屁！4层出事了知道吗？白营又如何？处在4层出口处不远，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加上其他营趁机搞事情，恐怕几天后这灰烬里就没有白营了。4层出什么事了？”带路3人组面色一变，还想细问，已经被白圣琪冰冷的声音压了下去。你们只需要好好地带我前往就行了。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我并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带队3人组和埋伏3人组一下子都噤若寒蝉，再不敢发表意见。最终，两方人一起齐齐向着白营的所在而去。白圣琪在后方跟着，漠然的眼神从未离开过他们几人身上。很显然，这几人没有说谎，所带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一开始，几人带路还是瑟瑟发抖，比乖宝宝还要乖巧的。但走了一段路后，发现身后的白圣琪也并不怎么干涉，心情也就渐渐舒缓下来了。两方人甚至有闲情相互聊了起来。哥们，4层到底出什么事了？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就是啊，到底怎么了？哼，急什么？到时候看到你们就知道了。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来听听。那听好了，4层和3层之间的传送门失控了，大批量怪物冲过传送门来到了3层。你们觉得会怎么样？我去，3层的怪物已经很难对付了，4层怪物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还傻乎乎的跑前去送死？说出这句话的人受到了另外几人一致的冷眼。不去能有什么办法？4层怪物能送咱们复活，后边那位就不行？还是说你想提前复活回去？第139章，为什么都喜欢捅人腰子？无论几人心里如何不愿意，但在白圣琪的强迫下，终究还是只能继续向前。一路上又清理了不少怪物，前方的灰色雾气开始变得稀薄起来。白营的所在显然快到了。咦，这样看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啊！你们之前是骗我们的吧？一人略显惊喜地叫道。狐疑的目光落在了埋伏3人组的身上。埋伏3人组看着明显十分平静的氛围，心里其实也有些讶异。3转大剑士十分不解，不对啊，之前不是这样的，难道说冲出来的怪物都被清理了？但冲出来那么多4层怪物，以白营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轻易清理的掉才对，除非其他几营一起帮忙才能做到。但这个时候其他几营落井下石都嫌不够呢，怎么可能给白营雪中送炭？出人意料之外的平静氛围反而让他心里异常惊惧起来，一双腿像是被绑在原地一样，再难挪动分毫。怎么不走了？身后传来了白圣琪淡漠的话语。大佬，前面不远就是白营了，我是真不敢向前走了。现在前面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真不想在这里丢掉一次复活机会，还请大佬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一次吧。3转大剑士这时候竟突然求饶起来。
白胜奇往前边看了一眼，视线在明显变得稀薄了许多的雾气里，能够看得更远。然后他的目光落到面前这人的身上，审视般看着对方，说道：“放过你一次，倒也不是不行。反正对我来说，你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但你要用什么来买回你这一条命？”他说话的语气冷漠无比，没有一丝情感波动。那三转大剑士被他的目光锁定，如同被一只猛兽盯上那般，心中惊恐不已。不过他也算是听懂了白胜奇话语中的意思，想要活命可以拿好处来换，而灰烬之中的好东西是什么，根本无需细想。一咬牙，他便已经从自己的背包空间里取出了大量的灰晶。这些灰晶是他好几天的收益，正打算回去转化成属性水晶提升自身的，此刻却只能拿出来当做自己的买命钱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白胜奇绷着一张脸，眼眸内仍是满满的冷意。大佬，真没有了，这是我背包空间里所有的灰晶了，不然我将这一柄双手大剑也押给你好了。三转大剑士只是随口一说，本以为对方也就随便一听，没想到面前的大佬眼神一亮，竟真的点了点头，说道：“整挺好，我看你手上的那个护腕也不错的，一起脱下来给我吧。”三转大剑士愣住了，好半晌之后，他才回过神来，嗫嚅道：“大佬，这都是些没用的小玩意，对大佬您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有没有用是我的事情，你只管拿过来就行了。”白胜奇油盐不进，最终那三转大剑士只能苦着脸将大量灰晶和一身装备都送到了白胜奇的手中。从双手大剑到护腕，再到身上的其他装备，白胜奇一个都没有打算放过。另外几人同样是一样的结局，以至于后来几人望向大剑士的视线之中已经满是怨愤。如果目光可以杀人，此刻的大剑士显然早就可以复活回去了。大佬，咱们可以走了吗？走吧。白胜奇一挥手，再不在意几人，直接向前走去。而在他的身后，被洗劫的背包空空的几人，此刻不由得涕泪交零。今天努力干了一票，一波回到解放前，白胜奇却早已经走远。对于他来说，这几人敢拦路打劫自己，直接送去复活都是理所应当的。不过杀不杀，对于如今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既然灰晶等补偿拿到手了，那顺手放对方一马也并不算什么大事。此刻的他离白银已经近了很多，遥遥望去，甚至已经能够看得清里面的情景。他跟那几人不同，目力十分强大，在灰雾稀薄的这一片区域，视野范围更是宽广。此刻，一名职业者持着沉重的战斧向着他这边冲来，斧头才刚举起，还没有落下，便已经被他一句话喊停了下来。乔叔叔，你砍错了，是你左边才对。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响起，却令持斧之人一下子陷入了呆滞之中。在他的身体左侧，一道身影突兀浮现，锋锐的短刃向他腰间直刺。持斧人这时才反应过来，大吼着奋力挥斧向左侧砍去。但很显然，以他的动作来看，已经根本来不及了。在他的战斧砍到对方之前，便会被对方在他的腰间狠狠捅上击下。而很显然，那并不是件美妙的事情。飒飒飒，短刃捅刺之间，甚至激起了密集的风声。剧痛钻入心窝，持斧人止不住一声闷哼，斧头劈砍的动作都变形了。那道身影果断后退，撤出了他的攻击范围之外。哈哈，乔亮，你的血条还能撑多久？我这下里包含了4种毒素，中毒的感觉不好受吧？得意的笑声之中，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落到了持斧人乔亮的身上。顿时，他本来岌岌可危的血量迅猛恢复起来，正是医师系的技能缓慢恢复。小齐，是你吗？乔亮眼神一亮，不顾刚刚捅了自己几下的身影，反而向前方望来。在他激动的声音之中，白胜奇向前踏出几步，进入到了他的视野范围之中。果然是你，小齐！难道不对？小心盗贼偷袭！兴奋之中，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迈开大步向白胜奇冲来。然而已经晚了。白胜奇的背后，一道身影猛地浮现，虽然不是刚刚偷袭自己的那人，但同样也是一名威胁力十足的盗贼系职业者。你敢！持斧人乔亮目眦欲裂，大喊一声，差点就忍不住想要将手中战斧向前扔了出去。但那名盗贼系十分狡猾地躲在了白胜奇的背后，投鼠忌器之下，他这战斧也就扔不出去了。灰烬里最宝贝的医师系，想不到你们白银还藏着这样的好东西。叹息声中，短刃毫不留情地猛捅后腰。咦！这名盗贼系愣住了，一捅之下，不但破不了防，连负面状态都上不了。然后他便对上了白胜奇转过来的双眼，然后一只手掌盖上了他的头颅，向下一压，无可抵抗的力量传来，这名盗贼系面孔着地，轰！一阵震响，白胜奇悠然叹息：“你们这些家伙，
为啥都喜欢捅人腰子？第140章，我攻击没有那么高吧？地面上的盗贼系脑袋嗡嗡作响，本着战斗先杀医师的原则，他先前找准机会，直接捅了对方的腰子，结局很凄惨，不但伤不了对方半点毛发，此刻还被对方把头颅按在地面上，承受了可怕的伤害。灰烬之中毕竟跟外界不同，这里面职业者的强大与否，一切只看属性水晶使用的多不多。哪怕是医师系，只要在力量属性上加点加的足够多，攻击力胜过战士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医师系会具有强大的力量与攻击，他并不觉得意外。令他意外的是，这个医师系的力量与攻击也强大的太过分了吧。本以为跟那一边的三转战士系比起来，这边的医师系会是一块肥肉，没想到这医师系反而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早知如此，还不如先对付那名战士系好了。心里这样想着的时候，那名战士系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沉重的战斧直接往他的头颅上剁了下来。伤害数字跳起，这名盗贼系瞬间化作白光消散，直接被送去了复活。手里握着战斧的乔亮吓了一跳，好半晌才嗫嚅道：“我这攻击没有那么高吧？”他的攻击当然没有那么高，至少这一击是没想着要将对方送去复活的。只不过白圣奇先前那一击已经将对方打到了残血状态，他这一战斧下来，仅剩下一点血皮的盗贼系，想不死也难。果然是你，小奇，你怎么到这灰烬里来了？乔亮近距离细看，终于确定了眼前人的身份。说话间，他又举起战斧，沿着白圣奇的周边使出了一个旋风劈砍。然而这一击最终也只是劈到了空气而已。剩下的另一名盗贼系显然并没有来到身边，要么是见机不妙逃去了，要么就是仍旧隐藏在暗处等待机会。也许仍有外人在侧，白圣奇没有先回答乔亮的问题，反而是面带喜色地看着对方，问道：“乔叔叔，我父亲他呢，也跟你在一起吗？”一句话问出来，白圣奇便期待地看着对方。父亲虽然没有建立工会，但作为一名四转大法师，当然有着自己的小队。眼前的这位名叫乔亮的战士系，便是父亲小队中的一员，和父亲关系极好。你父亲当然在，不过今天事情有点复杂，恐怕不是最好的时机。你先躲起来，等咱们把事情解决了，再带你去找他。乔亮看了一眼白圣奇，虽然仍旧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灰烬之中，但时间紧迫，此刻终究也没有过分在意这事。出于一位长辈的关爱，他并不想让自己看着长大的这个小子陷入眼下的危险之中。只不过话说出口，他心里却又不禁有些纠结起来。说是这样说，但白圣奇既然都来到这片区域了，在这种时刻去哪里给他找个安全的所在？别的不说，这一片稀薄灰雾之中到底隐藏了几个阴险的盗贼系，鬼才知道呢。是什么事情？白圣奇当然不会乖乖听话，他问道：“是不是其他营过来捣乱了？你怎么知道其他营？”话说到一半，乔亮这才发现自己面前的白圣奇似乎已经不是印象中的那个小家伙了。他一眼看去，根本就看不出对方的实力深浅来。尽管白圣奇没有向他释放出威压来，但隐约之间，他仍旧感觉到面前的对方似乎并不简单。回想起先前对方一巴掌将那盗贼系按到地面上的举动，他忽而惊觉，明白对方的实力也许还超过自己也说不定。我看你的技能，你转职成医师技了是吧？现在是几转？先前白圣奇只是施展了一次缓慢恢复，他因此而知晓了对方的职业系别，但具体的直接却并不清楚。我3转了。白圣奇笑着回答道。他以侦查之眼早就看出了眼前乔亮的底细。这位乔叔叔仍旧跟当时一样，是一名3转怒战士。3转，好，不错。看你刚刚的表现，属性面板显然也十分不弱。乔亮喜出望外，笑了起来。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干脆就跟我来，咱们一起将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解决掉。白圣奇当然是从善如流了，他跟着乔亮一同向前走去。小奇，你听我说，等会你不用冲前边。奶爸职业当然不需要冲前边了，但我还是要多嘴说一句。乔亮一边走一边说道。如今灰烬之中，因为各种材料都不会掉落，所以各种道具都是稀缺品，特别是补血药，简直是用一瓶少一瓶，所以医师系的作用空前强大。前边就是白营所在了，等会我冲上去，你就在后边给我加血，有了专门的奶爸加血，我倒要看看谁敢挡我。我父亲呢？就在白营里吗？白圣奇忍不住又问了一句。白牙他没在营里，他带队前往4层入口那边了，他要将事情在那边解决掉。乔亮摇了摇头，说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白营以及其中的灰池守护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白圣奇懂他的意思，灰池是灰烬中职业者们复活的平一，正因为有这灰池，白营才得以存在。一旦灰池被夺取，那么白营恐怕便会不复存在。到了那个时候，前方的白牙等人将没有了退路。
可以说，守护灰池的任务重要性是分毫不比前方众人差的。乔亮正是留守灰池的人之一，不过他的职业能力更加适合进攻，所以负责在外围清除来袭者。先前他击杀了一人，却被2个盗贼系拉扯玩弄，心里火气大得很。如今有白圣琪这个医师系加盟，他感觉自己可以大杀四方了。扛着沉重战斧的他大步回到了白营之中，白圣琪紧跟在他的身后，早已经看到了前方的洞洞房屋。灰烬之中怪物不出产其他材料，只会掉落灰烬，但并不代表不能通过伐木等手段建造房屋。跟我来！进入到白营的所在后，乔亮更显急迫起来，手中提着沉重战斧，整个人跑成了一阵风。白营最中心便是战略位置灰池的所在，远远望去，灰池周边围满了人。乔亮大喝一声，挥动战斧向前冲出。狗娘养的家伙，你爷爷又来了，吃你爷爷一斧！第141章，区区一个辅助有个屁用！白营之中，白圣琪也已经看清了如今的情况。前方一个池子不停地向外冒着灰色的雾气，如同喷泉一般，显然就是所谓的灰池了。而灰池此刻笼罩在一个透明的魔法防护罩里，防护罩里面站了7、8个人，而魔法防护罩的外边人数则更是多了不知多少倍，一眼望去满满当当的。外边的人正在各施手段对那魔法防护罩发动攻击，打得那罩子不停晃动。很显然，这种攻击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防护罩必然撑不住多久了。一路赶过来的乔亮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才风急火燎的举着大战斧就冲了上去。好家伙，你这在外边捣乱的还没死？那3个家伙是吃干饭的吗？魔法防护罩外，所有人都看到了冲过来的乔亮。特么的，这魔法防护罩一时半会打不破，那先把这家伙干掉也是一样的。3转怒战士，他要是拼命起来，我可不敢跟他打。啥？谁让你单挑了？咱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一人一个普通攻击都秒掉他了。魔法防护罩外的众多职业者竟真的停下了攻击防护罩，齐齐向乔亮攻来。这种情况可惊呆了魔法防御罩里的几人，他们大喊起来：乔疯子，你干嘛？快跑，咱们还撑得住。乔大哥，你脑壳坏掉了吗？你以为你是不会死的超级血牛吗？别傻了，快去找白牙，他不回来咱们全得死。你确定你还有额外复活机会吗？众人的呼喊并没有影响到乔亮分毫，他脸上带着决然的癫狂笑意，举着战斧，没有半点要回头的意思。我懂他的意思了，咱们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魔法防护罩内，有人这样说着，已经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了最后一个魔法卷轴来。其余几人也都是各种动作，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来一次狠的。毕竟这个机会将会是乔疯子用自己的牺牲换取来的。在众人的目光之中，乔亮举着战斧冲进了人堆里。他的对手至少数十倍于他，其中有一大半是近程攻击职业，另外一小半则是远程攻击职业。杀！他大喊着，手中战斧旋风一般舞动起来，已经使用出了惯用的旋风斩技能。在场的人虽然多，但硬实力能够跟他旗鼓相当的并没有几个。那几营真正强大的人都去了4层入口那边。他自信这一斧下去，虽然击杀不了任何人，但至少能将这一群人弄个鸡飞狗跳，给防护罩内的几人制造机会。天真以为你来了还能走？有人这样冷笑着，果断向他发动了攻击。而弓弦拉动的声音，魔法吟唱的声音，近程武器划破空气的声音，在这一刻齐齐响起。乔亮在这一刻瞬间就成了众矢之的，哪怕他血条再长1倍，也绝不可能在这么密集的攻击中保得性命。果然，甚至连1秒钟都不到，便已经有不少攻击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血条如同雪崩，瞬间下落了一大截。身为怒战士的他，最爱输出，点数大部分都点到了力量上，血条只能算是普普通通。也许2秒钟之后，他便会血条清空，彻底扑倒在地。恐惧的战力游走了全身，乔亮更显癫狂，战斧挥舞得更加猛烈起来。他想着，至少也要带走几个脆皮。怒气勃发的状态下，他的爆发力将大幅度提升，未必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呼呼呼！他忽然感觉到手中的战斧变得轻盈了许多，挥动的速度快了不知多少。啊！有脆皮职业者惨叫起来，想要向后退开，但顷刻间被砍得点滴不剩的血条让他后退的想法落空，直接化作白光消散。乔亮心中一愣，旋即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状态的变化。很显然，自己被加上了一个辅助技能。白营之中虽然也有医师系，但并无赤足行医，所以他并不知道刚刚的自己被白圣琪施加了一个医针刺血。白圣琪一个 LV5 的医针刺血，直接让他的全属性提升了 60%， 不但血条提升，攻击力提升，连攻击速度也同样大大增强。有辅助，围攻乔亮的人里有声音传来。不管了，先干掉他，区区一个辅助有个屁用，血条蹦下来，再给他几个医师都拉不回来。
被击杀了一名队友。显然这些人都怒了，他们先不管站在后方的白圣琪这个辅助，只想着集中火力先将乔亮秒掉。他们的这个想法本身也并没有错处，只不过错就错在他们遇上了白圣琪。一道白光从天而降，瞬间将乔亮的血条拉到满值，正是白圣琪平时极少用到的急速治疗技能。然后他一抬手，又是一个缓慢恢复施加到了乔亮的身上。如今他的缓慢恢复已经达到了 LV7， 配合上此刻接近20万点的精神属性，1秒钟可以恢复的生命值已经突破了100万点。这样的回血速度下，乔亮整个人就相当泡在生命之泉里，浑身暖洋洋的，安全感爆棚。然后这样安全感爆棚的他，举着手中的战斧，呼呼呼几下，又收割掉了一名脆皮职业者。一针刺学加成下，他的战斗力空前强大。小七竟是这样强大的一位医师，心中泛起了这样的想法。乔亮干脆直接开启了平时不敢开启的血怒状态，全力输出起来。血怒状态下，他的防御力减半，血量持续掉落，攻击速度和攻击力都翻倍，还能获得破防加成。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不要命的输出技能。在这种状态下，他打别人痛，别人打他一样痛。只不过如今有白圣琪的加血辅助，他毫无后顾之忧，战况就成了一面倒。如同虎入羊群一般，乔亮杀的那一群人哭爹喊娘，在砍瓜切菜般收拾掉身边的敌手后，看着剩余的小半远程职业者也在白圣琪的黄金长弓下被一个个点杀掉，乔亮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这就完了？这么简单？一切都如同一场梦境般，太过美好了。白圣琪却没空感叹，连忙提醒他：乔叔叔，赶紧带我去4层入口处吧。第142章，好像有点不对劲。白银之中，灰池旁边，怒战士乔亮看着近在咫尺的白圣琪，难掩面上的惊喜之色。他当然知道，刚刚那一场战斗解决的那么顺利，大半的功劳都落在白圣琪的身上。他实在是没有想到，曾经的那个小毛头，如今竟成长到了如此地步。对，去帮白牙。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一下子想起了另一边来。那一边显然局面会更加危急。你们继续守好这里，我去就来。乔亮提着长柄战斧，向魔法防护罩里的几人招呼一声，带着白圣琪就走。那几人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适合这种据点防守的工作，留在灰池这里是最好的选择。先前白牙也是这样安排的。几人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呼叫道：老乔，交给你了，像刚才那样大发神威，将那帮不要脸的全送复活去。刚刚那一刻，乔亮的表现是真的惊艳到他们了，以至于他们准备动手时已经没有了目标。虽然知道另一个人的辅助不可或缺，但他们并非乔亮本身，自然不会知道白圣琪的辅助能力达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看着白圣琪紧跟着乔亮一道向前走去，他们也不由得有些许疑惑：咱们白银什么时候又多了一名医师系职业者？在这灰烬之中，能够帮忙加血的医师系，那可是稀缺的宝贝。看刚刚那年轻的医师加血量似乎还不错，有他前往支援，白牙那一边应该会好很多吧。他们没法不担忧，这一场变故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白银的命运。如果此战失利，那他们这些白银之人也绝不会有好下场。白圣琪跟着乔亮一路向前，这一次他给两人都施加了1针刺学技能，奔跑速度都提升了极多。但即便如此，距到目的地时，天色也已经昏暗了。人呢？到了目的地的乔亮傻了眼，本以为正在进行一场大战的场面，根本就不存在。面前一片平静，连个人影都没有。难道说他们全都进入4层了？心中念头只是一动，乔亮便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只是白牙奋力战斗，所谓的只是将4层攻过来的怪物拦住而已，如今反而冲进了4层之中，那到底算什么？而且其他营的人怎么也跟着一起进入了4层之中？对于这可能发生的一切，乔亮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4层的入口消失了，白牙他们也不见，很可能都进入4层之中了。乔亮向白圣琪说出了自己的猜想。白圣琪皱起眉头，点了点头，说道：乔叔叔，你在这里等着，我往周边去看看。别冲动，他们可能还有人潜伏在周边。乔亮欲要劝告，但白圣琪却早已经远去。他摇了摇头，终究还是叹息一声，不再多说什么。先前的战斗之中，他已经切身体会过了白圣琪的加血手段之强大。在他看来，白圣琪的输出能力强不强另说，但以这样的加血能力，只要小心一点，基本上是不用担心死于非命的，至少也能够撑到自己救援。他于是放下心来，仔细观察周边，想要找到哪怕一点点事情发生的痕迹。白圣琪却已经围着这片区域向外走出了极远。当时在白银附近，灰雾变成稀薄许多，大家的视野都比较宽广。他的视野虽然比常人强一些，但优势也不是特别大。
但如今已经是在白银之外4层的入口附近，灰雾比起先前明显更加浓郁了。加上天色昏暗，几米之外就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这种时候反而是白圣琪的主场了。乔亮以为这里的人都进入4层了，其实并不准确。白圣琪以自己的出众目力，一下子就看到了隐藏着灰雾之中的好几个人。只不过他能够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他。他并非盗贼系，此刻行走在浓郁灰雾之中，却如同暗夜里的精灵，无声无息的就出现在了某2个人的身后。那2人的低语声传来，没想到白银的实力这么了得，竟然能够跟4层里汹涌而出的怪物僵持那么久。没错，如果不是他们首领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4层怪物之上，恐怕咱们这几营未必能够轻松压制他们。也不能这样说，白营被针对，当然是要拼命的，咱们几营相互顾忌，出手之间留有余地，一时压制不下他们也是正常的。哎，要说他们也是运气真好，本来就算咱们几营不全力出手，但慢慢磨下去，总能将他们白营的有生力量都消耗在这里。谁能想到4层的入口却突然发生了异变？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4层入口忽然扩张，将附近的所有人都包裹了进去，也幸好咱们离得远了一些，不然也都被包进去了。各营应该都有一些人留在外边，咱们小心点，别被人趁机收拾了。等到天彻底黑了，如果那入口还是不再重现，那就只能先回营了。白圣琪就站立在2人身后不远处，将2人的对话全数听入耳中。他对于先前发生在此地的事情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那么就没有必要留着这2人了。在身前2人停下了交谈的瞬间，白圣琪已经出手，密密麻麻的纯黑衣针如同潜藏于水底的食人鱼，汹涌着向前方的2人扑去。咦，好像有点不对劲。我背后也有点发冷。前面2人忽然有了些特异的感受，只不过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白圣琪既然已经决定了出手，别说他们是处于被偷袭的状态下，哪怕是严阵以待，也依然不可能改变什么。数量惊人的纯黑衣针扑上，2个同一时间化作白光消散。白圣琪注意到，其中1人甚至连回去复活的机会都没有，彻底消亡了。显然，这人的额外复活机会早就已经用完。对此，他心中并没有太多波动。那些人既然赶到这里来，那么便应该承受这样的结果。轻飘飘地击杀了这2人之后，白圣琪脚步不停，又已经往另一个方向而去。第143章，他们都死定了。灰雾之中加上昏暗天色的遮掩，这一刻的白圣琪化作了收割灵魂的死神。其他几营留在外边的人虽然不少，但面对着白圣琪的主动猎杀，根本就不能激起任何水花，正在迅速且无声地消逝着。没过多久，周边数百米范围的职业者便已经被白圣琪清扫一空。这还是他花了些时间去确认这些人的身份，不然清扫的效率还要更高。而很显然，围在周边的这些人全都是来自其他营的，一个白营的人都没有。也就是说，白雅所带领的白营中人已经在先前的入口扩张之中全部被拖到4层中去了。谁？灰雾之中，乔亮警觉地一挥战斧。乔叔叔，是我。白圣琪提醒一声，哭笑不得地重新走回到乔亮的身边。这位乔叔叔的警觉性是有的，但总感觉到有些用错地方了。2次会面都想着给自己来一斧子，什么仇什么怨啊？是你啊，刚刚到周边去怎么样了？有遇到其他人吗？乔亮尽量压低了嗓音说道。不如你在这里等着，让我去周边看看。我的斧子砍人利索点，先前那个加成全属性的辅助技能再给我来一下就行了。他说的当然就是白圣琪给他施加过的一针刺穴了。享受过一次之后，他可谓是食髓知味，有些依赖成瘾的感觉了。不过白圣琪却只是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周边的闲杂人等我已经清扫完了，如今问题就是这个4层入口了。他皱起眉头又问道，乔叔叔，以你对这灰烬的了解，这4层入口消失后还会不会再在原地出现？又要多久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换来了乔亮的苦笑。老实说，这个我也不清楚。乔亮摇了摇头说道，1、2、3层的入口变化规律都是一样的，我本以为4层也会是这样，但如你所见，如今4层入口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我的预计之外。叹息一声，他又说道，4层入口会不会再次出现？要多久才出现？又会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我一概不知。如今咱们能够做的也只有等待了，实在不行，至少要保证灰池的掌控权。白圣琪明白，乔亮这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4层的入口不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出现，那进入了4层的白银众人很可能就会以复活到灰池里的方式再次出现。保证灰池的掌控权是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退路。2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显然都并不希望要走到这一步。他们都很清楚，进入到4层的众人未必每个人都拥有额外的复活机会。万一已经没有了复活机会，那么那些人便将再也无法复活。白圣琪也不敢确定，在灰烬之中这么久，
自己的父亲到底还有没有额外的复活机会。但事情最终并没有走向最坏的结果。就在两人话音刚落说，周边的灰雾开始涌动了起来，道道光芒开始汇聚过来，一个暗淡的光芒漩涡逐渐成型。看这情形，似乎是先前消失不见的4层入口又要重现了。站远一些，看清情况再说。乔亮这样说道，示意白胜奇向后退开。对方毕竟是在灰烬里待了很久的人，拥有着不一般的经验。初来乍到的白胜奇决定听从对方的建议，两人飞速向后退开，让出了光芒漩涡的空间。光芒漩涡从稀薄暗淡开始，渐渐变得耀眼夺目。下一刻，一个惊慌的叫声响起，一道身影从光芒漩涡里冲了出来。救命！这道身影高声呼喊，声音凄厉无比。而在呼喊声中，一个摄人心魄的嘶吼声也几乎同时响起。一头4足怪物紧随其后，从那道身影的背后扑来，大口张开，向其咬落。一切都发生得极快，但光芒漩涡外的两人早有准备，这一刻各自出手，攻向了那只4足怪物。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白胜奇甚至还有余暇扔出一个急速治疗，直接将对方差点见底的血条瞬间拉满。吼！乔亮的战斧已经劈在了那4足怪物的身上，拥有1针刺穴的加成，他的攻击能力空前强大。然而这一击却并没有给那怪物带来太大的伤害，那怪物嘶吼声中仍旧不依不饶，向着那身影扑去。糟糕，4层的怪物太耐打了！乔亮心中大叫不妙，眼睁睁地看着那怪物继续向前扑去。然而下一刻，这只凶猛无比的怪物突然抖了一抖，直接化作了光芒消散。旁边的白胜奇看着这只怪物消散，一脸平静。刚刚那个瞬间，汹涌如潮水的纯黑衣针卷上去，瞬息间就有数以万计的衣针攻击过去，哪怕是这只强大的4层怪物，也依旧支撑不了哪怕多1秒钟。地上落下了一个光团，内有一枚拳头大的灰晶。我去，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灰晶，怕是能加20点属性吧。一旁的乔亮止不住震惊出声。被救下的那人忽而惊醒，猛地停下了脚步，动作麻利的一弯腰，竟想要将这枚灰晶捡入手中。然而他的手掌直接被抗拒在光团之外，根本就不能触摸到那枚灰晶。哪怕是在灰烬之中，战利品的掉落归属也仍旧遵循着外界的规则。这只怪物是白胜奇击杀的，掉落物的归属权当然是他的，其他人并不能染指，除非等到5分钟后光团的保护消除，这掉落物才会归为无主，任何人都能拾取。看到那人伸手拾取灰晶的动作，白胜奇微微皱眉，心中有些不喜。不管怎么说，自己跟乔叔叔救了他一命，他不想着感觉，第一时间反而是想拿好处。白胜奇面色有些不善，盯着这人问道：你从4层里逃出，里面情况怎么样了？他们死定了，里面怪物全都暴动起来，把人都围住了。我是运气好，传送门正好刷新在我身边，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那人似是被激起了心中不好的回忆，心有余悸的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光芒漩涡，然后又遗憾的看了一眼地上看得见吃不着的灰晶，举步准备离去。乔叔叔，这人是白银的吗？白胜奇审视般看了那人一眼，向乔亮问道。不是，我不认识他，应该是其他营的。擦，晦气，感觉白救了。乔亮撇了撇嘴，显然有些不爽。没事，怎么就回来的，就怎么再送走好了，费不了多少功夫。白胜奇摇了摇头，也不见他如何动作，大量的纯黑衣针已经在天色的遮掩下向那人扑去。那人听了白胜奇的话语，心中一惊，早已经有所戒备。但很遗憾，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的戒备根本就毫无用处。光芒闪过，没有被怪物击杀的他，死在了白胜奇的衣针之下。白胜奇摇了摇头，举步向那光芒漩涡踏入。乔亮大惊，喊道：且慢！白胜奇一脸坚定：乔叔叔，你不用劝我了，我知道4层里有莫大的凶险，但我必然是要去的。不是。在白胜奇略显疑惑的目光当中，乔亮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说道：我不是叫你别去，咱们都一起去，我是说这枚灰晶能够加20点属性，是好东西来的，你不能这么浪费啊，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吗？白胜奇这才想起自己忘记拾取战利品了，差点就亏大发了。能够提供20点属性点的灰晶，他当然不会浪费，顺手将地上的灰晶捡了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踏入了光芒漩涡之中。第144章，又砍错人了。灰烬4层，怪物如同潮水一样从4面8方汹涌扑上来，有动作敏捷、身形小如鼠类的怪物，也有体型庞大如同一座山势的怪物。无一例外，这些怪物都强得可怕。丁玉峰奋力挥动手中的长柄巨锤，将冲上来的一只怪物逼退，这才勉强得以喘息一口气。难得的空隙里，他向左前方的某个身影看去，那道身影如同一座山峰伫立着，法杖前端光芒闪烁个不停，
有道各种系别的魔法从中被释放出来。多亏了这道身影，他们这些人才得以支撑下来，并找寻到了一个不用腹背受敌的好地方，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只是，身为大法师的那位，魔法值还能够支撑得住吗？从开始战斗到现在，那位便一刻不停地释放着魔法技能。尽管都是些可以快速施法的非高阶技能，但对于魔法值的消耗却是实打实的。在这灰烬之中，补血药和补蓝药之类的补给品都是稀缺品，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单依靠魔法值的自然恢复，又能够支撑得多久？白大哥，你先带人突围吧，我来断后。丁玉峰对着那道身影大声呼喊起来，然后又是一锤击出。轰！扑来的怪物显然力量甚强，这一锤击出，他反而被反震力震的双臂发麻。没有意义，放心好了，我的技能配置跟其他追求爆发的法师不同，在持久作战上远超他人，再战斗1个小时都不成问题。听到他的呼喊声，那道身影摇了摇头，说道：这个位置是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怪物只能从正面攻来，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下，传送门位置未定，盲目突围并不可取。好吧，你说的也有道理，就听你的吧。丁玉峰呵呵冷笑说道：其他营的那些家伙想要趁机打劫，这一次把自己也赔进去了，大不了最后大家一起复活回去算了，大家都亏了，那就等于没亏。谁说亏了？他身旁的一名女职业者轻笑一声，从地面上拾取起一枚拳头大的灰烬，笑道：这次收入了这么多灰烬，明明是赚大了，有白大哥带着咱们，定能平平安安回去的，你担心什么？一时间附近响起了阵阵附和的声音。显然被困在这里的职业者数量并不少，而他们对于白牙同样有着相当的信心。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白牙，正是此刻魔法杖上不停飞出各系魔法的那人。他面上维持着笑容，但暗地里却已经微微叹息，心情颇为沉重。又过了一会，他终于做出了某个艰难的决定，一咬牙说道：我这里还有一些属性水晶，你们都靠近过来，拿去用掉，属性面板应该能够提升一些，接下来的战斗也会轻松不少。说话间，他一边持续释放着各式魔法技能，一边向着后边缓缓退来。一直以来，他明明是大法师之身，却没有躲在队友们的背后，反而站到了队列的最前边。对于法师系职业来说根本难以想象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却做得理所当然。白大哥，那些属性水晶是你自己一直省下来的，为了留给小琪用的，我们怎么能用？就是我再不争气也不能想这种事啊。倒是我这里还有一些余下的属性水晶，白大哥你拿去用掉吧，属性加在你身上，明显比加在我们身上有用多了。没错，我这里也还有一些属性水晶，要是别人我不敢说，但跟白大哥你使用的话，绝对是个血赚不赔的投资。一时间，在场众人纷纷开口，但话语之间却根本不打算听从白牙的建议。在灰烬之中的这段日子里，他们都有目共睹，知道这位白大哥是如何节省出这些属性水晶的。你们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有轻重缓急，这个时候就不要想那么多了。白牙面带感动之色，但仍旧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咦，不对！正在这时，一位医师系职业者惊呼起来。他一直处于队伍的最里层，纵观全局，看着情况给队友们加血辅助。而这个时候，对于整个局面把握程度最高的他，忽然察觉到了某种异常的发生。怪物变少了，至少往我们这边的怪物变少了。这一波怪物潮似乎正以极快的速度退去。得到了他的提醒，其他人也很快察觉到了这种异常。确实，没有那种怪物源源不绝攻上来的感觉了，好像击退一次怪物，能够歇息的时间都多了许多。难道说其他营的人击退了怪物潮？不可能，我们营也只能依靠地形勉强自保而已。其他营就算整体实力上比我们要强上一些，也绝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实力。不是其他营击退的话，那么难道是天色变暗的影响？因为天黑了，这些怪物要赶着回家吃晚饭。醒醒吧，我们就是这些怪物的晚饭。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在这种紧张的局面里，竟难得的变得轻松起来。白牙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离奇的变化，他一边维持着魔法技能的稳定输出，一边说道：不能掉以轻心，你们先稳住阵脚，我慢慢向外边看看，如果怪物潮真的退去了，那正好趁机找寻返回3层的传送门。其余众人都点了点头，服从他的这种安排。然而等白牙将自己身前剩下的怪物击杀，慢慢向前走出一段距离时，浓郁灰雾却忽地翻滚，一阵风声向他扑来。带起风声的显然是一件沉重的武器，应是来自于近身战斗类职业。作为一名大法师，被一位近身类职业者靠到这么近，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但白牙却不慌不忙，手中魔法杖顶端光芒闪烁，瞬间便有几道魔法飞了出去。那是一道小旋风，一道小闪电，一根小冰锥。一瞬间而已，
他便已经释放出了3道魔法。这显然都是一些低阶的魔法技能，但在顷刻间施展出来，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啊！敢电我，找死！灰雾背后传来了这样的怒喝声，显示那一道小闪电击打在对方的金属武器上，电流顺带着攻击到了武器的主人，而剩下的小旋风和小冰锥都攻击到了那柄武器上，将沉重的武器击杀的倒退回去。白牙的危局顿解。待在灰烬的这段时间里，因为灰雾时时笼罩的限制，白牙一直将精力花费在各种低阶魔法上。此刻的他已经能够做到瞬发这种小魔法的程度。虽然没有高阶魔法的强大攻击能力，但在灰雾中的自保能力而是远远胜出的。这也是他身为一个大法师却敢于战斗在最前线的底气所在。老乔，是你吗？天色已经愈发昏暗，混杂着灰雾，哪怕只是这么点距离，相互之间也仍旧看不真切。白牙是从那熟悉的嗓音察觉到了异常。挥动武器的风声停息，对面灰雾中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我老乔又砍错人了。第145章，你负责。嘎嘎。乔亮有些郁闷。和白圣琪一起进入到这灰烬4层之后，他便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成了个小跟班，还是那种半点忙都帮不上的小跟班。本来嘛，以他的实力，在3层里咬咬牙还能砍2只怪物，一旦到了4层，哪怕是随便来一只怪物，他恐怕都要拼死一战了。倒不是他太弱，实在是他这个职业分支的特性如此。怒战士一旦彻底放开来战斗，输出能力显然是十分可怕的，但与此同时，他的脆皮程度也是十分可怕的。这种用生存能力换取输出能力的战斗方式，打弱一点的怪物当然是无往而不利，但一旦遇上足够强大的怪物，短时间无法解决战斗的话，被解决掉的很可能就是放弃了大部分生存能力的他自己。白牙将他留下守护灰池，显然也有着这方面的考量。他的自保能力太差了，去到满是强大怪物的4层，被怪物一围，顾此失彼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是最快复活回去的一个了。陆战士这个职业想要有所作为，除非是有着大量的血瓶作为补给，又或者带着一名御用医师。只不过在灰烬之中，每一名医师系都是团队的宝贝，怎么可能这么奢侈的给他专人专用？这一次踏入4层，同行的却偏偏有白圣琪这么个加血量爆棚的医师系。乔亮满心欢喜：小杰，等会记得帮我加血啊！你乔叔叔，我要大杀4方了！举着战斧，他大踏步向前，头颅高昂。4层的怪物，你乔爷爷来了，我要打10个。然后他就发现自己想多了，并不是说完全遇不到怪物，事实上遇到的怪物数量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外。只是前方那个举着金光闪闪的双手大剑，一剑一剑劈砍，像割麦子一样收割着怪物的存在，是什么鬼？那真是跟着自己一路过来，加血技能很不错，职业是医师系的白圣琪吗？自己的这个大侄子表现出来的画风，为什么完全出乎了自己的想象之外？小琪、圣琪、齐哥，给我老乔留一个啊！乔亮连忙举着战斧冲上去，但很遗憾，他连口汤都没能喝上。白圣琪一旦认真出手了，这4层里的怪物便是再强，也根本就不够看。黄金圣光拟态成的武器虽然没有任何属性附加，但是它本身的攻击力已经足够强大，一剑砍下去便是近1000万的伤害值，更不用说还有阴阳一针和其上附加着的焰魔杀一攻击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些4层怪物在他的手底下根本就没有一合之敌。乔亮冲上来的脚步再快，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怪物化作白光消散，而白圣琪已经是杀上了瘾，一路向前杀去。怪物似乎也察觉到了他这么个强大的对手，一波一波如同潮水般涌来。这一路过去，他击杀的4层怪物已经不知有多少，被他从怪物围攻之中解救出来的职业者也人数众多。只不过他击杀怪物的效率太高，击杀之后便迅速远去。众多职业者虽然惊异于怪物的消失，却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白圣琪所造成的。浓郁灰雾和昏暗天色中，白圣琪的目力更具优势，很快便找准了方向。等到他终于停下来时，一路过来都十分憋屈的乔亮终于从他身后冲出，向着前方有所变化的灰雾区域挥斧砍去。以他在灰烬里生活了这么久的经验，那里必定是有怪物冲出来了。一路过来击杀了那么多的怪物，那小子终于是累了吗？很好，如今是我老乔的舞台了。他的心里涌起了各种各样的热血台词，此刻只觉得自己挥动战斧的力量都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怪物，拿命来吧！然后便是电光闪烁，旋风和冰锥击歪了自己的战斧。战斧上传来的电流麻痹身躯时，对面传来了熟悉的声响。哦豁！大局已定，乔亮满心苦涩，辛辛苦苦往这4层跑了一趟，结果半点表现的机会都没有，自己就光跑了个寂寞。老乔，真的是你？你怎么到4层来了？灰池那边怎么样？还好吗？
从灰雾中走出的白牙一眼就看到了乔亮，魔法杖前端闪烁的光芒迅速暗淡下来。他问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显然对于如今3层的情况十分关注。好得很。虽然没有用武之地让人有些伤感，但成功和白牙回合，乔亮还是十分高兴。对了，我带着小琪看你来了。小琪？白牙面皮一抖，下意识地往乔亮身后看去。而同一时间，乔亮身后的灰雾涌动，白圣琪已经从中走了出来。父亲，低沉的2个字从白圣琪喉咙里涌现。刚来到这个世界的自己无比弱小，完全没有足以支撑活下去的能力，是这个男人给了自己最需要的庇护。虽无血脉相连，但面前的这个男人足以担得起这2个字。小琪，白牙整个身躯都禁不住抖动起来。久久无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良久，白牙走进白圣琪，拍了拍他的肩膀，极力平复着心中的激动。我来找你。白牙目光一颤，他十分明白这短短的几个字里包含着什么。显然，从自己当时失陷开始，这个想法便已经埋在了对方的心底，而能够走到这一步，其中的过程想必也并不简单。白牙，你是不知道，小琪这家伙如今变得可强大了，一路过来，我老乔抢怪都差点抢不过他。一旁的乔亮夸张的大声呼喊。白牙又深深的看了白圣琪一眼，沉沉点头。虽然看不透具体的属性面板，但他很显然感觉到了白圣琪的强大。这本是不合理的，但他却并不问原因，只是展颜笑道：好，很好，我这里正好给你留了一些属性水晶，你用掉之后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白牙正要从背包空间里取出属性水晶来，一旁的乔亮摇了摇头。白牙，别高兴昏头了，他们呢，别都复活回去了吧？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等他们了。白牙这才轻轻呼出一口气，从久未经历过的激动之中平静下来。你个死老乔才复活回去了呢！白牙身后的浓郁灰雾里，恰到好处地传来了这样的话语。这些人放心不下白牙，眼看怪物彻底消散了，都一起跟了过来。众人汇合后，一眼就看到了队列中突然多出来的乔亮和白圣琪。虽然急切间没法细聊，但很快都理清楚了白牙和白圣琪的关系。其中有几个是一直跟着白牙的老队友，对于白圣琪的成长更是惊喜无比，甚至有几个马上就要掏出属性水晶当见面礼。最终还是白牙压了下来。天黑了，这4层不可久留，先回去再说。队列里一人笑道：老乔他能从3层过来，想必路上已经没有危险，咱们这就一起往回赶，找寻返回3层之路。乔亮整个人都不太开心了，他绷着一张脸说道：丁玉峰，你说清楚，什么叫我能过来？路上就没有危险了？那是我跟小七一路上嘎嘎乱杀，把道路打通的好吗？对，你负责嘎嘎，小七负责乱杀。第146章，并不意外的伏击。天色越来越暗了，白营的众人在白牙的带领下，在4层之中向前探索着。行进之中，乔亮遗憾地开口说道：可惜了，先前急着赶来救援你们，一路上遇到其他营的家伙都没有空隙收拾，让他们躲过了一劫。事实上，就算他没有提起，白营的其他人这时候也已经有些疑惑，因为一路上过来，除了没有看到怪物之外，其他营的人竟也完全不见了，好像就在某个瞬间，这些人和怪物同时消失了一般。先前在3层的时候，也是传送门突然扩张，这才将附近的我们全部传送到了4层来。所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队列里有人这样推断道，在不久之前的某个时刻，传送门再次出现，将位于附近的怪物与职业者全部纳入进去了。他的这种推断很明显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丁玉峰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挺有道理，说不定真是如此，只不过因为我们离得远，传送门扩张不到这边来，所以我们才没有被纳入进去。这个时候乔亮也点头道：也许真是如此，我们从3层到4层，那传送门的位置离这边是最远的，一路上反而是要先经过其他营人所在的地方。众人一边交换信息，一边继续前行。白牙沉声道：不管这些了，天色彻底暗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咱们慢慢向着周边散开，争取尽早找到那传送门的所在。话音才落，众人将要散开时，白牙却又已经叫道：不用了，跟我来，传送门在这边。原因是这一刻白圣琪低声在他耳边告诉他，那传送门刚好刷新了，就在右边数百米外。灰雾浓郁，加上天色昏暗，但白圣琪却能看清数百米外的景象。白牙自己都看不出多远，但是对于白圣琪的话语，他却是全盘接受，没有半分怀疑。虽不是血脉相连，但白圣琪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论对白圣琪的了解程度，这世上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很清楚，白圣琪并不是那种胡乱说话的人，就像他信任白圣琪一样，队列中的其他人
同样也对他有着相当的信任。没有多余的一句话，所有人都紧跟着他的步伐向着右边走去。得跑起来才行，那传送门光芒开始闪烁，恐怕是不稳定，又要关闭了。在白胜奇的提醒下，白牙带着队友们飞速向前奔行。尽管到目前都没有看到有怪物出现，但队里的众人仍旧是有一些担心。几名皮糙肉厚的职业者当先冲到了前边。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让白牙这个大法师去敛探草丛，但这种想法显然是多余的。众人一路畅通，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这可以说是他们进入4层后所走过最轻松的几百米路程了。有人甚至用原来如此的目光看着乔亮，并暗暗点头。假如一路上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话，那就难怪乔亮这个家伙能够一路畅通的杀到自己面前来了。毕竟路上啥怪物都没有了，根本无需拼杀，也就提个斧子做做样子就完全可以了。因为天色昏暗，又有灰雾阻挡，所以乔亮并没有能看到这些人的眼色。不然的话，他高低又要争论一番，表示他乔亮并不是这种摸鱼划水的角色。抓紧时间，传送门在闪烁，快要消失了。有人这样喊叫着，一名职业者快步走到前边，身形一晃之间已经趴伏在地，变化成了一头岩土巨龟。这显然也是一位唤醒尸系的职业者。岩土巨龟向着后边众人点了点头，一头冲进了光芒漩涡之中。这是白银众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默契。传送门的对面，其他营的人说不定还埋伏着，但穿过传送门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这边需要做一些预防措施。那位职业者的岩土巨龟状态显然是属于皮糙肉厚的一类，由他打头阵，第一个通过传送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即便遭受到了其他人的袭击，以这位的岩土巨龟状态，也不至于会被秒杀掉。小心点，白牙叮嘱道，随手一挥，魔法杖闪起光芒，给那岩土巨龟上了2个辅助魔法。法师系职业者一般都有一颗当移动炮台的心，像他这样还学习了辅助魔法的少之又少。下一刻，加上其他职业者施加的辅助技能，这头岩土巨龟顶着一身的 buff 冲进了传送门之中。走！在心中默数了2秒钟后，白牙招呼着其他人一同踏入了光芒漩涡之中。白胜奇也紧随而入。这光芒漩涡有个奇异的特性，看起来不怎么大，但无论多少人同时踏入，它都能容纳得来。果不其然，白银众人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的。白胜奇才刚刚从传送门里踏出，眼前便已经被各式光芒所充斥，雷电、风暴、冰雪、火焰、岩土以及密密麻麻飞过来箭矢，还有各种各样一时说不清楚的攻击方式。仅仅只是2秒钟的间隔而已，先一步穿过传送门的那头岩土巨龟，此刻血条已经岌岌可危。若不是提前被施加在身上的各种辅助技能，此刻的他甚至早就复活去了也说不定。面对着这种暴风雨一样的攻击，岩土巨龟没有任何侥幸心理，果断地趴伏在地，四足和头颅收起，整个龟壳像是要跟地面融为一体。下一刻，他竟像真的和地面融合了一样，和大地有了种浑圆一体的感觉。他的血量开始自行恢复起来。白胜奇心中一动，这只岩土巨龟的情况跟他遇到过的大地之盾技能差不多，都是和地面相接后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不过眼前的岩土巨龟显然更胜过大地之盾一筹，除了防御力的大幅度提升，自身也获得了一个出众的生命回复效果。他的这种防御状态，单挑时当然是能够极大的恶心对手，但在此刻攻击他的却并不仅仅只有一个人，大量的攻击倾泻而来，即便是这种状态也显然支撑不了几秒钟。动手！无需白牙指挥，紧跟而来的白银众人也齐齐行动了起来。其他营的人确实是多，但岩土巨龟先吃掉了大波伤害，消耗掉了对方一轮技能，自己这边并不是完全不能打。白胜奇也没有闲着，一边留意着父亲白牙的情况，他一边抬起手来释放了一个急速治疗，加1265000，达到了6级的急速治疗，瞬间恢复1000多万血量，直接将岩土巨龟摇摇欲坠的血条拉回到安全线上。第147章留守人选。战斗结束得很快，白银的整体实力当然是不如其他各营的，但问题是这一次他们之中多了一个白胜奇。手持黄金双手大剑的他，身边奔涌着纯黑衣针的洪流，如同一头猛兽在战场里横冲直撞。他所过之处，那些职业者要么是被他大剑一挥带走，要么就是被奔涌而过的衣针洪流吞噬，瞬间化作白光消散。他一个人击杀的人数几乎胜过了整个白营加起来。战斗才刚开始没有多久，在白营众人瞠目结舌之中，其他各营的职业者便已经瑟瑟发抖地向后撤退了。白胜奇没有见好就收，又尾随着冲杀了一阵，到最后连你太初黄金长弓都追不上了，才悻悻而归。也就是这灰烬之中不能飞行，不然他感觉自己能将所有来犯的人都团灭了。返回之后，
白胜奇发现白银众人看向自己的目光之中，已经不仅仅只有震撼了，那是震撼之中带着惊恐，惊恐之中又带着些畏惧的情绪。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强大，人总是很难平常心以对。白大哥，你这儿子不得了啊，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有人啧啧赞叹。白牙满心的欢喜，笑得合不拢嘴。他当然知道白胜奇拥有这样强大的实力并不合常理，但是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些并不重要。众人很快回到了白银之中，而先前有乔亮和白胜奇的一轮冲杀，营里灰池那边也守得很稳固，并没有出任何事。这一天过分漫长，这个夜晚白胜奇是在灰烬之中度过的。第二天，得益于白胜奇带来的信息，白银众人都存着返回外界的心思。自从进入这灰烬之中后，他们一直寻找着重新返回外界的可能性，但外层入口一直没有再次出现，他们几乎都已经绝望了，已经存了永远待在这灰烬之中的打算。他们在外界几乎都有家人存在，长久的思念如同毒蛇一样是咬着内心，如今入口再现，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这种的渴望。更不用说许多人经验值早就提升到了当前的极限，只是在灰烬之中没法转职，才一直卡在原本等级。如今返回外界，除了见家人之外，当然还要去转职的。一旦转职成功，提升直接之后，以他们强大到离谱的属性面板，实力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灰烬之中，白银所属的灰池却也必须有人留守才行。虽然困在灰烬之中许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灰烬绝对算得上一块宝地。在这里面出产的灰晶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白银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当然不会舍得就这样放弃这个灰烬里的据点。返回外界之后，他们终究还是会继续到灰烬里来的。这里面出产的灰晶是他们绝不愿意舍弃的资源。你们都出去吧，我一个人留守就行了。白银之中，白牙这样说道。白银连他在内，此刻一共24人。许多人熬不到这一天，在消耗完额外的复活机会之后，都彻底消亡了。白大哥，你也早就到等级极限了，这次出去进行5转，那咱们在灰烬之中就谁也不怕了。对，我在外界也没有家人了，不急着出去，让我来留守吧。你们都出去。不行，你一个人留守太危险了，万一其他营的人组队前来，不但灰池守不住，你恐怕也结局难料。白牙并不同意，摇了摇头说道，还是我来吧，除非你们之中谁的实力能够胜过我，那我就让给你。众人一下子沉默下来。作为白银中唯一的一个4转职业者，其他人的实力又怎么可能胜得过他？眼见众人不是那么坚持了，白牙又笑了起来说道，我又没有说我永远不出去，只是有个先后顺序而已，等你们出去转职后回来，到时候再轮到我出去不就行了？众人终于被说服，向白牙道别后，结伴离去，到外层去寻找离开的传送门了。等到众人离去，白牙这才对白胜奇说道，你也跟着他们一同离去吧，这些属性水晶你带上，应该能让你的面板再有一个不小的提升。一堆属性水晶被他从背包空间里拿出来，在灰烬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每一枚属性水晶都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实力增长，提升生存率。但白牙却偏偏在这种环境里还省出来了如此多的属性水晶。在灰烬之中，这种行为并不理智，只能说是父亲的拳拳爱子心了。白胜奇却并不打算收下这些属性水晶，他甚至从背包空间里将自己一路过来收集到的属性水晶也拿了出来。父亲，你都拿去吧，将这些属性水晶都使用了，然后进行5转，实力必然还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我要留守灰池，等晚点再出去。而且属性水晶，我背包空间里还有的。白牙笑着，并不打算听从白胜奇的建议。眼见说服不了白牙，白胜奇忽地抛下所有属性水晶，猛然向外冲出，半个身躯遮掩在浓郁灰雾之中。父亲，你先前也见识过我的实力了。老实说，如今这灰烬之中，没有谁会是我的对手，留守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而且我等级还没有达到极限，正好在里面刷刷怪，升级，顺便打点灰晶。他时刻准备着跑开，喊道：我不管，反正那些属性水晶我不要，你看着办吧，别到时候其他营的人都外出转职回来了，你还是4转，可就守不住这白营了。看着打算耍赖皮的白胜奇，白牙有些无奈。作为父母，果然很难赢得了孩子，但他统领白营这么久，自然也不缺决断的能力。迅速的思考了一下，他说道：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先出去了，但咱们说好了，等我回来了，你一定不能再找借口，要马上返回外界，知道吗？白胜奇当然是连连点头。白牙颇为担忧，灰烬通往外界的传送门虽然出现了，但谁能保证这传送门又会一直存在呢？万一又像之前那样，待在其中的白胜奇恐怕就要长久的被困在这灰烬里了。但事已至此，过分的迟疑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白牙一咬牙，将属性水晶收起，站起身来。好，我这就走了。有一件事你要记住，经过我的观察，灰池的能量是有限的，这么久以来一直消耗，
如今灰池的能力已经不足之前一半了。他目光闪动，说道：“等到灰池能量彻底耗尽，恐怕职业者就不能再在这灰烬之中复活，那些灰晶也不能依靠灰池转化为属性水晶了。其他营的人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一点，才想着要抢夺白营的灰池控制权。”白圣琪点了点头，表示了解。不过，灰池能量耗尽后，灰晶转化为属性水晶的方法当然还有的，那便是通过外界的手段，以怪物精粹作为另一种材料。不过，早就困在了灰烬之中的这些人应该不知道。我走了，你万事小心。白牙只是告知了灰池能量衰减的事，并没有另外叮嘱什么。显然，他并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要求让白圣琪肩负上一些不必要的责任，因而陷入险境之中。但白圣琪的心中当然早就有了自己的一番想法。第148章刷取灰晶。白银众人已经离开了灰烬，这一次外层入口出现后，似乎维持得十分稳定。他们没有花费太多功夫，便已经找寻到，轻易返回了外界。至于他们返回外界之后会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也很容易想象得到。其他各营的人想必也会如此。白圣琪目视身后的灰池，看着已经变得寂静无比的白银，微微一笑，身形突兀消失不见。这一天颇为漫长，自从清水城里离开到现在，他终于再一次进入了练功房之中。此刻他的练功房仍旧跟原来一样，是黑铁 LV3。白圣琪没有任何迟疑，直接选择了早就想好的套路。练功房中心总共30只怪物瞬间刷新出来，这些怪物全都是外界所没有的，正是他进入这灰烬之后击杀过的怪物。纯黑衣真如瀑倾泻而出，手中黄金双手大剑也是以劈山斩海之势向前挥砍，让灰烬各营之人都忌惮不已的这些怪物，在白圣琪的手底下成片的倒下。经验值、属性点统统入袋来。而白圣琪的另外一个考虑也理所当然的没有落空。练功房的地面上大量的光团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里面包裹着的正是一枚枚拳头大的灰晶。灰烬怪物的掉率本来算不上特别高，但是在练功房的30%掉率加成下就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每3只怪物便能够稳定掉落出一枚灰晶来。一次刷新30只，白圣琪收获到手的灰晶数量在10个左右。这种等阶的灰晶转化成属性水晶之后，一个能够提供20点的自由属性点，也就是说每刷一波怪，他能额外获取到200点的自由属性点，这比他练功房自带的全属性提升效率都强多了。白圣琪心中的兴奋几乎难以抑制。果然，配合上灰烬之中的怪物，这才是练功房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当然，这些怪物确实比较强大，白圣琪也已经做不到成群的秒杀。尽管击杀需要消耗的时间长了不少，但这种方式仍旧是最划算的。5个小时的练功房使用时间很快过去，白圣琪重新出现在外界，一番刷怪，他的等级和属性面板都有不小提升。而此时此刻，他的背包空间里更是已经堆放了大量的灰晶，因为数量太大，白圣琪没有仔细清点过，不过估摸着至少不低于3万枚。当然，这些都只是灰晶，想要转化成能够提升属性点的属性水晶，还得经过灰池的转化。眼前就有一个灰池，但白圣琪会直接用这个灰池进行转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父亲白牙处得知，这个灰池的能量已经仅剩下原来的一半了，还会不停的被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2万枚拳头大的灰晶放进去转化，难保不会将整个灰池的能量都彻底耗尽。而对于这种情况，白圣琪的解决办法也十分简单直接，那就是到其他营去使用别人家的灰池来转化灰晶。这种不当人的做法，事实上灰烬中的许多人都想到过，只不过并没有人能够真的实行起来。因为灰池是一营之根基，是每一营都最为看重的资源，敢对灰池动手，便要承受整个营的全力抵抗。哪怕是诸营之中实力最弱的白营，也绝不会任由他人前来掠夺灰池资源。先前白圣琪看到的那一次，便是白营众人死守灰池的局面。守着自家的灰池，被击杀后马上就能够在池中复活，哪怕实力稍弱，但也并不会轻易被击垮的。白圣琪心里当然也明白这些，但他就是大步向外走去。至于白营的灰池，他并不打算守着，反正万一被占据了，再夺回来便行了。抱着这样的心思，白圣琪远离了白营的所在。灰烬3层很大，但大部分是还没有被探索的区域，之前那些职业者能够休养生息的范围却相对有限。在灰雾之中，目力极强的白圣琪可以看出极远，而有灰池的地方，灰雾都会变得稀薄许多，正是各营的所在。这并不难找，没过太久，白圣琪便已经接近了某一片灰雾稀薄的区域。不出所料，这片区域里果然有一个灰池，而看周边的建筑设施，显然正是某个营的驻地。只不过这里面同样是人去楼空，没有了声息，大部分人显然也是返回外界了。
白胜奇丝毫没有拿自己当外人，悠哉悠哉地向着营里的灰池走去。且慢，你是哪营的人？正举步前行时，一个声音响在了他耳边。白胜奇循声望去，见是一个满面胡子的职业者。那职业者骑着一头巨熊兽，手执3米长的大锤，浑身肌肉虬结，充满了力量感，仿佛一锤就能将整座大山砸垮。这想必就是此地留守的人了。白胜奇笑笑，并没有回答，继续慢悠悠地向前走出。之前的战斗力他大杀四方，但好像没有见过这人，不然的话，这人不会这么大胆，仍敢拦在他的面前。吼！那职业者显见是怒了，但他胯下的坐骑显然比他愤怒更甚。吼声过后，巨熊兽4足迈动，向着白胜奇扑来。到了身前时，那巨熊兽半立而起，一只巨大的熊掌向前扇来，风声烈烈，看得出来这一掌力量惊人，便是一座小山也能轻易击碎。不要说这个职业者本身了，单单只是这一只巨熊兽坐骑，实力便已经胜过了许多职业者。有意思。白胜奇暗暗点头，不闪不避，同样没有后退，只是捏起拳头，一拳向前迎去。哦！双掌交击，结局却出乎那持锤者的意料之外。巨熊兽痛苦嚎叫，整个巨大的熊掌被白胜奇一拳砸得稀烂。剧烈的痛苦之中，巨熊兽暴怒起来，双眼血红的张开大口，猛地向面前白胜奇的头颅咬落。大口之中，锋锐的长牙如同钢刃，若被咬中，恐怕也不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但白胜奇却并没有半点畏惧，只是继续捏拳，又是一拳砸下。轰！一声巨响，那巨熊兽趴伏在地，整个熊头都已经被他这一拳砸烂，死得不能再死了。这具熊兽力量虽然惊人，但跟属性面板高的离谱的白胜奇比起来，却没有半点胜算。坐在巨熊兽背上的职业者一个不慎，直接从熊背上滚了下来，跌了个狗啃泥。啊！爬起来的持锤职业者愤怒了，大叫声中一锤向白胜奇砸来。但很显然，这样的行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白胜奇目露冷光，依旧是捏起拳头，向着那大锤迎去。轰！大锤炸裂，白胜奇的拳头去势未止，直接将那柄大锤的主人也砸成了白光。很显然，困在灰烬之中这么久，这些职业者的生命之所早就已经消耗掉，根本没有进入锁血状态的机会。不远处的灰池里，光芒闪过，一道身影出现，持锤者再次满血复活了。只是此刻的他却再也没有了半点勇气，连多看白胜奇一眼都不敢，转身就向远处逃去。守护灰池什么的，他早就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可惜他知难而退了，白胜奇却没有见好就收。一道黄金剑矢飞来，报出了今天的伤害数字，直接将他击杀。又经过了一次练功房刷怪之后，白胜奇的属性面板再度增长，哪怕是面对灰烬里这些相对强大的职业者，也仍旧能够做到一击秒杀。面前的灰池里，身影再次出现，那人显然又复活了。白胜奇目光冰冷，再度弯弓搭箭，在那人的求饶声中一箭射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他的实力不够强，刚刚早就已经在对方坐骑的熊掌拍击下死于非命了。这一次灰池之中再也没有身影出现了，很显然刚刚已经是那位职业者的最后一次复活机会。这名职业者已经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如果说在外界职业者们还会在意协会的禁令，不敢放得太开的话，那么在这灰烬之中，杀戮才是真正的主旋律。看着面前的灰池，白胜奇收起了弓箭拟态，大步踏入其中。第149章，你不能出去。白胜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灰池之中走了出来。事实上，走不走出来也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因为原本存在的灰池此刻已经消失无踪。他背包空间里的3万枚灰晶，只是转化了不到8000多枚而已，便已经将这个灰池的能量全部耗尽。而随着这个灰池的能量被耗尽，白胜奇也察觉到一些变化开始在身边发生。本来灰雾极为稀薄的这片区域，此刻灰雾又渐渐变得浓郁起来。按这个速度，恐怕要不了多久，这整片区域，包括那些建筑群，都会被浓郁的灰雾所掩盖。到时候，灰雾之中的怪物将继续在这片区域里肆虐。简而言之，失去了灰池之后，这片区域已经不再适合职业者们休养生息了。白胜奇就这样毁掉了另一个营的驻地，这本就是他的计划一环，他没有半点内疚，又加快脚步向着下一个地点走去。而在这个赶路的过程之中，刚刚转化成功的8000多枚属性水晶也被他使用掉了。这些拳头大的属性水晶，每一枚都能够提供20点的自由属性点，总共8000多枚，一共提供了17万点的自由属性点。略微考虑之后，白胜奇将这17万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平均分到了6项属性上。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也许还需要考虑单独点哪一项属性才能够效果最大化，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但他却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一点。练功房在手，他往后只会源源不绝地收获到灰金，平均分配属性值，让自己成为一位没有短板的6边形职业者，才是他该做的。17万自由属性点加完，直接让他的6项属性各提升了接近3万点。而下一个灰池的所在又已经在望了。又是新的一天，忙完了一切之后，白胜奇站立在灰烬3层的最后一个灰池上。这是属于白银的灰池。白胜奇并不打算将这个灰池也纳入自己转化灰金的计划之中。不过短短2天之间，他便已经将灰烬3层游荡了一遍，除了白银的所在，其余灰池全都在转化灰金的过程中宣告消亡，彻底从灰烬之中被抹去。而这2天，白胜奇转化成的属性水晶足足有6万枚，其中3万枚已经被他直接使用掉，而剩下的一半，他将支留在了背包空间里，暂时没有动用。3万枚拳头大的属性水晶，给他带来了60万点的自由属性点，也就是6项属性各加10万点的提升。仅仅只是在灰烬中2天的收获而已，就已经等同于他在外界努力那么久的成果。他站立在白银灰池里，目光落向远方，远处灰雾涌动，显然是有人接近了。2天时间过去，去往外界的人应该也有一部分要返回了。来人已经越来越近了。终于，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白胜奇的跟前。小奇，你果然还在，这2天没事吧？正是怒战士乔亮，只不过如今的他早已经进行了转职，达到了4转，实力也是水涨船高，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位怒战士了。当然没事了。白胜奇笑了起来，说道：乔叔叔，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得出去一趟，不多待几天吗？待个鬼啊，你是不知道，外边……话说到一半，乔亮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停口，没有继续说下去。然后他不着痕迹地对白胜奇说道：对了，小奇，你父亲白牙说他在外边还有些事情要做，让我进来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先在这灰烬里打打怪物练练级，顺便刷刷灰金，提升一下实力，不用急着出去。这可跟父亲离去时的说法完全不同。白胜奇眉头一挑，心中颇为疑惑。其他人呢，也都有事情要忙，没有回来。乔亮轻咳一声，目光有些躲闪，说道：没错，他们也都有事情要忙，不像我老乔一样，光棍一个，想去哪就去哪。白胜奇愈发疑惑起来，他紧紧地盯着乔亮的双眼，不着痕迹地说道：乔叔叔，你来得真巧，正好我等级到极限了，要出去转职，这灰池就暂时请你看护一下好了。话音落处，他举步就走，这一下可把乔亮急坏了。他连忙伸手去拦住白胜奇，大叫一声：你不能出去！我怎么就不能出去了？白胜奇脸色有些不好地看着乔亮，问道：乔叔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算了，特么的，他们就不该让我老乔过来。乔亮一番纠结后，终于没有办法藏住心思，干脆破罐子破摔，叫道：外边都变天了，过2天清水城还能不能继续存在都说不好。什么？白胜奇一惊，两眼瞪大。我几天前进来时不是还好好的吗？他实在没有办法想到，短短2天之内，清水城会发生什么大变故。难道是当时自己击杀了一次的猩红魔岛，复活后不管不顾地对清水城进行发泄般的屠城之举？可能性不大。先不说那猩红魔岛是协会总会来人，不敢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来。就算那家伙真的脑子被驴踢了，敢做这种事情，包括猎师糊涂在内的整个清水城职业者，怎么也能够抵挡得住。就算清水城那些职业者都是烂泥扶不上墙，但2天前从灰烬里返回的众多职业者，可都不是普通职业者。使用了大量属性水晶提升面板属性后，这些职业者的实力早已经不可以常理推断。别的不说，单单就只是眼前的这位乔叔叔，一个人就可以收拾掉那猩红魔岛了。又或者是灰烬里出去的其他各营之人，但白银能够在灰烬之中存在这么久，显然抵挡他们一段时间也绝不会是问题才对。怎么也想不明白的白胜奇皱起了眉头，再次问道：清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怪物狂潮？乔亮的脸色十分难看，艰难地说道：在清水城区域50年前发生过的那一幕又再次重演了，而因为灰烬的异变影响，据说这一次的凶险程度还要数倍于50年前。第150章，你放心去吧，我们返回之后第1天什么事都没有，大家都乐呵呵地进行了转职，实力各自提升极大。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只是我们返回的第2天，情况就有所变化了。灰烬之中，乔亮的声音带着微微战栗：大量的怪物，真的是大量，我老乔敢打包票，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怪物。怪物多也就算了，偏偏还强得离谱。乔亮苦笑，以我们在灰烬之中这么久的属性面板提升，
加上正好又转了直，哪怕是清水城4个方向上的野区怪物全部冲上来，说真的，咱们都可以不当回事。只是什么？眼看乔亮又要陷入某种迷思之中，白圣琪连忙出声打破了他的这种状态。只是这些怪物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强得过分离谱了。我敢肯定，即便是灰烬3层里的怪物，都绝没有这些怪物那么强，比灰烬3层的怪物还强，而且数量还多得离谱。白圣琪总结出了这2点，一下子就明白清水城面临了什么。也幸好是灰烬之中的众人返回了，不然的话，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怪物狂潮，清水城中的职业者恐怕连一个照面都抵挡不住。乔亮又叹息道：可惜其他营的家伙不知道返回了哪座城，好像这个灰烬的传送门通往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不然有那些家伙帮忙的话，守城的压力应该会小很多。那些家伙虽然远不如我老乔，但实力毕竟还是有一些的。至于他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灰烬之中，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他继续说道：白牙认为此刻的灰烬之中其实是比清水城更加安全的所在，所以打算带着所有人突围而出，暂时躲避到这灰烬之中来。但怪物源源不断的冲上来，根本没人能够冲破怪物的围堵，接近传送门，除了我之外。你问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冲破围堵？因为我很强大，远胜过其他的强大。不，我没问。白圣琪淡淡摇头。既然如此，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其实我的4转职业名为不屈战士，拥有一个短时间内无论怎么承受伤害都不会死亡的技能，懂了吧？事情大致上已经听明白了。3转为怒战士的这位，4转后为不屈战士，应该是依靠着某个类似于锁血状态的技能冲过了怪物群，进入到了灰烬之中。其他人没有他这样的技能，显然是不可能冲过怪物群的，硬要强闯，结局也只能是回城复活而已。如果连额外复活的机会都没有，那就只剩下彻底消亡一途了。此刻的清水城必然处于极度危急的时刻。白圣琪没有继续等待，直接绕过了乔亮，向外层入口而去。你真要去？乔亮这一次没有继续阻拦了，反而转身跟上他，叫道：算了，既然如此，我老乔就舍命陪君子，跟你一起去好了。不，你还是别出去了。白圣琪反而阻拦住了乔亮，说道：这灰烬之中还需要人来守住这灰池，不然等到我们好不容易撤退到灰烬里来，灰池却没有了，那该到何处藏身？那也该是你继续守着灰池，让我老乔再杀出去。乔亮喊道。然而白圣琪这次却不客气了，直接一句话扔了过来：乔叔叔，你再次出去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如果以乔叔叔你的实力能够逆转战局，之前就不用撤退进来了吧？乔亮一时语塞。白圣琪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并没有错。他虽然爱吹牛，但并不是真的没有脑子。自己如今的实力当然远胜过清水城里的许多职业者，但投入到这一次的怪物狂潮里，也就等于在湖面里多扔一个石子罢了，顶多是一个大一点的石子，对战局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影响。我跟乔叔叔你却不同，我的实力，乔叔叔你也是见识过的。我这番出去，不敢说能够彻底击退怪物狂潮，但帮助大部队撤退的话，显然是把握更大的。乔亮紧皱眉头，他当然是知晓白圣琪实力的，他见识过白圣琪出手，也不是1次2次了。可以说，整个灰烬之中，就他对白圣琪的实力了解的最为透彻了。哪怕是自己如今已经4转成功，但扪心自问，仍旧是远远摸不到对方实力边际的程度。好，乔亮一咬牙说道：那你就放心去吧，这回池我老乔守定了，必是池在人在，池失人亡。白圣琪无奈地摇了摇头，倒也不必这样悲壮。闲话不再多说，他的身影消失在灰雾之中，从3层到2层，再从2层到1层，一直到外层。白圣琪发现这一路上过来，竟都没有遇到哪怕一只怪物，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很显然，外界的怪物狂潮跟这个灰烬必然是脱不开关系的。难道说是灰烬之中的怪物全部都跑到外界去了，甚至包括4层的怪物也跑了出去？这种可能性极大。别说此刻的灰烬之中已经没有了怪物，即便是有大量怪物，也依旧不可能阻拦得了白圣琪的脚步。他很快就找到了传送门，顺利的来到了外界。才刚刚穿过传送门而已，白圣琪便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耳边响彻了震天的怪物嘶吼。从传送门里出来的他，直接就落到了怪物群中。不用以侦察之眼去看，单单只是最直接的感受，他便能够感受到这些怪物的强大。这些怪物里最弱的那些，都绝不会比灰烬3层的怪物稍差。换了人一个人落到这种境况，剩下的结局都只有一种，那便是痛快的回城复活。白圣琪当然不一样，随着他的出现，周边所有怪物瞬间都被惊动了，嘶吼声更是瞬间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离白圣琪最近的那一圈怪物已经瞬间向他发起了攻击，而外圈靠得更远一些的怪物也都迫不及待地向他冲来。第151章
有空来接你。城北野区陷入了怪物群中的白胜奇颇有些感叹。练功房里，他最多也只是同时面对30只怪物而已，但眼前的怪物密度显然还远远胜过了练功房中啊。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这堪称是地狱噩梦的场景，却让他很是满意。手中紧握黄金双手大剑，身边纯黑衣针如同奔涌洪流，各种状态技能统统加上，他瞬间就化作了无坚不摧的杀戮机器。围得水泄不通的怪物又如何？对于他来说，都只是些经验值以及将会掉落的灰烬而已。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随着他大开大合的攻击，哪怕是这些强的不可思议的怪物，也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化作了白光消散。地上掉落了大量的灰烬，每一枚灰烬都有拳头大小，跟他之前收获的那些一样。随手一扫，将这些灰烬收入了背包空间之后，白胜奇没有继续跟周边涌过来的怪物纠缠，飞行披风飘荡而起，他整个人向天空飞上。此刻清水城里还不知道情况如何，他当然没有闲工夫留在这里跟怪物搏杀。离开了灰烬，终于能够找回飞行能力，这是一件大好事。从城北野区赶回清水城当然要不了多久，但是白胜奇还是先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件道具来，那正是一个通讯仪。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能够跟父亲直接联系上，但是在灰烬里和父亲重逢时，对方的通讯仪早就已经损坏，因而不能互留通讯号码。此刻他的通讯仪里并没有存着几个号码，他先是拨打了祝小雨的号码。对方作为转职神殿的转职引导员，一般都是待在转职神殿内，应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成为了转职神殿的清水城分店主之后，他得知了有关神殿的一些深层信息。转职神殿虽然处在清水城之中，但跟城中的其他普通建筑并不是一样的。转职神殿本身具备了极强的防护力，与之相似的还有复活神殿。通讯仪很快就被接通了，对面传来了有些激动的声音：“小白，分店主，你到底去哪了？你不在这2天，清水城发生天大的事情了。”“好，我都知道了，我只是想问问你，知道我父亲白牙在哪里吗？”时间紧迫，白胜奇直接打断了对方话语，问出了自己最关注的事情来。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他如果方便的话，当然也可以顺带着救一救，但最优先的当然还是确保自己父亲的安全。他选择拨打通讯给祝小雨，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毕竟其他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近况，身为转职引导员的祝小雨则是必然知晓的，因为从灰烬里出来的众人才刚刚在转职神殿里进行了转职。果然，他提出问题后，祝小雨马上就做出了回应：“你父亲白牙大法师嘛，确实是来过，不过此刻却已经不在转职神殿之中了。他护送了一些职业者过来后，因为神殿已经满人装不下了，他又护送其他职业者远去了。”白胜奇当然明白神殿满人是什么意思。转职神殿虽然能够张开一个强力的防御阵，但范围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得下清水城中的所有人。那我父亲有没有说往哪里去了？听说是往职业者协会那边帮忙激发魔法阵了。复活神殿那边其实不需要专门护送人过去，一开始怪物狂潮爆发时就算满人了，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怪物狂潮爆发的初始阶段，必然有许多职业者来不及反应，瞬间被击杀的。这部分职业者无需护送，会直接复活到复活神殿中。只不过随着被击杀复活的人越来越多，恐怕复活神殿那边也要支撑不住。再待在复活神殿那里，在外围挤不进去的人，依旧也只有死亡这个下场。从祝小雨话语里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推断出，如今清水城的情况已经十分不妙了。白分店主，你现在在哪里？祝小雨再次问道。你好好待在神殿里就行了，其他事情我会处理。说罢，白胜奇直接挂断了通讯，继续向前飞行。此时离清水城仍有不短的距离，而且在飞行之中，同样也有不少怪物向他发起攻击。那是一些拥有飞行能力的怪物，强度和之前地面上的那些怪物相当。白胜奇当然不会被这些怪物绑住脚步，纯黑的衣针围绕着他不停盘旋，如同一个滚动的巨大刀轮，将胆敢靠近的怪物全数击杀。只不过因为飞行速度过快，掉落的一些灰烬他就没有办法拾取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紧要关头，白胜奇当然分得轻轻重，不会因小失大。飞行之中，他考虑了一下，又拨打了通讯仪里的另外2个号码。一个号码是拨给清水商厦的大王老板，双方交易愉快，也算是有了一些交情。如果有可能，白胜奇也不会吝啬于拉对方一把。但通讯仪里传来的声音让白胜奇哭笑不得。白兄弟，你果然很讲义气，不过放心好了，我正好和堂弟一起回2级城市进货，没在清水城呢。听说那边现在情况很不妙，白兄弟你可得当心啊，若是事不可为，还是要趁早抽身才好。很显然，
大王老板很安全，他所在的2级城市完全没有怪物狂潮之患。这一次的怪物狂潮很可能只是发生在和灰烬有关联的城市区域而已。另一个号码则是打给了胡琉璃，都是同学，也算有过一些交集，关系称得上是融洽。白胜奇心里也希望对方能够平安无事，只不过自己的这位同学似乎情况有些不妙。白胜奇，对面的声音嘶哑中带着些惊恐的意味。我被困在城西野区的4级副本里了，我一出去发现外边多了很多超级恐怖的怪物，带我攻略副本的几位叔叔一个照面就被秒杀了。我因为处于3尾妖猫状态才免于一死，连忙又使用一个副本令牌进入了新的副本里。胡琉璃的声音微微颤抖着，这个副本的持续时间快到了，到时候我会被强行驱逐出副本，再遇上那些怪物我就必死无疑了。迟疑了一下，胡琉璃试探着问道，你能不能来救我一下？如果是你的话，那些怪物应该不算问题的。他对白胜奇的实力显然也相当有信心，只是白胜奇的答复却并不能如他所愿。抱歉，城东我不顺路，我如今在城北，正往职业者协会赶去呢。我父亲在那里，我肯定是要先去救我父亲的，你懂吧？我懂。对面沉默了一下，胡琉璃的声音显著地变得低落下来。和别人的父亲相比，自己这个普通同学当然就显得很没有分量了。对了，你就一直待在里面，没有向其他人求救吗？白胜奇下意识地问出这句话来，然后就觉得自己有些愚蠢。以这些怪物的强大程度，哪怕是胡琉璃的爷爷猎师糊涂前往，也只有送人头的份。果然，胡琉璃苦笑着回应，我不敢跟爷爷求救，以他的性子，就算是会耗尽所有复活机会，他也一定要来救我的。之前他打通讯过来，我骗他说我复活回城了，在复活神殿里。你怕你爷爷消耗复活机会，倒是不怕我消耗复活机会啊。白胜奇嬉笑一声，对不起。对面传来的回应让白胜奇有些始料未及。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别太当真了。停顿了一下，白胜奇又安慰道，其实不用太担心，实在不行你到时候复活回城就好了，不就一次复活机会吗？下次再转职就赚回来了。对面的声音很小，小到了差点让人听不见的程度。还有事吗？没事，我就先挂了。白胜奇准备挂掉通讯，但终于是良心发现，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你副本时间还剩下多少？要是我忙完一切还有时间的话，来接你一趟也不是不行。哇！这话刚刚出口，对面的胡琉璃便痛哭起来，把白胜奇弄得摸不着头脑。我复活机会一次都没有了，副本时间还有37分钟，你记得要来接我啊，不然你就要失去一个会变身的美丽同学了。白胜奇是真没想到，对方竟连一次额外复活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复活机会，一直躲在副本之中，心中承受的压力想必确实不轻。这也难怪对方没有想着干脆的复活回城，而是把自己当作救命稻草了。至于对方是怎样失去了2次复活机会的，这中间或许会有一段故事，但此刻的白胜奇并没有空闲去聆听。好吧，我这回真的要挂了，你也别假装哭鼻子给我听了，省点力气，祈祷我赶得及吧。天空上，白胜奇向着清水城飞速靠近。第152章，笨方法。咔咔，嘶嘶。白胜奇从空中往下看，发现整个清水城几乎都已经沦陷了，城里的建筑物倒塌了不知多少，街道上、天空上到处都是怪物的身影。不幸中的万幸是，此刻清水城的护城魔法阵已经再次运转起来了。很显然，这个魔法阵的威力不弱，至少在开启的期间，城外的怪物暂时没能再攻进来了。只不过，已经进入城中的怪物却是个大问题。凭借清水城里职业者们的实力，哪怕是加上灰烬里返回的众人，也仍旧是没法彻底将这些怪物清除掉的。这魔法阵十分神奇，白胜奇靠近时根本就没有半点抗拒，自然而然的就让他通过了，如同雨水融入了河面之中。也许是因为他存档点设在清水城中的原因吧。进入城中的白胜奇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周边怪物的注意，但他没有半点想停留的意思，直接向着城中心而去。那里正是职业者协会的所在，自己父亲目前所处的地方。一路向前飞行，凡是靠近的怪物都化作白光，丝毫阻拦不住他前进的脚步。城北那么远都赶回来了，清水城中的这点距离当然算不了什么。不消多久，职业者协会已经出现在了白胜奇的眼帘之内。只不过此刻的职业者协会处情况似乎有些不妙，大量的怪物嘶吼着围上去，向着职业者协会发起冲击。与转职神殿和复活神殿不同，职业者协会本身也只是一座普通的建筑物而已，并没有那种相当于安全区一样的作用。职业者协会直到现在也仍旧未沦陷，依靠的是职业者自身的力量。撑住，撑住，不要怕，咱们不屑要放开吃，后边还有医师。
喊得最响亮的是一头全身包裹在烈焰之中的狮子，正是猎狮糊涂，清水城百兽公会的会长，四转职业者。本来以他四转职业者的实力，面对着这些强大的可怕的怪物是没有办法支撑得住的，但他的身后显然集结了大量的辅助职业，再给他加上各种各样的辅助技能，加上自身补血药也吃个不停，这才勉强能站在外围。而他刚才大声呼喊，便是给自己身后的那些三转职业者们打气，让他们不要惊惧后撤。职业者协会外侧，职业者们围成了一个圆形的防御阵。白圣奇看到了很多比较熟悉的面孔，基本上都是灰烬里出来的白银中人，而职业者总会过来的3人亦在其中。在这种大事件面前，他们心中的小九九看来也只能先往后放。整个外围防御圈显然是猎狮糊涂这里的压力最大，因为这一圈人里他的实力最弱，哪怕是身后有大量职业者对他进行辅助，他也快要到极限了。谁也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他便要彻底支撑不住，然后令整个防御圈崩溃开来。一眼看出关键之后，白圣奇人在半空之中直接拟态出黄金长弓来，远远的对着攻向糊涂的怪物点射起来，超越了1000万的攻击力，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无穷的威力。超高的敏捷属性加上风邪等辅助手段，他弯弓搭箭的速度快得完全不像话。咻咻咻咻，明明就没有任何弓箭系技能，只是一件一件的普通攻击而已，连绵不绝的飞出的箭矢却连成了一片箭雨。猎狮糊涂只是一个恍神而已，便看到了眼前爆发的阵阵白光，然后他发现面前竟已经空空如也，那嘶吼着要冲过来的怪物一个都不剩了。这几乎怀疑一切都是梦境的他，这时候终于察觉到了异常。他抬眼看向半空之中，看着那射出连绵黄金箭雨的身影，久久无言。不是他不想说话，实在是太震撼了，震撼到令人只能失语的程度。为了职业者协会那么久，让他们苦苦抵抗的这些超可怕的怪物们，在那倾泻的黄金箭雨覆盖下，正跟麦子似的一茬一茬的倒下。震撼的不光只有糊涂一个，察觉到自己失去了对手的其他人也几乎同时间望向了天空之上。是他，白圣奇，笑奇。众人的反应不一。白圣奇从半空飞来，降落在地。叔叔们，我父亲呢？在里面呢，维持着护城魔法阵。得到回答后的白圣奇点了点头，冲进了职业者协会之中。在协会的地底下，他终于看到了父亲白牙。此刻的他正与另外5名职业者一道，站立在6芒星魔法阵图案上，汹涌的魔力正从他们的身上奔涌而出，汇入下方的魔法阵图案里。很显然，这正是清水城护城魔法阵得以开启的原因。父亲，魔法阵早就已经过了激发的紧要时刻，此刻只是维持着魔法值的提供而已，并不需要投入太多心力。咦，你出来了？白牙抬眼看见白圣奇，不由得一惊，说道：我不是让你别出来吗？白圣奇摇了摇头，说道：城里有危险，我怎能不来？事实上，清水城有危险还是次要，他前来主要是为了确保父亲的安全而已。如今看来，一切都好。唉，罢了。白牙也明白这一点，最终没有多说什么。白圣奇的实力他也是见识过的，只要小心一点，别太浪。事实上在外边也是自保有余的。他让乔亮劝说白圣奇留在灰烬内，也只是出于父亲的关爱而已。很多时候，对于父母来说，无论孩子已经变得多么强大，他们也仍旧下意识地想要为其遮挡风雨。这是干嘛呢？白圣奇看了一眼那6芒星魔法阵图案，好奇地问道。他大致上明白几人在做什么，但对具体的细节并不了解。给魔法阵充能。一名职业者看着白圣奇，笑着说道。他也是白银的一员，对于白圣奇当然是友善相对的。想要让魔法阵自行运转，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并一次性输入巨量的魔法值，但我们的精神力不够强，只能用这种细水长流的笨方法了。白牙更加详尽地解释起来。反正只要我们站在这里1天，清水城的护城魔法阵便能维持1天，当然前提是不能承受太强的伤害，不然的话，魔法阵也好被直接摧毁。先前那名职业者苦笑一声，说道：不过这笨方法虽然有效，但同样也有一个极大的缺点。第153章，活着就吱一声。职业者协会。弟弟，白圣奇讶异地问道：有什么缺点？缺点很明显了。那名职业者叹息一声，说道：为了维持这个魔法阵，以免更多的怪物侵入城中，那我们几个人就必须绑在这里，不能离开。他又说道：我们几个都是法师系，我们不能出手，整个清水城的输出力量等同于少了一大半，依靠外面的人想要清理掉城中的怪物，不知道要到何时了。慢点就慢点，能清理掉总不是坏事。同样站在阵中的另一个职业者摇了摇头，说道：就怕清理不掉，最终连这职业者协会都守不住，到时候护城魔法阵也维持不下去。
外边的怪物涌进来，那就真是清水城的末日了。包括白牙在内，阵中的几人脸色都阴沉下来。显然，这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要么让小琪出去帮忙清理怪物。一名职业者看向白牙，问道：“白牙，你觉得怎么样？”作为灰烬里一起待了很久的人，他当然明白白圣琪在白牙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白牙极短暂的沉默了一下，然后看向白圣琪，问道：“小琪，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的。”白圣琪笑了笑，并没有什么压力，看了一眼眼前的六芒星图案，又说道：“不过，我猜应该还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在面前几人有些讶异的目光中，他对一名职业者说道：“能让我来试试吗？”那名职业者眨了眨眼，鬼使神差地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白圣琪便已经走上前去，站立到了那人本来的位置上。下一刻，前所未见的恐怖浪潮以他为中心，向着周边猛地扩散开来。那是奔涌的魔力，此刻正进入了从未见过的活跃状态。嗡！整个六芒星图案闪动耀眼的光芒，猛烈震动起来。包括白牙在内的另外几人一下子受到了排斥，从自己的位置被推离。怎么回事？几名职业者心中大惊，都惊诧莫名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魔法阵的光芒越来越亮，震动也越来越剧烈。终于，在光芒亮到了极限的瞬间，整个魔法阵平静下来，停止了震动。白圣琪闭眼感受了一下，微笑着离开了站立的位置。这魔法阵是彻底激活，能够自行运转了。一名职业者震惊开口，而其余几人也都是默默点头，认同了他的这种说法。几人都是法师系的强大职业者，看着此刻缓缓转动，明显进入了某种良性循环的魔法阵，当然明白这代表着什么。白圣琪一个人竟做到了他们6个人联手起来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且看这情形似乎还轻松得很。你怎么做到的？面对几人的惊诧，白圣琪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事实上，他做到这件事并没有任何技巧，单纯就是以超强的精神属性加上超高的魔法值，直接满足了魔法阵的所需而已。此刻他的精神属性已经接近40万点，就算面前几个人是灰烬里出来的，但加起来也没有他高。魔法阵自行运转，那我们也不用被绑在这里了，是时候出去杀怪了。小宝贝们，接受法爷我的怒火吧！一名职业者嘎嘎大笑着冲出了地底。看得出来，这名职业者憋得有些慌了，而憋得慌的显然不止他一个。随着怪笑声响起，另外几名职业者也飞速跟上。地底下只剩下白圣琪父子俩。看着白圣琪的奇怪表情，白牙只想无奈捂脸。自己的队友如此中二，委实是让人很难在孩子面前树立起父亲的威严啊！小琪，我们也出去好了，你也一起来。父亲，等等！白圣琪忽的开口，在白牙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已经往地上扔出了一大堆的属性水晶，然后轰的撞破协会，天顶飞走，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父亲，这些给你用。白牙看着堆满一地的属性水晶，又看了看协会天顶的洞口，一时间有些发愣。这显然是小琪的孝心。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摇了摇头，将这些属性水晶全部捡起来。他敢肯定，如果这一堆属性水晶出现在外界，必然是能够让人抢破头的。清水城中，从职业者协会里出来后，白圣琪直接向城东方向飞去。既然答应了要去救胡琉璃，那总不能言而无信。反正清水城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在外界怪物进不来的情况下，地底下几名法师系又得以解放，清水城中的这些怪物显然是带不来太大麻烦的。就算有一些怪物足够强大，但自己给父亲留下了那么多的属性水晶，真到危急关头，他肯定也不会省着不用的。即便如此，白圣琪一路向城东飞行时，其实也顺便清理掉了这个方向上的怪物。城中的压力比起原来显然是小了很多的。抱着这样的想法，他直接冲出了城外。而一到城外，怪物的数量显然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不过对于如今的白圣琪来说，仍旧只是小意思而已。他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向着副本入口而去。按照胡琉璃提供的信息，此刻离副本强行关闭还有一些时间。以他的飞行速度，显然是赶得及的。一道金光闪耀的身影就此跨越了整片野区，直抵副本入口处。一路过来，白圣琪也察觉到城东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城北那么凶险，而越是远离清水城，凶险情况便越发降低了。显然，这些怪物都是从城北那个方向而来的。在抵达了清水城后，进不了清水城的其余怪物才向着另外3个方向上扩散。不过，即便如此，这也绝不是胡琉璃这样一个区区2转能够应付得来的。还得感谢副本入口的位置是固定的，不然的话，想在限定时间内找到胡琉璃，那还真不容易。喂，听到吗？
还活着就吱一声。站立在副本入口外，白胜奇掏出通讯仪，拨通了胡琉璃的通讯仪。对面果然也没有令他失望，适时的传来了声响。吱，第154章。这次我可吃不消。好了，我把外边的怪物都清除掉了，你出来吧。副本入口外，白胜奇对着通讯仪如此说道。下一刻，面前代表着副本入口的光芒漩涡荡漾起来，一道身影从中浮现。那是他曾经见过的3尾妖猫形态，只不过如今的妖猫连一条尾巴都没有了，光秃秃的，显得十分凄惨。在白胜奇忍不住笑起来的瞬间，妖猫身形一抖，化作了人形，正是胡琉璃。此刻的他脸上带着些许惊慌，眼神略微畏缩地看向周边，直到确认周边确实已经没有了那些可怕的怪物后，他才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状态舒缓了下来。然后他看向白胜奇说道：谢谢你愿意过来。说到后来，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很清楚，以两人的关系，事实上白胜奇并没有一定要过来的理由。如今的怪物如此凶险，哪怕是实力强大的白胜奇来到这里，想必也要承受不小的风险。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用回城卷轴回城吗？胡琉璃问道。他是一刻也不想在野外待着了。先前在副本里没法使用回城卷轴，而副本外围满了怪物，显然也是不具备安心使用回城卷轴的条件的。看着胡琉璃已经拿到手中的回城卷轴，白胜奇摇了摇头，说道：你还不知道如今城里的情况吧？如今你直接回城，说不定会落得比先前更惨的结局。难道城里也已经被怪物所攻陷了？胡琉璃并不愚笨，一下子就猜想到了这个可能。没错，白胜奇点了点头，说道：而且现在清水城的大量设施都被怪物破坏了，回城卷轴还有没有效果都不知道呢。保守起见，咱们还是慢慢走回去吧。胡琉璃停在原地，有些畏缩不前起来。前面一样也还有许多强大怪物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白胜奇笑了笑，说道：有怪物不是正好吗？我看你等级也差不了太多了，正好一路练级打怪回去，回到城里就能进行3转了，这样就能够多补充一次额外复活机会，不是最完美的做法吗？胡琉璃一时沉默下来。为什么不顺路打怪升级回去？是自己不想吗？不过这种事情当然不用他烦恼了。白胜奇很快又开口说道：我跟你组队，一起刷怪回城吧。别，我现在可吃不消了。胡琉璃马上想起了曾经被对方指挥着引怪的经历来，那时候引的怪物实力虽然也很强，但跟如今的一边怪物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那个时候自己的3尾妖猫形态还有2条尾巴，如今可是1条也不剩了。别好不容易从副本里出来，转眼间就又白送给这些一边怪物了。白胜奇哪里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在他正脑补不停的时候，已经自顾自向前走去。胡琉璃大惊，连忙小跑着跟上，然后他便发现白胜奇身周的纯黑衣针如海潮翻涌而过，一路遇上的怪物全部都化作白光消散。他的经验值飞速上涨，等级连连提升，这如同梦幻般的一幕让他几乎愣住了。别光站着看戏啊，帮我把战利品拾取起来。耳边传来了这样的话语，胡琉璃虽然有些畏惧周边的怪物，但还是鼓起勇气，飞速地将周边的掉落物捡了起来。那都是一枚枚拳头大的灰色晶体，知晓这是什么的他，一下子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利落地将这些灰晶拾取起来后，胡琉璃连忙又跑回了白胜奇的身边。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还是忍不住说道：你就这么放心让我去捡？万一我私吞了，你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白胜奇讶异地看着胡琉璃，然后笑得有些意味深长。你觉得我会怎么办？如同一盆冷水从头上淋下，胡琉璃整个人一下子平静了下来。白胜奇那压倒性的实力，是一个人心中贪念的最好冷却剂。他敢肯定，如果自己真起了私吞战利品的心思，下一刻便会被眼前的白胜奇无情制裁。而连一次额外复活机会都没有了的自己，显然不应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不应该是连念头都不应该有。看着平静下来的胡琉璃，白胜奇笑了笑，又说道：你加把劲，工作要是完成的好，最后分你一些也不是不可能。真的吗？白胜奇话音刚落，胡琉璃便惊喜地叫了起来。我骗你干嘛？白胜奇一边前行一边说道。淡定一点，不就是几个灰晶吗？你以前的高冷人设都抛哪里去了？胡琉璃撇了撇嘴，不以为意。在如此珍惜的东西面前，高冷人设是什么东西？能吃吗？两人于是继续向前，最终在白胜奇的一路护航下，胡琉璃平安地回到了清水城内。护城魔法阵不是已经处于运行之中了吗？怎么还会这样？看到城中处处倒塌的建筑物，胡琉璃百思不得其解。先前白胜奇跟他说起来时，他心里还有些将信将疑，但此刻亲眼目睹，直接陷入了长久的震惊之中。走吧，顺便去转个职。白胜奇淡淡说道。一路上过来，组队状态下的胡琉璃分享了大量的经验值，
等级早已经达到了当前直接的上限。接下来只要再完成一次转职，便将是名副其实的3转职业者了。作为他这一届职业者来说，这样的直接提升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等等，胡琉璃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从背包空间里掏出了自己的通讯仪来。先前被困时，他谎称自己已经在复活神殿内，让爷爷糊涂不至于过分担忧。但此时此刻回到了城里，他却反而担心起家里人的安危了。看城里的这种状况，先前必然是经历了一番惨烈的场面。白胜奇懒得理他，飞行披风发出金光，整个人直接升空而起。人在半空，他的视线向着整个清水城扫射过去。不得不说，情况挺好。他出城再返回的这段时间里，城里的怪物已经被清除的差不多了。毕竟有当时地底下的几名法爷加入，清水城的进攻力量绝对大增。当然，对于侵入了城内的所有怪物来说，其实力量仍旧是稍显单薄的。能够清理的这般顺利且快速，看来父亲必然是使用了自己给予的属性水晶。果然，在清水城的存亡面前，父亲还是拎得清的，不会拖拖拉拉的硬是留着属性水晶不用。如今清水城里仍旧剩下的零星怪物，完全已经不需要他插手了。在落下地来时，胡琉璃已经挂断了通讯，看得出来他心情很好，这一次通讯应算顺利。走吧。白胜奇举步向前。第155章，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清水城转职神殿外，白胜奇带着胡琉璃大步行来。他这次过来当然不是专门带着胡琉璃过来转职的，事实上他自己也正好到了该转职的时候。从3转成为赤足行医到如今，事实上并没有过去几天，只不过接连发生的一连串变故让他颇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还没有踏进神殿，从外看到里面乱糟糟的场景，白胜奇一时间有些始料不及。神殿里是怎么回事？我之前不是让你请他们离去了吗？他很快拨通了通讯，向祝小雨询问道。通讯那边的祝小雨哭笑不得，我已经告诉他们城里怪物被清除掉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的担心还有第2波怪物潮，所以干脆就占着神殿的位置不肯让出来。这种想法白胜奇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人都有求生的权利，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只不过这么多人挤在神殿里，却显然影响到神殿的正常运作了。好了，你不用管，我来处理。挂掉了通讯之后，白胜奇让胡琉璃站到一旁，大步上前，伸出双手抓住2名职业者的胳膊，猛地向后一甩，超强的力量发挥出来，2名职业者连惊呼声都来不及发出，便已经被他远远地扔了出去。然后他没有半点停留，又已经抓起2人，一样画葫芦的向后一扔。眨眼间，神殿里的人就少了4个。他深知道单纯讲道理没有用，所以直接行动了起来。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扔出了4个人后，神殿里的人终于反应过来了，一时间群情汹涌，个个都紧盯着白胜奇，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意思。干嘛？白胜奇笑了笑，说道：还能干嘛？你们不肯出去，我当然是亲自动手帮忙把你们扔出去了。说着，他继续向前，伸手又向2名新的职业者抓去。且慢！众人之中，一名职业者大喝一声，紧盯着白胜奇，凛然说道：我劝你最好三思，你顺路过来占据了几个人的位置，这还不算大波澜，若再敢往前，便将天翻地覆。是吗？我倒要看看是如何个天翻地覆法。白胜奇冷冷一笑，并没有住手，反而变本加厉，动作更加熟练且快捷了。片刻之间，便又有几个人被他扔出去。大家，这人居心不良，是要断绝我们的生存之机，咱们容不下他，容不下他，干他，弄死他！一时间，神殿中的所有人都被煽动起来。假如白胜奇只是扔走2个人而已，他们心里虽然有些不爽，但事不关己，最终肯定会高高挂起。但此时此刻，白胜奇已经以自己的态度明确表示，在场的所有人他都不打算放过。那么，双方之间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对于躲在神殿里苟命的众多职业者来说，这已经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当个体隐藏在集体里时，他们的胆量便空前的膨胀起来。不知道是哪个职业者先动的手，总之哗啦啦的一下子，有大半的职业者都向白胜奇发起了攻击。在这种秩序崩塌的时候，转职神殿内不能攻击他人的规矩早就已经被他们忽略掉，密密麻麻的攻击向着白胜奇飞来。这次出手的基本上都是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的职业者。神殿深处传来了一声惊呼，但一下子就淹没在这密密麻麻的攻击声势里。反倒是神殿外站着的胡琉璃连忙又站远了一些，对白胜奇的安危没有半点忧心。见识过白胜奇一路清扫怪物的神威后，他对于白胜奇的实力之强早就已经叹为观止。转职神殿里的职业者虽然多，但都不过是些被怪物吓得只能躲着狗命的家伙而已，怎么可能对白胜奇造成威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1，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飘起来，可笑的数字如同一个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众多职业者的脸上。这么多攻击，其中不乏三转职业者发出来的，但仍旧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对白圣骑造成破防伤害。承受了这么密集的攻击之后，白圣骑的血条可以说是纹丝不动。你们该庆幸我是个讲道理的人。白圣骑目光冰冷地看着人群，缓缓说道：刚刚谁向我发起了攻击的，自觉一点站出去，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等下将会发生什么事。人群一下子沉默下来，这么多的职业者围拢在一起，却竟鸦雀无声。白圣骑的可怕防御力让他们陷入了茫然之中，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很好，那么只能我亲自来了。白圣骑说着，活像一个大魔王，正向着瑟瑟发抖的人类勇士挥起屠刀。不用这样麻烦，作为分店主，你是拥有神殿操控权限的。正在这时候，神殿深处一个声音传来，一人在头顶圣光虚影的笼罩下排开众人走来，正是转职引导员祝小雨。我有权限？白圣骑眨了眨眼，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是的，你试着去以精神力沟通一下就知道了。祝小雨的话语再度传来，白圣骑心中一动，已经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力和眼前的神殿沟通起来。果然，随着精神力涌出，他发现自己与转职神石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紧接着是整个神殿。心中一动，他略微发动了一下自己刚刚掌握的操控权限。下一刻，一圈白光从神殿深处扩散开来，瞬间就覆盖过躲藏在此的众多职业者们。眨眼间，被挤得满满当当的转职神殿一下子变得空落落，而那众多的职业者已经被强行挪移出了神殿之外。被挪出了神殿的众多职业者一下子惊恐起来，互相推搡着拼命向神殿冲来。他们已经被曾经出现的怪物吓破了胆，面前哪怕已经没有了怪物，但他们还是下意识的想要躲到神殿中来。只可惜，如今的白圣骑已经学会了如何掌控神殿。一圈白光笼罩着神殿，将这些人全数拒于门外。祝小雨看着殿外群情汹涌的职业者们，有些担忧。分店主，这样真的没事吗？能有什么事？你刚刚不就是让我赶他们出去吗？白圣骑毫不在意，说道：让他们闹好了，闹累了自然就散了。白圣骑没有继续理会吵闹的众多职业者，将胡琉璃引进神殿之中后，便对祝小雨说道：好了，别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带着他一起去转职吧。第156章，巨龙之心真的要给我吗？转职神石前，按理说向上提升直接是每一位职业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此刻的胡琉璃看着光芒闪耀的神石，却陷入了迟疑之中。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就选择领取转职任务，他侧头向身旁的白圣骑看去，一脸可怜巴巴的样子。只可惜白圣骑并不会被他的这种神态所欺骗。同学这么些年，他可不记得对方是这样的人设。同学，你还不抓紧转职吗？我可马上要准备下班了。一旁的祝小雨催促道。他明显看出分店主白圣骑和这同学关系不是很亲密的样子，因而说话就显得比较随意。白圣骑也是点了点头，说道：对啊，你还不赶紧转职，在等什么呢？那个胡琉璃终于忍不住向白圣骑试探着开口：之前我跟你提过的那件事，能不能？你是真贪心啊。白圣骑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了之前的事情，用十分奇怪的眼神上下扫射了胡琉璃一眼，说道：我没想到你脸皮竟然能够厚到这种程度，了不起啊。一旁的祝小雨眼睛一亮，耳朵不自觉的就竖了起来，他感觉到似乎有八卦听了。胡琉璃面庞有些泛红，差点就打算放弃了，但是刚刚直面过怪物的恐怖，他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在事关自己职业生涯的抉择面前，他决定要再脸皮厚的争取一次。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情仍旧作数，如果你肯帮忙的话，无论还有什么要求，我能满足的一定都满足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重了。一旁的祝小雨看看胡琉璃，又看看白圣骑，视线在两人之间来回扫射，面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来。而听了胡琉璃的话语，白圣骑竟真的认真思考起来。如果是在以前，那胡琉璃的这个承诺价值当然十分高，毕竟其背后站着一位四转职业者，还掌管着百兽公会这样一个强大的公会。只不过时过境迁，只不过是几天过去，四转职业者和百兽公会在白圣骑的心里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分量了。不说自己了，单单是灰烬里出来的那些人，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比猎师糊涂这个四转职业者强多了。胡琉璃站在一旁，定定看着沉思中的白圣骑，忐忑不已。此时此刻的他颇有种自己命运在对方掌握之中的感觉，而这个时候的他除了等待之外，却没有什么能够做的了。等待的时刻显然是煎熬的，明明没有过去多久，他却感觉漫长如一个世纪。
白胜奇终于开口，他目光审视般落到了胡琉璃的身上，缓缓说道：“帮一下你的忙，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不说了。但你心里要记得，你这个机会是因何而来的。”说话间，他已经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样道具来，递到了胡琉璃的面前。“谢谢。”对于白胜奇这样的作为，胡琉璃眼睛都不由得有些湿润起来，感动与激动哪一个占得更多些，已经分不清了。这龙血，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咦？胡琉璃猛然一惊，本已经伸出去的手僵在半途。你这不是龙血，你这就是巨龙之心。胡琉璃两眼瞪大，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震撼里。你把那头巨龙击杀了？不怪他震惊。一头活着捕捉起来的巨龙和一头死去的巨龙，哪个价值更大？不管是哪个职业者，想必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当然，捕捉一头活着的巨龙难度有多大，那就另说了。胡琉璃没有想到，白胜奇在活捉了一头巨龙的情况下，竟毫不犹豫地将之击杀了，而其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枚巨龙之心。胡琉璃一下子感觉到心胸被某种情绪填充得满满的，脑子里嗡嗡作响，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同学这么多年了，想不到我该早点察觉的。察觉什么？白胜奇眉头皱起，看着忽然变得有些奇怪的胡琉璃，很是不解。而此时此刻，胡琉璃已经眼神狐媚地看着他，呢喃道：“其实不用这样也行的，给我一点龙血就行了，没有必要牺牲这么大。你要不要？不要我拿去给别人了。”一句话将胡琉璃从莫名的状态里拉回来。白胜奇撇了撇嘴，说道：“突然发什么疯呢？乱七八糟的。”被惊醒的胡琉璃从尴尬状态里退了出来，看着白胜奇，认真且严肃地问道：“你真的确定要将这巨龙之心给我吗？”“什么给你？这只是个交易，你以后要回馈我相应价值的。”白胜奇一瞪眼，说道：“你再多废话，我恐怕就要改变主意了。”一句话还没说完，胡琉璃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手中拿走了巨龙之心，到转至神识处提交了。这种东西甚至已经不能以珍惜来形容了，错过这条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而看着正在准备转职的胡琉璃，白胜奇微微一笑，却并没有对方所想的那种心疼感觉。事实上，这巨龙之心他又何止这一枚而已。击杀了那头红色巨龙之后，他十分惊喜地发现，在自己的练功房里竟可以选择无限刷新出红龙来了。在外界算是稀缺无比的巨龙，在他的练功房里已经成了想刷就刷的普通练级怪。当然，这巨龙的实力足够惊人，除了他之外，普通职业者也确实很难以制作为练级怪。能无限的刷新巨龙，那么便代表着那些珍稀无比的相关掉落物，比如巨龙之心之类的，他能够大批量刷取了。除了巨龙之心外，他同样还刷取出了许多其他相关的掉落物，其中甚至包括有红龙宠兽蛋。巨龙显然足够强大，哪怕是他也有将之练起来当宠兽的想法，只不过一直忙着灰烬的事情，暂时没有提上日程而已。如今更是四转在即，但在完成四转之后，也许就可以尝试练一练这红龙宠兽了。第157章转职迷惑。转职神殿里，转职神石旁，经由祝小雨的引导，胡琉璃很快接取了转职任务。而很显然，拥有了巨龙之心的他，接取的是龙女任务。一旦成功完成这个任务，他便能够从2转职业者一跃而成为4转职业者。如果是灰烬众人回归前，这样的实力完全可以站立在清水城巅峰了。而哪怕是如今以巨龙本身种族的强大，转职为龙女后的胡琉璃，也未必没有希望跟那些人掰掰手腕。这龙女转职任务怎么只有5星难度的？胡琉璃有些发愣。5星就5星呗。白胜奇走了过去，说道：“你都花费了巨龙之心这样的道具，成本约等于一头巨龙了，这还不选择5星转职，对得起这件道具吗？”好吧，说的好像挺有道理。胡琉璃沉沉点头，苦着脸仔细看起了任务内容来。看着胡琉璃越来越变得难看的脸色，白胜奇摇了摇头，没有兴趣继续关注了。反正巨龙之心已经给了对方，连转职任务这种小事都要自己操心的话，那就太不讲究了。胡琉璃沉着脸思考了一会，似乎想明白了什么一样，向着两人告辞，快步走出了神殿外。而白胜奇此刻也已经顺势站到了转职神石前，将手掌贴在了神石之上。自己算是内部人员了，还是堂堂分店主，这种事情就不需要转职引导员帮忙了。但很快，白胜奇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自己的转职之路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作为转职神殿分店主的他，竟没有办法使用这殿中的神石进行转职。他将这个疑问说给一旁的祝小雨知道，问道：“这种事情，你之前知道吗？”祝小雨摇了摇头，一脸茫然：“我不知道啊，前分店主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不过我这里还留着他的通讯号码，不如我帮你问问看。”白胜奇点了点头。这次回城，自己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位前分店主的身影，也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想到这分店主的位置竟有如此大坑，白胜奇像是吃了死苍蝇一样，心里难受得很。幸好祝小雨的通讯拨打得十分成功，一下子就接通了。一番交谈下来，白胜奇得知那位前分店主早已经离开了清水城，此刻已经到其他城市去了。而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有了解答，那就是成为了3级分店主之后，白胜奇就再也不能在同级分店进行转职了。想要转职，只能前往更上一级的分店，这是神殿上层特别对各分店主施加的限制。而拥有更高一级分店的城市，离清水城最近的显然是白胜奇曾经造访过的黑山城。虽然弄清楚了转职的事情，但想到自己又要平白无故的多跑一趟，白胜奇就十分不爽。隔着通讯，他向着对面之问道：“你让我接任分店主职位时，怎么不跟我说清楚这个？”对面的前分店主打了个哈哈，笑道：“我哪里知道你才刚刚3转，这么快就又能4转了？”通讯仪的对面，前分店主转而问道：“对了，我听说清水城那边出大事了，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这边动用关系帮你求些援助？不过看你还能这么悠闲的跟我通话，想必事情不大吧？”听到这样的话语，一旁的祝小雨翻起了白眼。整座清水城都被怪物攻破了，如果不是白胜奇及时赶回来，怕是已经成为怪物的老巢了，这还叫事情不大。不过白胜奇不想多说，他当然也不会多嘴。好意心领，问题已经解决了。白胜奇随口一句带过，又问道：“对了，你之前说的转生信息我已经了解，但这个转生莫非也不能在同级分店之中进行？”白胜奇这话问出来，对面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之中。好半晌之后，声音才再度传来：“这是小柱的通讯仪吧？以他的层次，有关转生的具体信息，他是暂时还不够全线知晓的。等等挂掉通讯后，你自己以分店主全线沟通转职神时就能知道了。记住，这是神殿的重要隐秘，不能轻传出去的。”前分店主的这番话语完全没有避讳祝小雨的意思，让站在一旁的他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从白胜奇手里拿回通讯仪后，他懂事的主动远离了转职神石，以表示自己对神殿重要隐秘并没有窥探之心。事实上，他这算是多此一举。白胜奇身为分店主，以全线沟通转职神石，所能得知的信息自然是通过精神力直接传输到自己脑海里的。祝小雨哪怕是跟他额头对额头，也依然不可能知晓半点。对着站在远处的祝小雨点了点头，白胜奇再次伸手触摸神石，以自己的分店主权限开始针对性的沟通起神石来。光芒流转之间，白胜奇很快收回了手掌，喃喃自语：“原来是这样吗？”之前他接任分店主职位时，前分店主与他分享了有关转生的具体信息，但如今看来，信息中显然还缺少了极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竟就隐藏在转职神石之中。如今他得以全部知晓。不得不说，前分店主做事情一不留一个坑，实在太惹人恨了。显然，如果白胜奇想要进行转生的话，也同样是不能在这个分店处完成的，甚至连更高一级的黑山城分店也同样不行。转生的功能只有更高级的城市分店才能拥有，而且还得通过那个神殿分店主的审核获得许可才可以。白胜奇摇了摇头，心里基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转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还没有再次将直接提升起来前，职业者将处于极为虚弱的时段。这个时段对于职业者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知晓，那结局恐怕并不会太好。即便转生的收益很好，但白胜奇仍旧不可能让自己平白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下。只不过他心里也没有完全绝望。从刚刚的信息里，他窥见了某个不算漏洞的漏洞，只要好好利用起来，他未必不能暗度陈仓。第158章，你们神殿怎么做事的？转职神殿中，白胜奇在心里清了思路。3级城市清水城里的转职神石，目前算是3级，只能够支撑1-5阶转职。职业者如果想要进行6转，那么便只能前往更加高级的转职神殿了。但他从刚刚获取到的信息里得知，转职神石的等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要通过这个转职神石进行转职的职业者足够多，职阶也足够高，那么神石便能够累积够经验值，继而提升等级。而身为分店主的他，明显能够查看到转职神石升级的进度。以如今的情况看来，只需要再出10名5转，100名4转，这神石便能够提升到和黑山城分店一样的2级了。事实上，对于一座3级城市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整座清水城之前那么多年，满打满算也才供养出了区几名4转职业者而已，5转职业者更是一个也无。白胜奇却颇有信心，只要想办法将转职神石的等级提升起来，那么转生之类的事情便好操作了。转生可以让职业者重新觉醒职业，而且转生过后，属性值的成长率也有着相当提升。
更不用说每一次转职时能获得的一次属性大提升了。总之，同等职阶之下，转生与未转生的职业者之间实力差距是相当大的。不知道转生这件事还好，既然知道了，那断然没有视而不见的道理。当然，倒也不用急在一时。转生有一个硬性的条件，那便是必须先达到4转，但受到了神殿上层的限制，没法在清水城转职，他只能先往黑山城去跑一趟。不过这时候天色已经不早，就算赶到黑山城，那边的转职引导员估计也已经下班了，倒不用马上就出发。又是新的一天，白胜奇从清水城里出来，直接升空而起，向着黑山城的方向飞行而去。如今的清水城暂时没啥需要他操心的事情了。一边飞行，他一边在心里暗暗感叹：3级城市就是有这点不够方便，连个通往其他城市的传送阵都没有，全靠自己跑。如果没有飞行能力，那简直就是悲催至极。不过如今看来，没有跨城传送阵这一点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他接下来计划要做的事情可以更加方便一些了。那样的话，就算自己接下来把清水城弄得大变样，在没有传送阵直通的情况下，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消息的相对封闭。即便是消息渐渐传到外界去了，没有传送阵，外界的人也不可能大批量的迅速抵达清水城。白胜奇一边思考着种种细节，一边向前飞行。对于旁人来说，跨越2座城市是十分危险且艰难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不过就相当于到邻居家串个门而已。一路上向他袭来的那些飞行怪物，还没有靠近，就已经被他身周的纯黑衣针击杀掉。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遥遥望见了黑山城的外围城墙。作为2级城市，黑山城的城墙无论是高度还是强度，显然都远远胜过了清水城。而在白胜奇的眼中看来，此刻的黑山城平静无比，跟往常一样。显然这边并没有发生怪物入侵的事情。当时返回灰烬的桥梁显然是弄错了。50年前怪物狂潮攻入人类城市的一幕并没有重演，那只是正好发生在个别城市的灰烬怪物入侵而已。白胜奇很顺利就进入了黑山城，直奔转职神殿而去。对于他来说，此刻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转职更加紧迫的了。曾经来过一趟的他熟门熟路，没过多久就已经进入到了转职神殿里。只不过他抵达的时候，神殿里正有几个人在等待转职。出于礼貌起见，他并没有主动使用侦察之眼窥视，那是一种容易引发误会的行为。只不过以他如今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精神属性，哪怕不主动使用侦察之眼，也是能够随意看出这些人信息的。站在他面前等待转职的，竟没有一个直接是比他低的。只能说不愧是2级城市，整体实力比清水城强多了。白胜奇十分守规矩的排起了队来，反正前面就4个人，哪怕每个人需要消耗半个小时，那也顶多需要等待2个小时而已。自己来的足够早，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等得起的。而事实上，他说要等待的时间也并没有2个小时那么久。有一人接取了转职任务后便匆匆离去，真正现场进行转职考核的也只有3个人而已。1个多小时后便已经轮到了白胜奇。先生你好，请问是要进行几转？我要4转。4转吗？转职引导员好奇地看了白胜奇一眼，对于他的过分年轻似乎有些震惊。黑山城虽然是2级城市，各种资源都胜过清水城那种3级城市，但能够在这么年轻就练级到满足4转条件的，仍旧是少之又少。很显然，这又是一位家境极好的职2代。点了点头，转职引导员便准备引导白胜奇进行转职。然而这一切却被突如其来的蛮横推门声扰乱了。3名职业者大步走了进来。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店里怎么还有人？进来的3名职业者，居中的1名是青年人，年纪看着比白胜奇稍大一些，而另外2名则是40上下的中年人。此刻发话的正是那青年人左侧的中年人。不是早就预约过了吗？这个时刻该清场才对的，你们神殿是怎么做事的？青年右侧的中年人也怒目圆瞪，大声斥喝着。白胜奇颇有些意外的看着进来的这3人，他没有想到在转职神殿里竟有人敢如此放肆。要知道，转职神殿是独立于职业者协会外的体系，在清水城那边，前分店主可是连职业者协会都不买账的。怎么到了这黑山城，随便来2个阿猫阿狗就敢在神殿里大呼小叫了？他显然是想不通的。而这时候突逢如此变故，转职引导员一时间显然也有些愣住了，完全忘记了继续给白胜奇引导转职。那个先生，你们是想要做什么？还请不要扰乱转职神殿的秩序。身在转职神殿内，转职引导员显然也是颇有底气，并没有被突然闯进来的3人唬住。我们要做什么？先前说话的中年人面色难看起来。你怎么不去问问你的领导，他是怎么答应我们的？第159章，你懂还是我懂？黑山城转职神殿，我们领导
听到了中年人的话语，转职引导员的声势一下子弱了下来。这个转职神殿里，要说谁是他的领导，那显然就只有分店主了。如果是分店主给了对方什么承诺，那自己确实是没有什么理由阻拦了。只不过，既然有这种事情，分店主怎么又没有交代给自己知道？难道是忘记了？你好，这件事情我确实不清楚，等等我先联系。转职引导员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神殿那间已经有一个人快步走了出来。小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你怎么就忘了呢？定！转职引导员小汪嘴里才刚吐出一个字来，便已经被快步走来的那人拉到了一边去。两人交头接耳，迅速的交流了一番之后，那小汪才不情不愿的站到了一旁。然后那人再次向前快步走到跟前，跟闯进神殿的三人打起了招呼来。林少，不对，都对，我这是忙昏头了，一时忘了你们的重要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对。眼见到这人出现，先前恶言恶语的两名中年人面色这才缓和下来，悻悻道：还好吧，也没有碍了太多事，总之现在抓点紧就好了。好，都交给我。那人这才侧头看了白胜奇一眼，向他走来。这位小兄弟，情况是这样的，那位林先生提前跟我们神殿预约了这个时段进行转职，因为他的职业比较特殊，所以在保密方面比较在意，还请你先到神殿外去等待一会，不用太久，顶多1个小时就行了，不便之处还望见谅。一番话说的可谓是有理有据，且不失礼貌，至少比先前那两个中年人的态度让人舒服多了。这人也一脸期待的看着白胜奇，他刚刚也从转职引导员小汪处得知了，这个少年只是来4转而已。虽然这么年轻就能够进行4转，家庭条件肯定还行，但跟林少比起来，显然就差得太远了。他感觉对方应该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然而一直到他脸上的笑容都快僵住了，也仍未从面前少年口中得到想要的答复。小兄弟，白胜奇冷笑起来，我跟你很熟吗？就敢叫我小兄弟？还有，你是谁？凭什么觉得可以请我见谅？那人站立在白胜奇面前，艰难地眨了眨眼。他实在没有想到，面对的少年不但没有答应自己请求的打算，竟还有种要撕破脸的感觉。果然是时代变了吗？如今的年轻人不能按以前的处事方式去对待了。我是谁？我是这黑山城转职神殿的副分店主。那人眼里有骄傲的光芒亮起，如同俯视着白胜奇一般，说道：如果清楚了的话，那么现在能请小兄弟你暂且出去等待一会了吗？丁副店主，跟一个小毛头废话那么多干嘛？他不肯出去，我老郭直接把他扔出去就完事了，别耽搁了我们林少的事情。一旁的郭姓中年人冷哼一声，抛出了这样的话语来。若是普通的3转职业者，这一刻只怕就只能乖乖走出神殿了。毕竟是要转职的人，得罪神殿的副分店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白胜奇当然不是普通的3转职业者。副分店主，他嗤笑一声，脸上露出了嘲讽之意。我可从来不曾听闻转职神殿有副分店主这样的一个职位。他甚至懒得跟这所谓的丁副店主废话，直接望向另一旁的转职引导员，说道：那位引导员小姐，能请你过来赶紧帮我完成转职流程吗？不得不说，白胜奇这种行为深深地触怒了丁副店主。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绿，心中恼怒难以压抑，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来：小孩子懂什么？我跟你说，你不出去也得出去，今天这神殿里没有你转职的机会了。这个时候，一旁的转职引导员也是摇了摇头，说道：你还是先出去等一会吧，要不要太久的。丁副店主是我们分店的临时代理店主，分店主不在，他的话也是具备效力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看得我都累了。一旁的郭姓中年人显然性急，此刻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大步向前，大手一张就向着白胜奇抓来。他虽没有查看白胜奇的面板属性，但估摸着这样的一个小毛头，顶天也超不过3转，在他手底下还是任意揉虐。这一抓再一甩，将对方扔出殿外，显然是10拿9稳的事情了。就算是撞坏了神殿大门，那也有公司报销，完全不成问题。轰！一声巨响，神殿大门果然被撞开了。只不过本应该被扔出去的白胜奇，仍旧好端端地站在原地，而向他伸手过来的郭姓中年人，此刻却已经落到殿外，跌成了滚地葫芦。力量属性这么强，突兀发生的意外一幕，让在场几人都有些始料未及。另一名邹姓中年人面色微沉，身上升起金光，显然已经激发了自身斗气。他显然是一名斗士系职业者，力量属性在诸多职业分支里也能排在前列，处于激发斗气的状态下，实力就更是水涨船高了。此刻的他几乎可以算是全力出击了。然而他的结局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手掌与白胜奇接触的瞬间，他便感觉到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涌来，整个身躯完全控制不住，
直接就腾空而起。轰！神殿外滚地的人又多了一个。站在神殿里一直有种事不关己姿态的林少，此刻望向白圣琪，瞳孔里满是震撼之色。一直维持着的高冷人设已经瞬间崩塌。你想干什么？感受到白圣琪的目光落向自己身上，丁副店主不由得心中发毛，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从刚刚对方轻易扔飞郭邹两人的情况看来，这人的实力只怕不是自己能够应对得来的。我告诉你，转职神殿内禁止动手伤人，你如此行径是会被列入黑名单，永久不能进殿转职的。笑话，转职神殿的规矩是你懂还是我懂？白圣琪冷笑一声，也不见他如何动作，这神殿内的转职神石却已经颤动起来，道白光涟漪从神石里飞来，落到了他的身上，如同为他披上了一件光芒外衣。这是……丁副店主神色巨变，一张脸顿时变得惨白。第160章，你也出去！转职神殿中，从转职神石里散发出来的白光，为白圣琪整个人镀上了一层威严的感觉。丁副店主和转职引导员小汪看着这样的白圣琪，心里尽管不敢相信，但却都已经明白了某件事情。这样的情景，他们从黑山城分店的那位真正分店主身上看到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转职神石的力量，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眼前这名少年同样也是转职神殿的某一位分店主。不管对方是来自于哪一座分店，这都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哪一座分店的店主，其身份与实力都绝不是他们能够挑战的。怎么样，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视线落到了那丁副店主的身上，白圣琪身上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了分店主应有的威严和气质，让被注视着的丁副店主心神颤抖，牙齿咯咯打颤。理论上，作为转职神殿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神殿之内是会受到神殿力量庇护的，哪怕是更高职阶的职业者都难以伤害到他们。但总有例外，各个神殿的分店主便是这样的例外。他们对于神殿力量的利用有着更高级的权限，只要他们想，直接就可以剥夺其他工作人员的神殿庇护力量。丁副店主心里根本兴不起半点与之对抗的想法。白圣琪微微撇嘴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将不相干的人先请出去吧。不相干的人自然就是指一直站在旁边高冷无比的林少了。丁副店主心中一阵纠结，终究还是来到了对方的面前。林少，这位如今要进行转职了，还请你行个方便，到外边去等一等，不便之处还请见谅。林少黑着一张脸，心底是本来是极其抗拒的，但是此时此刻硬撑着显然没有什么益处，他终于咬紧牙关走出了神殿外。连郭邹两人都被扔了出去，他心里明白，如果自己不懂事一点，很可能下一刻也会被以同样的方式扔出来吧。林少如此配合，让丁副店主松了一口气。他小跑着又回到了白圣琪的跟前，略带着些讨好的意味，说道：大人，不相干的人我已经请出去了，大人你可以开始转职了。白圣琪望着眼前的丁副店主，感受着对方前倨后恭的态度，不由得摇了摇头。怎么，你担心我说给你们分店主知晓，你依靠神殿职位谋取私利的事情？他笑了笑说道：放心好了，我没有这么闲，只要没有阻碍到我，你们的闲事我根本懒得管。是。丁副店主讪笑着连连点头说道：您大人有大量。说话间，他发现白圣琪仍旧一直在盯着自己看。大人，怎么了？什么怎么了？白圣琪目光一冷：你也出去啊？丁副店主这才如梦初醒，然后包含着屈辱与悔恨的情绪从心底泛起。原来不相干的人不光光是指那位林少，同样也包括了自己在内。心里怎么想姑且不论，但这位丁副店主当然也是很乖巧的站到了神殿之外。白圣琪于是向着殿内仅剩下的转职引导员说道：小汪是吧？现在该请你帮我引导转职了。本只想平平常常的转个职，没想到最终仍旧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解决。早已经被一连串变化震撼的麻木的转职引导员，这时候连忙点头走上前来。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转职流程了。黑山城是2级城市，这里的转职神殿并不像清水城那边一样，连转职考核用的怪物都有着各种欠缺。至少4转的转职任务，白圣琪进行得很顺利。再次走出了转职神殿的他，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赤足行医，而是成为了4转职业者。他的4转职业名为青囊医士。他这一次完成的当然还是5星难度的转职任务，额外提升 50% 的属性值，让他此刻的6项属性都达到了接近60万点的程度。加上4转职业的属性成长率提升，他的实力比之原来提升了数倍不止。走出神殿时，殿外3人仍旧像木桩一样站在那里。看到白圣琪出现，2名中年人面色一变，眼神也不由得躲闪起来。反倒是那个林少眼神亮了起来。你好，我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便已经被白胜奇淡淡的一眼看得憋了回去。那是何等漠然的一眼啊！林少心里有种笃定的感觉，只要自己再敢废话多一句，恐怕今天就能到复活神殿里去报道了。协会虽有不能恶意攻击其他职业者的禁令，但对某些存在来说，显然是如同虚设的。一眼镇住了对方之后，白胜奇再不感兴趣，举步离去。黑山城里势力错综复杂，其中也有很多强大的职业者。白胜奇虽然自问自己如今的实力已经完全不惧怕这些，但也并没有多管闲事的心情。先是拨响了一通通讯之后，他径直往奇迹公司而去。这一次前来黑山城，正好顺便去见一见那位宋大师，跟他谈谈有关怪物精粹的事情。很快，白胜奇便来到了奇迹公司，出现在魔将大师宋景海的工作间里。每一次见面，这位大师似乎都忙得很，勤勤恳恳的像一只工蜂那样。不过这一次宋大师的工作间里竟还多了2张熟悉的面孔，正是清水商厦的2位王老板。虽然大家的交集也只是在短短10几天内，但这2位也算是他成长路上的老熟人了。白兄弟，从先前的通讯里，2人早就知晓了白胜奇要过来的消息，此刻都满脸带笑的打起了招呼来。根据种种渠道得来的消息，眼前的这位小白兄弟恐怕将要越来越了不得了。招呼打过，工作间里响声渐歇，一个人从里间走了出来。你说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合成属性水晶的技术？第161章，这技术我也没有。工作间里走出来的宋景海看着面前的白胜奇，摇了摇头，说道：虽然咱们先前合作的很愉快，但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想要从我手中得到合成属性水晶的技术，这不可能。似乎是感觉到这样的话语过分冷硬，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这是奇迹公司最核心的技术之一，能不能在将要来临的新时代里站在前列，这尤为重要。其他几个大公司也是一样的。看了白胜奇一眼，他又说道：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但千万别打那种奇怪的主意。我这个工作间看着好像很平静，但事实上暗地里有不下5支强力的职业者队伍在暗中监察着。宋景海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合成属性水晶的技术不可能交出，而白胜奇如果敢动手硬来，奇迹公司暗地里潜伏的人员也必然会让他有来无回。白胜奇一下子沉默了下来，在场众人以为他怕了，但其实不是的。以他对自己当前实力的认知，别说是奇迹公司隐藏在暗处的几支小队了，即便是整座黑山城的职业者们倾巢而出，估计也不能拿他怎么办。强行抢夺的行为他不做，不是不敢做，而只是不愿做而已。而且人也不能如此短视，黑山城的职业者是拿他没办法，但更高级城市的职业者呢？奇迹公司在黑山城的只是一个分公司而已，其总公司的实力之强大，白胜奇也有所耳闻。一旦选择做了这种事情，那后续的麻烦就将接连不断，那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宋景海又已经开口说道：我看你是小王他们介绍来的，就跟你透个底吧。合成属性水晶的技术我手上其实也没有，我所负责的只有提炼怪物精粹这一部分而已，真正的合成环节是在总公司里进行的。白胜奇点了点头，倒并不觉得对方在诓骗自己。以属性水晶这种东西的战略地位，奇迹公司再怎么看重都不为过，确实不可能让单独一个人完全掌握所有环节。看来自己这一次前来的目的不能完美的达成了，只可惜灰烬之中的灰池已经快消耗完了，不然的话也不需要从奇迹公司这边找门路。轻轻舒出了一口气，将心中的想法稍稍调整之后，白胜奇直视面前的宋大师，又说道：既然如此，那咱们来谈一谈其他合作吧。有关合作的事情，其实刚刚在通讯仪里已经稍微聊过一些了。宋景海摇了摇头，说道：生意上的事情，你跟小王他们2个谈就可以了，我已经全盘委托他们了，我就出来打个招呼，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继续去忙了。说罢，宋景海再不停留，又回到了里间去了。很快又有声响传出，剩下的事情显然只能在他们3个之间谈了。白胜奇也很快得知了，2位王老板跟宋大师竟有着一层亲戚关系，难怪宋大师愿意信任他们，将事情委托给他们处理。而有了宋大师的关系，2人才得以跳过黑山城奇迹公司分部，获得了跟白胜奇谈合作的这份美差。当然，这种事情他们自然也不会跟白胜奇摊开来细说，都是老熟人了，3人之间的谈话算是顺利。最终双方的合作敲定，白胜奇将周期性的提供给他们一定量的灰晶与怪物精粹，而作为交换，他们也会返还一定量的属性水晶和其他的钱财物资。这中间当然会被赚走一笔，但在没法自行合成属性水晶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这只是白胜奇前期放出的一个饵而已，他并不会将所有的灰晶都交易出去，而且他未来的计划是彻底掌控整个清水城，将灰晶的出产捏在清水城的手中。
灰烬怪物攻城不过是这2-3天内的事情，如今消息还没有完全传出去，很多势力自然是尚未反应过来。而等到以后他们反应过来，想要伸手到清水城里来分一杯羹时，白胜奇便会让他们知晓，这清水城是清水城人自己的。想要灰烬，乖乖跟清水城交易便是了。想在清水城里自行猎杀怪物，收集灰烬，想都别想。到那个时候，拥有灰烬出产的清水城，自然也就具备了议价的能力。就算是没有掌握属性水晶的合作技术，那问题也不会太大了。一番交谈后，白胜奇离开了宋大师的工作间。他已经获得了承诺，到时候小王老板会返回清水城，并带来更多的材料分解机，那也是双方合作的一环。工作间内，大王老板和小王老板四眼相对，都看到了对方眼内的灼热光芒。怕不怕？怕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能跟白兄弟认识，算是咱们的造化。这送上门的造化，不抓紧是要遭天谴的。好，咱们抓紧白兄弟这条线，未来必然会大不一样。尽管有些担忧清水城的怪物狂潮危机再次发生，但明白如今的清水城已经成为了一个宝地，小王老板仍旧决定返回清水城，而大王老板则在黑山城这边同样有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宋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材料分解机的代理权为什么要交给这种3级城市来的小商户？工作间的门被蛮横推开，一个略显肥胖的身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无视了坐在外间的2人，继续往里冲去。林胖子，你这个分公司负责人当腻了是吧？坏了我的思路，让下一阶段的分解机胎死腹中，你承担得起吗？一场毫无营养的吵闹将再次上演。这样的情景这2天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坐在沙发上的2位既得利益者对视一眼，默默喝茶，心照不宣地装起了笼子。而这时候的白胜奇自然不知晓自己离去后工作间里发生的一切，他已经飞身而起，往着清水城的方向赶回。那一边接下来将会有许多事情要忙了。第162章，谨遵安排。清水城一片残垣断壁，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物。先前的怪物狂潮显然给整座城市带来了触目惊心的伤害，但此时此刻，城市的防护大阵稳定运行，城外的怪物再也进不来，城里的怪物也已经被清理完，一切事物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着。尽管这一次的怪物狂潮来得汹涌突然，并推倒了大半座城市，但真正给清水城职业者们带来的伤害倒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虽然有许多职业者被怪物所击杀了，但基本上还是从复活神殿里复活了过来，只有极小一部分彻底消亡在了这个世界上。当然，如果不是十分迅速地解决掉了，让这些怪物在城市中继续游荡下去，那不管职业者们拥有几次复活机会，那最终结局也是不会太美妙的。清水城可以说是从彻底覆灭的边界上徘徊了一下，而此时此刻，到处都是一番热火朝天的重建景象。以这样的效率，清水城彻底重建完成，想必也花费不了太多时间。只不过，对于清水城的诸多职业者来说，摆在眼前的还有一件十分迫切的事情，那就是城外的异变怪物仍在，普通职业者根本就没法出城练级了。尽管不练级也是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的，但是对于习惯了一直往上提升等级的职业者来说，突然少了这个，显然还是有些无所适从。而且这一次的事件也让众多职业者明白，哪怕是躲在城市里，也是难以确保绝对安全的。想要在时代冲击中提升生存几率，继续往上提升自己的实力，显然才是最佳的选择。许多大中型工会在猎狮糊涂的带头下来到了某个小区外，这正是白胜奇所在的小区。如今父亲白牙回归，当然也是住在这里。从灰烬返回的众人，在这一次怪物狂潮里表现有多么惊艳，这些清水城的职业者们自然是看在眼内。接下来的行动必然是少不了这些灰烬人力量的，而灰烬众人则是以曾经的4转大法师白牙马首是瞻，他们打算先从白牙身上着手，显然也是十分正确的选择。人太多，白牙只能在小区空地上与他们见面。白胜奇返回时，便正好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清水城的众多职业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希望白牙能够带领着灰烬众人一起，助他们打开局面，从清水城周边练级打怪开始，最终再次反攻灰烬。不得不说，清水城众多职业者的想法也不算错。如今的清水城如果还想要发展，肯定是少不了白牙等人的力量的。但经历过灰烬之事，对于城外怪物实力有着深刻了解的白牙，已经跟当年的想法不同，他并没有轻易许下承诺。正好白胜奇的到来让他心中早就有的想法跃然而出。小奇，你来吧。站到一旁迅速交流一番之后，在众人心中惊颤的同时，白牙已经将白胜奇推了出来。各位，你们的想法都很不错，不过我没有在清水城长时间停留的打算，这件事情你们还是跟他好好聊吧。说罢，也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他便径自离去了。
白胜奇站立在原地，并没有阻止父亲的离去。在刚刚那极短的时间里，他已经充分了解到了父亲的想法。父亲并不打算一直留在清水城，而是要前往其他城市，继续提升直阶，并追寻心中的疑惑。对于父亲的意愿，白胜奇自然是尊重的。父亲白牙本来想留下灰烬白银的众人，助他打开清水城局面，却被他拒绝了。见识过白胜奇实力的白牙，最终也没有勉强，选择了信任。虽然心中有着为人父母的本能担忧，但有一说一，公道一点来说，白胜奇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可以一个人吊打整个白银，绰绰有余了。白牙自认为自己能够帮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于是站在清水城众多职业者面前的，便换成了白胜奇。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对于白胜奇，在场的众人也已经不陌生了，但是相比起来，众人却显然更加喜欢跟白牙打交道。白胜奇的实力之强，行事之乖张与莫测，他们先前早就见识过了。一想到要说服这样的人一起合作，他们便不由得感到压力山大。但事已至此，却又不能打退堂鼓，毕竟已经身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中，不能什么也不做。众多都看向了猎师胡图。清河工会溃散之后，他的百兽工会显然已经成为了清水城的第一工会。要说众人里还有谁能够勉强跟白胜奇搭得上话的，显然就只有这位了。胡图有些纠结，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心里有多苦。别人或许不清楚白胜奇的具体实力强到了何种程度，但他却是明白的。本来依靠着多年交情，可以跟白牙好好聊聊的，没想到那家伙也学精了，直接甩挑子，让事情落到了十分难搞的白胜奇身上。那个白分店主，白大队长，首先要恭喜你上任。一句话说完，胡图便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作为曾经清水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年岁也一大把了，如今在一个小毛头面前如此瞻前顾后，让他心情颇为复杂。白胜奇却没有这样的顾忌，他笑了笑，看着面前的胡图，意有所指地问道：胡老爷子，你家孙女转职成功了吗？胡图一惊，想到孙女胡琉璃的惊人转职成果，这才彻底清醒过来。对方显然是在点醒自己。是，琉璃她确实转职成功了，还要多谢白分店主行的方便。一旁的其他职业者颇为疑惑，不知道他们突然就在打什么哑谜。白胜奇却已经说道：既然转职成功了，想必他也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你知晓了吧？他答应过我的事情，不知道你这位爷爷是不是能帮忙接下来？原来如此，胡图心中一动，瞬间便已经想明白了许多。百兽工会当然是十分强大的工会，在这清水城里算是极强大的一股力量。不过，若是跟孙女成功达成的转职相比起来，价值却又远远不如了。而给自己孙女带来这个转职的白胜奇，显然正在等待着什么。福至心灵之间，这位猎师点了点头，大声说道：百兽工会全体谨遵白分店主的安排。第163章炼级大同盟。清水城白胜奇住所的小区里，几乎所有的职业者都懵了，不敢置信地看着身前的猎师胡图。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被寄予厚望的猎师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来。谨遵安排是什么意思？这简直就是放弃了自主的权利，将整个百兽工会的控制权交到了对方的手中。那样的话，别说在这变故的时代里攫取收益了，搞不好最后连整个工会都会失去吧。猎师糊涂的作为让在场的职业者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连四转职业者当前的第一大工会都表态了，那自己这些人该怎么办？白胜奇没有给他们太多纠结的时间，看着这些职业者，白胜奇平静地说道：灰晶之事想必你们也已经知晓，那是能够制作属性水晶的重要原料，今后世界将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以你们如今的实力，城外那些能够掉落灰晶的怪物显然不是你们能够解决得了的，所以我计划以百兽工会为开端，组建一个清水城工会大同盟，目的是一起练级，一起猎取灰晶。在场的众多职业者面面相觑，白胜奇如今所说出来的话语，倒也还没有让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地方。有人趁着空隙问道：城外的怪物强得离谱，一起联合起来练级也算说得过去，但那些掉落的灰晶又该怎么分配？众多职业者暗暗点头，很显然，他们最为关心的也是这一点。灰晶可以制作成提升属性点的属性水晶，他们当然明白这代表着什么。每个人显然都不打算放弃这种东西。然而，迎着众人期待的眼神，白胜奇冷冷一笑，说道：我已经联系好了大公司，不日就会有工作人员入驻我们清水城，到时候收获的灰晶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被制作成可以加点的属性水晶。话音落处，在场的职业者都相互交换起眼色来。一人问道：那如果我们另外联系公司人员来进行属性水晶的制作呢？这人说话间，目光略微闪烁地看着白胜奇，显然是打算确认些什么。白胜奇笑了笑，丝毫不在意他们心中的想法，说道：这就是我要说的，想要加入我所组建的炼级大同盟，
那便必须走我指定的灰烬回收渠道。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加入。在场众人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们当然明白，以如今城外怪物的异常强度，没有白圣骑的帮助，想要进行轻松练级，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要加入大同盟，便必须走白圣骑指定的渠道，用脚趾头想都能够知道，对方在其中显然是截取了相当部分收益的。这种道理，在场的职业者自然都明白。眼看着众人陷入了沉默之中，白圣骑又笑了笑，扔出了一个新的爆炸消息来。各位应该知道，我如今是清水城转职神殿的分店主，那么我这里有一个福利，到时也会公布给全城知晓，那就是加入大同盟的职业者在2转时会获得神殿额外赠予的属性水晶，额度暂定为自由属性点为5点好了，3转时额度为50点，4转为500点，5转为1000点。这话出口，在场的职业者一下子被震惊的有些麻木了。有人不敢置信的开口询问道：这个福利是针对每一名职业者吗？没错，假如加入了大同盟的话。白圣骑微笑着点头。有别于在场众职业者们的震惊，这对于他来说其实还真算不上什么。4转之后，他的实力已然大大提升，击杀那些能够掉落灰烬的怪物更是轻松无比了。以他如今的实力，如果火力全开的话，单单只是在练功房内，一天就能够刷出10多万枚拳头大的灰烬，转化成属性水晶的话，那是相当于200多万属性点了。作为清水城的职业者，转职福利绰绰有余。而且灰烬的入手途径显然也并不仅仅只有他的练功房。他的计划并不是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艰难带着整座清水城前行，他是要让清水城的职业者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将清水城的整体实力提升起来，最终让转职神殿内的转职神石提升等级。那个时候，无论是继续向后转职，还是选择转生，都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而清水城毗邻灰烬，有着源源不绝的异变怪物刷新，显然也已经成为了众多大势力眼中的香饽饽。能不能将这一块肥肉护稳在清水城之中的碗里，就看清水城的整体实力够不够强大了。生长在这里，清水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他的家乡了。就算是出于某种比较俗气的心态，他也希望这个家乡能够变得强大起来。清水城的强大，当然是所有职业者的强大。白圣骑不认为自己应该以一己之力肩负一切，这种想法与心路历程，当然没有必要剖析给在场的众人知晓。白圣骑只是以自己当前压倒性的实力，平静地问道：那么，你们的答复是什么？接下来是难堪的沉默。众多职业者心中权衡着利弊，但基本上没有办法马上理清头绪。白圣骑也不急，他摆了摆手，说道：那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大同盟的练级队明天就会在协会处正式开拔，到时候你们不来，我就默认你们是拒绝了。同时，作为职业者协会的清水城执法大队长，白圣骑理所当然地将之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了。众人各怀心思，纷纷散去。胡老爷子，你也回去吧，明天见。摆了摆手，白圣骑丝毫不给糊涂多说半句的机会，直接离开。清水城接下来的事情，显然还需要提前做些准备才行。灰烬的事情，他已经跟父亲白牙谈过，父亲也已经表示放弃继续进入灰烬了。这么多年在灰烬之中，白牙的属性面板其实已经相当不低，成功5转之后，实力更是突飞猛进。加上之前白圣骑给予的大量属性水晶，他的属性面板再上一层楼，短时间内继续在进灰烬里刷取灰烬，已经意义不大了。更何况，如今清水城外已经能不停地刷新出异变怪物来，要刷取灰烬也根本就不用进入灰烬了。长久以来待在灰烬里，他显然从其他营的人处得知了一些消息，这番离去正是与之有关。白圣骑目前没有兴趣去往他处，但自己4转后实力再次增强，这时候再去查探一次灰烬却是正好合适。那灰烬4层之上，显然让他颇为在意。第164章，吸纳灰雾。面前灰雾更显浓郁，白圣骑已经再次处身于灰烬之中。1层、2层、3层，他一层一层走过去，发现这里面的灰雾比上次自己离去时变得更加浓郁了。只不过，除了灰雾变得更加浓郁之后，这3层的怪物竟全部都消失不见了。至少从他进入灰烬以来，一直到如今来到3层，路途上确实是一只怪物都没有遇上，这显然是十分不寻常的。莫非灰烬中的怪物再也不会出现在这3层，而是会自己出现在外界？这是十分合理的猜测，不然很难解释当前的情况。白圣骑一路来到了白鹰的所在，灰雾愈发浓郁了，仅仅只是3层，程度感觉上已经更胜过当时进入4层时。按他想来，恐怕不需要多久，这整个3层便会被更加浓郁的灰雾彻底覆盖，哪怕是白银里仅存的那一个灰池，也难以维持原状。到了那个时候，这灰烬3层也许便将会成为生命的禁区。呼，风声响起，一柄战斧展开灰雾，
迎面劈来。与此同时，灰雾的对面也已经传来了声响。谁？乔叔叔，是我啊！你这乱砍人的老毛病真的不打算改改吗？虽然灰雾已经更显浓郁，但白圣琪此次前来已经经过了4转的洗礼，精神属性更是大幅度提升，所以能够看穿的距离跟上次相比仍是相差不大。他早就看到了提着战斧走近的乔亮，这一劈当然不可能对白圣琪造成伤害。乔亮猛地收起了战斧，一张脸从灰雾里钻出来，眨了眨眼，看着白圣琪讶然问道：哥，这么久了你还在里边转圈，没能找到路出去吗？白圣琪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不，我已经出去过了，如今又再次进来了而已。外面情况怎么样？果然还是需要我老乔出去挽救局面是吧？乔亮眼里亮起光芒，手中的战斧晃了晃，颇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然而他的这种热情终究是没能得到满足。白圣琪口中已经传来了这样的话语：外面的情况很好，事情已经解决掉了，我这一次前来只是想要继续查探一下灰烬罢了。紧接着两人结伴向前，一路上各自交换了信息。白圣琪从乔亮口中得知，从自己离去到如今，这里边除了灰雾变得越发浓郁之外，并没有其他别的变化。其他各营的人也并没有再次回到灰烬里来。至于是时间太短，他们还来不及进来，又或者是彻底放弃了再次进入灰烬，那就不得而知了。乔亮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表示只是短短时间内，灰池的活性便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了。按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很可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灰池便会彻底消失。这跟白圣琪的猜想不谋而合。而当白圣琪表示白营众人已经离开清水城去往他处，并让乔亮留在清水城之后，乔亮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短暂的沉默过后，乔亮重重点头说道：我明白白牙的意思了，他之前跟我提到过，既然如此，我就留在清水城跟你混好了。看着有些怔然的白圣琪，他哈哈一笑，拍了拍胸口，又说道：你知道白营那么多人，为啥白牙只让我留下吗？因为我是白营里除了白牙之外最强大的人，显然是要留下我这样强大的帮手在你身边，他才能放心离去啊。竟然能够这样理解的吗？白圣琪眨了眨眼，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有没有一种可能，单纯只是因为乔亮还留在灰烬内，所以来不及通知他一起走，才干脆留他在清水城帮忙？不过对方开心就好，万一击破了对方心里的美好幻想，让对方的热情消退就不好了。白圣琪干脆来到了灰池处，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了大量的灰烬来。既然这灰烬3层已经不再刷新怪物，那么这灰池当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留在这里被灰雾慢慢吞噬，不如让其发挥出最后一点作用来。这对于白圣琪来说，不怎么多的灰烬却足以令乔亮目瞪口呆了。因为这一次被白圣琪投入到灰池里完成转化的，足足有上万枚灰烬，而且还是那种拳头大的灰烬。一枚拳头大的灰烬能够提供20点自由属性点，那1万枚是多少来着？甚至不用掰着手指头，乔亮都一下子算了出来，整整20万点自由属性点。乔亮脑袋嗡嗡作响，只觉得此生遇上的所有震撼加在一起，都远远不及眼前的这一幕。整个白银在这灰烬里经营了那么久，加起来有没有猎取到相当于20万点属性点的灰烬？总之，乔亮知道自己所猎取到的灰烬是连这1/10都没有的。哎，不对！眼睁睁地看着白圣琪将转化而成的属性水晶收起，然后那座灰池瞬间崩散开来，周边的灰雾汹涌而入。从这一刻起，这座白银赖以生存的灰池就此退出了帷幕。乔亮一时间百味杂陈，心头泛起了种种异样情绪。走吧，乔叔叔，咱们到4层之上去看看，或者你先到外界去等我。乔亮头颅甩得飞快，像是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会错过？于是，灰烬4层很快便多出了2人的身影。乔亮看起来虽然大大咧咧的，但这个时候手中提着战斧，却保持着相当的谨慎姿态。能够在灰烬里坚持这么久，当然不会是那种完全拎不清的人。只不过他的这番作为显然有些多余。不仅仅灰烬前3层，连这第4层竟也看不到半个怪物了。两人一直深入了很远，除了能够让人对面不想见的更浓郁灰雾之外，这个灰烬4层一片宁静。这样的事实让乔亮根本摸不着头脑。只不过同样走在浓郁灰雾之中的白圣琪，面色神情却有了异样的变化。他察觉到，随着自己在这4层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某种变化正开始作用在自己身上。这样说或许不太准确，应该说正在发生变化的并非他自身，而是他体内与他息息相关的那个同样灰蒙蒙的神奇练功房。第165章灰墙。行走在灰烬4层之中，白圣琪察觉到围绕在身周的那些浓郁灰雾正如同微暖的水流一般包裹着他，然后丝丝缕缕的这些灰雾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入口，
直接渗入到了他的身躯之中。一开始，白胜奇是有些忌惮的，不过随着体内那座神奇的练功房开始发生变化，他那变得有些急促的心跳才渐渐平复了下来。这些灰雾竟在缓缓地修补着自己体内的那座练功房。白胜奇能够感觉得到，自己体内的练功房正在如饥似渴地吸纳着这些涌入的灰雾，而随着灰雾的持续涌入，他同样能够察觉到那座神奇练功房的稳固性正在一步步地提升着。最直观的表现是，他有种感觉，似乎自己又可以使用练功房了。本来今天的5个小时份额他已经消耗完了，但是在这灰雾包裹重过了一段时间后，得到了灰雾的补充，他能够感觉到练功房可供使用的时间多出了5分钟。只是多出了5分钟，看似不算什么，但知道这代表着什么的白胜奇，心中却早就已经被喜悦所填满。曾经的他也有过相应的猜测，此时此刻，这种猜测终于落到实处。这个灰烬果然跟自己的神奇练功房有所关联，又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灰烬都跟自己的神奇练功房脱不开关系。这个更显大胆的猜测，让白胜奇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种种遐想。怎么了？有怪物吗？我老乔怎么没有察觉到？看到白胜奇的脚步停了下来，身旁的乔亮猛地一挥战斧，已经向着身前劈了过去。但很显然，这一斧又理所当然的落空了。没有怪物，我只是想点事情而已。白胜奇暗暗叹息，这个乔叔叔动作永远比想法更快，不管有啥情况都先一斧子砍出去再说。难怪自己第一次见到对方时，对方也是单独行动，都没有见过他组队战斗。这动不动就乱砍一气的习惯，谁敢跟他组队啊？说不定敌人还没有干掉，自己的队友就被砍得差不多了。所以他被留下来帮忙建设清水城，难道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真实的原因当然已经不可考了。白胜奇继续向前走去，他发现随着自己往不同的方向走动，体内神奇练功房吸纳灰雾的效率也是不同的。吸纳效率最强的方向，显然也是灰雾最浓郁的方向。假如有下一层的话，那么必然就是这个方向了。像是老马识途一般，他脚步越来越快。身后的乔亮提着一柄战斧，亦步亦趋。喂，小齐，你走慢点，万一灰雾里面有怪物冲出来可不妙，得等我老乔先砍一斧子再说。那真是谢谢了。白胜奇一边前行一边摇头说道：乔叔叔，你先收好斧子，别动不动就劈砍，我有勘察技能看得比你远，你听我指令再砍就好了。好吧，你小子本事确实大，老乔就听你的。乔亮点了点头，竟真的听从了白胜奇的话语。若是让白营的其他人看到，必然要大吃一惊。这个乔疯子平日里行事最是乱来，也就白牙能够稍稍管得住他，如今却对白胜奇言听计从的样子。白胜奇点了点头，心中颇为满意。他最担心就是这乔亮会依仗着叔叔辈的身份不听安排，没想到竟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忧虑。最终白胜奇来到了一堵雄伟的灰墙之前，那灰墙下接地，上接天，高不知几许，而两侧延伸出去，以白胜奇的视野也不能窥见边界。难道说这里就是灰烬4层的尽头了吗？只是为什么看不到像之前几层那种传送用的光芒漩涡了？难道说这里不仅仅是灰烬4层的尽头，同样也是整个灰烬的尽头？那么这堵灰墙的背后，那隐约传来的无尽嘶吼声又是怎么回事？白胜奇明显能够听得出来，这些嘶吼的声音和之前侵入清水城的那些怪物所发出来的显然十分相似。有极大的可能，外界那些异变怪物入侵清水城的异变怪物，全都是来自于这堵灰墙的背后，但他们却被灰墙所阻拦，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灰烬的1到4层。白胜奇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他心里下意识地闪过了一个念头，想要试试看能不能穿越这堵灰墙到对面去看一看。虽然对面传来的怪物嘶吼声十分吓人，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惊惧。以他如今的实力，进入到那种怪物堆里，其实就跟面对一大群的新手练级怪一样，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擦，啥东西也敢阻拦我老乔的去路，先吃我一斧！话音未落，风声响过，乔亮的战斧已经迅猛地挥了出去，落到了面前的灰墙上。轰！灰墙纹丝不动，只是溅出了几缕灰雾。乔亮震惊的两眼瞪圆，但白胜奇的震惊同样也不下于他。乔亮的实力，他是认可的。在4转之后，实力之强，在白营中都能够排得上前几。如今父亲白牙带着白营的其他人离去，那么除了自己之外，这整个清水城实力能够胜过乔亮的，只怕没有了。当然，随着属性时代的开启，以后的情况谁也说不准，但至少目前乔亮的实力算得上是数1数2，而以这样的实力，却连灰墙的皮都蹭不破。很显然，这堵灰墙的强韧之处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之外。微微思索了一下，
白胜奇暂且收起了对灰墙动手的想法，他对乔亮说道：“乔叔叔，按如今灰烬里情况，也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了。清水城那边还需要乔叔叔你多多帮忙呢。”他很快就将有关炼级大同盟的事情告诉了乔亮，并请对方为此尽一份力。在如今的清水城里，除了自己之外，还能够比较轻松的击杀异变怪物的，显然只有乔亮了。自己暂时走不开，那显然就只有请对方代替自己去引领那些清水城的职业者们了。听到有机会可以跟那些异变怪物拼杀，乔亮整个人都兴奋起来。好，我老乔这就回去。乔叔叔，这点东西聊表敬意，还请笑纳。在乔亮将要离去时，白胜奇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了一部分的属性水晶来，要请对方帮忙。他当然不好意思让人家白干活，本以为还要推拉一番，乔亮却已经爽朗地笑了起来。好，小齐，我老乔确实眼馋这个，就不跟你客气了。等我老乔出去后，加把劲努力刷怪，到时候还你好几倍。白胜奇笑了笑，不以为意。如今灰烬里的灰池已经没有了，乔亮就算再努力刷怪，所能够获得的也只是灰晶而已。想要制作成能够提升属性点的属性水晶，还得经过自己谈好了的奇迹公司那边的渠道。眼看着乔亮的身影远去，白胜奇摇了摇头，倚靠着灰墙坐了下来。他发现自己靠在这灰墙边上时，神奇炼功房吸纳灰雾的效率是目前为止最高的。而随着灰雾吸纳的分量越来越多，白胜奇渐渐发现炼功房的变化已经有些超出自己的预期了。为了确认这种变化，他瞬间进入了炼功房内。炼功房的角落处，一团温和的乳白光芒正在缓缓滋生。这熟悉的感觉，灰池。第166章，现在我够资格了没有？炼功房中，白胜奇看着一旁渐渐凝聚出来的东西，颇有些意外。那乳白色光芒凝聚起来的，可不就是一个灰池吗？除了规模上小得可怜之外，跟先前灰烬3层里的那些灰池看起来十分相像。不过，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灰池，还是要试验一下才能确定。他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枚灰晶来，扔进了这个小得可怜的灰池里。下一刻，乳白色的光芒流动着，将这枚灰晶包裹了起来。眨眼间，一枚经过了转化的灰晶便映入眼帘，正是如假包换的属性水晶。炼功房里滋生的这个果然是灰池。虽然转化了一枚属性水晶后，这灰池的光芒变得暗淡了一些，但确实是有用的。而且随着他待在灰烬中的时间增加，这灰池的规模显然也是会继续增长的。就是不知道需要增长到什么程度，这灰池才能够彻底稳定下来。白胜奇很快退出了炼功房，再次出现在外界，背靠灰墙坐着，感受着体内炼功房的持续加强，他心中充满喜悦。清水城，又是新的一天。城中所有工会的会长都已经聚集到了一起，他们此来显然是已经认同了白胜奇的安排，要加入清水城炼级大同盟了。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他们本是不想来的。虽然比不过曾经的第一工会长周成天，但他们好歹也算是清水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让他们凡事都要听从另一个人的安排，老实说，这一点很难让他们接受。只不过在仔细观察过之后，他们绝望地发现，如今的清水城确实已经被那种强大到可怕的异变怪物所包围了。4个方向的城门外全都是那些强大的异变怪物，而这样的怪物到底有多强？经历过一次怪物倾城的他们，显然不会想要经历第二次。虽然说起来有些丢人，但是他们这些工会长们有一个算一个，还真没有几个能够扛得住一只异变怪物的攻击。当时能够解决掉那些侵入城市的异变怪物，全靠灰烬回归的众人，以及那位令他们心情变得极为复杂的白胜奇。硬要说的话，百兽公会的胡老疯子可能还能够跟这些异变怪物掰掰手腕，不过同样也是需要不少职业者给他打辅助才行，不然的话，他烈焰狂狮就算是血厚防高，在异变怪物的攻击下也是撑不住几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工会长们还真的没得选择，不加入白胜奇所说的炼级大同盟，那么他们的工会成员们甚至连出城炼级都做不到。等到别人大同盟的成员练到更高级，提升到更强的直接后，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工会成员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尴尬了。胡老哥，那位怎么还不过来？有人等得心焦，不由得向烈师糊涂询问起来。那位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着好了，这么点时间就站不住了。糊涂摇了摇头，看了这几人一眼，笑了笑。你们脾气怎么比我老胡还急呀？被不硬不软的对了一下，几名工会长信欣然的对视一眼，继续安静下来。但他们最终也没有等来那位。你们就是来参加炼功大同盟的吗？一个汉子手提长柄战斧，大步走到了他们跟前。你是？众多工会长一眼看不出来人的底细，心中也不由得有些忌惮。我提着战斧走来的，自然就是从灰烬返回的乔亮了。他呵呵一笑，扯开了嗓子说道：
我老乔就是这次练功大同盟的临时统领，简单来说，想要跟着我老乔混的，就要听我老乔的安排。这样的话语，显然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在场的众多工会长一时间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我们是在等待白胜奇白分店主的，你是哪位？敢来这里捣乱？虽然看不穿乔亮的底细，知道对方或许不好惹，但人多壮胆气，许多工会长仍是不满地质问起来。嘿嘿，乔亮笑得意味深长，紧了紧手中的战斧，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旁边便已经传来了猎师糊涂的声音。这位是白牙以前的队友，我认得他，以那两位的关系，这应是白分店主的安排没错。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能令所有工会长信服，他们被迫无奈要加入炼级大同盟，心里本就已经不太满意，此刻见正主没有出现，随便叫了个人过来，显然就更加恼怒了。让白胜奇过来，不然我们不可能同意加入炼级大同盟的。对，随便叫个阿猫阿狗过来，我们就是那么好打发的吗？让他过来。一时间群情汹涌，猎师糊涂有些无奈地看着乔亮，他虽然是众多工会长里最强的一个，但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压下众多工会长。在这种境况下，除了白胜奇亲身前来之外，似乎已经很难解决了。只是乔亮却并不这样想，看着似乎越来越激动的众多工会长，他舔了舔嘴唇，反而更加兴奋起来了。是谁不满意？是你吗？乔亮向前迈出一步，直接来到了叫得最欢的一名工会长跟前，拿眼看着他，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威压。这位工会长心中莫名一凛，很显然，面前提着战斧的这位实力应该是胜过自己的，只不过他也是3转职业者里佼佼者，将要踏入4转的人物，哪有被人一下就怂的道理？他梗着脖子据理力争。没错，我不满意，我们决定加入练功大同盟，是看着白胜奇实力份上的。你虽然有点本事，但也不可能有资格统领这炼级大同盟，是吗？乔亮脸上浮起了一个奇诡的笑，一手将战斧倒提，另一手已经捏拳向前打出。989854，接近100万的伤害数字跳起来，一击而已，便已经将这名3转工会长打至残血，差一点点就要血条清空，往复活神殿去了。乔亮看起来虽然身高体壮，但并不是真正没脑子的傻大个。他看得出来，面前这人是个骑士系的3转职业者，等级在80-90的样子。那么其6项属性中最高的体质属性，大致上应该在700-800点，加上装备的附加，估计最多也就1000出头。1000多点的体质属性，作为一名3转骑士系，生命值大致上在50万左右，加上骑士系本身的技能加成，再多不会超过100万生命值。乔亮自问自己这一拳应该不会将对方直接打死。现在呢，我够资格了没有？第167章，因为他比你们强。众多工会长聚集的现场，此刻的他们正一脸惊骇地看着倒提战斧的乔亮。他们没有想到乔亮竟真的敢悍然出手，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甚至连武器都没有动用，只是随便一拳就将一位3转骑士系的工会长打得差点要复活。都是职业者，面前的这家伙是不是强得有些离谱了？在一旁看戏的众多职业者只是惊骇而已，站在乔亮面前生生承受了他一拳的那位工会长，此刻却已经陷入了强烈的惊惧之中。别人都以为他差点被打到要去复活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刚刚那一拳伤害再高一点点的话，此刻的自己已经不是去复活，而是真正的死亡了。因为在之前的怪物清城过程中，他已经耗尽了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但作为一个大公会的会长，他根本就不敢向外透露这个消息。他很清楚，一旦透露出这个消息，那么平日里跟自己不太对付的某些职业者，心里很可能就会滋生出危险的想法了，甚至连在自己掌控之中的这个工会会中成员也将会蠢蠢欲动。怎么了？你还不服？眼看着被自己打了一拳之后，这人只是傻傻的看着自己，并没有什么表示。乔亮皱起了眉头，他手中的战斧从倒持开始变成了正持。如果真有必要的话，他觉得自己不会吝于送这人回一趟复活神殿。很多时候，只有这种手段才能够真正的说服人。服了，服了，我服了！被一拳差点送走的3转骑士系吓得脸色煞白，忙不迭的连声叫道。乔亮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手持战斧，目光扫过在场的众多工会长，有些意犹未尽的喊道：“还有谁？”眼看着无人应声，他颇为失望，又问了一声：“没关系，还有不满意的，可以站出来，咱们好好聊聊。”“谁他妈想跟你聊啊？”一群工会长看着嚣张跋扈模样的乔亮，面容抽缩，心塞的要死，但没谁愿意站出来跟对方聊聊了。刚刚是用拳头聊，等下说不定就要用战斧聊了。虽然刚刚承受了乔亮一拳的那位未必是在场众多工会长里最强的，但基本上是最肉的了。连他都被一拳打成残血，没谁有信心能吃得住乔亮的一斧子。没劲。
乔亮摇了摇头，轻叹一声，有些遗憾。想当年自己建议白牙建立一个工会，可惜白牙那家伙懒得建立，不然的话，自己早就有机会好好教训一下麾下的小家伙们了。如今给自己安上了一个炼级大同盟的统领位置，他显然找到了乐趣。好，全军出击！战斧一挥，直指城北。在场众多工会长一下子又陷入了沉默之中。这位统领大人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既然是炼级大同盟，那么多人集在一起，怎么也得先定个章程吧？就这么乱糟糟的直接冲出城去，怕是给怪物们送菜吧？那个统领大人，咱们是不是该有些计划才好？有工会长硬着头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幸好这位统领大人还算讲理，闻言点了点头，说道：计划？倒确实应该有个计划才好。说罢，他目光在众多职业者身上扫了过去。有意思，今天来的都是2转以上的职业者，你们是打算为那些1转年轻人先探一探路吗？倒是有些担当。众人只能回以微笑。事实上，即便是人群里的2转职业者们，此刻也是满心忐忑，不知道此番出城是福是祸。莫说他们了，在场的3转职业者们心里也同样没有半点把握。好，决定了，我要从你们中选出几位副统领，随我一起先打开阵地。说着，乔亮伸手往人群里一一点去。你，还有你！一时间，在场被他挑出的职业者足足8位。被挑出来的这些人，至少都是3转职业者，基本上都是大公会的会长。只不过，对于自己被选上，他们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反而是有些抗拒。不用想都知道，这所谓的副统领并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是要跟着眼前的统领打头阵的，是危险性极大的事情。看着不情不愿的几人，乔亮嘿嘿一笑：怎么，你们不愿意？说话间，他从背包空间里取出一大把东西来，哗啦啦的往地上一抛。在场的职业者们眼都直了，他们当然认得出来，那是属性水晶。这里的属性水晶，每一枚都能提供5点属性点，你们这些副统领，每人都可以取用。炼功大同盟存续过程中出产的属性水晶，你们能够获取的份额，也将在其他职业者之上。乔亮看着众人，目光像是要看到他们心底里去。现在还有谁不愿意的？乔亮明显能够感觉到，随着自己抛出了这一堆属性水晶，先前推脱的几人眼神都变了，表面上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他心里早已经笑开了花。区不到100枚属性水晶，加起来也不到500点属性点，就能让这些职业者们改变想法，何其划算！要知道，先前在灰烬里，自己可是从白圣骑手中得到了大量的属性水晶，还是一枚能提供20点属性点的那种。要是让这些人知晓，他们会不会陷入怀疑人生之中？统领大人，我们愿意追随，前往打开阵地。说话声中，已经有人向前迈步，向地上那堆属性水晶抓去。反抗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能拿点好处，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等等，身躯一颤，耳边已经传来了乔亮的声音：你拿5枚就好。这位职业者心里挣扎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敢违抗乔亮的话语，懂事的只拿了5枚。接连上前的几位职业者都只拿了5枚。尽管如此，但也相当平白多了25点属性点，算是不小的提升了。烈士糊涂上前时，乔亮淡淡的说道：你拿20个。糊涂点了点头，取走20枚属性水晶。其余职业者闻言身躯一震，心里虽然有些不甘，但也没有多说什么。烈士糊涂作为他们之中唯一的一名4转职业者，实力远胜过他们，确实拥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当最后一个职业者走上前来时，乔亮抬了抬眼睛，说道：剩下的这些你都拿了吧。地上剩下的属性水晶足足有20多枚。这一次，先前那些职业者脸上都泛起了怨愤的神情。统领大人，这不公平！有人出声抗议：要是胡老哥能拿20个，我们也就认了，但这人明明只是个小辈，为什么也能拿这么多？众多职业者都看向乔亮。为什么？乔亮耸了耸肩，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他能拿的比你们多，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比你们强，而且强得多了。他看着捡起了所有属性水晶的少女，说道：怎么，要我帮你说服他们吗？面对乔亮的目光，胡琉璃摇了摇头：不用了，他们如果不满意，我亲自来说服他们好了。第168章，你们要怎么说服叔叔？清水城炼级大同盟算是成功建立了，只不过队伍还没有真正开拔，出城去炼级打怪，就已经先遇上了别的麻烦。说是麻烦，其实也不太准确。事实上，自封为大同盟统领的乔亮，就半点也不将眼前发生的一切视为麻烦。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对峙着的几人，颇有些期待接下来的发展。现场几名工会长看了一眼气势上分毫不让的少女胡琉璃，又望向一旁的烈尸糊涂，说道：胡工会，
你怎么说？虽然这胡琉璃只是一个小辈，但毕竟是胡疯子最疼爱的孙女，总要给对方些面子。什么怎么说？胡涂摇了摇头，半点不在意，说道：年轻人的事情让他自己解决好了，不用管我。胡会长，你说的是真的？几名工会长目光一闪，眼里显然已经泛起了异样的光芒。种种事情掺杂在一起，他们心里显然很是积压了些怨气的。这些怨气当然不敢对一拳就能把人送去复活的乔亮发泄，但对付一个小辈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不明白胡疯子为何是那种态度，但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那样的话语来，显然也是不好反悔的了。心中念头纷转，便已经有职业者站了出来，向着胡琉璃说道：小丫头，让叔叔来看看，你要怎样说服叔叔？说话间，这名职业者已经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他所用的武器是一柄细长的刺剑，自身所属显然是剑士系的某个分支职业。动手吧，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的。剑士系本身的精神属性就不高，他虽然看不清胡琉璃的具体信息，也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霎时间，一股摄人的气势从胡琉璃身上涌起，他的额上长出了2根赤红的小短角，颈脖之间有细密的赤色鳞片若隐若现。手持刺剑的三转职业者莫名心惊，手中持剑已经如疾风骤雨一般飞速向着面前胡琉璃刺去。一瞬间而已，已经不知道刺出了多少下。然而这毫无意义。胡琉璃合身冲上，并探手向前一拳砸出，刺剑刺落到胡琉璃身上，密集如雨点，大量的伤害数字跳了起来。然而伤害值却并不如人意。持剑者的这个技能本就是依靠大量密集的攻击来造成伤害，单独每一击的攻击力并不算太强大。对于防御低的目标来说，这密集的剑击可以造成成吨的伤害。但是此刻的结果却是，他身为三转职业者的密集剑击，却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掉。你！声音戛然而止，一个同样有赤色鳞片若隐若现的拳头正中他的面门。噗！闷响声中，这位三转剑士系整个向后倒飞出去，摔了个满地烟尘。同时跳起来的伤害数字虽然没有先前的乔亮那么可怕，但也同样触目惊心。458454，这一拳有乔亮的一半伤害了，有点意思。乔亮眼神一亮，赞许的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见识过胡琉璃强得离谱的防御力和同样吓人的攻击力之后，剩下的几位工会长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决心。最终胡琉璃被乔亮大手一挥，任命为大同盟的2统领。看着这样的胡琉璃，烈师胡涂眼里满是欣慰。他当然早就知晓孙女成功跳级，转职成了4转职业龙女，耗费了一枚巨龙之心，相当于用一头巨龙换来的职业，当然不是普通职业所能够比拟的。胡涂早就是过了，即便是自己的烈焰狂狮，在龙女面前也狂不起来，只剩下被轻松压制的份。而对于孙女的那个同学带来了这一切的白圣旗，胡涂心里已经不仅仅是惊奇，而更升起了浓浓的忌惮与惊惧。他当然知道自家孙女获得了如此惊人馈赠，必然不会是毫无代价的。他已经做好了整个百兽公会都为之鞍前马后的打算。对比龙女这个职业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转职为龙女后，自家孙女便将开启一条与众不同的转职道路了。那显然是一条能变得无比强大的道路。在这样的想法之中，大部队已经来到了城门边上。看着笼罩着城市的巨大防护魔法阵，众多职业者心脏都不由得抽动起来。先前怪物侵入城市时的绝望仍旧在他们心间抹之不去。乔亮却不管这些，大咧咧的叫道：谁跟我第一批出去，将城门附近的怪物清除掉？这显然是要先清理出一片空地来，好给接下来出城的职业者们立足。话音落处，众多职业者正面面相觑时，一个声音已经高喊道：我来！正是烈师胡涂。心知乔亮必然是白圣旗的嫡系，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不能在这时候退缩。胡琉璃也应声道：算我一个。百兽公会的成员见到自家会长都出头了，这时候齐声喊道：我们也一起出战！瞎喊啥呢？乔亮翻了个白眼，看了胡琉璃一眼，说道：有你一个也就差不多了，为了保险，再加上你爷爷吧，其他人先歇着。说罢，他再也不管其他，提着战斧就向城外走去。这护城魔法阵十分神奇，只是对外不对内，乔亮随意走去，便如同沉入了水面里一样，无声无息就来到了外面。胡涂和胡琉璃见此，也是连忙举步跟上。爷爷，等会你先在后边帮我看着，让我先试试这职业的实力。然而听到胡琉璃这样的话语，胡涂却是一瞪眼，扬怒道：怎么这么快就嫌爷爷老了吗？老头子，我还能躲在自家乖孙女后边不成？胡琉璃心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本意确实是担心外边的怪物太强，使得自家爷爷无法应对。爷爷会抗拒这一点，也是能够想得到的。但他心里同样也打定了主意，等会开始战斗时一定要十分注意，就算会让爷爷不开心，也尽量要将怪物抢先处理掉，不让那些怪物对爷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转职成为龙女之后，她对于自身的实力已经有了相当自信。然而走出护城魔法阵时，这两人却发现自己想多了，现场根本就没有他们动手的机会。乔亮将手中战符舞成了风车一般，兴奋地大声喊叫着：“你们两个在后边看好了，别让那些漏掉的怪物靠近。”第169章，你们很不错。清水城护城魔法阵外，怪物嘶吼声不绝于耳。只是面对着如此众多可怕的怪物，一名职业者却没有半分恐惧之心，如一柄尖刀般直接刺入了怪物群中。这沉浸在忘情战斗中的，自然就是自封为大同盟统领的乔亮了。从灰烬里出来的他，属性面板本就远胜过普通职业者，其3转职业怒战士除了比较脆皮容易翻车之外，输出能力是相当可观的。如今4转成为了不屈战士之后，他容易被击杀的短板补齐，又加上从白圣旗处得到了大量属性水晶，如今的实力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靠近城市的这些怪物虽然强大的吓人，但是在火力全开的他面前，也只剩下无奈被收割一途。回想起白圣旗那种路过就能秒杀掉怪物的惊人手段，乔亮对于自己击杀怪物的效率仍旧很不满意。此时此刻，在他身后的两人却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本以为这位一拳能让人差点去世，已经强大的可怕了，如今看来，先前那一拳根本就还没有真正展露出实力来。乔亮的身上涌动着永不消散的血雾，那是他怒气处于勃发状态的证明。然后受到血雾的加成，他的攻击力大幅度提升，攻击速度也大幅度提升，哪怕是异变的怪物们也吃不住他战斧劈砍太多下。只不过与之相对的是他那岌岌可危的血条，在怪物的围攻之中，他的血条如同在悬崖上跳舞一样，从满值跌落到1/4，然后是残血，最终只剩下了一丝血皮。后边看着的两人简直是触目惊心，差点就要冲过来把这乔亮往回抢救了，但是显然已经太晚了。他们本以为乔亮将要死在怪物的爪牙之下，却忽然发现对方仅剩下的那一丝血皮坚挺的简直不像话。在众多异变怪物的奋力攻击中，他的这一丝血皮仍旧保持着原状，根本就没有半点要被击杀的迹象。这正是不屈战士的特性，在承受致命伤害时，血条并不会直接清空，而是会进入不屈状态，锁定最后一丝血皮，维持一定的时间。而残血到如此程度的乔亮却也半点不慌，哈哈大笑声中，手中战斧连连舞动，将面前的大部分怪物都击杀掉。在仅剩下3只半残的怪物时，他却不再坚持了，猛地向后跑来。一边跑，他一边大叫着：“帮我拦一下！”身后两人闻言猛然冲出，糊涂直接唤醒成了烈焰狂狮状态，一时当先的拦在了3只半残怪物的来路上。而胡琉璃的反应当然也不慢，在糊涂变身烈焰狂狮时，他也已经化身成了龙女形态，向前冲去。明明只是多长了2根短短的龙角，仍是人形态的他，力量却暴增了不知道多少倍。一脚蹬地，碎石纷飞，龙女形态的胡琉璃已经腾空而起，反倒超过了烈焰狂狮的飞行高度，直冲对面的3只怪物。已经唤醒成烈焰狂狮的糊涂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孙女飞了过去，撞入了那3只怪物包围圈中。他心中焦急莫名，狂狮身上涌起大量烈焰，向着前边加速飞扑，但已经不需要了。撞进了怪物包围圈中的胡琉璃一下子吸引了那3只怪物的注意力，3只怪物齐齐向他发起了攻击。在猎狮糊涂目眦欲裂之际，胡琉璃身上已经被细密的赤红龙鳞所覆盖。3只怪物对他发起的攻击虽然不至于无法破防，但也确实被大大削弱了。这样的攻击对他来说远远称不上是致命。胡琉璃没有什么花哨的攻击手段，只是双手连连挥动，以最直接的力量向着3只怪物发起了还击。3只怪物嗷嗷狂叫，显然胡琉璃的攻击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伤害。糊涂终于在这个时候赶到了，烈焰狂狮爪击之间，汹涌的烈焰也奔涌向前，和胡琉璃一起合战3只异变怪物。啊！忽的，胡琉璃喉咙里发出了这样的声响来，像是龙吼，又有些区别。下一刻，一道赤红的烈焰从他张开的口中喷吐而出，目标直指身前的3只怪物。这道烈焰显然是与巨龙一族的龙息差不多，威力十分惊人。本来就已经半残的3只怪物嘶吼着在赤红烈焰的包裹下化作白光消散。胡琉璃几乎是依靠着一己之力将这3只异变怪物击杀了。对于清水城的4转职业者来说，这简直是不可置信的事情。猎狮糊涂看着这样的胡琉璃，心中振奋莫名。龙女职业的强大程度还远在他的想象之外。而这个时候，
身后又已经传来了乔亮的声音。他如一道狂风般跑了一圈，又跑回来了。而他那仅剩下血皮的血条，此刻正在飞速恢复着，很快就又回到了6、7成的程度。这同样也是不屈战士的特点之一。在锁血状态下，他可以放心的舍命攻击，然后在锁血状态将要失效时提前脱战，以其他职业技能进行快速回复。这样循环往复，战斗的持续力其实十分强。当然，前提是能够有队友帮忙，让他安全地度过不屈状态后的那个削弱时段。而跟他一起出城的这2人，显然很好的充当了这个靠谱队友的角色。你们很不错。乔亮看着2人，重重的点了点头，然后他指着地上落下的几枚灰烬，说道：“咱们先将这些玩意捡起来吧，接下来可以让他们出来了。”炼级大同盟进入了正式的开端。灰烬之中，白圣琪沉沉的吐出了一口气。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靠在灰墙边上，到点了就准时进炼工房刷怪，剩下时间就默默等着吸纳灰雾。不知不觉中，背靠着灰墙的他发现，眼前的灰雾已经变得稀薄起来了。除了灰墙后的区域，这灰烬中的其他地方，他已经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170章10亿属性点。灰烬之中，白圣琪背靠灰墙，看向来路。只见眼前辽阔非常的地域，在他的眼中已经变成了层次分明的灰白色块。本来浓郁的阻隔视线的灰雾，已经稀薄到了极点。近旁那一片灰色比较浓郁的，显然是原来的灰烬3层，再往前则是灰烬2层，及远处那最为稀薄的一片区域，显然就是灰烬的1层了。至于灰烬的外层，此刻更是已经彻底消失。白圣琪估摸着，也许是因为灰雾被自己的炼工房吸纳殆尽后，彻底崩散开来了。这灰烬本就是十分离奇的所在，不能以常理推断。而吸纳了这么多的灰雾之后，他体内炼工房的加强显然也十分喜人。本来只是等级3的炼工房，此刻已经提升到了等级6。黑铁炼工房 LV6， 当前最大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360，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1，杀怪经验值加成 60%， 物品掉落率加成 60%， 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6点，每日能够使用的时间显然也是水涨船高，达到了8个小时。而按照如今的提升效率，白圣琪估计将眼前这剩下的3层稀薄区域也吸纳掉的话，将炼工房提升到等级7甚至等级8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往后还想要继续提升炼工房的等级，恐怕就只能够将主意打到身后的灰墙上了。但是看着身后仍旧显得坚韧异常的灰墙，白圣琪有些无奈。哪怕是靠近在这里，想要让炼工房自行吸纳来自灰墙的灰雾，显然也是不现实。他捏起拳头，猛地一拳砸在身后灰墙上。以他如今的实力，攻击强度比起乔亮抡动战斧都厉害得多了。灰墙猛地发出一声震响，被他这一拳砸落了一大块墙体。这一块墙体从灰墙主体上分离开来，如同热油下锅，一下子就化作了汹涌的灰雾。这些灰雾争先恐后地向着前方的区域涌起，如果不阻拦的话，也许已经变得稀薄，甚至快要崩散消失的几层灰烬又会重新回归本来面目。但已经不用白圣琪主动出手了。在脱离的墙体化作灰雾时，他的身躯内那炼工房如同饥渴的巨鲸，猛地张开大口吞吃起这些灰雾来。本已经达到了等级6的炼工房，又在迅猛提升着。随着时间推移，他体内的炼工房从等级6又提升到了等级7。而这当然远远不是结束。在飞速吸纳灰雾的瞬间里，白圣琪手上动作根本不停，继续向着灰墙发起了攻击。以他的攻击强度，哪怕是雄伟坚韧到难以想象的灰墙，也被他打落了大块大块的墙体。随着击落的灰墙墙体越来越多，周边的灰雾再次开始变得浓郁起来。浓郁的灰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白圣琪体内炼工房的养分。等级8，等级9，白圣琪体内的炼工房以极快的速率提升着。而随着吸纳的灰雾达到了某个界限，白圣琪察觉到整座炼工房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当震动平息，白圣琪再一次进入到炼工房里时，发现眼前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空间大小上，如今的炼工房空旷程度已经胜过原来10倍不止。除此之外，最大的变化还属立在炼工房中间的那一块黝黑石碑。此刻那一块石碑已经不再是黑色，而是变成了闪亮的白银色。白银炼工房 LV1， 白圣琪根本就停不下来，继续锤击灰墙，让脱落的墙体持续化作灰雾。等级2，等级3，白银炼工房也仍在继续提升着等级。白银炼工房 LV9， 当前可同时容纳怪物数量900，每击杀1000只怪物容纳数量+1，杀怪经验值加成 900%， 物品掉落率加成 900%， 每击杀怪物100只提升全属性
90点，和黑铁练功房相比，显然有了极大的提升。再以这白银练功房刷怪，提升的速度显然也会远胜过先前。当体内的练功房提升到了黄金练功房等阶时，白胜奇终于暂时停下了攻击灰墙。他能够感觉得到，如果自己继续攻击下去的话，也许在下一刻，这堵灰墙便会轰然倒塌。这是毫无来由却十分确定的一种感应。短暂的思考了片刻之后，白胜奇决定暂时退出灰烬。目前还不是彻底摧毁灰墙的时候。事实上，整个灰烬也几乎不复存在了，几乎所有的灰雾都已经被他的练功房所吸纳，整个灰烬只剩下灰墙这一片区域还存在着。他抬脚往前一步踏出，下一刻便有种进入了传送阵的感觉。片刻之后，整个人出现在外界。出现在外界的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条红色巨龙在天空上吼叫着，喷出道道龙息，在向那些异变怪物进行着攻击。这显然正是胡琉璃。转职成为了龙女的她，在达成某种条件之后，可以从龙女形态直接化成巨龙形态。那样的话，不论的攻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将有极大的跃升。哪怕是跟真正的巨龙比起来，也是不遑多让。除了这头红色巨龙之外，场上还有一人的表现也十分亮眼，正是把战斧舞动如风车的乔亮。身为部区战士，他哪怕身陷于怪物堆里，也丝毫不用担心自身安危。反正只要不上头，在部区状态消失前撤退出来，等血量恢复后再冲上去，便又是一条好汉。巨龙形态的胡琉璃和乔亮两人几乎承担了炼级大同盟90%的输出，剩下的其他职业者各自组合成适合的队列，稳打稳扎，虽未必有很大作为，但至少能先保证自身安全。白胜奇微微一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队列。清水城要发展，不可能依靠他一个人，他当保姆就算能够当一阵子，但不可能当一辈子。清水城，每个职业者的脸上都满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从未想到，仅仅只是几个月而已，自己的等级与实力便能够提升如此之多。一切显然都得益于炼级大同盟。如今每一个职业者的属性面板都远远超出了曾经的认识。如今基本上只要达到了3转，依靠自身的属性面板便可以做到在靠近城门的炼级区里单刷低级别的异变怪物，完全无需依靠大同盟代练了。而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并不是没有外城势力对清水城的资源动心，但每一次伸手都被白胜奇打了回去。得益于白胜奇的强势，如今的清水城可谓是紧紧地握住了灰金资源，发展突飞猛进。2转、3转，甚至4转、5转的职业者数不胜数，这很显然已经不是一个3级城市能够做到的了。即便是2级城市黑山城，论起总体实力来，也是远不如清水城的。此刻的转职神殿中，白胜奇正站立在转职神石前。很显然，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眼前的转职神石已经达到了可以支撑转生的程度。按理说，以他如今的实力，转生并不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对于做好了万全准备的他来说，越早转生才能够赚得越多。此刻，殿中只他一人，连转职引导员祝小雨都已经被他支开了。深呼吸一口气，他将手掌贴在神石上，开启了转生。道道光芒从神石之上投射而出，神石开始剧烈抖动起来。在这一刻，身为清水城分店主，与这转职神石有着极深联系的他，也在此时察觉到了更多的信息。吃了信息差的亏，原来一旦转生，所有神石都会联系起来。看来其他神殿也已经知晓我转生的事情了，就不知道这其中会不会有一些脑子不清醒的人，想要趁这个机会搞事情。白胜奇无所谓的摇了摇头，他们不来还好，真来了，大家表面上的平和可就难以继续维持了。转生继续持续着，很快，当笼罩着白胜奇身躯的光芒散去后，他已经从本身的5转再次成为了1转。我跟这医师职业有必要这么有缘吗？转生后的他竟仍旧是成为了见习医师。白胜奇倒没有过于失望，直接就进入到了练功房中。他没有第一时间就选择刷怪，而是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面板属性相比起转生前的他来说，确实是少了很多，但是被清空了的只是那些转职附加的属性。他从练功房里刷取到的属性值仍旧存在。他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倒也算是意外之喜。除此之外，转生之后属性点的成长率相比转生之前直接翻倍。如今的他1点属性值强度相当于转生前的2点，当然那是在同直接的前提下。而他所做的准备，在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练功房内。练功房中间是一块七彩闪耀的石碑，代表着他的练功房等阶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等级。而旁边的空地上堆放着如同小山一样的属性水晶，这样的小山足足有数十座，这正是他为自己转生所准备的资本。
白圣琪扑进了这些小山之中，尽情地消耗着近似无尽的属性水晶。属性面板在飞速上涨着，白圣琪再度出现在外界。此刻的他将手掌按在了转职神石上，直接开启了转职。轻车熟路的他很快就完成了转职，再次成为了2转职业者。不愧是转生之后，这一次5星难度的任务给予的属性值奖励不再是额外 50%， 而是直接翻倍。只不过当完成转职后的他再次出现，却发现神殿里多了10几位不速之客。你们来的倒是真快。很显然被他猜中了，真有头脑不清醒的家伙前来，而且数量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多。短短的瞬间里，又有光芒漩涡出现，神殿里一下子又多了10几个人。这些人并不都是转职神殿体系内的人，加起来30多名职业者，显然都是花费了大代价传送而来的。白分店主，咱们跟你商量个事，这清水城的灰晶产出，总也得让咱们分口汤喝吧？白圣琪笑了，清水城出产灰晶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你们早不来，怎么现在才来？这不是因为白分店主你今天转生吗？咱们正好前来道谢，欺负我刚转生，实力最为虚弱。白分店主要这样说，咱们也不否认。很显然，先前的白圣琪强得太离谱了，不管谁伸手都被狠狠地打趴下了。他们哪怕眼热清水城的灰晶产出，但却根本不敢妄动。如今遇到了白圣琪转生，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如何肯放过？哦！龙吼声响，一头红色巨龙冲破神殿屋顶，直接飞了进来。下方神殿门外，一道人影挥舞着战斧直冲而来，后边还有烈焰笼罩的狮子以及大量的职业者。胡琉璃、乔亮，一个个全是清水城如今最强的职业者们。祝小雨头顶一位天使身影极为清晰，慢慢走来。分店主，你暗暗支开我，我就知道你是要偷偷转生了。所以是你出卖我，带着人一起要围攻我。噗！祝小雨差点维持不住降神者的天使降临技能，他翻了个白眼。咱们是一起来救你的，你看不出来吗？哈，开个玩笑，别当真。白圣琪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你们有时间好好去练级就行了。说真的，这几十个小虾米过来，我还真没放在眼内。说话间，他向前一步踏出，一拳打在某位职业者身上。99999999999，那职业者身上爆出个恐怖的伤害数字，直接化作白光消散。原来转生之后，只要攻击强度足够，是可以无视掉生命之锁的锁血状态的，有点意思。但是在场众人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样的话语了，他们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惊呼道：不可能，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攻击力？不可能？当然有可能了，假如你们的属性面板也能够达到10亿的话。白圣琪露出了一个奇诡的笑，将自己的属性面板放开限制，展现给在场的众人看。只见那上边是这样的数值：体质10亿，力量10亿，敏捷10亿。这样的事实彻底让众人陷入了茫然之中。这就是属性时代的可怕吗？一位职业者喃喃自语，然后便看到了拳头击来。他甚至连躲闪的想法都兴不起来了。来都来了，那至少留下一次复活机会吧，以后帮我宣传一下，别有事没事来送菜。转职神殿中，白圣琪看着这数十名高阶职业者，面上毫无波澜。从他堆满10亿属性点的这一刻起，新的局面已然被打开了。这个世界藏着再多凶险，但以10亿属性点为起点的他，有着推平一切的信心。全输完，